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说这天道为体会人间百态，分了个化身，入了轮回。娃娃被好心的林家夫妇捡回家当女儿养到3岁，起名圆圆，意为萍水相逢，惜缘惜爱。真不要爹娘陪你一起去京城吗？不用，娘亲，你和爹爹要照顾好肚肚里的小弟弟哦。林家夫妻瞪大眼睛，还以为听错了。他们成婚20余载，神医都说没希望有孩子了。再想问时，那道小身影却不见了。圆圆才走了2步路就累了，上山捉了头野狼当坐骑，掏了半天包包啥都没掏到。圆圆吧唧从狼背上摔下来，悲伤成了一滩泥。唉，肉肉没有啦。娘亲做了好多肉干给他在路上啃的，怎么那么快就吃没啦？夫人，这地上躺着个小孩。瞧瞧，还有气没？听见这道温婉如水的嗓音，圆圆茫然坐起，和正准备下马车的美夫人对上了视线，然后被他身上的金光闪到了眼。啊，好强的功德啊！宁氏眼中带着关切。小姑娘，你还好吗？跟爹娘失散了吗？饿了。肚子空空的。上来吧，我这儿有吃的。圆圆坐进马车，捧着桂花糕，啃得很满足。慢点吃。漂亮姐姐，你不舒服吗？我的年纪都能当你娘了，哪能称得上什么姐姐？吓着你了吧？我身子不太好，就是个药罐子。圆圆忽然指着她发间的金簪说：是这个害得漂亮夫人生病，有脏东西。不可能，这是我夫君送我的。他生辰那日，夫君送了这只亲手打造的簪子给他戴上。对他那么好的夫君，怎么可能会害他？是真的，圆圆不骗漂亮的人。宁氏只觉离谱，他怎么会因为陌生孩子的3言2语怀疑自家夫君？夫人，前面便是医馆，不如让医馆大夫瞧瞧。夫人，这金簪是用砒霜浸泡过的。夫君怎么会？宁氏是京城首富之女，嫁给了永定侯。永定侯府日渐式微，到这一代只剩下爵位，并无官职。她嫁进侯府后，陪着丈夫考取功名，高价聘请治世的太师来教书。没日没夜的努力下，丈夫终于中了举人。有了一官半职后节节高升，很快便做到了正4品官员的位置。她同丈夫琴瑟和鸣，孕育了2个儿子，说此生不纳妾，不娶平妻，只会有她一个妻子，绝不辜负。她送的金簪更是日日不曾离身。恩爱多年的丈夫居然想要她的命。喉头涌上心田，她生生喷出一口血，倒地不醒。大夫忙上前给她诊脉。毒入肺腑，夫人已经油尽灯枯了。大夫，求求您救救我家夫人！除非神仙来救，不然还是赶紧准备丧仪吧。圆圆拍拍手上的糕点屑，关键时刻还是要她出马才行啊。漂亮夫人给她吃好的，可不能就这么死了。她咬破指尖，忍着眼泪将血滴进宁氏嘴里，只听2声虚弱的呛咳，宁氏缓缓睁开了眼睛。这诈尸了！夫人，你醒了，您还好吗？我没死，是这位小姑娘救了您。她亲眼看见圆圆给夫人喝完血后，夫人就好了。宁氏沉默不言，心中困惑又绝望。她想不明白夫君到底有何理由杀她。夫人且撑住，2位公子还在等您回家呢。宁氏长长出了口气，收起心头复杂的情绪。你是我宁锦云的大恩人，恩人若是有任何需要帮助的地方，尽管跟我说。你能帮圆圆找爹娘吗？圆圆不知道爹娘在哪里。宁氏胸口一阵酸涩，竟是个如此可怜的孩子。恩人若不嫌弃，可先认我做义母，住在我家中，
再慢慢寻父母。我吃的有点多，漂亮夫人会养不起我的。娘亲和爹爹刚把他捡到的时候，他就很能吃，家里的奶牛和山羊都虚脱了。我旁的没有，就是钱多，便是你一顿能吃满仓的粮食，我也养得起。你愿意当我的女儿吗？我愿意。漂亮夫人当娘亲，圆圆高兴。圆圆会保护娘亲，不让坏蛋欺负您。小肚子开始咕咕叫。娘亲，圆圆又饿了，想吃肉肉。好，娘亲带你去京城最大的酒楼吃。此次出门替全家祈福，侯爷还千叮咛万嘱咐，要他带好簪子。是预料他会死在路上吧？心口一阵钝痛，他势必要查清楚侯爷到底为何要杀他。宁氏带着圆圆离开以后，医馆大夫还沉浸在震撼中，久久无法回神。3、4岁的小姑娘，居然用她的血救活了身中剧毒的病人。他迫不及待想把这件事告诉其他人，但怎么都无法发出声音。谈其他事情时，反倒能正常说话。好吃好吃，怎么那么好吃啊？在人间的日子过得比天上还幸福。娘亲，这个好吃，圆圆喂你吃。娘亲好瘦，不要被风吹跑啦。宁氏心里很乱，吃不下东西，又不想拒绝圆圆的好意，抿了口点心后，让另一位陪嫁丫鬟墨玉拿着银票找掌柜，把酒楼买下来记在圆圆名下，喜欢的话以后随时都可以来吃。此时被宁氏打发回府打探消息的知夏，浑身发颤地进了雅间儿。夫人，侯爷不在府中，奴婢偷溜进院子，院里的那几个家生奴告诉奴婢，昨儿侯爷命人去棺材铺买了一口棺材，还有寿衣和香烛纸钱。宁氏脸色苍白如纸，我前脚刚走，他后脚就准备办丧事了。回程路上他还揣着几分希冀，兴许侯爷并不知晓金簪有毒，兴许他是被人利用了。没有侯爷的行踪吗？他不在府中，会不会是良心发现，想赶过去救他呢？奴婢无用。我可以帮娘亲找到大坏蛋，只要娘亲把他的名字和生辰八字告诉我。林立文，6月初5，辰时生人。东南方向，生云街。生云街，那条街地处偏僻，鲜有人烟，我得去看看。不亲眼所见，他是不会死心的。圆圆连忙把桌上的点心装进小衣兜，屁颠儿屁颠儿地跟了上去。长相俊朗的永定侯林立文拥着位体态婀娜的美貌女子走出来，神色是刚吃饱的燕族。宁氏死死攥紧了手帕。林立文怀里的女人是尤静茹，她姑姑的女儿，她的亲表妹。尤静茹的父亲颇具能力，考上探花后一步步做到了礼部侍郎的位子。他身为侍郎千金，和侯府庶子林立文缔下了婚约，只是他嫌弃林立文无能，坚决与他退婚，另嫁他人，害得林立文沦为京中笑柄。岂料婚后，尤静茹父亲触犯盛怒，被免了职，家道中落，被夫家休弃后，找到林立文想再续前缘。那时林立文听到他的名字便满脸厌恶，说他水性杨花，不知廉耻。可现在竟恩爱的宛如一体，可为何他对尤静茹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宁氏只觉心被碾碎了一样疼。只见林立文满眼深情地在他额头印了个吻，恋恋不舍地将尤静茹抱进怀里，似乎对他做了什么承诺，才把撅着嘴不开心的他哄高兴。哎呀，少儿一点都不宜。他吃进肚肚里的好吃的都要吐出来了。宁氏笑得凄凉，眼底泛着绝望，眼泪大颗大颗地砸落在地。娘亲，你不要哭呀。知夏姐姐，我太矮了，够不到，你快帮娘亲擦擦眼泪。夫人，不必担心，他都给我下毒了，我还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呢？
更多的是恨自己识人不清，所托非人罢了。娘亲不要伤心，圆圆给娘亲出气。哼！轰隆隆，话音才落，忽然间狂风大作，乌云密布，一道天雷划破天空，直朝林立文劈了下来。大坏蛋活该！娘亲，圆圆是不是超厉害？宁氏震惊到连伤心也忘了，呆愣愣地看着圆圆。他早就猜到圆圆不是普通的孩子，毕竟能一眼看出来金簪有问题，但没想到他能在谈笑间就把天雷招来。他收养圆圆，是不是捡到宝了？圆圆好厉害，但是不能让旁人知晓你天赋异禀，知道吗？要是让有心人发现了，还不知晓要闹出怎样的风波来。圆圆乖巧地点头。娘亲，我们快回你住的地方吧，吓死那个大坏蛋。顽皮，为何在布置灵堂？难道是侯爷？圆圆在心里给娘亲鼓掌，演技真好。夫人，你要节哀呀！侯爷先去，你们竟敢瞒而不报，还不快广而告之，让诸位来送侯爷最后一程。不得了啦！永定侯被雷劈死啦！劈死啦！墨玉带着主母院里的人到处奔走相告，之下扶着宁氏，嚎得整个侯府都回荡着他的声音。身处医馆的林立文是京城最后一个知道自己死了的人，急轰轰的才回府，就听见里头传来痛哭声。林侯爷如此年轻，怎的就去了呢？好端端的，怎就被雷劈了？苍天无眼呐！我昨儿还看见他好好的，今儿就……唉，愿侯爷一路走好，去往极乐世界，不再受苦。林立文脸色发沉，黑得能滴出水来。到底是谁在造谣他被雷劈死了？他强压着愤怒走进门，奔丧的宾客们见着他顷刻间安静下来。诈尸啦！诈尸了！林侯爷，若是您有何心愿未了，尽管跟下官们讲，下官们必定给您办得妥妥的。您还是赶紧先回棺材吧啊！林立文眼里快要喷火，又不能同这些同僚置气。今日侯府确有丧事，但离世的不是本侯。他心里犯嘀咕，管家是干什么吃的？既然带回了宁景云的尸身，又怎会把人搞错了呢？侯爷没死就好，侯爵夫人都伤心过度，晕过去了。是啊，宾客们这才明白这是场乌龙。侯爷，您真是娶了个好夫人呐！她方才要撞棺自尽，随您而去，贴身婢子拼了命才将她拦住送回房的。有妻如此，夫复何求啊？宁景云竟然没死，林立文错愕不已。他的命可真够硬的，毒气入体还能撑那么久。待送走宾客后，管家向林立文禀报：夫人回府看见满院缟素，断言是侯爷您去了，闹得满城皆知，连圣上都派了太监来慰问。想到明日上朝还要跟圣上告罪，林立文脑袋都炸了。今日他在同僚面前丢了脸，宁景云却挣了个贤良的好名声。他怒气冲冲往宁氏院子赶时，正巧宁氏踏出门。宁景云，你还未来得及斥责，林立文脸着地给宁氏行了个大礼。他这样好像个翻不了身的大乌龟呀！娘亲的坏蛋夫君又蠢又坏，还爱生气，真不知道那么漂亮的娘亲看上了他什么。侯爷，您没事就好，妾身真要怕死了。不愧是商贾之女，遇事只知道哭闹，连如儿的一根头发丝儿都比不上。芸娘莫哭，都怪管家乱布置什么，等会儿我必定重罚他，给我的芸娘出气。在他看不到的地方，宁氏眼光泛冷。芸娘，我送你的金簪你没带吗？侯爷所赠，妾身本应珍之重之，可出行时发簪不慎丢了，妾身向侯爷赔罪。身外之物罢了，
我怎会怪你？必须得想想其他办法了，再拖下去，尤静茹那儿不好交代。娘亲，娘亲！胖乎乎的奶团子冲进屋里，给林丽文撞了个趔趄。哼，大乌龟，休想碰我娘亲！哪儿来的孩子？这孩子叫林媛媛，无父无母，妾身看他可怜，又和侯爷同宗同姓，打算养在名下。林丽文看媛媛长得白白胖胖，跟年画娃娃似的，忍不住想捏捏她的腮帮子。圆圆清澈明亮的眼睛瞪圆了，盯着她的手。咦，拿开拿开，敢碰我就要你好看！我们不是有个女儿了吗？你这样瑶瑶会多想的。5年前林丽文带回来一个女婴，说是故友临终托孤，交给侯府来养。林丽文给那女婴取名林书瑶，待她极好，比亲生儿子还好上许多。宁氏也是真心把她当女儿疼。瑶瑶那儿我去说，她会听话的。倒是不知道圆圆寄人篱下，心里会不会有疙瘩。只见圆圆浑不在意地跳上椅子，拿起桌上的枣泥糕塞进嘴里。林丽文越看越不喜欢，这就跟乞丐没吃过好东西似的，一点都比不上她的瑶瑶端庄大气。寻了个借口，匆匆离开了。你这是吃撑了吗？不是的。二公子，你怎么来了也不进去？夫人就在里间呢。宁氏闻言激动地起身，忙走到门外，眼含泪光。淑妍，你许久没来看娘了。我是路过，不打扰您和新女儿团聚了。宁氏神色微滞，抱歉淑妍，娘没问过你的意见。林淑妍转身就走，似乎不愿跟宁氏多言一句。等等，这是娘亲自去寺庙求的，你带上好吗？然而林淑妍脚步不停，径直离开了。二公子还小，等长大了会明白夫人的苦心的。二公子不与夫人亲近，大公子幼，夫人便只能将全部的母爱都寄托在瑶瑶小姐身上了。不，是我的错。淑妍小时候特别黏她，她聪明得很，2岁就能背3字经，3岁便入了国子监。只是她不明白，为何淑燕白日里高高兴兴去学堂，傍晚回来时却耷拉着小脸儿，浑身脏兮兮的，问她也不说。后来是林丽文告诉她，国子监里的学生都嫌弃淑妍的母亲出身商贾，淑妍因此被孤立，还遭人欺负。她无比自责，不知该如何面对淑妍。林丽文只好先让淑妍搬出她的院子。瑶瑶到她身边之后，她分身乏术，看望淑妍的次数便更少了。淑妍自此变得孤僻，连学堂也不肯去了。倘若她当时不那么自卑，也不至于与淑妍离心。林淑妍回到屋中时，她的奶娘吴嬷嬷正在铺床。二公子，奴婢没说错吧？夫人只稀罕别人生的孩子，压根儿就没把您放在心里。您呐，还是多跟侯爷亲近，毕竟您跟侯爷血浓于水呀，侯爷是不会害您的。林淑妍置若罔闻，坐到窗边读书。您日日看书不觉得烦闷吗？奴婢家那小子昨日在赌场赢了不少钱呢，让他带您去开开眼。出去。吴嬷嬷脸一垮，也不告退就离开了。就让他多应几日，倒是估计恨不得跪下来求他救命呢。林淑妍心中好似有烈火在燃烧，呼吸急促，根本无法安心看书。她想吃口点心来压抑这种感觉，一抬眼却发现自己桌子上的栗子酥竟少了几块。啊，你的脸怎么那么黑？胡说什么？娘说我出生的时候跟粉团团一样白。团团哥哥。团团哥哥什么鬼？那个团团哥哥，圆圆不是说你长得黑，是印堂黑，要倒大霉啦。而且他眼中有赤红贯日之相，是大凶之相。子不语怪力乱神，什么倒大霉？林淑妍不相信这些，是特别特别的那种倒霉哦。圆圆给他举例，会被砍掉4肢做成人质，被人放干血做成干尸，被挖空了。林淑妍拿起一块糕点塞进他嘴里。安静！
圆圆一边嚼着糕点，一边继续道：而且团团哥哥不只是今天才开始倒霉的，看你这面相，至少持续5年了。林淑妍在心中重复着：5年吗？那这是娘亲给团团哥哥求的，能保平安。她还从自己脑袋上揪了几根毛毛放进去，可以帮团团哥哥抵挡一次危险。团团哥哥的命格带凶煞，未来不会得善终，不过有他在，就是想死也难呢。林淑妍低头看着护身符，抬手御解，手到了却转了个弯儿，用指腹轻轻擦干净了圆圆嘴边的点心碎。圆圆在林淑妍房里赖着不走，她还在床头的多宝格里发现了拨浪鼓、9连环等小玩意儿。团团哥哥，这个圆圆可以玩吗？看起来很好玩的样子，他之前在天上只能玩云朵，捏成各种形状。你玩吧。身后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这个坏东西欺负小孩，圆圆怎么都弄不开。圆圆拧了半天，恨不得上嘴去咬。这个是有诀窍的，只稍微摆弄几下就拆开了。哥哥真棒！对于他的夸奖，林淑妍很是受用，耐心地教他怎么把9连环拆开。小时候娘也是这么教他的。这便是夫人收养的乡下野丫头吴嬷嬷，圆圆也是侯府的小姐，不得无礼。吴嬷嬷还是一副很不服气的模样。她是2公子的奶娘，整个侯府都要敬她一声嬷嬷。论养育2公子，她比宁氏那个主母更尽责。论家世，她父亲是秀才，是宰相根苗，比宁氏家那个做生意的可要尊贵得多。凭什么要给一个乡下来的野丫头行礼？2公子啊，乡下丫头不懂礼，冲撞了您怎么办？还是赶紧把她赶走吧。您要玩伴，可以找奴婢的儿子。他把林淑妍当成了自己的亲儿子那般说教。吴嬷嬷言行无状，罚半年月钱。2公子从前从未罚过他。吴嬷嬷气得脸都白了，还是不能让2公子跟宁氏那个低贱的商女接触，都学坏了。吴嬷嬷这个发怒的样子好像夜叉哦。待吴嬷嬷气鼓鼓地离开后，团团哥哥，你不要跟那个夜叉婆的儿子玩。为何？因为他儿子喜欢男孩子。林淑妍震惊，你是如何得知的？我今天去厨房找吃的时候，听那些奶奶说的。吴嬷嬷的儿子仗着他母亲的身份，欺女霸男，只要瞧见侯府里有长相不错的下人，都要抓走欺负。而且吴嬷嬷发现的时候，他儿子正干坏事呢。真是有辱斯文。林淑妍外表虽然平静，内心却汹涌无比。吴嬷嬷她怕儿子断了香火，就把自己的亲侄女送给丈夫当妾室，没多久又后悔了，跑去找侯府的管家哭哭抱抱，结果被管家媳妇儿发现了，把她打出来了。林淑妍虽然早慧，但到底不过是个10岁的孩子，听到这儿，震惊的手脚都不晓得怎么安放了。最重要的是，吴嬷嬷想着儿子反正都这个样子，不如好好利用，叫他跟你一起玩，让你跟他变成一样的人。所以团团哥哥千万不要跟他儿子走得太近了。想到之前吴嬷嬷无数次想让他儿子来当自己的贴身小厮，林淑妍禁不住打了个寒颤。这样的人断不可留在他的院中了。团团哥哥，圆圆和娘亲说了要跟你睡。圆圆爬上床，动作幅度太大，花生、核桃仁和瓜子哗啦啦掉了一地，睡觉都舍不得丢下零食。圆圆撅着屁股趴在地上，一边捡一边嘟囔着：半夜醒来肚肚饿。可是我不喜欢别人在床上吃东西。那我不吃了。团团哥哥是不是不喜欢圆圆呢？说实话，林淑妍在刚见到圆圆的时候是讨厌的。她小时候也幻想过父母给她生个香香软软的妹妹，可林书瑶的到来打破了她的幻想。
他本以为圆圆和林书瑶一样吵闹又可恶，但跟圆圆接触过1天之后，发现圆圆比林书瑶可爱了不知道多少倍。有个妹妹，果真还是不错的，不讨厌。送你了，这是送给妹妹的见面礼。圆圆接过仔细瞧了瞧，是个成人巴掌大的盒子，上面雕刻着各种精美的纹路，应该是真金，倒是可以用来装瓜子壳。随手就把礼物搁在床沿儿，也没去看里面装着的整整6颗东海夜明珠。林淑妍闭着眼睛睡着了，圆圆趁她呼吸平稳后，轻手轻脚地走出房间。小天道，这是你传信来要的生死簿。谢谢阎王爷爷。圆圆迫不及待在生死簿上找到记录着宁氏及其家人生平的那页，看完后，她不开心地皱起了眉。他们的结局只能用1个字概括：惨，简直是惨绝人寰。他才不要好人没好报呢。重新回到床上后，圆圆轻轻抚了抚林淑妍的眉心。团团哥哥，你要争点气，改变自己的命运呢。熟睡的林淑妍做了一个梦，梦里宁氏没有收养圆圆，在她10岁这年去世了。失去母亲之后，她被吴嬷嬷母子诱惑，引导着去赌场赌钱，去小瓜馆找刺激，浑浑噩噩活到18岁，最后死在了一群壮汉的床上。父亲以他为耻，不愿为他举行葬礼，把他的尸体丢在后山供野兽撕咬吞食，还将他的名字从族谱上划去，又给了吴嬷嬷母子一大笔钱和卖身契，让他们回老家逍遥快活去了。凭什么？林淑妍自梦中惊醒，浑身大汗淋漓，身下的褥子都汗湿了，一股无名邪火蹭蹭往上冒，他心里狂暴难安。小娃娃想发起床气。团团哥哥，你怎么啦？原本冷淡矜持的林淑妍像是换了一个人。滚出去，滚！圆圆才不听他的，在他额头轻轻一弹，清凉舒爽的气息瞬间遍布他的全身，彻底压制住了他的浮躁与粗暴。团团哥哥，你不疯啦？你刚刚吓死人了，幸好有我在。他说到这里还有些得意。抱歉，方才发生的事情不要告诉任何人，好吗？团团哥哥，圆圆嘴巴可牢可牢了。林淑妍刚露出笑的模样，就听有人敲响了房门。淑妍、圆圆，你们醒了吗？娘给你们做了面。一听到有好吃的，圆圆的口水挡都挡不住，屁颠儿屁颠儿跑过去开门。娘亲早。宁氏笑着摸了摸圆圆圆乎乎的发顶，看到屋内一片狼藉之后，嘴边的笑容僵住了。娘亲，圆圆刚刚跟二哥哥玩枕头大战呢，圆圆赢了哦。宁氏这才放了心，圆圆好厉害。她担心淑妍和圆圆相处不来，一夜没睡好。娘做了你最喜欢的竹笋面，要不要尝一尝？林淑妍沉默地拿起筷子。就在这时，知夏气喘吁吁地跑进来。夫人，老爷方才忽然晕倒了。他口中的老爷是宁氏的父亲，又为难地回头。他好不容易和淑妍共用早膳，娘，快些回去看望祖父吧。在梦里，母亲去世后不久，外祖父便因为贿赂官员下了大狱，判处绞刑，宁家男眷全部流放，女眷沦落秦楼楚馆。前往宁府的马车上，宁氏不由感慨，他已经许久未曾见过父亲了。想当年，尤静茹的父亲被免职后自尽，其母也郁郁而终，无处可依的尤静茹投靠了宁家。那巧嘴把宁家二老哄得团团转，甚至提出让宁氏把院子让给他。宁氏拒绝后，父母竟责备道：茹儿父母双亡，如此可怜，你这当姐姐的就不能让让她？从尤静茹进了家门，宁氏的一切就都被她逐步夺走。宁氏20岁才嫁为人妇，嫁的还是尤静茹的前未婚夫。
大婚那日，尤静茹忽然称病，全家都围着她侍疾。宁氏满心期待亲人能送自己上花轿，可在正厅等到吉时将近，才等来一脸疲倦的母亲。我不会送你出嫁，也不想祝福你，是你抢走了如儿的幸福，害她生病，你还能心安理得的嫁人？哼，我只当是养了个白眼狼。从今往后，你只做你的林家妇，不再是我宁家女。母亲一语成寂，她的婚姻果真不幸福。年轻时争不过尤静茹，自以为美满的婚姻，如今才知那不过是裹着糖衣的砒霜。这时手上传来软软的触感。娘亲，你怎么又哭啦？是眼睛痛痛吗？圆圆给娘亲呼呼，呼呼就不痛啦。说着，奶香的小胖脸便凑了过来。宁氏心中安慰不少，娘没事，只是想我自己的娘亲了。外祖和外祖母对娘亲又不好，那娘亲干嘛还要见他们呀？养育之恩，哪那么容易撇得清呢？麻烦通传一声，我来探望父亲。永定侯夫人还是回去吧，老爷说了，林家妇与狗不得入内。你才是狗！哼，臭家丁乱讲话，小心变成大哑巴。家丁不以为然，正要开口回怼，突然一阵猛烈的呛咳，只觉喉咙干涩难忍，狐疑地看着小女娃，抓抓脑袋。这小乌鸦嘴邪了门了，我惹不起还躲不起吗？得嘞，小的这就通传。他不情不愿地进了门。娘亲，你要支棱起来哟，不能随便让人欺负。宁氏已经很久没有体会过被保护的感觉了。好，娘亲知道了。过了约莫半炷香的时辰，一道娇娇软软的嗓音才从里边传来。原来是姐姐呢，妹妹失礼了，不曾迎接远客。宁氏一见她，气血上涌，死死咬着牙，我可不敢做你的姐姐，你也不必冲我摆什么主人姿态。尤静茹不恼，笑容更盛。姐姐久居侯府，怕是不知舅舅已认我为义女，将我写入宁家族谱。宁氏心中一震，父亲竟待她至此，是当真不愿意认她这个亲生女儿了吗？尤静茹上下打量着宁氏，姐姐多年未归，舅舅病了，竟空手而来。姐姐出嫁时带走大半家产，害得舅舅连百年人参都吃不起。不是妹妹多嘴，父女哪有隔夜仇呢？姐姐不至于怨对舅舅这么多年，都不愿接济一下家里。咦，娘亲，哪里来的酸味？好臭好臭！尤姨母，你穷疯啦！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惦记我娘亲的钱。尤静茹面子挂不住，这是哪家的孩子？有没有教养？我是娘亲的孩子，在你这个酸姨母面前不用讲教养。你如此直言不讳的圆圆，气得尤静茹脸一阵青一阵白。宁氏死死压着嘴角，怕自己当场笑出声来。有件事你可能不知道，如今不妨告诉你，宁家的绸缎庄、当铺、钱庄、马匹、茶叶、香料，都是我出阁前亲自打点的。那些掌柜的契约皆在我手上，这是我宁景云的私产，跟你跟宁家没有半点关系。尤静茹的脸色瞬间垮了下来。早就听闻宁景云善于经商，却未想到竟拥有如此众多的私产。然而那又如何？她的心头暗自冷笑，她的好丈夫如今还不是对她尤静茹死心塌地。既然姐姐是做绸缎生意的，不如看看这块布料如何。方才未曾留意，此时宁师将目光转移到尤静茹的衣裙上，这才发现那竟是被称为软黄金的香云缎。上个月他在丝绸店订过一匹，却被林丽文拿走，说是同僚生辰，要当作贺礼。宁氏深深呼吸着，喉头发紧。姐姐若是喜欢，妹妹那儿还剩半匹，不如姐姐拿回去裁衣吧。啊，
软软滑滑，好舒服呀，跟娘亲昨天给我擦屁屁的布子一模一样。尤静茹气得倒仰，小丫头，你吹牛也要有个限度，香云缎可是宫中才能用到的物件，你娘怎么可能有那么多？那宫中才有的你怎么有？我娘亲是高门贵妇，自然不缺。那你的呢？不会是偷来的吧？尤静茹惊得瞪大了眼睛，盗窃宫中财物可不是小罪。我没有，我可能是假的吧？是吗？那我看看是不是假的啊？尤静茹不耐烦地想拍开他的手，却突然看见裙摆上多了很多细细密密的虫子，顺着纹路往上爬。怎么回事？怎么这么多虫子？冲着丫鬟大喊大叫：“你愣着干嘛？快帮我打虫子呀！”表小姐，哪里来的虫子？什么都没有呀！宁氏也懵了，可见到圆圆那调皮的小表情，当即了然。虫子！甩不掉虫子的他情绪彻底失控，直接脱掉外衣，狠狠扔了出去。宁氏错愕地捂住了嘴，这可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他如此当众脱衣，春光乍泄，实在有失体统。围观的人越来越多，纷纷对着尤静茹指指点点。表小姐，我们先回去吧，表小姐。然而专心拍虫子的尤静茹根本不听，宁氏上前抬手一巴掌甩在尤静茹脸上，这一巴掌力气极大。清醒了吗？宁氏心中畅快，还不快将你们表小姐扶进去，省得在外边丢人现眼。丫鬟连拉带拽的将尤静茹往回带。宁氏看着圆圆，觉得她可爱极了，忍不住亲了亲胖乎乎的小脸儿。谢谢你帮娘亲，娘亲觉得特别爽。圆圆是娘亲的女儿，帮娘亲是应该的。又在外边苦等了许久，宁府的管家才慢悠悠地出来回话：父亲还是不愿意见我。大小姐还是回去歇息吧，老爷知道恁跟表小姐起了争执，闲下表小姐将自己关在房里哭了伤心，老爷心疼坏了，生了好大的气。恁再不走，老爷便要派人来赶了。哼，不见就不见，外祖父把榆木当珍珠，将来有的后悔呢。宁氏没再坚持，带着圆圆一起坐上马车离开了。夫人，您可算回来了。二公子不知道是怎么了，突然跟疯了一样，把自己锁在屋里砸东西。吕大夫迟迟未到，奴婢差人请其他大夫，可吴嬷嬷拦着不让进。原本就心神不宁的宁氏，在听闻林淑妍出事之后，眼前骤然一黑，径直朝着林淑妍的院子奔去。该死的宁锦云，还有那个小畜生，竟然让我丢了这么大的脸。说起来，他这次回来的阵仗可真不小啊，这些本该是属于我的，若不是宁景云趁虚而入，他怎么会和琳琅生离？侯府主母的位子也本该是他的，是宁景云抢了属于他的一切。幸好上天垂怜，让他重活一世，知道林丽文爱他如命，不然才不会甘心这么没名没分地跟着他。前世他因着林丽文拒绝求和，绝望自尽，死后林丽文伤心欲绝，为了给他报仇，设计害死了宁氏和那2个野种。即使林丽文续弦另娶儿孙满堂，也会每年都如期去祭奠他，梦里也曾叫过他的名字。这一世千方百计地追着他，对他好，才终于把这个爱他至深的男人拿下。原本林丽文答应他，宁景云命不久矣，很快会迎娶自己进门，也不知道宁景云的命怎么就那么大，竟活了下来。他抚摸着自己的小腹，孩子，放心吧，在你醒怀之前，你爹定会将我们母子接进侯府。那些银票可送到晋王府去了，已经以老爷的名义送过去了。尤静茹这才稍稍满意，她可不是宁景云那个只会行商的绣花枕头，她一定要替宁家攀上晋王这根高枝。今儿个有我在这儿，谁都别想碰我奶儿子！你们一个一个都没安好心思，都要害我的淑妍！
随之而来的是林淑妍那令人胆寒的吼叫声。方才有人谎称他儿子在外头惹下祸事，将他支开，偏巧二公子又在此时发作。不管怎样，今日他就是拼了这条命，也绝不能让事情败露。吴嬷嬷，你不让大夫进去，耽误了二少爷，就不怕侯爷跟夫人降罪吗？我可是二少爷的亲奶娘，我只信得过吕大夫。等吕大夫来了，我自会向侯爷请罪。宁氏怒火中烧，加快步伐，抬手狠狠甩了吴嬷嬷一巴掌。贱婢！吴嬷嬷被这一巴掌打懵了，大夫见此情形，也赶忙跟了进去。你们一个个都是木头吗？还不快把他捆起来！吴嬷嬷见势不妙，撒腿就跑。长廊下忽然伸出一只胖嘟嘟的小脚丫，将吴嬷嬷扮了个狗吃屎。压死你，压死你，让你再害团团哥哥！吴嬷嬷到这时还不安分，侍从们把吴嬷嬷捆结实了。我是二公子的奶娘，你们这般对我，侯爷定不会饶过你们。哼，老钱婆，让你再吵！大夫，快给我儿子看看，快！宁氏目不转睛地盯着大夫给林淑妍诊脉的手。还是这样一个秋天，还是在黄昏时分。那天，他守着因冲进火场救人而被烧断的房梁砸断腿的大儿子林书义，心急如焚地等待着去宫里找太医的林立文归来。左等右等，足足等了2个时辰，都不见人影。林书义疼得昏厥过去，太医好不容易赶到，却告诉他，林书义的腿由于耽误治疗太久，保不住了。他头一回怨恨起林立文，埋怨他为何回来的这般迟。我一根最爱的就是骑马，这往后可怎么办呢？林立文一脸歉意道：宫里手续多，太医院人手又不够，这才耽误了时间。唉，是书义自己没福气，芸娘别再伤心了。如今严哥出事儿，大夫虽及时赶到，可吴嬷嬷却胆敢阻拦不让进。二公子体内并无毒素。圆圆听得认真，往嘴里塞了块栗子酥。那二哥没中毒的话，那到底是咋回事呀？大夫盯着他手上的糕点瞅了许久，猛地一把抢了过去。嘟嘟有那么饿吗？连小孩子的零食都抢。大夫没搭理他，捻了捻糕点上的粉末，又凑近闻了闻，突然抬眼，伸手去抠圆圆的嗓子眼儿，让他把刚吃下的糕点吐出来。圆圆把昨天吃的都快吐出来了。夫人，从二公子的情况，结合这糕点上的药粉来看，二公子应该是服用了寒食散。宁氏只觉得浑身冰凉，寒食散服用后会让人浑身燥热，精神狂躁，长期服用会上瘾，会变得精神恍惚，成人都难以承受，更何况一个10岁的孩子。那有办法戒掉吗？大夫让婢女煎了一碗药汤给林淑妍服下，示意宁氏跟他到外边去谈，留下圆圆和知夏在里边照看。难呐，上瘾的时候须得把二公子绑起来，让他强行撑过去，如此反复，兴许还有的戒。想起淑妍方才的样子，宁氏不敢再想下去，但他更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淑妍的一生就这么毁了。我再给二公子诊诊脉，开一些清心的药，喝了兴许能舒服点儿。待大夫重新回到屋子重新诊脉时，却仿佛施了定身术一般，整个人都僵住了。是出了什么状况吗？大夫难以置信地摇头，又诊一次。这二公子身体健康，中气十足，竟看不出半分服了寒食散的影子。宁氏惊讶地睁大眼睛，侧目望去，坐在淑妍床边的圆圆拍拍胸脯，眨眨眼睛。已经清醒过来的林淑妍心情异常复杂，方才圆圆猛地把带有微微血腥气的手指塞进他嘴里，那一股难以名状的清新气息如拨云见日，将他拉出漫长的黑夜。宁氏瞬间明白，
圆圆不仅救了自己，还救了他的儿子。圆圆，娘亲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圆圆仿佛猜到了他的心思，他抓抓脑袋，拍拍自己的肚肚，又指了指窗外。娘亲，你看天上那朵云，它像不像一个鸡腿啊？像。娘亲这就吩咐厨房做最好吃的鸡腿给圆圆。大夫满心狐疑地离开后，夫人该如何处置吴嬷嬷？拖下去，赏他40大板。此语一出，别说是吴嬷嬷瞬间懵了，就连被强行喊来围观的仆从们也都不忍倒抽一口凉气。40大板，这哪里还有活路？以往宁氏对待府中下人的态度，说得好听些是和善，说得难听点儿，那就是软弱可欺。士农工商，就连侯府的仆从对宁氏都存着几分轻视。像这样的惩罚，乃是宁氏嫁入侯府后的头一遭。他惩处的可不单单是吴嬷嬷一人，方才那些犹犹豫豫不敢上去扯开吴嬷嬷的小厮们，也被绑到了前厅。哼，老身是二公子的奶娘，所做的桩桩件件，可都是为了二公子着想。倘若老身放外头的大夫进去，万一将二公子给治坏了，那可如何是好？今儿夫人不分青红皂白，对老身滥用私刑，不就是因为二公子对老身比你这个做母亲的亲近吗？宁氏压根儿懒得与他多费口舌，只是吩咐道：出言不逊，掌嘴。板子上的木刺扎进吴嬷嬷的嘴里，瞬间一片血肉模糊。吴嬷嬷满嘴鲜血，那如淬了毒一般的眼睛狠狠地盯着宁氏。宁景云，你等着，侯爷回来定会为老身主持公道。就在此时，只见之下端着木盘圆圆走来，身后还跟着蹦蹦跳跳的圆圆。夫人，这是在吴嬷嬷房里找到的东西。完了，他这回是死定了。东西藏得那般严实，他们究竟是怎么找到的？宁氏气得发抖，这心肠狠毒的恶妇竟然在舒颜身边待了整整10年。舒颜院里所有的仆从都是吴嬷嬷一手调教的，她简直不敢去想，若不是圆圆，她的舒颜会被人害成何种模样？心中后怕至极，冷汗湿透了她的里衣。吴嬷嬷残害主子，将这剩下的寒食散给他灌下去，杖责结束后关进柴房，不许给他找大夫治伤，每天用盐水浇他。吴嬷嬷听完两眼一翻，当场就晕了过去。你们吃我的穿我的，若是再敢对我和公子小姐们有所怠慢，那就想想今天的吴嬷嬷。有胆小的婢女和小厮看到这一幕，吓得浑身直哆嗦。那股腥气和哀嚎飘进了林淑妍的房间，她将剥好的核桃仁递到圆圆嘴边，脸上并没有多少对吴嬷嬷的遗憾。她自然知晓吴嬷嬷如此作为的缘由。当她被寒食散折磨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时，那吴嬷嬷岂不是就能轻而易举地掌控她了？在梦中，吴嬷嬷母子可是活得逍遥自在，无比快活。与她从小一同长大的贴身小厮杜仲轻手轻脚地摸了进来。公子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将吕大夫送到衙门了。哦，团团哥哥，是你派人把吕大夫拦住的呀？咱家公子可聪明着呢，还让人将吴嬷嬷支开了好一阵子。林淑妍神色平淡，不如此行事，又怎能将事情闹大？不错不错，不愧是我罩着的。林淑妍眼神复杂地看了圆圆一眼，让杜仲退下，关好门后才轻声问道：圆圆，你是妖怪吗？圆圆这么可爱，怎么可能是妖怪？对于她的自恋，林淑妍未做任何表态。你的血竟能够化解我体内的药效，不是妖怪，那莫非是神仙？差不多吧。她心里有点小忐忑。团团哥哥，那你会害怕我吗？你是我妹妹，哥哥又怎么会害怕妹妹呢？夜色已深，永定侯府依然亮着灯。寡嫂江氏微微蹙起眉，神色凝重道：我一日未在府中，吴嬷嬷竟惹出此等祸事，
我亦难辞其咎。自嫡兄和先侯爷一同战死沙场后，姜氏便立誓永不再嫁，将上门说亲的媒婆一概拒之门外，成为京中人人称赞的贞洁烈妇。原本侯府的管家权应交付于宁氏，可林立文却说：嫂嫂孤身一人实在可怜，不如还是让嫂嫂管家，你也落得个轻松自在。宁氏从不与他相争，妯娌间关系向来和睦，从未红过一次脸。他把姜氏视作亲姐姐一般敬重，上等的料子与首饰时常送往他的院落。可这一次，宁氏却面色不善：嫂嫂御下不严，是该好好整顿家风了。这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嫂嫂蓄意陷害侄儿呢。当初给舒颜许奶娘时，他相看许多皆不满意，是吴嬷嬷毛遂自荐，说自己在姜氏娘家做过工，尤其对照顾孩子很有经验。询问姜氏时，他也表示默认，还说吴嬷嬷为人确实老实本分。他出于对出身名门、持家有道的长嫂的信任，在确认吴嬷嬷户籍无误后，便放心让她入府。舒颜经历诸多苦楚，他很难不迁怒于姜氏。我着实不善管家，向来通透沉稳的眼中浮出几丝愧疚。这管家权理应归还于你。嫂嫂若是想还，那我也不拒绝。嫂嫂若是想还，那我也不拒绝。你怎么跟长嫂说话的？林立文大踏步进来，神色愠怒。吴嬷嬷犯的错，你怎能迁怒于长嫂？长嫂这些年操持侯府，劳苦功高，又为了兄长的声名，甘愿常年独守孤寂，你这样实在叫人寒心。还有没有一点礼数？有没有一点良心？还不快跟长嫂赔礼道歉！我严哥九死一生，危在旦夕。侯爷这个做父亲的，回来不闻不问，反倒过来质问我，这又叫什么礼数？这又算什么良心？林立文神情一僵，向来温柔和顺的宁氏，今日怎么成了这副尖酸刻薄的模样？你身为舒颜的生母，她出了事，最该自省的是你。眼看夫妻俩的怒火即将烧着侯府，姜氏赶紧劝道：莫要再吵了，莫让外人瞧了侯府的笑话。景云，你先坐下。你以为此事当如何处置？把舒颜院子里的仆从全部换了，这次的人选我要亲自把关。姜氏当即颔首，此乃应当。再将侯府的私产云鹿书院赐予舒颜，不能让他白白受了委屈。云鹿书院乃永定侯府邀几位学士共同创立，不论官员子弟还是普通百姓皆可入学。侯府入了5成商贾，年底有红利。姜氏稍作思量，便点头应下。侯府私产众多，云鹿书院是其中最不起眼的，官员子嗣瞧不上，普通学生又读不起，他甚至曾想直接关闭。姜氏离开后，林立文心中仍有几分怨气。我今夜去书房睡。这人倒是有自知之明，省得他寻借口撵人。妾身知道了。林立文蹙眉，以往他说要去书房睡，宁氏都会揉着声音挽留，生怕自己做错了事儿，惹得他不开心。此刻怎的答应得这般干脆？很好，日后莫要后悔才是。团团哥哥，渣爹跟娘亲吵架啦。林舒颜倒是没什么反应，虽说人人都说他父母感情甚笃，成婚10几年如胶似漆，但他与父亲感情淡薄，父亲10天半个月都未必会来看他一次。那如果我说他不仅有了外室，还想害死娘亲呢？什么？怎么了？你们俩怎么在这儿？父亲背叛了您，还想害死您？宁氏惊诧之余看向圆圆，圆圆嘟着小嘴，一脸抱歉地对他吐了吐舌头。娘亲对不起，可是圆圆不想瞒着团团哥哥嘛。宁氏本不想将此事告知林舒颜，怕他多想，可事到如今，他还是将之前发生的事粗略地说了说。林舒颜紧紧攥着拳头，用力到指节泛白。怪不得在那个梦中，母亲早早离世，竟是父亲所为。经此一事，他对母亲的嫌隙消了许多，深知这世上绝对不会害他的唯有母亲。他知晓母亲疏远自己是因其家世，可他从未嫌弃，
也不觉得有个商人外祖父丢人现眼。他不过是气母亲过于懦弱，也气他对林书瑶的偏袒。但他是母亲10月怀胎生下的儿子，是母亲最大的依靠。母亲，有儿子在。简单的6个字让宁氏瞬间红了眼眶。对不起，对不起，淑妍，对不起，娘对你不好，娘让你受了太多委屈，你还愿意原谅娘？娘真的……林淑妍有点无从招架，只静静听着宁氏的悔恨。以前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还有圆圆也在的哦。夫人，昨晚侯爷去了趟柴房，吴嬷嬷便咽气了。她遍体生凉，脑海中的恐惧与心寒无法用语言形容。她这是做贼心虚，迫不及待就去灭口了。所以说，可淑妍是他亲生的儿子啊，虎毒尚且不食子。林丽文所作所为，竟连畜生也不如。可怜他的淑妍，都未感受过父爱，父亲还要联合奶娘戕害于他。夫人，那吴嬷嬷没了，岂不是无人可指证侯爷了？我们没有物证，就算把吴嬷嬷送去官府，他林丽文只要一口咬定是他诬陷，那便能轻易脱身。林丽文在书房里待了好些日子，也没见宁氏前来赔罪，最终实在忍耐不住，亲自回到了院子。此时宁氏正在吃饭，他瞥见林丽文的衣角，强忍恶心道：“侯爷，妾身不知您今日会回来，所以没准备您的饭食。”芸娘，你这是铁了心不想和我和好了？我这才刚回来，你就打算把我往外撵？看着宁氏脸色铁青，林丽文更加疑惑不解。芸娘，你以前是那么的善解人意、体贴入微，如今怎变得这般爱计较？我在长嫂面前斥责你，那是因为咱们才是真正的一家人。私下里你随便怎么闹脾气，我都可以耐心哄着你。可你不该在长嫂那个外人跟前不给我面子呀！要面子，那就自己去挣，凭什么要我给你？面子，侯爷在长嫂面前可曾给过妾身半分面子？林丽文刚要张嘴，宁氏就打断他说道：“妾身这几日思虑过多，恐怕不能伺候侯爷安寝。侯爷还是先回自己院子里休息吧。”林丽文都要气笑了。行，我走，你以后可别后悔。这天，宁氏命人在院子里支了个烧烤架子，叫圆圆和淑妍一起烤鸡腿吃。正吃着，之下急急忙忙地跑了进来。夫人，不好了！大理寺派官兵来，把老爷抓走了，说是老爷贿赂靖王。大小姐，您可一定要救救老爷啊！钟叔，您先起来。大小姐，老爷养育了您20年呐，您难道真的这么不孝，要眼睁睁的看着不管吗？咦，你能不能要点脸呐？是你家老爷说不要我娘亲这个女儿了，现在出事了，又叫我娘亲救，真是不害臊！哼！你跟我说实话，父亲到底有没有？不管怎样，老爷终归是您的父亲啊！这天下没有不对的父母啊！宁氏深深叹了一口气，吩咐之下：“你去，派人到大理寺疏通一下，看能不能让老爷少受些刑罚。再给靖王府地上拜帖，看能不能求求情。”他满心忧愁，靖王向来清正廉洁，父亲贿赂的罪名要是坐实，恐怕只有死路一条。娘亲的爹爹对娘亲不好，娘亲干嘛还要帮他？外祖父获罪，母亲必定会受到牵连。母亲本就因商贾出身，受到不少冷遇，若是再多个罪名之女的身份，往后的日子必定更加艰难。等这件事了结，咱们再想办法同祖父断绝关系，以后宁家再怎样都与母亲毫无关系了。圆圆豁然开朗。哦，团团哥哥说的好有道理，我现在就去大牢里把娘亲的坏爹爹救出来。林淑妍无语，冲进大理寺劫狱，有10个脑袋都不够砍的。这附近有家栗子酥，味道特别好，你想吃吗？哥哥这里有银子。想。
岂料那糕饼店却大门紧闭。掌柜的是不是已经把栗子酥做好，就等着开门营业啦？小姑娘是来买栗子酥的吧？改天再来吧，这几天呢，老板家里有要紧事儿。婶婶好，是什么要紧事呀？花婶婶见她嘴巴甜，轻声跟她说，这家老板年轻时一门心思做点心，冷落了刚娶进门的老婆，许是年纪大了想回家了，提前收摊想跟他老婆联络感情。结果推开门一看，大白天的，他老婆和他亲爹躺在一张床上呢，老婆的肚子都有3个月大了。花婶婶故作害羞地掩住嘴唇，媳妇儿怀了自己的亲弟弟，你说这荒不荒唐？圆圆虽为天道化身，世间万象皆在眼底，见过的荒唐事并不算少，饶使他此时也瞪圆了八卦的眼睛，张大了无语的嘴巴。花婶婶，你怎么知道的呀？花婶婶直了直腰，颇为骄傲地说，切，我在京城那可是出了名的白晓生，整个京城就没我不知道的事儿。圆圆不信，随意指了指不远处的挂摊儿。那你知道他吗？怎么会不知道？这算卦的之前迷上了一个卖茶小妹，那小妹身世可怜呐，好赌的爹爹，生病的娘，赶考的弟弟，破碎的他，算卦的一股脑把银子全给人家了。结果怎么着？那小妹是个男人，男扮女装，专门骗他这种老光棍的，是个惯犯。圆圆又指了指一边捡剩饭吃的小黑狗。那这个你总不知道了吧？花婶婶得意地挑眉，这小黑狗喜欢青雨巷那只小白狗，那小白狗不待见他，人家喜欢的是衙门里断案的那条大黄狗。这小黑狗还成天巴巴的把主人给他的肉骨头给小白狗，那小白狗又把肉骨头给了大黄狗，这小黑狗还不知道呢。圆圆佩服得五体投地，连他都得根据生辰八字或者面相才能知晓的消息，花婶婶居然张嘴就来。花婶婶见圆圆长得白白嫩嫩水灵灵的，灵机一动道，这样你认我做师傅，我告诉你一个咱大招最惊天动地的八卦。圆圆倒是不在意当谁的徒弟，只是怕花婶婶受了他这声师傅会折寿。我可以当您的徒弟，但是不能叫师傅，就叫婶婶行不？花婶婶倒也不在意，她怜爱地摸摸圆圆的脑袋。哎呀，我京城白晓生的衣钵终于有人继承了，乖徒儿。她把圆圆拉到一个没人的小巷子里，把声音压得极低。当今圣上的亲伯父，咱大昭的靖王殿下，他不娶。圆圆瞪大眼睛，倒吸一口凉气。不娶？不娶是什么意思啊？花婶婶尴尬地咳嗽一声，差点忘了圆圆还是个小娃娃。就是说，男人要是得了这种病呐，那可是极大的耻辱，会抬不起头的。这夫妻之间呢，也会非常的不和谐。靖王和靖王妃治病，不但把国内的名医找了个遍，就连其他国家的大夫都给请来了，药喝了无数，却毫无效果。于是便去求神拜佛，那符水都不知道灌下了多少。他曾有次偶然瞧见靖王妃一副懊恼空虚的样子，让人心生怜悯。同样身为女子，她都为王妃感到委屈。圆圆只明白这种病是种耻辱。这个病听上去好厉害，要是娘亲那个坏坏的夫君也得这个病就好了，让他也耻辱一下。想到这儿，圆圆忍不住咯咯地笑出了声。婶婶，我也跟您讲个超级大的八卦哟。您这几天去青雨巷转转，一定会把您的下巴都惊掉的。青雨乡太过偏远，平常鲜有人至，花婶婶也从未在那儿做过生意。这样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能有啥令人惊掉下巴的消息？琢磨许久，最终还是决定信圆圆的话，去转上几圈。回府后焦急地等待2日，靖王府才派人来回复。靖王不愿见他，
娘亲别急，咱们去寺庙看看，说不定佛祖能把您的坏爹爹给救回来呢。宁氏不禁苦笑，反正他此刻根本坐不住，寻个精神寄托也算不错。去庙里点香拜佛时，圆圆像只活泼的小皮猴，一声不响的就跑了出去。他在寺庙中穿梭，在后院瞧见一位身着月华裙、容貌极美的妇人，周身散发着淡淡的贵气，正是他要找的人。这位夫人，请问这是您的吗？红绸上用六金墨写着“愿夫君重振往日雄风”。靖王妃接过红绸，脸上泛起几丝尴尬的红晕。这明明是她挂在祈愿树上的，怎会被小姑娘捡到？不过这孩子应该还不识字儿，应当无碍。嘿，我见夫人走后，这个就掉下来了。其实是她迅速爬上树，特意摘下来的。多谢。靖王妃将一盘糕点递给她，圆圆毫不客气，直接坐到对面，吃得香甜。您是王妃娘娘吧？我能治好王爷的病哟。你这小姑娘莫不是在说梦话？可她又是怎么认识我的？靖王妃没心思听圆圆多讲。小姑娘，这盘点心都给你了，慢慢吃。圆圆嚼了2口，感激地说：谢谢娘娘给我这么好吃的点心。这个给您。她将一块玉佩塞到靖王妃手中后，一转眼就跑没影了。这不就是寺庙门口小摊上5文钱一块的假玉佩吗？她把玉佩收下，轻叹口气。国师说今日来寺庙能遇到机缘，也不知这机缘到底在哪里。回程路上，王妃一脸忧心，手支着额头，胸前的烦闷之气始终难以消散。为了治好王爷的病，她甚至主动为王爷纳妾，然而结果却不尽人意。难道靖王这一脉就此单传了吗？靖王妃神情错愕地站在原地，竟毫发无损。靖王妃此刻仍惊魂未定，脑子一片混乱。方才那颗石头只差那么一点点就要砸到她，却突然改变了轨道，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恍惚间，一阵玉石碎裂的声音传来，这不是那个小姑娘送我的那块玉佩吗？怎会无端碎裂？难道是这玉佩替我挡了这一劫？我怎么那么蠢，有眼无珠，险些错失了机缘。回寺庙，赶快回寺庙，找到那个小姑娘。她定然是国师所说的机缘，一定是。靖王府的府兵将寺庙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找到王妃口中所说的小姑娘。在全城发布悬赏，就算找遍整个京城，也要把那个小姑娘找到。夫人，狱卒不肯收咱们的银子，说是王爷下了命令，任何人都不准为老爷求情。大理寺已经对老爷用刑了。父亲向来养尊处优，一辈子都没受过牢狱之灾的苦。奴婢还打听到，老爷只说送银子是自己的主意，不肯把表小姐供出来。罢了，当前最要紧的是把父亲从牢里救出来，其他的事儿以后再说吧。不仅是为了报答养育之恩，他的孩子已然因为他的出身遭受了诸多白眼与冷待，万万不能再有一个获罪的外祖父。可此刻他已然绞尽脑汁也想不出半分法子。娘亲，圆圆烤了鱼，香得很，你要不要尝一口呀？宁氏露出一抹笑意，娘不吃，你吃吧。宁氏刚要开口问圆圆这鱼从哪儿来的。宁景云，你瞧瞧你捡了个什么东西回来？宁氏蹙眉，这男人又在发什么疯？你收养的好女儿把我养的黄金鲢全都烤着吃了啊！他错愕地看了圆圆一眼。林丽文平日里最爱的便是养鱼，那池子里的黄金鲢是锦鲤中的上品，亦是他的心尖宠。圆圆居然给烤了吃了。是他们自己让我吃的。圆圆没有说谎，那几条鱼被他吃掉后，便能享受他的功德，灵魂可以去往天界，飞升成仙，不知多少动物排着队求他吃呢。你都死到临头了，还满口胡言！宁氏连忙挡在圆圆身前，不就是几尾鱼吗？圆圆才3岁，你干嘛这样凶他？宁景云，这野种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
你别忘了，瑶瑶才是咱们的女儿。既然妾身收养了圆圆，就会把圆圆当作自己的亲生女儿去疼爱。妾身不像侯爷，在孩子出事的时候，不但漠不关心，还一味地指责他人。林丽文气得喘不过气来。自从收养这孩子后，宁氏是越来越强硬了，最近竟然几次三番地跟他顶嘴。这孩子是绝对不能留了。他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扔到宁氏面前。你瞧瞧你的好女儿干了什么？宁氏展开一看，竟然是圆圆的画像。晋王妃悬赏黄金100两要找圆圆。这孩子得罪了晋王府，我劝你还是尽快把他交出去，免得被他连累死。不行，我是不会把圆圆交出去的，谁也不能伤害他。他的命，舒颜的命都是圆圆给的，而且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他早已把圆圆当成了自己的亲生女儿，绝对不会让她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圆圆不怕，娘亲在，不会有事的啊。他知道圆圆能力非凡，可万一呢？万一她受伤了，该如何是好？呵呵，你是想害死整个侯府吗？这几日，尤静茹一哭二闹三上吊的要他去救宁老爷，差点动了胎气。可宁老爷得罪的那可是晋王，他巴不得立刻跟宁家划清界限，生怕晋王在朝堂上给他使绊子。如今总算有了个能讨好晋王的机会，他无论如何都要把圆圆交出去。宁氏若要阻拦，就休怪他无情无义。娘亲不用担心，圆圆可以去王府的。宁氏眼眶湿润，犹豫再三后道：好，那娘亲陪你一起去，就算是死，她也绝不能丢下圆圆。芸娘，你随我回去吧，你何必自讨苦吃？为了认识没几天的野孩子，值得吗？宁氏连回头看他一眼都觉得多余。侯爷放心，出了事我一人承担，绝不会牵连侯府。芸娘，夫妻一场，你怎能这样看我？我这都是为了你好啊！咱们赶紧与他断绝关系，领了赏金回府吧。这便是他曾认为的好丈夫，自私、懦弱又贪财。宁氏紧紧牵着圆圆的小手，一脸的视死如归。给脸不要脸！随即敲响了王府的大门。元禄公公，王妃娘娘要找的孩子，我已寻到。长师太监元禄双眼一亮，围着圆圆转了好几圈。圆圆抓抓脑袋：这个叔叔，您是陀螺转生的吗？林丽文厌恶地瞥了圆圆一眼。元禄公公那可是自小就伺候在王爷身边的，这野丫头对公公这般无礼，将来怕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果真是娘娘要找的人，辛苦侯云了。不敢。那咱家便将人带进去了。等等，公公，我是他的娘亲，敢问公公，我能否与女儿一同进去？我想跟娘亲一起进去。元禄公公便将他二人一同带了进去。大门将闭。公公，那个赏金。公公愣了一下，看咱家这记性，待会儿便让人送到府上去。林丽文这才心满意足地离开。他回头看看王府，真不知道宁锦云为何非要护着那个野丫头。要是王妃直接将她处置了倒好，也省了她诸多麻烦。芸娘啊芸娘，我这做夫君的已经仁至义尽，今日是你自寻死路，他日到了阴曹地府，可别怪我没提醒你。等会见到王妃，便直接跪下来求情。王妃心善，应该不会对圆圆太过苛责。对，就这样。宁氏跟在元禄公公身后颤抖不止。来到王府正厅，晋王妃正在品茶，美目一转，瞧见元禄公公身后之人，宁氏冷汗直冒，双膝刚要弯曲下跪，扑通，晋王妃跪下了。宁氏震惊的直往后退，晋王妃给圆圆跪下了。这是怎么回事？元禄公公赶紧上前扶住晋王妃，晋王妃却不肯起来。高人，是我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您，请您一定要帮帮我和王爷。从寺庙回来后，他便去国师府寻找国师求证。
国师只言姬元之人来历深不可测，连他都不敢探其命数。避世不出不问世事的国师之所以肯见他，就是因为他与这个高人有一定的渊源。宁氏震惊地张大了嘴，说不出一个字。他原以为靖王妃是来找圆圆麻烦的，没成想居然是找圆圆帮忙的。你起来吧，我就是专门来帮忙的。不过我有要求。高人尽管直言。这个要求得我娘亲提哟。圆圆戳了戳宁氏的腿，才如梦初醒。王妃娘娘，臣妇是来替父亲求情的。他将事情原委尽数告知靖王妃。靖王妃听后面露犹豫之色，这件事还要等王爷做决断才行。宁氏倒是松了一口气，王妃的反应就是有希望的。臣妇求见王爷。靖王妃同元禄公公顿时尴尬地咳嗽一声。王爷现在可见不到人，因为他晕了。他听说有可能治好他的是一个小姑娘后，直接说是无稽之谈，怎么都不肯配合。靖王妃懒得同他周旋，趁他不注意，直接给劈晕了。王妃是将门之女，从小习武，手上的力道可想而知。那就先治病吧。漂亮姐姐们，麻烦你们给我准备糖醋鲤鱼、葱爆牛肉、红烧排骨，还有油焖大虾，酱香鸡腿、八宝鸭、双皮奶、栗子酥，杏仁豆腐，对，还要5串糖葫芦。听他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菜品，婢女们都傻眼了。原本还以为要准备什么蜡烛、高香、香炉之类的，赶快记下来，吩咐厨房准备好高人要的东西。高人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各类色香味俱全的菜肴传上来，圆圆咽了咽口水。那个王妃娘娘，你们都先出去。靖王妃立刻照办。门一关，圆圆实在压不住嘴角的笑，趴到桌上一个劲儿地吃。这八宝鸭做的比浮云斋的都好吃。双皮奶也好吃，糖葫芦也好吃。等一桌子美食只剩残羹，圆圆抓了一根鸡腿嚼了嚼。我来这儿是要干嘛来着？对，指尖一点，随手一挥，散着光滑的灵力穿过帷帐，飘进靖王体内。虽然没听懂到底是什么病，那就让他的身体先回到20年前吧。这么治也不知道行不行，应该行吧。他从里面出来的时候，靖王妃和元禄公公连忙凑了过来。高人，圆圆抹了把吃菜吃出来的汗。圆圆治好了，圆圆要奖励自己再吃一个3个鸡腿。靖王妃看着圆圆额间的汗，愧疚不已。王爷的病定是很难治，高人竟累出了这么多的汗。别说1个鸡腿，100个鸡腿，咱们王府也能做。圆圆乐呵呵地去了厨房。元禄公公凝视着圆圆那小小的身影，神情有些恍惚。怎么了？娘娘有没有觉得这孩子的眉眼与王爷颇为相似？靖王妃心里清楚，她口中的王爷并非靖王，而是靖王的胞弟摄政王。摄政王年幼时居于靖王府，一直由元禄公公照料，或许只是巧合罢了。毕竟摄政王与已逝的摄政王妃未曾育有任何子嗣。正厅之中，满面红光的靖王仿佛年轻了20岁。哎呦，你居然趁我不备将我打晕，我现在脖子还疼着呢。王妃狠狠瞪了他一眼，说正事儿。靖王不自在地轻咳2声，看向宁氏道：你父亲之事并非毫无转机，死罪能免，但活罪难逃。本王若轻易放了他，只怕会引发众怒。多谢王爷，只要能保住父亲性命，其余惩罚妾身都能接受。最终靖王令大理寺判处宁父30大板，宁家半数家产充公。事情已了，你先回去吧。靖王说话的速度飞快，似乎颇为急切。那圆圆就让他在王府玩耍几日吧。圆圆能得王妃喜爱，
宁氏自是满心欢喜，困扰他许久的两桩大事得以解决，身体的疲惫瞬间全部袭来。告别王爷王妃后，他便回了永定侯府。此时的靖王迫不及待地拉起王妃的手，这下你可安心了，要不回房试试？靖王妃再次瞪了王爷一眼，面若桃花又眉眼含情地随他回了寝屋。唉，肚子咕咕叫，根本睡不着。他掀开被褥爬下床，摸黑寻到了王府厨房，里头预备着的食材大多已被他吃光，只有砧板上还剩块生牛肉。要不用指头生点火烤一烤吧。刚踮起脚尖去拿牛肉，一只大手忽然从他背后伸出来，抢先拿走了。我的肉！一转身便瞧见了一位身形修长的少年，眉目间尽是洒脱不羁，五官更是精致出众。圆圆一见到他，顿时愣住了。不是吧？这个人居然跟我有亲缘线！我知道自己长得好看，可你毕竟是个小女孩，能不能别这么盯着我？我会害羞的。这是圆圆先看到的。这是我家厨房的东西，自然都是我的。这一席话让圆圆知晓了他的身份，袁以恒乃是靖王和靖王妃的独子。哥哥，你快要洗了。你这小女孩也太恶毒了，不过是跟你抢块肉，你居然咒我死啊！我可没有骗你哦。1年之后，袁以恒前往朋友家参加婚宴，却被设计迷晕。次日醒来时，竟与心腹共处一张床榻，整个京城都在指责他的孟浪。他为了心腹的名声，顶着巨大的压力，让他和离再嫁，进入靖王府成为世子妃，甚至还砍断了自己的一只手向朋友赔罪。后来他才得知，原来那心腹不愿意嫁给朋友，故意将他迷晕。袁以恒疲于应对这纷纷扰扰，毅然奔赴战场，以一人之力抵御万军，最终英勇牺牲。袁以恒敷衍道：好，行，我知道你没骗人，你只是还没睡醒。那哥哥，你也饿肚肚跑来厨房偷东西吃吗？偷？你以为谁都跟你这个小老鼠似的？我可是在自己家，拿自己家的东西当然不算偷。咦，别装啦，你被王爷罚了禁闭，3天不许出门，还不许吃饭，因为你上课的时候给夫子的课本塞那个什么公图，夫子差点被气死。我的天，父王也太过分了，连这都跟你说。他这隐疾治好了，精神又出问题了。再说了，我买春宫图还不是为了刺激他。你一个小孩子，别总把春宫图之类的挂在嘴边，知不知道？王爷伯伯没告诉我，是圆圆自己算出来的。我还看见咱们2个有亲缘线。你应该是圆圆的哥哥。袁以恒顿时僵住了，难以置信地说道：难道你就是我父母背着我生下的妹妹？可是我小时候明明说过想要个姐姐啊。那你实在想叫我姐姐的话，也可以。袁以恒屈起修长的手指，给他弹了个脑瓜崩儿。得了，不跟你贫嘴了。咱们袁家自开国皇帝那一代开始，就只生男孩，一个女孩都没有过。父王母妃如果真生了你，定会把你捧在手心儿，含在嘴里。含在嘴里？圆圆皱着眉头，想想自己被口水包裹的样子，那得多脏呀。袁以恒随口应了一句，起身点火烧油，把葱姜蒜爆香，再放入牛肉爆炒。厨房里香气四溢，圆圆的口水都忍不住从嘴角流了出来。袁以恒留意到圆圆那不值钱的小模样，小孩子可不能吃太多肉，不然夜里会梦到大灰狼。你怎么知道圆圆的大灰狼跑丢了？什么乱七八糟的？哥哥，那我拿这个跟你换行吗？袁以恒定睛一看，是吃剩的半个馒头，看上去干巴巴的。
简直难以下咽。姐，这玩意吃了牙都会磕掉吧？真当我傻呀？袁以恒说着，忽然感觉有人在自己耳边吹了一口气。他已经不是第一次有这种感觉了，半夜有时候睡到一半也会觉得身上很重很凉，怎么都动弹不得。那我用这个跟你换好了。他突然伸手往空中一抓，仿佛真的抓住了什么，一个透明的身影缓缓显现。袁以恒瞳孔猛地一缩。苏荷，世子，你不是已经死了吗？苏荷是他的书童，半月前因病去世，他给了苏荷家人200两银子，让他们带苏荷回去妥善安葬。嘿嘿，世子，奴才的爹娘把奴才的身体扔在路边，拿着银票给奴才弟弟娶媳妇儿去了。奴才如今连个坟头都没有，连投胎都没法投。您一定要为奴才做主啊！你别急，你慢点说。也就是说，就是你总在我耳边吹风。苏荷委屈的点头。您看不见我，我只能这样了。那你可以给世子哥哥托梦呀。那是死了很久的鬼才会的本事，我还是新鬼，就这个吹气都学了好久呢。没出息，早就说过我会料理你的身后事，你偏要回家，被欺负了才晓得回来找我。苏荷抹着眼泪，模样可怜极了。哎，大男人哭什么哭？立坟的事儿交给我了，日后你要是再敢吓我，看我不把你挖出来。苏荷吓了一跳，连忙向袁以恒道谢后飘走了。袁以恒脸色阴沉，向外走去，暗卫如同鬼魅一般出现在他身旁。世子，苏荷的家人要处理掉吗？说什么胡话呢？袁以恒冷笑，人家好歹是他的家人。暗卫刚想赔罪，就听袁以恒话锋一转，过几日再送他们去见阎王，别妨碍了苏荷轮回。圆圆边吃着肉边感叹，世子哥哥可真够狠呐，说杀就杀。不过倒也正常，未来的他上战场之前留下遗言，他若战死，世子非陪葬。喂，你俩这个时候才起，不会是又准备给我生个妹妹吧？袁以恒用眼神端详着直到日上三竿才起的父母。靖王一脸春风得意，臭小子，谁给你的胆子，敢调侃我和你父王？说完才留意到他话中的细节。哎，你刚才为何要说又？那他说他和我有亲缘线，是咱们家的孩子。昨天听到的时候，袁以恒开始是不信的，可圆圆竟徒手抓了只鬼，还让他亲眼见着了，那就说明圆圆所言可能是真的。哎，对了，你瞧瞧我跟父王有没有亲缘线？圆圆尴尬地抬起眼睛。靖王年岁虽已40有余，可面容俊美，气质高贵，举手投足间均带着股上位者的气势。有。靖王妃猛地看向靖王，眼神好像在质问你何时背着我搞出个女儿。莫名其妙背了口大锅的靖王脚步有些虚浮。万万，成婚以来我对你一心一意，你是知晓的，送来的侍妾都被我赶走了，我怎会背叛你？许是误会。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个女儿。高人是不会骗人的，圣上年幼还未立后，你们袁家除了你还有谁能生出这么大的女儿？眼见靖王生命受到了威胁。你俩是不是忘记了皇叔？摄政王正值壮年，与先摄政王妃成婚，后来摄政王妃自焚，摄政王便再未娶妻。没听说老幺有个女儿啊，而且老幺和他媳妇儿关系差得跟杀父仇人似的，他媳妇儿不大可能愿意给他生孩子。难不成我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好不容易找到了跟自己有亲缘线的家人，可他们家居然没有生过女儿。没生过女儿。小丫头震惊了。难道说其实我是个男孩子？她连忙低下头看，袁以恒及时将她的脑袋正回来。等皇叔回来做个滴血验亲不就行了？只是摄政王如今戍守边疆，至少明年才会回朝，虽心有疑虑，但靖王越看圆圆越喜欢，越看圆圆越亲切，长得这么水灵，假使圆圆真是老幺的女儿，那老幺就是袁家的功臣。
来，叫声伯父。哎，八字还没一撇呢，刚刚还说是误会，现在就认上亲了？不是亲的又如何？本王收养圆圆，让她进皇家玉蝶不就行了？不行的，圆圆已经被娘亲收养了，是娘亲的女儿。你娘亲是凌厉文的夫人。靖王心里有点泛酸，林家先祖替大昭开国皇帝开疆拓土，死后牌位供入太庙，又有凌厉文父兄战死沙场，军功斐然。若不是看在他林家历代功臣的面子上，凌厉文那一脸市侩相哪来的资格袭爵？平日里朝堂上看见他点头哈腰讨好人就倒胃口，宁家一出事就装死，也不知道哪里来的运气能收养圆圆。娘亲是我娘亲，那个大乌龟才不是我爹爹，他对我一点都不好。靖王、靖王妃以及袁义衡不约而同的蹙眉。他怎怎么对你么对你不不好了？他不让我吃鱼。昨天不过是吃了他几条鱼，大乌龟就追着他满府跑。岂有此理！永定侯府是穷疯了吗？连条鱼都不给吃，本王的侄女是他能欺负的吗？靖王妃无语，这滴血验亲还未验呢，就认上侄女了。靖王根本没听进去，端详着圆圆，心里有些难受。怪不得小姑娘一口气把王府的食材都吃光了，原来是在永定侯府饿着了。凌厉文这个衣冠禽兽，连小姑娘都虐待。咱们不回侯府了，就待在王府，想吃什么咱们这儿都有。圆圆想也不想就拒绝了。圆圆想回去找娘亲。娘亲之前应承她的烤鸭还没买呢，而且王府晚上都没给她准备好吃的，还是舒颜哥哥那里比较好。靖王心里的酸水直往外冒，多么懂事又孝顺的孩子，在永定侯府过得不好，也要陪在娘亲身边。这要是他们的女儿该多好，比这个天天捣乱的臭小子强上100倍呢。靖王凶狠地剜了袁以衡一眼，袁以衡满头雾水，他到底怎么又惹到他爹了？你待会儿亲自送圆圆回府。这正如袁以衡的意，拱手道：遵命，父王。我想娘亲想的胃口都变小了。靖王妃看着圆圆，嘴角不自觉流露出笑意，眉宇间却留有丝丝愁绪。靖王担忧道：腰还疼吗？唉，要是我也有圆圆那么可爱的女儿就好了。这还不简单，咱们努努力。哎，你细说说，我是怎么早死的？那句早死的命格恐怕不是忽悠他的。圆圆便把袁以衡的未来一五一十同他说了。婚宴能让他亲自去参加婚宴的友人，他只能想到那一个，可那一个一向带着笑意的神情流露出一丝苦涩。他不大可能会成婚。为什么呀？他也不喜欢女孩子吗？你不知道，你娘亲的大儿子林书义和我是同窗，他们甚至还一起上阵杀过敌。林书义从敌军的枪戟下把一只脚踏进鬼门关的他救了回来，是过命的兄弟。我在侯府从来没有看见过大哥哥。他出事之后，我也未曾见过他了。此次与你一同去永定侯府，一定要把他揪出来。圆圆心心念念的娘亲，此时处境却不太好。凌厉文的亲娘先侯爷的良妾宋小娘回来了。先侯爷去后，他前往老家守灵，可不知怎么的，连夜坐着马车回了府。这是我替我文根儿写的休书，你拿了自请离府吧。宁氏看也不看便撕了。小娘，儿媳是犯了七出的哪一条？你要让侯爷休了我？宋小娘见宁氏就这么撕了他写的休书，顿时垮了脸。宁景云，你莫要给脸不要脸啊！一个商女，在永定侯府鸠占鹊巢，当了那么多年的侯府夫人，害得我文根落了不少口舌啊！真好意思，一直赖在这儿不走。我文根那可是侯爷，就算是公主也配得。你爹如今得罪了王爷，犯了重罪，你难道要害我文根一同被王爷牵连吗？宁氏看向坐在首位的凌厉文，侯爷心中也是这样想的吗？
林立文为难地看向宋小娘，语气却十分坚定。小娘，我是不会休了芸娘的。我与芸娘晨婚16载，怎会因岳父入狱就同他断了夫妻情分呢？江氏接话道：是啊，宁伯父的事还未曾判决，我已求了我父亲，联合众伯父一同向王爷求情，想必定会安然化解的。宁氏惊愕之余有些感动，长嫂看起来情感淡薄，没成想竟会为他父亲的事情思虑。文哥儿，你就是太善良了。宁锦云嫁进侯府这些年，替你做好了什么？哼，生了2个儿子啊，大的废了，小的天天关在家里不出门。此次秋闱定也没个什么好结果，到头来还不是害得侯府面上无光呢？你说你为了娶她受了那么多年的委屈，如今还要被他们家连累，娘这心里头疼得像有刀子割呢。宁氏心里在冷笑，宋小娘也不想想，先侯爷纳了她为妾才是真正的委屈。她本是屠夫的女儿，若不是在先侯爷行军经过时，她把先侯爷灌醉，爬上了他的床，未婚先孕，哪有资格踏入永定侯府？他儿子走运袭了爵，难不成他还将自己当成侯府老夫人不成？小娘，我敬你一声小娘，你不会真把我当成你的儿媳妇了吧？他神情严肃，眼神带着嘲讽。侯爷已经过继到老夫人名下，你充其量不过是侯爷的姨娘，当着侯爷的面一口一个娘亲，难不成是要让侯爷被外人耻笑？至于侯爷要不要休我，你一个妾室管不着吧？你！宋小娘指着宁氏，气得浑身都在发抖。商户之女，你凭什么瞧不起我？文哥可是从我的肚子里出来的，是我的儿子，老夫人算什么玩意儿？怕他继续出言不逊，林立文竟不顾礼仪，直接捂住了宋小娘的嘴。慎言！宋小娘冷静下来，有些后怕。小娘，你瞧不起我是商贾出身，对吗？宋小娘如今不敢乱说话了。你这身份本就不配入永定侯府，满京城都在这么说。那好，知下自宁氏身后走出，走到宋小娘面前。贱婢，你要干嘛？知下沉着脸不说话，一把钳住宋小娘的双手，把她发间戴的金簪全都给薅了下来。你敢以下犯上，找死吗？这些金银首饰是她的门面，连睡觉都舍不得摘下来，这贱婢居然如此大胆。你还来！小娘戴的首饰都是我从司库里拿的，既然小娘瞧不起我，那我的首饰也不能脏了小娘的眼。我是长辈，送我首饰是你分内之事，你还如此羞辱于我。哟，瞧不起我这个人，却瞧得起我的东西，小娘的双重标准倒是做到了极致。芸娘，小娘毕竟是你的长辈，你这是不孝。他可曾将我当过晚辈了？说不出妾身犯了七出哪一条，还要侯爷休了妾身。侯爷还记得这婚事是先侯爷做主定下的吗？林立文怎么可能不记得？这是他最为屈辱的过往。侯爷还记得这婚事是先侯爷做主定下的吗？林立文怎么可能不记得？这是他最为屈辱的过往。要不是他父亲为了报答宁景云的恩情，强逼着他娶宁景云进门，他一个侯府之子怎么会沦落到要去讨好宁景云这个商女？父亲美其名曰嫡兄有婚约在身，实际上还是舍不得他的嫡长子有这种低贱的妻子。父亲向来看不起他，就在他和宁景云成婚的那天，提出将他过继给嫡母。他不过是父亲为了报救命之恩的牺牲品。看着林立文复杂的神情，宁氏苦笑。他也是婚后才知道，幼时在悬崖下救的大叔竟是永定侯，怪不得婚前林立文对他百般讨好。若是小娘想要侯爷休我，还是去地下问过先侯爷再说吧。宋小娘气得倒仰。你居然敢咒我死！休了他，立马给我休了他！竟敢公然对婆母不敬，他父亲都下了大狱了，你怕什么？
本就是林丽文叫他来，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要赶走宁景云的，气的怎么是他一个人？争执间，管家匆匆忙忙地走了进来。侯爷，靖王世子来了，还将圆圆小姐也一并带了回来。肯定是专门带来宁家获罪的消息的。宁家出事儿，他高兴；林丽文却觉得此事有蹊跷。他正欲出门迎接，却被宋小娘拦住。你是侯爷，他不过是个世子，该是他来拜见你才对。小娘，你就别捣乱了。乡村野妇宁景云只是稍微激一激，他便坐不住了，什么忙都帮不了。苍天无眼，竟让他投生到这种人的肚子里，这一耽搁，宁氏早就不见影儿了。娘亲，宁氏捏了捏圆圆的脸蛋儿，又挽起她的衣袖仔细检查了一番，没有伤疤。他就怕圆圆又要用自己的血来救靖王。世子，我岳父他是一时糊涂，冒犯了王爷，希望王爷从轻处置。宁氏垂眼，掩饰眼中的嘲讽。永定侯说晚了，你岳父已经没事了。没事了。可我听闻王爷最厌恶行贿受贿的行为。说罢又强颜欢笑道：王爷可真是慈悲心肠。咦，你是在笑还是在哭呀？怎么看起来你好难过的样子呢？林丽文捏紧了拳头，这死丫头怎么还活蹦乱跳的？她不是得罪了靖王妃吗？世子，这孩子是我夫人收养的，性子顽劣，有什么不懂事的地方，您多担待。圆圆很可爱，我父王母妃很喜欢她，送了她不少金银珠宝。侯爷，你夫人的眼光好得很呐。连圆圆都轻而易举地获得了靖王的喜爱，究竟发生了什么？靖王妃先前为何要悬赏找到圆圆？袁以恒似乎是看出了林丽文的疑惑。我母妃前日在寺庙偶遇圆圆，一见如故。小女能得靖王妃喜爱，是她的福分。圆圆嗓音脆生生的。你是戏班子里出来的吗？刚刚还要跟我撇清关系呢，现在又说我是你女儿啦。我可不想要你这种爹爹，我怕你嫉妒我，比你讨人喜欢。林丽文牙都要咬碎了，低声警告宁氏：管好你女儿。宁氏当作没听见般揉了揉耳朵。府中备了清茶，世子若不嫌弃，请上座。不用了，我就是专门送圆圆回来，告诉全京城她有靖王府当靠山。还有书意最近怎么样了？听到林书义的名字，林丽文和宁氏神情俱是一变。林丽文脸上闪烁着些微的耻辱与厌恶，而宁氏眼中全是难过，泛着泪光。林书义少年英才，3岁时便被祖父抱着去战场，6岁时给祖父献上计谋，成功令敌国折损了一员大将。朝臣都说林书义有先祖之风，当时他们都以为林书义会重振林氏的辉煌。可这个名字在众人记忆中渐渐消失了。自林书义5年前出事后，便成了永定侯府的忌讳。那孩子想不开啊，将自己关在院中不肯出门。这几年我日日去劝，他也不肯听我的。说到这儿，还用衣袖拭泪。袁以恒冷眼看着他，毫无动容。等了一会儿的林丽文没听见安慰和夸赞，尴尬道：世子若想见书义，我派人找他出来拜见。用不着，我自己去找。我带您去。怎么样？宁景云他爹死了没？还是他宁家全判了死罪？他还没收下休书呢，会不会波及到你呢？小娘，你还是回老家替父亲守灵吧。他说完就走了，气得宋小娘捂住胸口，剧烈呼吸。10月怀胎，生出个不孝子啊！家门不幸呐！多谢世子，还记得书义。夫人言重了，我和书义是多年好友。宁氏是知道的，林书义就靖王世子一位知心好友，年幼时便一同骑马游街，少年意气风发。听风楼院门紧闭，白日里也显得格外寂静，死气沉沉的。
淑仪不肯让人伺候，也不让我和淑妍进去。我已经许久未曾见过她了。林淑仪，我来找你了。你天天把自己关房里干什么呢？你是跛了脚了，又不是断了腿了，快出来，我带你去野外骑马。没人答应。这个栗子酥特别好吃，你问问大哥，看他要不要下来吃，我可以分他一半的一半。没用，他对食物没什么欲望，给什么就吃什么。看我的。喂，你又不是未出阁的大姑娘，还怕见人吗？你信不信我翻墙进去找你？只听一道破空声，一枚小石子直直朝袁以恒飞过来。若非袁以恒接得快，额头都会被打穿。我去，原来你没聋呢！好朋友找你玩，你还躲在家里不出来，好意思吗你？天风楼中再无动静。世子，罢了。舒乙刚出事那会儿是很积极乐观的，只是他脸上有一半都是火烧后狰狞的疤痕，还是小婴儿的瑶瑶，一见到他就哭。渐渐的，他就不愿意以真面目示人了。袁以恒不再坚持，略带愧疚地拜别宁氏。世子哥哥，我跟你说，你这一年可千万不要乱跑，也不要去参加婚宴，省得被人算计，不得好。袁以恒捂住他的嘴巴，知道自己的将来后，他觉得有点丢脸。我这聪明一世，怎么就被女人骗得团团转了呢？不过这孤军奋战，遭敌军乱箭穿心牺牲的死法，听起来倒是很帅气啊。不管怎么说，以后得多多磨练武艺了。如果可以的话，还是想长命百岁。在永定侯府好好的啊！袁以恒凛冽的凤眼扫过林丽文，要是有人敢欺负你，你就报我靖王府的名号，我会让他知道什么叫世上最残酷的刑罚。林丽文搓了搓手臂上激出的鸡皮疙瘩，是他的错觉吗？总觉得靖王世子是在点他。圆圆点点头，不过这世上敢欺负他的人根本不存在。袁以恒矫健地翻身上马，一甩缰绳，扬长而去。听说宋小娘被气得卧床不起，大夫来了都说没办法呢。真病了？才没有呢。我昨天晚上看见宋小娘身边的丫鬟拿着这么大一个油纸包，从后面鬼鬼祟祟地进来。那油纸里面的东西，我一闻就知道是浮云斋的叫花鸡。得了病不舒服的人还能吃得下那么大的叫花鸡吗？林淑妍禁不住拱手，在下还是觉得你就很能吃。谢谢。宋小娘那么欺负娘亲，要给她点教训尝尝。那你要怎么教训？圆圆缓缓看向杜仲，露出了诡异的笑容。杜仲一脸懵。宋小娘住在南边的秋水院，她靠在软枕上，旁边是喷香的叫花鸡，抓着鸡腿啃得满嘴是油。完根儿，因为那个贱人要把我赶回家，凭什么？我才不走！我儿子是侯爷，我应该待在侯府享福才是。那老家穷乡僻壤的，我守着那死鬼的陵墓，这烦死了。可姨娘一直这样装病也不是法子呀。宋小娘把鸡骨头吐到丫鬟脸上。要你多嘴，我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多病，怎么啦？她狂喝了一大口茶，觉得味道有点奇怪。这真是贡茶，怎么有股尿骚味儿啊？是的，是靖王妃亲自赏给宁氏的，我趁之下不注意，偷进库房拿了点儿。兴许这种御用的茶叶味道与普通茶叶不同吧。宋小娘又喝了一大口。皇帝的口味可真奇怪。躲在门窗下的圆圆都要笑疯了，林淑妍也没忍住，唇角微弯。宋小娘喝了尿，还以为那个茶就是这个味儿。那可是奴才的童子尿，可珍贵呢。不用舍不得，你5年内都能保住你的童子之身的。公子，您变坏了。自从圆圆小姐来到侯府后，公子好久没有这样笑过了。你们几个在干嘛呢？墨玉姐姐，奴婢是想求您一件事儿。方才宁家来人了，您能不能跟着夫人一起去？
奴婢怕夫人遇到家人又该心软了。没问题，圆圆罩着娘亲。跪下！父亲，女儿做错了什么需要跪下？你既攀上了靖王，为何又让他罚我30大板啊？为何夺走了我宁家的半数家产啊？你究竟是不是真心想要救我的？您要这么想，我也没办法。那你不想挨板子，难道是想被斩首吗？这种爱好真奇怪，虽然不是很理解，但是娘亲，咱们还是跟靖王叔叔求情，把他斩了吧。我训斥我女儿，你有什么资格在这儿跟我叫嚷？那我娘亲救了你，你又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训她？你既如此，你便给如儿选门好亲事，将京中那些官宦子弟的画像送来给如儿相看。父亲不是对尤静茹的婚事很上心吗？父亲亲自出马，还怕他找不到好夫婿吗？我若能找到，还用得着求你？你抢走了如儿的夫婿，夺走了他侯府夫人的位子，给他相看亲事，是你该做的。宁氏没忍住笑出声，简直是异想天开。你说什么？我说你和尤静茹想得美，你需要将我当傻子了，也需要将我抢走侯爷的事挂在嘴边，是他尤静茹狗眼看人低，嫌弃当时的侯爷不过区区庶子，拼死拼活的要同他退婚，另嫁他人。他遭休弃后，明知道我和侯爷成婚在即，却将自己脱光藏进侯爷马车勾引。尤静茹品行不端，水性杨花，不知廉耻，是他自己亲手推开了这门亲事，干什么要怪到我头上来？他还郁闷呢，捡了尤静茹曾经不要的垃圾。该死的宁锦云，你敢在背后挤兑我！他五官扭曲地冲过来，扬起手就要掌过宁氏。宁氏狠狠拦住他的手，使劲一推，尤静茹控制不住，连连往后退。他后怕地捂住自己的肚子，还好他孩子没事儿，不然他要跟宁景云拼命。你快跟如儿道歉！道歉？想要我道歉？你倒不如去做个梦，看梦里我会不会道歉。孽女，你要气死你爹我吗？你信不信我日后我不肯再见你了？好啊，我求之不得。宁氏如今对父亲再也没有了任何期望，先前将他从牢里救出，这份养育之恩已经还清了。既然你要同我断绝父女关系，便亲手写下断亲书吧。断亲书？只是如父亲所愿，顺势而为，让父亲写断亲书是疏言提议的。父亲入狱势必会波及到他和子女，所以他不得不救。如今断了亲，宁家再如何都不关他的事儿了。宁父只觉腿软，整个人恍恍惚惚的，还以为听错了宁氏的话。大小姐，老爷可是辛苦养育恁长大了父亲，恁怎么能一言不合就要同老爷断亲？圆圆，娘亲自己可以。圆圆便不再坚持，多说无益，请父亲赐我断亲书。既然尤静茹已入宁家族谱，父亲也不愁无人给您养老送终。宁父诧异地望向尤静茹，他不曾告知宁氏入族谱的事情，宁氏是如何知晓的？尤静茹如今一门心思都在他的肚子上，根本没理会宁父的眼神。你确定？确定。保证不后悔？绝不后悔，语气是格外的斩钉截铁。那好，拿纸笔来。老爷三思啊，老爷。管家并不愿宁氏和宁家断绝关系，永定侯夫人的身份太过便利，他们去外头采买一般都是记在侯府账上的。去拿！这个不孝女非要断绝关系，我才不稀罕挽留。左右还有如儿在，如儿长得柔美，又善解人意，还怕当不成高官夫人吗？只怕到时他宁景云该后悔才是。
管家不情不愿地呈上笔墨纸砚，宁父执笔在宣纸上笔走龙蛇，写好后甩手一扔：“滚！今后你与我宁家再无瓜葛！滚！今后你与我宁家再无瓜葛！”不孝女宁景云拜别父亲，望父亲多加珍重。宁父偏过头不肯看他，圆圆赶紧把宁氏扶起来。他能看到宁父身上以往萦绕着的淡淡福气，如今尽数消失了。宁老爷、管家、尤静茹头上都萦绕着浓重的霉运。哎呀妈呀，一屋子的倒霉鬼！娘亲，咱们赶紧走吧，这里面晦气得很。家中有娘亲功德深厚的女儿不珍惜，非要疼爱那个天煞孤星，简直滑天下之大稽。我还有话要说。你还有什么事？难不成这么快就后悔了？就算是后悔，这段亲书也收不回来了。我出阁前赠与宁家的庄园以及田地，麻烦宁老爷还回来。宁父诧异地回头，直愣愣瞪着宁氏。尤静茹这下可不能当没事人了。凭什么要舅舅还给你？你给了就是我们的。契约书上写的是我的名字，你们若不想还也没事儿，大不了我去大理寺再呈上一状素纸。只是宁老爷又要吃些苦头了。你威胁我？如今还只是威胁，日后如何，本侯爵夫人可不敢保证。你把契约书都拿给他！我不准还！宁家本就有半数家产没了，如今再把这些私产还给宁锦云，日后他吃什么？无碍如儿，别忘了，舅舅也是商人。他宁景云能赚到的，舅舅也能赚。尤静茹良久的沉默后，觉得宁父说的有道理，索性他也不想宁家跟宁景云藕断丝连，就让你再潇洒几日，侯爵夫人的位子马上就是我的了。待拿到地契，宁氏转身就走。你们要完蛋溜！你们要完蛋溜！你这死丫头说什么呢？尤静茹气得半死，居然敢咒她这个日后的侯爵夫人。忽然间，只见原本碧空如洗的天空变得灰蒙蒙，一阵刺眼的雷光划破天际，伴随着轰隆隆的轰鸣声。尤静茹连忙护着自己的肚子，这是怎么了？这雷声怎么大的，好像就在耳边一样。如儿别怕，舅舅在。隔得太近，尤静茹甚至能闻到他身上的老味。没事儿，不就是打个雷吗？只听雷声如狮吼般咆哮，震耳欲聋的砰砰声在宁家上空炸开。话音才落，拖着白光的雷电再次劈下来。亲眼目睹的尤静茹吓得脚步一踉跄，尤静茹腿间渗出了好多的血。去青雨巷，我要去青雨巷看大夫。琳琅不在我身边，我不安心。花婶婶听圆圆的在青雨巷的宅子外面逛了好几日，在不耐烦之际，终于瞧见一辆马车悄悄到了宅子的后门。下来的女人戴着围帽，她看不清。哎，这不是尤静茹的贴身丫鬟吗？青雨巷宅子的主人居然是尤静茹。她躲在一旁静静地等了一会儿，就见那个小丫鬟出来，将匆匆赶来的大夫迎进去。我家表小姐太相有意。她耳力好，全听见了。哦，没记错的话，尤静茹10几年前就被夫家休弃了吧？这又是和谁珠胎暗结了呢？哎，圆圆真不愧是我的好徒弟，一出手就给我这么大的料，咱也不能让徒弟失望呀。哎，花婶婶捂住嘴巴，差点笑出声。夫人，我刚去采买的时候听到了2件好消息。别卖关子了，自从和宁家断绝关系以后，宁氏身子都轻松了。一件事儿是前几日有天雷把宁家的屋顶那劈开了，宁老爷正在到处找人修呢。离开宁家的时候，他确实听到了巨大的雷声，看来又是圆圆在给他出气。有女如此，何德何能啊？还有呢，现在民间到处都在传下堂妇尤静茹不守妇道，同男人珠胎暗结。圆圆也抬起头，看来是花婶婶散布的消息，她的效率可真快呢。夫人，
没事。宁氏深吸了一口气，怪不得他不对舒言和舒逸上心，原来是已经有了和心上人的孩子。夫人别伤心，为这种人不值当，他只是替儿子们委屈。瑶瑶小姐今日便回来了，让她看到您这样会害怕的。林丽文抱回来给宁氏养的女儿林书瑶，半月前去了江州的宅子玩，今日便该回来了。圆圆，瑶瑶虽然骄纵了些，不过心肠还是好的。娘亲希望你们能成为朋友。娘亲放心，瑶瑶对圆圆好，圆圆也对瑶瑶好。言下之意，他对我不好，我就对他不好。母亲，我好想你。宁氏高兴地抱着林书瑶说了好多话，又斟酌着告诉林书瑶，母亲给你找了个好姐妹，她可以跟你一起玩。好姐妹也是母亲的女儿吗？是的，但娘亲保证，娘亲给你和圆圆的爱是一样的。你不是也说想要个妹妹吗？那妹妹在哪里？我要和妹妹一起去放风筝。真乖，妹妹这会儿在午睡呢，待会儿再去找她玩好吗？林书瑶立马点了点头。我听母亲的。宁氏口中在睡午觉的妹妹并没有睡着，锦梨池里的锦梨被她吃完以后，林丽文又买了一池子回来。她看着水里游来游去的锦梨流口水，锦梨成群结队地游向圆圆，叽叽喳喳地说：小甜道快吃我！不对，小甜道先吃我。圆圆擦了擦嘴角，不急不急，慢慢来啊，我一条一条吃。刚探出上半身要去水里捞鱼。喂，你傻呀，这池子里的水那么深，你会被淹死的。林书瑶见他呆愣愣的，喂，我方才可是救了你，还不快跟我道谢？谢谢，我只是想吃鱼。你就是母亲说的妹妹吧？那这是我送你的礼物。圆圆一看是个纸糊的风筝。我听说你是从乡下来的，肯定没有放过风筝，我放的可长可长了，可以一直带着你玩。我不仅会放风筝，我还……瑶瑶，一个清冷的嗓音打断了他。我自己还能在天上飞。已经没人在意他说了什么。大伯母刚回来，莫在外头疯玩。大伯母给你做了糕点。那可以带着圆圆妹妹一起去吗？江氏的眼神轻轻扫过圆圆，带着高高在上的漠然。是夫人专门给您做的，不方便带外人。可是妹妹不是外人呀。好了，走吧。林书瑶只好跟圆圆告别。江氏和林书瑶的背影落在圆圆眼里，神情晦暗难明。大伯母，真的不能把圆圆妹妹喊过来一起吃吗？母亲说要我带着她一起玩。嘿呦，小姐，您是咱们侯府的千金小姐，怎么能跟乡下来的野丫头一起玩呢？可圆圆也是母亲的女儿呢。她会分走主母对您的宠爱呀。才不会呢，母亲说她给我和圆圆的爱是一样的。婢女看了看江氏的神情，继续道：主母那是怕你闹脾气，故意骗你的。她来侯府才不过半个月，主母就带着她回了母家，还替她买了座酒楼呢。主母先前可曾待您这样好了？怎么会这样？母亲从没有带她去见过外祖，为什么就能带圆圆去见外祖？难道母亲真的更喜欢圆圆？前几日主母去见靖王，还特意将她也带上了，也不知用了什么法子讨了靖王世子的欢喜，世子亲自送她回来的呢。这个林书瑶倒是不稀罕，而且二公子也很喜欢那个野丫头，还经常叫那个野丫头去他院里留宿呢。不可能，二哥连我都不喜欢，怎么会喜欢他呢？二哥就不是会喜欢小孩子的那种人，对他就没有过好脸色。他去找二哥玩，二哥还当作看不见他。小姐若不信，去二公子院里瞧瞧不就行了？林书瑶当即要走。瑶瑶，先吃东西。随后他淡淡瞥了婢女一眼，不可背后与人是非。婢女连忙认错，这是我在江州想着大伯母做的，送大伯母。江氏有些惊喜地接过，细细端详着，爱不释手。母亲和大伯母的是一起做的。江氏却收敛了嘴角的笑意，随手将泥人放到一旁。瑶瑶很喜欢母亲呢。对啊，
林书瑶一个小孩子，自然听不出僵尸话里的深意。母亲对瑶瑶可好啦，瑶瑶要照顾母亲一辈子。瑶瑶，爹爹，瑶瑶好想你。林丽文眼里都是喜色，用胡子摸索林书瑶的脸蛋儿。爹爹，你怎么剃头发啦？额头怎么受伤了呢？是那野丫头来侯府的那天，害得侯爷被雷劈了，现在伤还没好呢。林书瑶对圆圆隐隐有了些不满，凭什么她一来就害得爹爹受伤了？瑶瑶多来大伯母这里玩，你大伯母年轻的时候是京中盛名的才女，好多秀才都赢不了她。我也很厉害的好不好？是啊，瑶瑶像你大伯母。林丽文发痴般望向僵尸屋内。我不像母亲嘛。唉，你母亲。他欲言又止，连年幼的林书瑶都听出来了。爹爹和母亲怎么了呀？都是我的错，让你母亲生气了。他把宋小娘回来的事情简略说给了林书瑶。可是这不是爹爹的错呀，母亲怎么会这样小气，当众给爹爹难堪呢？林丽文再次摇头叹气。不怪你母亲，是爹不好。父女情深时，管家神色莫名地走过来，轻声在林丽文耳边说了句什么。爹爹有事，瑶瑶多陪陪你大伯母。待走到无人处，林丽文才问：孩子保住了吗？说是只受了惊吓，已经无碍了，就是要躺在床上休养几天。尤氏哭着闹着要您去陪她。林丽文心烦意乱，既然孩子无事，还陪什么陪？他心里般叹了声气，往僵尸院子里看了一眼。唉，我晚些去看看若儿吧。哇，好香啊！要是做成桂花糕，肯定好吃。好啊，那咱们就摘点桂花，给圆圆做桂花糕。你们在干嘛？他冲过来，狠狠地把圆圆推开。二哥是我的，不准你跟二哥亲近。圆圆猝不及防地被他推开，有点懵。怎么今天下午还好好的，到了晚上就疯了呢？瑶瑶姐姐，你怎么啦？是吃炮仗了吗？林书瑶满脸都是被背叛的愤怒。我把你当妹妹，我还带你放风筝，你居然抢我二哥！二哥都没带我打过桂花，凭什么带你一起玩？你是坏人！林淑妍蹙眉，大步跨过去，把圆圆护在身后。莫在我这里撒泼，要吵回你自己院子吵。你欺负我！你为一个乡下来的野丫头欺负我！你是个坏哥哥，我讨厌你！方才婢女告诉他，他还不信，没想到二哥真的被圆圆给骗走了。你是扫把星，是灾星！你一来，我爹爹就受伤了，你还用妖法骗走我二哥，你还叫他团团哥哥，是要跟他凑团团圆圆好兄妹吗？滚！你给我滚出我们家，这是我家！团团圆圆，我怎么没想到呢？瑶瑶姐姐，你真有才华，我跟团团哥哥果然很有缘分，一听就是好兄妹。林书瑶更生气了。我那说的是气话，我跟二哥才是好兄妹，你不过是个外人。我是永定侯府的千金小姐，你什么也不是。他泪眼汪汪地看向林淑妍，仿佛在等他的肯定。外人？你不过也是母亲抱养的，有什么资格说圆圆是外人？林书瑶瞪大了眼睛。你胡说八道！母亲告诉我，我就是她亲生的。你就是喜欢骗我。母亲只喜欢我，不喜欢你。母亲日日晚上唱歌哄我睡觉，还给我做衣服，你没有，所以你嫉妒我。他们都说你是有娘生没娘养的孩子。这话实在太难听了。圆圆走过去揪住林书瑶的衣襟，将她狠狠灌到地上。忘恩负义的话不会有好下场的哦。林书瑶被他吓傻了，圆圆盯着林书瑶的五官道：你明明是早夭的命格，居然还能好端端的长到5岁。我就说舒言哥哥的命格明明好得很，却怎么过得那么惨？原来是有人把他的气运换到了你身上。你现在受到的福气本来是舒言哥哥的，
是舒颜哥哥替你承担了劫难，要不是他的八字硬，他早就死掉了。此话一出，镇定如林舒颜也不禁大惊失色。圆圆在说什么？什么命格，什么福气？你到底在说什么？我身体一直就很好，跟你说的那个什么命格没关系。你再胡说八道，我就告诉娘亲。那你不信的话，我把命格换回来好了。他并起两指，运出灵气。你果然是妖怪，刚刚那个肯定是妖法。我要回去告诉娘亲，把你赶走。忽然，林舒瑶心口一阵剧痛，眼前一阵晕眩，好痛！随后生生疼晕了过去。林舒瑶躺在床上，大口大口地吐着血。瑶瑶别怕，有爹爹在。他还没来得及去找尤静茹，便知道了林舒瑶昏厥的消息。宁氏一时满脸焦急：瑶瑶不是去找你和舒颜玩了吗？究竟为什么会晕倒呢？娘亲，那个林舒瑶跟大乌龟有亲缘线，他们是亲父女。宁氏彻底愣住，神情错愕。娘亲，你知道吗？那个林舒瑶，她抢走了团团哥哥的命格。如果我没有换回来，那今天躺在那里的就是团团哥哥了。圆圆的话犹如一道惊雷，狠狠劈在宁氏头上。抢走命格？意思就是说，舒颜哥哥受的那些苦，都是替林舒瑶受的。宁氏僵在原地，胸口仿佛刺入了一根生锈的铁钉。此时林丽文着急忙慌地走出来。连太医也诊不出瑶瑶心痛吐血的原因，你库房里不是有很多珍稀药材吗？快点拿来给瑶瑶服下。没有。林丽文还以为自己听错了。什么？我说没有，你耳聋了吗？这还是宁氏头一次如此疾言厉色地对他说话。林丽文愤怒之极，对抬脚欲走的宁氏道：瑶瑶还生着病呢，你当母亲的不守着她，像话吗？母亲？林舒瑶是你永定侯在外的私生女，和我有什么关系？我不是她母亲。侯府大半的仆从都等在林舒瑶院子里，还有不少林丽文在外头找来的大夫。宁氏的声音不大不小，刚好够他们所有人听见。林丽文怒火中烧，又急又慌地想要遮掩。夫人疯了，青天白日说胡话，快带她回自己院里去。妾身很正常，是不是胡话，侯爷自己心里清楚。他果断地穿过垂花门，径直离开，只留给林丽文一个冷漠的背影。泼妇，吩咐下去，你是禁足半年，没有我的允许，谁也不准见他。他辛苦瞒了几年的事情，就这么被宁景云说出来了。瑶瑶知道该如何是好，他阴鸷的眼神扫过在场众人。若是我往后听到了关于今日的任何消息，小心你们的脑袋。团团哥哥，你说娘亲禁足会不会很无聊呀？林舒颜倒是不觉得关在房里半年很无聊，毕竟他有书看便满足。只是他想知道父亲为何要让母亲禁足。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我只知道那个林舒瑶一时半会儿应该是好不了了。所以他是要死了吗？他现在这样是逆天改命的反噬，因果报应罢了。林舒颜不再说话，专心读书。秋闱在即，他不能因为这些事儿分走了心神。宁氏听到林舒颜在一门心思勤学苦读，亦是露出来近日里唯一的一抹笑容。你的库房钥匙呢？他记得宁氏的嫁妆里有一颗百年灵芝，偏偏库房钥匙被宁氏藏得严实，他只能过来找他要。侯爷日日想着妾身的库房钥匙做甚？自禁足后，宁氏也不装了，对林丽文说话都刻薄了起来。我是要拿去给瑶瑶。芸娘，我觉得这段时日你变了许多，你是不是听到什么谣言？以前对他唯命是从的宁景云，怎的忽然浑身带刺儿？他对瑶瑶视若己出，这几日却变了性子，都不再过问瑶瑶的身体了。瑶瑶梦里还喊着母亲，长嫂都比你这个母亲尽职得多。宁氏听得烦了，随口敷衍。
那便让长嫂当林书瑶的母亲吧。胡闹！也不知是哪里惹恼了林丽文，她竟然猛地暴喝一声：这事能乱说的吗？长嫂只是瑶瑶的伯母。宁氏古怪地瞧了林丽文一眼，妾身不过是随口说说，侯爷这是怎么了？林丽文也意识到自己的反应太过，找补道：不过是担心瑶瑶罢了。妾身当惯了便宜娘，该关心关心自己的亲儿子了。那些药材我都送去给舒颜吃了，10日之后便是秋闱，妾身还盼着舒颜3元及第呢。你居然全给舒颜吃了！这个毒妇，女儿都要死了，她心里到底还有没有瑶瑶的位置？妾身自己的东西还做不了主吗？忤逆夫君，对子女不仁，你根本毫无反省，再禁足半年。侯爷哪来的道理？妾身只不过是给儿子补了身体，怎么就犯下了侯爷口中的大错？侯爷权大势大，难道连颗灵芝也买不到吗？林丽文气得发抖。100年灵芝是有，可价值100金。宁氏这里既然有现成的，他还用得着特意花银子买吗？果真不是自己亲生的就不疼，这毒妇当真心如蛇蝎。道长，你不是说换命后可保我女儿10年无恙吗？可我女儿现在已命数无多了。当初林书瑶一出生便呼吸微弱，命不久矣。他万般无奈之下，找到这老道士，让福气深厚的林书颜和林书瑶换了命格。待时机成熟，就让林书颜应了林书瑶的死劫，林书瑶便能顺遂一生，长命100岁。老道士一时迷茫，除非是有人把他俩的命格换回来了，不然不可能会出此差错。可我换命术做得极其隐蔽，就算被人发现也没办法换回来啊！这到底是怎么个回事呢？你别在这儿跟我神神叨叨的，我只想知道怎么救我女儿的命，不然我现在就弄死你！老道士急忙道：再换，侯爷莫急，只要您再给我一份生辰八字跟指尖血，我就可以再替令千金换命。这是我夫人的，快点把她的命换给我女儿。幸好当初金簪上的毒没要了宁景云的命，这才让他的瑶瑶看见了生还的希望。老道士起坛做法，将竹筒里的血倒进火盆里，就感觉手臂传来一股撕裂般的钻心剧痛。只见老道士的胳膊与肩膀相连处竟生生裂开了一条缝，随后整只胳膊就像被人撕开那般脱落下来，咕噜噜滚到地上。林丽文都看傻了。道长，你这是……侯爷，这个人不行啊！这个人身上应该是被某位高人下了禁制，只要我试图动他的命格，就会遭到反噬。若继续做法，咱们都得死。宁锦云一直待在府中，极少出门，哪能遇到什么高人？可老道士的手臂都断了，总不至于为了装模作样付出如此惨痛的代价吧？林丽文一咬牙道：道长能不能再次做法，取我10年寿命，给我女儿延寿？瑶瑶已经等不及他再找到合适的命格了。林淑妍和宁景云不行没关系，这10年内慢慢找，总能找到的。等林丽文再次骑马回府的时候，已经虚弱到站都站不稳了。管家有些诧异，侯爷这出门一趟，怎么好像老了10岁似的？侯爷，方才靖王妃来府上找夫人，正在同夫人说话呢。靖王妃怎么会突然来找宁景云？林丽文不敢怠慢，加快脚步去了宁氏院子。这不分青红皂白打媳妇的永定侯终于回来了，这便是朝中人人称赞的爱妻疼子的好丈夫。听着他这一句阴腔怪调，靖王妃这是来给宁景云撑腰了。方才圆圆找来靖王府，一进门便气喘吁吁的嚷嚷林丽文欺负人。王爷还以为林丽文胆大包天，胆敢欺负他日后的乖侄女儿，抄起剑就要砍了林丽文的脑袋，跟头牛似的拦都拦不住。
等圆圆歇过气儿了，才说是林丽文打了他娘亲耳光。靖王妃一听就来火了，女子在家中虽以夫为尊，可也不是能任人随意欺凌的。靖王妃立即乘坐马车赶来永定侯府为宁氏出气。本王妃同永定侯夫人亲盖如故，有意结交，却被你府里的几个蠢奴才拦在外头，说夫人在禁足，眼中全是审视。这一问才知道，竟是夫人不肯将嫁妆中的灵芝赠予你，你恼羞成怒，故而处罚。永定侯啊，你何时变得如此窝囊，竟惦记上了自己妻子的嫁妆，也不嫌丢人？你在朝中的美名恐怕都是虚的吧？林丽文本就把面子看得比命还重，靖王妃这番话说得她杀人的心都有了。可偏偏靖王妃是荣国公的嫡长女，身份尊贵，她涨红着脸不敢反驳。下官也是心系女儿，一时情急。她哪敢告诉靖王妃，是因为宁氏当众说出了林书瑶的身世才被禁足的。下官现在就解了夫人的禁足。她紧紧咬着牙关，力气大到半边脸都在发麻。凭什么？凭什么一个低贱卑微的商女能得到靖王妃的青睐？这样下去，她要如何才能休了宁景云呢？那本王妃就先走了，在府中无趣的话可以来找我，咱们去戏园看戏。宁氏这回真的有些受宠若惊了，忙点头应好。芸娘，我不该打你，你想必委屈坏了吧？不敢有任何怨言，这宁氏真是愈发难缠了。我近些日子为了瑶瑶的事到处奔波，头疼的厉害，要不你给我揉揉？府中大把的奴才不去找，侯爷偏偏来找妾身帮忙按摩。妾身在侯爷眼中只能干这等事儿吗？示弱的话，怎么就被他发散成了这样？林丽文着实恼了。芸娘，我都已经道歉了，你还有什么不满？我要管家权。他算是明白了，不管在下人面前有多和善，在侯爷面前有多顺从，在侯府还是没有话语权。他凭什么要因为自己的家世而卑微，不去争抢？胡闹！长嫂管家不是挺好的吗？长兄都不在了，长嫂守寡多年，要我怎么说得出口？长嫂日日两耳不闻窗外事，连月钱都是从我私库支出的。他把管家权让给我，反而少了很多麻烦。芸娘，你怎变得如此势利了？侯爷若不肯的话，我自己去找母亲。侯爷若不肯的话，我自己去找母亲。他口中的母亲正是林丽文的嫡母，穆国公的亲姐姐。自先侯爷去世后，便专心礼佛，极少过问府中事务。不可，母亲喜静，你去打扰就是不孝。婚后，宁氏多次提出要侍奉婆母，都被林丽文以各种理由拒绝。宁氏见到老夫人的次数屈指可数，瞧着林丽文的这副嘴脸，宁氏当真恶心。其实他大可以碎了林丽文的一盒梨，但舒意和舒颜他没办法带走。总而言之，此事你莫再想了，好好待在府中，做你的闲散夫人不好吗？宁氏不再同他多言。林丽文以为他收了小性子。芸娘，今日看你和王妃娘娘关系如此密切，我替你高兴。说罢故作纠结道：近日我在朝中举步维艰，能否麻烦芸娘在王妃娘娘面前替我美言几句？靖王妃知晓便是靖王知晓，他若能得到靖王的助力，仕途必定更加坦荡。思及此，他准备牺牲色相。芸娘，我们许久未曾同房了。宁氏胃中一阵翻滚。林丽文神情青一阵白一阵，难看的紧，羞恼与愤怒劈头盖脸地砸下来，他竟连说一声都没有，马不停蹄离开了院子。因着林丽文没答应宁氏的要求，等到了侯府发月钱的那日，管家去找知夏支银子，知夏却不给了。怎么就不给了呢？知夏姑娘行行好，府里的丫鬟小厮还等着发月钱呢。林叔，麻烦你搞清楚，这些年你在夫人这儿支的银子都是夫人的嫁妆，夫人已经贴补了侯府16年，你还找夫人要，怕是有些说不过去了吧？侯府管家的又不是夫人，你发月钱跟夫人有什么关系？可夫人有钱呐。谁不知道当侯府的奴才是个好差事，
就是因为宁氏大方爱赏赐，这下说不发就不发了，有点过分了吧？哦，夫人有钱就活该当冤大头吗？走走走，别耽误我干活。管家有些气愤，可知夏是夫人身边的管事丫鬟，他不能随意责骂，只好憋着气去找了姜氏。姜氏听闻后，便让管家去库房支了钱。哎，你这个月发了多少？我怎么才领到1吊钱？那你比我强多了，我才500钱。太过分了吧，忙活1个月才给这么点儿。可不是吗？以前拿的比这2倍都多呢。哎，我听说夫人跟2位公子院里的还是跟以前一样，怎么咱们的月银就缩减了呢？哎，早知道就去夫人院里干了。我听知夏他们说，夫人院里的丫鬟采衣裳，夫人还给报销呢。哎，小红姐你去哪儿？这地不扫了吗？还扫什么扫呀？这点钱连塞牙缝都不够，没把这扫帚扔了都是我心善。切，那你不扫，我也不扫了。大夫人，那些个丫头不懂事，见月钱少了，连活儿都不好好干了，还都嚷嚷着要去二夫人那里。不愿意干活的赶出去不就成了？不就几两银子，有什么好羡慕的？大夫人，您身上穿的料子、戴的首饰都是去年时新的，那宁氏今年都没给您送新的料子来。姜氏神情淡漠，我不在乎这个。这茶怎么一股子霉味儿？以往府里头备的都是明前的好茶，可宁氏这次买的很少，只供他跟2位公子的院落饮用。您说宁氏也未免太过分了，为了同您争管家权，连侯府的开销也不管了。姜氏浅淡的眼里露出一抹轻蔑，他会赚钱，我可学不来。是在说母亲吗？床上的林书瑶悠悠转醒，母亲怎么还不来看我？嘿呦，我的瑶瑶小姐，你病的这段时日是大夫人一直在照顾您，二夫人她来都不曾来过，您还挂念着她干嘛？你骗我，母亲最疼我了，她肯定是有事耽搁了，才没来看我的。姜氏没有说话，只是将一个项圈递给了林书瑶。林书瑶抬起泪水朦胧的眼睛，问他这是什么。丫鬟替姜氏回答道：夫人昨日带那个野丫头去珍宝阁置办首饰，买了几大箱子，大夫人厚着脸皮替您要了一串。林书瑶盯着那项圈看了许久，随后狠狠摔在地上。哼，母亲宁愿带圆圆去逛街，也不来看我，我讨厌她。丫鬟见姜氏表情愉悦，笑道：是啊是啊，这府里对您最好的还是大夫人跟侯爷。圆圆果然是煞星，她一来，母亲就不喜欢我了。被称为煞星的圆圆举着鸡腿打了好几个喷嚏，宁氏轻轻柔柔地用手帕给她擦了擦鼻尖儿。这会儿子，宁氏在浮云楼给圆圆要了烧鸡，让她乖乖待在包间吃东西，自己则带着知夏巡视附近的铺子。我赌今年秋月的解元是吉凶，赌10两银子。那个被称为吉凶的白面书生拱了拱手：哎，不敢当，不敢当。虽这么说，眼里却全是得意。别谦虚，解元非子明兄莫属。子明兄家中有老母亲需要照顾，还能专心学习，完美对上太师出的对子。我看你很有可能3元及第呀。齐子明低眉微笑：哎，这个只不过是运气好罢了。哎，你的文学功底可是大家公认的，将来很有可能继承太师的衣钵。说到这儿，其他学生纷纷跟住，呈现一边倒的趋势。圆圆越听越觉得耳熟。秋闱，团团哥哥不是也要参加这个什么闱吗？那赌赢了是不是能拿到很多钱？我要赌林书言，我要赌林书言。没人搭理他，因为他太矮了，人家瞧不见。圆圆喊得嗓子都哑了，还没有人注意到他。小姑娘顿时就急了，轻轻一跃，跳上桌子。那个，我要赌林书言是第1名。哪里来的小孩子？林书言是谁？这个名字好耳熟，是不是那个京城最年轻的秀才？听见林书言的名字，齐子明眼神暗了暗，表情顿时变得有些难看。
林书言。那个奉承齐子明的人说：“他还活着呢，这几年一点消息都没有，我还以为他死了。现在看来是当缩头乌龟，在家里不敢出来。”话音刚落，那个人就突然咬到了舌头，痛得一个机灵。哼，你才是缩头乌龟，我哥哥好好的，这次考试肯定是第1名。小妹妹，且不说林书言已经好些年没去国子监上过学了，课业耽误了不少。要是我没记错的话，他今年才10岁吧，通过秋闱都是问题。我劝你还是读子明兄，别浪费了那么多银票。圆圆扫了齐子明一眼。咦，这个人看起来都不聪明的样子，你们压他是嫌钱多吗？齐子明面色黑沉，围观的学生顿时不服气了。大言不惭，你知道子明兄是谁吗？如今京城畅销的画本《寸草记》就是他写的，男女老少人人都爱看他的画本，他文采斐然，是此次科举的预定状元。圆圆不懂他在念叨些什么。哼，反正我要读林书言。林书言要是能进秋闱的榜，我当众吃屎。耶，又一个要吃屎的。我为什么要说又呢？好，一言既出，那个马难追，我一定亲自为你。圆圆当场就把娘亲给她的银票全都赌了进去，随后哼着小曲儿蹦蹦跳跳地离开了。齐子明眼神阴暗地盯着他的背影。永定侯府什么时候多了个女儿？他们说的那个画本叫什么草来着？就是这个《寸草记》，启明著，启明。林书言在研读圣贤书的时候，他坐在旁边静静看，草草一眼瞥到书封上的字后，林书言嘴里的茶顿时全部喷了出来。团团哥哥也看过这个吗？寸草记写的是男主幼年愚钝，母亲也为此备受冷落，为了救男主还被冤枉下了狱。后来男主被追杀跌落悬崖，被世外高人所救，改名换姓后重回官场，所向披靡，争取皇帝的信任，成了朝中最年轻的内阁首辅后，衣锦还乡为母亲昭雪。家族后悔莫及，下跪请求他回来，男主不为所动，狠狠打了他们的脸。他方才去书局买画本的时候，伙计将这画本夸的是天花乱坠，说这画本虽然还在连载，但却创造了神话，一经问世便被抢售一空，如今京城几乎人人都在看。作者文风娴熟，权谋戏引人入胜，男主全家后悔的桥段看得读者身心舒畅，直呼过瘾。寸草记已然成了他们书局的镇店之宝。圆圆看了几页，感慨道：真好看呐。只是齐子明看起来不像是能写出如此细腻剧情的人。我只是惊讶，原来你也看得懂这个。团团哥哥，圆圆识字，圆圆看得懂。这个是什么字呀？这个字念灰。团团哥哥好像有点奇怪，难道他不喜欢这个画本？圆圆也不再打扰他，让他专心准备秋闱，去其他院里的书房看了。这一看便到了晚间，连墨玉来喊他吃饭都没听见。墨玉喊了几声都未得到回应，连忙跑去找宁氏。夫人，不好了，圆圆小姐出事儿了。出什么事了？奴婢方才去叫圆圆小姐用饭，小姐好似没听见，只用心看书。宁氏心脏砰砰作响，喊他吃饭都不来，可不就是出了大事吗？孩子，你有什么不开心的，跟娘说，娘都满足你啊。圆圆差点憋得喘不过气。我没有不开心呐。宁氏表情难过的，仿佛他得了不治之症似的。那你为何都不去吃饭了？这个呀，我想把这一页看完再吃饭。娘亲，这个字还有这个怎么读呀？宁氏接过书一看，《寸草记》这个画本宁氏倒是知道，他经营的书局引进了一批，卖得特别好。没想到圆圆也喜欢看，
宁氏心里悬着的大石头瞬间落进肚子里，还以为圆圆真戒掉了食欲，这在永定侯府可比天塌下来还要大的事儿。娘亲呢，正好认识这画本的作者，你要是喜欢，娘亲可以让他给你签名。娘亲也认识那个叫齐子明的，她是你大姐姐的未婚夫婿，江氏同王夫生的独生女林淑颖，同齐子明幼时定下娃娃亲，只是齐子明家道中落，这婚约便搁置了。林淑颖今年已有17，那为什么不退婚呢？她知道自己今日下午为何看齐子明不顺眼了。生死簿里头记载，林淑颖嫁给齐子明后，齐家出不起置办仆从的钱财，家务事儿都堆到了林淑颖身上。侯府的千金小姐在齐家沦落到扫地、喂鸡、喂猪，亲手洗齐家母子的衣物。齐母重病缠身，几乎无法自理，林淑颖便亲自替她换沾了屎尿的衣裤，将煮得稀烂的米糊喂给齐母吃，事事做得体贴细致，偏偏还甘之如饴。齐子明却日日在外头用妻子的嫁妆宴请同窗，过得十分惬意快活。这婚哪有那么好退的？况且那齐子明学富五车，才高8斗，他还跟侯府承诺，此次科举必定考取功名，娶你大姐姐回家呢。考到功名又怎样？好多人有了钱权就变坏。你从哪儿学来的？那大乌龟就不是好东西。宁氏赞同地点了点头。圆圆彻底对画本着了迷，夜里看到子时将第1册看完了，第2日又跑到书局买剩下的，才到门口便听见一阵饱含欣喜的惊呼声。哎，启明呐，我好喜欢看你写的画本，你能不能帮我在书封上题上你的名字？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也要，我也启明，要，我的。好好好。齐子明立即应允，将自己的大名提了上去。其他百姓见状又是一阵雀跃，皆是要齐子明题字的。嘿，慢慢来，不着急，不着急啊！这个每一位读者受伤，我都会伤心的。大招民风较为开放，几位女读者站在楼上，羞怯地将自己的手帕和香囊抛向齐子明。启明先生，接着啊！齐子明接住手帕，轻轻一闻，和煦一笑，又惹来一众女读者的惊呼：启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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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明对我笑了！圆圆的隔夜饭都差点吐了。这启明如今可真是家喻户晓，炙手可热呢。那个，你们怎么知道这个画本是他写的呀？2个月前，正值《寸草记》新册发行，不少读者都来排队购买。当时齐公子恰巧经过，怀中掉出一叠纸张，读者拾起一瞧，不得了呐，竟是《寸草记》的手稿。那手稿的内容还是未发布成册的新剧情，而且这作者的名字叫启明，这启明中间加个子，不就是齐子明吗？当时齐公子是否认了，但是挡不住读者的热情呢。每回新书发售，都会来书局外替他们题字。嘿嘿，我敢担保，此次科举必定是全大招最为瞩目的一届。圆圆嫌弃般眯着眼睛，就因为他参加了。对呀，齐公子那可是天才，将来可是要和《寸草记》的男主人公一样，入内阁当首辅的。唉，这个店小二要被啪啪啪打脸喽。等百姓们渐渐离去后，齐子明才转身离去。圆圆躲在他不远处隐藏气息，悄悄跟踪，却发现他来到了一家店铺门口，云长衣局。这个我是来还借的衣裳的，麻烦将押金还给我。圆圆捂着嘴偷笑，他居然还要借好看的衣服去给读者题字，写的画本卖得那么好，到他手里分红的钱，难道连件衣裳都买不起吗？圆圆懒得再跟，明日秋闱开始，他还要给团团哥哥鼓劲儿呢。团团哥哥，
你不要紧张，不要怕，圆圆给你找关系。你贿赂主考官了？我不认识主考官，但是我去跟文昌帝君说，让你考试顺利，回回得第一。林淑妍无语。文昌帝君是主持文运功名的神奇部甲，可是否真实存在，谁也不知晓。圆圆虽然身怀绝技，非比寻常，但她不太相信圆圆能和传说中的神仙直接对话。那先多谢了啊。怎么感觉你好敷衍的样子？你不相信我吗？林淑妍转头看向门外，大姐姐，淑妍，我得了一根狼毫宣笔送给你，希望你相识顺利。谢谢大姐姐。林淑妍接过，刚想将圆圆介绍给林淑颖，就见这小姑娘呆愣愣地盯着人家看，眼睛都直了。哇，好漂亮的大姐姐，好喜欢。为什么这么好看的姐姐要许给那个油腻怪呢？还要给油腻怪和他的坏娘亲折磨，不公平，真是不公平。我绝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美女姐姐嫁进狼窝。原本以为她妹妹只对好吃的感兴趣，没想到看到大姐姐也能看呆。你是圆圆吧？我听叔母说你喜欢甜食，这是我亲手做的桂花糕，要尝尝吗？圆圆迫不及待地从她贴身婢女那儿拿起一块。哇，这也太好吃了吧！大姐姐手艺真好，大姐姐长得也特别好看。林淑颖没想到圆圆的夸赞如此直白，小巧玲珑的耳垂变得通红。大姐姐，那个齐公子齐子明是你的未婚夫吗？我今天上午看见他接了其他女子的手帕和香囊。林淑颖神情微顿，林淑妍则是默默走回了房间。这种话她如今还是不听为妙。圆圆希望能点醒林淑颖。他都跟大姐姐有婚约了，还收其他女子的物件。齐公子有许多书迷，他收取书迷的礼物也是为了感谢他们的喜爱。谢谢圆圆告知我，我并不介怀。圆圆在心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唉，看来拯救大姐姐的战线要拉得好长好长了。那大姐姐觉得齐公子能考上状元吗？他是否能考上，我都愿意嫁给他。等这次科举结束，他便会来提亲。唉，大姐姐什么都好，就是眼神不行。他暂时放弃了说服林淑颖。果然，宁家名下的许多店铺都关闭了。他这些日子要知下留意着，才知晓宁家已经发不出大部分店铺伙计的月钱了。到现在还有许多拿不到月钱的苦主堵在宁府大门口呢。喂，我们的月钱你是给不给了？就是连这辛辛苦苦的月钱都坑，丧不丧良心呢？喂，你倒是说句话呀！报官报官！宁父饿得饥肠辘辘，那些个白眼狼还是不肯走吗？奴才出不去，送粮食的也进不来。他们已经2日没吃上饭了。我又不是不发，只是暂时资金困难。要不咱们去找大小姐借点儿。要他跟那个不孝女低头，简直痴人说梦。老爷，奴才失言。之前段清如此硬气，看他没了母家的庇佑，在那高不可攀的永定侯府如何生存下去？除非他将钱财拱手奉上，不然他死也不会要。肚子里又传来一连串的咕噜声。把府里的字画花瓶拿去当铺变卖，暂时解了这燃眉之急吧。这么大的宁府，连个通传的人都没有，奴婢就先进来了。宁老爷今日身子可好？歪头堵门的苦主看见永定侯府的马车，自是不敢拦，知下很轻松地带人进来了。哼，是他叫你来的？对，自然是夫人派我来此问候宁老爷。他没猜错，那个不孝女听到宁家出事，便坐不住了。他怎么不亲自过来？派几个奴才过来，就想跟他重归于好，简直太没诚意。宁老爷说笑了，只不过是来搬东西而已，用不着夫人出马。什么？搬什么东西？这墙上的字画，桌上搁的花瓶儿，
还有这紫檀木的桌椅，哪家不是夫人在时购置的？既然夫人已经和宁家断亲，这些物件也该通通还给夫人。这奴婢就是特意带人来搬的。身后的家丁便齐齐出动，涌向了宁家的每处院子。你们要造反呐！没看到外头还有伙计等着发月钱吗？那个不孝女她不知道。夫人当然知晓。宁夫气的胡子都差点竖起来了，真是反了天了。他既然知道，为何不出手帮宁家解决此等窘况呢？眼见着侯府的家丁把他房里的拔步床都搬出来了。够了，你把他喊来，我同他道个歉。那封断亲书我可以当作没写过，我也可以重新把他的名字记上族谱。他已经做了最大的让步，那个不孝女最好识相。夫人来见你，宁老爷是什么达官显贵吗？还有咱们侯爵夫人亲自来见。宁夫震怒，却不敢同他们拼命。麻烦宁老爷接过一下，这太师椅也是我们夫人的。屁股底下的太师椅也被拿走了。宁夫望着空空如也的府邸，顿觉天都塌了。他可是宁景云的父亲呐，父女一场，真就做得那么绝吗？这下他该睡在哪儿呢？老爷，奴才方才偷偷摸摸跟着永定侯府夫人的丫鬟出门，听见她说永定侯夫人要购置一批浮梁国的瓷器。浮梁的瓷器最近在官场很是走俏，供不应求。你说真的？知下亲口说的。宁景云是经商天才，他看中的生意不仅能回本，还能赚不少。宁父思考了许久，这样把司库里的银子跟表小姐的嫁妆全部变卖，再去借些印子钱，我要把那个不孝女的货源尽数买回来。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等瓷器生意兴起，还怕赚不回来吗？他们宁家马上就要东山再起了。醒醒！小天道，您不是去下界轮回了吗？回来省亲呀。我回来有事的。我二哥参加科举，你能不能给他弄个状元当当呀？那就是这个。说着拿出一张画像展开给文昌帝君看。这是地府的恶鬼吗？什么呀？这是我画的二哥，我画的多好多像呢。这个老头年纪大了，眼神有问题，肯定是这样。那我告诉你他的生辰八字吧。文昌帝君听后沉吟道：好像在哪听到过，对，似乎在他出生之时，我在他的灵台留下过印记。等他得到飞升，便会是下任的婉曲星。这孩子聪慧异常，考取状元只是时间问题。把林淑妍的命格换回来后，圆圆早就看出来他有飞升的潜质。如今听文昌帝君这么说，还是很高兴。当晚就给林淑妍托了梦。团团哥哥，咱慢慢考，不紧张哈。我已经跟文昌帝君打点过了，他说考上状元对你而言只是小问题。林淑妍惊醒过来，揉着额角，她怎么好像梦到圆圆了？难道是想她了？这些日子没有圆圆在身边叽叽喳喳，还挺不习惯。月亮高悬天空，她睡不着，索性起来背书。你说我那个便宜岳父到处在借印子钱？管家把听到的来龙去脉都跟李立文说了。侯爷，要不咱们也借点钱给宁家分一杯羹？林立文却保留意见。宁氏如今同宁家的关系可谓是水火不容，兴许是坑宁家也不一定。说是这么说，但他也想去问问宁氏。刚走到门外，便听见了他和知夏在谈话。夫人真的要用假身份借印子钱给老爷吗？父亲先我一步买走了货源，整个大昭的浮梁瓷器生意几乎都被他垄断了，我赚不到大头，分些红利也是好的。林立文转身便走，悄声吩咐管家：你去库房拿5000两银票借给宁家。
收他们每月3分利息。管家立刻照办。林丽文心里美滋滋的，等宁家的瓷器生意做起来，她就能发财了。秋闱结束那日，宁氏早早便准备好要去接林淑妍，便看见了站在门口扭扭捏捏生着闷气的林书瑶。母亲，这个野丫头吃相如此难看，你也陪得下去？圆圆懒得理她，宁氏则不悦地蹙了眉。你说话若还是这般刻薄，就不必再来找我了。她如今对林书瑶的感情极其复杂，过去5年的母女情分做不得假，可她只要想到林书瑶享用了5年属于舒言的福运，她就恨得牙痒痒。特别是圆圆告诉她，舒言将来会过得凄惨又不堪，这一切都是为了替林书瑶应她的死结。母亲，你是不是被林圆圆这个灾星蛊惑了呀？为什么二哥喜欢她，连你也那么喜欢她？我做错了什么呀？明明她只是你收养的，而我是您的亲生女儿。你不是。林书瑶闻言如遭雷击，只有舒逸和舒言是我亲生的。我生舒言的时候伤了根本，无法再有孕了。可您之前明明说……我是怕你难过，念你年幼，怕真相会伤及你。我处处为你着想，可你居然口不择言，说我的舒言是有娘生没娘养的孩子。我不是有意要这么说二哥的，我就是生气二哥只喜欢圆圆，不喜欢我可以跟二哥道歉的。母亲，你能不能不要生我的气？宁氏看着他的神情十分复杂，说来也怪我，从前不应该如此惯着你，将你骄纵成了这般。我并不适合当你的母亲，你以后别来找我了。不要！母亲，你别不要我喜欢母亲的，就算母亲不肯来看望我也舍不得生您的气。瑶瑶不是母亲生的也没关系，瑶瑶不介意，瑶瑶再也不耍小性子了，我会听话的。林书瑶这个人虽然很讨厌，但她对娘亲真是没得说。宁氏心如顽石，撇开了林书瑶的手。林书瑶哭得特别崩溃，满脸都是泪水。弟妹，你怎么能这么对孩子？江氏跟护鸡崽子似的将林书瑶护在身后。瑶瑶莫哭，江氏看上去心疼坏了。弟妹，你从前是很疼瑶瑶的。宁氏心里很是疑惑，长嫂这反应好生奇怪，她待人向来都是淡淡的，激不起任何波澜，这次怎的突然发怒？不管瑶瑶做错了何事，她如今还在病中，你再不高兴也不该对着孩子撒火。瑶瑶连在昏迷中也念着你，这模样倒像是在为自己亲生的女儿鸣不平。宁氏甚至还在第2句话中听出了些许醋意。孩子又怎么啦？只要是做错了事情，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子，都应该受到惩罚。长嫂，那日我和侯爷的争吵，你不会毫不知情吧？林书瑶也是我的养女，她眼里带着试探。况且我如何管教儿女，用不着长嫂来智慧。林书瑶听着那声养女，又一个哆嗦，看上去可怜兮兮的。弟妹，你养育了瑶瑶5年之久呢，不似亲生，胜似亲生呢。你如此不珍惜这份母女之情，又可知世上有人做梦都想同自己的女儿团聚呢。说完却突兀地顿了顿。我有位手帕胶，女儿刚出生便夭折了，她至今还在挂念。宁氏心中的困惑越来越多。长嫂言之有理，那你若是有空，就不如替弟媳教养瑶瑶一二吧。江氏眉间倏而舒展开来，刚要开口，我不要去大伯母那儿，我要和母亲待在一起。耶，大伯母，瑶瑶姐姐只喜欢娘亲，不喜欢你。唉，不过也是啊，我娘亲照顾了瑶瑶姐姐5年呢，她当然跟我娘亲更亲近。江氏垂眼掩去那抹痛色。不管如何，瑶瑶也是我看着长大的，还请弟妹将瑶瑶和严哥一视同仁。以往宁氏并未察觉，可这心里一旦产生了怀疑，过往种种便破开了一条口子，怪异之处接连显现在他的脑海。
他这长嫂对林书瑶实在是太过疼爱了，对自己的亲生女儿林淑颖亦是冷冷淡淡，关心甚少。就算是疼爱侄女儿，也未免太过了些。一视同仁。圆圆的声音打断了宁氏的思绪。那我娘亲之前忽略淑妍哥哥的时候，大伯母怎么没有出来说要一视同仁呀？难道淑妍哥哥就不是你的侄子吗？姜氏神色不悦，冷冷瞪着圆圆。圆圆的话点醒了宁氏，她忽然有了一个很可怕的猜测。这个猜测让她胆战心惊，不敢深思。母亲，您消气了是不是？瑶瑶今晚可以跟您说。宁氏下意识地低头，却惊觉林书瑶的眉眼像极了长嫂。她打了个寒战，不知不觉就推了林书瑶一把。母亲，您打我！我娘亲怎么打你啦？圆圆翻了个白眼。她就是不小心轻轻推了一下，好不好？林书瑶没理她的话。母亲，您之前都不舍得打我的。弟妹，你太过了。瑶瑶，今晚先跟大伯母住，大伯母对你好。不要，我不要，我要母亲。她充耳不闻，带着哭闹不止的林书瑶离开了。宁氏与长嫂相处整整16年，关系一直融洽，这还是长嫂头一回同她产生矛盾。可宁氏如今懒得去计较这些，林书瑶和长嫂的相貌不断地回荡在她的脑海，几乎重叠在了一起。娘亲，娘亲只是在想，你二哥估计要考完了吧？那咱们快去接二哥吧。宁氏点点头，对着跟过来的知夏道：待会儿侯爷下朝回来问起，便说我带着圆圆淑妍去酒楼赏月，明日再回来。用极低的声音吩咐知夏多注意大夫人的动向。知夏神色一凛，忙应承下来。宁氏眼神很坚定，他必须要验证一下方才的猜想。侯府的马车在考场外等了许久，林淑妍还未出来，倒是齐子明被众学子簇拥着走了出来。齐兄，这秋闱也太难了，要咱们创作一首五言八应的诗，我想破了脑袋也想不出啊。是有些难度。哎，对我们来说有难度，您肯定是文思泉涌吧？齐子明颔首一笑，默认了。哎，对了，你能不能透露一下那个寸草记男主被左邻右舍嘲讽以后是如何反击的吗？话本到这儿就结束了，实在等得我抓心挠肝呢。提前透露不太好，还是等这个新一册发行吧。他可太能装了。宁氏哑然失笑，你怎的不喜欢齐公子？娘亲，那个齐公子看上去穿得光鲜亮丽，其实他的衣服都是租来的，每回穿完还得还回去呢。宁氏有些惊讶，可侯府每月都会补贴他呀。念在齐子明是林淑颖未婚夫婿的面上，侯府每月都会派人送给他10两银子。10两虽然不多，可不至于连件好衣裳也买不起。好不容易考完，咱们去酒楼喝酒庆祝呗。各位都辛苦了，此次我来宴请。每回都要齐兄出钱，兄弟们都有些不好意思了。呵呵，这点小钱不妨事，不妨事。我就知道他不是啥好东西。他母亲重病缠身，每月光喝药都得3两银子，他却日日在外请客，这面子真就如此重要吗？他之前还发现淑颖都会用自己的私房钱补贴齐子明，两人还未成婚，齐子明就用钱如流水。淑颖若是真嫁过去了，这嫁妆都会被他花完吧。这齐子明还真算不得如意郎君，只是淑颖的婚事，他这个当叔母的不好介入。若是齐子明真能3元及第，那便不愁钱财了。他考不上的，他要能考上，我林媛媛3个字倒着写。宁氏捏了捏他的腮帮子，等参加秋闱的学子们都走完了，林淑妍才不疾不徐地出来了。团团哥哥，考试很难吗？我都要等睡着啦。没有，他只是不想和旁人接触，最后一个出来碰不到人挺好。辛苦了，不论结果尽力便好。他带着2个孩子包下了酒楼，
又给他们点了好多爱吃的菜肴。夫人，侯爷知晓您今晚不在府中，早早的便出门应酬了。而大夫人40睡下后不久，换上了一身深色衣裳，从后门悄悄地出了府。奴婢叫人跟在后头，发现侯爷和大夫人一前一后去了京郊的一座道观，带我去道观看看。娘亲，圆圆也要去。圆圆不知何时出现在了门口，正满脸八卦地看着他。你呀。等到了道观，发现有不少道士在周围巡视，似乎里头有很重要的人。正忖度该如何溜进去时，那些道士便跟中了迷药一般昏睡倒地。娘亲，娘亲，快来！在原本戒备森严的道观如履平地，畅通无阻地来到后院，居然听见了一阵激烈的喘息声。宁氏立即放轻脚步，静静地听了起来。够了，别碰我！林丽文的声音更为失控，压抑着狂喜的颤抖。嫂嫂，你装什么清高呢？当年兄长出征，你还不是耐不住寂寞从了我吗？宁氏瞬间惊恐地捂住了自己的嘴。是你给我下药。那又如何？你不是也很喜欢？我们这样，对不起丽萍啊。林丽萍是林丽文的王兄，江氏的王夫。明明是他对不起我，他知道我喜欢你，喜欢了都要疯了。我甚至可以不跟他抢永定侯的位子，只要他和你退婚，成全我们。可是他装作不知道，他娶了你就应该对你好，而不是常常在外征战，让你独守空房。要不是他把你抢走，父亲怎会逼我娶宁静云？不过幸好你还是成了我的女人。还有我们的女儿瑶瑶，我真的好爱她。真儿，我会尽快把宁静云弄走，我要让你名正言顺成为我的妻子。宁氏再也听不下去，快步走了出去。宁氏吐得狠了，仿佛要把胆汁都吐出来，太恶心了。这两个人实在是太恶心了，一个是京城人人称赞的贞洁烈妇，一个是朝中品行端正的永定侯，竟然躲在道观苟合。江氏是林丽文的嫂子呀，他居然和嫂子有了私情，还堂而皇之的把苟合的野种抱回来给他养，这简直有悖人伦呐！想到这里，宁氏又是一阵反胃。他以为林丽文对尤静如一往情深，没想到他心中的挚爱居然是自己的嫂子。宁氏想起有一回去林丽文的书房，宣纸上写满了“秋华若真，人淡如菊，佳人楚楚，皓月徐徐”等诗句。当时他并未多想，如今回忆起来如坠冰窟。长嫂的闺名正是江楚真。林丽文在自己的书房写满了对他的思念，两人甚至在长兄还在世时便有了首尾。长兄在天有灵，岂能安息？现在想来，林书瑶出生之时，正是江楚真前往老家养病的那几个月。圆圆运出一抹灵力送进宁氏的太阳穴，宁氏的反胃顿时缓解了不少。娘亲，就是在原本的轨迹里，你中毒去世后，那个江伯母假死换了个身份，成了大乌龟的续弦。他们还生了好几个孩子，幸福的不得了呢。还有那个林书瑶的嫁妆，都是娘亲的钱。极致的痛苦瞬间席卷了宁氏，他们害死我的儿子，竟然还过得如此美满。宁氏的面容苍白且憔悴。你早就看出来林书瑶是江楚真的女儿了是吗？语气无关责怪，只是困惑。圆圆点头。可是圆圆想让娘亲自己发现，不然她怕娘亲舍不得对林书瑶太狠。好孩子，谢谢你，你挽救了我和舒言的一辈子。至于林丽文、江楚真以及他们的孩子，我一个也不会放过。林书瑶是不知情没错，但他是利益的获得者，踩着他和舒言的尸骨享受一辈子的好处。虽然没错，
但并不无辜。他婉拒了圆圆的搀扶，一步一步，眼神坚定。他发誓要让这对狗男女不得好死。一行人回到侯府之时，林书瑶早早地等在了门口。娘亲，你还在生气吗？瑶瑶可以回来跟你一起睡觉了吗？我不喜欢待在大伯母那儿，她只知道教我读书练字。宁氏面容冰寒，如今长家权在你大伯母那儿，他要把你带走，我能有什么办法？林书瑶眼睛一亮，那是不是我替娘亲把长家权要回来的话，就能回娘亲那里住了？或许吧。今儿是8月15中秋节，永定侯府照理要一家人一起用午膳，可林丽文和姜氏在膳厅等了许久，都不见宁氏和林淑妍的人影。姜氏嘴唇鲜艳饱满，满面桃色，林丽文禁不住看了许久，在桌下轻轻抚弄她的腿。姜氏无动于衷，好似又成了那般不近人情的天仙儿。此时林书瑶忽然走了过来，瑶瑶过来。林丽文也展露出温柔的笑意，宁氏不来也罢，他们一家3口正好中秋团聚。你快把长家权还给我母亲，我母亲才是侯府的主母。姜氏神色一顿，眼神受伤地看着林书瑶。怎么跟大伯母说话？快些道歉！我不要！林书瑶愤愤不平地看着姜氏。我现在一点都不喜欢你了，你不让我和母亲在一起，你讨厌死了。外头都说你丈夫都已经死了，还占着侯府的长家权不放，真不害臊，真不害臊。姜氏没想到这种恶毒的言语会从自己亲生的女儿口中说出，原本清冷的眼睛晕出了泪水。闭嘴！她可是你……话到了嘴边，又连忙转了个弯儿。她可是你大伯母！大伯母又不是母亲。爹爹，你最近好奇怪，干嘛一直帮大伯母说话？她又不是你的妻子。林丽文被这句话堵得面色涨红。这话是谁给你教的？最近宁景云肖想上了长家权，肯定是他怂恿瑶瑶来令真儿伤心的。这个毒妇，没人教我，我自己想的。大伯母不是一直逼着我读书写字吗？那大伯母知不知道，这叫鸠占鹊巢？一声脆响在偌大的膳厅回荡。爹爹，你打我！林丽文犹豫地收回手，眼中闪烁着懊恼与心疼。她将自己和真儿的女儿视为掌上明珠，捧在心尖上，从来舍不得打骂。如今却姜氏也是心疼得要命。你干嘛打孩子？林书瑶怨恨地瞪了林丽文一眼，跑走了。姜氏连忙追着林书瑶跑了上去。林丽文愣愣地看着方才掌掴了林书瑶的手，愤怒与后悔淹没了他。肯定是宁景云那个贱妇带坏了瑶瑶。瑶瑶以往乖巧懂事，从来不会忤逆长辈。宁景云！林丽文咬牙，怒气冲冲走到宁氏屋里，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你到底教了瑶瑶什么？侯爷，您抓疼妾身了。瑶瑶养在你身边5年，就算不是你的亲生孩子，你也不该如此恶毒地教坏她吧？她居然跑去跟长嫂说，她抢走了你的长家权。长嫂一世清白，竟被如此侮辱。你一介商女，能管好家吗？丝毫没有自知之明。怒火烧光了他的理智，根本没发现宁氏屋内还有其他人在。林丽文猛地僵住，竟看见一位富态的贵夫人正对着他尴尬地笑。林侯爷，林夫人说府里新来了一批胭脂，邀臣妇来同享。这人林丽文认识，是户部给事中的夫人。给事中虽只是正七品官员，可也是言官呢。这位夫人又是个出了名的大嘴巴。既然侯爷和夫人有家事要处理，那臣妇就先告退了啊。他一下子就溜没影儿了。完了，他和宁氏争吵的事儿，估计当晚就会传遍全京城了。你为何不早说？妾身想说的，可是侯爷没给妾身机会呀。宁氏满脸的委屈难过。至于侯爷说的，瑶瑶最近都和长嫂同吃同睡，妾身昨日更不在府中，又如何教坏瑶瑶呢？
林丽文虽然怀疑宁氏，可终归是没有证据。可他还在生气，自是拉不下脸来同宁氏道歉。你做了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大乌龟干啥啥不行，甩锅第一名。宁氏方才委屈的神情消失不见，他早就猜到林丽文会迁怒，所以马不停蹄将户部给事中夫人请了过来。林丽文敢把私生女抱给他养，他就敢将这事儿公诸于众。娘亲最聪明，娘亲，方才吃的月饼我还能吃吗？吃多了胃胀，明儿再吃好吗？可是肚子已经好久没吃东西啦，肚肚很孤独，孤独的都要哭了。宁氏拿他没办法，今晚有中秋灯会，带你的肚肚去灯会玩好吗？月饼是真的不能吃了。那我去喊舒言哥哥一起去玩。林舒言专心伏案奋笔疾书，听见圆圆兴冲冲的脚步声后，连忙将纸张收了起来。团团哥哥，咱们一起去逛灯会吧。不去，灯会上人挤人，一点也不好玩。还说我是你妹妹呢，不肯陪妹妹出去玩的哥哥，算什么哥哥呢？去吧。林舒言无语。圆圆好惨，圆圆是没有哥哥陪的小姑娘。去，就知道团团哥哥对圆圆最好了。繁华的京城街道上处处张灯结彩。团团哥哥呢？圆圆有些头疼，她叹了一口气，又折返回去找人。团团哥哥，你要懂事，不要乱跑啊！带小孩真难。明明是你走得太快了，他已经许久不曾出门了，还真有些不习惯。刚刚吃的好吃的太多了，肚肚长大了。这么多人在干什么呢？着急的在后边跳来跳去，想要看看里边在干嘛。林舒言看他跳了半天，蹲下让他坐上自己的肩膀，将他举了起来。圆圆坐在他肩上，正好能看清楚。只见齐子明站在灯谜前，表情是一贯的谦卑。他呀，晦气，怎么哪儿都能碰见他呢？齐公子不愧是《寸草记》的作者，已经答对了5道灯谜了，真乃天才呐！这也太厉害了吧！我数了，表里如一，答一字。甜。话音才落，齐公子真是聪慧异常。不愧是齐公子简直就是天才。跟摊主合作，念出早就备好的答案，有什么值得夸赞的？有了。他灵机一动，拍手轻轻一挥，将灯谜的题目全改了。摊主在取下齐子明选中的灯谜时，表情错愕，犹豫着说道：不胜惶恐。齐子明面色顿时垮了下来，原先准备的灯谜中没有这个题目呀，摊主在干什么？这个灯谜太难了吗？齐公子怎的思考了如此久啊？齐子明骑虎难下，本打算湖州一个字。我哥哥会，我哥哥知道。团团哥哥，快说。不胜惶恐，不胜为负，惶恐取害怕之意，即悚，谜底便是懒。答对了。这回给林舒言的掌声比方才的更为激烈。这孩子好生聪明，之前怎么没瞧见过？天哪，齐子明不会的他都会。我哥哥是05。还未等他说出林舒言的身份，林舒言便抬手结结实实地捂住了他的嘴。灯谜摊上所有的灯谜都被林舒言答对了，摊主便把大奖一盏做工精致的锦鲤灯送给了兄妹俩。圆圆有些失望，我还以为可以免费在酒楼吃3天饭呢。有奖品拿就行了，祖宗。林舒言举着他一溜烟跑没影儿了，以后再也不跟圆圆出来玩了。齐子明死死盯着他们2人的背影，面目扭曲且狰狞。林舒言，低贱的商女之子，竟如此轻松就夺走了本该属于我的目光。齐公子，抱歉，
你请我来逛灯会，我来迟了。大昭民风开放，未婚夫妻偶尔约定见面是很正常的事情。疏影，你没带丫鬟出门？你不喜欢我就没带。你不是说了吗？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丫鬟也是娘生爹养的，不应该总要他们伺候。这才是我们齐家未来的好媳妇儿。哎，我本想猜中所有灯谜，将那盏锦梨送给你，没想到被舒颜捷足先登了。哎，疏影，今年中秋没办法送你礼物了。舒颜幼时就很擅长猜灯谜，齐公子没有礼物也没关系的。舒颜这件事上的确比我聪明。林疏影没听出他语气里的酸意，从袖子里拿出一个沉甸甸的荷包给他。我听说齐伯母的病又加重了，你给伯母请个好点的大夫。齐子明面无表情的结果。那我先走了。齐公子本想和他同游灯会，他却毫不犹豫地转身走了。团团哥哥，刚刚是不是超刺激的？他们都在给你鼓掌哎！是挺刺激，他的心差点停掉。逛了许久灯会，他想回去研习国策了。圆圆，你要不要？团团哥哥，快把他拉出来，快！他语气十分焦急，连带着林舒颜也紧张起来，冲过去一把揽住那小少年的腰，将他拖走了。喂，你们敢绑架我，脑袋不要了是吧？年纪虽小，发怒时却很有威严。林舒颜立马就猜出这小少年的身份不一般。你这是让我拉出来个谁？今日心情好，不跟你们一般计较。欲走，圆圆却跟座山似的挡在他身前。那个，你治喘鸣的药带身上了吗？喘鸣是种慢性病，发作时会胸闷、喘息、剧烈咳嗽。这人是神医呀，一眼就看出来他有哮喘症。圆叶在身上到处摸索，片刻后开始沉思。我好像忘在家里了。圆圆静静地看着他，圆叶正欲说话，却猛地感觉呼吸不上来，喘鸣发作了。一股清凉舒畅的气息瞬间从眉心涌向圆叶全身，窒息濒死的感觉也顿时消失。神医啊，妙手回春呐！你偷偷摸摸跑出来玩还不带药，要不是我哥哥及时把你带走，你就会当着灯会所有百姓的面发病。万一有人不小心踩到你，造成事故怎么办？你自己不在乎，可是太后娘娘肯定不会放过那些百姓的。太后二字一出，饶是林舒颜早就做好了准备，也不禁瞪大了眼睛。圆叶更是惊到失语。我母后派你来的。皇上在中秋灯会上发病倒地，太后下令将所有不慎碰到皇上、看到皇上窘迫的百姓全部斩首，祸及全家。大昭上下顿时民怨沸腾，摄政王班师回朝后才平息。幸亏林舒颜及时将圆叶带离了人群，拯救了众多无辜的生命。星星点点的金光落在林舒颜身上，笼罩着一层光晕。林舒颜惊异地蹙眉：团团哥哥收下，这是奖励给你的功德。可方才是你提示我，这些功德应该是你的。圆圆带给了他一个无神论者太多的震惊。圆圆敷衍地摆摆手，他就是发功德的，用不着。喂，你究竟是如何看出朕的身份的？别吵，大人说话，小孩子不要插嘴。没记错的话，在场3个都算小孩吧。你快点回宫。圆叶已经好久没有遇到过胆子这么大的人了，偏偏还不能奈他何。好不容易跑出来，才不要回去，日日待在宫里，看那些奏折都快憋屈死了。偏生那些奏折没一件好玩的，都是些无聊的。陛下，你想不想吃淮南的橘子？陛下，这是今年淮北的苹果，给你送一些过来。民间有那么好玩的灯会，他也想来凑凑热闹。好不容易，圆圆都要嫌弃死圆叶了。咦，这么蠢的皇帝竟然跟我也有亲缘线。咦，这么蠢的皇帝竟然跟我也有亲缘线。
你以为那些御前侍卫的眼睛跟耳朵都是摆设吗？你之所以能那么容易跑出来，是有人下令不让他们来。原野脑内猛然五雷轰顶。对啊，我刚在爬墙的时候不小心踩到了树枝，周围巡逻的禁军也毫无反应。喂，别惊讶了，你快点回去吧，再不回去，皇帝的宝座都要换人啦。小皇帝虽然贪玩了些，不过性子单纯，最听摄政皇叔的话。太后并不是皇帝的亲生母亲，又想将朝政掌握在自己手中，便在元夜溜出宫当晚，以太监宫女照顾不周为由，将所有熟悉元夜的人悉数解决掉，又将发病的元夜软禁，找来一个和元夜长得一模一样的小孩当替身。大招的江山设计就这样落入了太后手中。元夜这下彻底慌了。皇叔出征前要我守好大招的，若是出事儿，定要把我屁股打烂。我现在就回宫。哎，等等，我送你一程。元夜还没听明白圆圆的话，就眼见原本昏暗的街道变成了金碧辉煌的养心殿。他来不及多想，脚底抹油跑进去，只见雍容华贵的年轻太后坐于殿前，底下跪着一大群宫女太监。照顾不周，导致陛下失踪，将这些贱奴斩首示众。这些宫女太监可都是摄政皇叔仔细挑选好送来照顾他的最值得信赖的奴才。母后，儿臣在这儿。原本志在必得的太后突地站起，绝美的容貌上是掩饰不住的错愕。母后，与他们无关，是儿臣觉着殿内乏闷，去了御花园散心。怎么可能？禁军明明亲眼看见元夜溜了出去，他怎会神不知鬼不觉地回宫？该死！明明在他药中加了加重喘鸣的药材，为何他看来一点事都没有？皇儿无碍便好，但这些贱奴还是要处罚。来人，不准罚！朕说不准罚，谁敢抗旨？太后死死咬着牙关，本以为元夜还真如外表那样软弱可欺，但到底是元彻教出来的。皇儿宫里的奴才如何处置，自然要听皇儿的。多事谋划，毁于一旦。她堂堂太后，竟连几个宫女太监都处置不了。太后心里恨极了，恐怕再待下去会失去仪态，匆匆离开了养心殿。朕学皇叔学得还不错吧？等皇叔回来，你一定要将朕方才的英姿添油加醋，不是润色增彩的告知皇叔。这下皇叔总不至于再打我的手掌心和屁股了吧？上回打的屁股到现在还疼呢。许是受了惊吓，元夜当晚便做了噩梦，梦见自己被囚禁在暗无天日的水牢里，手筋脚筋皆被挑断，每日只能靠喝水充饥。太后还命人放了一筐无毒的水蛇进水牢，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偏偏要留着他的命，折磨得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元夜猛地惊醒过来，大汗淋漓。恍惚间，猛地听见不远处的桌案那边传来窸窸窣窣吃东西的声音，依稀可见桌边有个昏暗的身影，正大口大口地嚼着什么。不要吃我，不要吃我！咦，谁要吃你？你今晚连澡都没洗，我可不喜欢吃不洗澡的小孩。我洗，不对，我不洗，我这辈子都不洗了。圆圆嫌弃地嗤笑了一声。御膳房做的糕点就是不一样，真好吃。这就当做我送你回来的谢礼好了。哪有自己找上门来要谢礼的？那我去找太后。别！他梦中的太后形象比地狱的恶鬼还要可怕。小神仙，你真厉害。我厉害的还不止瞬间传送呢。你有没有发现自己的身体，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了？元夜愣了愣，闭着眼睛默默地感受。我方才情绪激动时，好像没有喘息过度。明明平日里气到了都会发病的。你的喘鸣我帮你治好了。恩人呐！太医都束手无策的喘鸣，这小神仙居然不知不觉的就治好了。
我可不是白救的哦。袁业非常上道，我现在就封你为太医院院士。我才不要当官，当官还要天天点卯，我可起不来。那个，你认不认识永定侯林立文呢？就那个拍马屁拍得最响的呗。哼，林立文，对不起我娘亲。我想让你在朝堂上给他穿小鞋。什么嘛！袁业觉得没劲儿，他还以为小神仙要他砍了林立文的脑袋呢。放心吧，穿小鞋我最擅长了。等次日上朝时，一群言官不知怎的知晓了袁业失踪，惹得太后动怒的事儿，又是一阵劝谏。袁业听得脑袋都大了，林立文贼眉鼠眼地瞧着袁业的神情。陛下年幼，对外界好奇也是人之常情。官员们翻了个白眼，马屁精又来了。谁料袁业轻飘飘地看了林立文一眼，朕也好奇，为何瞒着自家夫人将外室女抱回府，还为了外室的女儿家暴自己夫人？家暴？林立文一个头两个大，他不过是抓了宁氏的手腕，怎么就成了家暴了？户部给事中的夫人到底是如何传的？怎么连陛下都听说了？他不知道给事中夫人昨儿从侯府离开后，跟自个儿的小姐妹讨论得异常激烈。听说了吗？永定侯和夫人那捧在心尖尖上的姑娘林书瑶，不是夫人亲生的，因为夫人没教好林书瑶，还对夫人发了火。正巧宫中采买的嬷嬷路过，到他嘴里就成了。听说了吗？永定侯用夫人当靶子，日日和外室厮混呐，还把外室生的女儿抱回来，硬要交给夫人养。那夫人不听，就要休了夫人，还打了夫人的巴掌。嬷嬷跟前的小太监又传给别人说，听说了吗？林书瑶身边的嬷嬷，那就是林立文的外室。林立文有一种特殊的癖好，就喜欢风韵犹存的老嬷嬷，还用永定侯夫人当挡箭牌。对，我也听说了。后来那夫人不堪折辱，要同林立文和离，林立文不肯，对夫人拳打脚踢，打得夫人差点丢了半条命。林清，朕尊重你的喜好，宫中还有许多未出家的嬷嬷，若是林清喜欢，朕就给你送到府上去。这要不是在朝堂上，在幼帝面前，林立文当场就骂娘了。这谣言怎能传得如此离谱？劳烦陛下，臣不用。不用不好意思，如今宫中老龄化严重，正好林清喜欢，替朕分担一下也好。靖王再也忍不住发出一声轻笑，林立文的脸色比放了半个月的剩饭还要馊。抱歉，永定侯，本王只是想起了高兴的事情。林立文心里的刀子都要给靖王戳漏风了。臣真没有如此癖好，还请陛下不要再开臣玩笑了。在严肃的朝堂上几次三番解释自己不喜欢老嬷嬷，林立文的脸都要丢光了。叫你爱拍马屁，拍到马腿上了吧？臣知错，以后绝不再犯。你自己都认错了，那朕也不好不罚你。幼帝不应该说下不为例吗？罚你停职2天。不行，在家里睡大觉，不用来上朝，未免也太爽了。那就罚你8000两白银，充入国库好了。林立文的牙都要咬碎了。侯府的银两本就不多了，5000给了宁家，这再罚8000两，永定侯府岂不是就剩个空壳子了？谢主隆恩，臣领罪受罚。拖着脚步好不容易走到宫门口，就见到马车旁神情焦急的管家。侯爷，昨夜里宁家存放浮梁瓷器的仓库起了火，货物通通没救回来，咱们的5000两银票没了。林立文听此噩耗，只觉眼前一黑，晕了过去。他真被赶出门了？是呀，连地契都赔给人家了。夫人，咱们这次是狠狠地出了气。放火的事儿没露出什么把柄吧？仔细着呢，奴婢给了他们一大笔钱，让他们举家连夜离开京城。
就算衙门查到了什么眉目，也追不回来了。宁氏在大力购入浮梁瓷器的事情，是知夏收买了宁家的小厮，故意透露给宁父的。当了宁父30多年的女儿，她自然格外清楚他的秉性。又在林立文下朝时，特意与知夏说了那番话。原以为林立文不会中招，没成想这人竟如此蠢笨，直接借了5000两银票出去。如今便算是剥了宁老爷的皮，那5000两银票也是收不回来了。永定侯府真真正正成了一具空壳。侯爷自宫门晕倒后，一直卧病在床。只是奴婢听到有人嚼舌根，说夫人您太过无情，不去侯爷床边侍疾，也不肯去看看侯爷。随他们去吧，我如今只是个养了私生女5年，对丈夫失望透顶的可怜女子，心中存了几分气，也是很正常的。娘亲，圆圆兴冲冲地跑进来。娘亲，今天秋闱放榜，咱们快去瞧瞧。你怎么比你二哥还要关心？因为我跟人打赌了呀。那个人说，要是团团哥哥进了秋闱的榜，就当众吃屎。圆圆欢呼雀跃地拉着宁氏和林淑妍去了告示墙。告示墙前围了不少学生，宁氏是侯府夫人，自是不好同他们挤着看榜。林淑妍又是个懒得动的，只有圆圆跟炮弹似的冲进人群，挤到了最前面。那日打赌的几个学生也来了。小妹妹，你还真来了。你确定你哥哥秋闱那日去考场了吗？我在考场门口留意许久，都没看见他，怕不是乡试当日就吓得尿裤子了吧？咦，你那么留意我哥哥，是嫉妒他吗？哼，等会儿秋闱的榜张贴出来，你可不要赔到尿裤子。齐兄说了，这回秋闱很有把握，就算不是解元，也能考个亚元，才不会让我赔钱呢，对吧，齐兄？还是要等榜单出来再说。但眼中的胸有成竹十分明显。圆圆，我是你大姐姐的未婚夫，可以唤你名字吧？不可以。齐子明尴尬地顿了顿。子明知晓你是为了淑妍好，但淑妍毕竟年幼，此次考不上举人，也不用太伤心。回去这个勤学苦读啊，还是有机会考上的啊。齐兄心善，如此为七弟七妹着想。咦，谁要做他的七妹？你跟我大姐姐还没有成婚呢，就以侯府的女婿自居啦？你不要脸，我大姐姐还要呢。你是不是嫉妒我二哥才10岁就能参加秋闱？毕竟你都17了，还是个秀才。齐子明那副谦逊的表情瞬间就塌了。齐兄是大器晚成，毕竟他生活如此艰难，自学成才，还创作出了寸草记，真乃天才。哇，那等他50岁还在考举人，你也说是大器晚成好了。你敢咒齐兄？无事，林兄，小孩子心性，不必跟他计较。等榜张贴出来，我看这个小丫头还怎么哼。圆圆懒得再搭理他。那个之前定下的赌约还作数吧？当然作数啊。那学生根本不带怕的，反正林淑妍不可能考中举人。圆圆哼哼笑起来，心情非常愉悦。马上就要有人给他表演吃粑粑了。老远就瞧见你在这里凑热闹，给你二哥看秋闱结果呢。世子哥哥，圆圆好想你做的小炒肉。上回多谢世子替在下解围。袁以恒满头雾水地扫了他一眼。这人谁啊？我见过吗？没想到齐兄还与靖王世子有缘，看来齐兄你入内阁简直易如反掌呢。只是一面之缘。等到晌午，官兵终于将红榜张贴到了告示墙上。解元李承熙，亚元王导，正行林淑妍。林淑妍虽然不是第1名，但是第2名也很棒的好吗？这么厉害的人是我哥哥我哥哥才10岁，比你们都小。那个预定的金科状元，未来的内阁首辅，敢问你的名字
在榜单的哪里呢？哎呀呀，我怎么找都找不到状元郎的名字呀！刚刚还暗示我二哥考不上举人呢，现在打脸了吧？噗噗噗！齐兄，我们再仔细找找。上头的名字来来回回看了无数遍，差点都能背了，也没找到齐子明3个字。不用找了，对不住各位，我其实并未参加此次秋闱。你没考秋闱？可进考场那日我还见着你了呀！唉，这个家母中途突发重病，我便只能弃了乡试。那你先前为何不说？齐兄，你知不知道我投了200两进去，200两呢？对呀，我也赌了100两，进京赶考的盘缠都输进去了，没法回家了。圆圆很不满，齐子明明明就是考了，秋闱9日，他日日都在，如今却要诅咒母亲生病，撒谎骗人挽尊。齐公子，那你既然没考，那放榜之前为什么不说呢？哦，你是看你的好兄弟不知情地吹捧你，很好玩吗？对啊，那你为何不提前告诉我你中途离场啊？对不起，庄兄，我只是怕你知晓会失望。本想在放榜之后与你说明，没成想你会同这个林小姐起争执。唉，是我的疏忽。至于各位的损失，在下会如数奉还。就知道说大话，你哪有那么多钱还呢？听到齐子明说会还，众学生的脸色才好看了很多。齐兄，这次没考中举人，那也不能怪你，只怪这个天意弄人。不过你3年后再考，肯定能3元及第，光耀门楣。圆圆被这些话酸得发抖，回头却发现先前跟他打赌的学生已经溜出去好几尺远了。喂，你不是说我二哥中了举人你就吃屎吗？那我二哥不仅中了，还是第2名，你应该吃2坨。那学生转过身，神情极其难看。你不会是不想认吧？世子哥哥都在这儿呢，你敢说话不算话吗？我也没见过吃屎，我也想看看是如何吃的。我上哪儿给你找屎来？你是小姑娘，总不能跟我一起上茅房吧？只要你说话算数，这个就很简单，我可以帮你找。他打了个响指，一只正在觅食的野狗忽然冲过来，在那个学生的靴子上拉了2坨散发着热气的粪便。那趁热吃吧。这是狗屎，不算。既然你与圆圆定下了赌约，输了怎能一直耍赖？这实在不是君子所为。靖王世子发话，那学生不敢不听，在原地纠结了整整1炷香的时间，等得黄花菜都凉了，他才不情不愿地趴下来，伸出舌头犹豫地舔向那坨狗屎。哎呦，好恶心！哎呀，太恶心了吧！天哪，真吃呢！有人看热闹不嫌事儿大，按住他的脑袋往下一摁，滂臭的狗屎粘在了他的脸上。天哪，好臭！我2个时辰都不想吃东西了。那学生爬起来，带着一身屎臭味跑回了家。世子哥哥，我感觉他今年都不会出门了。谁叫他之前嘲讽团团哥哥，还不怕死的跟我打赌，肠子都要悔青了吧？齐兄，事已至此，回家准备3年后的秋闱吧。我的那个银子，各位放心，我会将各位投注进去的银两一一送到府上。世子哥哥，这就叫打肿脸充胖子。袁以恒盯着齐子明的侧脸。记起来了，我先前的确是见过他吃饭没银子结账，掌柜的要把他扣下来洗盘子抵债，我帮他结了。2年前的事情了，要不是我记性好，还真就记不起来了。不管他，世子哥哥，我跟他们打赌赢了好多银子，请你去吃好吃的啊。袁以恒很想宰圆圆一顿，
可萧齐营中还有事儿，便只能送圆圆先回侯府马车了。二哥，你好厉害，是第2名哦！嘿，谢谢二哥，让我赢了那么多的银子。宁氏听闻，惊愕地瞪大了眼睛。他的舒颜今年才10岁，居然就中了举人，还是亚元。你是娘的骄傲。林舒颜勾唇浅笑，虽然不是解元，但亚元也很满意了。毕竟在那个不曾改变的将来，他吸食寒食散成瘾，考试中途发作，写的东西句不成句，只勉勉强强入了围。如今这样，他知足了。我儿中了举人，永定侯府连办5日流水宴庆祝，邀诸位宾客前来沾沾喜气。要很多很多的鸡腿。奴婢这就去办。永定侯府上下一时也是喜气盈门，自家的2公子成了大昭史上最年轻的举人。仆从们出门都挺直腰杆，春风满面。饶是病榻上的林立文也不禁喜上眉梢。虽是宁景云那个毒妇生的，但好歹也是我林家的血脉，真是我的好儿子啊！又庆幸舒颜和瑶瑶的命格换了回来，舒颜还未来得及应瑶瑶的死结，不然他就失去这个优秀的儿子了。不行，不能让舒颜再跟着宁景云过日子了。那个毒妇会像带坏瑶瑶一样带坏舒颜的。等我养好身子，就让舒颜搬到我院子里，我亲自教导。夫人，奴婢应您的要求给各位官员夫人发了请帖，可怎么一位夫人也没来呀？那些朝廷命妇向来看不起宁氏的出身，自然没什么人肯赏脸。我倒是不介意，只是这流水宴是给舒颜办的，宾客太少，只怕会委屈了他。娘亲不用担心团团哥哥，他人而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更何况那些不愿意来的马上就要来了。宁氏还未明白圆圆说的话。夫人，靖王妃来了，一同前来的还有郑国公夫人。郑国公为国征战，功勋卓著。天哪，郑国公夫人可是一品高命夫人，这样的显贵居然也会到咱们府上来参加流水宴。宁氏不胜惶恐，连忙出门相迎。王妃娘娘，国公夫人，请上座。娘娘，你怎么才来呀？鸡腿都要凉了。这便是你说的那位小高人。母亲，圆圆可厉害了。郑国公夫人越看圆圆越喜欢。小高人呐，可否看看老身这命数如何啊？夫人至少能活到120岁呢。郑国公夫人眉开眼笑，小高人嘴真甜，图个吉利也是好的。我明明从来不说假话空话，但总是有人不信。怎的还没来人？难不成要本王妃派禁军去请吗？等了不久，一众宾客就乘着轿辇蜂拥而至。听说了吗？靖王妃和郑国公夫人都到了。是呀，本来不想来的，她一个商女。哎呀，小声点儿，靖王妃和郑国公夫人在呢。向2位显贵行礼后，连个眼神都没分给宁氏。你们赴永定侯夫人的宴，不曾见过主人吗？永定侯夫人是商女，臣妇可不知如何向商女见礼。眼里夹带着轻蔑，还有羞耻，仿佛和宁氏这个低贱的商女同堂用饭，对她而言是巨大的耻辱。都说这侯府2公子是天才少年，只可惜商女之子。他话未说尽，只讽刺地笑出了声。商女之子，商女之子。圆圆一脚将中郎将夫人踹到流水宴旁边的水池里，指着那2岁的小儿笑道：乌龟之子。中郎将夫人出了大丑，十分委屈地要请靖王妃和郑国公夫人替她讨回公道。你和孩子计较什么？还是快些回去把衣裳换了，别在这儿丢人。既然侍郎夫人见识短浅，不如我来告诉夫人，我夫君乃是大昭的侯爵，兵部侍郎区区一介正4品，你不向我行礼，乃是大不敬。以下犯上，罚掌嘴。兵部侍郎夫人神色焦急地看向郑国公夫人，她是疯了吗？我们可是名门望族出身，怎能被这种卑贱的商女处罚？郑国公夫人定会为我们做主。
言之有理，掌嘴。话音才落，他身后的嬷嬷冲过去钳住了兵部侍郎夫人的胳膊，啪啪就是2个大耳光。其他夫人都吓傻了，连忙起身向宁氏行礼，忙不迭告罪。老身听闻永定侯夫人同母家断亲，不知可愿认老身做义母，记名镇国公府族谱。快同意呀！我母亲来此就是为了认你做义女。今后宁氏就不再是商女，而是镇国公府义女了，远远出门也多了些底气。臣妇多谢夫人青睐。还叫夫人呐？母亲。哎，我今日不仅多了个家财万贯的女儿，还多了个嘴甜可爱的外孙女儿，还有2个外孙，一个是大昭最年轻的举人，一个是少年英才，这福气旁人真是求也求不来呢。宁氏彻底同宁家撇清关系时，宁老爷却跌跌撞撞地来到了永定侯府门前。哪来的乞丐？你讨饭来晚了，快滚，别叨扰了贵客。宁老爷心中无名火起，他身上没银子，又拉不下面子向人乞讨，独自生闷气，在破庙等了整整1天1夜，也不见宁氏喊8抬大轿来请他，只好自个儿找了上来。那不孝女有闲心替儿子庆祝，就没时间接我回永定侯府赡养。哼，我不走，我就等着他来接我。哼，我这回可是拿足了诚意，宁景云若还是端着，我就再也不认这个不孝女了。放你娘的屁！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那穷酸样，撒什么癔症呢？我还是你爹呢！再不滚，我放狗咬人了啊！狗奴才，我是宁家的老爷宁鸿儒。哎，你眼瞎了吗？快点儿把宁景云给我叫出来，他爹都要饿死了，他是要忤逆不孝吗？你敢直呼夫人名讳？小厮一脚踢中老爷的心口，晕头转向，爬都爬不起来。门口怎么吵吵嚷嚷的？仔细吵到了各位夫人。直夏姐姐，我在训人呢。这乞丐不怕死的，说是夫人的爹。知夏仔细瞧了瞧那团乌漆抹黑的东西，越瞧越眼熟，还真是夫人的便宜爹啊！那我刚刚打了夫人的爹，是不是完了？他早就同夫人断亲了，你怎么不去找你的乖侄女尤静茹，反倒上咱们侯府打秋风来了？让宁景云出来见我，她以为自己嫁给了永定侯就能抛弃母家了吗？你算个什么东西？自己亲手写的断亲书，不说就可以当不存在了是吧？你给我听好了，夫人如今已认了镇国公夫人为义母，夫人的母家是镇国公府，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可以来攀亲的。穷酸破了户，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儿了。一道惊雷猛地劈在宁老爷头上，劈得他整个人恍惚迷茫起来。你在说什么？他宁景云的母亲死了，就埋在宁家祖坟，怎么就成了镇国公夫人了？他背叛自己的亲生父母，这是不孝呢。宁夫人去世时，你还说夫人没资格替她守孝，怎么老了糊涂了？自己说的忘了？宁老爷做事就要往里冲，小厮赶紧拦住他，在知夏的授意下，对他拳打脚踢，打得宁老爷吐出好几口心头血。宏伟的大门在他眼前关上，宁老爷是头一次意识到他失去了这个女儿。为什么呀？我之前明明找算命的道士说过，只有跟宁家没有亲缘关系的孩子，才会给宁家带来富贵呀。我一直把尤静茹视作心头肉，期盼他会让宁家更上一层楼。可此次宁家遭难，他却投奔尤静茹，却让尤静茹的丫鬟赶了出来。景云，爹来看你了。是爹呀，你出来见见爹好不好？爹要饿死了。景云啊。姑娘，怎么又是他？真晦气。茹儿，你是不是良心发现来接我了？
舅舅就知道只有你对舅舅最好。你谁呀？我是来赴锦云表姐的流水宴的，别挡道。他让雇来的几个打手将宁老爷拖走，头也不回地进了永定侯府。打手面面相觑，伸手去探他的鼻息，猛地打了个哆嗦。宁老爷居然没气了，这是被活活气死了吗？死不瞑目，可真够瘆人的。几个打手一合计，用草席子将他囫囵一卷，扔到了后山的乱葬岗。宁景云居然会给我发请帖，真是没想到呀。不过我也许久未见到琳琅了，大夫说孩子最多只能再保2个月，我必须要让琳琅见见我们的孩子。刚踏进前厅，便得到了不少鄙夷的眼神。这不是崔家的下堂妇吗？听说她同平头猪胎暗结，看那肚子估计也有3、4个月了，还有点来侯府。尤静茹心里恨得牙痒痒，面上却带着温婉的笑。表姐，宁氏微微颔首，让她坐到自己身后。尤静茹入座后，左顾右盼都没瞧见林丽文的身影，等得有些急躁。表姐，我肚子不舒服。茅房在侯府东南角，东北角是侯爷住的院子，你莫要走错，小心冒犯了侯爷。尤静茹正愁找不到林丽文的院子呢，欢欢喜喜地离场了。尤静茹慢吞吞走在永定侯府后院的石子路上，偏偏后院又大极了。她绕过几座假山，才发现自己走错路了。正着急呢，就瞧见墨玉带着几个丫鬟走了过来。你们几个把晒干的衣裳送到侯爷院子里去。尤静茹心下一喜，带路的来了。在月洞门后等了半晌，她欢呼雀跃的刚要现身与林丽文相见，却瞧见林丽文鬼鬼祟祟地从后门溜了出去。她带着疑惑偷偷跟了上去。随着林丽文来到江氏的静兰院外，里头立刻传来了窸窣声。青天白日的，仔细被人发现。不是你传信说想见我吗？宁氏那个贱妇在前厅接待宾客，府里的仆从都忙着呢，不会被人发现的。嫂嫂，我好想你。尤静茹猛地瞪圆了眼睛，盯着那扇紧闭的门。琳琅这几日不肯与我相见，竟是在同寡嫂厮混。琳琅啊琳琅，我辛辛苦苦怀着你的孩子，做梦都想着你来见我，你却沉迷温柔乡。难道昔日的柔情蜜意竟是诓骗我的吗？听着里头传来暧昧的声响，尤静茹死死咬下唇。你不去找你的妻子，还有你怀着孩子的外甥，总是来找我做事。又吃醋了？说了我对尤氏只是玩玩罢了，他若是生个儿子便罢，生个女儿的话我就把她送走。只有你给我生的瑶瑶才是我唯一的掌上明珠，我这辈子只爱你一个，真儿。尤静茹如遭雷击，差点瘫倒。真儿。有一回她同林丽文做完那事儿，林丽文迷迷糊糊抱着她喊真儿，她小名叫珍珠，她以为是对她的爱称，却没想到她脑子里时时刻刻想的都是自己的寡嫂。琳琅肯定是被这个死了丈夫空虚寂寞的寡妇迷惑了，她心里一定还有我的位置，不然怎么会在上一世她自尽之后对她念念不忘，还为她设计害死宁氏和那2个野种呢？尤静茹满心都是对僵尸的恨。不要脸的贱人，抢走我的琳琅，我绝不会让你好过的。她撑着一口气，拿出随身携带的火折子，点燃以后扔到了墙角，火势很快蔓延开来，里头激战的2个人根本毫无察觉。尤静茹见差不多了，才扯着嗓子喊道：走水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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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走水了？走水了。侯爷和大夫人被困在静兰院中，已经派人提水救火了。表小姐昏倒在月洞门旁的草丛里，奴婢趁没人发现，把她送到偏院去了。没想到尤静茹带给她的惊喜那么大，她请舒言模仿长嫂的笔记送给林丽文，林丽文竟如此轻易上当。宁氏走得飞快，神色急躁，内心则快要笑出声了。靖王妃将正欲一同上前的镇国公夫人赶紧拦下。母亲，还是我去看看吧，您就安心在这儿等。
那咱们姐妹几个跟着去看看。哎，对，咱们去看看，快走吧。家丁们进进出出，提水浇火。宁氏望着熊熊燃烧的静兰院，身形摇摇欲坠。这是我长嫂的住处，嫂子还困在里头没出来呢。她哭着就要往里冲，被靖王妃死死擒住。你不想活了？那么大的火！嫂嫂与我情同姐妹，对我颇为照拂，我怎能看她在我眼前殒命？我要去救长嫂。靖王妃和众夫人动容不已。宁夫人竟如此挂念长嫂，可不是呢，就算是亲姐妹，也很少有这样拼了自己的命也要去救人的。这宁氏和姜氏真乃大赵妯娌间的楷模呀！火灭了，没事了，夫人，火灭了。小厮踹开焦黑的房门，将林丽文和姜氏救了出来。宁氏见到二人，庆幸的神情凝滞在了脸上。靖王妃和朱夫人也僵住了。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圆圆大声喊道：爹爹和大伯母怎么没有穿衣服呀？爹爹羞羞，大伯母羞羞，你们两个都羞羞。宁氏故作坚强地挡住林丽文和姜氏。娘娘，各位夫人，是侯府招待不周，长嫂的住处起了火，侯爷定是为了救长嫂，这才将自己和长嫂脱光，想必是为了把衣物打湿，隔绝烈火吧。让各位看了笑话，此事是侯府理亏，改日必定奉上薄礼赔罪。哎呀，这宁夫人也太单纯了吧？可不是嘛，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是咋回事吧？自己的夫君跟长嫂都一丝不挂了，他还给二人遮遮掩掩。哎呀，众夫人一脸心知肚明又颇为同情的样子，离开了侯府。靖王妃看向姜氏和林丽文的眼神，有嫌弃也有惋惜。天哪，这还是我认识的姜氏吗？他居然跟自己的小叔子，而且这小叔子还是林丽文。这为国捐躯的林将军，怕是黄泉路上都无法安息呢。他叹息着拍了拍宁氏的肩膀，有任何困难都可以来找我，我会帮你的。宁氏感激的应声。等外人都离开后，宁氏才雷厉风行地吩咐几个值得信赖的丫鬟，将呛晕过去的两人送到别院。把大夫找来，再将方才发生的事儿如数告知老夫人，请老夫人来决断。侯府众人忙里忙外，圆圆看完了热闹，无所事事。她在府里到处溜达，恰好在后门瞧见了刚回来的林疏影和齐子明。永定侯夫人此举未免太过铺张浪费，若是将筹办流水宴的银两捐赠给江南水患的灾民，该多好。如今满京城都在讨论这个10岁中亚元的天才，他在秋闱中赐子珠玉，文章一气呵成，却连个榜都没进，跑去找阅卷的大人，却说他的文字空洞。这世上没人懂我的文字，唉。想到此，他做出一副忧国忧民的神情。江南饿殍遍野，可侯府却广邀诸人浪费粮食，无心甚寒，无心甚寒呐！油腻怪又在这里装腔作势。他刚想现身骂齐子明一顿，就听林疏影说：“叔母也是替淑妍高兴，况且此次江南水患，叔母以侯府的名义捐赠了500两银子作为赈灾款。半年前西北旱灾，叔母还送了1担粮食过去呢。倒是我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齐公子，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不想你误会叔母，她是顶好的人。顶好的人，大姐姐看谁都是顶好的人，也不知道大伯母那样的人是怎么把大姐姐养成这种天真小白兔的。对了，齐公子，昨日我去看望伯母，她说你同人打赌欠了不少银子，这些银子你先拿去填补空缺。唉，我明明不让母亲告诉你，疏影，我不愿让你家人以为我是靠未婚妻生存的男人。圆圆再也听不下去。大姐姐，就是大伯母住的地方刚刚着火了，大伯母刚被救出来，你快点去看看大伯母吧。林疏影猛地收回手，心急如焚地跑去了静兰院。圆圆看着齐子明垮掉的表情，有点小得意。叫你端着不收，现在想收也没啦。齐子明用眼神杀了圆圆无数次，最后怒气冲冲地转身走人。
他实在咽不下这口气，用身上仅剩的银子找到了一个被官府除名的刽子手。我要你杀了永定侯府那个被收养的小孩，他约莫3岁，是个胖子，左眼尾有颗赤色的泪痣。谁在骂我吗？侯府的小姐我可不敢杀。她只是个养女，我是侯府未来的姑爷，你尽管去做。刽子手掂量掂量手里的碎银子，同意了这桩买卖。林立文是被水浇醒的，谁敢泼本侯爷？还未完全清醒，一个耳光就劈头盖脸地落在他脸上。是老身叫人泼的。听见这声音，林立文猛地睁圆了眼睛。母亲，什么事把您都惊动了？老夫人拜青灯古佛多年，周身围绕着淡淡的檀香，看似不悲不喜，但林立文其实很怕她。在他眼里，他始终都是那个上不得台面的妾生庶子。自从长兄死后，他在老夫人面前有了些底气，毕竟侯府就他这一个儿子，以后还得靠他养老。老身的二儿子和大儿媳衣衫不整抱在一块儿，被人救出火场，当然要来关心关心了。老夫人的话犹如晴天霹雳，打在林立文头顶。是了，方才他跟真儿待在一处，忽然闻到烟味儿，房梁熊熊燃烧起来，他立马将真儿护在怀里，呛晕了过去。后来发生的事他完全不知道。老夫人看着林立文这满头雾水的神情，抬手又是一个耳光扇了过去。老身的好儿子啊，让永定侯府出名了，不少赶来赴宴的宾客，包括靖王妃，都饱了眼福，看了场叔嫂的好戏呀。他都不敢想象，当时他和真儿是以何种姿态呈现在外人面前的。是你将宾客带到后院来的？宁氏为何会任由他们进入后院？此事若是传出去，他和真儿的清誉就全毁了。妾身也未想到，侯爷竟和嫂嫂同处一屋呀！妾身与侯府同心同德，侯爷如此责怪，真叫妾身心寒。你就知道耍嘴皮子！够了，莫将过错甩给你的妻子，她做得很好，及时向其他人解释清楚缘由，请求众宾客瞒住此事。被你和江氏伤透了心，仍旧忙前忙后替你收拾烂摊子，正妻做到如此地步，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到如今你还责难于他，实在太过了。宁氏再也忍不住心里的委屈，失声痛哭。孩子，你受委屈了。说实话，宁氏进门前，因着他的出身，他对宁氏是有些不看好的，也不认为他能管好永定侯府偌大的宅院。所以长子去世后，他并没有出面让江氏将管家权交给宁氏。没成想遇到这种事儿，宁氏还能镇定自若，将此事处理得迅速又无可挑剔。他先前倒是小看了这女子。听着宁氏小声的啜泣，林立文知道是自己冤枉了他，心中难免愧疚。可一想到真儿，便连忙跪下去向老夫人解释：母亲，我和长嫂并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关系，只是今日瑶瑶住在长嫂院中，我去静兰院询问瑶瑶的近况，走水时我为保护长嫂才将外衣脱下。我同长嫂实在是清白的不能再清白了啊！老夫人居高临下的看着他，神色平静，看不出反应如何。林立文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芸娘，我同长嫂一直恪守本分，这你是知道的，我怎可能与长嫂有私情呢？我只有你这一个妻子，从未沾过其他女色，麻烦你替我向母亲解释解释。侯爷，不是妾身不愿信你，只是侯爷和嫂嫂脱光了衣服抱在一块儿，实在不能让人不多想。没有私情，都说了，这只是权宜之计。莫吵了，不管是否事出有因，你长嫂的清誉也毁了，与小叔子苟合，理应沉塘。不，母亲，此事儿与长嫂一点关系都没有，她早就晕过去了，不知我脱下了她烧起来的外衣。母亲，要罚就罚我吧。老夫人气势沉稳，用那双清明的眼睛望着林立文。那便罚加罚50。芸娘，你来行家法。
芸娘，你来行家法。林丽文闻言倒是肉眼可见地松了一口气，只要能救他心爱的女人，500家法又有何惧？芸娘，你别听母亲的吧，不用对我手下留情。宁氏犹犹豫豫地抽在林丽文背上，重点儿。这正如了宁氏的意，他用尽吃奶的力气抽了一遍，疼得林丽文当场去世。宁氏的力气怎么变得如此大了？宁氏将得知林丽文在金簪里下毒开始到今日所受的闷气，尽数发泄在林丽文背上，越抽越爽快，眼里还闪烁着兴奋的光芒，只把林丽文抽得血肉模糊，老夫人都看呆了。这比专门执行家法还要狠得多呀！宁氏一口气抽了60多鞭，林丽文额角全是腾出来的冷汗。还没好吗？在旁边观瞻的老夫人这才清了清嗓子。好了。宁氏收了收手，揉了揉酸痛的手腕。爽是爽了，就是太费劲儿了。看来以后要多加锻炼，强身健体。侯爷，妾身是不是下手太重了？不怪你，我知你留了力，谢谢你，芸娘。宁氏是用了全部的力气打的，这男人嘴是真够硬。林丽文的后背已经失去知觉，生生疼晕了过去。若不是先侯爷只剩下他这一个子嗣，他是真不想那么轻易就放过这个勾引长嫂的畜生。想到还有一个人没有处置，板着脸去了祠堂。娘亲，是你把大乌龟打成这样的吗？宁氏趁林丽文昏迷，出了口畅快的气。是啊，一口气打了他60多鞭，真是舒坦。太漂亮了，就是要这样才够解气嘛！看大乌龟以后还敢不敢对娘亲大呼小叫？看林丽文趴在床上，远远还凑过去戳了戳他的伤口，痛得他在昏迷中都倒抽一口凉气。还是要多谢老夫人给我这个机会。大乌龟的娘亲比大乌龟懂事多了哎。此时知夏轻手轻脚的进来了。夫人，表小姐醒了。你怀孕了，孩子是谁的？圆圆学宁氏板着小脸说。对，快说。表姐，孩子还在吗？宁氏默认。尤静茹大大的松了一口气，不回答宁氏的问题。我在昏迷时听见侯府走水了，没出事吧？无人伤亡。幸好幸亏叫得及时，琳琅无碍便好。侯爷和长嫂一同被救出来，被人传谣说有奸情，侯爷因此收了50大板的家法。都怪那个耐不住寂寞、死皮不要脸的寡妇诱惑琳琅，害得琳琅因他而受罪。我绝对不会让那个寡妇好过的。随即尤静茹看向了宁氏，先前她恨宁氏这个表姐抢走了她正妻的位子，现在不过是跟她一样被丈夫冷落的可怜人罢了。我倒是先可以同宁景云一起对付那个寡妇，等斗倒她了再来逼走宁景云也不迟。表姐，你真的相信侯爷和他的嫂子有首尾吗？宁氏观察她细微的表情。我自然相信我的丈夫不会背叛我。表姐，其实方才我找茅房时无意经过静兰院，听到了侯爷和大夫人的声音。侯爷说收你待其如珠如宝的女儿是他和大夫人的私生女。不可能，瑶瑶怎么可能是侯爷和长嫂生的？你骗我！表姐，咱们姐妹同心，你不如让我进侯府当侯爷的妾室，我可以替你对付那个贱寡妇。你想当妾？尤静茹向来自视清高，年轻时就说过宁做糟糠妻，不做富贵妾。我为了表姐什么都能做。你有心了，那我的提议，侯爷每月15都会去京郊道观去全家人祈福，这也是他同江氏私会的时日。尤静茹立马便有了打算。每月15，有了。江氏清醒后，老夫人不准人给他披上衣裳，叫他光着身子跪在王夫灵位前反省。你可知错？儿媳在侯府守寡这几年，一直恪守本分，安分守己，不知有何错？春和，既然他不肯承认，那就让他死个明白。春和嬷嬷是老夫人的陪嫁丫鬟，亲眼看着林丽萍长大的。他将一张纸甩在江氏面前。5年前你前往老家养胎生产，宅子里伺候的仆从都是侯爷精挑细选的。接生婆助你生下林书瑶后，就被你和侯爷灭了口。
可你不知，接生婆还有一个女儿，亲口将你和侯爷是如何以寻常夫妻相处的琐事儿写了下来，这些还不够你承认的吗？江氏面色瞬间煞白如纸，是他冤枉我，我回老家只是养病。贱蹄子，你怀林书瑶那个孽种的时候，大公子还没死呢。大公子在外替国征战，九死一生，你却对他的庶弟张腿求欢，不要脸的骚狐狸，丧良心的狗东西！江氏被骂得抬不起头，眼眶赤红，却不肯掉泪。春和嬷嬷扯着他的头发，将他按在林丽萍的牌位前。骚浪贱货，你每回同他的庶弟欢好，大公子都看着你呢，你就不怕他来索命？你装清高倒是一把好手，当年大公子离世，江家要把你接回去改嫁，你死活不肯，去撞墙，说对大公子至死不渝，还装模作样的说要同大公子殉情。哼，你说这话的时候不觉得臊得慌吗？一边对大公子情深不寿，一边又同他的庶弟颠鸾倒凤。江家书香门第，竟除了你这么个学尽了勾栏技巧的女儿，你要去了青楼，头牌非你莫属。要不是侯府脸面重要，我真想扒光你的衣服，让京城百姓看看，他们口口称赞的贞洁烈妇，竟是如今这般的浪荡模样。春和嬷嬷犹不解恨，若不是那妾生子如今是永定侯，是侯府的顶梁柱，他定要把这对奸夫淫妇带去丽萍公子的墓碑前谢罪。他的话像几个巴掌狠狠抽在了江氏脸上。他要索命，就尽管来索呀！我怕他林丽萍吗？他一心只有他的军功，他的战功，可曾记得他家中还有个苦苦等候的妻子啊！他对男女之情有了初步的认知时，便对林丽萍心生爱慕，做梦都想嫁给他。成婚后，林丽萍的确待他很好，可成婚不过半个月，他便要出征。1年到头，他能见到林丽萍的日子加起来不过10日，甚至连疏影出生的时候，他都在战场没回来。他嫁进侯府5、6年，觉得静兰院好空好大，梦里还会梦到林丽萍在战场上被敌人乱箭射死而惊醒，实在是太累了。你偷人还有理了是吧？当初大公子去你家提亲前早就说清了，说他军务繁忙，婚后不能时常陪你，是你说的不介意的啊。咱们永定侯府是绑着你逼着你嫁进来的吗？你和侯爷无媒苟合，倒成了无奈之举。江楚真，我和老夫人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脸皮那么厚，那么能装呢？当初的确是林丽文强迫于他，但他到后边也是情难自抑。林丽萍的死讯传来后，他痛苦又高兴。痛苦的是，他和疏影在永定侯府生存会更为艰难；高兴的是，他不用再为林丽萍迟迟不回家而心惊胆战。只是他一个守寡的女儿，必定会被娘家嫌弃，又不甘心嫁给人当续弦，想要留在永定侯府，只能依附林丽文。春和嬷嬷看着他这副委屈又可怜的模样，气得脑壳发晕，拿过长鞭，一鞭鞭抽在江氏雪白细腻的皮肉上。我叫你偷人，我叫你敢背叛大公子！方才他在祠堂急得团团转，只恨不能帮宁氏一起上去抽林丽文这个白眼狼几鞭子。春和嬷嬷住了手，将江氏扔到老夫人面前。我真恨不得杀了你！他语气里包含的恨意和怨气，令江氏打了个寒战。他知道老夫人是真有本事杀了他。江楚真，我朝2品诰命夫人，你如今的地位是丽萍用自己的命给你挣来的。我根本不在乎什么品级，什么地位。那我便夺了你的管家权，交给芸娘，让你轻而易举的死了，我可不解气。春和，把亲家公请来，看看她一直视为骄傲的好女儿的真面目。不行，母亲不能告诉我父亲呢。他父亲是太师，一直被人夸赞教出了一个忠贞无二的好女儿，父亲也是他最稳固的靠山。若是被父亲知晓，他就完了。你也知道自己不光彩啊，
既然敢做就不敢当吗？现在害怕晚了。说罢再也不理会姜氏的诉求，果断离开。姜氏绝望地趴在地上，发出痛苦的呜咽。母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祖母为何要罚您？他们说您和叔父……住嘴！长辈的事也是你能议论的吗？他看着林疏影，心里那个恨呐！你若是男孩，该有多好！宁氏不仅有2个儿子当靠山，二儿子还如此出息。我当初生下的若是男孩，又怎会被侯府欺凌至此？母亲，姜氏的意识逐渐涣散，瑶瑶，最后昏死在林疏影怀里。老夫人刚出祠堂就看见林书瑶。祖母，瑶瑶好想你，你终于出来走动啦！祖母，你能不能让母亲接我回去呀？我不想待在大伯母院子里了。老夫人平日里也很疼林书瑶，林书瑶有时会去佛堂看她，此时却撇开她的手，神色难看。把二姑娘送到庄子里去，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回侯府。林书瑶完全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躺在地上撒泼打滚，大吵大闹。我不去庄子，我要待在侯府。祖母你讨厌！住口！多余的孽种！林书瑶愣住了，不明白祖母为何这么骂她。不过短短1个月，为何身边的人事物都变了？她不是永定侯府千疼万宠的二姑娘吗？为何如今人人都在嫌弃她？老夫人真要将管家权交于我？宁氏接过侯府库房钥匙，眼里满是惊喜。夫人堪当此重任，帮我多谢老夫人。既然长嫂已经被老夫人禁足，那就吩咐下去，每日只准送她1碗清水和白米饭，好好吊着她的命。林丽文和江楚真皆受了一身伤，侯府的管家权如此轻松便落在了手里，宁氏心中爽快极了。这一开心，又买了3幢宅子，记在他3个孩子名下。夫人，有贵客来了。宁氏快步走向前厅，发现重伤的林丽文和被禁足的姜氏都出来了。此刻正埋首跪在地上，最前方站着个贵气十足的小少年。宁氏心中一惊，连忙跪到林丽文身旁，这定然就是幼弟元烨了。只不过陛下为何莅临永定侯府？林青，朕不过是玩玩，你那么紧张干嘛？快平身。谢主隆恩。林青受伤了，不过是小伤，陛下如此牵挂于臣，还来看望微臣的伤势，微臣真是感激不尽。啥呀？朕就是随口说说，你还当真了？受伤了就找太医，朕又不会瞧病。陛下真是乐衷于找微臣乐子。元烨兴奋地到处张望，没找到自己要找的人后，靠近宁氏问：林夫人，你女儿呢？陛下找圆圆做什么？不会是看上了她，要带回宫里当妃子吧？虽然我圆圆长得是天生丽质单纯可爱，可圆圆还小啊，那妃是万万使不得的呀。陛下，臣父侄女被婆母送到乡下的庄子里去了，如今不在侯府。他听闻老夫人将瑶瑶送走后，急得差点呕血。可惜他被禁足，不能出门找老夫人求情。此次幼弟莅临侯府，他才得以重获自由。虽不知瑶瑶和陛下有何渊源，但我一定要趁此机会将瑶瑶救回来，亲自教导。啊！小神仙昨晚还偷跑到养心殿吃糕点了呢，今日就被送到乡下了。永定侯府怎么能这么对待我的救命恩人？岂有此理！他这一声吓得侯府众人一哆嗦，还不快将人接回来！陛下明鉴。刚想喊人马不停蹄将林书瑶接回来。娘亲，你们怎么都站在门口呀？我就买了根糖葫芦，你们就想我了吗？还不等宁氏开口，林丽文就喝道：陛下面前不准放肆！这丫头真是越无法无天了，见到陛下都不跪，是要让整个侯府给她陪葬吗？陛下，这孩子是界内自作主张收养的，跟侯府并无关系。圆圆这才注意到元烨的存在，众目睽睽之下绕着他走了2圈，将糖葫芦塞到元烨嘴里。林丽文看见，差点当场去世。他这是袭君啊，脑袋还要不要了？
他颤颤巍巍地等着圆叶发火，没想到圆叶接过糖葫芦，津津有味地舔了起来。我说话算话，好吃吧？昨晚圆叶又怀念起了上次吃的糖葫芦的味道。圆圆答应说在去宫里的时候带一串，没想到他自己找上门了。好兄弟一辈子。谁跟你是好兄弟啦？我是女孩子。林丽文尚未明白发生了什么事，见圆圆打了一下圆叶的手背，快要吓死了。大胆！光明正大的细菌，永定侯府完了。林青，你能不要老是打扰朕吗？很烦的。林青，你能不要老是打扰朕吗？很烦的。还有，你刚刚为何说圆圆被送到乡下去了？欺君吗？陛下，臣妇说的是另一位侄女，让陛下误会了，臣妇知错。原本宁氏的女儿便只有瑶瑶一个，圆圆一个粗鄙不堪的野丫头，凭什么能得陛下青睐？姜氏死攥着拳头，对圆圆心生记恨。朕是来谢谢圆圆的，她在机缘巧合之下救了朕的命，朕来送点谢礼。原来是送谢礼呀！不过这孩子怎的到处救人，这次竟救到了陛下头上。林丽文悬着的心也落到了实处。永定侯府的姑娘救陛下，乃是分内之事。陛下亲自送来谢礼，实在让微臣惶恐。永定侯，你一天天的话怎么那么多？方才还说圆圆跟侯府没关系，现在又说她是你们侯府的姑娘，你干脆别当永定侯了，去戏台子表演变脸得了。朕跟圆圆说句话，你能插10句，你怎么那么烦呢？莫不是上次罚得太轻了？微臣知错。叫你多嘴，被骂了吧？圆叶立即讨好似的看向圆圆。小神仙，你不是喜欢吃宫里的糕点吗？朕把御厨给你送来了，以后想吃随时都能吃。哇，好兄弟一辈子。朕听闻你二哥是此次秋闱的亚元，便亲手提了一幅字赐给他。林淑妍走上前来谢礼，仔仔细细辨别了半晌，他和圆圆都呆住了。你画的是什么呀？字呢？这就是朕写的字呀，朕写的是才高八斗啊，这么简单的字儿你都不认识？这也太……还没等他说出口，林淑妍便连忙捂住了他的嘴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你先别说。但是这也太丑了吧，鬼画符都没有那么丑的，打瞌睡的时候写字都能比这好看1000倍，身为皇帝写字怎么能这么丑的？这个字要是让地府的五方鬼帝见了都能吓哭，我小时候尿床尿的都比这个字好看。陛下，圆圆其实想说这个字简直太好看了，陛下的书法刚刚铁画，媚若银钩。圆圆听不懂这句夸赞，只赞同的点点头。亚元说的，朕信。他又赏赐给了圆圆和林淑妍一些金银财宝，才心满意足地离开。林丽文叫住准备离开的宁氏。芸娘，我同意让圆圆的名字上永定侯府的族谱。宁氏回头诧异地看着他，那疑惑的表情仿佛在说，就你。林丽文本不情愿让圆圆这个拥有低贱血统的死丫头上他林家的族谱，可他偏偏走上了狗屎运，结识了幼帝。等我成为圆圆养父后，皇上肯定会看在救命恩情的份上，对永定侯府多加关照，成为大昭权臣指日可待，说不定连摄政王都会被我比下去。让林圆圆一个乡下来的野丫头进我林家族谱，对她来说已经是殊荣了，你难道还不愿意？圆圆本领高超且神秘莫测，说不定是修仙世家出身的孩子，林丽文也配让圆圆上他们家族谱？嘿，大乌龟，我才不要上你们家族谱呢！他的亲生父母还没有找到，才不要认大乌龟当爹。林丽文脸色黑沉，侯府名门贵胄，外头不知道有多少小姑娘做梦都想当侯府千金，她居然不愿意。别怪我没提醒你，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你日后若是后悔，我也不可能再认你当女儿了。咦，谁想当你的女儿呀？自恋狂！哼，给脸不要脸！圆圆这下是真生气了，本来就一直看这个大乌龟不顺眼，说我不要脸，
是你不想要脸了吧？一道响亮且悠扬的鹰鸣声响彻天际，血流满了脸，露出里边鲜红的肉。宁氏吓得连连后退，胆小的看见当场晕厥，姜氏更是吓得动都不敢动。鹰隼将撕扯下来的那块皮肉扔给侯府养的狗，犀利的鹰目扫视过侯府众人，仿佛是圆圆最忠诚的侍卫。乖哦，去一边待着吧。鹰隼立刻乖顺地掠到了侯府的大树上。圆圆，该不会是百兽之王的化身吧？那么乖巧可爱的小孩子，原型到底是狮子还是老虎呀？侯府众人吓得愣住，全然忘记了在地上翻滚哀嚎的林丽文。等回过神儿，才着急忙慌地要找大夫。他们经过圆圆的时候都是绕着走的，生怕那只鹰隼上来抓他们的脸。圆圆却以为是自己被嫌弃了。哼，那我也绕过你们走，我也嫌弃你们。哼，他们不是嫌弃你，是怕你的鹰。可是旺财很可爱的呀，就是有点胖胖的，爪子太长时间没剪了，有点长长的。你叫他旺财？圆圆点点头。林淑妍心想，他父亲惹到圆圆，算是惹到铁板上了。抱歉孩子，娘亲之前答应给你找亲生父母的，但派人查了许久，也没找到任何眉目。没关系呀，我只是不想喊大乌龟叫爹。说完又看向林淑妍。团团哥哥，那个我喊你爹爹是大乌龟，不是说你是小乌龟的意思。这个你其实大可不必解释。他压根就没深思。哎，那个不是有一句话叫做有奶就是娘，有钱就是爹吗？娘亲，你给我喝好好喝的牛乳，你就是我娘亲。然后你那么有钱，所以你也可以当我的爹爹。林淑妍差点被口水呛着。看来有必要替圆圆补课了。自从圆圆来侯府后，林丽文就时常受伤，如今甚至毁了容。他本是京城远近闻名的美男子，可那丫头竟指使那畜生撕下了他脸上的肉。林丽文恨不得将圆圆大卸8块，剁成肉泥。林淑义所住的揽月阁依旧萧条。林淑妍将一个布包放到门口。大哥，我替你找来了许多话本，你若是觉得枯燥，可以解乏。大哥哥，我是圆圆，我还给你放了好多的烤红薯，还有栗子酥。你要是吃不完的话，记得告诉我，我帮你吃。天知道他痛下多么大的决心，才把口粮省出来。大哥哥真的有在听吗？他会不会在里面闷太久，听力都退化了呀？大哥将自己关进院里后，我便时常来给他送画本和小玩意儿，等第2日再来看，送的画本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大哥亲手做的木鸟。大哥爱做木工，也爱看画本，其实他都能听到，只是不愿回应。母亲也会常常来院外同他谈心。我记得2年前，母亲不小心摔了一跤脱臼了，他便来跟大哥说走路不太方便。没多久，大哥的贴身小厮就送了一副大哥亲手做的拐杖来。母亲拄着拐杖哭了很久。林淑妍说着说着，没听见圆圆的回应，一抬眼瞧见小姑娘正对着揽月阁里的柿子树流口水。团团哥哥，那个是什么呀？你就别装了，你会不认识它？秋季正是吃柿子的季节，一口下去满嘴流心儿，甜而不腻。那我能吃吗？大哥不让人进，吃不到。小天道，快来吃我！宝贝柿子们，你们等着啊，我一定想办法来吃你们。与齐子明达成约定的刽子手扮作木匠，在侯府干了几天活儿，终于在当晚找到机会潜入圆圆的元熙院。他在元熙院门口等了片刻，发现一只黑乎乎的团子从后门溜了出来，溜去了侯府最僻静的偏院。哼，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这小姑娘还给他找了一个最方便的行凶点，趁圆圆准备钻狗洞进去时，一把揪住他的后脖颈，拿出刀就要砍断他的脖子。
刚一动手，刽子手就感到失重，腾空而起，一扭头便对上了一双犀利的鹰目。这巨大的鹰隼竟直接将他叼起来了，他手中的圆圆也飘到了空中。放我下去，我的宝贝狮子！刽子手被鹰隼吓得裤子都湿了，恍惚间刺耳的破空声传来，刽子手的脖子竟被一箭射穿，当场毙命。他松开手，圆圆猛地往下坠，鹰隼鸣叫着要去接他，圆圆却稳稳当当落入了一个温暖的怀抱。大哥哥，你好高呀！这时圆圆才瞧见他并没有拿弓，左手食指有擦伤，居然徒手一扔就射穿了那个坏蛋的脖子。只是林书义的腿脚看起来很不方便，他走得很慢，一跛一跛的。大哥哥5年前因冲进火场救人，被烧断的房梁砸断了腿，又因大乌龟故意拖延，原本有希望治好的腿全废了。圆圆惋惜地摇摇头，跟了上去。大哥哥肯定不希望有人扶他，他的自尊心很强的。大哥哥，我能不能是你院子里那个柿子呀？林书义停住，再次看了圆圆一眼，他此时的眼神并没有方才那般疏离淡漠，一点头，圆圆就蹦蹦跳跳地跑到了柿子树旁边。林书义捡起地上的石子，打中了柿子树，柿子树摇晃起来，红彤彤的柿子纷纷往下掉，落到地上成了柿子泥。我的宝贝柿子们，我还没吃，你们就死掉了。我的宝贝柿子。抱歉，我不知道会这样。他只想一次性将果实打下来，没想到会摔烂。我带你去买。真的吗？真的带我去买吗？那我们能不能现在就去？我已经馋了1个晚上了。这棵树会不会重新结柿子了呀？大哥哥，你给我买多少呀？买5筐行吗？好。好呀。好烦，你问题好多。明日此时。大哥哥，你居然嫌我烦，亏得我还能治好你的腿呢。林书义震惊，激动地看向圆圆，偷偷用余光观察他的圆圆，立刻转移视线。5筐柿子。50筐。好。你替一哥说了门亲事，是谁家的姑娘？你可曾问过一哥的意愿？昨日在老夫人那里吃了闭门羹，没能顺利将林书瑶接回来的林丽文神色艳艳。是国子监点接的女儿。董大人虽只是从8品，但他女儿和书义年龄相仿，为人良善贤淑，配书义足够了。凭他是什么人，书义的婚事必得征得书义的意见。林丽文对宁氏屡次反驳他意见这件事很不满。书义已有16，寻常人家的男子在他这个年纪早就成婚了，他不能总这样耗在家里，早点娶媳妇儿，为侯府开枝散叶也好。比他年轻的同僚都已经当上爷爷了，还时常嘲笑他的长子没人看得上，只有国子监典籍主动提出愿意与永定侯府结为姻亲。可宁氏总觉得不对劲儿，婚姻大事不能如此草率，与董家姑娘也好，于书义也好，都该慎之再慎。你有什么不同意的？书义的情况你我都清楚，他这辈子不可能有出息了，娶个媳妇儿进门侍奉他，老有所依不好吗？永定侯府是荒废了吗？需要妻子伺候？这么多的仆才都是摆设吗？总之，我不同意现在给书义定亲。不同意也得同意。宁氏气不打一处来，上回家法还是打轻了。我自己的婚姻落得了这样的下场，万万不能让书义也经受此种遭遇。卖柿子的婆婆会不会回家了呀？林书义跛着脚，默默无言地走着。这是他5年来头一回出门，圆圆特意带他走的很少有人经过的小巷子。我看见卖柿子的小摊啦！圆圆撒腿就跑没影了，生怕老婆婆收摊回家。林书义微微蹙眉，刚想跟上去，就听见2道女子的呼救声：“救命啊！救命啊！”这儿地处偏僻，无人经过，他不能视而不见，于是循着呼救声快步走过去，
竟瞧见满身酒气的醉汉将2位妙龄女子堵在角落。林书义迅速越过去，准确无误地一把捏住醉汉的脖子，瞬间就掐晕了他，准备送去衙门。多谢公子相救。他语气娇媚，容貌艳丽。不知公子可否摘下面具，告知身份，好让小女子改日登门谢过。不用。公子，那位女子却不依不饶地拦在了他面前，含羞带怯。公子，小女子是国子监典籍的嫡女董佩玉，不知公子是哪户人家的勋贵？如此厉害的身手，佩玉此前从未见识过。董佩玉满脸都是未出阁女子的窃喜。这位公子身手不凡，身形优越，那面具后的长相定也是异常的英俊潇洒。若是能和这位公子攀上关系，我就不用嫁给永定侯府那个残废了。林书义觉得他烦，跟他比起来远远可爱多了。他不发一言，绕道而行。董佩玉却急了：公子，佩玉只是想和你交个朋友。他生怕林书义就这么走了，急中生智，趁他不设防，揭下了他脸上的面具。待看清林书义真容的那瞬间，董佩玉脸上喜色化为恐惧。鬼啊！面具还来！你长得那么丑，就不要出来吓人好不好？还故作神秘的戴块面具，真是害人不浅呢！快吓死我了！林书义听了这番话，并没有多少反应，面具也不要了，转身离开。董佩玉却忽然想到什么：你就是永定侯府的世子吧？他早就听闻永定侯府世子是个容貌丑绝的残疾人，性情乖张暴戾，对手下人非打即骂，是永定侯府不敢提起的禁忌。是以父亲给他说清时候，他十分抗拒。可父亲偏偏看上了侯府的富贵，想要一步登天，铁了心的要将她嫁给这个废物世子。任他如何哭闹，父亲都无动于衷。我是国子监典籍的嫡女，正儿八经的官家姑娘，凭什么被这么侮辱？林书义听后脚步微顿，董佩玉见他默认了。我告诉你，我是不可能嫁给你的。父亲尚在老家做官时，她便是出了名的美女。侯府世子名头再大又如何？凭我的长相，便算是摄政王妃也做得。如果你敢让永定侯对我父亲施压，我就直接在出嫁那日吊死在新房里，让你担个克妻的罪名。啊，是你联合着登徒子给我演一出英雄救美的？你就那么饥渴，非要我以身相许嫁给你？虽然你残废了，但身为侯府世子，不至于连个通房都找不到吧？林书义虽习武，但他在国子监上过几年学，听过夫子的谆谆教诲，学过先知礼而后恭敬。但这位董小姐显然不知礼数为何，她轻飘飘地解开醉汉的昏睡穴，扔向董佩玉。就当我先前未曾救你。看到醉汉那副猥琐的表情，他反胃的都快吐了。小人，我不过是说了句实话，你就如此害我，还肖想我能嫁给你，伪君子！悠悠转醒的醉汉见情势不对，对董佩玉起的心思也没了，连忙逃窜离开。喂，天都黑了，我若是再遇到危险，该如何是好？你不应该送我回府吗？喂！林书义完全不理会他。臭八怪，死瘸子！当初那把火怎么就没有烧死你呢？想到要嫁给这种丑八怪，忙前忙后的伺候，他就恨不得一头扎进湖里死了。大哥！走出暗巷的林书义听到圆圆的呼唤，连忙遮住了自己的脸。我买了好多柿子哦，还有一些拿不下。大哥，为什么挡着脸？你不想看到我吗？不是，面具没了。圆圆扯了扯他的衣摆，示意他蹲下。看到扭曲狰狞的伤疤，他表情如常，只是心疼地用手摸了摸。圆圆一点都不怕。大哥哥若是不喜欢这个伤疤，圆圆也可以帮你治好。林书义反应却没有太大起伏。其实比起伤疤，他更想治好腿。战场上刀剑无眼，身上添几道伤疤是常事儿。他倒觉得这样狰狞的疤痕还能震撼到敌军的将领。他之所以戴面具，只是怕吓到旁人。圆圆是头一个不介意他疤痕的人，就连母亲在他的纱布扯下后，也暗自流了好几日的泪。大哥哥，你身上有脂粉的味道，是不是遇到那个姓董的姑娘啦？你认识？当然
然认识了，这个董佩玉不仅害了大哥哥，还害了世子哥哥。那场让大哥哥断腿毁容的大祸就是他放的。董佩玉从小便自命不凡，幼时有位神棍忽悠她是富贵命，将来会嫁入勋爵世家当主母，她深信不疑。几年前同他母亲赴宴时，看上了一表人才的林书义，但他父亲品级太低，够不到侯府的门槛。他居然想出了一条奸计，在林书义路过时偷偷放火，烧了宴会上的一处院子。想着林书义来救他时，他在弄乱两人的衣裳，男女之间必会产生肌肤之亲，林书义就只能娶她了。谁料火越烧越烈，原本大声呼救的他害怕了。放火前，他给自己留了条逃生的通道，也不管循声赶来救人的林书义和困在院子里的丫鬟小厮，直接走那条通道逃跑了。林书义莽撞下冲进火海，带了两人出去，再次折返回去救人时，被烧断的房梁砸了腿，原本俊朗的脸也被烧毁了。什么？林书义受伤了，还烧死2个人，怎么办？要是问责到我身上，就全完了。父亲，女儿想回老家住一段时日，央求父亲连夜将自己送回老家，在老家躲了3年才回京城。你说火是这位董姑娘放的？他听圆圆说后，并没有情绪激动的要去报复，反而相对冷静。是我愚蠢，当时只想着是巧合，并没有去查探，等明日便去报官。事已至此，他的怨言和恨意早在这5年内消磨完了。他并不后悔当时冲进火场救人，能拯救一条生命也是好的，只恨董佩玉如此自私，为了达到目的视人命如草芥。大哥哥，你救人是大恩德，所以我就来拯救你啦。圆圆叉着腰，小表情特别得意。林书义淡淡看了他片刻，面无表情地伸手拿起那筐柿子走人。怎么没反应呢？你不应该夸我厉害吗？一路听着圆圆叽叽喳喳的声音，回到揽月阁。书义，阿辉说你不见了，大晚上的你去哪儿了？娘怕你有要事要办，也不敢派人去找。大哥哥跟我去买柿子啦。没想到书义和圆圆竟会相处得如此融洽，对宁氏来说是意外之喜。小馋虫，林书义5年未和母亲相处，不太自在地让宁氏坐下。宁氏看到他走路，书义，比起先前，你走路好似更流畅了。这个林书义也发觉了，是遇到圆圆之后开始改变的。宁氏高兴，从匣子里拿出一卷画像。你父亲给你选了一门亲事，我本想替你拒绝，可还未问过你的意见。你看这姑娘长相合不合你的心意？品级高低无所谓，若是书义喜欢，董姑娘也愿意，这亲事也还行。林书义看到画像那刻，便狠狠地蹙了眉。怪不得方才闹着说不会嫁进侯府，原是父亲背着他和董家定了亲。你和董姑娘是旧相识，还未等他感叹缘分使然。这个人是个大坏蛋，不能娶她，大哥哥会被他害死的。圆圆，你可是看见了书义的未来？本来董佩玉和大乌龟商量好，婚后在大哥哥饮食里下毒药，结果在成婚的当日，他又让自己的丫鬟在靖王世子哥哥的酒水里下迷药，设计让所有的宾客看到他和世子哥哥躺在一起，然后一下子就成了世子妃。世子哥哥出征后，他还带着一群官兵闯进大哥的揽月阁，敲碎大哥的膝盖骨，然后喊人砍断大哥的双手双腿，丢到狼窝里，害得大哥被野狼咬死了。宁氏听得浑身战栗不已。林立文，又是林立文，书义和书言都是他的亲生儿子，他究竟为何要千方百计地害死他们？难道就因为书义和书言都是我生的，所以不想留着与我的血脉吗？娘亲，不只是因为你，是那个江伯母告诉大乌龟，要是想娶她，就不能留下她跟其他女人生的孩子。所以为了自己这段恶心的关系，连自己的亲生骨肉都能残害，
镇定如林书义，唇色也煞白，五官绷紧。今日听到的所有事都颠覆了他的认知。他与林立文相处的不多，毕竟他还在襁褓时便被祖父亲自抱着到处征战，但每回遇到父亲都会收到父亲赠送的小礼物。在他的印象里，父亲温和有礼，对母亲尊重有加，父母之间的感情也令人艳羡。从此刻开始，慈爱的父亲幻灭成了恶毒的小人，他的所作所为根本不配为人。书义，林立文和江楚真不能放过，那董佩玉是害你变成如今这般模样的罪魁祸首，同样不能轻饶。你好生歇息，报官的事情交给为娘。娘，昨夜有歹人潜入侯府，意图对圆圆不轨，已被我击毙，麻烦娘明日将尸身带去官府一并处理。宁氏吓得急忙去瞧圆圆的情况。娘亲，我可不是面团捏的，普通人伤害不了我。摸遍了全身也没发现伤口，这才松了一口气。有圆圆活蹦乱跳的缓和气氛，宁氏早早的回房就寝，准备养足精气神，明日去大理寺给书义讨回公道。不好了，夫人，门外来了个继子，说要让大公子对他负责呢。书义这些年一直待在侯府，怎会和继子攀上关系？他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呀？谁知道啊？哎呀，侯府这是一天一出戏，出出不重样啊。可我看林家大公子不像那样的人呢。奴家本是丽香楼的清官紫珠，只卖艺不卖身。一郎欣赏奴家的情谊，要了奴家的身子，承诺会替奴家赎身，抬进侯府做姨娘。奴家看他是侯府世子，轻易信了他。可他玩够了，就不再来找奴家了。奴家自知出身卑贱，不敢强求。可前几日，奴家有了身孕，宝儿要将奴家发卖进窑子。一郎啊，一郎，奴家不求你对奴家负责，只求你能保住我们的孩子。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侯府的骨肉啊！放肆！我儿洁身自好，极少出府，你莫要空口白牙地诬陷他。哎，婆婆，儿媳肚子里可有你的孙儿呢，婆婆。呸！夫人如此尊贵，怎成了你这东西的婆婆？一郎爱奴家至深时，承诺绝不辜负奴家，还说要让奴家当侯府的主母。奴家认下这个婆婆，也是一郎首肯的呢。他的说辞有板有眼，若不是宁氏清楚大儿子的秉性，还真就信了大儿子招惹了这个下三滥的货色。这个紫珠姑娘真的好生凄惨呐！喂，那副勾栏的样子，你哪只眼睛看她凄惨了？就知道你遇到这种货色，眼睛都是瞎的。娘子饶命啊！看着都不是什么好东西。见围观的百姓越来越多，宁氏强压着怒气道：“我劝你识相点，快滚，不然现在就押你去见官。”来人呐！看看有权有势的永定侯府是如何欺压奴家这单纯的小女子的。一郎，一郎，你在哪儿啊？你竟如此无情，抛弃妻子，还让你的母亲出面欺辱你的妻子。你要不出来，奴家就一头撞死在这儿。他要撞墙，会真的他吹呢？哎，这种官宦人家最重清白，任他们权势加深，遇上紫珠这种人，也只能自认倒霉了。这继子肯定是专门来侮辱书义的名声的。你跟我进去，慢慢说。奴家不去，这侯府豺狼野豹，但奴家进去肯定就保不住腹中的胎儿了。让一郎出来见奴家。给我打！敢侮辱我儿清白，简直不要命了！你们打！就在他洋洋得意时，一道刺目的寒光闪过，锋利无比的剑尖直接抵在他的小腹。你说腹中有我的孩子，不如我剖出来，看看究竟是谁的。我的个天哪！怎么没人告诉我侯府世子竟然这么吓人？林书义充耳未闻，抬剑在他平坦的小腹上划开一条口子，惧意和痛意接连袭来。我没有怀孕，我真的没有怀孕，也不认识永定侯府的世子，是那个董家姑娘命我来侯府闹的。
没有怀孕，我真的没有怀孕，是那个董家姑娘命我来侯府闹的。大声把你和董佩玉的计谋说给在场所有百姓听。渐渐又离自己近了1寸，紫珠狠狠打了个寒战。董姑娘不愿嫁给林世子，她给了奴家很多银子，说只要奴家毁坏世子的名声，就会给奴家更多银两。夫人是紫珠吃了雄心豹子胆，不该污蔑世子的清白，紫珠知错，求世子饶命。林董两家的婚事8字还没一撇呢，这董佩玉真是蛇蝎心肠。侯府世子若是染上和勾栏妓女私定终身、诛他暗结的污名，舒毅都不必在京城待下去了。这边紫珠还在不断的磕头赔罪，舒毅挺拔的脊背却没有一丝撼动。围观的百姓也恍然大悟，窃窃私语：看吧，我就说这个紫珠绝对不是什么好东西。夫人言之有理。董佩玉原来是这种人，就是不嫁就不嫁，干嘛污人家清白？我早就说那个董家姑娘就不是个东西。长剑挥洒，寒星般刺目的剑芒闪过，直直刺入紫珠的口中，切下了她的舌头。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血腥味儿。看着地上那半截血红的舌头，围观的百姓唏嘘不已。舌头都割了，这林家公子可真够狠辣的呀！日后若是谁敢乱造乱传我儿的谣，就是如此下场。紫珠痛苦地张着嘴，大股大股的血液溢出来。早知世子这么可怕，我就不答应来了。这辈子到头了，可是上个月七公子欠那2两银子还没给呢。娘，麻烦您去报官，我带他去董府。圆圆才睡醒就听见外头有热闹，顿时连夜不洗，头也不梳地跑出来。我也要去，等等我啊！姑娘，紫珠已经在侯府闹开了，许多百姓都跑过去看戏了呢。这婚事儿，奴婢看来是成不了了。父亲只认利益，我的幸福还是要靠自己争取。那紫珠乃是怡红院最下三滥的货色。说起来，林淑仪还要谢谢我，万一我促成了他的一桩好姻缘呢？毕竟除了这种被男人玩烂的东西，就没人看得上林淑仪那种残废了。正得意时，董佩玉听到外头忽远忽近的惊呼声：“谁敢在本姑娘门外吵吵嚷嚷，不想活了？”她气冲冲地打开门，一具重物猛地飞来，砸在了她腿边，竟然是紫珠。董佩玉恍惚间看见紫珠嘴里什么都没有，她的舌头竟然被人割了。紫珠不是去永定侯府了吗？怎么会？这个人乱讲话，被我大哥哥割了舌头。这个人乱讲话，被我大哥哥割了舌头。董家姐姐，你肯定对这个人很熟悉吧？你是谁？董佩玉嘴皮子都在发颤。我不认识这个人，快把他带走！他故作镇定，嘲讽道：“林世子，就因为我不肯嫁进你永定侯府，你就带着青楼女子来恐吓我？”你不是说不认识她吗？那又怎么会知道她是青楼女子呢？你用银子收买她，损害我大哥的声誉，下一个被割舌头的说不定就是你哟。紫珠这么快就将我供出来了吗？贱人！说多错多，董佩玉索性将他们一并赶走。可正在此时，宁氏气势汹汹带着官差赶了过来。看到官差，董佩玉的脸色更加白了几分。官差对宁氏十分恭敬，这永定侯夫人可不比以往，如今是郑国公夫人亲任的义女，半个京城的经济命脉都掌握在她手里。她小儿子又是京城最年轻的举人，前途无量。大儿子虽然成了残废，但也是陛下亲封的侯府世子。永定侯夫人状告你买凶诬林世子清白，更是5年前春日宴走水案的真凶。董姑娘，辛苦跟我们走一趟吧。董佩玉听到前半句话时还算冷静，到后半句时完全失了分寸。5年前的事情不是都过去了吗？明明一直相安无事，大理寺为何要翻案？我不去！你们污蔑我！我不过是不想嫁给林淑仪这个残废，我有什么错？官差可不听他撒泼耍赖，扯着他就走。解决了心腹大患，回府才刚歇息，林立文气急败坏地找了过来。余娘，
你是存心毁掉淑仪的婚事，董姑娘罪不至下大狱吧？他董佩玉的污蔑淑仪和继子有染了，妾身为何不能报官？妾身倒是想问问侯爷存的什么心，替淑仪定下如此心狠手辣的姑娘。这些都是那继子一面之词。董姑娘长于深闺，简单纯粹，怎会不顾自己清白和继子交易？林丽文苦口婆心地劝说。董姑娘下狱后，董大人和董夫人整日以泪洗面。芸娘，你也是做母亲的，想想若是咱们的瑶瑶在肮脏杂乱的牢狱里待上几日，心都该碎了。难不成你真想让淑仪一辈子娶不到媳妇儿，狠心让她孤独终老吗？咱们的瑶瑶，这话让宁氏火气更盛。董姑娘到底是不是清白的，自有大理寺决断。若不是她，淑仪也不会落得残疾的下场。侯爷比妾身更加狠心，竟允许纵火犯嫁入侯府。面对他的质疑，林丽文眼神飘忽，闪烁其词。5年前那场大火只不过是意外，怎会和董姑娘扯上关系呢？你不能凭空污蔑人家清白啊！看他这心虚的模样，宁氏心里犯嘀咕：难道那场大火跟林丽文也有关系？反正我就觉得董姑娘挺好的，淑仪能娶到她是她的福气。等董姑娘从狱中出来，你便和我上董府赔罪，免得心寒了这好姑娘。侯府也许久未曾有喜事了。喜事？宁氏冷笑出声：那我便送你一桩喜事。夫人，江氏的丫鬟方才来过了，想要领几条被褥回去，奴婢给拒绝了。跟小叔子偷情的贱妇，哪来的脸盖厚被子？宁氏笑了笑，自他长家后有意苛待江氏，他再如何自视清高，如今也受不住了吧？竟然亲自吩咐身边的丫鬟来要被褥，他不肯给。凉风瑟瑟，他夜晚睡觉时都会冷醒。宁氏的丫鬟说没有，要咱们自个儿去买。怎么可能会没有？江氏身上的鞭伤一直都未好，动一动都浑身疼。他经营的私产，一日的入账都能买几千条棉被，怎么可能会没有？江氏越说越情急，咳嗽个不停。夫人，要不咱们去买几条棉褥子吧？我倒是想买，可我哪来的银子呢？我的嫁妆全给疏影和瑶瑶置办了首饰，如今存放在侯府的库房里。我家中兄弟又是没出息的，在外头输了银两总是来找我借，我能傍身的余钱早就没有了。先前宁氏同他交好的时候倒是送过他一些首饰，可他向来不稀罕宁氏的东西，随手赏赐给了丫鬟小厮，如今想要回来都没法子，冻得又是一抖，扯到了身上的伤口，江氏的眼泪都要渗出来了。要不咱们去求求太师和夫人，怎么说你也是他们的女儿，如今处境艰难，应该不会冷眼相待吧？不许去！父亲得知他的事情后，自觉无颜面对侯府老夫人和先侯爷，当场和他断绝了关系。我虽落魄，可不会沦落到乞讨的地步。不是父亲不认我，而是我不要他这个父亲了。吃饭了！丫鬟骂骂咧咧地端进来，看清里头的饭菜后，脸顿时就垮了。夫人，还是一碗白米饭加清水，没有荤就算了，连根青菜叶子都不给，每日就只给1碗米饭果腹，真是太过分了。见江氏拿起筷子慢条斯理挑着米饭吃，丫鬟心里看得只泛酸水。奴婢去求宁氏，您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回来，不准求人！我乃太师嫡女，清风霁月，我宁愿饿死，冻死在这儿，也不会向他宁氏那等商女低头。丫鬟都对江氏无奈了，都到这种地步了，不知她还坚持个什么劲儿？大姑娘偷摸送来的银钱不肯要，非要我还回去。明明跟厨房的嬷嬷说几句好话就能吃上肉，她每回都给嬷嬷冷脸看。清高能当饭吃吗？若真那么清高，又干嘛跟侯爷无媒苟合呢？不过这话她只敢烂在肚子里。大夫人，侯爷让奴才给您送些银子过来，您拿着置办些棉被，这天儿越发冷了。丫鬟面上一喜，急切地询问江氏的意见。江氏听到是林丽文送来的，半晌后微微颔首，果然还是侯爷对夫人最好，一直念着夫人。江氏恋恋不舍地摸索着那只钱袋子，却在里边发现了一张纸条。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真儿，下元日故处相见。江氏将纸条收入手心里，眼眶微红。你说董佩玉无罪释放了，那董佩玉的丫鬟担下了全部罪责，说5年前的火是她放的，紫竹也是她收买的。她说因为她嫉妒自家小姐，不想让小姐成功嫁入永定侯府。大理寺判了那丫鬟绞刑，董佩玉倒是安然无恙地出了大狱。董家竟让丫鬟替她顶罪，难道董佩玉如此轻松便逃脱了责罚吗？不会，不如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糖糖哥哥说得对。圆圆将嘴里的糕点咽下去。董佩玉怎么对大哥的，咱们就怎么对他。秋意盎然，尚书令家的姑娘办了回秋日宴，邀请诸位名门闺秀赴宴欣赏她种的圆锥绣球。董佩玉的父亲是从八品，但也收到了请帖。他在牢里受了几日苦，原本鲜嫩的脸蛋儿都憔悴了。此前下大狱的事情，定是传遍了京城闺女圈，这次一定要把场子给找回来。切，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官家姑娘，和青楼女子做交易也不嫌掉价，竟敢公然赴宴。就是，亏得她还自称是京城第一美女，哪有美女敢纵火行凶的？不是说这些事儿是她丫鬟做的，和她没关系吗？这你也信呢？董府的丫鬟哪来的胆子污蔑永定侯世子的清白？脑袋不想要了，用脚丫子想都知道，他是给主子顶罪的。这人心思太过阴毒，还是离他远些比较好。侯府的亲事都看不上，莫非以为自己能当皇后啊？他的年纪给陛下当奶娘还差不多呢。各位姐姐何时也跟寻常农妇一样，喜欢嚼舌根了？一群长舌妇，小心嫁不出去没人要。那也总比你同勾栏混混迹要好。今日这么浓妆艳抹，就是跟他学的吧？董佩玉气得眼睛都红了，恨不得一巴掌甩在他脸上。可这人父兄都在朝中当官，且比自己父亲品级高，他不能再惹事儿了。父亲救他出狱费了好大的力气，再来这么一遭会直接放弃他的。他用了极大的力气才将怒意压下去。父亲品级高有什么用？不还是没我漂亮？和董佩玉只靠长相，也同样能寻得如意郎君。听闻尚书令家的公子仪表人才，仪表堂堂，嫁给他当正妻也是不错的主意。疏影，你可算来了，我等你好久了。慕容姑娘和林疏影是手帕交，无话不谈。林疏影因母亲谣言的事郁结于心，日日萎靡不振。她便特意办了这场秋日宴，让她散散心。董佩玉看着不着粉黛的林疏影，满心都是记恨。她和林疏影并称为京城的红白玫瑰，她长相张扬美艳，而林疏影素静典雅。但因着林疏影是永定侯府的嫡出姑娘，又有个当太师的外祖，施仪总在身世上压自己一头。神奇什么？还不是17岁都嫁不出去的老姑娘，有个残废堂弟拖累，也嫁不了什么好人家。林姐姐，好久没见着你了。听闻你近日因你母亲和小叔子苟合的谣言而忧心，妹妹觉得肯定是假的。你母亲可是贞洁烈妇，知书达理，怎么可能做出这种荡妇行径呢？她故意拔高声音，让在场所有的人都能听到。林疏影苍白的脸一阵青一阵白，急于先走。她原本是不信母亲与叔父有私情的，可看到祖母和外祖母的反应，她大致猜到了。她本不愿出府见人，可抗拒不了闺中密友的好意。你觉得是假的，那闭嘴呗，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圆圆举着鸡腿，唇边是亮晶晶的油水。此次林疏影出门，她主动提出陪同，还说要当大姐姐的小护卫。林姐姐，妹妹没记错的话，这不是你堂妹吧？难不成又冒出来一个你母亲和叔父的私生女？林疏影瞬间面无血色，她这几日才想明白，为何母亲待瑶瑶比自己好上许多。瑶瑶在她这里看上的首饰，母亲都要她亲手奉上。上回她不小心撞到瑶瑶，害瑶瑶跌倒，母亲就用竹板打了她20下手心，皮都破了。原是因为瑶瑶也是她的亲生女儿。
圆圆随手一扔，把吃剩的鸡骨头扔过去，砸中了董佩玉花大价钱买的绣罗裙。哎呀，我的鸡腿！信不信我剁了你的手？尚书令家的慕容姑娘差点笑出声。董姑娘，圆圆可是靖王妃看中的贵客。听到靖王妃，董佩玉便熄火了。靖王世子也是我看中的夫婿之一呢，日后很有可能和靖王妃当婆媳，现在可不能得罪。麻烦慕容姑娘让我去后院换件衣裳。待她走后，慕容姑娘安慰林疏影，她这人就是没见识，眼高手低，没必要和蠢货过多计较。林疏影满腹心事，略微笑了笑。圆圆，咱们还是先回府吧。林疏影侧目一看，哪儿还有圆圆的影子，早就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我的衣裳现在还有一股荤腥味儿，等我成为世子妃，就杀了你们，让你们生不如死。董佩玉气冲冲地走到给客人准备的厢房，脱了衣裳准备沐浴，催眠了等候在外的丫鬟。圆圆很轻松地溜进房间。嘿呦嘿呦，叫你欺负我大哥，看你待会儿怎么丢脸。正在沐浴的董佩玉浑然不觉外头发生的事儿。嘻嘻嘻，你马上就要倒霉啦！他听到董佩玉起身的动静，忙离开了屋子，哼哧哼哧准备跑回去找林疏影，却看见了个熟悉的身影。齐子明做出一副谦逊的表情，正和尚书令家的公子相谈甚欢。真晦气，一下碰见两个讨厌的家伙，大姐姐碰见这个伪君子又该恋爱脑了。哎，把伪君子和自恋狂凑一对儿不就好了吗？既救了大姐姐，还救了大哥哥，一箭双雕。我可真是个天才。尚书令家的公子带齐子明去了秋日宴，看到齐子明的瞬间，蔫儿哒哒的林疏影仿佛立马就活过来了。齐公子，岂料他才靠近齐子明，齐子明便移开了视线，林疏影脸上的光彩瞬间消失了。妹妹，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寸草记著作者，你看他是不是仪表堂堂，才华横溢啊？慕容姑娘，听闻林疏影的母亲和永定侯苟合，已和太师府断绝来往了。如今永定侯府大房被老夫人厌弃，又没有母家的帮衬，林疏影对他的仕途已经没有多少助力了。他和母亲合计起了退婚的心思。尚书令家的姑娘是他的书迷，若是有尚书令当他的岳父，岂料慕容姑娘看都没看齐子明一眼。哥哥，这是疏影的未婚夫，你介绍给我干嘛？穷酸破了户，他和疏影定亲，简直是癞蛤蟆配天鹅。也不知道这样的人是怎么写出寸草记的。啊，对，是我糊涂了。齐兄只说想见见书迷，我根本没想那么深。林姑娘真是对不住。林疏影失神般摇摇头，她方才明明看见了齐子明眼中的讨好之意。各位姐姐，不好意思，佩玉来晚了。董佩玉远远的便瞧见尚书令家的公子娇俏着走过来，故意将脚一扭，便要摔倒在慕容公子身上，远远指尖溢出一丝灵力，让董佩玉身形一歪，摔在了齐子明怀里。董佩玉见自己弄错了人，连忙推开，嫌弃地拍了拍自己的衣裳，却清晰明了地看见了他眼中的惊艳之意。董佩玉心中冷笑，穿得那么穷酸，也敢看上本姑娘。慕容姑娘忍不住了，董佩玉，你走路眼瞎就趁早回府，你往谁身上倒呢？这可是疏影的未婚夫啊！这董佩玉也忒不要脸了，见个男人就跟丢了魂似的，大辈子没见过男人呢。原来是林疏影的未婚夫婿。早就听闻这永定侯府未来姑爷家道中落，穷困潦倒，住处简陋，却还在京中混得风生水起。会写书有何用？家世强盛才是硬道理。也就林疏影这个缺心眼儿，始终抓着他不放。我可瞧不起这种人。哎，完犊子啦！自恋狂不喜欢伪君子呢。看我的，看我的！慕容公子，你看那只鱼儿好漂亮呀！话音才落，人群里窜出了个乞丐，猛地抱住了董佩玉。佩玉，我好想你！众人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出吓得四散开来。当徒子，快放开我！我不认识你！
佩玉，你和我好的时候说要一生一世一双人，现在怎么就说不认识我了呀？你还说要给我生孩子，不记得了吗？滚呐！你究竟在说什么？我真的不认得你啊！救命啊！乞丐身上的恶臭熏得董佩玉差点呕出来。她一个未出阁的清白女子，竟当众被这肮脏的东西轻薄污蔑，这辈子是找不到好人家了。董佩玉一阵绝望，眼间涌出2行清泪。别哭啊，佩玉。我立马就上门跟岳父大人提亲，让他成全咱俩。注意到周围人或嫌弃或嘲讽的视线，董佩玉死的心都有了。你快放开我，不然我爹不会放过你的。寂静间，慕容姑娘立刻吩咐道：“还不快上去，把这登徒子抓走！”尚书府的家丁连忙将乞丐拖下去。但凡有点名头的，都不会让被乞丐碰过的姑娘进门。圆圆一点也不觉得她可怜，不过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罢了。在众多奚落的目光中，董佩玉一沉，直接跳下了水池。名声毁了，他的命妇梦也碎了，如此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见庄经没有一个人下水救人。圆圆趁着混乱挤进人群，抬起一脚将冷眼旁观的齐子明踹了下去。齐子明擅长浮水，可他不敢同脏了清白的董佩玉扯上关系，本想自己游上来。突然圆圆眼睛一眯，齐子明突然中蛊一般，觉得落水的董佩玉非常可怜，游过去抱住了将快窒息的董佩玉。董佩玉的衣裙却突地散开，赤条条的身体和齐子明紧紧相贴。齐子明的呼吸变得滚烫，将他抱回岸上后，情难自抑地嘴对嘴助他呼吸。嘿嘿，真是天作之合。林疏影看着两人，眼前一黑，差点晕过去。他的未婚夫婿竟然当着他的面同其他女子肌肤相亲，林疏影茫然失措，不知作何反应。慕容姑娘直接将他带离了现场。大姐姐，你不要怪圆圆呐，长痛不如短痛，总比跟渣男绑定一辈子好呀。看不出来这董姑娘还挺有料的，娶回去当侍妾也不错。经过齐子明的一番急救，浑身湿透的董佩玉终于呛出几口水，呼吸慢慢恢复。他衣衫半退的模样，在场诸位看得一清二楚。得了吧，他刚才和齐兄贴那么近，齐兄不娶，怕是没人敢娶了。可齐兄不是和永定侯府的大姑娘有婚约吗？一起娶回家，享齐人之福呗。真是便宜了他，能一口气娶到京城的红白玫瑰。举办秋日宴的主人离席，尚书令家的慕容公子尴尬地解释道：齐兄真是泽泽君子，赤子之心，幸好董姑娘已无大碍，还是赶紧送她回府吧。待尚书令家的仆从送董佩玉离开后，慕容公子才凑过来小声提醒齐子明：快去瞧瞧你的未婚妻吧，刚刚那出实在是太过了。连他看了都无语至极，林疏影这会子估计都要憋屈死了。齐子明虽已经起了退婚的心思，但他还需要永定侯府的帮衬过日子。若是现在就同林疏影闹掰，对他来说毫无益处。告别慕容公子后，就去寻林疏影。那个齐子明究竟有没有把你放在眼里？身上有婚约，还在大庭广众之下同其他女子接触，这不是公然打你的脸吗？他或许是为了救人，一时情急。你骗得了我，骗得了自己吗？疏影，你该认清这齐子明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好了。林疏影只是沉默。或许齐子明早就不是那个在我幼年游玩时险些掉进捕兽洞里，拼命抓住我的手背着我走回家的小少年了。他心乱如麻，不愿再想。阿离可曾找到我妹妹了？方才丫鬟来报道说找到了。疏影，你妹妹可真厉害，把我给客人准备的枣泥糕全吃完了啊！那些枣泥糕多少钱呢？我还给你。早晓得圆圆贪吃，可没想到她竟这么能吃。哎，不用，圆圆该回家了。哎，东家。林疏影吓了一跳，生怕那乞丐又做出荒唐行径。大姐姐，你不要害怕，他是来领工钱的。圆圆又掏出一锭银子给了乞丐。你刚刚做的真棒，这是奖励给你的哟。嘿，谢东家，以后还有啥事再来找我啊。
方才董姑娘是你设计的？她还以为只是意外。董佩玉害我大哥名声受损，这样就扯平啦。林淑颖也听闻了那继子污蔑林淑义的事儿，也暗自为自家堂弟鸣不平。妍妍做得对。转身却看到了齐子明，他不知道在他们身后站了多久，只见他满脸煞黑地走过来，怒视圆圆。小小年纪想出那么歹毒的计策，如今只是害人，将来怕不是要杀人。齐公子慎言。林淑颖虽心悦齐子明，但也将家人看得极重。齐公子慎言。你已经替他说话，你知不知道他毁了董姑娘的一辈子？大姐姐，这个叔叔好可怕，他不会是要打圆圆吧？别怕，你是我妹妹，我绝不会让旁人欺负了你去。我妹妹不过是做了和董姑娘相同的事情罢了。齐子明用看陌生人的眼神看着林淑颖。你何时变得如此不通人情，冷血自私了？同样身为女子，你难道不晓得清白有多重要？便算是林世子的事情同董姑娘有关，可他毕竟是男子，他还能娶妻生子，董姑娘却再也嫁不出去了。这个齐公子好替董姑娘着想啊。大姐姐，你说他们是不是特别般配呀？怎么哪儿都有这个野丫头？之前的刽子手不但没有弄死她，反而还死了。这野丫头哪来这么大的本领？你给我闭嘴！怎么就没人了？不是还有齐公子你想娶董姑娘吗？在齐子明的怒火中，林淑颖的态度显得格外冷静。那她的身子都被你看光了，非你不嫁了。你怎么说得出如此冷血无情的话？明明和我有婚约的是你，亏我还敢来对你解释，你竟如此揣度我。虽然他的确很喜欢董佩玉的长相，可论家世，到底还是林淑颖更胜一筹。原来齐公子还记得呀，那正好将这门婚事退了，便可以成全你们了。大姐姐终于认清这油腻怪的真面目了。退婚，赶紧退婚！齐子明呆住了。你可知你在说什么？他和林淑颖从7岁定亲至今近10年，他想过无数次退婚，可提出退婚的竟是林淑颖。林淑颖爱他至深，怎会舍得和他退婚？我无比清楚我在说什么。永定侯府要和你齐家退亲，侯府一直将齐子明当作自己人，处处替他打点，可他却帮着外人说话，问罪于圆圆。见林淑颖异常坚决，齐子明心中微慌。你犯了错，我身为你的未婚夫婿，还不能说了。淑颖，别讲气话。我很理智。我们彼此都太过冲动，你还是先冷静几日吧。我怕再说下去你会后悔。我过段时日再来看你，你照顾好自己。冷他几日，他便会清醒。齐子明转身便走，圆圆目瞪口呆。齐子明还能再不要脸一些吗？大姐姐明明那么认真地和他说退婚，他还说大姐姐不清醒。他当自己是浮云楼的烤鸭吗？那么香，那么受欢迎。林淑颖绞紧了手帕，她为这桩婚事耽误了自己大好年华，不会再执迷不悟了。我现在便去求母亲出面和齐家退婚。我不同意。江氏听后几乎是毫不犹豫就拒绝了林淑颖。这门婚事是你父亲在时定下的，无论如何都不能退婚。可我和齐公子还未成婚，他就同其他女子举止亲密，母亲，你要女儿如何受得了这种委屈？齐公子是为了救人，你该体谅。齐家落败了，永定侯府便急着同他们退亲，这不是见利忘义吗？母亲，女儿求您了，女儿不想嫁给齐子明。为何母亲从来都不为我考虑？今日在秋日宴上失了脸面，母亲也不曾安慰。你这些年学的女德女戒呢？哪有女子求着和夫家退亲的？你是要丢光我的脸吗？咦，还脸面呢？大姐姐的脸早都被你丢光了。
你说的女德是光屁屁羞羞脸的意思吗？那天就是因为你跟爹爹太讲女德了，大姐姐才被人家欺负的。姜氏被小贝如此指责，脸都涨红了。住口！谁给你的胆子议论长辈？你是我哪门子长辈呀？圆圆把林疏影扶起来。我才没有你这样的长辈。就是大姑娘有您这种不守妇道的母亲，真凄惨。姜氏气得一口气上不来，往后仰倒晕了过去。他死不了，大姐姐别急。真是个畜生！吩咐下去，断了给齐家的救济金。他们以为永定侯府的人都死了吗？你母亲不肯给你退，叔母替你做主，咱们不受这个委屈。不委屈。此时屋内只有他们三人在。圆圆便将生死簿中记载的未来说给了林疏影听，就是你嫁到齐家，任劳任怨7、8年，齐子明当官期间有了外室，和私生子不说，还不肯同你和离。你假死脱身以后，他找了许多和你相似的替身，生了好多孩子。那个京城百姓还称赞他不忘亡妻，情义深重呢。然后你脱身没2年，齐子明又找到了你，把你囚禁起来，看他跟其他女子睡觉觉，使劲折磨你，还强迫你给他生孩子，然后还用你刚生下来的孩子入药，给他的爱妾治病，硬生生把你折磨疯了，再也离不开他。林疏影听得浑身颤抖，这也太恐怖了！齐子明完完全全就是个疯子啊！他如今想到齐子明便害怕，可我母亲不同意退亲，总会有办法的。怎的还没把药买回来呢？他不敢告诉母亲是侯府不再给银子了。药馆关门了，我明日就去买。他拧干帕子，给齐母擦嘴边溢出的口水。你是个读书人，为了照顾娘，还要干这些脏活累活，还是听娘的，别等了，赶紧去永定侯府提亲，把淑英娶回来，由她照顾家里，你也好安心读书呢。孩儿如今一事无成，不敢耽误淑英。嗨，这有什么好耽误的？她淑颖一个没了爹的姑娘，又不会嫌弃咱们，而且你那么会读书，将来3元及第，让她当状元夫人，还是抬举了她呢。若是母亲知晓林疏影要同她退婚，该难过了。齐子明敷衍一番后放下帕子，刚出门便看到院里站了个人。齐公子，小的是国子监典籍家的小厮，我家大人请您上门商量和我们家姑娘的婚事。齐子明犹豫再三，还是去了董府。多亏齐公子在秋日宴上救了小女，不过是举手之劳，董大人不必言谢。董大人越看齐子明越喜欢，虽然没有侯府世子的背景那么强大，但也是前途无量，不可小觑。所幸他女儿的名声已经毁了，能嫁给齐子明对董家来说是目前最好的选择。求齐公子娶了我家女儿，佩玉已经失了清白，若是齐公子不肯娶，他就只能削了头发出家当姑子了。齐子明故作为难道：不是在下不愿帮，只是和侯府大姑娘有婚约在身，不能违背誓言。我这个当父亲的别无所求，只想女儿能找个清白人家。若是齐公子愿意，小女可以做妾。他一介无权无势的穷酸书生，竟能让国子监典籍亲自求他娶自家姑娘，看来董佩玉的声誉是彻底毁了。想到此处，齐子明的腰杆也挺直了些。这个只怕会委屈董姑娘。不委屈，能嫁给齐公子是小女的福分。见齐子明仍是迟疑，我官职虽小，但可以助齐公子一臂之力，将公子举荐进国子监求学。进国子监，齐子明的眼睛立刻亮了。皇室官员子弟，以及从各处府州县生源中挑出来的优秀贡生和纳捐生，
才能进入国子监学习。他先前屡次暗示林疏影，邀他求永定侯帮他写封举荐信，可永定侯压根儿没放在心上。董大人是国子监典籍，行事自然方便。要知道，连那个所谓的大招最年轻举人林淑妍都未曾在国子监就学，他进去后定能结识到更多官员子弟，对未来仕途大有裨益。董大人放心，在下今后一定照顾好佩玉，不会让她受委屈。贤婿迫不及待便要交换庚帖，当即定下了亲。说到聘金和聘礼时，齐子明有些犯难。这个家中暂且拿不出银两，家母还卧病在床。不过岳父大人放心，小婿从今日开始便去做工赚钱，等下了工再刻苦学习。我都说到这种地步了，董大人应该免了聘礼和聘金，再借给我一些银两了吧？董大人却一副心中甚慰的模样。贤婿如此有上进心，佩玉能许配给你，为父实在是放心啊。齐子明等不到自己想要的回答，只得不情不愿地告别董大人，满脸的笑容也在转身后消失不见。我肯要乞丐玷污了身子的董佩玉已经是大发慈悲了，董大人居然还装作听不懂的模样，一家子不要脸的玩意儿。父亲，董大人因着董佩玉的事情操心过度，在面对妾室生的长女时也没个好脸。去哄哄你妹妹，她近日心情不好，莫惹恼了她。董婉瑜身形微顿，双手都在发颤，又不敢违抗父亲的命令，只得去了董佩玉的院子。董佩玉衣衫不整地坐在榻边，满屋子都是狼藉。听说父亲要把她嫁给齐子明后，又发了一次疯。见到董婉瑜进来，抄起手边的茶杯就扔了过去，打翻了她的帷帽，露出伤痕累累的一张脸。董佩玉心头堵着的那口郁结之气消了好多。小蹄子，你丈夫又打你了。董婉瑜垂手不敢吭声。窝囊废，快过来给我揉揉腿，酸死了。姐姐，你区区一介庶女，嫁给正六品官员的儿子当正妻，可真是高攀。别这么没情趣，应该学着青楼妓子，讨好丈夫，也不会日日挨打呀。董婉瑜只是一个劲儿地替他捏腿，董佩玉一脚把他踹开。无趣的废物，按照惯例，你是不是忘了要同我说什么？董婉瑜跪下，忙不迭朝董佩玉磕头。谢谢妹妹送我一桩好姻缘。她如今的丈夫原本看上的是长相美艳的董佩玉，董佩玉瞧不上，便将董婉瑜骗到客栈，给他们俩下了药。董婉瑜失了清白，只好嫁过去。她丈夫以为是她故意破坏了自己和董佩玉的姻缘，为了发泄心中的不满，经常对她拳打脚踢。她2次有孕都被丈夫打小产了，日日遭受非人的折磨。刚开始她逃回家求父亲救她，父亲却忙不迭把她送了回去。她屡次自戕都会被婆家发现，随即遭遇更深程度的殴打。到今日，她已然成了行尸走肉。不诚心，你是不是在心里嘲笑我？你自小就被我当奴隶使唤，到头来你是官员子弟正妻，我反而要嫁给穷秀才当妾，你很得意呀？啊，我不敢说谎，要我当妾做梦，我就是拼了命也要当上尊贵无比的朝廷命妇。圆圆，你不能光吃肉，也该吃点蔬菜才行。林淑妍看着日渐圆润的妹妹有些发愁，虽然小孩子白白胖胖很可爱，但太胖也会诱发各种疾病。那等我把这个鸡腿吃完，再吃2盘清蒸红烧芦笋吧。你每天吃那么多，肚子不会撑得难受吗？他好奇这个问题许久了。不会啊，他的肠胃同凡人不一样，好不容易来趟凡间，那不得好好吃啊。团团哥哥，那有死人！林淑妍稍稍蹙眉，让车夫停车，推了下圆圆，你下去瞧瞧，怕不是生病了。啊，可我还是个小朋友呢。这儿要不是闹事，我就亲自下去瞧了。
团团哥哥这怕见人的毛病啥时候能好呀？哎呦！小姑娘跳下车，揪着地上那人的后脖颈，把他带上了马车。林淑妍自中了寒食散后，便开始学习医术。她诊脉后松了一口气，这位公子是饿晕了，衣衫褴褛，嘴唇干枯起皮，应该是很久没有吃东西了。林淑妍思忖片刻，从圆圆怀里掏出几块糕点。那是我从小皇帝嘴里抢下来的口粮，我自己都舍不得吃呢。团团哥哥大坏蛋！得了吧，我还不知道你吗？说是舍不得，最多忍2炷香便会吃完。许是圆圆的哭声太大，那位饿过去的公子悠悠转醒，恍惚地盯着兄妹二人看。在下李承熙，多谢2位救命之恩。说着肚子还咕咕起来，圆圆的眼泪说没就没，不情愿地把藏起来的烧鸡和红豆饼、烤红薯以及10几块糕点全都给了他。李承熙感激涕零，捧着烧鸡就开始啃，吃着吃着还忍不住哭了起来。在下出生以来头一回吃这么好吃的东西。林淑妍觉得这名字挺耳熟，敢问仁兄，可是此次秋闱的解元？他考上举人后，宁氏便给他请了位学识渊博的学者来教导。老师说到李承熙，便夸赞个不停，说他所做的文章行云流水，妙不可言，极有可能3元及第。恩人，你认识我？当然认识啦，你是第1名，我哥哥是第2名。原来恩人就是传闻中的惊声天才林淑妍。真是久违了。嘴里的鸡肉差点喷到兄妹俩脸上，圆圆赶忙躲到林淑妍身后。你慢点吃，不要这样狼狗吞咽的。那叫狼吞虎咽。林淑妍头疼地捂住脸，给圆圆补习功课要提上日程了。李承熙专心地吃东西，那模样仿佛好几年没吃过饭似的。团团哥哥，我发现这个人身旺财弱，八字特别穷。林淑妍有些疑惑。就是说他不仅能影响周边的人赚不到钱，就连他自己不管做什么生意都亏本，穷得叮当响。林淑妍大惊，这也太惨了。2位其实可以大点声说的，你们这样我还是能听见。这位小恩人说的不错，自我出生后家里越来越穷，父母为了维持生计选择去东瀛做生意，结果死在了海上。祖母日夜乞讨将我养大，我无以为报，只能读书。祖母用攒下来的银子做了点小生意，却赔得血本无归。自那以后，祖母便患了重病，亲戚们都怕我这个穷酸命，不敢接济。祖母死后，我甚至都没钱买口棺材。我是边乞讨边来的京城。林淑妍听得心酸不已，拍了拍他的肩膀。你们是怎么驾的车啊？把我老头子的腿都撞到了，好痛啊！我老头子那如此倒霉，快赔我100两的真金，不然我就去报官。碰瓷儿啊！这八字穷命还真是名不虚传。老伯伯，你摔到哪里啦？我帮你揉揉啊。指尖轻轻一转，那老头躺着的地上瞬间似烈火烧烤一般，仿佛再躺1秒身上都要被烤焦。老头连忙跳起来，连滚带爬地逃离了现场。看我多厉害，一下就给你治好啦。看着老头远去的背影，李承熙内疚的脑袋都要低到地上去了。在下还是离开吧，我不能拖累2位恩人。别急，你不是没钱住客栈吗？你可以跟我们回去住呀。圆圆真是心善，只是别怕，咱们把他带回侯府，偷偷喂给小鲤鱼吃。那下次考试的第1名就是团团哥哥了。林淑妍无语。大恩不言谢，在下先走了。逗你的啦，小鲤鱼才不想吃你呢。可你的表情看上去很认真呢。我还没有考取功名，告慰父母家人，不想那么早死啊。
任他如何哭爹喊娘的拒绝，圆圆都不为所动，把他拖进了侯府。在书房敲算盘记账的宁氏听到外头忽然传来杀猪似的哭嚎，舒颜和圆圆不是出门买吃的了吗？这是发生什么事了？圆圆，别调皮了，快点将这位公子放了。那么大的人胆子比针尖都小。好险好险，我还以为自己要被拖到屠宰场杀了吃呢。母亲，这位是此次秋闱的解元程熙兄，他饿倒在路边，没钱住客栈，我们便将他带回来了。原来是解元，知下去给程熙公子收拾客房。春闱前，公子大可一直住在侯府。舒颜本就没什么好友来往，这回结交的还是极有可能3元及第的同案，住在一处屋檐下，一道进去多好。多谢夫人收留，只是在下八字财穷，唯恐拖累了侯府。因着有他在，老家的村子已经10几年被官府选为贫困村了，村民如何做生意都会亏本，最后还是村长出面让他离开，才有了些许改善。他不能以怨报德，害得夫人一家也破财。就留下来吧，就留下来吧，我娘亲那可是财神下凡，天生富贵命，你那点八字影响不到他，不然我是疯了吗？拖你回来。李承熙闻言热泪盈眶。原来圆圆姑娘，你方才恐吓在下，是怕在下不好意思借住侯府，故意为之，在下汗颜，竟误会了姑娘。只可惜杀人是犯法的呀。啊！李承熙又一阵恐慌。别管他了，他就是喜欢跟不惊吓的人开玩笑，公子不必放在心上。李承熙后怕的点点头。等到晚间用饭之时，埋头苦吃的李承熙听见圆圆在他身后悠悠地说：我下的剂量不是很大，但药到一个人绰绰有余。李承熙差点被米粒呛死。就寝时，如果有几条小蛇钻到你的被窝里面，你应该不会害怕吧？抱歉，承熙公子，圆圆是小孩子心性，我待会儿说他。不用，圆圆姑娘将在下带回侯府，让在下吃饱穿暖，在下很是感激，让姑娘寻个乐子不算什么的。宁氏最喜欢这种会读书又谦卑的少年，很乐意看到自家儿子女儿跟他相处。承熙公子，不知你在哪家书院求学？在下交不起学费，向来是闷头自学。只凭自学就能在秋闱中一举夺魁，宁氏甚为满意。我儿舒颜名下有家书院，授业解惑的夫子皆才华盖世，桃李满天下。若公子愿意，可免费在书院进学。这云路书院是上回在姜氏手里讨到的，若是秋闱的解元都在里头听课，还怕收不到学生吗？等李承熙中了状元，云路书院的名头会更加响亮。况且书院的夫子都是他花大价钱从各府州县聘来的，教书育人的能力不比国子监差多少。李承熙眼中瞬间盈满了泪水。夫人一家大恩，在下无以为报。我这里正好有个忙需要公子帮。元熙院的书房里，李承熙和圆圆面面相觑。圆圆姑娘，夫人也是为你好，才让我当你启蒙老师的。出门在外，还是得有学识傍身呢。圆圆看见蒙学书上密密麻麻的字就发晕，不懂娘亲和二哥干嘛一定要他读书。不是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吗？那我没有文化，就说明我品德很高尚呀。非也非也，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是女子在拥有才华的同时，也应该注重道德修养，即便是女子也有权利读书习字。你说的对，我娘亲就是在准备创办限女子就读的书院呢。李承熙十分庆幸自己遇到了林夫人母子3人，决定将自己所学毫无保留地交给圆圆。今天我们先来学《劝学篇》：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方今圣贤相逢，志具必张。他教着教着，圆圆忽然没声了，扭头一看，小姑娘仰头靠在椅背上，蒙学书严严实实盖着脸，睡得香喷喷，仿佛在梦里吃到了什么好东西，还咂巴咂巴嘴。
烤鸭打包，鸡腿拿着吃。李承熙的授业生涯才刚开始就要结束了。李承熙第一日授课以失败告终，但他丝毫不觉挫败，下决心夜里好好备课。圆圆实在是不想听他念催眠曲了，自己想了个法子，找到李承熙问：你想不想改掉自己的穷命呢？姑娘可有办法化解？来，我跟你说哦，你去永定侯府面前晃悠2日，便可化解。李承熙一脸的不信。就这？你该不会是逗我呢吧？哎，我可是祖天师张道陵的徒孙，第28代天师，不然怎么能一眼就看出你八字穷呢？圆圆乱认祖师一点也不脸红，反正祖天师已经羽化。虽然我之前吓唬过你，但这回肯定是真的。李承熙半信半疑，第2日便找到了林立文问问题。老爷，外边有个叫李承熙的，想请教您学问。李承熙就那个解元，内阁众大臣们都断言他能3元及第，快有请。林立文有意拉拢，和李承熙接触了几日。侯爷不好了，城南那套4进院的宅子死人了。什么？那套宅子地处幽静，巍峨庄严，市价2000两，是宁氏嫁进侯府时转赠于他的。这段时日，永定侯府支出紧缩，他连茶饼都喝不起了。本想把宅子卖了充盈库房，怎么就死人了呢？是那处宅子的管家媳妇儿跟人跑了，儿子也不是亲生的，他一个想不开，便吊死在了前厅里。哪个冤大头会买凶宅啊？就算能卖出去，也远远不值现在这个价了。这可咋办呢？正想办法呢，身边的小厮又匆匆跑进来。侯爷不好了，正德钱庄倒闭了，咱们存进钱庄的银票拿不回来了。他的私产完完全全一点也不剩了。我那点俸禄该怎么养活侯府这一大家子啊？林立文眼前一阵阵发黑。男子汉大丈夫，怎么动不动就哭鼻子呢？承熙兄，你要坚强。你又骗我。哎，这怎么能叫骗呢？你坑的是坏蛋，不要内疚。更何况我又没骗你，你的命格会从今天开始慢慢改善的。若是没遇到他，李承熙的未来也挺惨。18岁中了状元，理应封个大官，可朝廷怕他影响国运，便派他出使边疆。他在途中遭遇100年一遇的沙尘暴，3元及第的天才状元就此殒命。他进入云路书院帮娘亲赚到钱，这命格自然就慢慢的改正了。真的？若圆圆真帮他改了命，他跪下喊圆圆祖宗都行。府里来了个解元，林疏影是一概不知，他脑子里想的都是同齐子明退婚的事儿，夜夜睡不好，形容格外憔悴。经宁氏介绍去郊外的大夫那儿开了几帖安神药，回府时却差点和正出门的李承熙撞了个正着。唐突了姑娘，实在下不是，请姑娘责罚。林疏影没放在心上，让他离开了。疏影，我来侯府找你多次，你都不肯见我，我只是想和你说说话，若是你不见我，我就赖在侯府门前不走了。有什么话等到退婚的时候再说吧。我只是想同你道歉，上回董姑娘那事儿是我考虑不周，你想如何待我都可以，只是不要不理我，成吗？林疏影觉得这人忒可笑了。齐公子啊，你和国子监典籍嫡女成婚的消息已经散布满京城了，有如花美眷在怀，你还不甘心吗？自从在圆圆那处得知自己未来的下场后，他听见齐子明的名字都觉得遍体生寒。我这是无奈之举，你不晓得董大人跪下来求我娶他女儿，若是我不娶，董姑娘便在京城待不下去了。疏影，我心悦之人一直只有你，我绝不会碰董佩玉一下，此心昭昭，日月可见。话音才落，齐子明面子上一时有些挂不住。你就不用再同我做这种没有意义的承诺了。
我是一定要退婚的。削发出家拜青灯古佛，我也不会嫁到你们齐家去。提前祝齐公子与董姑娘百年好合，永结同心。他宁愿出家这番话，仿佛在齐子明脸上狠狠打了一记。你之所以想同我退婚，是因为看上了旁人吧？水性杨花，装什么清高？林疏影顿住，诧异地转头看他。方才我都看见了，你同李承熙拉拉扯扯。林疏影，我先前怎么不知道你如此见异思迁，喜新厌旧？看李承熙是孽缘，便对他投怀送抱，你还知不知道何为廉耻？跟你母亲一样伤风败俗。这巴掌震得林疏影的手都麻。我7岁就同你定亲，这10年我从一而终。齐伯父被革职时，我去求叔父，求各位大人对齐家从轻处置，苦守你10年，最后只换来一句水性杨花罢了。原是我自讨苦吃，怨不得人。至于你，就你这种货色，也配提礼仪廉耻？这几个字要知道被你拿来用，都恨不得烂在书里吧。林疏影的一通指责，好似扒光了齐子明身上的衣裳。疏影啊，念在我们多年情分，我不同你计较，可你不要把自己说的有多委屈。若不是我当年救你，你早就坠入捕兽洞中死了。这10年是你该报的恩情。他直勾勾地望着林疏影曼妙的朱唇。侯府迟迟未来退亲，是因为你母亲不同意吧？我是不会随你意的，你大可放心，董佩玉只会是我的妾室，而你的正妻地位不可撼动，安心待嫁吧。林疏影惊叹于他的脸皮雄厚程度，气得眼眶通红。齐子明沉着脸去书局，今日是寸草记新一册发行的日子，他必须得去露个脸。一群纨绔子弟却从巷口冒出来，拦在他面前。齐兄，你先前不是说要还钱吗？我们等你半个月，一个铜板都没见，你到底啥时候还钱？我母亲病重，银子都拿去请了大夫，麻烦各位再宽限一点时间。他当时就不该逞能说要把下注的银子都还回去，偏偏永定侯府和董府皆冷血无情，不肯借钱给他这个未来的姑爷。你骗谁呢？便是你话本分到的红利，还我们银子也绰绰有余了。我念你文采斐然，同窗一场，宽限你那么久，看你这样分明是不想还。他们将齐子明逼到了角落，齐子明无处可逃，又拉不下脸来求饶，眼看着那些人就要动手打人。住手！一辆金装玉裹的马车停在了不远处。这些银子你们先拿着。这妇人乃是孙寡妇，在京中臭名昭著。她在丈夫死后继承了万贯家财，日日混迹在小官馆，府中养了好几个面首。这群公子哥掂量一下钱袋子的重量，满意的离开了。齐子明劫后余生般整理了长衫。齐公子好生客气，我仰慕公子才名已久，公子的话本我看了许多遍，都能背了。今日一见才知道，公子不仅文采好，这容貌也是一绝啊。齐子明身姿修长，五官俊雅，肌肤病弱似的白，平日里又爱将自己装得温文尔雅，展颜时令人如沐春风，是孙寡妇最爱的那款。他意识到不对，借口想跑。孙寡妇肥厚的手掌轻轻拉住了他。齐公子若是甘愿与我好上一场，想要多少钱都不是问题啊！真想尝尝这京城天才著作者的味道如何啊！齐子明有些心动，若是拒绝了孙寡妇，没钱还债给母亲买药，他便只能去借印子钱了。可看到孙寡妇那赘肉横生的脸，他实在是下不了口啊。见他表情松动，不着急，我给公子时间考虑，明晚我在西柳居客栈等你，不见不散哦。他在离去前还抛了个媚眼，齐子明一阵恶寒。这个孙寡妇虽然恶心，但没想到啊，不仅有2位官家姑娘即将嫁给我，就连这种寡妇也折服在我的魅力之下。好烦呐！这些人怎么日日都写些废话，就没有一件正经事儿吗？
周围摆放着散乱的奏折。他随意拿起一封，上头禀报：陛下，海边来了头很大的海龟，目测已经有几百岁高龄，很是稀奇，呈画出来给您看。原野都要疯了。哇，这种小事就别写上去了呀，朕不想知道海边到底多了些什么。哎，这个人画的乌龟比我画的都好看呢。哎，小神仙，你终于来了！我日日关在上书房里，好无聊，差点以为你把我给忘了呢。我很忙的，哎，娘亲和二哥把我关在房间里，强迫我读书。我现在闭上眼睛都是知乎者也，一个头两个大。我皇叔也喜欢逼我念书，有皇叔在，我都不敢走神的。你多跟我说说摄政王的事情呗，我想听。靖王夫妇说，她很有可能是摄政王的女儿。她因着大乌龟对父亲此类角色很不看好，摄政王不会也是这种人吧？我跟你说，我皇叔可凶了，我有时赖床不想早朝，皇叔直接进来，一把拎起我去朝堂，龙袍都不给我穿，害得我被那些人看笑话。哎，有一回我父皇的妃子送给我一块带毒的糕点，皇叔直接一剑削了他的脖子，判他株连9族。他还特别爱在教训我的时候打我屁股。还有别国的军队也很怕遇到我皇叔，都说我皇叔是黑面罗刹呢。哎，黑面罗刹，我见过那么多罗刹，一个长得比一个难看，青面獠牙的，难不成摄政王的长相也是那样吗？那得多丑呀！凡间的爹就不能好看一点吗？那个已经去世的摄政王妃呢？靖王极少提起她，圆圆对她也很好奇。摄政王妃辞世之时，我还年幼不知呢，我也不知为何旁人极少在皇叔面前提起她，只知道王妃是浮梁国的长公主，浮梁以女为尊，王妃本应继承大统，成为女帝。只是皇叔连破浮梁10座城池，势如破竹。当时的女帝形势太过懦弱，不敢再应战，便派了公主来和亲。不过我听宫中老人曾说起，王妃行事很辣，王妃对和亲一事极为厌恶，成亲当晚刺伤了皇叔，第2日还跑进皇宫，捅死了他送来和亲的兄长。听说浮梁女帝是用铁笼将王妃扭送来大招的。圆圆眨巴眨巴眼睛，摄政王妃同她现在的娘亲完全不是一种性格呀。唉，明年皇叔便要班师回朝了，我的好日子到头了。小神仙，到时候你可得多多保护我呀。我是不会让皇叔打到你的屁股的。原野感动得热泪盈眶。小神仙，你真好。到时候把你的屁股削掉，不就打不到了吗？你好狠呐，跟摄政王妃一样狠。圆圆朝他吐了吐舌头，不知跑哪儿去了。原野想让他注意些，莫让禁军将他当成刺客。转念一想，嗨，小神仙本事那么大，肯定能化险为夷。哎，我还是再去看那些废话奏折吧。你真聪明，知道找我来疗伤。不好意思，这是我的猫，你能把它还给我吗？宫墙下出现了一位穿绫罗绸缎的小姑娘，我找她很久了。圆圆冷冷望了她片刻，道：不可以。放肆！这位可是太后娘娘的义女临安郡主，你敢跟郡主抢东西，脑袋不想要了吗？好啦，金秋，许是内宫不知事的小宫女，不识的我无任何罪过，只要她将猫还给我，就不必同她计较了。郡主，你就是太人善了。临安郡主是宫中唯一的姑娘，集万千宠爱于一身，旁人见了她都要下跪俯首行大礼，怎能被小贱婢欺辱？快还给郡主，不然要了你的狗命！圆圆看着他俩跳梁小丑般，可是他不想去你那里哦。临安郡主委屈的双眼含泪。妙妙，你怎么啦？被人欺负了吗？为何害怕成这样呢？这畜生当真冷血，郡主您亲自养着他，给他吃上好的鱼糜，他竟好坏不分，扑进这小贱婢怀里，等捉到定要扒了他的皮。不准胡说，妙妙许是被欺负，受到了惊吓。他抬眼看圆圆，眼神极其单纯。静秋，既然他不愿，便把禁军喊来，把他拖下去砍了吧。静秋脸上的得意都快溢出来了。来人啊，将他拿下！
巡逻的禁军立刻前来捉人。不用白费啦，我只偷裸碗。算你识相，可惜你见不到明日的太阳了。得罪了郡主，就只有一个下场，就是死。妙妙，过来。猫看到他笑的模样，瞳孔都快吓得涣散了。临安郡主的笑容渐渐消散，用十分轻柔的语气对禁军道：还在等什么呢？快把他拖下去，别叫他的血污染了皇宫的地。不知是哪宫的贱婢也敢同我抢东西，我是这种低贱的宫婢能冒犯的吗？哼！知晓这猫是我养的，就该跪下来扇自己耳光忏悔。我脾气是好，但也不会好到让人得罪。长宁，这是发生了何事了？他许久没见大侄子，甚是想念。此时却听见闹哄哄的动静，以为有人在宫中闹事，却不想遇见了太后的义女以及圆圆。一日不见，如三月兮，怎的感觉圆圆和老妖长得越来越像？真是大伯父看侄女儿越看越喜欢。靖王伯伯，不过是处置一个小宫婢，临安自己能处理的，不必麻烦伯伯。宫婢？敢说他未来的乖侄女是宫婢？究竟怎么了？没想到平日里与我疏离的靖王伯伯，今天竟如此在意我，为了我不惜黑脸发火。原是这小宫婢偷走了临安养的猫，不肯归还，本是一桩小事儿，可他屡次用言语讥讽临安，目中无人。临安为了皇室颜面着想，吩咐禁军砍了他的脑袋，以儆效尤。靖王闻言更为恼怒，为了一只小猫便要砍他乖侄女的脑袋，还用如此冠冕堂皇的理由。他正想吩咐禁军散开，就瞧见圆圆渐渐红了眼眶。靖王殿下，郡主她怎么能撒谎呢？我才不会偷走她的猫呢，是郡主故意划伤了猫的腿，猫咪找来求救的，我只是救了一只小猫，脑袋就要保不住了。不知是不是伯侄连心，一见圆圆哭，靖王这心里就很酸涩，难受极了。临安没有，他的发髻上面还有猫的血迹呢，还有胳膊上还有猫抓出来的血痕呢，小猫可可怜了。靖王对圆圆的话深信不疑，去检查检查。若真是临安虐猫，这心思也未免太过阴毒。你们要造反吗？郡主是金枝玉叶，岂容奴才触碰？就因为这贱婢的一面之词冒犯郡主，太后娘娘不会放过你们的。靖王伯伯，临安实在不知该说什么，临安百口莫辩。那本王就算你承认了。临安郡主可怜巴巴的神情瞬间凝滞在脸上，未等他反应过来，靖王便和蔼地看向眼睛红彤彤的圆圆。你说该怎么罚他呀？郡主刚刚要砍掉我的脑袋，那我也把他的脑袋砍掉好了。虽然他一只手就能摆平临安跟他的婢女，但有人撑腰的感觉就是爽。见靖王还真就考虑起来，静秋傻眼了。王爷，你怎能听信这贱婢的谎言？您为了这下贱的东西要砍郡主的脑袋？放肆！圆圆是本王和王妃的救命恩人，我袁家的座上宾，亦是永定侯夫人的义女，镇国公夫人的外孙女。你这婢子吃了雄心豹子胆，敢说她下贱？静秋和临安郡主齐齐愣住，他们原以为圆圆此等生面孔只是皇宫最低等的奴婢，不管她是谁的义女，只凭靖王救命恩人这一身份，就能在皇宫里横着走了。王爷，您若是真砍了郡主，太后娘娘不会就这么算了的。靖王觉得静秋说的有一定道理，如今宫中没有皇后，太后便是大昭国母，砍了她的宝贝命根子，不好交代。他想了想，指着静秋随意道：那就把他砍了吧。静秋瞪大眼睛，没料到自己会死，他扑通一声跪下来：郡主救救奴婢，奴婢不想死。本郡主也不能违抗靖王伯伯的命令，非常抱歉。静秋。静秋直到被禁卫军拖走时还无法相信，不惜一切也要维护的郡主竟然就这么放弃了他。他对你那么好，你连替他求情也不肯吗？那我能怎么样呢？我的确舍不得静秋，可这是靖王殿下的命令啊。静秋不过是奴婢，死了一个还有许多，他犯得着为奴婢伤心吗？靖王殿下，
我不敢跟这位姑娘抢妙妙了，这些事儿都算在林安头上好了。他这点装模作样的伎俩在靖王面前还不够看。既然知错，还不赶快和林姑娘道歉？林姑娘，林安不该有眼无珠，开罪于你。以后林安定会绕开你，将你想要的东西拱手奉上。阴阳怪气的圆圆白了他一眼。我不原谅，你就这么一直弯着腰吧。他抱着猫离开，用眼神示意靖王处理后患。靖王立即会意，清了清嗓子道：把郡主宫里的猫全部送去御兽园，让御兽师好好照顾。哼，姑母，林安真的只想要回妙妙，可是那个林姑娘污蔑林安，靖王伯伯还帮着她，林安心里好难受。袁从是完全不把哀家放在眼里了吗？竟敢欺负哀家的侄女儿！这皇宫是他靖王的皇宫吗？哀家还没死呢。姑母，林安最喜欢的就是那些小猫，可靖王伯伯不让林安养了，林安怎么可能会欺负小动物？姑母知道，姑母的林安最善良了。待会儿姑母就派人送一笼子给你，你想养多少就养多少。林安知道，姑母对林安最好了。姑母，永定侯夫人的养女林姑娘虽然以下犯上，但她毕竟还小，有些事儿肯定不是有意的。姑母可千万不要找她麻烦呢。好，姑母听林安的。太后笑颜和蔼，眼里却仿佛淬了毒般，闪着森冷的光。2日后辰时，宣永定侯夫人宁氏携养女入宫觐见。敢欺负我的林安，我要让这对母女有来无回。哎呀，乖乖洗澡澡，别耍水啦！那个破郡主还说对你好，也不知道怎么个好法，洗澡水都洗黑了，肯定没给你洗过澡。以后你就跟着我，小鱼干天天都有。母亲，这佛像儿媳重新拿去镀了金身，你看看可还好？不错不错，你有心啦。老夫人满眼都是喜爱，她年纪大了，很少有人能顺着她的心意送东西。一哥和严哥可还好？严哥日日在书房研习，准备春闱呢。一哥，上回那青楼女子紫珠毁坏他的清誉，舒毅当场就揭穿了他的阴谋，永定侯世子的威名又重现京城，百姓们也对他赞誉有加。如今舒毅不再时常将自己关在揽月阁，偶尔会戴着面具出门散步。母亲，明日护国寺有千佛法会，你要去上香吗？自然。第2日，春和扶着老夫人坐上了侯府马车，只是在经过一处断崖时，原本缓速行进中的马车忽然车马分离，借着惯性滑下陡坡，车轮直直卡在了悬崖边。老夫人上了年纪，看着下方一眼望不到底的悬崖，脸色惨白。春和嬷嬷力气虽大，到底是个老妈子，再怎么样也会有坚持不住的时候。坐在车厢前驾车的马夫已经掉下去摔死了。这荒山野岭的，等到有人发现来救就晚了。春和，春和，你松开我，你拉着我坚持不了太久的，松开我，至少你活下来的希望更大一些。自侯爷和丽萍战死沙场后，他无数次想过去死，这次意外或许是契机。老头子，丽萍，你们来接我了吗？奴婢不能松开，老夫人对奴婢不薄，奴婢不能让老夫人出事。我就算是废了这条手，也要等到救兵。你是不是傻呀？这样咱们2个都会死的。老夫人若出事，奴婢绝不独活。你怎的如此倔强？老夫人放心，黄泉路上还有奴婢陪着您。他的手渐渐松动。抱歉，老夫人，奴婢可能真的坚持不住了。春和摸摸手指的关节，用力到脱位。就算是死，也要给老夫人垫背。就在这时，一条结实的红绸破空飞来，缠住2人的腰身，腕力十足的徒手将他们2人拉了上来。祖母无碍。老夫人眼神涣散，盯着林书义许久，才大梦初醒。一哥，是你救了我，
我没死。见老夫人只是受到惊吓，并未受伤，林书义才悄然舒了一口气。他的贴身小厮阿辉出府办事，见到有家丁在老夫人马车旁鬼鬼祟祟，不知作何。他怕老夫人在途中出意外，便赶了过来，幸亏来得及时。好孩子，是你救了祖母的命呢。先侯爷在世时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孙子，说他临危不惧，行事果敢，有先祖之风，便日日带在身边教养。但他毕竟不是老夫人的亲孙子，是宋小娘的儿子生出来的，老夫人对他的感情便没有那么深厚。多谢大公子，多谢大公子，救命之恩，奴婢简直无以为报。义哥，你是骑马赶来的，但你的腿……祖母，孙儿的腿已然大好。好孩子，好孩子，你将来一定能继承你祖父的衣钵，振兴永定侯府。林立文那个只会油腔滑调的东西，他是不指望，他只会将希望寄托在书意和舒言身上。祖母，孙儿的腿……你放心，老夫人知晓他的未尽之言，此事祖母和你春和嬷嬷绝对不会透露出去半分。这事本来只有他和圆圆晓得，连母亲弟弟也未来得及告知。若不是急着救老夫人，他也不会那么早暴露。老夫人看林书义真是越看越喜欢，也不知道林立文那窝囊废如何来的那么大的福气，有这么2个出息的儿子。林书义亲自将老夫人和春和嬷嬷送到永定侯府不远处后，便走暗道回了揽月阁。正在打扫枯叶的小厮不经意间看到神情异常肃穆的老夫人，第一反应便是撒腿就跑，把这个被主的奴才给老身捉起来。林书义给老夫人转述了阿辉描述的长相，几乎是立刻辨认出来了，那人是专门打扫前院的奴才。此次马车失事，同这狗奴才脱不了干系。狗胆包天的贱奴才，老夫人的马车是不是你动的手脚？小厮死到临头还嘴硬，奴才不知道您在说什么。不肯说，那就永远都不必说了，割了他的舌头。一旁的家丁拿出小刀就要往那小厮嘴里塞，小厮差点吓得尿出来。奴才说是奴才吃了雄心豹子胆，给老夫人的马车换了套不结实的车架。狗奴才，我怕你是活腻了，连老夫人都敢坑害。奴才知错，奴才知错，但害老夫人不是奴才的本意啊，是因为……母亲。林立文疑惑的嗓音传来，这是发生了何事，让母亲如此动怒？老夫人神色怪异，并未立即回答。侯爷，这狗奴才意图谋害老夫人，老夫人正在问罪。你竟敢谋害老夫人！你在侯府当差多年，妻儿都在侯府谋生，侯府不曾亏待于你。你如此行事，你可曾想过自己的家人啊？后面几个字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林立文目光灼灼地瞪着那小厮，小厮浑身一震。此事是奴才一人所为，老夫人要杀要剐，奴才都不敢有丝毫怨言。你为何如此？虽是在质问小厮，眼睛却盯着林立文，眼神晦暗难明。小厮的目光慌乱地到处瞟。是因为钱财，对，就是因为钱财，侯府发的月例少了，奴才心生不满，才行此大错。母亲，此事就交给儿子，儿子现在就命人剥了他的皮，给您出气。您身子不好，就不用再借血光了。老夫人用看陌生人的眼神看林立文，侯爷倒是头一回这么为老身着想。瞧您说的，我是母亲的儿子，当然要事事以母亲为先。老夫人冷笑一声，侧身绕过他便走。林立文心头恨极了，阴鸷的目光仿佛要将老夫人千刀万剐。我找来的人怎么就如此无用，让这个老不死的活着回来了？马车坏了，居然都还能活着回来，命还真大。哎呦，我的姐姐呀，你怎么就这么去了呀？让我守着先侯爷的灵位，该怎么活呀？我的姐姐呀！春和嬷嬷听着这杀猪似的嚎叫，眼睛都气红了，冲进去就骂道：“你一个姨娘，
哪来的资格喊老夫人姐姐？老夫人有你这种不要脸的妹妹吗？死皮不要脸的阿杂货，滚出老夫人的院子！老夫人好好的，什么事儿都没有，就在这哭丧。按照他往日的脾气，就该拽着宋小娘的头发按进池塘里喝一肚子的水。宋小娘见老夫人完好无损地站在门口，文根不是说他在马车上动了手脚，等他一死就能把我扶成正式的夫人吗？他怎么没死啊？你很希望老身死吗？除去已经死了的先侯爷，宋小娘最怕老夫人。当时她跟着先侯爷的军队回府，自己以为能把当时的正妻赵氏打压得死死的，没成想过门给正妻敬茶的时候，她端着滚烫的茶碗举了半个时辰，胳膊都要酸没了。老夫人还时不时把自己喊到院里站规矩，只要一动便要多加一个时辰。当年她生下文根儿，有意无意跑到老夫人跟前炫耀：“哎呀，我文根儿真可爱呀！不要脸的阿杂货，有什么了不起的？”既如此，春和把他丢进火盆里去。是夫人。夫人，我错了，求您把文根儿还给我吧。还有一次，他想使手段让侯爷来自己房里，却被老夫人用匕首划伤了他的脸蛋儿。过了将近20年，这疤痕才慢慢变淡。偏偏侯爷从不与老夫人计较，对老夫人一直很包容，甚至还听了老夫人的话，要把她送到尼姑庵反省。求姐姐劝劝侯爷，我要去了尼姑庵，我文根儿怎么办呢？你不过是屠夫的女儿，在侯爷眼里是可以随意丢弃的贱妾，而我是赵国公的亲姐姐。你要是再敢惹我，我会让你和你的儿子生不如死。老夫人根本不在乎林立文是侯爷的儿子，也没考虑过将林立文抱到自己名下养。她在尼姑庵待了3年，日日都会做噩梦。回府后再也不敢去触老夫人的眉头，只是没想到报应来得那么快。老夫人丈夫和她引以为豪的儿子全都死在了疆场。本以为他儿子当了侯爷，就可以在老夫人面前挺直腰杆子，但今日一见到老夫人黑脸，当年的恐惧又渐渐浮现在脑海，令他不自觉打了个寒战。老夫人，奴婢听说您出事儿，一时情急，不是有意的。老夫人，请您宽恕奴婢。老夫人根本不将宋小娘放在眼里，她格外疲倦，出去跪3个时辰规矩。是。宋小娘老老实实的去了。马车失事，定和林立文有关。大哥，你要把外面的皮烤得焦焦的，这样吃起来才更香。圆圆不知从哪里捉来一只锦鸡，要林书义给她烤。烤鸟的香气扑进圆圆的鼻子，她不敢张嘴，怕一张嘴口水就流了一地。大哥，你跟世子哥哥一样，都很会做饭。上回袁以恒做的小炒牛肉，他做梦都在回味。林书义不置可否，圆圆等得非常急迫，看那团火有些变小了，鼓起腮帮子吹风助力，吹得火星四溅，溅起来的火星飘到了圆圆的头发上，很快的就燃了起来。偏偏圆圆还毫无知觉。大哥，你还烤了什么东西呀？有点焦焦的，但是闻起来感觉还挺好吃的。直到自己的脑袋越来越热，圆圆才发觉不对劲儿。我的头发，我的头发！林书义一桶水浇在了圆圆头上。大哥，我的头发还在不在？林书义看了看圆圆的头顶，古怪的沉默下来。我的头发！大哥，烤鸡是不是烤好了？此时却见林书言神情微妙地走了进来。父亲院子里养的那只锦鸡是你们偷走的。林立文发现养的锦鸡不见之后大发雷霆，府里的仆从正每处角落仔仔细细地找呢。林书义也没想到这锦鸡是有主的，沉默地看向圆圆。那个我路过的时候，大乌龟养的那个鹦鹉，然后那个锦鸡还在旁边笑。鹦鹉看起来不好吃，我就先把锦鸡吃了。等吃完跟我回去上课。圆圆日日溜出去逃避上课，
李承熙管不了，时常找他哭诉，害得他无法专心做自己的事情。闻言，圆圆浑身一震，烤锦鸡都不要了，一溜烟跑出了揽月阁。马车失事定和林立文有关，大量着我是傻子吗？当着我的面威胁旁人，百善孝为先，侯爷如此不孝不悌，竟敢残害自己的嫡母，这事若是告到皇上面前，他的永定侯也不用做了。他越想越气，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若不是丽嫔大公子不在了，侯爵的位子哪轮得到他来做？无奈林家除了丽嫔，就只剩林立文一个男丁了。先侯爷戎马一生，厚德载物，丽嫔公子亦是光明磊落、高风亮节，怎的林立文却做出与长嫂苟合、残害嫡母的小人行径呢？怕不是学了他生母的下三滥做法？老夫人沉默坐了半晌，才缓缓起身，用藏在腰间的钥匙打开了妆帘上锁好的妆匣，从里头取了小包药粉。春和嬷嬷见状，神情微妙，这不是上次从宋小娘房里搜出来的能决男子生育能力的药吗？宋小娘自到侯府生下林立文后，眼见自己不得宠，再无生儿育女的指望，又怕老夫人再生出几个儿子，分了林立文原本就不多的宠爱，便想着使阴招，让老侯爷彻底断绝生育的能力，却不想被春和抓了个正着。下到侯爷的饮食中，就当是给一根他们母子三人的谢礼。我的头发，我的头发，呵呵，呵呵。搞错了，再来。我就是圆圆，你头发不是烧没了吗？怎么又长出来了？就那样就变出来了呀。圆圆没吃上香喷喷的烤锦鸡，觉得有些遗憾，便用令氏给他的银两去14大快朵颐了一顿。出门时并且扭得像小皮球似的，路过一家药铺的时候绊了一跤，被人扶起来时闻到了那人身上浓重的金创药味儿。小姑娘没事吧？谢谢姐姐。董婉瑜对她笑了笑，眼中却莫名闪过不舍与留恋，情绪转瞬即逝，绕过圆圆离开了。林夫人3个月内来买了2次红花，再用下去就再也不能有孕了呀。圆圆耳朵动了动，露出一脸八卦的表情。可惜两人闲聊完就开始忙活了，她什么都没听到。真没劲。乖徒儿，许久未见，过得还好啊？花婶婶眉宇间露出欣喜，她还有些想念小徒儿呢。好。婶婶，上次圆圆说的那个瓜好不好吃呀？那必须的呀，而且呀，这尤静茹未被休弃前本就不检点，趁着丈夫外出公办之际，同其他男子拉拉扯扯，几次三番将前婆母气晕过去。她原本和如今的永定侯是有婚约的，看不上当时的庶子，执意退婚，又在永定侯袭爵之后反悔，意图勾引。她前夫家着实无法忍耐，这才休了她。所以这夏堂父跟别人苟合并不稀奇。不过这下好了，我早已将消息散布到全城，她的美名可是满京扬喽。花婶婶真厉害。小徒儿，你怎的不告诉我，你竟是永定侯夫人的养女呢？人家说永定侯府来了个乡下姑娘，顽皮得很，日日将永定侯气得头昏脑胀，我一猜就是你。我不知道要说这个呀。花婶婶本就没气，看圆圆这懵懂的小模样，没忍住笑出了声。说来呀，我还知道你侯府的一桩往事呢。圆圆眼睛都亮了。什么往事呀？永定侯府的生母宋小娘，你晓得吧？她本是屠夫的女儿，史记爬上了先侯爷的床，没成想她在老家同旁人定过亲的。那人和她同村，从小一起长大。宋小娘是攀上了高枝，去侯府当姨娘了。可怜她的亲哥哥巴巴地等着她，甚至还找来了侯府，被先侯爷赶了出去。
他的亲哥哥忘不掉他，不肯回村儿，如今还在京城乞讨度日呢。哇！他兴奋的眼睛都亮了。婶婶，你再说点，再说点。就东家那面馆掌铺的媳妇儿，为了让自己儿子娶到有钱人家的闺女，竟然自己出面勾引人家女方的父亲，怀上了孩子。结果呢，他儿子没娶到媳妇儿，自己成了那有钱人家里的五姨太。咦，真是离了个大谱啊！还有西街那个80岁的老爷子，前些日子刚办完婚宴，老伴死后把自己年轻时的初恋娶进了门儿。那他老伴真可怜呐。还有我们隔壁的那姑娘，好不容易出嫁，刚有了孩子，就发现自个儿丈夫好南风，夜夜趁她睡着去小瓜馆找刺激。他们怎么都那么坏呀？谁说不是呢？在咱们大昭，和离又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只能凑合过了。花婶婶，你知道好多事情，不愧是京城的白小生。花婶婶被圆圆夸赞，乐得找不着北了。婶婶请你去吃牛肉馄饨，可好吃了。两人经过一处巷口，却听见里头传来痛到极致的呻吟声。花婶婶将圆圆护在身后去查看，竟看到了倒在血泊中昏迷过去的董婉瑜。花婶婶和圆圆将董婉瑜送到医馆，救治及时，身子无碍，只是孩子没保住。这位夫人胆子真大，生吃红花打胎，以后很大概率无法生育了。听到大夫的诊断后，感慨不已。在夫家受尽苦楚，自然不会想给那种人生孩子。花婶婶，你认识这个姐姐呀？花婶婶，你认识这个姐姐呀？这姑娘惨呐！她是国子监典籍的庶女，生母是奴籍，生来就任人欺凌。7岁之前都被正妻关在猪圈里头，与牲口同吃同睡，任人训斥打骂。及笄后同家里的马夫产生了感情，那马夫对他真是没话说，待他如珠如宝，用自己半年的月钱给他买好看的首饰，可被他弟妹坑害，同陆家的公子发生了关系。他不肯嫁给陆家公子，董大人便一气之下杀了那个马夫，还把他的头颅吊在他门前。嫁到陆家后，日日被丈夫打骂，为了侮辱他，在他脖子上套狗绳，不允许用筷子吃饭，只让跟牲口一般，满手用嘴吃。这姑娘真是受尽了搓磨。说到此处，花婶婶还擦了擦眼睛溢出的泪水。同样身为女人，她是真心心疼董婉瑜。圆圆一时难过的抿唇。那为什么不和离呢？若是想和离就能和离的话便好了。对董大姑娘来说，这和离难如登天呐。因为这门婚事是董大姑娘高攀，陆家不同意，董家不同意，民间舆论议会不同意。她大胎小产，想必也是不愿孩子出生在这种环境之下吧。好可怜的漂亮姐姐。就在这时，董婉瑜睁开了眼睛，她心如死灰地摸了摸自己的小腹，流下了苦涩的泪水。圆圆瞧见她伸出的手里紧紧捏着一枚长命锁。漂亮姐姐原先也是期待过孩子的到来的吧？董婉瑜在听花婶婶说自己再也无法有孕时，露出极其惨淡的笑容。也好，再也不用给那个禽兽怀孩子，也不用忍受孩子在腹中渐渐流失的痛苦。夫人，你若是不想有孕，那直接1碗避子汤喝了了事儿，为何非得生吃红花损害身子呢？董婉瑜如今并没有说话的力气，她倒是想避孕，只是那个禽兽最喜欢的便是在孕中故意往死里折腾。他院里所有的仆从都是禽兽的眼线，只要发现他试图喝避子汤，就会遭到非人的殴打。他把紧握的金镶玉长命锁送给花婶婶，谢婶婶救命之恩，这是我出阁前变卖了首饰打造的，如今用不着了。哎呀，看你这话说的，这我能要吗？婶婶切莫推辞。哎呀，不要！推拒间，董婉瑜的衣袖滑落，露出的小臂体无完肤，上头全是各种烫伤、烙伤，还有手掐出来的伤痕。
简直触目惊心。连圆圆也严肃愤慨地皱起眉。夫人，我替你去报官吧，官府难道会对你的苦难视而不见吗？董婉瑜合上眼拒绝。她也曾趁着回娘家省亲时，跑到官府状告陆府，但她的公爹在朝为官，官府不好不给面子。他父亲也赶来，说他满口胡言，通篇杜撰。官府最后只说是管不了家务事儿，让他离开了。治好漂亮姐姐的伤倒是不难，可是漂亮姐姐回去以后肯定还得挨打。有了！他灵机一动，在董婉瑜身上施了个咒法，让她暂时不会感受到痛苦。这怎么回事？方才疼得连呼吸都困难，每一寸肌肤都在疼，怎么突然不疼了？身子轻盈快活起来，整个人都变得生机勃勃了。奇怪，连小产后的不适都减缓了，就像从未受过伤一样。漂亮姐姐还疼吗？董婉瑜有些迷茫，愣神儿地摇头。她发散的视线在圆圆脸上聚焦。多可爱的小孩子呀！要是我那孩子生下来，会不会也和这个小姑娘一样可爱机灵？她最喜欢女孩了。圆圆看出董婉瑜眼神里的意味，握住她的手放在自己脸蛋上来回蹭蹭。既然漂亮姐姐无法有孩子了，那就摸摸我的脸蛋解解馋吧。滚烫的泪水逐渐盈满眼眶，董婉瑜猛地扭过头，不能让自己的失态吓到孩子。阿婉，你怎的如此不听话呢？想出门告诉我，我带你去不就行了？现在好了，害得放你出府的小厮身首异处，你可高兴了？董婉瑜面无血色，眼里满是极致的恐惧。夫君，他只是收了我的银子，不过就是放我出府，竟被陆怀安杀害了，是我的错。谁让他不听我的吩咐？这回不同你计较，跟我回去。你就是这夫人的丈夫吧？大夫严厉指责道。你怎么照顾妻子的？她怀了。话还未说尽，大夫的嘴却像是粘上浆糊般张不开了。还是晚了一步。陆怀安笑意逐渐扭曲，他饶有趣味地看向董婉瑜。阿婉，你有了身孕怎的不告诉我呢？故意打掉我的孩子？董婉瑜疯狂地摇头否认，由于恐惧说不出一个字。不是这样的，陆家公子，是我跟我侄女路过时，发现您夫人小产昏倒在地，这就是个意外。陆怀安似笑非笑的颔首，也不知道是信了没有。回府。呀，这不是姐姐姐夫吗？呀，这不是姐姐姐夫吗？陆怀安的眼睛都快粘到他身上了。姐姐，不是我说你，究竟对姐夫有何不满？千方百计逃出府买红花，打掉腹中的胎儿。姐夫待你如珠如宝，你就那么不想为陆家绵延子嗣吗？自从董佩玉的名声扫地后，他就破罐破摔了，整日打扮得光鲜亮丽，招摇过市，对人毫不避讳。正直勾勾地盯着董佩玉胸前瞧的陆怀安，怒而瞪向董婉瑜。红花，小产，我准你堕胎了吗？董婉瑜满腔绝望，等着他的又会是一顿毒打。我是否说了不该说的话？我是关心姐姐才去药铺问的掌柜，听闻姐姐日后很难再有孕了。哎呀，姐夫呀，你可千万不要迁怒于姐姐呀！花婶婶再也听不下去了，人面兽心，假仁假义，未出阁的姑娘如此不知检点，插手姐姐和姐夫的家务事儿，咸吃萝卜淡操心。哪里来的疯婆子，敢当众辱骂朝中重臣的嫡女？拖下去，给我乱棍打死！我看谁敢！这小丫头拿的是啥呀？这令牌上的虎头，是靖王。这死丫头怎么会有靖王殿下的令牌？该不会是偷的吧？要我对这个黄毛丫头下跪，不是侮辱人吗？咦，那你这么说的话，我真是百口莫辩。我只知道大不敬之罪是要砍头的哟。
董佩玉愤然地瞪着他，不甘心屈服。陆怀安怕董佩玉连累到自己，踹了他膝窝一脚。董佩玉腿一软，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膝盖骨都疼得好像是碎了。哎，靖王伯伯给的令牌居然这么好用啊！上回在宫中被临安郡主纠缠找茬后，靖王怕他再次受到伤害，便把自己的令牌塞给了他。花婶婶亦是满腹震惊，本以为圆圆是永定侯夫人的养女就够她吃惊的，没想到她还认识靖王，情报网那么宽广，怪不得能指引她发现尤静茹的事儿。这位姑娘，草民有眼无珠，有冲撞了姑娘的地方，还望姑娘恕罪。贱内身子虚弱，还请姑娘让在下代贱内回府医治。这董婉瑜似乎攀上了高枝，但也还是我陆怀安的妻子，就算是太后来了，也不能阻止我带走妻子吧。出乎他预料的是，圆圆并没有阻拦。带着你的小姨子滚吧。于是陆怀安带着董佩玉麻溜地滚了。乖徒弟，你方才明明可以用靖王殿下的名义救陆夫人出火坑，让陆公子日后好好待她，为何要让他们走啊？圆圆却持不同意见。让暴力狂好好待漂亮姐姐有什么用呢？就算她改过自新了，漂亮姐姐以前受到的痛苦就能当作没发生过吗？哼，我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陆怀安一路拖拽着董婉瑜回到了陆府。董佩玉看热闹不嫌事儿大，也跟了上门。出去给我抛头露面勾引男人就算了，还敢打掉我的孩子，老子是给你面子了是吧？董婉瑜发着抖，不住地摇头。姐夫，打吧，这男人呢，打女人是天经地义的，3日不打上房揭瓦。您可要替我们董家好好管教管教这个贱妇。他嗓音娇俏，听得陆怀安心火直烧，手下越发来劲儿，一巴掌狠狠抽在了董婉瑜脸上。哎呀！董婉瑜本已做好了承接痛苦的准备，却发现陆怀安打完以后，他什么感觉都没有，安然无恙。倒是董佩玉猛地捂住脸，痛叫一声，白皙细腻的侧脸霎时红肿滚烫起来。既然消除漂亮姐姐的痛感没用，就直接把她的痛感和受的伤转移到自恋狂身上不就好啦？我可真是个小天才。气头上的陆怀安并没有发现董佩玉的不对劲儿，他看董婉瑜不像往常那般露出痛苦的表情，而是茫然不解，被打了也跟没事人一样，心里的怒火烧得更旺了。他抄起手边的棍子，咬紧牙关，使劲打在董婉瑜身上，还是一点事没有，便不躲也不求饶了，坦然接受陆怀安的毒打。而董佩玉却感觉陆怀安的棍子仿佛无情地落在他身上，每一下击打，他都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火辣辣的疼痛。他唇色煞白，倒在了地上，蜷成一团，一股无形的力量持续不断地抽打着他。这边陆怀安打得更狠了，五官极其扭曲。贱妇，你不怕挨打了是吧？我今日就打死你！姐夫，别打了，求求你别打了！快要把他打死了。陆怀安没回头，不明白恨董婉瑜入骨的董佩玉怎么突然为他求情。只要想到董婉瑜这个荡妇故意下药，拆散了他和貌美的董佩玉，他就气不打一处来。佩玉，你好好看着吧，姐夫在给你出气呢。姐夫，别再打了！这董婉瑜到底使了什么妖法？为什么被打的是他，疼的反而是我呢？他真的好疼好疼啊！圆圆欣赏着董佩玉的狼狈惨状，真是精彩。但是光董佩玉一个人倒霉还是不解气，暴力狂也绝对不能放过。有了，嘿！圆圆从墙头跳下来，去了京城最大的乱葬岗。那个有没有哪只鬼武艺高强，打人很疼的那种呀？山间和田野里冒出来的各式各样的鬼魂皆鬼脸懵，
不晓得这倒霉孩子哪来的底气，那么狂妄且傲慢地冲他们问话。这个小毛孩子是谁呀？虽然不认识，感觉好狂妄啊！要不要吓吓他？看我的！小娃娃，信不信我们现在就把你吃了？圆圆面不改色，眼睛微微一睁，来自地狱的业火就瞬间包围了那几只刺头鬼，烧得他们连连惨叫。各位叔叔伯伯、姨母大婶，麻烦啦！你们其中到底有没有符合我说的那些条件的鬼呀？众鬼害怕极了，完全没有了方才的凌厉和嚣张。他不会是阎王爷亲自上来捉我们的吧？不会吧，他老人家亲自上来干嘛呀？犹豫片刻后，众鬼让开了一条道。那个，他或许符合你的要求。只见那只女鬼约摸5尺，穿着坚硬威风的甲胄，似乎可以闻到上方久远的血腥与尘土气。女鬼竖着利落的高马尾，眉眼间展露出女子特有的英气，眼神坚毅果敢，气势飒爽且自信。哇，这个姐姐真帅气！这位是前朝唯一的女将军司马清，她曾屡次为国征战，击退敌国侵略者，战功赫赫。国破之际，她奋力抵抗叛军，力竭而亡。司马将军的鬼魂漂泊在外数百年，等忠心跟随他的司马军全部投胎后，才肯入轮回。司马将军特别能打，这儿的鬼魂基本上都被他揍过，我也是。司马清身为前朝将军，自然承受了许多白眼与冷待，有鬼魂不知死活地找他茬儿，差点被他打得魂飞魄散。那武艺不是一般的高强。前朝的将军那会不会恨大昭呀？毕竟大昭开国皇帝让他国破家亡。高人尽可放心，大昭历代国主仁慈爱民，以百姓为先，这些我都看在眼里。我并非愚忠之人，不会因此记恨大昭。圆圆看出来司马清并没有在撒谎。将军姐姐，有一位漂亮姐姐经常被她的丈夫欺负，只要不高兴就打她，好可怜的，身上全都是伤痕，你能帮帮她吗？岂有此理，有能帮上忙的地方，我义不容辞。欺负妻子的男人是极其窝囊无能的，他生前最看不惯的便是这种人。圆圆将司马清的鬼魂收入锦囊中，乐呵呵地离开。大将军呢？有大将军帮忙，漂亮姐姐就再也不用怕那些大坏蛋了。圆圆蹦蹦跳跳着下山，一个高兴没注意脚下，踩到了路边的白骨，脚一滑，直接沿着乱葬岗的山路咕噜咕噜滚了下去。小猫妙妙见到他回来，高兴地扑过去要抱，却被他身上的腐臭熏得浑身的毛都炸起来了。姑娘，您这是去粪坑里滚了一圈吗？他们连忙去烧热水。圆圆，太后娘娘宣我们入宫觐见。身为朝廷命妇，太后娘娘还是头一回宣她觐见，可太后身边的宫婢却强调说要带上圆圆。她直觉太后的来意并不简单，但太后的懿旨不能不听，她只得带着圆圆跟随宫婢去了寿安宫。去皇城的路上，宁氏步步谨慎，圆圆却熟稔地跟走在自家后花园似的。宫婢看着大大咧咧的圆圆，轻蔑一笑：“林姑娘，太后娘娘不喜欢举止轻浮的女孩，所以奴婢劝您还是老实点比较好。”寿安宫一个小小的宫婢，也敢用这种语气说话，太后果真跋扈，教出来的人也是狗眼看人低。圆圆没理会他，原本还算乖巧地走在宁氏身前。听完那宫婢的话，直接扑蝴蝶去了，连个眼神都没给。这宫婢见圆圆如此不识好歹，举起手就要教训她。好没规矩的野丫头，今天我就替太后教训教训你，让你知道什么叫规矩，什么叫体统。我是大昭一等侯爵夫人，你敢打我的女儿，就不怕我告到陛下面前。宫婢听后有些畏惧地收回手。传言永定侯夫人出身商贾之家，为人软弱可欺呀，而今怎么如此强硬？他心中不忿，立马想出奸计，想要谋害宁氏母女。从袖中拿出一包豌豆黄递给宁氏：“夫人，
方才是奴婢逾越失敬了，这是奴婢的赔礼。太后娘娘喜欢吃甜食，夫人将这糕点呈给娘娘，娘娘必定喜笑颜开。多谢姑娘提点。哼，太后娘娘最讨厌的就是甜食。曾经御膳房的奴才不小心往菜肴里加了些糖，太后娘娘尝出甜味后，直接把御膳房的奴才砍了，还一等侯爵夫人呢。如此蠢笨，就等死吧！哼。杨太后入宫时便是贵妃，当时的皇后生下太子没多久便薨了，太子便养在了杨太后名下。先帝驾崩，太子继位，尊杨氏为太后。陛下年幼，若不是先帝英明立了遗旨，朝政由摄政王把持，幼帝由摄政王教导，杨太后就该垂帘听政，权势滔天了。永定侯夫人，太后娘娘还在午休，请你们二人稍等片刻。我都走得累死了。圆圆一屁股坐到地上，宁氏瞧见，让之下拿出一个折叠的木凳子，极其放松地坐在了寿安宫外。这一等就等了2个时辰，太阳都快要落山。圆圆非常无聊地嗑起了瓜子儿，随意把瓜子壳丢在了方才带他们来寿安宫的宫婢的手心儿。宫婢气得眼睛都红了，偏偏因着她的身份不能违抗。再忍片刻，太后娘娘一定让你们没有好果子吃。终于，寿安宫的大门打开，宣宁氏母女进殿。太后衣着华丽，面庞威严肃穆。宁氏行了大礼，圆圆却站在她身旁不动，既不恭敬，也不下跪。见到太后，为何不跪？大昭最尊贵的女人，也不过如此。受我的跪拜，那可是要折寿的。长氏宫女从未见过有人敢对太后不敬，偏偏的宁氏毫无规劝的意思。只听杨太后淡淡吩咐道：“宁氏教女无方，掌嘴。”长氏宫女眼神凶恶，立即抬手掌过宁氏。忽然间，不知从哪儿飘来一股劲风，猛地将她吹倒在地。狂风吹得掩面的珠帘叮当作响，整座寿安宫顿时乱作一团，满是狼藉。宁氏心脏吓得砰砰跳，这妖风定是圆圆换来的。我的宝贝闺女，你还有多少惊喜是我不知道的？太后发间的华冠也在妖风作用下摇摇欲坠，差点当众失仪。风持续了将近半炷香，才渐渐止息。欺负临安的丫头如此粗鄙不堪，我可不能轻易放过。来人，将这野丫头拖去审！你干什么你？方才把豌豆环递给宁氏，设计陷害她的宫婢，却突然像着了魔一般冲到太后面前，朝她吐了口口水。事情发生得太快，被吐了口唾沫的太后感觉自己浑身都脏了，气得发抖，把她给哀家拖下去，五马分尸，死后烧成灰，混合成水，让他父母喝下去啊！宫婢猛地清醒过来，太后娘娘，奴婢不是故意触撞您的，奴婢的双腿方才不听使唤了，太后娘娘，求您饶奴婢一命，太后娘娘，太后娘娘。最爱干净的太后在那么多人面前失了脸面，恨不得诛她九族，哪里听得进她荒唐的解释？太后原本沉稳的神情变得极其厌恶烦躁，觉着自己身上全是唾沫的臭味，早就将宁氏母女二人抛在脑后，沐浴熏香去了。宁氏全虚全尾站在寿安宫外，满头雾水。圆圆咬了口豌豆环，这下咱们得罪了太后，她一定会想办法找咱们麻烦的。听到圆圆的话后，宁氏愁苦不已，便算身后有赵国公府和郑国公府，也高不过太后呀。他该如何护住圆圆？思前想后，宁氏拉着圆圆快步回永定侯府。娘亲给你收拾包裹，你先去浮梁国躲一阵子，太后的手伸不到别的国家去的，让青提葡萄和墨玉陪着你。墨玉跟了娘亲许久，会做生意，你在浮梁过得好，就再也不要回大昭了。娘亲你先别着急，走的不一定是我让他离开皇宫不就行了？你有何妙计？现在还不能说，我自有办法。说完就跟小猫一样，一个不留神不知道窜到哪儿去了。宁氏下意识的有些落寞，认识圆圆至今，一直是圆圆在保护我的孩子，我却帮不上她一点忙。圆圆姑娘能自个儿解决，夫人该高兴才是。
你说的对，圆圆非池中之物，我能做的便只有在家准备她喜欢的吃食，打包几只烤鸭给圆圆留着吧。圆圆一路溜到了皇宫中最高的那栋雕梁画栋的楼宇，牌匾上写着观天楼，应当是用来夜观星象的。尊上。圆圆信步上前，思索了许久，圆圆才眨巴眨巴双眼，像想起很重要的事情般惊道：啊，你是云集！聂云集淡色的眼瞳中蕴出点点笑意。上回看见你还是200年前呢，那个时候你还只是个不爱笑的小豆丁儿呢，可好欺负了。我把蜘蛛放在你的鼻子上，你吓得动都不敢动，眼泪把睫毛都打湿了。臭老头知道后还追着我打屁股呢。聂云集听闻幼时囧事，神色依旧未泛起涟漪。看圆月说的眉飞色舞，亦只是弯弯唇角。300年前，他也是修仙世家的弟子，在5年一度的问仙大会上，得到了闲来无事的小天道的回应。小天道此举径直让他名声大噪，成为修仙界古往今来最具天赋的弟子。果真在问仙大会后不久，聂云集的宅邸落下天雷，是即将飞升的征兆。聂云集却断然拒绝了此次机会。小天道不明白为何有人不想飞升，对他产生兴趣，时常到下界找他玩。他及官后便下山当了国师，前段时日夜观星象，才发觉小天道也入了世，便是他让晋王妃去寺庙等待机缘之人。圆月时至今日还在纠结这个问题。所以说，你到底为什么不想飞升啊？修仙之人能延续寿命，永驻容颜不假，可生命到底是有限的，而神能永恒不灭。尊上，成神者需太上忘情，但云集无法免俗，放不下尘世百姓的苦难。200年前拒绝飞升，是想常伴父母，而今任国师，亦是想救黎民于水火，解百姓于倒悬。我尊重你的选择，云集。他盯着聂云集满头的缕缕银丝。不过才200多岁，头发都白成这样了。哎，要不要我帮你染黑呀？一个鸡腿一缕，3缕齐染。大招百姓皆传国师清冷孤傲，心如止水，不会因俗事的烦扰而产生任何波动。此刻他的眼中却明明白白生出了一种名为无奈的情绪。尊上，云集天生便是白发，与寿命无关。啊，我忘了，光记得你喜欢掉金豆子了。那个皇宫里面，国师的话是不是很有分量呀？陛下会思量云集的建议。青天剑是由他执掌的。啊，那就好办了。太后她欺负我，你想个办法把她赶走呗。未曾想200年不见尊上，还是小孩子心性。聂云集让圆圆去自己卧房休息片刻。聂云集写好密信，让侍奉在侧的小太监急送去了御书房。国师说乾元门西侧有祸星危及大昭国运。正在处理政务的袁业看后脸色一变，将密信给了内阁首辅。内阁首辅眉头紧锁，乾元门西侧只有一座宫殿，便是太后娘娘住的寿安宫。这祸星说的不会是太后吧？啊，肯定是太后！袁业雀跃地想，国师真是神机妙算，预测精准无比。太后天天想着把我变成傀儡，把最大的权力握在她的手里，再让她为非作歹下去，还不等皇叔回来，我的小命都不保了。上回还捉到一个在碗沿涂无色无味毒药的奴才，虽然他咬舌自尽了，但稍微想想就知道是谁派来的。偏偏没有证据，要处置太后的话，只会落百姓口舌。毕竟大昭以孝治天下，国师这回算是给他找了个好理由。陛下，方才宫中有流言称寿安宫忽然妖风大作，定是祸星在作祟，恳请陛下让太后远离大昭，前往护国寺祈福。此话正符袁业心意，他的嘴角压都压不住，但还是得装模作样道：哎，此事尚未确信，改日再定夺吧。
他还是要当个孝顺儿子，让太后主动出宫，就算日后这霍星的事有什么疏漏，也跟他无关了。袁烨越想越开心，我真是太聪明了，等皇叔回来一定要让他奖励我。再宣令氏母女进谏，哀家要用他们的血装点御花园的秋海棠。太后，如今宫中民间都在传您是不祥之人，要求您前往护国寺祈福。哀家是太后，母仪天下，福泽绵长，怎么可能是不祥之人？那些人是想造反吗？国师夜观星象，称霍星落在乾元门西侧。国师胡乱造谣，传哀家懿旨，行炮烙之刑。国师辅佐了大昭数代君王，德高望重，怎么可能是说杀就杀的？杨太后见宫女不敢动，直接提剑杀去观天楼。哀家就是对聂云集太宽容了，竟敢说哀家是霍星。大昭不需要愚蠢无能的国师，岂料却在寿安宫门口遇见了自己的父亲。他的父亲曾是太子太傅，太子登基后退位让贤，如今赋闲在家，颐养天年。杨太傅教导子女异常严厉，所以杨太后对父亲的惧怕深入骨髓，即便已经成了太后，也不敢对父亲不孝。太后娘娘，请您即刻前往护国寺为大昭祈福。父亲，连你也听信这种毫无依据的流言吗？我是你的女儿，我不是霍星，去了护国寺就再无可能回宫了。你舍得女儿在外吃苦，你身为我的父亲，应该跟我站在一起才对啊。杨家有不少男丁在朝为官，太后娘娘的侄女们将来也要入宫为妃。大昭这半载各处发生了不少灾害，灾民们对太后娘娘愈发不满，甚至有起义者声称要讨伐大昭，希望太后娘娘多做考量，不要牵连母族。杨太后觉得十分荒唐，我好好在宫里待着，我什么也没做，灾害跟我有什么关系？父亲，您不觉得您这样太过自私吗？凭什么牺牲我来换取母族的繁荣与兴盛？霍星简直是无妄之灾。进宫这些年，折在你手上的人命还少吗？寿安宫的奴才换了10几波，几乎被你用各种理由都杀了。你作恶多端，连上苍都看不下去了。我警告你，杨家能扶持一个太后，自然也能毁掉一个太后。杨太傅甩袖离去，徒留杨太后一个人呆愣愣站了许久。拿笔来！哀家自愿前往护国寺，祈求大昭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下你们满意了吧？母后，儿臣舍不得你，儿臣舍不得你。太后的马车走远了。真的，走回去。车驾一走，他躲进勤政殿，乐得找不着北了。这往后的10日，终于不用连睡觉都悬着心了。太后真去了护国寺，他还以为太后嚣张跋扈，不会把国师的话放在眼里。圆圆才说要想个法子赶走太后，这就成功了。心口的大石落下，宁氏才有余力处置其他事。静兰院如何了？他的好长嫂还在禁足期间，因受了林立文的接济，如今日子也好过了些，仍旧是清高，不肯向婆母认错。那江氏的弟弟烂赌成性，欠了赌场不少银两，连上门问江氏借钱。继续注意着，只要是静兰院的人去库房支银子，一律不许同意。圆圆告诉他，江氏与林立文每月15相约，后日便是15了，他就等着看一出好戏。为何还是不肯给静兰院银两？江氏气得咳嗽不停。他与林立文是亏待宁氏在先，可他任宁氏欺辱了那么久，也该消气了吧？真要把他往死里逼吗？这个宁氏，当家前装得慷慨大方，当家后这贪得无厌的嘴角
便立马露出来了。再怎么说，我还是大房的正妻夫人，每月利银必须给到位。夫人，赌场的人说，若是二爷再不还上次欠的3000两银子，就要剁了他的双手双脚。3000两白银对如今的江氏来说是一笔巨款，把他所有的首饰变卖也没有那么多的钱。偏偏他父亲被儿子伤透了心，不管怎么说都不肯出钱还债。那可是我的弟弟呀，那可是我的弟弟呀，父母还要靠他养老送终呢。夫人，咱们还是去求宁氏吧。再怎么说，他和夫人还是一家人呢，不会连一点妯娌情分都不念的。我不屑于向商女低头，我出身书香门第，去求宁氏给我钱，无疑是在折辱我。可他弟弟的事儿又实在拖不得了，你去把大姑娘请来。林疏影还以为江氏同意了他与齐子明的退婚，欢欢喜喜到了静兰院。大姑娘，麻烦您救救二爷。林疏影眉头紧蹙，不明白发生了何事。齐红将欠了赌场3000两的事儿说给林疏影听。二爷他只是一时失足，被人蛊惑。大姑娘，你也不想自己的舅舅断手断脚的吧？我没有那么多银子。你没有，但是二房有啊。麻烦大姑娘去找二房借点银子吧，二房夫人待您不错，定会同意的。林疏影沉默半晌，看向江氏，讽笑道：是您在背后出主意，要我找叔母借钱的吧？从小到大一直都是这样，不肯放下太师嫡女的身段，但凡有向人低头的时候，都把我推到前面。好几次母亲需要用钱，又不肯跟叔母提，便通过齐红来暗示我。我拉下脸去找叔母，叔母大方地给了，但母亲从未提过要还钱，还说我跟商贾之女走得太近，有损大房颜面。你若不愿，我不强求。你舅舅失去双手双脚，你外祖父如此年迈，还得为子女操劳，这些你大可视而不见，我不为难你。这些你大可视而不见，我不为难你。言语间带上了浓烈的指责意味。他一手将林疏影带大，最清楚女儿的秉性。他天性善良且孝顺，不会在知晓亲人的苦难后还见死不救。那女儿便先告退了。你就走了？你不应该应承下这门差事吗？母亲不愿为难女儿，女儿也不愿为难自己，除非母亲准许我和齐家退婚，不然以后母亲娘家的事儿不必再告知女儿了。女儿不想听，也不在乎。什么舅舅，什么外祖。他出生时十分羸弱，呼吸细微，是祖母将他抱在怀里，3天3夜不曾放手，用体温暖着，亲自喂他喝羊奶。祖母教会他知书达理，送他去国子监听学。若非祖母，绝没有今日的林疏影。更主要的是，江二爷这所谓的舅舅，难得有几回找他，都是为了借银子去赌场酒楼快活。外祖家对他而言，只是有血缘关系的陌生人。退婚之事绝无可能，我是怎么教的你？你真要当那忤逆不孝之人？齐子明为人谦逊可靠，未来定有一番大成就。他肚子不争气，生不出儿子，只能靠女婿，而齐子明是他看上的。母亲说什么便是什么吧，到底是心软，不想与母亲撕破脸皮。养了17年，竟养出个不孝不悌的逆女，那是他血浓于水的亲舅舅，他怎能忍心袖手旁观呢？齐红急得眼睛通红。大姑娘和二房接触久了，竟也变得如此自私无情。江氏心痛难耐，我教不好她了，我是她的亲娘，她这是跟亲娘说话的态度吗？到底是翅膀硬了，连我的话也不听了，自己都差点跪下来求她了，这孩子还有何不满？我之所以忍受老夫人和宁氏的侮辱，还待在永定侯府不愿离开，还不都是为了他？他为什么不能理解我呢？齐红咬咬唇，最终艰难道：夫人，您将奴婢发卖去青楼吧，以奴婢的姿色，应当价格不菲。奴婢在青楼攒下银钱，慢慢给二爷还债。
姜氏一向淡然的神情彻底破裂，震惊地看着祁红：“女子清白何其重要，你竟能牺牲至此！你对……”奴婢早就心悦二爷，不忍心看二爷受苦。他本来是要许给姜二爷做妾的，但姜氏不肯放人，理由是他的丫鬟绝不能自甘堕落给人当妾。姜氏沉默半晌，才拍拍祁红的手，感动道：“等还完这笔债，我一定把你赎回来，亲手操办你们的婚事。”于是乎，祁红当晚自愿让人牙子带去了青楼。姜氏松了口气，连忙派人将祁红的卖身钱送给了姜二爷。他坐在铜镜前，摸索着林丽文给的那张纸条，终究还是想再见一面啊。表姐，明日便是15，你还记得可曾答应过妹妹什么？我不愿在背后构陷侯爷，也不想与其他女人分享自己的丈夫。这事儿，要不就这么算了吧。尤静茹烦死宁氏这犹豫不决、胆小如鼠的样子了。可你那好长嫂私底下已经同侯爷有了奸情，你就不怕他取代你的位置？宁氏眼中闪过哀伤与心痛。侯爷只是一时糊涂，不管如何，我是他的正妻。哎呀，姐姐，你愚钝了是不是？正妻又怎样？在这侯府最重要的是侯爷的宠爱。姐妹同心，把侯爷牢牢抓在咱们手里，才是硬道理呀。你未曾嫁人便珠胎暗结，侯爷不会同意你入府的。这个妹妹自有办法处理。大夫说，这腹中胎儿最多只能保半个月，用它来成全我和琳琅，也不算他白来这世上一遭。我不同意。宁是一副油盐不进的模样，哪有表姐妹共侍一夫的？尤静茹气得脑袋发晕。既然他不肯帮我，那我就自己上。妹妹先走了，姐姐保重。待她离开，宁氏刚才的神情瞬息消失。真要感谢尤静茹如此上道，让我那么轻松便把自己摘了出去。15到了，林丽文前往京郊道观，刚踏进厢房，便被香软的身躯从身后抱住。林丽文心中一阵狂喜，真儿，多日不见，她竟如此主动，果然真儿心里还是有她的。琳琅，你就真那么喜欢那个不守妇道的贱人？满是的旖旎在刹那间凝滞。你怎么会在这儿？真儿呢？真儿，活生生的人站在你面前，你就只想着自己的长嫂？尤静茹激动的双眼赤红。琳琅，你怎能跟嫂嫂私会？这样是不道德的呀。林丽文觉得尤静茹变了，不似当初那般温柔小意，反倒将泼妇学了个十足十。我和你无媒苟合，珠胎暗结，不同样不道德？我不一样，她可是你的嫂子啊，你就不怕被千夫所指，遗臭万年吗？重生一遭，他以为自己才是林丽文的真爱，没想到林丽文心心念念的却是另外一个女人，这叫他怎能不绝望崩溃？我怀着你的孩子，在青雨巷苦苦等待，却结果等来你为那个贱人不惜受50家法的消息。琳琅，你心中究竟还有没有我的存在？尤静茹哭得梨花带雨，让林丽文心生不忍。孩子可还好？虽然真儿不愿接受他和其他女人生的孩子，但好歹也是他的血脉。尤静茹扑过去抱住林丽文，她今日穿了琳琅最喜欢的那条裙子，孩子乖乖在我腹中呢。软玉温香在怀，林丽文觉得浑身燥热，全身那股旺盛的火不断向下推移，吐息滚烫。琳琅，我好热啊！林丽文呼吸急促，一把将尤静茹横抱起来。她的确心悦真儿，可真儿太过生涩，不喜主动，如儿给她的体验非同一般。厢房内燃起的火，仿佛要把两人付之一炬。姜氏姗姗来迟，提灯走至门前，本想推门而入，却听到了里头缠绵缱绻的声音：林丽文竟把旁的女人带到这里来，什么两情若是久长时，全是假话。我不过逃出侯府时耽搁片刻，他就如此迫不及待和旁人沉沦，这颗心终究是错付了。姜氏心如死灰，绝望欲离去，身后猛地一闷棍打在他后脖颈，立即昏死过去。
大理寺的衙役刚上职，就瞧见了神情极其焦灼，在门口徘徊的永定侯夫人。侯爷不见了，昨日下朝后，他告诉我去京郊道观祈福，可直到今早都未回府，我害怕侯爷出事。永定侯失踪那可是大事，大理寺也不敢耽搁，直接带着一队衙役和宁氏一起去道观寻人。道长猛然看见乌泱泱的一群衙役过来，生怕永定侯的事情泄露，赶忙让小道童去报信儿。给本官拿下！衙役冲过去压住了小道童的臂膀，其他的衙役则控制住了道观所有的道士。大理寺办案，阻拦者按罪处置，给我搜！衙役们闯进每间厢房，仔仔细细搜查起来，却在走在最里侧的时候，听见了放浪的声响，稍显犹豫。宁氏却迫不及待跑过来，着急道：“侯爷就在这间厢房里吗？”说着便要推开门，衙役去阻止已经来不及了。啊！宁氏惊呼起来，床上交叠纠缠的4人明明白白暴露在众人眼中。就算是见惯了大风大浪的大理寺丞，见着这一幕也是目瞪口呆，震惊到不知作何反应。这不是永定侯林立文吗？这女的还是厉平将军的遗孀，2个人苟合还不够，玩4人行那么刺激的吗？你们这是在做什么？宁氏崩溃到破音，她实在无法接受现状，2眼一翻昏倒在地。尤静茹发现自己和陌生男人一起躺在林立文怀里。此次还好，不该只有我和林郎2人吗？怎么又多出来2个人？还有大理寺怎么找到这儿来了？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腹中剧痛难耐，痛得满头大汗，小产流出的血渗透了整张床褥，刺红了众人的眼睛。大理寺丞让女衙役替尤静茹穿好衣裳，要送去医馆。尤静茹却挣脱开女衙役的手，抓起满脸潮红的姜氏左右开弓。贱人，贱人，叫你勾引小叔子，贱人！他的孩子反正保不住了，索性抓紧教训这个人。你男人死了太久，寂寞了，去外面找面首啊！你居然敢觊觎我的男人，不要脸的狐妹子！大理寺丞生怕尤静茹把姜氏打死，忙吩咐女衙役将她拖走。姜氏只觉脸上又痛又烫，悠悠转醒的林立文愣愣地看着姜氏，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滚！全给我滚出去！他拼命挡住自己的脸，不能让在场的人看见。滚啊！此时一只温热的手臂缠上了他，男声故作娇软。侯爷，干嘛那么大的火气？侯爷，干嘛那么大的火气？林立文看清他的真容后，一股凉意直冲头里。他是林叔爷奶娘吴嬷嬷的那个断袖儿子。吴嬷嬷死后，他一直在追查他儿子的行踪，意图杀人灭口，却始终没有消息。没成想，他居然会和他们躺在一张床上，还如此放荡。大理寺，你还在等什么？是他陷害我，还不快将他捉起来！永定侯的命令，大理寺不敢不听。谁知那断袖竟含着泪，委屈得紧。明明是侯爷您说想跟奴才玩点刺激的，便把你的老相好下堂父尤氏跟嫂子姜氏都带了过来。侯爷您自个儿男女不济，怎的反倒成了奴才的错呢？这话说的大理寺诸位想笑又不敢笑，强忍着震惊，五官扭曲到了极致。永定侯不一向只钟情于自家夫人吗？他们可是京中有名的恩爱夫妻呀！先前他和嫂嫂苟合的传言流出来时，还没人敢信呢。这回可亲眼瞧见了。永定侯好南风就够让人吃惊的了，这多人运动也是进行的毫不费力呀。你在胡言乱语些什么？我警告你管好自己的嘴，小心本侯夺了你全家。我多年的清誉就这么毁了。侯爷竟全然不顾与奴才多年的情谊，拿奴才出来挡刀。
爱奴才时还说恨不得死在奴才身上呢。男人的承诺果真信不得。可就算侯爷您喜欢刺激，也不该喊尤氏过来啊，他腹中可还有您的孩子呢，这孩子没了如何是好啊？给我闭嘴！不是吧，夏堂父尤氏肚子里的孩子竟然是永定侯的，这永定侯究竟是有何魅力，能让那么多女人还有段秀着迷不已呀？此事是奴才一人所为，侯爷是佼佼君子，爱上多情的男人是奴才之错。天哪，这简直比话本子还要离谱上千倍万倍啊！偏生侯夫人这时晕了，这到底咋办呢？就在大理寺丞不知所措时，那就用奴才的死来还侯爷清白吧！啊！他猛然俯冲过去，撞柱而亡。在惊呼中，衙役走上前探他的鼻息，朝大理寺丞摇了摇头，好似一道响雷劈在林立文头顶。他直愣愣地看着地上的尸体，这下死无对证。侯爷，下官先送您回府吧。这京城啊，又要掀起巨大的舆论风波了。绝望、窘迫、愤怒和无措交织在林立文脸上，表情极其精彩。这件事绝对不能传出去。大理寺丞低头躲着笑，也没答应，直接让衙役将林立文、宁氏和姜氏3人送回了永定侯府。圆圆，娘亲想吃你手边那个桂花糕。哼，什么糕，什么花，听不见。看热闹，竟然不叫我一起。虽然我那个时候在睡觉，但是有什么比看八卦还重要的呢？然后我想去看大乌龟跟僵尸的下场，娘亲也不让，还非要我在这儿陪着他。哼，他们2个不干净，看了会带坏小姑娘的。这样，娘亲改日带你去听书好不好？没看到热闹的圆圆心里仿佛有很多小手在挠。好想再踩大乌龟一脚呢，该怎么踩呢？母亲，此事并非儿子本愿，儿子昨夜睡迷糊了，被那尤氏一抱，就忽然疯魔，连他们何时加入的都不知晓。他的一言一行代表着侯府的脸面，希望老夫人能以赵国公的名义施压，阻断谣言流传。你可真是我的好儿子啊，竟真的和你长嫂有了私情。我上回信了你的说辞，没跟你们过多计较，可如今都被人捉在床上了。姜氏简直胆大包天，毫无悔改之意，禁足期间都敢偷溜出府，和林立文私相授受。不过也好，让天下所有人都知晓我那为国捐躯的孩儿到底受了何种委屈。姜楚真老身是留不得了，他如今只想剥了他的皮，抽了他的骨。母亲，是儿子的错，兄长逝世多年，长嫂只是想找个奇迹人啊。他是你的兄长啊，他究竟哪里对不住你？他不喜情敌生的儿子，可丽萍却是真心对待这个弟弟的。我儿黄土枯骨，你怎么有脸？怎么敢呢？畜生！你们2个畜生！他都死了，还要真儿为他守节，自私自利到极致。老夫人不也死了丈夫，寂寞多年吗？难道就不能理解真儿的难处？老夫人背后还有个赵国公府，他不能那么快和老夫人撕破脸皮。是儿子的错，是儿子的错，儿子昏了头了，请母亲责罚。侯爷并非老身之子，老身不敢责罚侯爷。林立文恨极了老夫人提起他是妾生子的事情，心里早就将老夫人千刀万剐。儿子记在您的名下，任由母亲处置。既如此，那侯爷便脱光衣裳，在脖间挂上一块我林立文不知羞耻勾引长嫂的牌子，游街3日示众。老身成全你和你长嫂，
让他陪你一起。林立文还以为自己听错了。母亲，儿子代表的可是侯府的脸面，这老不死的怎能如此狠毒？你被大理寺捉奸的事情已经传遍了，大昭无人不晓你永定侯的威名，如今要脸已经晚了。他就是要让林立文和姜氏受万人唾骂，不然难解他心头之恨。儿子同意游街示众。见老夫人一副不为所动，他不同意就不屈服的模样，林立文咬咬牙，狠心做了决断。但儿子有个要求，让我娶长嫂进门。既然他和真儿的事情已然瞒不住了，不如就借这个由头，让真儿成为他有名有实的妻子。他要光明正大的和真儿携手并进。娶？老夫人仔仔细细盯着他的脸，仿佛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你纳她为妾，我不反对，但永定侯府的正妻之位永远都是芸娘的。姜氏这等不要脸的贱妇，也只配当妾，她哪来的脸当侯府主母？儿子愧对芸娘在先，自会向她赎罪。可芸娘小门小户出身，实在难担大任。长嫂是太师嫡女，秀外慧中，定会将侯府打理得井井有条。我会向宁景云提出合理，给他银子补偿。淑仪那个残废，他也可以带走，但是舒颜得留下。在真儿生下男孩之前，舒颜是唯一有资格继承永定侯府家业的人。舒颜孝顺之事，定会将真儿当作亲生母亲那般敬重。你当我侯府是秦楼楚馆吗？允许不知廉耻的贱妇主持家务？若是客人登门，叫他来成了什么？叫迎接恩客吗？林立文耷拉着脸，面色黑如锅灰。母亲怎可拿青楼继子和真儿做比较？为老不尊，蛇蝎心肠。更何况你一个妾生子，哪儿来的脸说芸娘小门小户？芸娘认了镇国公夫人作为义母，是镇国公府正经的姑娘。不就是挂个名，镇国公府还真能为宁景云撑腰不成？老夫人、侯爷，亲王妃和镇国公夫人来了。屋内两人还未来得及回应，道貌岸然的伪君子，装腔作势的混账！一边尚且不解气，劈头盖脸3、4、5鞭抽在他身上，痛得林立文死去活来，忙不迭求情。在场却无一人敢阻止。靖王妃是下了死手教训林立文的，他替宁氏心寒。这宁氏也真是可怜，用自己辛苦挣来的钱养着永定侯府，这贱男人还用他的银子在外边找乐子。这要是我的丈夫，我就直接剁了那孽根。心里这般想着，手下没留情，带着倒刺的鞭子竟直接抽在了林立文作威作福的下体，当场便渗了一裤裆的血。林立文捂着下身惨叫连连，痛得几乎晕死过去。母亲，母亲，快给我找太医，快找太医！再不抓紧治疗，他极有可能不能人道了。靖王妃闯了祸也不怕，免得他再祸害其他人。当年舒毅受伤时，腿上的伤比你痛苦1000万倍，你不也拖延了好几个时辰吗？侯爷啊，这都是报应，你慢慢受着吧。他索性跟林立文断了这几乎本就没有的母子情分，都是半条腿踏进棺材的人了，随林立文如何报复，当下爽快才是要紧事儿。芸娘如何了？还未醒呢，这些年苦了她了，这次的事儿带给她的惊吓太大，让她好好歇息吧。夫人，小吴的丧事已经处置好了，花了些银子，坟头还算体面。林立文秘密弄死吴嬷嬷后，他就偷偷把他的断袖儿子藏了起来。小吴为了给母亲报仇，遵他的嘱咐，在道观厢房的秋海棠花瓶里下了分量极大的迷情药，会让人乱情乱性。林立文不是最擅长下药吗？这回他尝到苦头了吧？小吴决然赴死，想必是猜到林立文绝对不会放过他。夫人，可是可怜那小吴。并不，若未遇到圆圆，这母子俩就会害死舒颜。
况且他在侯府时也残害了不少良家男子。夫人，此次是侯爷理亏，咱们不如趁机和离。夫人在侯府错磨了这许多年，也该为自己想想了。谁料宁氏缓缓摇了摇头，在这世上，钱财重要，权势更重要。我不稀罕林丽文的感情，可我需要永定侯府主母的权利。永定侯府也只能是舒逸和舒言的。况且林丽文做了这么多伤害我们母子的事儿，我呀还没报复够呢。他要亲手把这个人送入地狱。芸娘呐，芸娘！姨娘，夫人已经安置了，您改日再过来吧。大白天的，睡什么睡？宋小娘屁股一顶，顶得之下一个趔趄。走走走！她像只耀武扬威的公鸡那般走进来。哟，你这珠帘上的一颗珍珠，都抵我好几个月的份力了，摆设堪比皇宫啊！拿起桌案上凉透的茶盏，使劲一嗅，同时把差点流出来的鼻涕吸了回去。哎，上好的普洱啊！我这几日喝的茶都一股子尿骚味儿。你过得如此惬意舒坦，可曾知晓你丈夫如今的艰难处境啊？我文根儿还受着苦呢，他宁景云凭什么过得舒舒服服？侯爷处境如何，也用不着姨娘来操心吧。我以往就是太过软弱可欺，一个妾室都敢找到我头上作威作福，真是无法无天，连你都瞧不起我了。我再怎么说也是永定侯的生母，你男人被老夫人整死了，你就开心是不是啊？他听着林丽文的惨叫，心里难受的要命，偏偏又怕极了老夫人，不敢替林丽文求情，又怕牵连到自己。这都被你说中啦！大乌龟不直接下18层地狱，都是便宜他了。哪里来的死丫头，骂我儿子是乌龟，拿我成了什么老乌龟吗？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越想越气，宋小娘一把掐住圆圆白嫩的脸蛋儿，宁氏脸色当即就变了。这老东西是不是找死？却发现圆圆面不改色，啥事儿都没有。哎呦，这死丫头使的什么妖法，疼死老娘了！哎呦哦，这就叫那个天道轮回，报应不爽。圆圆都能用成语了，看来请承熙公子当他的师傅，果真是十分正确的。殊不知承熙公子被圆圆弄得快自闭了，正躲在房间怀疑自己到底适不适合教书。宁景云，你究竟去不去给文根求情？男人3妻4妾再正常不过了，你到底有什么好委屈的？文根不曾把外头的女人带到家里来，已经很为你这个正妻考虑了，做这矫情样给谁看？我要是你，就该立马把人接回府。你的身份本就配不上我们文根。就会赚钱这点还不错。宁氏听着他的话也不恼，你算什么东西？妾乃贱流，妾通买卖，让奴才在主院里无法无天如此之久。本夫人已经很慷慨大方了。你敢公然侮辱婆母？你算我哪门子婆母？之下把姨娘送到老夫人那儿，告诉老夫人，姨娘想鸠占鹊巢，当我的婆母。宋小娘听见老夫人3个字儿，吓得一激灵，她一下就怂了，连忙摆手求饶。方才宋小娘伤害圆圆，宁氏心里还存着气呢，她连个眼神都懒得分给宋小娘，直接让知下和几个家丁把她扭送去了老夫人院子。老夫人命宋小娘顶着烈日连跪3日，跪得宋小娘差点没了半条命。宁氏这才清静了不少，她一直等着林丽文来问罪，问他为何要去报官，可林丽文就跟死了似的没个响。直到这日晌午，墨玉一脸忐忑地走进门。夫人，老夫人放话说要将侯爷和大房那个游街示众呢。他清晨时分抢过洒扫下人的扫帚，溜到侯爷院子附近清扫落叶，果真听到了些闲碎言语。你们听说了吗？靖王妃替夫人教训侯爷，下手没个轻重，伤到了侯爷的男性骄傲，太医用尽手段才勉强保住，只是日后没有以前那般生龙活虎啦。
听说啦，这郑国公和晋王还小小惩治了晋王妃一下，也没怎么惩，就让晋王妃禁足了2天，反思己过。侯爷知道后，气得跌下床，趴在地上破口大骂呢。话说这命根子受了重创以后，人都憔悴了不少，瘦的都皮包骨了，风一吹都能倒。前些日子侯爷还差阿胜去晋王府询问晋王，能不能把替他治好不举的神医介绍给他。晋王听后勃然大怒，一脚把阿胜踢出了大门，然后还派贴身太监送了一个盒子到侯府。你们猜那盒子里装的是什么？盒子？是什么呀？快说快说呀！快说呀！那盒子里面装着的是一箱玉饰啊！欺负人吗？晋王还传话说，侯爷若是不行，可以借助工具。气得侯爷生生喷出一口老血，喝了参汤才把这条命从阎王爷那儿调回来。后来呀，这伤将将养好，老夫人就让春和嬷嬷把侯爷请出来，要处罚侯爷游街示众呢。我也听说了，还让姜氏陪同在侧呢。姜氏和侯爷苟合，老夫人自是要替早亡的儿子出气，可侯爷竟会答应吗？谁都知道林立文最重脸面，游街示众供外人指指点点，岂不是将他的面子按在地上摩擦？听闻侯爷的条件，便是让老夫人同意他娶那姜氏呢。侯爷为了姜氏那个不守妇道的女人，竟能牺牲至此，也不想想姜氏既能背叛丽嫔公子，将来肯定也会背叛他的。有一就有二，侯爷脑子里怕是只有同姜氏的情情爱爱呢。他想和姜氏双宿双飞，没那么容易。东街开了家水果铺子，那的甜瓜特别好吃，喊上圆圆，咱们一块儿吃。圆圆还在书房写李承熙布置的课业。圆圆姑娘，这上头的题目你已经全都答对了，还用了如此少的时辰，还有几道题超纲了，你也准确无误地写了出来。这有啥好高兴的？这不是有口就能背的吗？圆圆姑娘，在下一定会好好培养你，兴许大招还能出个女状元呢。状元有什么好吃的？我想当女伙夫，这样我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想想都开心。李承熙刚想同圆圆陈述当状元的好处，姑娘，侯爷和大房夫人要被游街示众呢，夫人要带您去看吃甜瓜呢。圆圆的眼睛刷一下就亮了，像道风一般跑了出去，只留下一道残影和略显呆滞的承熙老师。圆圆喊来上会替他办事的那个乞丐，嘱咐了几句，乞丐忙喊来几个人，各拿一面锣鼓，满城穿街走巷，敲得响彻云霄。看大戏喽，看大戏喽！小叔子和嫂子夜会倒灌喽！是道德的沦丧，还是人性的扭曲？要想知道真相，青罗巷里逛一逛，大家快去抢位置喽！青罗巷好几家人呢，谁家呀？该不会是永定侯府吧？走，快去看看！快走快走，我也去！还有我！这下屠夫不多肉了，秀女不吃衣了，摆摊的连摊子都不要了，纷纷拿上板凳到永定侯府门前，围得侯府水泄不通。为何有那么多的贱民跑来侯府看他笑话？难不成道观的事已经传遍了？大理寺竟如此不守承诺？走快点，没吃饭吗？春和嬷嬷拖拽着姜氏从静兰院出来。春和嬷嬷，真儿还是你的主子，待他恭敬些。还当众叫上真儿了。春和嬷嬷毫不掩饰讥讽与奚落。侯爷自身不保，还有心思指责奴婢。他一把将林令文推搡出了门。大伙儿还等着看侯爷呢。看到永定侯出来，围观的百姓们兴奋的眼睛都瞪大了。哇，当朝一等侯爵游街示众了！这简直就是那大姑娘上轿，从古至今头一遭啊！姜氏绝望又崩溃地挡住自己的脸，恨不得一死了之。婆母竟如此绝情，完全不顾她的尊严。我好歹也是林丽萍的结发妻子，岂能这样对我？我好歹也是林丽萍的结发妻子，岂能这样对我？
挣扎间，他侧目同后方默然站立的林疏影对视，眼中燃起希望。疏影，疏影，你赶紧去向老夫人求情，让为娘免受这无妄之灾啊！林疏影却满眼失望，沉默地转身离开。这个女儿算是白养了，若是瑶瑶在，该多好！儿啊，我的儿啊！江氏听见熟悉的声音，骤然抬眼，竟看见了母亲。儿啊，跟娘回家，不必待在侯府了。江夫人日日以泪洗面，原本黑亮的发丝一夜变白。当初林丽萍阵亡的消息传来，她便想带走女儿，可女儿不愿，丈夫也极力赞同她守节。楚真，你怎的如此糊涂？你就算是二嫁，娘也能给你找个顶好的人选，可你为何偏偏和永定侯？哎呀！说到此处，滚烫的泪水又流了出来。在旁听着的林丽文心生不满，这江老夫人言语之间满是对她的嫌弃，她连一个死了的林丽萍也比不过吗？江氏垂头不语，急得江夫人又是一阵落泪。老姐姐，是我没教好女儿，她变成如今这般，是我的错。你想要江家如何补偿，我都答应你，只求老姐姐让我带走楚真，我保证她再也不会涉足京城。她女儿有错在先，应该受到处罚，可她如何忍心10月怀胎，疼进骨子里的女儿受此侮辱啊！我倒是羡慕江氏有这样的好母亲。你说要是把江伯母送到地府去，也不知道丽萍大伯肯不肯原谅她。这边老夫人忙俯身把江夫人扶起，江夫人有诰命加身，她怎能受如此大礼？按理来说，丽萍牺牲，楚真当婚配自由，她与何人来往，我本无从智慧。可丽萍在外征战时，她便跟小叔珠胎暗结，恕我实在不能接受。江夫人闻言，眼前一阵晕眩。她女儿出阁前读了圣贤书，竟会做出如此放荡之举，江家家门不幸啊！便让楚真日后常伴青灯古佛，终生为丽萍诵经祈祷，以偿罪业。我不愿。江夫人血液往上头涌，你究竟要让为娘如何是好啊？江氏望向人群中停着的马车，猜想父亲就在里头。父亲当时说要与我断绝父女关系，那我偏要伤害自己，让他后悔曾经说过的话。我至死都要待在永定侯府。看见母亲痛苦到极致的神情，江氏心中闪过一丝大仇得报的快意。事情发生时，母亲没及时带走我，如今后悔已经晚了。他握住林丽文的手，莞尔道：我陪你一起。若不是那么多人在场，林丽文就要感动地抱住江氏狂吻了。那么多年的付出，真儿终于看到了自己的心意。江夫人闻言气急攻心，只觉一阵头晕，意识模糊，倒地昏迷不起。来人，立刻将江夫人送回江府。江氏脸上流露出担忧，但终究未去看过母亲。从大理寺借来的囚车到了吗？把这对狗男女给我关在里头，游街示众。啊，就是这个不要脸的寡妇，在丽萍将军出征的时候就跟小叔子勾结在一起了，还有了个女儿。嘿，还说有多么贞烈呢，赖在侯府不走，原来是舍不得嫔夫啊！这永定侯还装得如此深情，真是不要脸。这原配宁氏可真可怜呐，因着商女出身，被冷嘲热讽了那么多年。我看这出身就不该分高低贵贱，这江氏是当朝太师的女儿，行为举止却像烟花女子。要不是丽萍将军为国捐躯，这永定侯哪轮得到他林丽文来当呢？上不了台面的玩意儿。昔日丽萍将军还在时，待如今的永定侯那是疼爱有加呢。是啊，我还曾亲眼瞧见过丽萍将军为了给弟弟取树上的风筝，不小心摔了下来。没想到这永定侯竟如此忘恩负义，勾引寡嫂。
林丽文听到后，气得双目赤红。她最厌烦的就是有人拿她和林丽萍做比较。敢背叛丽萍将军，奸夫淫妇！当年被林丽萍庇佑过的边疆百姓，愤怒地扔出臭鸡蛋砸在林江二人头上，鸡蛋液流了一身。百姓们群情激愤，纷纷拿出家里放坏的烂菜叶就往他们身上丢。可怜的丽萍将军死后还要被妻子和弟弟折辱，不要脸！他们俩生的野种，被林丽文抱回侯府，宁氏还把他当掌上明珠疼呢。我呸！馊了的饭菜和脏兮兮的垃圾扔得满车都是。林丽文牢牢护住江氏，又惹来众怒，恨不得一人一口唾沫淹死这对狗男女。渣男贱女，祝你们百年好合，别祸害其他人。此事闹得太大，连齐子明都躲进人群看了热闹。看见江氏如此惨状，他可以想象到林疏影此时有多么痛苦。只要林疏影痛苦，他就高兴。有个放荡母亲，哪来的脸跟我退婚？除了我，日后怕是没人敢娶她了吧？好不容易游街结束，林丽文和江氏落得一身恶臭，无人敢靠近。偏偏此时宫里来了圣旨，陛下圣旨，革除永定侯官职，褫夺江氏诰命，移除官籍，废为庶人。江氏闻言，心中毫无波澜。我不在乎地位和殊荣，只求你对我真心。林丽文遗憾又惶恐不已，早猜到此事会惹了陛下动怒，没成想竟连官职都没保住，只剩一个爵位。元宝公公似乎是看出了他心中所想，若不是先侯爷和丽萍将军战死沙场，换来大昭和平，陛下早就削了你的爵位。林丽文死死咬着牙，那两个人坟头都3丈高了，到头来还是只能活在他们的阴影之下。但没关系，总有一日他能东山再起。林丽萍，你已经是个死人了，死人能干什么呢？都说你是举世无双的将帅之才，可你最爱的女人还是投入了我的怀抱，与她白头偕老的是我才是最终的赢家。扑通一声，就朝宁氏跪了下来。哎，娘亲，大乌龟好歹毒的心肠啊！他向你下跪，这是在接受呢。不行，我得想个办法。圆圆说着，从外头捉了只野狗，放在了林丽文面前。好了，跪吧。林丽文表情垮掉，剜了圆圆一眼，来不及跟这小畜生过多计较，转向宁氏道：是我对不住你，姨娘，你能原谅我吗？宁氏淡淡地看着他，神色辨不出悲喜。我年轻时便深深爱慕真儿，只是天意弄人，她嫁给了我长兄，我是怕伤害到你，才选择隐瞒这件事的。你如此善良贤惠，肯定不愿看一对有情人分离，对吗？江氏有些心疼，林丽文竟为了他如此低声下气的求人。侯爷的意思是想休了我，另娶长嫂。此事错在我，若你同意，我们和离，淑仪留给你，淑妍待在我身边，这样便公平了。林淑仪就是个累赘，更何况他太像父亲和兄长，每每看见他，心中就会生出莫名的恐惧。江氏稍稍不满，为何不让2个孩子跟宁氏一起离开？我不想养其他女人生的孩子，而且永定侯府不应该给我将来生的儿子吗？林丽文究竟是不是真心爱我的？若是真爱，怎么会还留着这2个孽种？侯爷这便开始感人了。你想和江氏结为秦晋之好，那可曾想过我的表妹？她可是为你落了胎呢。林丽文心中一震，她完全没打听过尤静茹的消息。孩子没了吗？我会给他些银两，好好安置他。这男人果真绝情。你们俩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勾结了那么多年，还把生的孽种抱到我膝下养，骗得我好苦。3言2语就想让我给你们让位，是不是想得太美了？3言2语就想让我给你们让位，是不是想得太美了？可真儿和女儿分离如此久，她心里也苦啊。
瑶瑶如今只认你是她母亲，你还不知足吗？宁氏简直要被他气笑了，他反而还委屈上了。林丽文，我不妨告诉你，合理绝无可能，还让我把书言给你，更是痴心妄想。你大可将这件事告到陛下面前，看陛下会不会同意。他不可能抛下书言，也不会让这对恶心的有情人顺利相守。芸娘，我敬你，可从未爱过你，你就不能放过我吗？他都如此哀求他了，为什么还纠缠不放？他最讨厌的便是这种死缠烂打的女人。我稀罕你的爱吗？事到如今，宁氏也不怕同他撕破脸。我嫁入侯府16年，侯府花了我不少银子，你把这些银两分毫不差的还给我，再来跟我提和离的事儿。对，感情可以不要，但钱必须要啊！林丽文脸都青了，宁氏从何时起变得如此自私吝啬了？那便先让我纳真儿为妾。江氏身形一顿，林丽文握住他的手安抚他，等他慢慢攒够银子，就立刻将真儿抬为正妻。不可能，倒是可以做通房。通房二字像一个巴掌，狠狠抽在江氏脸上。我是太师嫡女，做妾已经够委屈了，哪能当低贱的通房丫鬟？宁景云，你欺人太甚！大招纳妾必须要经过父母以及正妻的同意，有正规的纳妾文书，不然便是触犯了大招律法。比起你带给我的苦难，我已经是大发慈悲了。宁氏看向江氏，你呢也省些瞪我的力气。你如今被褫夺了诰命，只是庶民，当通房已经是抬举了，很委屈吗？你们不也因为我商女的身份嘲笑了我整整16年，如今孽力回馈，遭不住了。江氏愤懑不已，就算我如今是庶民，也比你宁景云高贵。宁氏嘲讽完，又朝向林丽文露出温婉的笑，除非你答应我2个条件。林丽文看事情有转机。什么条件？第一，把永定侯府的房契给我。这第二，我们分家，我不想看到你们2个狗男女。好，我会给你安排一套上好的宅子，你带着淑仪住过去。笨蛋！圆圆被他蠢到了，翻了个大大的白眼儿。我娘亲的意思是让你们2个滚出侯府，好赖话都听不懂。好似一道闷雷劈在了林丽文头顶。这是我的侯府，你要赶我出去？你不愿意，我不强求。你和你的心爱之人就准备一辈子当一对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吧。侯府7进7出的宅子，地段极好，离皇宫也近，他在这儿住得挺舒服的，索性要过来。他走得毫不留恋，林丽文十分不甘心。难不成就这样失去了和真儿相守一生的机会吗？只要和你在一起，住在哪里我都不在乎。林丽文感动得几乎要落下泪来，朝宁氏背影大喊：我同意搬出去。好，空口无凭，立契为证。林丽文写完契约，在上头按了指印。宁氏仔仔细细地看着，没发现问题后显露喜色。给你们1日时间，快些搬出去，不要等着我找人驱赶。林丽文从未想过有被宁氏欺负得如此不堪的时候，不过宅子乃是身外之物，他才是真正的永定侯，他在的地方才是永定侯府。宁氏要个空壳子又有何用？大乌龟真是笨蛋，家都没了还美呢，你就没想过搬出去以后住哪儿吗？林丽文的那点私产早就在李承熙的影响下赔光了，他们如今就只能露宿街头。此刻林丽文眉头紧锁，显然是还未来得及考虑这个问题。我名下倒是还有一处宅子，只是转赠给了尤静茹，眼下这茹儿也不一定还啊。妻子富可敌国，丈夫却要为生计发愁，真够悲催。但他又拉不下脸同宁氏借银子，罢了，暂且先去青雨巷尤静茹那里借住几日。宁氏之所以不肯跟我和离，是因为心里还存着跟我的感情，对我念念不忘。16年的夫妻情分做不得假，等他气消了，便会亲自接我回府的。我就冷他几日，他寂寞了，
我还是要来找我。圆圆看他顶着那张狰狞伤痕的丑脸，还露出如此自信的表情。咦，我的天道老头啊，这大乌龟到底怎样才能自卑呢？把宋小娘也一起带走。什么？我在侯府住得舒舒服服的，干嘛要跟着他们吃苦？如今永定侯府是我当家做主，去留由不得你。他刚要跟宁氏理论，宁氏一个凌厉的眼神就让他闭了嘴。那要不这样，那让我回老家替先侯爷守灵行吗？虽是穷乡僻壤，但好歹吃喝不愁。但文哥离了宁氏，估计就要风餐露宿了。谁有钱，他还是分得清的。那就这么办吧，连夜就走。宋小娘敢怒不敢言，悻悻地收拾包袱去了。芸娘，希望我的离开能让你好受些许。我当年娶你是想跟你好好过日子的，我爱真儿，但我有了你，所以一直积压自己的感情。而今我年纪大了，想弥补遗憾了。江楚真是他做梦都想得到的存在，只是想有情人终成眷属，却受到了如此多的阻碍。但好在他们终究还是克服困难走到了一起，从此以后海枯石烂都不能把他们分开。只是他难免要辜负芸娘和如儿这两个爱他的女人。滚！林丽文死死握着拳，夫妻一场一定要做得如此绝情吗？宁景云硬气有什么用？儿子定会站在他这边。舒言啊，爹日后就不能陪在你身旁了，无法看你长成个男子汉了。这他何曾陪过我呀？难道父亲比我多了一段记忆？不用担心爹，爹只不过是犯了男人都会犯的错，惹了你娘不快，你娘不分青红皂白，要把爹赶出家门。不过你千万不要怪你娘，她小门小户，胸襟自然不比名门闺秀。爹是君子，不能同妇人般跟她计较，便只能由着她出气。爹日后难得能见你了，你能时常来看望爹吗？舒言和他一样是男子，自然会理解他，赞同他。既然宁景云能挑拨真儿和瑶瑶的关系，我也能挑拨离间他们母子。母亲从未在我面前说过您的不是，比您要光明正大。小人行径还自称君子，恬不知耻。林丽文勃然大怒，眼中燃烧着熊熊怒火。我是你亲爹，还轮不到你来指责我。他和林舒言是血浓于水的父子啊！早知他是个白眼狼，出生时还不如掐死在襁褓里，忤逆不孝，根本不配参加科举，入朝为官。大乌龟，我二哥才说了一句话，你就说了那么一大堆，你这是破防了吗？你说你怎么走到哪里都有那么多的笑话呢？要是你不在，京城的百姓们得少多少乐子呀！圆圆的话像是利剑，猛地刺入林丽文的心脏，抬起手就要掌掴圆圆。悠长的音鸣忽然间响彻天际，听得林丽文一个哆嗦，脸上的抓伤隐隐作痛。林舒言，我是你爹，你不孝顺是要遭天打雷劈的。被雷劈的是你吧？刚长出来几根头发就忘啦？你要是再不走，旺财就下来了哟。林丽文真是怕极了圆圆那只阴损，甩袖而去。圆圆跟了上去，紧盯着他收拾东西离开侯府。啊，这个世界终于清静了。林舒言关上窗，一转眼便发现一个红衣身影无声无息地进了屋子。林舒言像是习惯了般自顾自淹没，也不理他。我说，你怎么跟你兄长一样是个闷葫芦？真不愧是亲兄弟，一个比一个冷淡。哎，大作家，这交稿日到了，你新一册的内容可写好了？半年前，袁以恒来侯府找林书义叙旧，看到了伏案写作的林书言。哎，写什么呢？我看看，《寸草记》。嘿，这开头不错啊。哎呀，我跟你说，这要是发行出去，绝对能火。哎，我私产中有间书局正在经营。哎，那时的林书言比现在还要孤僻，只看了他一眼，便十分冷漠地关上了门。
喂，闷葫芦他弟呀，你那么小，别能写出这种旷世神作，你光自己欣赏，不觉得可惜吗？哎，也不晓得永定侯夫人的血脉怎么如此厉害。大儿子骁勇善战，小儿子文采斐然，这侯夫人偏偏还这么低调。要是换做我母妃，早就嘚瑟的不知天地为何物了。当日碰了壁，袁以恒只要得空就找林淑妍谈合作，在他的软磨硬泡之下，林淑妍终于松口。我是怕人多。原来你这个小闷葫芦不想把画本发表出去，是怕惹来太多书迷呀。嘿，你跟你哥一样，你只管专心写，其他的事儿交给我，我保证不会让你接触到书迷，也不会透露你的真实身份，怎么样？行吧。这会子林淑妍把一叠手稿交给袁以恒，袁以恒仔细看了看，那这是上个月的画本分红，捐了吧。这几日沿海州县遭遇洪灾，嗨，就晓得你会这么说。行，我来安排。哎，对了，圆圆呢？原本神情淡淡的林淑妍莫名看了袁以恒一眼。不是吧你？我就问了一嘴，你这就不开心了？这圆圆也是我妹妹呀，虽然八字还没一撇，但我跟圆圆才是亲的。他跟着承熙公子习书呢，言下之意是吊儿郎当的袁以恒千万莫带坏他。书有什么好念的？袁以恒咂舌，已经想象到圆圆被各种知乎者也折磨得痛苦不堪的惨状了。我走了，见到圆圆记得让她来王府玩。我去，这么久没见，上来就要杀我，真丧良心。才没有，大哥是在帮世子哥哥打蚊子呢。亲眼看着大乌龟灰溜溜离开侯府后，圆圆满院子传递喜讯。他来揽月阁的时候，林淑义正在擦拭健身。哟，还赶蚊子？你大哥能有那么好心？我袁以恒3个字倒着写。世子哥哥讨厌，哼！行，圆圆了不得。圆圆，你可知这是谁写的？林淑义递给他一个警告的眼神，他视而不见。在大哥房里，肯定是大哥写的吧？嘿，这是当朝摄政王送给你大哥的，你大哥宝贝的跟什么似的。上回我不小心弄脏了一块，他差点剁了我的手指。哇！听说是摄政王写的，圆圆立马来了兴致。哇！听说是摄政王写的，圆圆立马来了兴致。上面还有印章呢，折是撤，这是摄政皇叔的名讳。你大哥对摄政王如沐之情甚笃，在军营初次见到他，眼珠子都快粘到我皇叔身上去了。若是林淑义知晓圆圆极有可能是他崇拜之人的亲生女儿，不知会是个什么反应。要不明年摄政皇叔回朝，你就跟我去见他，把这些年你对他的崇拜之情全部说出来，皇叔必然会开心的。林淑义简直要烦死他了，直接挥剑砍过去，袁以恒侧身躲闪。喂，能亲密接触崇拜之人，你个开心还来不及呢，干嘛如此暴力？暴力！原本还在乐呵呵看戏的圆圆听着这句话，当场惊叫出声：完蛋了！光顾着看大乌龟和江伯母的下场，差点忘记被丈夫家暴的漂亮姐姐董婉瑜了。司马清的鬼魂还在我这儿呢，不过把通感和伤口转移到董佩玉身上的咒法时效还没过呢。漂亮姐姐暂时应该还没事吧？道长，你快看看我夫人究竟是不是中邪了，她竟感觉不到丝毫痛感。上回董佩玉差点被陆怀安间接打死，倒在地上口吐白沫时才被林家下人发现，昏迷了好几日才苏醒。陆怀安才发现，无论他怎么打董婉瑜，受到伤害的都是董佩玉，猜想定是董婉瑜使了妖法，忙请道士来驱邪。我就是个半路出家的道士，我能看出来什么邪祟？但是这陆家给的赏金太多了，就这么上吧，这是。那个开坛，做法。这果然不是陆夫人啊，这是邪物，它的存在会给家族招致不幸，轻则断香火，重则
这个全家毙命啊！哎！陆怀安吓得脸都白了，生怕董婉瑜害死自己。道长，我修了这邪物，可否有用？哎，这邪物已经缠上了你，不会轻易离去的。这晦气的贱妇，嫁到我家没生一儿半女，如今还要害死我们全家。我当初娶的本该是佩玉啊，都怪这贱妇为了往上爬，无所不用其极，生生拆散了我们。道长，该如何驱走邪祟？蒸。邪物未热，将陆夫人放进蒸笼蒸，身上的邪物受不了高温，自然会主动离开。他已经用这种方法骗了不少人，在其他县行骗时不小心蒸死了人，肉都熟透了，他才逃来京城的。不行，我如今和这邪祟痛感相连，蒸的是他，热的却是我才不要受此折磨。他真的恨死董婉瑜了，恨不得打死他出气，偏偏又打不得。只要上锅蒸一刻，你们二人身上的咒法便会解除，再让陆夫人蒸上1个时辰，若邪祟还未离开，再用鞭子抽打，将邪物抽走即可。你说真的？可我不会跟董婉瑜一起被蒸死吧？若有虚言，天打雷劈。他发过无数誓，都没有应验过。这天道本就是不存在的东西。岂料话音才落，天际就传来轰隆隆的闷响，雷声响得快要震破耳朵，拖着白光的天雷直直朝着道士劈下来。道士瞬间面无血色，撒腿就跑。可天雷却竟是认准了他，追着他劈。道士脚程再快也快不过迅雷，才跑出去没几步就被雷电击中，劈得他浑身都熟透了，直冒白凉，跟被他害死的苦主的死状没什么两样。陆怀安和董佩玉吓得呆住，愣愣地看着道士的尸身。袁咏春这时候带走了董婉瑜。那个漂亮姐姐，我找到办法帮你啦。你愿不愿意让武艺高强的女将军上你的身，帮你教训那些坏人呢？董婉瑜闻言兴奋激动难耐，只要能惩罚他们，我死不足惜，更别说只是一具身体。圆圆打开锦囊，让司马清的亡魂附身董婉瑜。董婉瑜怯懦畏惧的眼神在瞬息间变得坚毅果敢，对圆圆行了抱拳礼。董婉瑜步伐坚定，正好撞上找过来的陆怀安和董佩玉。谁让你逃走的？经过我允许了吗？董婉瑜看他的眼神像在看一个死人。陆怀安被他看得惴惴不安，还想开口。懦夫！陆怀安被他打懵了，柔软可气的董婉瑜力气怎么变得这么大，还敢打他？还没反应过来，董婉瑜一个袭击把他撞飞出去，生生呕出一口血。董婉瑜，你个贱人，你敢打自己丈夫，简直大逆不道！董婉瑜不跟他废话，拽着他的头发丢进了池塘。等着，还没轮到你。董佩玉呛了一大口水，上回在尚书令府邸掉进池塘的不堪浮现在他的脑海，害怕又惊惧。董婉瑜这是怎么了？怎么突然跟换了个人似的？董婉瑜缓缓走向倒在地上咳血的陆怀安。陆怀安感觉自己体内的五脏六腑瞬间移位，他眼冒金星，痛到耳鸣，还没放弃威胁董婉瑜。你姨娘的命还在我手上。董婉瑜懒得听，全身力量蓄于左手，打掉了陆怀安的牙。陆怀安吐出一口血水，眼中流露出很深的茫然。他有些怀疑自己是不是活在梦里，平日里连吱声都不敢的董婉瑜，怎么忽然那么剽悍生猛？这具身体还是太过脆弱，还未开始热身就有些喘不过气来了。太久没教训你，好了伤疤忘了疼是吧？不管这个贱人到底中了什么妖法，今日在争执过程中杀了董婉瑜，大理寺肯定会判他无罪。司马清面不改色，折断了陆怀安的手腕，夺过了他手中的长剑，随手往后一扔，长剑牢牢嵌进了墙里。剑都拿不稳，你还算个男人？进入董婉瑜的身体后，共享了属于他的记忆，逮住陆怀安就是一顿狠抽。别打了，夫人，别打了！
方才陆环还能忍，这铺天盖地的抽打，陆环真的是痛到忍不住鬼哭狼嚎。爹啊，救救我呀！啊！看着陆环满脸惊恐、痛到哭爹喊娘的模样，司马钦兴奋浑身颤抖，是这具身体本能的反应。夫人，我错了，饶了我吧！饶了我吧，我错了。他越求饶，司马钦下手就越重。董婉瑜此前也曾如此求过陆环安无数次，甚至不惜磕头求他饶恕。陆环安也依旧无动于衷，他不把董婉瑜当人看，这顿打还只是餐前小菜。环安，这是怎么了？陆大人和陆夫人听见儿子杀猪似的惨叫，飞奔过来，看见儿媳妇无情抽打儿子以后都惊呆了。毒妇，快些住手！敢打丈夫，你是想被进猪笼吗？啊！这对老东西虽然没打过董婉瑜，可却贿赂官员，不许董婉瑜报案，且无底线的溺爱宠爱儿子。看见儿子打人，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上梁不正下梁歪。陆夫人还以为董婉瑜怕了，就算虫儿对不住你在先，你也不能打他，他是你丈夫，打了他要被天打雷劈的。爹娘，董婉瑜这个毒妇打得我好疼，孩儿要被他打死了。陆家怎么就娶了你这么个毒妇？快上去把那毒妇给我绑起来！陆府的家丁全都扑过去捉拿董婉瑜，可司马钦3-2下就把他们全部解决，喊几个虾兵蟹将出来，搞笑！哇，这也太帅了吧！我以后要跟着大哥哥习武，不跟那个倒霉鬼学读书了。眼看着府上的打手都对付不了董婉瑜，陆怀安想死的心都有了。他撒泼道：我不管，爹娘，快救救我！我不管，我不管。陆大人和陆夫人也有些畏惧凶猛的董婉瑜，但想到董婉瑜对长辈一直敬重有加，便大着胆子走过去，想带走没了半条命的陆怀安，却看见董婉瑜猛地挥过去，一掌打偏了这2个老东西的脸。陆大人和陆夫人活了大半辈子，哪儿被人这么打过？刚想开口斥责，司马钦又是一巴掌，直接让他们闭嘴。再多嘴一句，就让你们一家3口黄泉相聚。司马钦侧目，吓得那附近的家丁一激灵，拿盐水来，拿盐水来。没人比陆怀安更清楚董婉瑜接下来要怎么对付他，他忙不迭咬牙往门外爬，却被董婉瑜一脚踩住。董婉瑜接过家丁双手盛上的盐水，眼睛都不眨，浇在了陆怀安的伤口上，痛到麻木，他毫无尊严的痛哭求饶。夫人，阿婉，我错了，你不是想同我和离吗？我答应你，我答应你，我把陆家的所有的家产都给你，好不好？别再打我了，别打了。司马钦感受到董婉瑜浓烈的情绪，立马意会到了他的意思。和离让你续娶，再祸害其他姑娘吗？啊？陆怀安闻言绝望崩溃不已，董婉瑜这辈子怕是都不会放过他们。陆家夫妻心疼儿子，欲开口求情，司马钦一个眼刀扫过去，跪下。董婉瑜身上的气势压迫感十足，他们下意识服从了。司马钦直接坐在家丁给搬来的椅子上坐下，这次先热2下身，把陆怀安整死就不好玩了。哼！董佩玉早就趁乱去报官了，扯着大李4成赶来陆府。大人，我恕姐都要把我姐夫全家打死了，你快点把他捉进牢里去啊！大李4成看着趴在地上昏死过去的陆怀安和畏畏缩缩跪地的林家老夫妻，这是家务事儿，本官管不了。他生怕波及到自己身上，脚底抹油跑了。董佩玉拦都拦不住，刚想撒泼，就注意到身后那道灼热的视线，浑身发抖，想逃时就被一条凳子砸中后腰，重重扑倒在地。司马钦踩住他的脸轻捻，
都说了，没轮到你，你这是迫不及待了，对吧？你敢打我，爹爹不会放过你的。圆圆看热闹不嫌事儿大，但还是提醒道：哎，漂亮姐姐，你先别打死他，我还等着他嫁给齐子明呢。你一直自诩京城第一美人儿，若是这张脸彻底毁了，你还会如往常那般得意吗？姐姐，我是你妹妹啊，血浓于水。可司马清感受到董婉瑜的记忆里从未有过什么姐妹情深，甚至这所谓的妹妹亲手把她送进了火坑。董婉瑜不曾幻想过富贵荣华，只想找个知心人平平安安地过一辈子。董佩玉却毁了这一切。我的脸！脸上传来剧烈的疼痛，她最自豪的便是这张脸，却被董婉瑜毁了。我才不要变成林淑仪那种丑八怪！听着董佩玉悲痛的惨叫，董婉瑜只感觉自己骨子里都在疯狂的兴奋。董佩玉不敢面对自己毁容的事实，昏死过去。接下来的事情我能处理，小高人先回府吧。圆圆看见他的眼睛都亮晶晶的，充满了崇拜。目睹司马将军教训了那么多坏人，他有点看撑了。回府让小厨房做点山楂糕消消食吧。小姑娘，你来扶我去永定侯府吧。这请求好不客气，圆圆看了这老太太一眼。你又不是瘸子，干嘛要我扶你？没看见我身子不好吗？走路都要大喘气儿，你扶一下又不会死。那你要是死的半路上碰瓷我怎么办呢？圆圆转身就走，老太太差点被圆圆气死。我儿媳妇儿是永定侯府嫡出的大姑娘，我是侯爷的亲家夫人，你敢得罪我啊？没想到齐子明的娘跟她一样脸皮忒厚。圆圆加快脚步哒哒走远了，齐母在原地无能狂怒。这淑颖已经好些日子没来齐家了，问子明也不肯说，这侯府的接济也不晓得咋停了，还得我老婆子撑着病体来他侯府问呢。刚到侯府大门，就看见林淑颖从轿子上下来。淑颖，你这几日去哪儿了？林淑颖见到齐母来，亦是十分惊讶。母亲和叔父被赶出侯府后，淑颖自知无颜面对叔母，自请离家，去往尼姑庵修行。傻孩子，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好好待着，不要胡思乱想，就留下来吧。祖母和叔母没有怪罪他，可他仍是焦心不已，日日去寺庙诵经静心。你也真是的，不来也不跟伯母说一声，伯母担心你出事，来的路上差点摔一跤，还碰上个没礼貌的小姑娘。林淑颖扯了扯嘴角，从圆圆那儿得知自己未来嫁到齐家后，给这母子俩当牛做马，俨然成了齐家的奴婢。淑颖呀，你和子明最近如何了呀？要不你先嫁，伯母保证会像亲生女儿一样待你。齐子明整日的不着家，他这个病秧子做事不方便，做梦都想有个儿媳妇来伺候，让他松快松快。你年纪大了，不要拖了，抓紧嫁过来，给我们齐家生个大胖小子呀。这林淑颖看着瘦小，屁股也不大，应该不好生养，无妨，等我子明考上状元，再纳几个会生养的妾不就是了。林淑颖听着齐子明的名字就烦，我正打算同他退婚。什么退婚？子明做错了什么？你要和他退婚？齐子明和董佩玉在大庭广众之下亲昵的事情闹得全城皆知，齐母却一副被蒙在鼓里的模样。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怎能说退婚就退婚呢？我是一定要和他退婚的。他们的争执引来了围观的百姓。这不是勾引小叔子的那个贱妇所生的女儿吗？
竟要和齐公子退婚。齐公子可是《寸草记》的作者，这样顶好的婚事，他还不满意呢。嗨，我看呐，跟他母亲一样，都是不守妇道的人。这亲事哪能说退就退的？经过长辈同意了吗？退婚这件事，我同意了。老夫人的声音自门内传出，凌厉的眼神盯着对孙女指指点点的人。退婚这件事，我同意了。侯府的老夫人都出来了，说白了也是人家的家事，那老夫人都同意了，还说什么呢？走吧，可不是嘛。围观百姓不敢惹侯府老夫人，纷纷散去，徒留齐母难以置信。当初是你儿子同意和齐家订婚的，我齐家如今没落了，你们就忘恩负义要退婚？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她丈夫未被革职的时候，永定侯府巴巴地凑过来，那么快就看不上他们孤儿寡母了。你说的都对，那对叔嫂已然丢光了侯府脸面，老夫人也无甚好维持的。你儿子就是配不上我孙女，我孙女嫁给谁都不会嫁给你儿子。侯府简直欺人太甚，我儿子是秀才，秀才那可是宰相根苗，是你孙女儿配不上我儿子。哼，也不知道是谁，17岁了还是个穷秀才，没通过秋闱，还借口说是中途回家照顾老母亲去了。你就守着你的宰相儿子过一辈子吧。老夫人也不知道自己亲儿子是个什么眼光，媳妇儿找不好，女婿也找不好。她早就看不惯齐子明了，他与疏影定亲近10年，没有展现出一丝能力，哪怕他思进去也是个有出息的，可偏偏只是嘴上说的好听，没付诸过任何行动。我怎么不知道我儿子没参加秋闱是因为要照顾自己？我秋闱那几日，我连他人影都没见呢。我儿只是大器晚成，下一届科举状元必然是他，这是亲家公在时定下的，必须父母长辈同意才能退婚。老夫人，你说了不算。哼，你信不信我有10000种方法让他们退婚？齐母气得快要发病了，嗓子眼发痒，刚想咳嗽，林疏影就忽然间猛地咳嗽起来，齐母都傻眼了。疏影，怎么了？祖母，孙儿姨母亲的事忧心，大夫说孙儿忧思成疾，离婚未老啊，没几年活头了。孙女儿本不想嫁娶齐家，拖累他们，可伯母如此爱戴我，孙女感激不尽，那就即刻准备孙女儿和齐公子的婚事吧。仿佛要把肺都咳出来。老夫人立即明白过来，哎，既如此，祖母就成全你们吧。春和，去清点大姑娘的嫁妆。慢着，疏影真没几年可活了。家里也有一个病人，再来一个病人，岂不是拖累？但这可是侯府，就这么轻易放弃和侯府的亲事儿吗？你若是退婚，侯府自会补偿。咱们侯府愿意补偿1箱黄金。1箱黄金？齐母倒抽一口凉气。你说真的？你不信我有1箱金子？林疏影的叔母富可敌国，齐母非常清楚，这也是她不肯退婚的原因之一。宁时招手，立马有2个壮汉小厮抱着1箱黄金过来，齐母看得眼睛都直了。哎呀，真的是黄金呐！有这么多的钱，还怕找不到贤惠的儿媳妇吗？至于侯府的权势，有什么好惋惜的？我儿最多3年就能官拜首辅，到时候还得他们侯府来奉承我们呢。那疏影生了重病，齐家也不能耽误她，那就只能忍痛答应了。齐母看见那箱金子，腰都不疼了，恨不得跑回家拿合婚庚帖。老夫人连忙派人去请了礼部的官员来作证，当场换回了当初订婚的信物。林疏影的信物是一枚小金牌，这上面还刻着我的生辰8字呢，是父亲当年亲手为我做的。如今
可算回来了。这是父亲留给他为数不多的念想。吏部官员道：麒麟两家退婚后各自嫁娶，不得生有一言。这婚便如此退了。其母一丝留恋也没有，笑得眼睛都找不到了，连忙让侯府小厮帮他把黄金送回齐家。林疏影对宁氏可谓是又感激又愧疚。叔母，那箱黄金我会慢慢还给您的。傻孩子，叔母怎么可能真的蠢到把那么多黄金赔给齐家？那是圆圆做的障眼法。原来是这样，你方才怎的忽然吐血了？要不要找大夫来瞧瞧？没有，这里头掺了一些植物根茎的汁液，用唾液化开，便能流出和血一模一样的液体。本是闲来无事做着玩的，没想到今天还派上了用场。倒是没想到疏影还有这般手艺，她的手可巧了。其母把装满黄金的箱子放到榻上抱着睡。金子，金子，金子，赶明儿啊就出去置办个5进5出的宅子，不住这漏风漏雨的小木屋了。齐子明回来时，他嘴边还挂着笑。母亲，咱们有银子买药了。齐母忙不迭爬起来，想告诉儿子他得了箱黄金。一扭头，齐子明靠着门框，扶着腰，一脸被透支掏空的模样。你这是怎么了？怎么这般憔悴，跟外出劳作了3天3夜似的？齐子明扶着快要断了的腰，诡异地沉默着。这孙寡妇简直把人不当人，可我总不能真的跟承诺董大人的那般去做工吧？没事，就是读书乏累了些，儿子替您煎药。娘得了一箱黄金，日后咱娘俩也再也不用过苦日子了。哪里来的黄金？您该不会是被骗了吧？我呀，同侯府退了婚，这黄金呀，是宁氏给咱们齐家的补偿。退婚了？娘，这事儿你怎能不跟我商量呢？这些日子林疏影一直没有主动来找他承认错误，他心里还憋着火呢。他母亲连个声都没吭就退婚了啊！退婚了！人逢喜事精神爽，林疏影得了肺痨，没几年就要去见阎王爷了。她嫁过来就是个累赘。上回见到林疏影还气势汹汹的样子，怎么忽然会患上肺痨？齐子明不太相信。哎呀，那咳的有血乎乎的，喷了我一脸。娘给你相看个踏实过日子的，保证比那10指不沾阳春水的千金小姐要好得多。那也不能说退就退呀。黄金哪比得上侯府女婿的名号？若是能娶到林疏影，还愁没钱花吗？退婚一事，疏影愿意吗？是那老夫人瞧不上咱们家。疏影要不是病了，她是想嫁过来的。和你这个宰相跟面儿退婚，她肯定不愿意呀。不过没办法，谁叫我儿子是香饽饽，国子监典籍的女儿也巴巴的要过来当妾呢。她果真不愿意退婚？你该不会是想反悔吧？知晓林疏影真正的想法后，齐子明却不急了。等她来求我。快瞅一眼金子！哎，齐母小心翼翼的开锁，把盖子一揭开，傻眼了。金子呢？这里边怎么就一筐石头啊？娘，你确定抱回来的是金子？我都亲眼瞧见了，我怎么可能看错呢？那黄灿灿的大金子，一路跟着我回来的，这不可能有人掉包啊！齐母把石头全部倒掉，在里头翻找。娘，别找了。我的金子呢？我的金子呢？我的金子呢？肯定是永定侯府骗了他娘。林疏影，给我出来！林疏影！喊什么喊呐？吵死了！喊什么喊呐？吵死了！他喜欢躺在屋顶睡觉，风吹过来凉丝丝的舒服惬意。那么大的侯府，居然用石头骗我娘是黄金，简直目无王法！
那你买凶杀我就有王法啦。他是怎么知道的？我听不懂你说话。刽子手十有八九被侯府解决了，要是有证据，府衙早就捉他进大狱了。这死丫头就是在虚张声势。圆圆的双眼仿佛能看透人心。齐子明不再理他，继续喊：林疏影，你给我出来！别以为我不知道，解元李承熙就住在你们侯府，你早已跟他珠胎暗结。你以为你找了个解元就攀上高枝了？我早就打听到了，他在青州谁碰谁倒霉，这就是个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这种垃圾你都要，你可真是学尽了你娘的做派，都是那等人尽可夫的货色。混账！门开了，林疏影身后跟着10多个人高马壮的家丁。且不说我同李公子清清白白，容不得你诋毁构陷。就算我和李公子真的有什么，那也轮不到你来智慧。你个临阵脱逃的废物，也配评价当今解元？昔日我侯府念你家境贫寒，母亲卧病在床，慷慨接济，你却拿着这些银钱宴请宾客，挥霍无度。反观李公子，虽命途多舛，但一身正气；虽身处泥淖，但心怀大义。你连他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这怪不得齐母没钱看病，原来钱都被挥霍了呀！瞧着他人模狗样的，原来是打肿脸充胖子呢。还有这种事，还说他孝顺呢，真是孝死人了。什么孝顺？按理来说，齐公子的书打得那么好，公孙分成的钱也不至于这样吧？我看这事儿难说，这侯府也不咋地。叔嫂勾结的事刚过，又闹出这一档子退婚。说的也是啊。齐子明支支吾吾还欲辩解，指尖轻轻一点，齐子明脚下凭空一滑，趴在了林疏影脚下。恶人先告状，让你也变成大乌龟，还不快滚！滚！齐子明被壮汉吼懵了，半晌回神过后，侯府的门在他面前重重关上。出来捉圆圆回去上课的李承熙呆呆立在墙头，看着方才温婉的林疏影那一番精彩绝伦的演讲，陷入了恍惚。从他记事起就被人视为灾星，都对他避之不及。可到了侯府，圆圆热心帮助，宁夫人好心收留，林疏影又对他这样褒奖，一股暖流涌上心头，头顶的太阳像是照进了心里。而此时林疏影一回头，正巧碰上了李承熙呆滞的眼神。齐子明心有不甘，跑去礼部。齐令两家退婚之事早已记录在册，再来捣乱，本官就治你个阻挠公务之罪，滚！齐子明只能悻悻离开。幸好孙寡妇给的银两还够。齐家小木屋地处偏僻，要过2条崎岖幽静的山路。什么声音？凉意从头顶窜到脚底。他察觉不对劲，侧身一躲，锋利的刀砍在了他身旁的空地。齐公子，咱们交易的尾款你还没结给我呢，我帮你杀侯府姑娘，你不能言而无信。我烧给你便是，你不用亲自来讨债啊！刀锋袭来，齐子明连忙翻滚逃开，脚下一个不小心从山坡上滚了下去，滚进了山脚下的茶水铺子里。怎么有股尿骚味啊？少年天才齐公子尿裤子啦！齐子明猛地一摸，他裤裆还真是湿的，瞬间臊红了脸，难堪的要命。我才3岁都不尿裤子了，齐公子是大人了还尿裤子呢。是你搞的鬼，那刽子手的尸身追着我砍。圆圆害怕地躲到掌柜身后。这个齐公子好可怕，我都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吓死小朋友了。掌柜不满地看着齐子明，枉我还觉得齐公子斯文儒雅，精彩绝艳，
哼，原来是个连尿都管不住，还分不清青红皂白，指责小孩的衣冠禽兽啊！顶着掌柜鄙夷的眼神，齐子明又羞又怒，捂着下身逃离了茶水铺子。叫你买凶杀人！哼！圆圆屁颠屁颠往回家赶，却在经过一处猪圈时，救命！圆圆凑过去，猪圈里头的猪皆埋头苦吃。救命！是哪个猪猪在喊救命呢？你们不想被人吃吗？但是你们真的很好吃啊！救命！这回声音大了些许。好像是一个男孩子，在哪里呢？他捏着鼻子翻进猪圈，在角落看见一只没有去吃饭的猪，厚实的屁股底下好像压着个人，猪正在啃那个人的鞋子。好像听团团哥哥说过，猪是会吃人的。嘿，男孩脸蛋脏兮兮的，依稀可见皮肤白嫩。眉间有紫气盘旋，是皇室子弟呀。怎么这个人跟我也有亲缘线呢？跟我有亲缘线的人，不是在厨房就是在猪圈，我就没有个正常点的亲戚吗？你救了我！袁灿深吸几口新鲜空气。我迷路了，你再顺便送我到皇宫附近吧。他走了几步，发现圆圆没跟上来。快点儿！圆圆才不惯着他。没礼貌，你刚刚都没有说谢谢你。从来没有人敢这么凶我袁灿，我堂堂岳西王，凭什么要跟庶民道谢？喂，信不信我砍了你脑袋？圆圆有的是法子治他，只使了个眼神儿，袁灿的双腿就控制不住跪倒在地上，脑袋也缓缓下压。他拼命抗拒，抬起头，最终还是抵抗不过，给圆圆磕了个响亮的头。平身，用不着行那么大的礼。你是个什么妖怪，竟能控制我的动作？你肯定是怪物！不管你是什么怪物，敢藐视皇族，等我回去就把你交给国师灭除。我是专门吃不礼貌小孩的妖怪，你要是再敢不讲理，我就把你也吃了。这性子一定是靖王伯伯之前说的幼帝的二皇兄袁灿吧，妥妥的混世大魔王。但做过的坏事数都数不清，比如在国子监先生的椅子上放钉子，给他的茶盏里放胡椒，还把刚摘下来的蜂窝放进先生的衣裳里，吓跑了好几个先生。至今无官员敢担任岳西王的授业老师。他还在元业3岁的时候把他绑起来挂到树上，先帝在时还能管教他一二，如今封了王就更无法无天了。他年岁小，只能同生母敬太妃住在宫中，等成年后便要去往封地岳西。靖王和世子提起他便是一脸的头疼，圆圆就直接带他来了靖王府。靖王听见自己的二侄子来了，第一反应就是跑。黄伯父！还没来得及逃跑的靖王只得强装着笑脸迎出去。哎呦，我的乖侄子！一股浓烈的猪圈味儿灌进了靖王的鼻子。侄儿听闻乱葬岗闹鬼，附近的村民听到了女婴鬼魂的惨叫，我便想去看看，却不想走在路上遇到了一头水牛，一头把我顶进了猪圈。和安，那个惨叫不会是我那天滚下乱葬岗的时候发出来的吧？你快些去沐浴，换身衣裳。他要被熏得嗅觉失灵了。我不！他扑过去抱住靖王，把在猪圈沾到的污秽之物全蹭到了靖王身上。这可是你王妃婶婶亲手为我缝的衣裳。突然伸出一只小手拽住袁灿的衣领，把他提走。再霍霍人，就把你扔到粪坑里去。还是侄女儿贴心呢。黄伯父，这个庶民是个怪物，施妖法要我给他下跪，快点把他捆起来交给国师。我救了他，他没有说谢谢，还要砍掉我的脑袋，我才小小的惩罚了他一下。干得好！我才小小的惩罚了他一下。干得好！先帝最宠爱的妃子就是敬太妃，连带着二皇子袁灿也被先帝疼得跟眼珠子似的，无论什么事儿都由着他，甚至还动过把皇位传给二皇子的念头。
不料刚提起此事，便遭到了朝臣的强硬反对，这才把太子人选定为了三皇子元业。皇伯父，咱们可是皇族啊，哪有王爷向庶民低头道谢的？太没面子了！我这辈子除了跪天跪地跪父母，连皇上都不会轻易要我下跪。这胆大包天的庶民是要造反吗？还有皇伯父，你明明很疼爱我的，这庶民究竟有什么魔力，让你也站在他那边？身为皇族，更要为臣民做表率，一言一行都代表着皇室尊严。面对救命恩人，都如此蛮横无理，目中无人，如何让百姓信服？如何让你封地的臣民甘愿受你的统治？他是怪物，我才不要对怪物低头。靖王这就不高兴了，竟敢说他的乖侄女是怪物。他脑子有病，你才不是怪物，你是天上的仙女。哎，是不是呀？最喜欢有人夸我是仙女了。这一高兴懒得对付袁灿了，反正袁灿的报应没多久便要临头了。虽然是跟他有亲缘关系的哥哥，但是他才不管呢。袁灿不情不愿地在靖王府沐浴更衣，回到寝宫的时候遇到了袁业身边的元宝公公。元宝公公手中捧着个小盒子，欣喜若狂，小心翼翼走在路上。喂，停下！哼，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神神秘秘的。岳西王殿下，奴才手中是脏东西，入不得岳西王殿下的眼。哎呀，问一答就是了。是奴才的命根子。他幼时入宫净身的时候，老太监将他的宝贝收入了盒子里，为的就是太监出宫的时候能把宝贝带回家安葬。你一个太监要他干嘛？怎么还想着接回去啊？元宝公公被袁灿说得难堪不已，无地自容。他也晓得自己是没根儿的奴才，如今求了陛下的恩典，能带回家安葬自己的宝贝，也算是了却了一桩心愿。拿来吧你！嗨，你都没有了，就别留下来赌伤心了，我帮你处理了吧。说着随手扔进了池塘。元宝公公感觉天都塌了，那可是他的根呐。你没必要吧？这就哭了？这有什么好哭的呀？你本来就用不着好吧，不如拿来喂鱼。元宝公公屈辱地擦了擦滑落的眼泪，他是没有，可岳西王殿下为什么要把他的东西就这么扔了？灿儿，金太妃如今不过20有8，长相柔美。元宝公公，灿儿欺负你了吗？元宝公公还以为静太妃能给他做主，便把这事儿禀告给了静太妃。那倒不是什么大事儿。翠珠，给元宝公公赏2枚金叶子。灿儿，咱们走吧。袁业又在做噩梦，梦里惨兮兮的啜泣声围绕着他，只把袁业给惊醒了。走到寝殿门口，才发现是元宝在哭。怎么了？见到袁业，元宝公公的眼泪跟泄洪似的止不住。奴才不想要金叶子，奴才就想把根儿带回祖坟安葬，等下辈子做个完整的人。袁业闻言眼光微沉，拍了拍元宝公公的脑袋。过2日朕准你回乡探亲，不要哭了。宫规森严，太监入宫后到一定年纪才可告老还乡，这期间无法与亲人相见，陛下竟给了他这份恩赐。陛下，奴才要陪伴您一辈子，为陛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何德何能成为陛下的奴才，侍奉陛下左右啊？别哭了，快下去休息吧。静太妃心疼儿子是出了名的，早膳时还要亲手喂儿子喝粥。袁灿手里摆弄着弹弓，勺子递过来就张嘴：“灿儿，来啊！哎，真乖。”弹弓调试好后，袁灿闭上一只眼，对着门外的小猫瞄准，石子已经发射出去，被袁业身边眼疾手快的御前侍卫弹了开来。袁灿吓得一抖。静太妃见儿子差点弑君，吓得心脏几乎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幸亏陛下无碍。灿儿，以后看准了再玩好不好？袁灿一脸听不进去的模样。静太妃宠溺一笑：“灿儿顽劣，可是吓到陛下了。”他没有接静太妃的话，身后的御前侍卫出动，捉住袁灿的胳膊，双脚腾空把他给提了起来。
老三，你要干嘛？陛下，方才只是意外，灿儿对您并无丝毫不敬之心呐。袁业不发一言，拿出一把匕首，对准袁灿的下三路。二皇兄，要是朕把你的命根子也切了，你兴许就能将心比心的感受到元宝公公的屈辱了吧？奴才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不是说你身为王爷就能随意侮辱欺凌他，更何况元宝公公还是朕的人。袁业早就对袁灿的霸道行径甚为不满，以往摄政皇叔在的时候，袁灿还会收敛些，如今为非作歹，是他太不把自己这个皇帝当回事儿了。本王还没对他怎么样了，他就找你告状了啊？陛下，灿儿可是您的兄长呢，陛下。传朕旨意，岳西王仗势欺人，罚20大板，禁足玉成宫，无朕的允许，不得擅自出宫。喂，老三，我可是你二哥，你是不是疯了？先君臣，后兄弟，多说一句，再加20大板。说完，拂袖离开。哎呦，疼死我了！母妃，今日屈辱，改日我必要如数奉还。我要杀了那个没根的东西！哎呦，陛下被摄政王给养坏了。以往他是很乖巧懂事的，如今学着摄政王如此目无尊长，为了个奴才罚你。明明先帝当时属意的太子人选是你，若不是摄政王反对，咱们母子怎么会沦落到如此境地呢？母妃，你是说袁业抢了我的龙椅？敬太妃警惕地看向四周，确定四下无人，才略微一颔首。身为母亲，她做梦都想自己的儿子能当皇帝，就因当年摄政王的反对，她到现在都不待见摄政王。以前我还觉得我是王爷，没人能管我呢，现在看来，当王爷还不是处处受人限制，还不如当那95至尊，普天之下再没有人敢质疑我的选择。若是你想成事儿，母妃这就把你外祖父请来商量对策。敬太妃的父亲是安国公。袁灿一听就蔫了，外祖父啊，他肯定是让我早起贪黑的读书啊。我突然觉得当皇帝也没什么好了，我还是早点去封地吧。他袁业跟摄政王的手再长，那还能升到封地去啊？敬太妃突然觉得头疼，一脸的恨铁不成钢。她这辈子怕是指望不上这个儿子了。被当众打了板子的气还没消，又不敢再去找元宝公公的麻烦。袁灿气呼呼地喊来身边的太监：“喂，你给我过来！你帮我去找一个大胖丫头，左眼尾有颗红痣，大概3岁的样子，她得罪了本王，你去把她的零嘴给我偷光。”得嘞。这就是让我岳西王磕头的后果。他要是发现零嘴没了，肯定会绝望的生不如死，哭得撕心裂肺吧。此时的圆圆正在跟大哥在外头置办宅子，宁师想要办一个救济所，托林书义出来选址。圆圆在府里闲得无聊，缠在大哥腰间当挂饰，一通撒娇卖萌，才让林书义同意带他出门。救济所是收留鳏寡孤独的穷苦百姓和乞丐的场所。夫人，您为何要收留那么多鳏寡孤独的穷苦百姓还有乞丐呢？这一来呀，是给家人积德行善；二来呢，要把永定侯府千疮百孔的名声挽救回来啊。清河坊有处宅子，5进5出，能容纳不少人啊。奴婢记得那个地方，后院还有一处空地呢，开垦出来也能让里头的百姓种菜，休养生息呢。兄妹2人出发前，他给了1000两银票。书义圆圆，那处宅子的卖家最会坐地起价，记得一定要压价。侯府虽然不缺钱，但也绝对不能吃这个哑巴亏。娘亲放心，我肯定把卖家杀得片甲不留。嘿，这位小姐可真有眼光，我这个地儿绝对是个风水宝地，要不是急用钱，我还舍不得出呢。这个数就行了，500两。贵了，太贵了，499两。嘿，小姑娘，出了清河坊，便是皇城最繁华的朱雀大街，到处都是美食，更别说这院子后头还有这么大的空地呢。给你500两，已经亏本了。说的也是啊，听上去他确实是亏本了。这个卖家叔叔
人真好。那好吧。就在他打算成交的时候，等等，你这房子重新修缮也是笔不小的钱。嗨，这宅子毕竟有些年头了，这木材老化也是很正常的。那你们若诚心想要的话，那480两。林书义捡起地上的石头，轻巧地砸向屋顶，上头装饰的飞檐就脱落下来，摔落在地上成了2半。哇，这么脆弱啊！风一吹都会散吧？嗨，咱这位置还是好的，对吧？嗨，那就这样，450两，不能再少了。再少他就坑不到多余的银钱了。大哥真是太厉害了。我也要砍。哎，有了。那个大叔啊，你这个宅子，它风水不好啊。前面2个宅子中间那么窄，影响了整个宅子的气场，这个叫天斩煞。还有后面那个山，它挡了阳光，那阳光照不到的地方，那就很容易闹鬼啊。这谁家的公子小姐，怎么看着懂这么多呀？不行，我得赶紧出手。那你们能给多少？240两。行，240就240吧。超前完成任务，圆圆喜不自胜，琢磨着拿省下来的钱买点什么好吃的。林书义却有些沉默。大哥哥，你是不是怕风水不好会影响到将来居住的百姓们呀？林书义虽不信鬼神，但人总喜欢图个吉利。那个天斩煞不用担心，调整一下宅子里的布局就好了。圆圆又看看高高的后山。至于这个山吗？大哥，我突然好想拉粑粑，我先去找茅房了。他偷跑到后院，提起左脚踏下去。在下京城土地，不知小天道长在下来，所谓何事啊？喂，你趁着夜里没人发现的时候，把后面那个山凸起来的尖尖给抹平，可以吗？谨遵小天道吩咐。你要是再偷懒，在家里睡大觉，不去听信徒们祈愿，别怪我把你调去火焰山哟。小的知错了，保证下回不会再犯。哎呦，这小祖宗怎么就突然到凡间了呢？我一个小仙当的舒舒服服的，这下好了，又得辛苦忙碌起来了。好香的烤鸭呀！哎，玉姑娘，你也来京城了？这不是李承熙吗？圆圆爬上墙头。哎，真的是李承熙。对面的妙龄姑娘穿着朴素，长得很是清秀。看样子这俩人还是老熟人呢。小橙子，听说你中了举人，真给咱们青州人长脸。李承熙和常宇是同一个村子长大的，在李承熙最困难的时候，常宇父母曾接济过他。李承熙对常家感激不尽，一直想着该怎么报答。这里头有些银子，多亏常家人资助我来京城赶考，承熙感恩不尽。哎呀，我们借你的哪有这么多呀？这太多了。常宇本想婉拒，却抵不过李承熙态度坚决，最终还是收下了。那就谢谢你了，我刚定亲，这多余的钱就当你随礼了。等你3元及第，衣锦还乡，记得来喝我的喜酒啊。对了，你也该定亲了吧？可有心悦的姑娘？你现在可名冠京城，一定有不少姑娘喜欢你吧？哪有啊？李承熙尴尬地笑笑，心头却涌上林疏影的样子，又赶紧拨浪鼓似的摇摇头。不行，我穷命一条，哪配得上人家？我还有事，我先走了，你多保重啊。小橙子，匆匆忙忙的干嘛呢？我穷命一条，哪里配得上人家？方才同常宇的对话竟全被圆圆听了去。李夫子，你配不上谁呀？不要误会，我只是……我懂，也是哦。你一个倒霉蛋，怎么能配得上侯府千金呢？是啊，所以你怎么知道？知道什么呀？侯府千金呢？对呀，我就是侯府千金呐。你是不是太自卑，
觉得不配给我当夫子呀？对，那你跟娘亲说一声啊，我就不想读书，我想跟司马清学武功。这个承熙公子，奴才是安国公府的小厮，国公爷邀您入府一叙，多谢国公爷的美意。只是在下还得回去给学生授课。安国公的长子王导与林叔言并列秋闱二甲。自他住进永定侯府后，安国公派人来请了他2回，每回都被他找借口搪塞不去了。他虽初次入京城，却也猜得到安国公找他是为何。被李承熙踢了一下的圆圆道：对，那个我一直都很喜欢上承熙先生的课，不上的话我会死掉的。表情非常的严肃认真。小厮像是被安国公下了死命令。我家老太爷昨日先去了。你杀的吗？不，我怎么可能会干出这种事呢？老太爷生前对承熙公子多加夸赞，碍于病中无法与公子相见，只求公子替老太爷上炷香，让老太爷在黄泉路上走得安稳些。这说法让李承熙实在不知道如何推辞。你这我没事的，去吧，有我呢。李承熙对圆圆有种莫名的信任，听了这话更是安全感满满，果断跟着小厮去了安国公府。等吊唁完王家老太爷，李承熙被请去茶室跟安国公商谈要事。你想吃吗？圆圆把一颗腰果扔到狗嘴里。你一颗，我一颗，玩得不亦乐乎。这个是我的，还没轮到你呢。小姑娘气鼓鼓的。走开！家犬呜咽几声，耷拉着脑袋悻悻离开。腰果沾上了家犬的口水，圆圆嫌弃得很，找水去洗。茶室远离住处，幽静雅致。安国公亲手为李承熙倒了一盏茶。承熙公子博学多才，见多识广，一举中了秋闱解元。入朝为官后，定能让重武轻文的大招对文臣大为改观呐。安国公言重了，上天庇佑，在下不过侥幸。春闱和殿试如何，尚未可知，不敢妄想。这安国公一来就给他戴高帽，他可不敢胡乱接话。今在参加科举的学子比往年要少得多，摄政王独断专行，大肆宣扬武举。可惜如承熙公子这般寒窗苦读的学子，势必要怀才不遇了。若承熙公子愿意，可入老夫门下，老夫保证在大昭朝堂有公子的一席之地。李承熙害怕的事终究还是来了，他只想专心读书，并不想搅和这趟浑水，也不想入某方的阵营。这安国公府比永定侯府还要大呀。在哪里呢？这是哪里呀？夜色朦胧，瞧见一个鬼鬼祟祟的黑影摸进灵堂，轻手轻脚地关上了门。看到此景，圆圆立马不困了。又有瓜吃。灵堂里传来细细的啜泣声。老爷子生前2个月纳的六姨娘，穿着素白丧服，哭得眼睛都是肿的。你快回去，老爷子还在这儿呢。那不正好吗？祖父啊，您放心，孙儿会帮您照顾好六奶奶的。哇哦，这安国公家的大公子王导可真孝呢。灵堂内飘出六姨娘娇软之音。大公子，六奶奶，祖父他老了，如今都进棺材了，还不是只有我能满足你？咦，我的天道老头呀，少儿一点都不疑。王家老爷子的魂魄都在灵堂外面气得跳脚啦！气死我了！我要索了这对狗男女的命。可是你什么都不会呀。有了。看他急得团团转，圆圆随手帮了他一个忙，指尖运出一丝灵力，弹在棺材上。灵堂厮混的2人只听得未盖棺的棺木开始剧烈摇晃。怎么回事？嘘！老爷子，这是气得回魂了？不太可能吧？就
在这时，棺木停止摇晃，里头穿着寿衣的尸身跟僵尸一般直立了起来。灵堂爆发出一阵惨烈的尖叫，六姨娘和王导屁滚尿流地逃了出去。在下所愿，不过是大招百姓能安居乐业，想必这也是国公以及文武百官的愿景。如今国泰民安，百姓丰衣足食，即便在下有才能，未能展现，也无甚可惜。当以结果为重，国公您说呢？承熙公子在理，倒是老夫狭隘了。不过是理念不同，出发点都是一样的。安国公没想到李承熙油盐不进，这么不好说话，只能暂时先放弃将他收入麾下。听说承熙公子一直住在永定侯府，这侯府最近发生了不少事啊。若是公子不便，大可以住在老夫府上，老夫自当将公子封为座上宾。他本以为永定侯府不过是一群老弱病残，最有希望继承衣钵的林书义是个残废，不足为惧。没成想又冒出个林书言，比他儿子小了整整12岁，都能考中秋闱2甲。那个老东西凭什么有这么优秀的孙子？真是死了也不让我安生。林书言出身侯府，老夫暂时动不得，难道还忌惮他一个小小的学子吗？绝对不能让他跟林书言走得太近。若是不能为我所用，那索性就灭了口，省得挡了导儿的道。李承熙想也不想就准备拒绝。永定侯府动荡再多，也没有国公府这般如同狼穴虎窝呀。可安国公却强硬地说：那就如此说定了，承熙公子就安心住在府上，等待春闱吧。若是他考中会远还这般顽固不化，那就留他不得了。这时国公府的管家急急忙忙来禀报，似乎是府里出了什么急事儿。安国公抚袖走出茶室，吩咐家丁照看好李承熙。这是谁给老爷子把帽子换成了绿色的？老爷子入殓时的衣裳分明是我亲自换的，是一顶上好的乌纱帽，怎么就成了绿色的啦？安国公忽然相信上回偶然遇到的云游方士了。那方士说他近日会有劫难，他还觉得方士在胡说八道。没成想他老爹活到80岁，好不容易熬到老人家寿终正寝，结果管家告诉他老爷子回魂了。他火急火燎地跑到灵堂，却发现老爷子的遗体笔直地站在棺材里。正在此时，管家颤颤巍巍指着棺材内侧：国公爷，这里头有字儿。安国公凑过去，只一眼就令他面色狰狞，把那个不孝子和贱人带过来。棺材内侧是他老爹的亲笔字迹，控诉了王导和六姨娘偷情的事儿，害得他死不瞑目。圆圆姑娘，圆圆大人，圆圆仙女，你在哪儿啊？我好像被软禁了。你在找我吗？王导和六姨娘被带到灵堂的时候还惊魂未定，看到老爷子的遗体更是吓得六神无主。安国公顿时明白了，你敢肖想你祖父的女人，我快回去，在外面耽误了那么久，娘亲该骂我了。李承熙谨慎地看向门口监视着他的家丁，圆圆得意地扬了扬眉毛，没事的，他们马上就要只吃蘑菇不吃虾了。那个叫自顾不暇。我的根本给不了六奶奶幸福。气得安国公眼前一黑，冷声吩咐：六姨娘勾结大公子进猪笼。国公爷饶命，大公子救我，大公子！王导刚想开口求情，就被安国公一眼瞪了回去。想想你的妻子和儿子吧。王导理亏不再言语，六姨娘在绝望中被家丁拖去城湖。安国公心口的郁气还未消，突然听见不错方向传来一声巨响。这是咋了？吓得李承熙一个机灵，只听外头一阵喧闹。哎呀妈呀，府里茅房炸了！正在里头如厕的三姨娘被炸飞了，快点来救屎！救人呐！你还是救屎吧，三姨娘有我的灵光护体，
没事的。守在门外的家丁忙不迭地跑去抢险。李承熙震惊地望向圆圆：“你看他。”“国公爷，府上茅厕炸了！”畅通无阻走到门口，就闻到一股浓郁的臭味。圆圆姑娘行事真是大胆又果敢啊！臭死了，臭死了，赶紧走！我就是这条街，这条街。安国公只觉一阵耳鸣，大步流星往茅厕方向走，越走臭味越浓。怎么回事啊？不知是谁在茅厕里都扔了鞭炮，把茅厕都炸塌了。秽物溅了满院子，三姨娘还差点受伤。安国公连连退后好几步。我安国公府到底惹了什么，要遭此劫难啊？他连这座宅子都不想要了，恨不得拖家带口的搬走。查出来是谁干的没有？仆从们皆低着头，支支吾吾的说不出话来。偌大的安国公府请的府兵都是1等1的厉害，居然连个炸茅坑的罪犯都找不出来。想到自家老爹还笔直的站在棺材里不肯安息，安国公心里说不出的憋屈。我这到底招谁惹谁了呀？偏偏这个不孝子还畏畏缩缩的站在远处不敢过来，看到安国公凶狠的眼神，才捏着鼻子磨蹭着走来。父亲，那个李承熙可处理好了？哎呦，臭死了！府里的人吃什么东西拉那么臭？安国公被熏得要命，还得保持一派淡然。他春闱之前都只能待在府中。那为什么不直接？放榜那日，李承熙，这什么小地方冒出来的学子，名字居然在我前头啊！先前还担心齐子明呢，现在好了，齐子明倒是不足为惧。这国子监的先生把他夸得天上有地上无，连祖父都对他赞赏有加。小爷我花大价钱换来的文章就得了个2甲，切！公子息怒啊！还有那个毛都没长齐的林书言还同小爷我并列，他才10岁，定是也买通了监考官，真是世风日下。科举这样的事情他都敢做手脚。一个小孩竟轻轻松松考中了亚元，这次的风头全被李承熙和林书言占据了。安国公心里头还存着儿子勾结小奶奶的气，看见王导这蠢样子，更是气得牙痒痒。父亲你怎么了？即使安国公不想承认，但也不可否认，李承熙比他这个蠢儿子要有用得多。杀一个普通学子对他而言易如反掌，但他惜才，不愿看到李承熙如此深允。就在父子俩对峙时，国公爷，承熙公子不见了！什么？你们是干什么吃的？连个学生都看不住！方才奴才听到茅厕炸了，就想着过去看救人，没成想承熙公子趁这时逃了。老夫把李承熙请回府中以礼相待，他却不识好歹，只想着走，看来是如何都不肯当我的门生了。王导也急了，父亲，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安国公怒气冲冲走到隐蔽处，喊来暗卫下了死令，去把那个不识好歹的解元给我，让他再也参加不了科举。那可若他逃到永定侯府？永定侯那个窝囊废早已被发妻赶出了府，里头就是些老弱病残，不足为惧。父亲高明啊，正好一箭双雕，弄死林书言，这样你儿子我就是状元了。他口中的窝囊废莫名其妙地打了个喷嚏，站在青雨巷的宅子处拍了拍门。如儿，我是林郎。林立文用身上那点实意带姜氏住了几日客栈，
实在无处可去，才来找到了尤静茹。别求人了，我这里还剩一些银子，可令屋而住。他的贴身丫鬟齐红为了救他弟弟，自愿入了青楼。昨日齐红传来信，说得到了富商的喜爱。夫人，那富商对奴婢颇为青睐，给了奴婢20两白银呢，奴婢1分都没花，您别嫌少，快替江二爷还债吧。其实罢了，你有这份心，我都记着呢。他没告诉齐红的是，他的爹娘终究还是舍不得儿子受催债的威胁，早已替他还了钱。这银子便算我借你的，等日后再还给你。我出自名门，又怎会欠自己丫鬟的钱呢？这富商喜爱齐红，必不会让他受委屈。待在青楼，对他而言也是个好去处。我落胎后憔悴不已，日日等着琳琅来看我，倒是等来了你为江氏自愿离府的消息。琳琅只管住我这儿，但你必须滚。怪不得看他那么眼熟呢，这不就是上辈子琳琅娶的那个续弦吗？换了个身份和名字，我愣是没认出来。原先只恨宁景云不知廉耻，抢了我的夫婿，现在看来我们姐妹俩都是可怜人，自相残杀，让江楚真这个贱妇坐收渔翁之利。不用你说，我自会离开。我出身名门，岂会同你这等肮脏的外室住在一处？那嫌弃鄙夷的眼神，尤静茹看得分明。装什么呢？我是外室，你是荡妇，我半斤你8两，谁比谁高贵呀？你现在不过是庶民一个，还想着自己是太师嫡女，诰命加身，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江氏身形微顿，挺直脊背离开，只是那背影看起来很是落寞可怜。林丽文心疼不已。真儿，你如今还能去哪儿？我说过要护你的。这场景落在尤静茹眼里，刺痛的要命。用我的宅子护你的真儿，琳琅，你可真会做生意。可这宅子本就是他转赠给尤静茹的，这话身为7尺男儿的林丽文说不出口，说出来倒显得他小家子气。如儿，是我辜负你在先，你如何恨我怪我，我都无怨无悔。你能否允许真儿住进来？你和她同样是弱女子，怎会忍心让她露宿街头？江氏始终背对着他们，很不情愿。不必记挂，我自有我的去处，大不了去投奔齐红。如今他有富商当恩客，自然养得起我。林丽文怎么可能放江氏离开？他们经历了重重困难，好不容易才修成正果。我只有一个要求，你娶我。林丽文闻言犹豫不已，不知该不该答应。江氏寂寥地轻笑一声，决绝地离开。林丽文从背后赶紧抱住他。侯爷，祝你们2人百年好合。如儿，如今我还未休妻，无法娶你，便算是纳妾，也需要礼部文书。唉，实在是。侯爷不必担心这个。之下清爽的嗓音打断了林丽文的话。夫人早就猜到此事，特意命奴婢送来2份纳妾文书。笑话，宁氏怎么可能真的眼睁睁地看着林丽文和江氏恩恩爱爱？他要让这3人共沉沦。这是夫人亲手为您做的衣裳，天气转凉，希望侯爷能照顾好身子。果然，芸娘还是心里有我的。林丽文心中得意，想也不想就穿上了，只是有些不合身。说来也是，我们夫妻许久未亲近了，芸娘自然不记得我的尺寸了。对了，江老夫人重病，说是想见你。江氏无措地握紧了手，眼神茫然。要我去陪你看看老夫人吗？想到母亲决意要带他离开，江氏缓缓地摇摇头。那没有别的事，奴婢先走了。出乎意料的是，尤静茹看到这份纳妾文书，并没有表现出兴奋的模样。行了，你可以住进来了。我纳尤静茹为妾，不过是权宜之计。我心里唯一爱的女人只有你。江氏心中得意，却不表现出来。宁景云啊，宁景云，你独守着那座空荡荡的永定侯府，又有什么用？没有林丽文的爱，你注定
只会是空虚寂寞的。空虚寂寞的宁氏听着之下的回话，没忍住笑了。他一点防备都没有就穿上了，真是蠢呐！他得意还来不及呢，哪里能想到这衣裳是得了10亿的人穿过的。他但凡要是有那么一点点的自卑，都不至于这样吧。只是眼下还有一个问题，该怎么让舒逸和舒言同林立文断亲呢？对呀，若是他不同意，这父子关系怕是断不了呢。况且舒言公子已在科举中显现出才能，他怎么可能舍得不要这个儿子呢？是啊，除非圣上下旨命他与孩子们断亲，可圣上又怎么会无缘无故下此旨意呢？下旨那也不难呀。宁氏没听到圆圆的喃喃自语，只揉了揉脑袋。此时墨玉一脸八卦的进门：夫人，启公子和董家二姑娘后日便要成婚了。夫人，启公子和董家二姑娘后日便要成婚了。齐子明和大姑娘的婚事泡了汤，决定迎娶董佩玉为正妻。这么快？先前只听说齐子明当众辱了董佩玉的清白，国子监典籍要死要活要把女儿嫁给他，真是上天垂怜，让舒逸和舒颖同时逃离了火坑。垂怜垂怜。启公子还特意上门给大姑娘送了喜帖，大姑娘不想去，问您要不要去看看热闹。林淑颖已经彻底放下这个人了，哪儿还会去参加他的婚宴呢？去，肯定要去啊！这可是我一手促成的姻缘呢。婚宴那日，董家高徒满座，锣鼓喧天。收拾好了吗？遮得严严实实，保证看不出来。董老爷也没想到女儿只是去了姐夫家一趟，回来就毁容了。他火冒三丈找罪魁祸首董婉瑜算账，却被董婉瑜打了一顿，到现在骨头都没长好。董佩玉现在不仅名声毁了，脸也毁了。幸好齐子明还不知道这件事儿。齐子明竟真能在短短时间内赚来彩礼，我没看错人，这个女婿日后必定是个有出息的。姑娘，吉时已到，该盖盖头了。自从毁容后，他连死的心都有了，浓浓的悔意席卷了他。早知如此，我当初何必拒绝同永定侯府的婚事？如今唯一不会嫌弃我的，也只有林淑义了吧？那个丑八怪，脸上虽然有痕，如今我也有，也算是天生一对儿吧。前些日子他跑去永定侯府找林淑义，却被拒绝了。该死的永定侯夫人，好说歹说都不许我进门，害得淑义听不到我的心声。他也不想想，除了我董佩玉，还有谁愿意嫁给他的儿子？天底下竟会有这种不为孩子考虑的母亲。如今我要嫁给齐子明那个酸秀才，这让我怎么甘心？可无论他如何哭闹，父亲都铁了心的要她嫁过去。喜婆在外头催了又催，姑娘吉时已到。新娘姑娘害羞了。就是啊，姑娘，你不要害羞啊！你还要磨蹭多久？立马给我出来！董老爷严肃的声音从外头传来，董佩玉这才不情不愿地盖上盖头。董府外，齐子明骑着高头大马前来迎亲，希望这门亲事能将母亲的敝气冲走。淑颖若是见着喜帖，得知我成婚的消息，定然会后悔万分吧。那个倒霉鬼李承熙怎么能跟我比呢？他若是能追过来，我还是可以考虑将正妻的位置留给他的。这齐公子怎么就娶了董二姑娘呢？原来的正门夫人只是个八品官员的女儿，这有点说不过去吧？话说，跟齐公子定亲的不是永定侯府的大姑娘吗？这门亲事怎么就黄了呢？你也不想想，那林大姑娘的母亲那算个什么东西？齐公子这等厉害的人物，怎么可能允许有这样的岳母？肯定是及时止损，同侯府退了婚。那大姑娘如今肠子都悔青了吧？这吉时都要过去了，怎么还不见新娘上轿呢？你确定不上轿吗？齐家既没权又没势，你舍得让女儿嫁过去受搓磨吗？都怪董婉瑜毁了我的脸。是我想让你受搓磨吗？之前让你嫁去侯府当世子夫人，你死活不肯，还收买青楼妓子，污蔑世子的名声，眼高手低。如今你这样能嫁出去就不错了。是啊，我本该是大招尊贵的世子夫人。不必多说，上轿。
爹爹，你能不能将婚事推迟几日，去侯府告诉世子，佩玉愿意嫁给他？我相信世子对我还是有感情的。若是没有感情，怎会在5年前冲进火海救我呢？再者，他在意紫珠之事，恰恰证明了是在意我、关注我的，不然怎么会发那么大的脾气，还竭力证明自己没有同青楼女子有染呢？对，他爱我，他只是不敢说，他觉得配不上我。董老爷没心思再听他说下去，还在磨蹭什么？熟悉的声音传来，唬得父女俩皆是一抖。董婉瑜板着脸，陆怀安像个公公一样弯腰跟在他身侧搀扶着他，还不快点上花轿！隔着红盖头，董佩玉气得眼睛都红了，牙齿咯吱咯吱作响，恨不得上去挠花董婉瑜的脸，但他知道自己不是对手，只能憋着气不吭声。不吭声是死了吗？死了也得给我拜完堂。如今他在陆家过得舒心自在，一伸手就有新鲜的水果呈上，一伸腿陆家父母谄媚笑着，恭恭敬敬给他按摩。陆怀安在他面前更是连个屁都不敢放，就怕不小心惹到他，遭到一顿毒打。如今就连董婉瑜的父亲在他面前说话都是低声下气的。他们倒是想过报官，可靖王妃早就跟大理寺打点过，不准插手董陆两家的事儿。见董佩玉迟迟不肯动一下，陆怀安，拿竹篾来。是。不用，我上花轿。圆圆还是头一回参加婚宴，哎，好热闹呀！新娘子在哪里呢？哎，在那儿。哎，圆圆，慢点儿。奇怪，疏影呢？怎么只有永定侯夫人跟那个死丫头来了？哎，定是疏影不愿看到我跟其他女子拜堂成亲吧。二拜高堂。齐子明和董佩玉皆是不太情愿，董佩玉甚至耽误了半天才缓缓跪下给父亲和齐母磕头。自从黄金变成石头之后，齐母晕倒便中了风，左边肢体麻木无力，头脚歪斜，说话都只能阿巴阿巴。董老爷看着齐母这般模样，有些嫌弃，他女儿嫁过来就得伺候着中风的老太婆吗？齐母心里高兴，颤颤巍巍地握住董老爷的手，想同他说些场面话，溢出来的口水却差点流到董老爷手背上，激得他猛地一甩。齐母当着那么多宾客的面丢了脸，气得将口水一股脑喷到董老爷脸上。你要不是拜堂还没结束，他这就想给老太婆好看了。活了那么久，还没见过这么粗鄙不堪的人。众宾客见了憋不住笑。董大人，今儿可是您家姑娘大喜的日子，这就嫌弃上亲家啦。当爹的都如此，那当女儿的能好到哪儿去？婚后不会欺负这重病的老太太吧？齐子明一听也觉得他们说的有点道理，忽然有些后悔同意和董家的婚事了。若是疏影，绝对不会在大婚之日给母亲难堪的。喂，齐子明后悔啦？这还了得！我怎么能让自己亲手促成的婚事就这么黄了？要闹也得等到仪式完成以后再闹呀，一点都不懂事。嘿，沾到口水，心里一阵反胃的董老爷忽然不受控制地开口道歉：亲家母啊，方才是我不对，我保证佩玉嫁到齐家后必定会日日侍奉在你床前，事事恭顺。怎么回事啊？齐母这才消了点气。开什么玩笑？我是尊贵无比的官家小姐，凭什么要伺候这个老太婆？我嘴巴也像是粘了浆糊似的张不开。送入洞房。哇，头一回当媒婆真累呀，也不知道岳老爷爷平时是怎么受得了的。就在董佩玉前往洞房时，一阵妖风吹来，吹落了盖得严严实实的盖头。众人见到董佩玉的容貌后，倒抽一口凉气。你的脸怎么办？不是说董家二姑娘是京城出了名的美人吗？我天哪，这也太丑了吧！齐公子也太惨了吧，娶了个丑八怪回来。不准看！你们不准看！我才不是丑八怪！
董大人，你这是什么意思？我跟你商讨婚事的时候，从未听说董佩玉的脸毁了。他同意迎娶董佩玉，绝大部分原因是她的容貌。你们董家这是骗婚！她长得这么恐怖，这么丑陋，我看了她的脸都会做噩梦。这句话猛地戳中了董佩玉的伤口。老娘见了你才要做噩梦呢！你娶了老娘是祖上积德，你凭什么嫌弃我？一个穷酸秀才，我呸！你能嫁给我是祖坟冒青烟了。你个被乞丐玷污了身子的人，我肯娶你，你就该跪下来磕头道谢。姓齐的，我今天就跟你拼了！天哪，哪有刚拜完堂就互相殴打的夫妻啊？真是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怨侣呢。幸好他们俩成亲了，拉近内部消化，省得糟蹋其他清白人家的郎君和姑娘。今日来观礼，真是来对了，戏班子都唱不出这么精彩的戏呢。让我看看，让我看看，我看不到。让我看看，让我看看，我看不到。有了，嘿呦，嘿呦。什么都不能阻挡我吃瓜，嘿呦，嘿呦，嘿呦！爬啊爬，爬到最前面，齐子明和董佩玉这对新婚夫妻已经扭打作了一团。哎，你上拳勾他的鼻子呀！哎呀，他扯你的头发，你就不知道扯回去吗？哎，竟然开始直接咬人啦！董佩玉的力气那么大吗？这也太残暴了！哎，齐子明竟然能跟董佩玉打成平手嘞，真有魄力！哎呦，董大人看不过去，来劝架嘞！董老爷强行加入战局。大喜的日子，你们俩别打了，还是先洞房要紧呐！激烈互殴中的两人没一个搭理他，甚至还不小心受了董佩玉的一巴掌，直接给董大人打懵了。齐子明的耳朵险些被董佩玉扯掉，才来了几个宾客上前把他们分开。董大人，这事是您做的不厚道，怎么能瞒着董姑娘？齐夫人毁容的这件事呢？齐公子蒙在鼓里，未免也太冤枉了。就是任谁娶了个丑八怪都会发怒的吧？对，我也觉得齐子明才是最冤枉的。哟，好生热闹，我是不是来晚了呀？体态臃肿的孙寡妇出现在婚宴正堂，含情脉脉地看向齐子明。我是来给齐郎贺喜的。天哪，还有意外收获！这个肥唧唧的婶婶跟油腻怪好像很有故事的样子哎。谢谢娘亲带我来参加婚宴，这个瓜真是太好吃了。孙寡妇为什么会来？昨天不是明明说好不会来赴婚宴，还顺便把新婚贺礼给了我吗？怎么没人说话呢？就没人想知道他们是什么关系吗？就不能出来个人问问呢？那你们不出声，我可问了啊！我问了啊！我真的问了啊！胖婶婶，你认识齐公子吗？胖婶婶为什么要叫他齐郎呢？是话本里面情郎的意思吗？齐子明带着杀意的眼神直直射向圆圆。死丫头，不出声没人把你当哑巴。圆圆专注地盯着孙寡妇，根本没把齐子明放在眼里。孙寡妇见终于有人发问，才捂着脸羞涩一笑。我同齐公子昨夜还躺在一张床上呢，小姑娘，你说我们是什么关系呢？天哪！在场众人皆倒抽一口凉气，望向齐子明的眼神有种说不出的怪异。孙寡妇可是京城出了名的会玩啊，说是守寡，害了多少家中贫困的俊秀少年呢？这齐公子真是饿了，什么都吃得下。不对不对，娘亲说只有夫妻才能在一起睡觉觉。胖婶婶和齐公子是夫妻吗？可是齐公子今日才娶董姑娘回家的呢。不要看我，我只想安静地看会儿戏。哎，几夜夫妻
也算夫妻呢。因着这百日恩，我特意来恭贺齐郎新婚呐。孙寡妇听齐子明说婚后就不再来往，心里存着几分不甘。她是个憋不住气的，从来只有她不要别人的份儿，自己不舒坦，也不会让旁人好过。哎呀，齐公子，你怎么有了胖婶婶还要娶媳妇儿呀？你这样是不道德的。原先还觉得齐子明娶了毁容的董佩玉可怜，是呀，现在觉得嫁给齐子明那才叫悲惨呢。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吃着碗里看着锅里，怎么不吃死你呢？空口无凭，还敢胡说？是不是本官捉你去衙门关几日，你就老实了？大人，您怎能这般看奴家？奴家会以为大人看上了奴家的。哪里来的这般不要脸的寡妇？你抹黑朝廷命官，是想吃牢饭吗？得了吧，国子监典籍8品芝麻官，还朝廷命官，我呸！永定侯夫人还在呢，轮得到你装蒜啊？不要看我，不要看我，不要看我，不要看我！这么精彩的大戏，干嘛盯着我看呢？你！他如今的职位的确是可有可无，所以才在走投无路之下攀上齐家的亲事。若是齐子明3元及第，那他就是状元的岳父，风光无限。更何况你女婿办婚宴的钱都是从我这儿拿的，我还特意送了他一栋宅子，让他风风光光的娶媳妇儿。不过你女儿好像没受重视啊，只配在这破木屋里举行婚礼呢。孙寡妇从袖中拿出几张宣纸，这些都是董大人要的凭证，每回齐郎从我这儿拿银子都要给我写欠条，我都说了不用他写，他非要写。不过我这人也不会那么小气，这给出去的钱呢，就算分开了也不惜的要回来。董大人眼都不眨瞪着那些字句，他见过齐子明誊抄的诗集，的确是他的亲笔字迹。这字迹也是可以被模仿的吧？转头去看齐子明，只要他说句冤枉，自己身为岳父就一定会为他做主。却看见齐子明额头上冒出细密的汗珠，眼神游离，手指还不由自主地颤抖着，明显就是心里有鬼。此事肯定为假，你若是离开，我不同你计较。看着这3人一个比一个难看的神色，孙寡妇就知道自己来添堵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将欠条甩给齐子明，便潇洒离去。喂，既然你喜欢齐公子，何不与董家姑娘一同嫁入齐家？切，你以为我傻呀？那么多俊秀的小少年等着我，干嘛要吊死在一棵歪脖子树上呢？我万贯家财傍身，是疯了才会再嫁，伺候中风的婆母和无能的丈夫，那不是自讨苦吃吗？告辞。无能的丈夫，自讨苦吃。不知为何，宁氏总感觉这后头的话好像是影射到了自己。思忖着，董大人已经在赶客了。家中突发急事，亏待了诸位，等改日来府中略备薄酒，偿谢诸位。麻烦诸位不要将今日之事说出去呀！嘴牢着呢。只有宁氏坐在原位，没有起身的意思。董大人不明白宁氏赖在这里是为何，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赶客。宁氏却无动于衷。那圆圆不想走，我也只能硬着头皮留下来啊。圆圆又黑又亮的眼睛都快粘到齐子明夫妻俩身上，看样子这瓜不吃透是不会轻易离开的。董大人，当我们娘俩不存在便是。董大人被永定侯夫人的脸皮所折服，哪有硬赖在别人家里的？但他又不能得罪了这1等侯爵夫人。董佩玉连个眼神都没分给齐子明，怒气冲冲跟着父亲一起。齐子明慢吞吞地走上前，后边还跟着一只鬼鬼祟祟的圆圆。你承诺我，便算是去做工，也要赚取彩礼钱。你口中的做工，就是坐到寡妇床上去了啊！
用这般肮脏的钱迎娶我家佩玉，你是真没把我放在眼里啊！新婚当日被岳父掌掴，对自诩君子的齐子明来说，无疑是奇耻大辱。我不收孙寡妇的银两，还能怎样？永定侯府以权势逼人，残害我们母子。母亲中风，需要昂贵的药材来治疗，办婚宴又是一笔不小的钱，我无计可施，才向孙寡妇屈服。这一切都要怪林疏影，若不是她冷漠无情，不顾当年我救她一命的恩情，执意退婚，我万万不会过得如此艰难，也不会在今日受到那么多的冷眼与嘲讽。真恶心，还说见着我要做噩梦，那头肥猪你倒是下得了口啊！齐子明如今对董佩玉厌烦极了，懒得搭理他。爹，我要和他和离，我是绝对不会嫁给这种人的。不准和离，你给我老老实实当齐家的媳妇儿。为什么？这个男人他对我根本就不专一，还如此无能。男子三妻四妾再正常不过了，因为这个就和离，完全没有必要。你休了我也行，反正你对我没有感情，快休了我啊！不可能。你休了我也行，快休了我啊！不可能。齐子明一句话就断绝了董佩玉的全部希望。虽说董家没有永定侯府煊赫，但也比寻常人家要好得多。更何况董大人还承诺过要送他入国子监，他不肯将孙寡妇送的宅子拿出来，就是怕董大人知晓他身上有余钱，就不会资助他了。幸好董佩玉的嫁妆看上去不少，够他们齐家丰衣足食许多年了。佩玉，你跟子明好好过日子，爹走了。爹，你不能走！女儿求您了，让女儿和离吧，求您了！不知为何，董大人觉得眼前一幕分外眼熟。他逼迫董婉瑜嫁去林家那日，董婉瑜也是哭得上气不接下气，额头都磕出了血。如今轮到小女儿求自己，他同样无情地转身离去，不顾后头的哭喊。董佩玉一想到自己的未来将是一片黑暗，眼泪无论如何都止不住，哭到黄昏时也没人搭理。母亲把裤子尿湿了，你去换一下。不是有丫鬟吗？你让我干下人干的事儿。丫鬟一个月要不少月钱，为了省钱，我把他们都遣散了。以后家里的活儿你来干。滚！董佩玉怎么可能听他的？那是你娘，她就是拉裤兜子里了，也不关我的事儿。说完，转身进了里屋。齐子明捏紧拳头，用力到指尖发白。叔叔，你说为啥齐公子会跟他的夫人打架呢？婶婶，孙寡妇婶婶说他跟齐公子是那个什么夜夫妻，这是什么意思呀？姨，伯伯，婆婆，哎，花婶婶。紧接着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大嘴巴花婶婶。花婶婶知晓，意味着京城所有人都会知道。好香的烤鸭呀！撕下鸭腿刚放到嘴边，一面跑来一个人，连腿带鸭，一把抢走了圆圆手里的烤鸭。喂，我的烤鸭！我的烤鸭！不出一日，说大招怪事儿特别多，今儿来说说这大作家。话说这齐子明与董家二姑娘董佩玉。说书的说起这件事儿时，那也叫一个座无虚席，连李承熙也忍不住去凑了热闹。回府时天色已晚，身后传来异动，不等他回头，一柄剑横在了他的颈间。没想到他连呼救都来不及，就要葬身于此了。负责灭口的黑衣人甩干净剑身上的血，眼神不带一丝波澜地转身回去复命。脖子被铁一般的手臂掐住。谁派你们来的？传言永定侯世子毁容残废，竟是假的。若不是听信了这句谣言，他们绝对不会那么冲动，选择在永定侯府门口除掉李承熙。可惜李承熙已经没救了。
骤然听到一阵吧唧吧唧的声音。圆圆嚼着地瓜干经过他们身后，大哥，他还有气呢，能救。嘿，将软力输入他的伤口，不消片刻，伤口就渐渐复原了。黑衣人难掩震惊地看着这一幕，不是说永定侯府都是些老弱病残、不足为惧吗？林书义加重了手上的力道，说：“你先放了我，我再告诉你。”咔嚓，林书义利落地扭断了他的脖子。大哥，把他们丢到后山去吧，狼宝宝们都饿坏了，他们最喜欢吃坏人了。林书义却摇摇头，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瓶子。这可是什么？好吃吗？化骨水。啊！原本化骨水已经失传，是他偶然之中找到了调配化骨水的原材料。长姐拿着材料试了几日，试出了配方，调出来后送给他，刚好用到这里。我这是已经到地府了吗？为何地府跟侯府这般相像呢？恍惚间，他看到圆圆和林书义，眼泪顷刻间充盈了眼眶。世子还有圆圆姑娘，能在地府见到你们，真的太好了。黄泉路上，咱们仨还能结个伴儿。我们没有死，今天是你的头七来的，你是特意回来看我们最后一眼的，忘了吗？李承熙惊愕的抬眼，脸色苍白如纸。我才刚死就头七了，都说天上一天，地上一年，这莫不成地府的时间也跟凡人不一样？哎，师生一场，麻烦圆圆把我房间枕头下面那个簪子拿出来，送给你姐姐，我一定会在天上保佑她幸福一生的。你还是自己送吧，像你这么笨的人去不了天上的。唉，也不知道这个脑壳里面除了知识还剩什么了。李承熙再迟钝，也猜到自己其实还活着了，又有些难以置信。可我的喉咙都断了，流出来那么多的血，怎么可能还活着呢？哎，伤口呢？难不成我刚才是做了个噩梦？林书义同圆圆回了侯府，留他一个人在原地满头问号。大哥，你知不知道那些黑衣人到底是谁啊？敢来侯府惹事，真是活腻歪了。刺客组织玄衣门。他同圆圆简略说明了一下，玄衣门由门主以及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堂，堂主统领，手下刺客约莫300人，是群为了钱财无恶不作的穷凶极恶之徒，赏金昂贵，但经手的任务几乎从未失败。玄衣门的刺客会在肩膀上刻穷奇刺青。啊，那买凶杀承熙先生的那个人岂不是亏啦？一个刺客都了不得了，还买6个，那个人肯定很有钱。你知道是谁？安国公呢？上回他想软禁承熙先生，我炸了他们府上的茅坑，把他救了出来。这回肯定是来报仇的，不过就炸了一个茅坑，有必要生那么大的气吗？林书义觉得肯定不是这个原因，但幕后黑手应当是找对了的。这回失败，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承熙先生危险呢，圆圆倒是没当回事儿，专注地啃着手里的地瓜干。那个什么玄衣门，你居然在身上刻穷奇，上古凶兽可不是谁都能驾驭得了的，也不怕被反噬。圆圆姑娘，你睡了吗？哎呀，这是你今天晚上第36次叫我了，我都已经睡着了。你要是再出声，我真的要把你扔了哟。李承熙委屈地抿了一下唇，差点死亡的恐惧感萦绕着他，闭上眼睛就感觉有人盯着自己，害得他不敢一个人睡，跑去林书义那儿被冷漠无情地赶了出来，又去投靠林书言，只得到了他婉拒的眼神，只好来圆圆的元熙院找安全感，直接在圆圆房门外打起了地铺，生怕他睡着，留自己一个人胆战心惊。对不起，我不说了啊。他悻悻的不敢再出声，圆圆反倒睡不着了。睡不着了。
要不去宫里找原叶玩吧？半夜3更，原叶趴在岸上批改折子。皇上，你最近睡得好不好啊？好。皇上，最近我们这儿的瓜特别甜。知道了。皇上，天气凉了。知道了。他问你最近过得怎么样，你怎么也回复知道了呀？原叶已然习惯圆圆的忽然出现。小神仙，我好讨厌批折子呀！看到他们说的酸话，我的晚上都快吐出来了。那就不批呗。不行，皇叔回来知道我不务正业，是要打我屁股的。摄政王那么凶啊？超级凶的，非常可怕。小神仙，你最好离皇叔远一点儿。皇叔发火的时候是要吃人的。哼，大乌龟对大哥二哥就很凶，这样不好。你不睡觉吗？不睡了，再过1个半时辰就得去上早朝了，懒得睡了。那我睡啦。圆圆大啦啦地躺上了皇帝的龙床，睡得香喷喷。还以为你进宫是陪朕批折子呢，没成想就是找个地儿睡觉呢。次日圆圆睡醒时，原叶已经不见了。好香啊，是肉包子的味道。小皇帝上早朝还给我准备了早膳呢。 6个杀手全失踪了。安国公等了许久，也未等到李承熙身死的消息，按捺不住性子，亲自去了玄衣门询问。国公爷，您确定永定侯府不足为惧吗？您的谎报害得我们损失了6个弟兄，直至现在连尸骨都没找到。安国公一脸懵。我说的没错啊，3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2个学生，外加1个残废，好像还有1个小丫头。玄衣门稍微动动手指都能解决掉吧？严重怀疑这著名的刺客组织其实很无能，连几个老弱病残都解决不掉。可他们就是在执行杀李承熙的任务时失踪的。门主因此发了很大的火。那是你们无用，他们是怕了躲了起来了吧？这话惹了玄衣门众怒，刺客们带着杀意的眼神直直瞪向安国公。罢了，那些赏金算我做的慈善，不要了。什么破刺客组织，靠都靠不住，看来要想其他法子除掉李承熙了。圆圆吃完肉包子，去外头散步消食，对皇宫熟悉的如同自家花园一般。驾，走啊！你现在是我的马，快走！咦，元灿这么早就起来调皮捣蛋啦？王爷，您真是英姿飒爽，好帅啊！旁边那个捧元灿的小男孩是安国公的嫡长孙王墨轩，也是元灿的表弟。快点继续爬起来，哪有马跟你一样没用的？就是没用的马，还不如断了的腿。这个小胖墩怎么跟我也有亲缘线呢？我知道了，他是小皇帝的哥哥元硕。元硕生母出身卑微，是敬太妃的洗脚婢，被喝醉的先帝临幸后有了身孕。只是大皇子先天不足，一出生就是个痴傻的，常常被元灿欺负，因智力问题至今都没有封号。王墨轩拿起棍子就要打在小胖墩腿上，被一股力量推开，连带着小胖墩背上的元灿也被薅了下来。元灿摔了个屁墩儿。谁敢打本王？是我，本姑娘打的就是你，你又在欺负人。又是你！上次本王大人有大量放过你，你竟然还敢来咒本王！我好害怕呀！那英明神武的岳西王要怎么样才肯放过我呢？你跪下来给我磕头，磕到本王满意为止，本王才会考虑饶过你，不然就会像上次那样派人把你的烤鸭抢走。原来是你！圆圆放下手，想戏弄元灿的心情瞬间消失。我就说嘛，还有实干远口多事，气得我一下子吃了3只烤鸡，
这次终于让我找到罪魁祸首了。哼！袁灿全然不知道有什么样的后果等着自己，还嘚瑟的不行。嘿，就是本王，怎么的？你怕了？圆圆冲到袁灿面前，本想学着大哥曾经教给他的过肩摔他一下，跟屁虫王墨轩眼疾手快，拦在袁灿面前，推了圆圆一把。哎呦！妹妹，没事。我没事呀，还敢让我受伤？我要是受伤的话，天都该塌了。妹妹可爱。他举起手时，衣袖落下，手臂上全是鞭伤，看得圆圆直皱眉。全都是你打的吧？他是你大哥哎！本王才没有洗脚丫鬟生的大哥。袁术的生母当了他母妃10几年的洗脚婢女，要喊他为大哥，简直就是奇耻大辱。所以你就把他打成这样？没处理的伤口甚至已经溃烂流脓，看着都疼。不知为何，看到圆圆的怒容，袁灿有些害怕。这大胖丫头生起气来，我怎么这么害怕呢？哦，摄政皇叔生起气来也是这个样子。哪里来的小臭虫，敢这么跟岳西王殿下说话，找死！袁灿忽略心中害怕的情绪，不过是厚颜无耻，赖在永定侯府的乡下乞丐，还美其名曰永定侯夫人的养女，真是可笑。他那日回皇宫后就派人查了圆圆的身份，乡下来的，怪不得敢打扰王爷的雅兴。井底之蛙，你若是跪下，边转圈边学狗汪汪叫，兴许王爷还能大发慈悲放过你。这两个小傻瓜在他面前说学逗唱的搞笑呢。圆圆终于出声了。你们两个什么来着？我想想。对，跳梁小丑，你们就是小丑。给脸不要脸！王墨轩长这么大，去哪儿不是被人哄着捧着，从来没有人敢这般嘲讽他，气得甩出鞭子抽向圆圆。圆圆根本没在怕的，也没想着躲，但身后憨厚老实的袁硕却猛地挡在圆圆面前，替他受下了这鞭。不能，妹妹疼。母亲跟他说过，身为男子汉要保护女孩子的。蠢猪，你还懂英雄救美呢？不会是看上这小乞丐了吧？不错不错，蠢猪配臭虫，天生一对。身侧的袁灿也露出了笑容。圆圆磨了磨虎牙，像只愤怒的小兽，冲过去顶翻了得意大笑的王墨轩，一拳揍飞了王墨轩的牙。我的牙！疼！王爷快救救我！若是袁硕没受伤，他还能耐着性子同王墨轩玩玩。可他最忍受不了的就是有人为了他而受伤。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小花猫吗？快放开本王表弟，他快被你打死了！快点松开啊！还有你，敢抢我的烤鸭，你自己不会买吗？我让你吃个够！抓起泥巴塞进了袁灿嘴里。放肆！听到动静的靳太妃寻过来，看见这一场景，吓得几乎魂飞魄散。来人！灿儿，没事吧？他身旁的安国公世子夫人孟氏更是心胆俱裂。待会儿你跟我走，我帮你治伤。他喜欢这个哥哥，他要对这个哥哥好。袁硕望向圆圆的眼里，亮晶晶的眼睛满是崇拜。这个妹妹好厉害，真的好厉害！母妃，她欺负我，快把她打死！哎呀，我的灵儿啊！被揍成猪头的王墨轩已经彻底昏死过去。你为何要伤害我的灵儿？我儿子长那么大，受点风寒我都心疼的不行，只不过一时没在我身边，我儿子就被欺负成了这样。我杀了你！你有时间质问我，还不如快点叫太医来。你才是跟你儿子有仇吧？对，太医，快传太医！对，传太医，把他给本宫抓起来，五马分尸。太可笑了，实在是太可笑了！皇宫重地啊，有那么多的禁军把守，竟让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丫头把我的灿儿欺辱至此。今日不杀了他泄恨，我誓不为人。
一个接一个，真是不让人安生。轻轻松松躲过禁军，推开静太妃，抓起袁灿。哎，你母妃好像觉得你泥巴还没有吃够呢，要不再让我教训你一下？不要再伤害我的灿儿！你若是敢动他，本宫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哎，母妃快救我！灿儿他不过是个孩子，到底哪里得罪了你？你要如此伤害他？他是顽皮了些，可孩子哪有不调皮的？我灿儿就是爱玩，性子活泼，除此之外也是很乖巧懂事的呀。那你问问他的大哥哥，他可不可爱？哪有孩子把自己的大哥哥当成马骑的？袁灿已经不是顽皮了，完全就是恶毒。静太妃继续灌下去，长大还了得？静太妃这才注意到圆圆身后懵懂的袁硕，心头闪过一抹厌恶。我不是让他看好自己的儿子吗？怎么又放出来了？是存心要带回我的灿儿吗？不过是孩子间的玩笑罢了。灿儿又不是1天2天这么玩了，他母妃还给我洗过脚呢。儿子当下大马怎么了？这是什么大事吗？哦，圆圆表示自己学到了。那我这样也是小孩子间的玩笑呀。我比岳西王殿下还小呢，太妃娘娘应该不会生气吧？听着儿子凄厉的惨叫，静太妃心都碎了一地。算本宫求你饶过灿儿吧！偏偏灿儿的命脉把持在圆圆手里，他根本不敢命禁军强行救人。那你向大王爷保证，再也不会欺负他们母子。好，我保证，若为此事，天打雷劈。静太妃想也不想就举起3指发誓，誓言是当不得真的，不过几句空话，总不至于真的招致天打雷劈吧？袁灿嚎叫时流出的口水差点滴到圆圆手上，圆圆嫌弃地松开他，还给了静太妃。你敢伤害当朝岳西王，把他五马分尸，杖毙，行抛落之刑，给本宫把全天下最毒的酷刑全都用在他身上！这是在做什么？参见陛下。陛下，这个丫头将灿儿害成这样，您一定要杀了她，替灿儿出气。许久不见的国师聂云吉立在圆叶身侧。云吉！聂云吉未发一言，抬手随意揉了揉圆圆的发顶。除了上次被罚打的20大板，圆叶还是头一回看到袁灿如此狼狈的模样，忍着想要上扬的嘴角。你做的？你怎么能这样呢？小神仙做的简直是太棒了！二皇兄这个混世魔王，以为全天下所有人都得让着他，无法无天。这下小神仙终于让他见识到世界的残酷了。陛下，灿儿只是在同大王爷玩耍，这姑娘就污蔑灿儿，说她在欺负大王爷。灿儿是您的兄长，秉性如何，您再清楚不过。她如此乖巧，怎会欺负旁人？请陛下明鉴啊！就是。他往本王嘴里塞泥巴，还把本王表弟揍的人都不认识了。小神仙居然还教训了王墨轩，小神仙出手就是不一样。我才不稀罕冤枉你呢！直接挽起袁硕的袖子，给袁叶看他手上的鞭伤。这些，还有这些，这里都是袁灿跟王墨轩打的。触目惊心的鞭伤横在袁硕手臂上。袁叶脸色微沉，眉头紧锁。大皇兄，真的是二皇兄同王墨轩打的吗？袁硕却听不懂这句话的意思，只一味地看着袁叶笑。弟弟。先帝未驾崩时，后宫有喜好奢靡的皇后掌管，他向来看不起袁硕母子，同静太妃沆瀣一气，克扣他们的利银。只有袁叶会偷偷接济他们。袁叶登基后，他们母子的生活才好过了些许。只是袁叶日理万机，无法时刻关注袁硕，袁灿便经常钻空子欺负他。袁硕的生母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软弱性子，袁硕又什么都不懂，是以袁叶压根儿不知袁硕身上有那么多的伤。元宝带大王爷去太医署。他身上的伤不关我的事啊！袁灿觉得自己受了天大的冤枉，只有在骑大马的时候，袁硕不肯动，我才会用鞭子轻轻的拍拍他。
他是真的不知道袁硕身上的伤是从哪儿来的。方才圆圆质问他的时候，他也是满头雾水。我再讨厌袁硕，再觉得他脏，他也是皇室血脉，我总不至于虐待他呀。圆圆仔细看了看他的神色，又掐指一算，他还真的没撒谎，是王墨轩。袁灿欺负袁硕时，王墨轩总在后头起哄。但凡袁灿有事离开，王墨轩都会用鞭子抽打袁硕。不可能，墨儿同灿儿一起长大，2个孩子都是同样的良善。你究竟是哪家的孩子？先是污蔑灿儿，再是栽赃墨儿，你是何居心？良善！我的天道老头啊，对同龄孩子恶语相向，用鞭子抽人那么娴熟，这在敬太妃眼中还是良善这个词儿自打造出来都没受过这样的委屈吧？陛下，您就由着他污蔑您的兄长和本宫的侄儿。他百思不得其解，陛下应当立刻派人杀了这以下犯上的丫头，为何还要听他的胡言乱语？那就先不劳陛下费心，本宫现在就杖毙了他。再怎么说，我也是这小皇帝的庶母，杀个微不足道的小丫头，他还能把我怎么样？敬太妃宫中的太监上前捉拿圆圆，聂云集身形一晃，国师在，太监们畏缩不前。国师，这丫头将宫中搅和的鸡犬不宁，岂非是国师所言危害大昭国运的煞星？国师应当将她祭天。聂云集眼神淡淡，未曾理会敬太妃，倒是袁烨皱起眉：什么煞星？圆圆可是我们大昭的福星。他今日便去观天楼问询了国师，国师说圆圆来历颇深，可保大昭安享百年盛世。福星？就这个黄毛丫头也配当大昭福星？太妃娘娘有何异议？不敢。话锋一转，即便是福星，本宫也无法任由他污蔑本宫的侄儿。若是墨儿伤人，下场就完了。他父亲最疼爱这个孙儿，他要保护好墨儿。母妃，跟他们说那么多干嘛？你去问问表弟不就行了？我还憋屈呢，要真是他打的袁硕，那我岂不是一直在替他背黑锅呢？岳西王说的对，袁烨极少有赞同二皇兄的时候，但他真是迫不及待的想去看看王墨轩的惨样。敬太妃是怎么看的墨儿？有他在，旁人怎敢伤害墨儿？听闻儿子在宫中受了重伤，王导带着安国公火急火燎地进了宫。我可怜的孩儿，你受苦了呀！余光瞥见圆圆十分悠闲地出现在玉成宫门前，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夫君，就是这个畜生上的墨儿，就是他！这不是李承熙身侧的那个拖油瓶吗？怎么哪儿都有他？他娘的，敢伤老子儿子！一见到罪魁祸首，王导便连礼数也忘了，要一脚踢死圆圆。御前侍卫立马拦住王导：“你要弑君！陛下，微臣是想给儿子报仇雪恨。”袁烨远远地瞧见了躺在床上的王墨轩，小神仙下手真够狠的，看着都疼。不过做得真棒。陛下，太医说墨儿起码要躺床上2个月才能恢复，您一定要为墨儿做主啊，陛下！孟氏是孝廉伯的女儿，性子泼辣，不准丈夫纳妾。她同王导只生育了王墨轩这一个孩子，平日里疼得跟眼珠子一样。若不是袁烨还在场，她早就扑过去掐死圆圆了。臣妇10月怀胎，难产了3天3夜才顺利生下这个孩子，臣妇绝不允许有人伤害他。可是他不是你亲生的呀！你在胡言乱语些什么？墨儿怎么可能不是我亲生的孩子？我是他的母亲，我能不知道吗？陛下，您说他是大昭的福星，可哪有福星将我王家折腾得吵吵闹闹不得安宁？怕不是国师弄错了星象吧？这也就是聂云集不想掺和这些杂事，回了观天楼。若是他在场，敬太妃万万没有勇气说出这些话来。你敢胡言，信不信？我没有胡说。那你们看，王墨轩跟世子夫人长得一点都不像呢。说的是啊，儿子长开后，我父母也曾说过，墨儿跟我没有半点相似的地方。对了，墨儿在国子监上学的时候，那些同窗也说他不像我，我当时还拿扫帚教训他们来着。难不成？越想越不对劲儿。
从自己肚子里出来的，怎么会一点都没继承到自己的长相呢？你说木儿究竟是不是我亲生的？你问我干嘛？他又不是我肚子里出来的，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吧？那为何木儿跟我长得一点也不像呢？不会是你把其他女人生的孩子抱给我养了吧？你这个疯子！我在外面找女人，我都不敢留种，就怕你发疯。弟妹，你怎能听信外人的一面之词？他年纪虽小，但心机很重，肯定是在离间我们王家呢。王墨轩不是世子夫人生的，也不是世子生的。王墨轩不是世子夫人生的，也不是世子生的。我发现了，木儿跟你长得也不像，难道说……相比儿子儿媳，安国公显然要冷静很多。不如滴血验亲。元宝端来一碗干净的水，用银针刺破王导和王墨轩的指尖，2滴血滴入碗中许久，始终未曾相融。你倒是告诉我，王墨轩是你和谁的种？我还想知道呢。高人，是我有眼无珠，我对您不敬，麻烦您告诉我，我儿子呢？我儿子到底在哪儿啊？我当时我明明生下了一个孩子的。是你府上的那个奶娘拿自家的孩子换了国公府的小公子。岂有此理！请陛下准微臣将奶娘押来问询。奶娘的丈夫去世，独自带着孩子，孩子跟墨轩一边大。安国公念他可怜，便撮合了他和府上的管家，如今过得可谓是滋润。原叶面上虽不显，内心却激动大发了。有手了！没成想刚下朝就能吃上那么大口的官。安国公府如珠如宝疼爱了7年的小公子，竟然是奶娘的孩子，真是太劲爆了。禁军很快拖着颤颤巍巍的奶娘来了玉成宫。我的儿子呢？你把我儿子弄哪儿去了？难怪之前奶娘对王墨轩那样好，好到他这个当娘的都自愧不如。奶娘见事情败露，不敢再瞒。奴婢身边的瑞儿，就是国公府真正的小公子。瑞儿？怎么可能是瑞儿？瑞儿她……无尽的恐惧与寒意淹没了孟氏。他不喜欢跟在奶娘身边的瑞儿，觉得那是下人的孩子，不配跟王墨轩一起玩。有一回，瑞儿无意间闯入了主院。瑞儿？谁让你来主院的？来人，赶紧把他赶走！切，什么阿猫阿狗都敢往主院跑。但瑞儿那孩子似乎从来没有记恨过他。暮春时节，他心血来潮想用露水烹茶。这是谁送来的露水？你给我在原地守着，看看这露水究竟是什么人给我送来的。丫鬟就这么守着，果真捉住了偷偷摸摸送来露水的瑞儿。原来是你！我是不会用脏手碰过的露水烹茶的，以后只管做好你分内的事儿，别总想着攀高枝儿，你不配。是少夫人。此刻的孟氏说不出现在到底是怎样的心情。我都干了些什么呀？你为了让你儿子享受荣华富贵，换走了我的儿子，那是我差点死在产床上才生下来的儿子啊！突然他又想起几日前发生的事。几日前，墨轩说瑞儿偷了他的金发带，我还把瑞儿长嘴20，送到宫里当了太监。让开，让开！快，兴许还没有来得及净身，快去！王导也马不停蹄地追了上去。他崩溃之余，还没忘了向元烨告罪。微臣儿媳事出有因，冒犯了陛下，还请恕罪。没事没事。元烨看戏都看入迷了，哪儿还介意这种小事儿？跟着安国公众人就往净身房走。陛下，那地方晦气得很，您哪能去啊？这位公公说的对，那个我就先替陛下看看了啊。喂，小神仙能去看好戏，我就只能看那些酸得要命的奏折。上苍真是不公平。昨日安国公府送来的那个小孩呢？他还没有净身吧？奴才效率快，昨儿就弄干净了。他现在在左厢房养伤呢。
紧跟过来的王导听到那句话，气得火冒三丈，恨不得打死孟氏。孟氏却连个眼神都没给他，忙不迭跑去左厢房，推开门，果真看到了躺在床上面色苍白的瑞儿。只这一眼，孟氏的眼泪再也忍不住。瑞儿的手上满是粗糙的老茧，跟王墨轩又白又嫩的手完全不一样。朦胧的泪眼中，他看到瑞儿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纸，那是他送瑞儿入宫前给的，说这是引荐信，可其实那就是他闲来无事抄写的佛经，拿来糊弄瑞儿的。可瑞儿却将它视作珍宝，牢牢地抱在怀里。我的孩子，你要是识字，就不会这么轻易的受骗了吧？墨轩的开蒙先生足足有3个，可瑞儿什么都没有。你平日里对我那么好，可是冥冥之中感知到了这缘分，可我却蠢的什么都不知道。虚弱的瑞儿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地说着胡话。少夫人，瑞儿没偷小少爷的发带，没偷。瑞儿错了，瑞儿的手脏，给您送露水的时候应该用帕子包。这些话像一柄柄利剑，狠狠地刺到孟氏心里，他痛得喘不过气来。余光中瞥见了圆圆，心里又生出希望。高人，你料事如神，又神通广大，你一定有办法的，对不对？求您帮帮瑞儿，我孟氏满门都会对您俯首称臣。是你亲手将瑞儿害成这样的，还惯得王墨轩无法无天、肆无忌惮地伤害别人。如果瑞儿不是你的孩子，你会后悔吗？这些都是你跟安国公府亲手造成的，所以只有你偿还了那些罪业，你的孩子才有可能恢复健全。无法无天，肆无忌惮，没错吧？我真厉害，一下子用了2个成语。程曦先生要是知道，肯定会夸奖我的。是啊，是我自己造成的。他亲手将孩子送入火坑，该死的其实都是他。多谢高人提点，我知道该怎么做了。你真把他带回府了？亲生儿子成了太监，王导心里也难受。可事情已成定局，安国公府怎么可能容忍一个身有残缺的嫡长孙？我方才已经跟父亲商量过了，决定将错就错。待会儿到陛下面前，你就说这死丫头跟奶娘弄错了。墨儿其实是我们王家的血脉，滴血验亲的水是被人动了手脚。只要他和父亲一口咬定是圆圆胡说，相信陛下为了安国公府的面子着想，不会太过计较。奶娘已经被当场砍头，接下来只要杀了那个圆圆，谣言便会不攻自破。那我们的孩子呢？还是送回宫里，咱们可以帮他打点好一切，想必他过得不会太艰难。比起已经成了太监的瑞儿，他更偏向王墨轩。王墨轩喊了他7年的爹，这份感情如何轻易割舍？而且他姐姐是太妃，必不会让瑞儿受太多苦。泽柔，你是不是在生气？孟氏只呆呆地看着瑞儿。我怎么会在生气呢？你是我丈夫，在家里我自然要听你和公爹的话。放心吧，我明日就把瑞儿送回宫里。王导没想到孟氏也有如此温柔体贴的时候。我们还会有孩子的，墨儿也是真心把你当她的母亲，你就当今日的事是一场梦，醒来便会把她忘了吧。梦，好啊。孟氏的态度依旧平淡，她似乎已经很疲倦了，没力气同王导周旋。对了，墨儿如今还在玉成宫养伤，那个死丫头污蔑她打伤了大王爷，明日你去宫里替墨儿解释解释，顺便把她接回府，切不可让她知晓真相。孟氏没再回话。你今日累了，我不打扰你，回自己院子睡。说着离开孟氏院子，却从后门溜了出去，找心爱的外室去了。孟氏枯坐在床边，眼睛都酸了，也不肯离开眼。
回想自己过去对待瑞儿的恶劣行径，恨不得狠狠抽自己巴掌，心里无比的懊恼与自责。我到底应不应该告诉他，我是他的娘亲？他会高兴，还是会难过？也不知守了多久，瑞儿缓缓地睁开了眼睛。不要！瑞儿，别怕，你安全了，别怕啊！瑞儿恐惧得浑身颤抖。从前莫名觉得世子夫人很亲近，想要靠近她对她好，可如今一看到她，就能想到板子落在嘴上的痛苦，下身剧烈的疼痛，以及那冷漠的眼神。我不敢了！救命！我走啊！我走！害怕他情绪继续失控，孟氏连忙离开了屋子。我的孩子！王墨轩真的不是本王表弟啊！小声点儿，这事难道光彩吗？幸好当时只有你外祖家和陛下在，这事儿传不出去，不然安国公府这脸可就丢大发了。王墨轩要真不是本王表弟的话，那就好办了。本王赶明儿就给他好看，明明是他打的袁术，却叫本王背了黑锅，真可恶！哼！说到这儿，静太妃也很不满。哎，王本宫疼了他那么久，竟是奶娘的种。哎，永定侯府那个死丫头怎么一点事儿都没有？她屡次冒犯本王，到头来还安然无恙。她难道比我岳西王还要尊贵吗？他把我跟王墨轩按着揍，陛下都没治他的罪，凭什么呀？凭他胖，凭他能吃？哼！陛下和国师说他是大昭的福星，区区一个福星的虚名就护了他周全。啊！就他那样，他还福星？哼！他要是福星，那我还是天道呢！怎么突然打那么大的雷？嗨！那既然陛下跟国师都护着那胖丫头，我还计较什么呢？谁叫她是大昭的福星呢？那个母妃，那儿子先去睡觉了啊。这就完了？静太妃却不想如此轻易放过圆圆。海棠，过来！她唤来自己的贴身宫婢，嘱咐了几句。宫婢听后连忙恭顺地退了下去。什么福星不福星的，敢伤我的儿子，都得死。哦，你今天也要留宿宫中呀？那你自己选吧。圆圆直接去了袁硕母子住的荣慧轩。一进宫门，圆圆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啊！林姑娘，荣慧轩捡漏，委屈你了。太平娘娘，这不捡漏。林姑娘不嫌弃就好。就是这种程度的话，她已经不能用捡漏来形容啦。知道的说这是宫殿，不知道的还以为是闹鬼的冷宫呢。亏娘娘你跟大王爷还住得下去。这个还有我家林家村的爹爹跟娘亲都不穿有补丁的衣裳了，你们还不如他们呢。晚膳时发现桌上只有一小碟青菜，圆圆十分沉重地放下了筷子。好歹也是先帝的妃子，怎么能这样呢？咦，对了，太平娘娘，你们吃的那么不好，为什么大王爷还这么肥唧唧的呢？他刚出生的时候没人发现，等到陛下和岳西王都开蒙了，硕儿还是什么都不懂，这才查出他是天生愚钝。先帝命太医署用了不少方子，都没治好，反而用药过度，将硕儿弄成了这般模样。那儿之后，先帝便开始嫌弃他们母子。大王爷都被王墨轩打成这样了，还总被袁灿当马骑呢。硕儿都是娘没用啊！她当了静太妃10几年的婢女，对她的害怕与臣服早就深入骨髓。静太妃总以为是她勾引的先帝。那你怎么不去告诉袁烨呢？他要是知道，肯定会为你们做主的。那你怎么不去告诉袁烨呢？就算是去了，又能怎样呢？静太妃家世显赫，就算陛下知道，也不会奈她何的。只是可怜硕儿，有我这么个没用的母亲。对了，林姑娘，这床被褥厚，你盖着啊，别着凉了。不用，
我可热乎了，娘亲说我就是个小火炉，不用盖厚被子。静太妃屋里的蜡烛熄灭后，圆圆去找袁硕。咦，他肚肚里怎么有那么多相克的药呢？好啦，接下来你只要正常吃饭，就会变成小瘦子啦。还有你丢失的那一魄，我也帮你找回来啦。用不了多久，你就是一个正常的小孩啦。次日，舒太平给袁硕换药的时候，怎么回事？那些皮开肉绽的伤口怎么会在一夜之间都长好了呢？太神奇了！大概是太医的药效果好吧？是吗？若真如此，那得好好感谢太医才行。早膳照例寒酸，只有3碗白粥。等一下，怎么了？姐姐，要不你先来喝一口吧？奴婢怎敢用王爷和太平的早膳呢？哎，不要客气，喝嘛。太平娘娘，若无事，奴婢去打扫落叶了。她转身想走，圆圆手指轻轻一勾，她便猛地摔倒在地。圆圆随即把白粥喂了进去。粥里有毒，有人要害我们母子。圆圆干脆利落地点了小宫婢身上的2处穴位，阻止毒素继续蔓延。她还没说受谁指使，还不能死。麻烦帮我看好硕儿。随即转身就跑出了荣慧轩，她要见陛下。太妃娘娘，您有什么事，奴才帮您。滚！很快便来到了勤政殿，请陛下为本宫母子做主。舒太平跪倒在地，面色苍白地将方才的事情说给了袁烨。把那个下毒的宫婢带过来。这，谁指示你的？哇，袁烨这肃穆威严的样子，还真的有点皇帝的气概呢。小宫婢不敢欺瞒皇上，是静太妃身边的宫女海棠，让奴婢将砒霜下在荣慧轩的早膳里。静太妃记恨了舒太平这么多年，为何要选今天下手呢？今日荣慧轩只有一件事与以往不同，那就是圆圆住进去了。难道静太妃的目的其实是圆圆？只一个眼神，元宝便明白了袁烨的意思，连忙去请了静太妃以及海棠。海棠，荣慧轩的宫女说你指使她毒害舒太平母子，你可知罪？这帮人是怎么做事的？请让他们3个都活了下来。冤枉！奴婢冤枉！冤枉吗？元宝，把东西呈上来。陛下，这是奴才带人从海棠姑姑的房间里搜出来的，其中1包已经被冻过。海棠绝望地闭上眼睛。的确是奴婢下的毒。奴婢恨舒太平还是宫女时，明明屈居奴婢之下，却一跃成为了先帝的妃嫔。奴婢不服。静太妃面露失望与无奈。陛下，若海棠真恨我至此，她怎会等到现在才下手？若是背后无人，她根本没有这样的底气，敢对本宫和大王爷下手。本宫和海棠都是安国公府的家生奴才，海棠全家都在安国公府当差，她自然要保住全家的性命。舒太平，你的意思是本宫想要毒害你和大王爷？本宫与你无怨无仇，何必害你？他跟舒太平认识了20余年，自然清楚舒太平的懦弱，算准了舒太平不敢在陛下面前公然指责他。无怨无仇？太妃娘娘不一直认为是嫔妾勾引的先帝吗？暗中授意内务府欺辱嫔妾和大王爷，嫔妾不敢与您争，便一让再让。可娘娘不该害我孩子的性命。你！静太妃咬紧牙关，若不是袁烨在场，她恨不得掐死舒太平。静太妃欺负你们母子了？为何她从未听说过这件事？对呀，昨天我在荣慧轩一点都没有睡好，大王爷住的地方连冷宫都不如呢。风一吹，屋里呼呼呼呼的，可冷可冷了，而且连肉都没有，只能吃青菜。圆圆深深吸一口气，把肚子一缩。你们看，我都饿瘦了。你瘦？你哪有脸说得出这种话？你胖得跟圆球似的，扔出去都能撞翻好几个人，就你这样还瘦？内务府是怎么办的事？敢怠慢太平和大王爷，全部打发去慎刑司。他更生气的是，这些事他从未耳闻。
若是我能时常去看看大皇兄，大皇兄也不会受到这么多的委屈。静太妃隐在衣袖下的指甲嵌进了掌心里。这个贱婢，竟敢在皇上面前戳穿我！等此事了结，我要让这贱婢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陛下，下毒一事真的与太妃娘娘无关的，陛下，是奴婢一人所为。原叶的表情显然说明了他不信任海棠的话。咸鸭去慎刑司。喂，大想咬舌自尽。准备塞进嘴里的花生米赶紧扔进他嘴里，卡住他的牙齿。元宝吩咐太监们用布堵住海棠的嘴，带了下去。陛下是在怀疑本宫。静太妃到这时还算镇定。元叶默认，陛下如此会寒了安国公府的心。元叶差点笑出声。喂，他在用安国公府威胁朕九五至尊，惩治一个害人的太妃，还用得着看安国公府的面子？陛下，安国公府世子夫人孟氏求见。让她进来。静太妃心中得意，定是父亲听闻我在宫中受了委屈，叫弟媳来给我撑腰来了。谁料孟氏进来后看都没看静太妃一眼。陛下，臣妇要告发安国公府世子王导求为舞弊，买通监考官，有违科举公正。懒洋洋看戏的元叶正襟危坐，凌厉地盯着孟氏。陛下，本宫弟弟绝不可能舞弊，是这毒妇污蔑本宫弟弟。静太妃从未如此害怕过。科举舞弊可是要杀头的大罪，历年科举中脱颖而出的学子皆会入朝为官，是大昭的国之根本。就算陛下年幼，行事尚且仁慈，也绝对不可能允许有人用非常规手段染指科举。孟氏这是要置安国公府于死地呀！陛下，孟氏嫁进王家后，一向与本宫弟弟不和，时常与本宫弟弟爆发争吵。秋为过去1月有余才来告发，定是居心叵测啊！怎么回事？她虽然任性泼辣，但也是向着婆家的，为什么会突然来这么一出？居然告发自己的丈夫，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听着静太妃的厉声辩解，孟氏神情不变，从怀中取了2样东西。这是安国公府的账本，里面记录了王导贿赂监考官的所有账目，以及王导同监考官的书信往来，皆是王导亲笔所写，请陛下过目。只看到这2样东西，静太妃便吓到6神无主，急欲昏死。元叶抿紧唇，翻开账本与书信，怒而一掌劈在了案上。看见他惊慌失措的模样，舒太平心里有大仇得报的快意。摄政皇叔曾带我出去看过，寒门学子条件如此艰苦，还在坚持读书，有的甚至白日里做工，下工后再回来学习，每日睡觉不足2个时辰。科举算得上他们出头的唯一途径，可还有胆大包天的，竟敢舞弊，完全不把律法当回事。元叶这回真的是生了大气。王导以及收受贿赂的监考官赐斩首，安国公削爵，安国公府其余众人全部流放。不过短短几个时辰，他便由尊贵无比的国公府嫡女变成了大昭罪人。命运给予他的打击还不够，海棠赐五马分尸，静太妃为主无能，打入冷宫。他只短短几句话就决定了在场众人的结局。静太妃生无可恋地被人拖了下去。你还有话要说？恳请陛下允罪妇与王导和离。小高人的话点醒了他，先赎罪再行善，一定要让上天看到他的诚意，救救他的儿子。元叶眼珠子转了转，余光里圆圆正微微颔首。那好吧，念你举报有功，大义灭亲。罪妇叩谢陛下。陛下，罪妇同样可以证明是王墨轩打伤了大王爷，大王爷身上的鞭痕与王墨轩的鞭子完全吻合。王墨轩伤害皇族子弟，同样被判了极刑。至于你，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就罚你去往边关苦寒之地，剃度出家吧。谢陛下。这也是孟氏心中所愿，他可以终生待在寺庙，为父母和孩子祈福。孟氏从宫里出来时，恰巧遇上了被禁军压着的王墨轩。王墨轩一见到他就跟疯了一样。为什么这么对我？为什么这么对我？我要死了！我
我是你的亲生儿子，你为什么想杀我？我恨你，恨死你了！此刻孟氏的心情说不出的畅快，一想到王墨轩夺走了本该属于瑞儿的全部，他就只有恨意。没错，你是不知情，但你身为利益获得者，也要受到跟奶娘一样的惩罚。你才不是我的儿子，你是奶娘的儿子。你在说什么？我是安国公府的嫡长孙，瑞儿那个狗杂种才是奶娘的儿子。你再说，我就割了你的舌头！禁军面无表情地拖走王墨轩，王墨轩吓得失禁。娘，你救救我，求您了！娘，救命啊！还记得你刚学说话那会儿，会的第一个词就是娘。可惜，这是我最后一次听见你喊娘了。泽柔去宫里那么久，怎么还不回来呢？父亲，您就放心吧，许是同太妃聊天耽误了，不是什么大事儿。来人，吩咐下去，准备一桌子好饭，待夫人和莫尔回来，咱们吃上一顿团圆饭。话音还未落，禁军就来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安国公府王导科举舞弊，罪无可赦，为正国法，以儆效尤，将王导即刻押赴刑场，斩首示众。安国公府全族流放，钦此。爹，你想想办法，我不想死啊！这一切都是我害的呀，都是报应啊！爹，娘，麻烦你们帮我照顾好瑞儿。远去边关的路上，孟氏不放心地嘱咐孝廉伯夫妇，他并没有把瑞儿送进宫里，而是送去了父母家。不必告诉他我是他的生母，只是你们收养了他便好了。我不想让瑞儿知道他有一个这么恶毒的母亲。孝廉伯夫妇心疼女儿，连连叹气。瑞儿是我们的外孙呐，我们会照顾好她的。对了，永定侯夫人养女林媛媛林姑娘对我有恩，麻烦爹娘多多帮我报答她的恩情。告别哭得伤心不已的父母，孟氏坐上了去往边关的马车。也不知在路上行了多久，越往边关去越冷，平稳行进的马车突然停住。前面是什么人？哦，那是成军，驻守边关的成军。我记得好像是由摄政王袁彻统帅的。漫天飞雪中，身披盔甲的禁军气势磅礴，个个表情肃穆凌厉，行进时阵容整齐到连成了一条线。他只看到了骑马在最前头的摄政王的侧脸，他就是摄政王。奇怪，明明是第一次见，却为何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在哪儿见过呢？啊，对，是小高人。小高人的侧脸和摄政王是有几分相像呢。摄政王已经远去，兴许是巧合吧。走吧。哇，好香啊！真不愧是福瑞斋。瑞，怎么感觉好像忘记掉了什么事情啊？对，孟氏以迷途知返，检举了安国公，圆圆应他所愿，去孝廉伯府找瑞儿。嘿，孝廉伯府，有人吗？有人吗？大门刚打开，他便冲了进去。这哪里来的小丫头，风风火火的，这是做什么？该不会是寻仇来的吧？他很快找到瑞儿，在瑞儿的肚子上拍了一巴掌。好溜！我现在要排队买栗子酥去了哟。哎，你做什么呢你？差点给孝廉伯吓个半死。猛然无知的瑞儿身体有些异样。孝廉伯把瑞儿带回后院。瑞儿居然完好如初了，真是太神奇了！神仙呢？小神仙呢？老夫跪谢小神仙。而他口中的小神仙却已经站在了糕饼店的门口。
我先来的，我要4个栗子酥，5个枣泥酥，再来6个芋头丸子。满载而归的圆圆刚回永定侯府，却撞见宁氏穿得极为喜庆，面色颇为愉悦地出门。娘亲，你这是要去参加婚宴吗？自从上回去了齐子明和董佩玉的婚宴后，圆圆就爱上了看人家成亲。闻言，宁氏晦暗不明地笑了笑，是喜事，不过不是婚宴。昨日林丽文纳了尤静茹和江楚真进门为妾，这两人在客栈待了一晚。穿着粉红色的嫁衣从后门进了宅子，他身为正妻，要过去受这两人的敬茶，也想看看这3人过得如何，是不是异常的精彩。我也要去。圆圆连忙随着宁氏一同去了青雨巷，请主母喝茶。同样都是妾，尤静茹老老实实敬了茶，江氏却不敬。我不敬茶。我这老姐姐又在作妖了。不敬茶显得你与众不同，独树一帜呗。你身为妾室，真的不给主母敬茶？1月前，我是侯府主母，执掌钟馗，你见了我都得客客气气的打招呼。如今我虽然成了庶民，但到底出身名门，怎可给你下跪？给了你机会你不要，那就别怪我了。只一个眼神，身后的知夏上前踹中了江氏的膝盖窝，江氏猛地跪倒在宁氏面前。虽说我们不住在一处，但该遵守的规矩可不能违反。你见到我应该称为奴婢，你口口声声出身名门，却连这点规矩都不懂。那今日就好好给你立立规矩。虎落平阳悲犬欺，连上不得台面的商女都敢在我面前耀武扬威了。这回你可满意了？满意？你与我丈夫通奸，珠胎暗结，生下孽种，报给我养。大伯还在世，你便背叛他，一桩桩，一件件，只给我敬个茶，可不能抵消。事已至此，我百口莫辩。咦，我百口莫辩，我出身名门。咦，我百口莫辩，我出身名门，我人淡如菊。你还能有什么新鲜词儿吗？你跟侯爷倒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了，可惜你们的好女儿瑶瑶还在老家宅子里受苦呢。又不是我不想把女儿接过来，是老夫人不愿，我能有什么办法？父母根本不在乎我，陛下移除我的官籍，父母却未曾想过反抗，软弱的同意了。如今商女都能随意威胁欺凌我，这一切都是拜我父母所赐。你想用瑶瑶来威胁我，可我偏不受你的威胁。母亲曾让太师府的小厮来找过他许多次，说病重想见他，还让小厮带来了不少银两，他通通拒绝了。是父母先不要我的，我绝不会受嗟来之食。宁氏无语至极，甚至有些想笑。他懒得再浪费心思同江氏掰扯，而是有些好奇，今日尤静茹怎的如此寡言。老老实实，宁氏招了招手，之下呈上来2个精致的木盒子。既然你们成了侯爷的妾，那便是一家人了。这是本夫人送给你们的见面礼。宁氏出手很是豪迈，送给尤静茹的是一副翡翠头面。尤静茹浅淡笑了笑，不卑不亢地接过了。谢主母。倒是江氏始终微微昂着头，不看那盒子一眼，一副视金钱如粪土的模样。直到之下把盒子怼到他眼前了，他才勉为其难地打开，里头是一只做工精致的金簪。这簪子是侯爷当年亲手做了送给我的，今日便转赠给妹妹你，拿着吧。林丽文不是说从未对宁氏产生过情意，为何还会亲手给她做金簪？她都未曾亲手给我做过什么。江姨娘，奴婢亲手给您戴上。她取出金簪就要插入江氏的发髻，剧痛袭来，手腕忽然被一股重力打到，金簪被打飞出去。宁景云，你这是做什么？为何要把金簪送给真儿？他走进来时，看到之下把那翠了砒霜的金簪戴在江氏头上时，吓得六神无主。宁景云怎能如此恶毒？是想害死真儿吗？侯爷，妾身只是把侯爷送给妾身的金簪转赠给了江姨娘，侯爷何至于如此生气呢？你之前不是说金簪丢失了，为何又找到了？
这个毒妇就是不服气我和真儿在一块儿，总是找各种理由和方法来拆散我和真儿。离开永定侯府真是太正确了，留下来迟早会被这个毒妇害死。看林丽文身上还穿着那件染了疫病的衣裳，宁氏心中暗爽地按下步表，妾身弄丢了侯爷的心意，愧疚万分，特意差人找了回来，给侯爷惊喜之余，也想祝侯爷与两位妹妹和和美美。妾身做错了什么？侯爷，您做得太过了。夫人对江姨娘一直客客气气，反倒是江姨娘看不起夫人的出身，没大没小的。夫人不计前嫌，还送那么贵重的簪子给江姨娘，你怎能如此待她呢？这番话说的林丽文有些惭愧，芸娘并不知道金簪中含毒，定是好心才把金簪送给真儿的，是她冤枉芸娘了。你真的对芸娘无礼了？满堂所有人都在针对她，江氏心如死灰。我百口莫辩，既然林丽文不相信她，她也不稀罕。真儿出身书香门第，向来循规蹈矩，今日怎会如此无理取闹？必须正正加封了。给夫人道歉。我没错，为何要道歉？你说好要守护我一辈子，那些海誓山盟全都是谎话吗？才刚进门就不站在他这边了，以后还了得？江氏心里生出浓浓的失望，也不告辞，直接回了厢房。林丽文也没想到江氏竟一点面子也不给他。当初温柔似水的真儿，何以变得如此蛮横？侯爷，江姨娘生气了，你还不快去哄哄？一点小事就要我哄，将来还得了？不管他。你为何会帮我说话？哎，表姐，其实我该跟你说一声抱歉，我以前做了太多对不起你的事，这些年我一直在舅舅面前说你坏话，其实都是因为我太嫉妒你了。我不要的夫婿同你成亲以后变成了永定侯，我家道中落，父母离世，而你却过得顺风顺水，一家人其乐融融。我这一辈子总是在嫉妒戕害别人。看着宁氏复杂的眼神，尤静茹又笑了一声。你不必再想我是不是转性了。自从没了孩子之后，我一直在思考，这些年纠缠林丽文不放，到底得到了什么？我既得不到她的爱，也得不到名分，就连这妾室的身份都是他为了江楚真顺带给我的。我现在只是有些后悔，若是能踏踏实实的同前夫家过日子，不去幻想自己得不到的东西，也不会落到今日这般人财两失的地步。宁氏对这个表妹没有太多亲情可言，听到这番话也是有些感慨，但并不代表会原谅她。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做？我想让他给我的孩子陪葬。我不恨你，也不恨江楚真，只恨林丽文祸害了那么多女人。她若是不爱我，就不该接受我，不该给我希望。我的孩子在那边太孤独了，他一定很想爹娘吧。再者，我倒还想见识见识他对江楚真的爱到底有多坚固。你好自为之吧。其实尤静茹想报复林丽文，她是喜闻乐见的，姐妹一场，就只能祝她成功了。目送永定侯府的马车远去后，尤静茹走回正堂，就听见了林丽文的剧烈咳嗽声。如儿，快把我请大夫！林丽文脖子上的皮肉都被他挠破了，因为呼吸困难而面色涨红，哇的一声呕出了一大滩血。尤静茹就这么静静看了一会儿，听他咳嗽的都快失声了，才去找大夫。林丽文在醒来的时候，看到的就是哭得梨花带雨的尤静茹。侯爷，您终于醒了，都快吓死奴婢了。我这是怎么了？您染上了疫病，高烧不退。疫病？我一直待在府中，没出去过，怎会染上疫病呢？侯爷醒了便好，您躺了整整9日，明日便是上元节了。尤姨娘一直在床边衣不解带地照顾您，人都累瘦了。林丽文见尤静茹眼下是有明显的青黑，感动不已，没想到如儿竟这般在乎自己。侯爷，我就是心疼你。熬夜看画本熬出的这双黑眼圈，今日倒有了用处。这寸草鸡可真是太好看了，这男主人公不知道接下来要干什么呢？好期待后面的情节呀。真儿呢？他怎么不在？
大病初愈，没看着心上人，林丽文不太痛快。江姨娘怕被传染，没来过。翠兰，不要胡说，姐姐毕竟是养尊处优长大的，哪会伺候人呢？侯爷莫怪姐姐，她也是很关心侯爷的，会经常把奴婢喊过去问侯爷的情况呢，也是很劳累的。林丽文脸色非但没有改善，反而更加难看了。不过问几句话，有什么好累的？我都病成这样了，珍儿居然一眼都没有来瞧过，她心里到底有没有我？江氏也很担心林丽文的病情，只是他做不出伺候人的下等事，只每日带着布巾去陪林丽文。林丽文苏醒时，他刚走没多久。侯爷醒了。侯爷让我把这些衣裳全部烧了，防止这疫病继续传染人。江氏站在一旁不好意思不做事，便随手拿起几件衣裳准备丢进火里。这件可不能扔，这是夫人亲手给侯爷做的，侯爷可宝贝了呢。江氏闻言却沉了脸，不烧怎么阻断传染源头？说着手脚利索地扔进了火里。林丽文躺在床上，越想越不对劲儿。难不成他那衣裳上面动了手脚？妻子残害丈夫，那可是重罪。想通这件事以后，连忙跑出来找那件衣裳。等等，那件灰青色的衣裳呢？你们没有烧掉吧？刚刚被江姐姐烧了，我说了不能烧掉的。你为何要烧？你知不知道？你就那么舍不得你妻子送给你的东西？江氏清润的眼里带着浓浓的失望。你既然爱他，又为何要陪我一起被赶出永定侯府？你居然因为一件衣裳来质问我，实在是太可笑了。因着方才的事，林丽文本就对江氏有气，她做错了事不但不知悔改，反而反咬一口。你简直不可理喻！我一向都这样，你后悔了？明明说过，不管我变成什么样子，你都爱。原来都是你的谎言。江氏只觉得寒心，失望地看了林丽文一眼离去。林丽文只觉得自己刚好的病又要卷土重来了，明明是他做的不对，怎么反倒成了他的错？侯爷莫气，这江姐姐或许是看侯爷如此珍惜夫人送的衣裳，吃醋了。还是你够体贴。江氏回房后，在床边哭坐了许久，他在等林丽文来向自己认错道歉。可直到天光乍泄，林丽文都还没有来。原来等一个人等到天亮是这种滋味。今日是上元节，青雨巷的宅子里却格外冷清。林丽文和尤静茹坐在桌前，面前是久违的荤菜。侯爷，你就别生气了，江姐姐那样也是在乎你呀。今儿咱们这一家三口呢，好好坐在一起吃个饭，过个节啊。你说的也是，珍儿毕竟不知道那件衣裳的重要性。等珍儿来了，我好好跟她说说。她怎么还没来？奴婢去请过江姨娘了，可是她不肯来，叫了好几回，都只有2个字：不吃。经过尤静茹一夜的抚慰，林丽文本存了几分愧疚，可如今她原本熄灭的火气又重新复燃。几次三番不给她面子，江氏实在是做得太过了。她不吃就不吃，饿死她了事。怀着满腔怒火说了句气话，却又被走到正堂边的江氏听了进去。他实在饿得慌，小丫鬟给了他几次台阶，他才不急不缓地顺着下了。没想到听见了林丽文的真心话，他急急忙忙别开眼，不敢再听，落寞无比地静静离去了。走在街上饥肠辘辘，老板，给我一个包子。你就是那个背叛丽萍将军的人，去，我们家的包子不卖给你。把铜板扔给了他。江氏看着地上的铜板，想捡却又不能捡。庶民，我乃太师嫡女，岂能同你们计较？可是真的好饿呀。他的肚子饿得叫出了声。老板，给我一个烤红薯。疏影。林疏影笑意盈盈的神情变得淡漠。他没想到能在街上遇到江氏。江氏从前不稀罕来街上逛，甚至也不许他逛。有事吗？冷淡的话语像一支利箭，射入江氏的心脏。对不住，母亲，
没有办法陪在你身边。你在永定侯府受苦了吧？老夫人和宁氏对我恨之入骨，又怎会善待于你？不劳您牵挂，我过得很好。叔母把我当成亲生女儿那般照料，比您更负责。你叔母是商女，手段高明，她对疏影和瑶瑶好，不过是为了让他们来伤我的心罢了。为了报复不择手段，我可不屑于学。您不必讽刺叔母的出身，在我看来，叔母要比您光明磊落得多，起码她不会嫁给自己的小叔子当妾。江氏难以置信地望着他，我让你读了那么多书，你竟学会了这种脏话，这是侯府嫡女能说出来的话吗？定是宁氏那个混迹市井的商女带坏了我的女儿。林疏影不想再同江氏浪费口舌，径直离开时，却瞧见了太师府的管家。表姑娘，老夫人回光返照了，太师，请您去瞧老夫人最后一眼。走，快走！大小姐，您也跟奴才一起回府吧。这是不是你们的计策？就是为了让我回去见他？林疏影差点被他气笑。要不是外祖母心心念念都是您，我真的不愿与您同乘一辆马车。外祖母，外祖母！江氏双腿有些发软，在门口磨蹭了许久，直到听见里头一阵高过一阵的哀痛哭声，他这才如梦初醒般冲进了院门。母亲，母亲，母亲！把他给我拖出去，别叫他扰了夫人安息。凭什么让我出去？我为母亲守孝都不成吗？你还有脸回来？你母亲死前念着你，派人去寻了你好几回，你都不肯来，不孝不悌，凭何守孝？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啊！我怎么知道他是真的生病了？要不是怕你给我脸色看，我怎么可能不回来？这能怪我吗？你母亲会用咒自己的方式来骗你吗？她是带着遗憾去的呀。想到发妻吊着最后一口气，还在念叨江氏的名字，江太师老泪纵横，对江氏的怨恨也就更深。他清白了一辈子，怎么就生出这么个女儿？都怪婆母，若不是她执意要惩罚我跟林丽文，母亲怎会在大庭广众之下低声下气地求她饶恕？若非如此，母亲的病不会加重。还有父亲，当初林丽萍阵亡，你们为何不强硬些把我带走？我说不回，你们就不带我回来了吗？当初你们要把我带回来，就不会发生后面的事了。你们个个都是害死母亲的幕后凶手，你为什么不派人把我强行绑回家？这样我就能见母亲最后一面了啊！你们能不能别吵了？娘刚走，你们是要她死了也不安生吗？这有你多嘴的地儿吗？要不是你赌钱欠了那么多银子，让母亲操心，她的身子也不会差成这样。切，那也比你跟你小叔子做那等阿杂事强。托我这个好姐姐的福啊，我如今去哪儿都要被人耻笑。本来我已经替儿子找了一门体面的亲事，可女方家人听闻他的姑姑就是你，连忙悔了婚。你身为姐姐，身为姑姑，你做事之前为什么不替自己的家人考虑考虑？林淑颖守在江老夫人床边，只觉得心寒，真是可笑。外祖母刚走，你们就只顾着相互指责推卸责任，这是要让外祖母在九泉之下也不能安宁。外祖母若有来生，不必再为太师府操劳了，照顾好自己才是天下第一要紧的事。太师府因老夫人去世一片愁云惨淡，外头却热闹多了。上元佳节华灯初上，街头巷尾张灯结彩。哇，你的荷包好漂亮呢！你的也不赖啊。那么精致的荷包是要送给谁呢？我呀，一定要送给我最喜欢的男子，没羞没臊，还说我呢，你不也是吗？
上元节同样也是萧齐营最为忙碌的日子，他们得维护好城中的秩序，以防突发事故。袁以恒身穿劲装，在护城河边巡视。一位面色娇红的妙龄女子垂眼将自己的荷包递给了袁以恒。我不。袁以恒正想着出言拒绝，却看见一大群闺秀纷纷然走到他面前，争先恐后的要把荷包送给他。狮子，狮子，拿我的，狮子，拿我的。不对呀，我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受欢迎了？是什么人让你们把荷包送给我的？姐姐，这个金豆豆送给你，你可不可以把荷包送给那边那个穿红衣服的大哥哥呀？我就说怎么同时有那么多闺秀看上我，原来是你在这儿搞鬼啊！说干嘛给我找麻烦？是晋王妃伯母说世子哥哥一直都没有心上人，怕世子哥哥有什么顽疾，我才想助世子哥哥那个以臂之力的。那么多漂亮姐姐，万一有世子哥哥喜欢的呢？晋王妃伯母说她抱不上孙孙，愁得饭都吃不下，觉都睡不着呢。那大早上吃了2碗面加一屉包子的人是谁？一脚把我父亲踹倒的人又是谁？母亲说这话就不害臊吗？晋王妃伯母还觉得是晋王伯伯把隐疾遗传给了世子哥哥你呢，所以叫我来帮哥哥看看呢。别，我可用不着。你小姑娘家家的，一天脑子里究竟在想些什么呢？哪个姑娘家家？咱们世子殿下也有心上人了？没有心上人，只有心上宝宝。圆圆打量了一下忽然出现的姑娘，长相较为平庸，但竖着高马尾，有种洒脱的飒爽。姐姐，你是谁呀？这姑娘利落地朝他一拱手：赵国公府赵从阳。赵国公府，那不就是娘亲的婆婆家吗？说来都在永定侯府住了好长时间，还没有见过娘亲的婆婆呢。大忙人，许久不见，就不知道跟兄弟我说说话？远远看出来世子哥哥本不想搭理赵从阳，便道：其他姐姐都在找自己心仪的男子，赵姐姐不去找吗？我可干不来这种娘们唧唧的事儿。我的手是用来杀敌人的，可不是用来拿那些酸里酸气的绣花针的。那赵姐姐看不起拿绣花针的大家闺秀吗？应当是没人敢这么当面问过赵从阳。他愣了愣，转过眼去问袁以恒：你这妹妹可真够直爽的呀。袁以恒脸上没什么表情，靠在马车边，也不正眼看赵从阳。我妹妹是真直爽。赵从阳似乎是没听出来袁以恒的言外之意。没看出来，你还是个妹妹奴，我都有点想当你的妹妹了。你比我大。赵从阳比袁以恒早2个月出生，这还用得着你提醒我？你去年的生辰礼物还是我亲手做的，我是真没学过女孩子的那些东西，差点把我的手扎破呢。今年可没有了啊，最多陪你喝酒吃肉，策马奔腾。生辰礼我退回去了。他学了父王勤俭的品质，一般不收贵重的礼品，但是赵从阳送的，他是真心不想要。赵从阳佯装生气地瞪了袁以恒一眼：我承认我做的是不好看，但你就这么退回去，也太不把你爹我的心意当回事儿了吧？不请我喝城北酒馆的烧刀子，我是不会原谅你的。他是真的看不出来世子哥哥不想理他吗？还是看出来了，装作没看见呢？就这么强行聊天，简直尴尬的不要的。世子，一道柔弱的声音传来，远远循声望去，看到一个穿着海棠花裙的姑娘，脸颊因为害羞而粉粉的，很是可爱。她纠结许久，双手捧着荷包递给袁以恒：请您收下。没成想见着他，赵从阳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你也想来凑热闹啊，赵子涵？圆圆的视线在他们中间转来转去，满脸八卦。你们认识吗？怎么不认识？就是他把我堂妹赶走了。赵从阳是赵国公府大房的嫡女，前段时日查出来二房的姑娘出生时被报错，不是赵家亲生。赵国公府找了许久，才把赵子涵找回来，
把原来的二房姑娘送回了亲生父母家。但赵从阳很喜欢那个小堂妹，认为是赵子涵回来，他小堂妹才迫不得已离开的，所以很不喜欢赵子涵，处处针对他，不给他好脸色看。赵子涵听了赵从阳的话，脑袋垂得更低了。看他这窝囊的模样，赵从阳更不耐烦了。我告诉你啊，你可不许接他的荷包，接了爹跟你急。身为我的兄弟，必须跟我站在统一战线，跟我讨厌一样的人。赵子涵一直举着手，闻言缩了缩。姐姐，我喜欢这个荷包，好漂亮呢，可以送给我吗？赵子涵对圆圆露出感激的笑，点了点头。这么难看的荷包你都喜欢啊？我用剑绣的都比这好。袁大世子，你这妹妹的眼光不太行啊。菠萝白菜各有所爱，我眼光行不行，关你什么事呢？是萝卜白菜吧？你这就生气了，没必要吧？我就是心直口快，得罪了你，你别介意啊。我觉得你好装，是个神经病。我也心直口快，不要介意哦。赵从阳快在心里把圆圆戳死了，但又不能跟个小孩计较，更何况她还是袁以恒的妹妹。我从小混迹在男人堆里，不会说话，也不懂你们女孩子这些弯弯绕绕的心思。小妹妹有什么得罪了你的地方，多担待。哦，那你要是不想当女孩子的话，我可以把你变成男孩子的哟。他的样子不像在开玩笑，赵从阳没想到只是出个门就能遇到这么多刺头，竟说得他无言以对，只好递给袁以恒一个愠怒的眼神。袁大世子，你这么宠着你妹妹可不行啊，幸好她遇上的是我一向不爱计较这些小事儿，要是遇上个喜欢钻牛角尖的人可不好办呢。要不你求求你爹我可以帮你教导妹妹啊。他就那么爱给人当爹吗？这到底是什么癖好呀？凡间大了，真是什么人都有呀。袁以恒神色不耐烦，若不是有公务在身，他早都走了，一直没等到他的回应。你别看我五大三粗，我挺会养孩子的，你将来要是有了孩子，尽管来找我，我不收你钱，只要记得请我喝酒就成。说到这儿，赵从阳眯了眯眼。不过能找到媳妇儿吗？有女的能看上你吗？嗨，要是有女的看上你了，一定要带过来给你爹我看看啊。丑媳妇儿总要见公婆吧。赵从阳也记起方才赵子涵送荷包给袁以恒的事儿。哼，还真有人看得上你呀。不错不错，勇气可嘉。在赵子涵胸前轻蔑地扫了眼。可惜咱们袁大世子不喜欢你这样的，我估计他喜欢凶。够了，我跟你很熟。先前赵从阳用赵国公的名义混进军营，死活要跟袁以恒比试，说自己要上战场杀敌。除此之外，见面机会少得可怜。他不认为自己能跟赵从阳熟到以兄弟相称。我哥哥尊重你，没在大庭广众之下掉你的面子，你还越说越离谱了。我哥哥喜欢谁都不会喜欢你的，没错吧？没错吧？大庭广众，我真棒！哈，我本来就知道他不可能喜欢我啊，我又不是在贬低赵子涵。我的意思是，他死皮赖脸追着袁大世子跑，也是有希望的。男人嘛，就喜欢主动的女人。赵子涵再也听不下去，转身走了。就走了，估计是嫉妒我更有异性缘吧。小肚鸡肠。他笑着打了袁以恒一下。哎，你刚刚居然敢说跟爹不熟，等下请爹去喝花酒，不醉不归。袁以恒连个眼神都没回给他，揽住圆圆的腿，抱着他就走。我去，你生什么气啊？赵从阳追了上来。哎，你不会真喜欢赵子涵吧？我说了他几句就给我脸色看，他这种趋炎附势的人有什么好喜欢的？爹能给你找到更好的。圆圆的小拳头紧了又紧。怎么办？怎么办？好想揍人呐！好想揍人呐！世子哥哥是怎么忍得住的？赵从阳还在喋喋不休。这样，我请你去怡红院快活，算我赔罪，好了吧？扑通，只听一阵重物落水的声响，有人失足落水了。护城河边人太多，不小心把人挤下去了。哥哥，是子涵姐姐。身为骁骑营参领，
袁以恒当即就要去救人。男女授受不亲，知道吗？大世子，你救了赵子涵，你就得娶她了，不准去！松手！赵子涵都快沉下去了，也没人敢救。圆圆距离河边几步之遥时，一个窈窕的身影从人群中冲出来，利索地拽住赵子涵的衣领，一把提了起来，用力按压他的胸口，让他吐出呛进去的水。圆圆见赵子涵没事了，才舒了一口气。哎呀，多亏了你呀，婉瑜姐姐。幸好是他看见了，不然这姑娘该落人口舌了。跟随袁以恒缓缓走来的赵重阳有些不满，你看你着什么急，还凶我？那么多人，总会有人救他的吧？袁以恒充耳未闻，麻烦这位姑娘将赵二姑娘送回府。没问题。司马清横抱起赵子涵，夫人，你挺会演的啊，抱赵子涵那么重的人，还一副若无其事的表情啊。很轻，是你太虚了。赵重阳今晚连续好几回吃瘪，面色比锅灰还黑。我虚？我日日去军营训练，那些士兵一起上都打不过我一个。就你？算了，跟你们这种只会在家里绣花、相夫教子的妇人有什么好说的？电光火石之间，赵重阳甚至都没听到利刃出鞘的声响，剑就被董婉瑜抽出来，横在他颈间。你想干什么？我可是赵国公府的嫡姑娘，我警告你，你不能伤我啊！董婉瑜眼里全是嘲弄，反手将剑抽回去。哇，司马清简直是太帅了，又是享弃文从武的一天。就你这样的，还能打败无数将士，大招威仪。赵重阳气得脸都白了，想跟司马清理论，可司马清脚步飞快，他竟追都追不上。将赵子涵送回赵国公府后，二房夫人感激地连连同董婉瑜道谢。幸亏是女子救了我女儿，真是幸好呀。神母，你也别太担心，我方才还亲眼瞧见赵子涵把荷包送给袁世子了呢。虽然世子没有收他的荷包，但他应该不会想到自己跳下河，让袁世子来救他吧？重阳，你这是什么意思？字面意思啊。嘿呀，我不懂女孩子心思啊，就是随便猜猜而已，当我没说。他说完就径直离开了，气得二房老爷胡子都快竖起来。大哥就不该把他送去军营历练，这一天天都学的什么东西？仗着所谓的直肠子、快人快语，净说些得罪人的话，日日跟男人混迹在一块儿，还堂而皇之把所谓的好兄弟带去闺房玩乐，我真恨不得替大哥教导女儿。唉，自从把子涵换回来后，重阳老在我面前阴阳怪气的，说我冷血无情，说我有了亲女儿就不要养育了10几年的女儿了，还说对我很失望。可我毕竟是神母，又不好说些什么。唉。直到赵子涵在小姑娘灼热的视线中睁开眼，我操，吓死我了！意识之魂，这具躯体里并没有赵子涵的灵魂，相反是容貌极为陌生的魂魄，应该是来自1000年以后吧。我去，老妹儿，你也是穿越的呀？圆圆愣愣地看着他，看了那么久的穿越小说，终于轮到我来过瘾啦。奇变偶不变。鸡变藕，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这个菜呀？鸡跟藕做在一起好吃吗？见圆圆没反应，嗨，你那么小，估计没读书就穿过来了吧？换一个，宫廷玉液酒。大锤80，这个也不知道啊。你是个小孩子。这样，我们一起学猫叫。你应该说喵喵喵。喵。不是，是喵喵喵，不应该呀。赵子涵挠挠头，还想继续问下去。姐姐，就是你的脑子可能是坏掉了，要不要找大夫来看看呢？你不是21世纪的，那你怎么知道我是异世之魂？难不成你是民国穿越来的？我是看出来的。姐姐，你占了子涵姐姐的身体，那原来的子涵姐姐去哪儿了？
他刚刚用念力在周围探查，没发现赵子涵的魂魄。我也不知道啊，或许他是穿到我那个时代了吧。我本来好好的追永夜星河呢，唉。妙妙是我未婚妻，我从来不会留她一个人。唉，我还没看到大结局呢，才刚到第27集，突然就到这儿来了。唉，幸好我看了很多小说，接受能力非常的 nice。见圆圆有些凝重的神情，赵子涵补充道：“哦，对了，我爸妈人很好的，肯定会善待那个赵子涵的。”圆圆这才放心。那姐姐，21世纪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那姐姐，21世纪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可好玩了，我跟你说，那有游戏机、电视机、手机、平板，还有各种社交软件。说着说着，他又失落起来。唉，可惜这些我都玩不到了。我还没看到我的 CP 同台呢，他们好久都没互动了。他叽里呱啦的一对鸟语，圆圆完全听不懂，只好补通他的记忆。这信息量也太大了，我得慢慢消化才行。哦，原来未来的男性只能娶一个妻子。对啊，我看那些小说的降智穿越女啊，都要什么一生一世一双人，估计是脑子瓦特了。在重婚违法的时代，也有男的在外头找什么3、4、5、6、7，更别说可以3妻4妾的封建社会了。接受不了跟其他女人分享丈夫，就从源头解决，不嫁人不就好了吗？他一说起话来就收不住。哎，妹妹，你能不能告诉我，原来的赵子涵是什么性格的呀？我要发挥我的演技，好好模仿他，不然赵家人发现我跟原先不一样，会很麻烦的。我这种脑子可斗不过宅斗里生存下来的女人啊。子涵姐姐比较乖巧柔弱啊，那就是 I 人呗。虽然要我这个 E 人模仿 I 人有点困难，不过我尽量。什么 E 什么 I？ 虽然已经跟赵子涵共享了记忆，但还被他嘴里时不时蹦出来的词迷惑到。未来的文化也真是博大精深呐。我去，这些纯脂和眉带都是现代买不到的奢侈品呢，纯手工制作，不含一点科技与狠活呢。就在他对着铜镜上妆的时候，赵重阳推门进来了，见到他手里的纯脂，耸了耸肩膀。我真的不明白，你为何喜欢这个？嘴上糊一层东西不恶心吗？还有什么妆粉啊、裸子带啊，全往脸上弄有必要吗？长什么样就用什么样示人呗。你就那么对自己的长相不自信啊？古代的汉子茶呢，好想一巴掌呼死他呀！不行，我现在的人设是柔柔弱弱的小白花，不能动手，不能动手。姐姐，这个人蠢得很，看不出来的。姐姐，你可以尽情释放天性哦。咦，你房间在哪儿？平时赵子涵跟他说话都用的是敬语，这回如此不礼貌，让赵重阳愣了愣。你要干嘛？从丫鬟的眼神里知道了赵重阳房间的位置。好的。这个不错，这个也不错，这个颜色是俗了点儿，不过没关系，可以叠涂试试。跟蝗虫过境一样，把赵重阳妆脸里的东西扫荡一空。你在干什么？既然你不喜欢，我就勉为其难帮你用啦，不要太感谢我哦，亲。你快还回来，这可是我花了大价钱买的。嘿，你不是才说你从来不用这些东西吗？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脸上明明抹了粉，还说你没化妆。我这双火眼金睛呢，一眼就看得出来。绿茶、白茶、乌龙茶我可都见过，还对付不了你。赵重阳长相本不起眼，跟那些名门贵女站在一块儿总是被忽视，只有穿上长袍竖起马尾，才会显得与众不同，获得更多的眼光。平时也给自己擦白一些，点上唇脂，但不能用太多，不然就暴露了他上妆的事实。胭脂水粉是他用私房钱买的，可宝贝了。抢我的东西，你还要不要脸？
脸是什么？能吃吗？我这个人呢，最擅长的就是 no face。谢啦，拜拜。见他要走，赵重阳急得挥剑砍人。来人了！嘿，赵子涵余光看到有人过来，连忙把袋子扔给圆圆，握住赵重阳的手往自己肩膀推，随后旋转半周，直接一个假摔，柔弱无骨地倒在地上。子涵！赵国公府大房老爷本是来催自家女儿赶紧找个如意郎君的，没成想看见女儿拿剑砍人，还把侄女推在了地上。赵重阳，你到底想干嘛？我明明伯父，你不要怪堂姐，她定然不是有意而为的。嘿，绿茶大战汉子茶，见识一下绝望吧，重阳将。赵子涵，你装什么可怜呢？我根本都没有碰到你。他猛地指着圆圆道：“你亲眼看见了，对不对？你快说我是冤枉的呀！”重阳姐姐，没有推子涵姐姐，我没有骗人。这模样落在大房老爷的眼里，就是更像是害怕赵重阳而不得不撒谎，于是更加火冒三丈。你堂妹回来后，你日日挤兑她，你叔父为了家中和睦一直相让，可你愈发过分，公然欺负堂妹不说，还威胁这个小姑娘，我真恨不得没生过你。怪不得孔子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我这种直来直往的性子，不是你们女人的对手，在下佩服。他说完瞪了父亲一眼，跑出了门。是伯父教女无方，伯父向你赔罪。若是日后你姐姐再敢欺负你，尽管跟伯父说。他把一叠银票交给赵子涵，你拿着去买点漂亮的衣裳和首饰啊。我不能要的。拿着，其实这是你伯母托我给你的，姑娘家的就该打扮得漂漂亮亮。赵子涵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那般不是滋味。听你姐姐说，你想把荷包送给晋王世子，对吗？你若是喜欢，伯父就替你去晋王府走一遭。不用了，世子没接我的荷包，就是对我无意，我不想让世子为难。好孩子啊！大房老爷又嘱咐了赵子涵几句才离开。这些好都应该属于那个赵子涵的，总感觉有点对不起他。可以换回来的。真的能换回来吗？比起古代，他还是更想回到自己的时代，主要是没有手机，真的度日如年。等到长虹贯日天象出现的时候，就能做法把你们的灵魂换回来了。最近的一次长虹贯日在1、2、3个月以后。哇塞，老妹儿你太给力了！不过你刚刚替子涵姐姐拒绝了一桩缘分呢，她会不会生气呀？肯定不会，我刚刚有了她全部的记忆。她呀，之所以会当着赵重阳的面送荷包，不过是想让世子看到她的丑态罢了。她知道赵重阳喜欢世子，就偏不让他如愿。不过我还挺喜欢他的，本来以为他是软弱可欺的小白花呢，居然还有点小腹黑，真可爱。要是我们身处同一个时代，应该能当好朋友吧，毕竟我们那么有缘，都叫子涵。腹黑，我觉得子涵姐姐的腹部应该不黑吧，如果很黑的话，那可能是胎记。想着想着，忽然听到一阵咕噜咕噜的咆哮声，圆圆下意识去瞧自己的肚子。我刚刚吃了那么多，难道又饿了吗？好饿呀！我请你吃，必须要让一时之魂见识见识我们大招的美食。一亿，今天这里我们包场了哟。得嘞，阿达儿，吩咐厨房把咱们这儿拿手的菜全都做了端上来。
赵子涵跟小跟班似的跟在圆圆大佬身后。我的妈呀，你可真有钱！不是，这得多少钱呢？不用花钱，我娘亲把这座酒楼买下来送给我了。老板，你看看我啊，我有保姆证、厨师证、司机证、电焊操作证和职业兽医资格证。哦，我还有英语6级证书和法语 C1 证书。去国外旅游，嘎嘎给你当翻译。我拍照也不错，保证给你拍得跟天仙一样。每个月给我3万就行了。啊，1个月就要3万两银子，那我可顾不起啊。这也太好吃了吧！真的有那么好吃吗？虽然汉堡、炸鸡、薯条、披萨什么的也好吃，但是古方的做法就是不一样。听起来好好吃呀，是未来的粮食吗？看来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的小朋友都抵抗不了垃圾食品的诱惑。等我吃完复刻一下，我厨师证不是白考的。鸡倒是不难做，最重要的是调外面的那层面糊。需要用到面粉和淀粉，淀粉在古代好像叫生粉，然后还需要小苏打，没有小苏打的话口感会变差。可惜古代没有小苏打可以用，可以从盐碱湖里提取纯碱出来。这附近有没有盐湖？有的，我娘亲就有一块盐田，就在镜湖。好，那我们就去镜湖找纯碱。可是镜湖离京城有3-4日的路程哦。小孩儿，你不懂。曾经我为了一碗麻辣烫，从祖国北边跑到祖国南边，为了吃的，路途遥远根本不算什么。哇，子涵姐姐好吃的境界实在是太高了，我一定要向子涵姐姐学习，学她那种长途跋涉只为了一口美食的精神。就这样，那我明日一早就跟娘亲说去镜湖。次日公鸡刚鸣，赵子涵便已经到了永定侯府。没成想圆圆比他还早。永定侯府的小厮告诉他，圆圆去了五方街对面的救济所。他好不容易找到救济所，看到了一个美妇人。赵二姑娘是来找圆圆的吧？她不知你来得如此早，此刻有些忙碌。宁氏开的救济所修缮好后，却没有鳏寡老人和乞丐肯来居住。圆圆直接上大街绑人去了。小姑娘行行好。嘿呦，不是，跟我去救济所，那里很好的。救命啊，救命啊！光天化日之下，强乞丐了。他像条滑溜溜的泥鳅一样不断挣扎。圆圆一个不慎松开手，只见他解开裤腿里的2条绑带，撒开脚丫子逃跑。居然是骗子！圆圆一颗核桃过去就砸中了乞丐的头。在旁边看了许久的赵子涵终于忍不住出来制止圆圆。你这样不行，太暴力了，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老年人强制改造武术学校呢。那姐姐有没有好的办法呢？这事儿啊，包在我身上了。听说了吗？工部侍郎又在青纱坊定制了几条袍子，老不正经那种，估计跟夫人感情又不好了，给他夫人穿呢。他夫人才不喜欢穿这个，他自个儿穿。前些天李大人的小女儿被送去了尼姑庵，他儿子儿媳也分开了。你们这都不算啥，知道吗？我这些日子觉都睡不好，我隔壁那齐公子又在跟他夫人吵架了，真的是1天1小吵，3天1大吵。听说直到现在他夫人都不肯跟齐公子圆房呢。真的假的？你们说永定侯府林家大姑娘多好呀，偏偏要娶了个毁了容的丑八怪泼妇回来，闹得鸡犬不宁。他们聊得很是尽兴，浑然不知一个陌生老太太拿着板凳自来熟地坐了进来。嘿呦呦，嘿呦呦，我那个不孝的儿子有了媳妇儿就忘了娘，大冬天的把当娘的扔出来，差点冻死在外面哟。他们还未明白发生了什么事，那老太太继续道：幸好有永定侯府办的那个什么救济所，给我穿上大棉袄，
冬天能吃上红烧肉，还能睡热乎乎的炕呢。不收我一个铜板，不然我就真的饿死喽。真有那么好吗？家人们呐，你看这里面可是真棉花，永定侯夫人免费给穿的。永定侯夫人富可敌国，这说的应该是真的了。那我有个老姐姐是自梳女，让她去救济所试试。还有我表妹老可怜了，还有我们邻居。不出半日，京城所有鳏寡老人都知道了永定侯府开了救济所，条件特别好，纷纷跑去报名。就连齐子明也听说了这事儿。你快吃呀，都亲手喂了，你还想怎样？屋内传来碗筷摔在地上的声音，董佩玉暴跳如雷地猛抽齐母的巴掌。你说你是不是故意折腾我的？董佩玉不想管老太太，但老太太屎尿失禁，害得家里到处臭烘烘的。齐子明又当作没看见，他只好捏着鼻子想给老太太换裤子。你敢打我母亲？哟，大孝子终于回来了！你在这装什么装？他不听话我就打了。你天天外头鬼混，把这老太婆扔给我，有什么资格朝我吼？示意他好好教训这个儿媳妇儿。一着急，原本就脏了的裤裆又湿了一片，浓浓的尿骚味儿涌进了齐子明的鼻腔。他厌恶地捂住鼻子。你还不快替母亲把鞋裤换了？你凭什么指使我？你怎么不给她换呢？她是你的婆母，你身为儿媳就该事事恭顺，亲力亲为。母亲辛苦养我那么久，为了我的婚事才着急中风的，你竟连帮忙换裤子都不肯，连一点孝心都没有。他养了你又没养我，喂饭已经是我大发慈悲了，你那么孝顺，怎么不自己帮着老太婆换呢？男的哪能干这种粗活？这都是你该干的。从小到大，他母亲就没让他干过活儿，跟他说娶媳妇儿前有他打理，娶媳妇儿后就有媳妇儿来照顾家里，他只需要专心读书便行了。那你不应该娶我，你还不如雇个丫鬟回来，专门伺候你老娘。你这种千金小姐，自然不知柴米油盐贵，钱财当然是能省则省。你的老相好孙寡妇有钱呢，往他床上一躺，还出门丫鬟伺候。说到孙寡妇，齐子明心里就憋着一口气。他只不过陪了孙寡妇几次，孙寡妇就腻了，找了其他的小白脸回来伺候他。孙姐，咱俩好久都没……什么咱俩的？我认识你吗？滚！幸好没把他送给自己的宅子要回去。你就该对我言听计从，百依百顺。窝囊了一辈子，以为在我面前能当皇帝，对吧？你也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吧！京城天才齐公子，你齐子明要是能考上举人的话，我董佩玉名字倒过来写。董佩玉，他气得牙关咬得咯咯作响，整个人都在发抖，强行忍下怒火。若是我娶的是疏影就好了，她比你善良又坚韧，一定会好好待母亲。善良？我怕是愚蠢吧？哪个女的见了你不跑，还上杆子伺候你那残废娘？是啊，也只有你这种被乞丐玷污了清白，没人肯要的丑八怪，才会嫁给我。自从毁容后，董佩玉的脸就是他的逆鳞，容不得别人说一个丑字，当即就冲上去和齐子明扭打起来。齐母看着不知道第几回互殴的儿子儿媳，急得吱哇乱叫起来，还拍打着床榻，可惜没有人理会他。等两人打累了，董佩玉回屋关门睡觉，齐子明站在臭气熏天的床边，实在不知如何下手。母亲，儿子听说永定侯府办了一所救济所，是专门照顾老人的，不如我把您送过去。急救所刚开，疏影也会在那儿帮忙的。听到林疏影的名字，齐母惊喜地睁大眼睛。疏影肯定会对她呵护备至，将她当成亲娘孝顺的，顺便还可以撮合疏影和她儿子再续前缘。见母亲那么快答应了，齐子明也放下心来。不知疏影这几日过得可好，应当会想我的吧。生活，我最擅长生活了。我的头发！哎呀，
舀水这么简单的工作，我怎么可能不会呢？哎呀，救命！救济所人手不够，宁氏还在挑选伙计。圆圆跑来跑去忙活，但帮的都是倒忙。圆圆，你就在边上等着吃饭就行了。遵命，林将军，这个我是真擅长，这可是我的舒适赛道。救济所刚开饭，冷不丁闻到一股比50年没刷的茅厕还要臭的味道。什么这么臭呢？圆圆，你是不是又炸茅厕了？谁家茅厕炸了？林疏影去找臭味的来源，在门口看见了齐子明以及他身后躺着的齐母。齐母半张脸都是口水，朝他乐呵呵笑着。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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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疏影，许久不见，我想把母亲交给你们照顾。林疏影望向中风瘫痪的齐母，微微蹙眉。母亲一时糊涂，同意与永定侯府退婚以后，着急中了风，失了自理能力。不过你放心，虽然母亲中风的事与你有间接责任，但我不会责怪你的。猝不及防背上一大口锅的林疏影眼神诧异，那么久没见，齐子明不会是烧坏脑子了吧？若是一定要送来，每月得交10两银子。不是说免费照顾老人的吗？那是针对老无所依的鳏寡老人而言。夫人有儿子，你也有赚钱的能力，自然是要收取银两的。我哪有赚钱的能力？我还得读书考状元呢。董佩玉也不肯把嫁妆拿出来贴补家用，我是走投无路才把母亲送来的，怎么到我这儿就改规矩了呢？疏影，我都已经道歉了，你还有何不满？齐子明眼里是浓浓的悲切。我对董佩玉只是责任，我是真的爱你呀，难不成你非要我跪下来吗？没钱就离开吧。齐子明眼疾手快拦住林疏影，一脸屈辱地朝他跪了下来。我齐子明向林疏影道歉，不该辜负林疏影另娶他人，要打要骂我都能忍受，只求你能原谅我。救济所开张本就引人注目，如今瞧见京城有名的大才子下跪，更是吸引来不少百姓围观。姑娘就原谅齐公子吧，齐公子这样顶好的夫婿，打着灯笼都找不到了。当时我也在，齐公子并不是要娶董佩玉，他是为了董佩玉的清白着想。是啊，这么有责任心的男人现在可不多见了。林姑娘就原谅齐公子吧，他们母子实在可怜呐。天哪，油腻怪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下跪，引来这么多人的围观，一定是在逼大姐姐答应他。子涵姐姐说了，这叫批由什么来着？鱿鱼。圆圆还在思考，百姓们已经开始起哄了。原谅他，原谅他，原谅他，原谅他！哼，看我的！哼，看我的！圆圆刚要出手，子涵姐姐，却见赵子涵端着一盆水冲出来，往围观百姓身上泼。你干什么呢？你这谁家的姑娘呀？好啊好啊，再多嘴就把你们扔到粪坑里了哟。这是哪家的小孩如此没礼貌？我们只是想成全一桩姻缘，这与你何干呢？圆圆被这些人气到跺脚。那我姐姐跟油腻怪的事情跟你们又有什么关系呢？哎呀，这不懂事的小孩，我们也是好心呐。对呀，齐大公子多好的人呐！算了，既然永定侯府都这么不识好歹了，我们还是放下助人情节，尊重他人命运吧。就是，老的小的都不识好歹。那你们这么爱管闲事的话，圆圆指着其中叫嚷的最厉害的男人道：你为了霸占兄弟媳妇儿，陷害兄弟坐大牢这件事，官府知道吗？你胡说八道什么？圆圆才不搭理他，又指着一个老太太道：你瞒着瘫痪的丈夫说是去买菜，实际上天天都跟寻江池那些老头在一起跳踏歌舞。老太太臊得满脸通红，脚底抹油逃跑了，看向说永定侯府欺人太甚的年轻公子。你母亲知道你经常偷偷穿女孩子衣服的这件事吗？百姓们生怕圆圆把他们内心最隐秘的秘密说出口，再也不敢围观下去，迫不及待地各自回家。疏影，我很遗憾不能和你结为夫妻，但我母亲
一直把你当亲生女儿看，我希望你能照顾好她。我去你大爷！他娘的，我忍你很久了！你这个卑鄙无耻、下流、恶心、不要脸的烂黄瓜普信男，老娘今天非要弄死你！赵子涵抄起砍树木的斧头冲向齐子明，斧头猛地劈在他裤裆中间。疯女人，疯女人！赵子涵非但没有收敛，反而抄起斧头又是一劈，劈烂了齐母躺着的担架。齐子明连忙背起母亲逃走了。我警告你，别让我再看见你！以后我见你一次弄你一次，牢牢记住老娘的名讳，救济所山居解是也。想到齐子明的样子，赵子涵就恨得牙痒痒。林姑娘，你到底是怎么看上那渣男的？渣男？是为何意？我知道，就是做成猪油渣渣，喂狗、喂鸡、喂兔兔，小动物们都不爱吃的人。这小孩心里只有吃的。林疏影似懂非懂，随后才道：齐公子的父亲曾是户部侍郎，跟我也算是门当户对。我和他自小相识，不小心掉进捕兽洞里，是他救了我。不久后，齐大人上门提亲，当时我父亲在南疆战场，我母亲便做主同意了。根据我多年看小说的经验来说，你不会是认错救命恩人了吧？我当时没晕，是亲眼看着齐公子把藤蔓放下来，将我拉上去的。人还真是复杂的生物啊！小时候能机智救人，长大了却有了一副恶心巴拉的嘴脸。不过没事儿，这人生在世嘛，谁没遇到过几个渣渣呢？圆圆，你说对吧？这个问题太深奥了，我还是个小宝宝呢。倒是一向内敛的林疏影接上了他的话头。赵二姑娘也曾遇到过吗？有啊，我读书时期交往的男朋友跟学妹暧昧，我直接把他开组会时要讲的 PPT 换成了他跟学妹露骨的聊天记录，导师跟同学全都看清了他的嘴脸。还有一个跟我相亲的男的，在我明确表示对他没有兴趣后，还到处散布我和他交往的传言呢，甚至还造我的黄谣。林疏影绝大部分都没有听懂，但大概知道赵子涵对付这类人的方式都极为狠绝。那我试着打齐公子一顿。不用了，你就无视那个神经病就好了。他们所处的时代毕竟不同，在封建时代，林疏影要是效仿他的做法，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林疏影很喜欢赵二姑娘的爽快性子，若是再见到齐子明，直接将他赶走即可。我自己动不了手，旁人总能动手的。赵国公府的2位姑娘都在外头没着家，赵子涵是在救济所帮忙，而赵重阳整日的和着军营将士喝酒。我先干了啊，你们随意。不好，豪杰呀！不是叫你跟世子说我们今日在这儿喝酒畅饮吗？他怎么还没到啊？袁以恒要是不来的话，我怎么装醉让他送我回府啊？又怎么能跟他产生肌肤之亲呢？世子说有公务在身。说话的是袁以恒的属下，其实有赵重阳的酒局，袁以恒从未参加过，但赵重阳偏偏装作不知道，总是锲而不舍地邀请他。公务，如今公务都比兄弟们都重要了是吧？他就是故意跟我赌气。你不会又是惹世子不开心了吧？才没有，是他见色忘友。就上回我不肯让他救赵子涵，他好几日没同我说话了。你们说我真的错了吗？我就是怕他被赵子涵缠上才阻止的呀。他们那些女孩子家的心里头打什么主意，我还能不知道吗？差点忘了你是女的。滚！虽然不明显，但我也是女的，好吧？说完他又伤心失落起来。但是那些姑娘们就不喜欢我。我也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其实我也想和赵子涵当好姐妹的，可他就是看不惯我，还故意摔倒，离间我和我父亲。不会吧？我感觉赵二姑娘人不错，上回还对我笑了。可能是因为我跟袁大世子关系好吧，可我跟袁以恒
真的只是兄弟呀。我们俩要真有什么，早就定期了，好吧？他因为这种事情而针对我，我真的……说到这儿，他委屈地落下2颗眼泪，随手拉过来一个将士，在他衣袖上擦干净了。看到将士嫌弃的表情，你干嘛？咱俩都那么熟了，你借我擦擦眼泪咋了？又不会影响你跟你夫人的关系，你夫人应该不会那么小气吧？话说，你对世子真没意思啊！世子长得多俊呐，要我是女的，我都想嫁给他呢。我能看得上他？我可不像那些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娇娇小姐，见到俊俏郎君就跟鸭子一样，赶着上着送荷包，还真掉价。袁以恒要是找不到媳妇儿，我也没有看得上眼的，那我俩凑合凑合也不是不行，是吧？除了他爹我，也没人可要他了吧？哎，昨儿我还听闻你父亲有意和靖王殿下结亲家呢。真的假的？赵重阳说完才发现自己的反应过度。你该不会是听错了吧？我亲耳所闻，赵国公府大房老爷问靖王殿下觉得赵家姑娘如何，靖王殿下可是给出了极高的评价，说什么一世宜家。赵重阳暗喜，靖王对我的印象竟这般好。不过也是，京城贵女中跟袁以恒关系最好的便是我赵重阳了。靖王选媳妇儿也该选我，对吧？本以为父亲糊涂，被赵子涵骗得团团转，没成想他还是替我考虑的，已经在考虑我跟袁以恒的婚事了。那什么，我突然想起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你们吃好喝好。赵重阳回到赵国公府的时候，正好听到父母的谈话。子涵对靖王世子有意，虽然他说靖王世子没借他的荷包，不愿强人所难，但我还是想替他争取争取。赵重阳的母亲自然清楚赵重阳的心意，知晓女儿中意靖王世子，可女儿行事大大咧咧，并不适合嫁入皇室，相反是心思缜密极致的赵子涵更为合适。老爷大可试试，妾身和靖王妃有过几面之缘，或许能从中相助。我没听错吧，爹？你要撮合赵子涵和靖王世子？大人的事你不必操心。我怎么可能不管呢？袁以恒明明是我先看中的，好不好？我才是你亲女儿，你凭什么对赵子涵那么好？难不成她是你和叔母的私生女？孽女！我说的不对吗？赵子涵才回家没几日，你就嘘寒问暖，甚至把属于我的夫婿抢走给他。除了她是你的私生女，我想不出更合理的缘由。我与弟妹何其清白，你这孽女居然随口胡言！袁以恒是我的心上人，你凭什么给赵子涵？不是说你和世子只是兄弟？我就是那么一说嘛。不这样他怎么接近袁以恒？他就是要让袁以恒看到他的直爽与坦率，发现他和那些只知道勾心斗角、哭哭啼啼的深闺女人不一样，又让袁以恒看到他的与众不同。你是我爹，难道看不出我的真实想法？还要我直接告诉你我喜欢谁吗？他愤恨地看向母亲，你明明知道我爱慕袁以恒，为何不阻止爹替赵子涵说亲？你存的什么心呢？可是世子他不适合你呀。明明就很适合，靖王和靖王妃肯定会喜欢我这么豪爽的儿媳。兄弟们还说我屁股大好生养，和袁以恒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哎呀呀，快别说了，你一个未出阁的姑娘，你怎么跟外男讨论这些呢？这赵国公府的面子都快被你丢光了。我不管，我就要嫁给袁以恒。不可能，你这性子，你莫说嫁人了，你还是出家当姑子吧你。都怪赵子涵用美色迷惑了袁以恒，以色示人的东西那么能装，估计在外头那10几年服侍过不少男的吧。下贱到要和自己堂姐抢男人，要是赵子涵不在这世上了，我看他还能怎么勾引袁以恒。
思及此，赵重阳狠狠瞪了父母一眼，跑走了。身在救济所的赵子涵浑然不知危险将至，还在跟圆圆准备去镜湖的东西。宝儿，我们这是去找纯姐，不是去野炊。你这些东西吃1个月也吃不完的。这个是我1天的口粮。敢问您是不是饕餮变的？低调低调，饕餮没我吃的多。饕餮见了我也得把贡品分出来给我。哼！马车在路上行了1日，经过一处城镇时，这里的居民却安静到有些诡异，他们个个神情木然，眼神死水一滩。奇怪，这镇子里怎么都是大人，一个小孩都没有？我看看。表情呆板的城镇百姓在看见圆圆后，死水微蓝的眼睛有了些情绪，充满了怜悯与悲切，还有些怀念。叔叔，你们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吗？大叔连连摆手离开了。那个，咱们今晚就不在这儿留宿了吧？这里气氛好古怪，赶紧走吧。在经过一处寂静无声的山谷时，马车猛地停下。哎呦！只听一声闷哼，车夫被破空射了一箭击毙。圆圆，快跑！却被无数支箭拦住去路。各位英雄好汉，我有得罪过你们吗？就算是死，也要让我死得明明白白呀！有人想要你的命，下黄泉去问阎王爷吧。哎呦我去，我得罪谁了？来到这里实名得罪的好像就只有那个汉子茶了。但是赵重阳那个小饼干有胆子买凶杀人吗？我不会真的要死了吧？我还没还完房贷呢，永夜星河最后1集我都没看呢，就这么死了也太遗憾了。不过幸好这群黑衣人要杀的只有我。你们要放过我妹妹圆圆，你今日逃出去，长大后一定要记得给姐姐报仇啊！可是我长大以后还是打不赢他们呀。姐姐，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又不能不给你报仇。这样吧，我主动把姐姐交给杀手，放我一条活路，姐姐就不算我的恩人啦。赵子涵顿时忘记了自己危在旦夕的处境。活神仙我没见过，活阎王我是第一次见啊！杀手可不会等他们说完话才动手，直接举起弓箭，一箭射穿了赵子涵的胸口。赵子涵睁着双眼倒在地上，瞬间没了气息。没想到这门生意完成的如此轻松，至于这个孩子，也一并杀了吧。不行，门主最近在找10岁以下的小孩给门主夫人修炼，我看这个小孩正合适。这个小孩怎么这般镇静？原来是个傻的。切，傻的也算，捉回去给门主领赏。嘿嘿，好啊好啊，嘿嘿。杀手嫌弃得很，随便一抱，带着他回了悬疑门。等到月亮高悬，夜幕之中，仰躺在地上的赵子涵被冷风吹得打了个喷嚏，然后惊醒，直直地坐了起来。我没死。锋利的箭头穿透胸口的濒死感还在，他低头看到胸口还插着一支箭时，差点吓死。回过神后，试着把箭拔了出来，奇怪，居然没有痛感。连伤口都没有了。肯定是圆圆做了什么，他才没受伤的。圆圆，怎么办呀？那么大一个圆圆不见了呀！一定是那群黑衣人，先不能贸然去找他们的老巢，危险不说，可能还会连累圆圆。幸好这匹马还在，对，报官。出门时他记下了地图，没成想这么快就派上了用场。他所处的东县地界，晨光熹微时，终于骑马到了县衙门口。赵子涵的屁股都快被马鞍磨得血肉模糊了，忙不迭跑上去敲响了堂鼓。鼓声响了持续半炷香的时间，牛知县被吵得头疼，才带着师爷和巡捕出来，不耐烦地驱赶赵子涵。快走快走，今日县衙休牧，明儿再来。不行，我妹妹被一群杀手掳走了。临都县有那么凶残的杀手，你们都不管吗？牛知县眼珠子心虚地转了转，选择装糊涂。什么杀手？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还不走，你就是妨碍公务，要下大狱的啊！没想到古代也有这种玩忽职守的领导，
那群杀手行事那么大胆，身为知县怎么可能不知道？估计他跟那群杀手就是一伙儿的。要是强行赖在这里，这狗官有可能把我灭口。我还是先溜吧。夏黛玉，走就走嘛。赵子涵害怕地缩了缩脖子。那我明儿再来好了。这离约定的时辰就差一会儿，若是这庸民见着那人，把临都县境内有悬疑门的事情和他一说，别说乌纱帽保不住，我的脑袋也保不住了。把他给本官拖下去，让他再也不能开口。衙门光天化日之下强抢民女了，救命啊！突然想到喊救命不一定有用。临都县县衙着火了，临都牛知县找外室被老婆发现了。整齐有序的成军队伍已然出现在牛知县视野里，随即跟变脸似的换上一张谄媚的笑脸，迎上了成军。王爷莅临，临都县蓬荜生辉呀！早就收到消息，摄政王元彻凯旋回朝时会途经临都县，便立即飞鸽传书，警告悬疑门门主收敛一些。可那混账完全不当回事儿，掳走了城镇所有的孩子不说，还溜出来一条漏网之鱼，还说什么最厉害的杀手，连个人都看不住。元彻骑着马的身姿挺拔劲瘦，眼神定定地望向被强制闭嘴的赵子涵。他身侧的医师崔若直扬眉道：牛知县，你为何绑着这个小美人啊？这刁民意图潜入下官家中行窃，幸而捕快发现的及时，正要把他押入大牢呢，还不快点带下去！元彻身形微动，身后的暗卫在电光火石之间闪现到捕快身前，速度快到牛知县都没看清。赵子涵终于重获呼吸。你这个狗官，居然敢堵我的嘴！那个什么王爷，他不让我说临都县境内有杀手，这狗官跟杀手勾结，把我妹妹掳走了。这狗官跟杀手勾结，把我妹妹掳走了。污蔑呐！王爷，是这刁民偷窃不成，冤枉于下官，不可听信这刁民的一面之词啊！王爷，还不等元彻发话，敢污蔑朝廷命官，给本官砍了他的脑袋！谁是刁民？赵子涵从怀里掏出令牌。本姑娘是赵国公府嫡出的二姑娘，赵国公是我亲祖父，你说谁是刁民？在看到令牌的刹那，牛知县吓得腿都软了。本以为只是个毛都没长齐的丫头，竟是赵国公府的千金小姐，这可怎么办呢？可他不能让赵子涵坐实自己的罪名。假冒的肯定是假冒的，国公府的姑娘怎可能出现在这穷乡僻壤？你假冒赵国公的孙女，你更该死了！王爷，您一定不要放过她。客官，你这是心虚啦，反应那么大干嘛？这又不是菜市场，跟我比谁声音大，有必要吗？崔若直凑近元彻，这二姑娘何时变得如此伶牙俐齿了？回京路上听说是被报错了，所以这个才是真的。元彻直视前方，根本没听崔若直说话。得了，就知道跟你说闲事是白搭。王爷，他真的是污蔑啊！王爷，下官绝对没有跟杀手勾结呢。元彻略微蹙眉，暗卫便一掌打晕了牛知县。终于安静了。这牛知县比我家养的老母猪生崽时还能叫。这二姑娘，听说你妹妹被人掳走了，知不知道是谁掳走她的？不知道，但是他们手上少了根小拇指。闻言，崔若直神色一脸。悬疑门，早就听说悬疑门门主是个癖好独特的变态，任务失败后砍了门下众人的小指，没想到居然是真的，果然不是冤家不聚头啊！元彻在边关2年，悬疑门愈发狂妄，他们正准备回京路上灭了这手染鲜血的组织。这二姑娘，你妹妹就交给我们了，你就留在临都县安心等消息吧，有苍陵16卫的麒麟保护你，县衙的人不敢拿你怎么样。苍陵16卫是经过非人的训练后由元彻精心挑选出来的暗卫，一人可抵万军。赵子涵神色稍显犹豫，你要是不敢的话，也可以与在下同起，在下的胸膛比冬天的炭火还要暖和。赵子涵翻了个白眼，你叫什么？崔若直。原来是弱智呀，
祝你们成功，早些救出我妹妹。姐姐，你们都是被他们捉来的吗？哼，门主要用我们的血给云岛山的女仙修炼。在这块大陆上，除了有大昭和浮梁2个国家，还有数十个修仙门派。只有根古奇家命格不凡的修仙才子，才会被众门派选为弟子。圆圆自然知道云道山是修仙门派之首。聂云吉不是就从这里出来的吗？也不知道现在的掌门是他第多少代的徒孙了。门主很喜欢那位仙子，但是他们情路坎坷，仙子的师父不允许他和凡尘之人扯上关系。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忍痛离开了门主，绑了我们整个村子的人，一炷香杀一个，直到仙子出山为止。等我们村的都杀完了，仙子才现身。圆圆越听眉头越紧。那死了的村民呢？就白死啦。仙子替门主超度了那些村民，让门主保证再也不草菅人命，才原谅门主，和门主重归于好。地牢潮时有阴暗，滋生了很多蛇虫鼠蚁。一条蛇爬过圆圆的脚。哎，小天道来了！哎，你别，哎呀，我的小天道呀！你生气归生气，你别拿我撒气呀！又不是我掳来的。哼，他凭什么原谅呢？死的又不是他。他是云道山的内门弟子，极有可能飞升成仙，身份尊贵，连当今陛下都要给他几分薄面。所到之处，寻常百姓都得跪拜。他说原谅，我们就必须原谅。这样的人才不可能成仙。小女孩觉得这小姑娘说话有点好笑。你怎么就笃定她不能成仙呢？圆圆礼貌地笑笑，没有回答。既然她是云道山的弟子，那怎么需要小孩子的血呢？用血修行，那可是邪术。我也是听人说的，仙子在一次意外中失去了修为，若要重新修炼，得花几百年的时间呢。但是有一种邪术，用200个童男童女的血制成丹药，服下去便可恢复全部修为。门主为了讨仙子欢心，便把我们全捉来了，加上你，已经有193个孩子，还差7个便可以炼丹了。就他还想炼丹，哼！圆圆手下一用力，手里的蛇差点被断成2半。我的小天道呢？你还是把我吃了吧！气氛间忽然闻到一股烤鸡的香味儿，好香啊！叔叔，你能不能分我一个鸡腿呀？我已经整整有1个下午都没有吃肉了。小杂种都要死了，还想吃鸡腿儿？你只配吃鸡骨头！哎，你要是像狗一样把骨头叼起来，他把啃完的鸡骨头扔给圆圆，我就给你吃一口肉，怎么样？谢谢你们的鸡骨头，那我就请你们吃蛇肉吧。去吧，小蛇，别忘了叫上你的同伴们哟。得嘞，小天道，兄弟姐妹们，跟我冲！他眼光一闪，地牢里所有的蛇像着魔一般，争先恐后地涌向那个门众，很快就把他们围了起来。救命啊！救命啊！见鬼了，那么多蛇，难不成是闻到了肉味儿？嘿呦，嘿呦！圆圆把门众举起，跟玩蹴鞠一样，扔出了通风口。哇，好厉害！你是大英雄！悬疑门本部在悬崖顶，唯一能抵达的方式便是绳子攀登，它就是被放到一个竹篮子里，由上面的人提上去的。除了悬疑门众或者轻功很厉害的人，外人根本没法到达本部。好啦，辛苦你们了，下面的交给我吧。得嘞，姐妹们走了。你是来救我们出去的吗？你们还是先乖乖的待在这里，人数不够的话，他们是不会伤害你的。就算出了地牢，也暂时没法带他们回家。这个悬崖有点太陡了，要把它削成平地才可以。见过圆圆的厉害后，小孩们为他马首是瞻。圆圆摸黑溜出了地牢。他们怎么都不看我呢？仔细看才发现，这些看守皆目视前方，根本没瞧见矮冬瓜圆圆。
圆圆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哼，怎么可以因为我矮就不捉我了呢？快来捉我，快来捉我呀！难道真的看不到我吗？快来捉！没成想看守直接无视他，从他的身旁路过了。啊！哼，这也太看不起人了！我现在立刻马上就要把这座悬崖削平！哎呀，迷路了！直接一脚踹开房门，里面供奉着无数的牌位。怎么有这么多的牌位呀？哦，原来是悬疑门门主的列祖列宗呢。圆圆犀利的小眼神对着这些牌位审视一番。与此同时，悬疑门的门主南宫爵在睡梦中梦到了自己的列祖列宗。你他娘的还睡！再不行，南宫家就死到临头了。老子死了那么多年都不得安生，牌位都要被人给掘了。南宫家怎么就出了你这么个畜生呢？我们家4代杀手出身，一直顺顺利利活到老，你撸谁不好，偏要撸个活祖宗回来。怎么感觉好像被列祖列宗劈头盖脸骂了一顿？我把悬疑门发扬光大，不表扬我就算了，还骂我。来人！刚想吩咐人去祠堂看看，就听见手下人喜滋滋的前来禀报：门主，云罗仙子来了。南宫爵立即起身，他还知道来找我，顿时就把祖先的批评忘在了脑后。真好吃。你平生杀过93个人，你杀了64个人，你们手里沾了太多人的血，都不是好人。你要干嘛？列祖列宗惴惴不安地抱成一团。你要敢让我们魂飞魄散的话，我们就哭给你看。圆圆笑得贼兮兮，把牌位全部扔进火盆里。南宫家列祖列宗哭得老泪纵横。这些牌位可是咱们的栖息之地，以后咱们就只能流落街头，做孤魂野鬼了。嘿嘿。圆圆深藏功与名，拂袖离开。你不是说再也不想看见我了吗？你不是说恨我的吗？如今又来找我做什么？你是不是以为我是你的一条狗？呼之即来，挥之即去，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你是不是捉走了灵都县内所有的孩子？是啊，怎么云道山冰清玉洁的云罗仙子要来替天行道了吗？他是那么爱这个女人，见到她的第一面就爱。他修炼兽族，他就和其他修仙门派的弟子合作设计，抢了他师姐的仙草给他。他被人冤枉，他就直接杀了那个冤枉他的人。为了见他一面，他甚至可以屠尽天下人。为了去云道山遵守和他相见的约定，他甚至可以放弃见病重的母亲最后一面。如今因为要帮他恢复修为，他千辛万苦捉来100多个童男童女，可云罗一来便是质问他。他把自己的整颗心都掏给了云罗，云罗却始终都不稀罕。我不值得你为我做这些，也用不着那所谓的丹药，把孩子放了吧。反正我如今修为尽失，已经配不上你了。南宫爵却固执的不肯听云罗的话。你为什么总是教不好呢？我不计较你是杀手，也不在乎你沾染过太多人命，只要你不再做坏事，我就会原谅你，和你在一起。可你总是不听，你要我怎么接受你？我甚至在师父要杀你的时候，跟师父保证你已经悔改，不会再杀人了。可你这回又捉了那么多的孩子。师父大发雷霆，命他亲手杀了南宫爵。可南宫爵做这些都是为了他，他如何下得了手？你听我的，把孩子放了，跟我回去认错。我会救国师，帮你在大昭朝堂谋个职位，今后好好过日子。只要你平平安安一生，我就知足了。谁稀罕当什么官？杀人才是我该做的行当。我告诉你，这些孩子我不可能放。云罗泪眼婆娑，娇娇的一跺脚。随便你吧，我不理你了。他转身便要走。对不起，我不该朝你发火。还知道哄我。
那你听我的吗？我只是不忍心你失去修为，我保证只取那些孩子们的一点血，你也不想重新修炼几百年，对不对？其实炼制那颗丹药需要榨干200个童男童女全身的血液。南宫觉得云洛实在太善良，只好用谎言欺骗云洛。那好吧，倘若我吃那颗丹药恢复了修为，想必那些孩子也会开心的，毕竟他们帮助的是即将飞升的仙子。阿罗，对不起，我不该抓走那么多孩子，害他们骨肉相连。搞错了，再来。害他们骨肉分离，你原谅我好吗？云罗觉得南宫觉这回是真心改过的，他也不舍得生南宫觉太久的气。这次我就原谅你了，下不为例哦。就怕那些失去孩子的父母不肯放过你。不过只要我出面替你道歉，想必那些父母定会原谅你的。门主，滚！南宫觉正在跟云罗温存，十分不耐烦的让他们滚。门主，祠堂您祖宗的牌位全被烧了。南宫觉蹙眉，本不想与云罗分开。烧就烧了，重新做不就成了？以后这点小事儿别来烦我。毕竟那是你的列祖列宗，还是去看看吧。这么快就想陪我去见父母了？哎呀！云罗含羞带怯地打了他一下，红着脸出了门。南宫觉走进祠堂，看到火盆里烧成灰的牌位。是谁干的？是他，就是这个小屁孩烧的。他把我亲手做的烧鸡啃得只剩骨架了，还吃完了我们厨房所有的食材。南宫觉瞪着圆圆，想从他脸上看到害怕的情绪。哼！谁把他捉来的？是我，我明明是个寡子，我也知不道这能吃狠。南宫觉本想一刀子抹了圆圆的脖子，榨干他的血，可又不能让云罗看到自己凶残的一面，只好把圆圆关进柴房。云罗带了点糕点去柴房看望圆圆。小妹妹，门主他不是故意的，你不要记恨他好吗？他为你杀了桃花村135口人，你还这样纵容他吗？南宫觉他其实很善良，只是他父亲从小就对他特别严厉，母亲重病缠身，无法照料他，他只是太孤独了，造成了如今这般性格。圆圆困惑地歪歪脑袋。所以这就是他杀人的理由吗？云罗耐着性子，语气温和地给圆圆解释，他并没有真的想要杀人，这是他的分内之事，毕竟他从小学的便是如何做好一个杀手。圆圆越听眉头皱得越紧。那桃花村的无辜百姓就活该惨死吗？年幼时的经历再悲惨，也不是他为了自己随意杀人的理由呀，更何况还是为了让你出来见他，这种荒诞的理由。你还小，不懂。南宫觉的确错了，错得很离谱，我痛心疾首，严厉惩罚了他，罚他再也不准来见我。他万分后悔，长跪在云道山门3天3夜，就是为了求我原谅。我又如何能怪他呢？只要他和我在一起，耳濡目染之下，一定能变好的。你间接残害了那么多无辜的生灵，居然还想着飞升，你也太看得起自己了吧。饶是云罗再宽容大度，圆圆这话也惹恼了他。生老病死皆是命数，桃花村的村民命中就有此劫难，这句话很深奥，但就算你不懂，我也要说，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来质疑我的。更何况南宫觉也因此付出了代价，他为此差点担上了半条命呢。我修行这些年，庇佑了那么多普通百姓，何来我间接残害无辜生灵一说？我身为修仙之人，心怀怜悯，可你这孩子受了我的恩惠，却对我口出狂言，实在令我心寒。胸前堵着一口气，与他尽力平复下来。抱歉，我不是冲你，只是南宫觉一时失足做错事，已经受到了惩罚，也付出了代价。我实在见不得有人误会他。圆圆迟迟没有回音。云罗一看，小姑娘正低着头很认真地吃着糕点，嚼啊嚼，一直没停。云罗眼前一黑，我教导了你如此久，你居然都没听。
圆圆咽干净嘴里的东西，学着原叶的话说：“你说的都是谎言，屁语，我都懒得听。”云罗无奈地叹了口气，转身离开了。还得回趟云道山，师傅在古籍中找到了功法，或许能够帮助我恢复修为，到那时就用不着丹药了。刚踏入云道山，就看见掌门满脸愁容地站在他门前。你又去见南宫诀了？云罗没想到他只是离开了一小会儿，师傅就察觉到了。师傅，我只是想去阻止南宫诀。我明明说过要你杀了他。师傅，您说修行之人要心存善念，度人有方，杀了南宫诀并不能泯灭他嗜血本性。我已经快要感化南宫诀了。感化？掳走周边村镇数百个孩子，意图榨干他们的血，便是你说的已经被感化？他都是为了我，并非故意害人，他只会取走孩子们一点点血，不会伤害他们的。掌门把一本古籍扔到云罗面前，你仔细看看。云罗迟疑地拾起古籍，草草翻看。欲炼此丹药，需200童子全身血液。他张皇地瞪大眼睛，难以置信道：“他骗我，他说过他再也不会骗我的，我要去问他。”回来，你要是再敢见他，我真的会杀了他的。一个是师父，一个是爱人，叫我如何取舍？你们为何从不肯为我考虑考虑？南宫诀只是个凡人，他并没有做过伤天害我怕你是越活越糊涂了。一个草菅人命的杀手，你究竟看上了他哪里？我教了近100年，竟教出个是非不分的畜生。这叫他如何面对云道山历代掌门，如何跟云集师祖交代？他一怒之下将云罗关进房间，并在门口施加结界，不准他踏出房门半步。唉，心里也无聊，嘟嘟也无聊，无聊的都快要长蘑菇了。圆圆生气地拍着房门：“要是把我饿死的话，门主会生气的哟。”祖宗，您怎么还要吃啊？我们这里的粮食几乎都被你吃完了，兄弟们只能连夜去采买。你不会是妖怪吧？我这么可爱，怎么可能是妖怪？我只是一个吃的比较多的小朋友罢了。真没了，我们也一晚上没吃东西了。真的吗？我不信。看吧看吧，你身上还有一个肉饼，我一闻就闻得出来。这他娘的是狗鼻子吧？肉饼可是他唯一的口粮，打算独吞的。隔着门都能闻到，比狗鼻子还灵。没有，我是不可能把最后一点粮食给别人的。你胖得跟球一样，我肚子都饿扁了。不得了啦！玄一们虐待小孩子啦！虐待了又可爱又单纯又善良又美丽的小孩子啦，连一顿饭都不给吃。哎，祖宗，你能不能别喊了？要是门主夫人看到你这样，又该跟门主闹了。行，给你吃，你别喊了啊！他忍痛从怀里掏出烧饼，打开柴房的锁，刚想把烧饼递给圆圆，圆圆就跟只灵活的小老鼠一样，从他胳膊底下嗖地钻了出去，速度快到他捉都捉不住。嘿，小孩跑了，快抓人呐！娘的，这小胖子看着胖，跑起来怎么那么矫健？对呀，我也没见过这么灵活的胖子。就不信那么大的悬疑门找不出一点能填饱肚子的。我的肚肚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委屈呢？哼！门主凭什么赶我走？圆圆走错道了，不知转到了哪儿，听到一阵阵哭哭啼啼的声音。是他强行把我绑来的，现在要赶我走。有瓜吃。只见一个与云罗有3、4分相似的女子站在悬崖边，哭得我见犹怜。旁边放着只篮子，似乎是准备把这女子送下山去。门主肯放你离开，
已经是宽厚仁慈了，你不要纠缠不休。南公爵看我长得像云罗，不顾我的意愿，强行将我掳来当他的暖床丫鬟。现在云罗一回来就把我踹开，他当我是什么？所以现在你可以走了。我能去哪儿？我名节已失，父母不会容许我进家门的。况且我腹中已有南公爵的孩子，让我孩子一出生就没爹吗？咦，还以为南公爵有多喜欢云罗呢，竟然在云罗不知道的时候找替身，就这样的也能说是深情吗？管事耐性尽失。门主说过，若是不肯离开，只能灭口。你要干嘛？你跟你的孩子去地下团聚吧。瞬息间，一只小长墩从后面窜出来，一脚踹上管事的屁股，把管事从悬崖上踹了下去。女子惊魂未定，小女子名为赵以松，多谢小妹妹相救。啊，你说你叫什么？赵以松。这个名字怎么跟那个赵重阳这么像呢？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姐妹呢。姐姐，你不会是喜欢上了把你拐来的南公爵了吧？我喜欢南公爵，那个畜生也配。那你不是怀了他的孩子吗？赵以松一脸吃了苍蝇的表情。孩子早被我打了，我刚才是骗他的。我与家人分别，南公爵凭什么就能和云罗修成正果？我要留下来，跟他们同归于尽。他家虽不是富庶人家，但也不愁吃穿。父母也给他相看了一位清白人家的公子，可南公爵却看中了他与云罗有几分相似的脸，并且不顾他的意愿，强迫了他。他与云罗和好之后，便将他冷落在一旁。他也过了几天安生日子，可只要跟云罗吵架，他就会来折磨他，嘴里还喊着云罗的名字。他恨的本只有南公爵，直到云罗发现了他的存在。你这张脸倒确与我有几分相像。云罗仙子，我是被南公爵强迫的，南公爵就是个畜生，我这辈子算是毁了，但是你还可以逃出火海啊！你想离间我和南公爵的感情，你模仿我也无用，南公爵是不会被你迷惑的，所以你还是做回自己比较好。赵以松觉得恶心透了，故乡已经没有他的容身之处，实在不知该去哪儿，不如就破罐破摔，拖着他们一起下地狱。哎，姐姐，你先别死，他们俩不配跟你一起死的。我也觉得他们不配。呸！一个杀人狂，一个假好人，粘在一起恩恩爱爱，真令人恶心。赵以松的名字跟赵重阳那么巧合，赵以松又没有地方去。但是现在还是得先处理好那个杀人如麻的南公爵呢。将赵以松安置到一处隐秘的地方。姐姐，你先待在这里，不要动哦。远远找到一处宽敞的空地，就这里吧。脚尖划了划土，奋力一跳，嘿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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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丈高的悬崖瞬间下沉了1丈，嘿呦。地面一阵抖动，正在准备聘礼迎娶云罗的南公爵猛地身形晃荡起来，感觉整栋房屋都在剧烈的震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地震了吗？他感觉到悬衣门，不是悬衣门盘踞的整座悬崖在不断的往下坠。这悬底是被挖空了吗？我去，我不会是在做梦吧？我居然看见远处那座悬崖在往下沉。他和袁彻对这座垂直的悬崖苦恼不已，正准备深夜潜上去将悬衣门一网打尽，这还没行动呢，悬崖就他娘的突然变矮了。王爷，崔若芝赶紧叫袁彻过来看奇观。这是山怪吧？冬天太冷，缩地里取暖去了。相比他，袁彻要显得冷静太多。不过他一向是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行动。山体连续不停地晃了半个时辰，南公爵的身形也随之晃动，连站稳都十分困难。等到震动终于停止，南公爵几近昏死过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手下人惊慌失措地跑来。门主，
我们现在是在地面上啊！说什么废话？不在地上，难不成在半空吗？啊，不，就是咱们脚下的这座山，它不见了，它。山怎么可能会不见？2年前，他请了能人巧匠，在这座四面都是悬崖峭壁的山顶修建了悬衣门，地理位置绝佳，易守难攻。唯一上山的方式便是攀山绳，门口12个时辰都有人放哨，看见官兵就直接割断绳索，根本不怕朝廷的那些狗官。他疾步走出大门，入眼的云海不见了，面前是一条极其宽敞的道路。这一刻，南宫觉心中的震惊完全无法形容。真的不见了？这完全不符合常理啊！那么高的一座山，怎么会突然消失呢？难道方才的地震就是山往下沉时产生的动静？转移！立刻马上转移阵地！朝廷对悬衣门虎视眈眈许久，绝对不会放过这次一举歼灭他们的机会。转移！立刻马上转移阵地！朱雀堂往西南方向前进。白虎堂，一支急速的箭矢穿云破空，稳准狠地射进朱雀堂堂主的胸膛，当场毙命。提袭！苍林16卫，他不是去镇守边关了吗？怎么会在这时候回来？南宫觉永远忘不掉，他2年前刚在江湖上闯出名头，以为自己天下无敌，大招尽为无敌手，直到遇见了来讨伐他的袁彻，在他手底下过了10多招，面无表情地砍断了他的手筋和脚筋。他父亲以命抵抗，下属才找到机会把他救走。也是那次重伤让他遇见了云罗，是云罗用术法恢复了他的手脚，不然他就是个完完全全的废人。他这2年活在袁彻的恶名之下，绝不想与袁彻对上。不过1炷香的时间，悬衣门除了南宫觉尽数殒命，完全就是一场碾压式的屠杀。住手！袁罗站在血染红的悬衣门内，向袁彻求情：“放了南宫觉，王爷，我只求你饶他一命。”云道山掌门关了他的禁闭，但他留在南宫觉身上的符咒告诉他，南宫觉出了事，于是打晕了来送饭的弟子，偷偷摸摸溜了出来。袁彻不发一言。云罗仙子，南宫觉这等穷凶极恶之徒，若是不杀，无法服众啊！你们已经杀了他的兄弟呀，他失去助力，无法再作恶了。王爷，你也不想自己手中多一条冤魂，对吗？更何况，南宫觉能力卓著，武艺高强，若是朝廷肯将他招安，他定能替大招立下汗马功劳呢。神非圣贤，孰能无过？王爷，你应该给南宫觉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百姓也会赞颂您的知人善任呢。袁彻终于开口：“大招还没凋敝到需要杀手效力。你要是敢伤害南宫觉，我和整座云道山派都不会放过你。”随着他的话音落下，袁彻面不改色割破了南宫觉的喉管，喷溅的血溅了云罗满脸。不要，不要，救命！不要！豆大的眼泪滴落在南宫觉眼中，他抬手给云罗擦了擦眼角后，胳膊猛地往下坠，失去了气息。南宫觉，南宫觉！云罗声音极端绝望，发出痛苦的哀嚎。可惜在他怀中闭上眼的人不会再给出任何回应。我杀了你！为什么我这么没用？若是我的修为没有消失，就能给你报仇了。哎，你还真是一点都不懂怜香惜玉，是不是在你眼里男女没有分别呀？袁彻都不惜地看他。救人。遵命。叔叔，还有一个小姑娘，昨天溜出去了，一直没回来。那个，她的左眼下方有一个红色的小痣。袁彻没说话，崔若芷作为他的嘴替，连忙道：“放心，我们会找到那个小姑娘的。你们快回家跟父母团聚吧。”谢谢叔叔们。王爷，崔大人，属下搜寻整座悬衣门，也没有发现所说小姑娘的踪迹。哎，完蛋！
赵二姑娘的妹妹没找到，美人该伤心了。搜遍整座城。啊，对，答应过要帮赵二姑娘找到她妹妹的，把林都县翻个底朝天也得找出来，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他们在附近安营扎寨，天色渐晚，负责做饭的崇明惶恐地跑过来。不好了，王爷，米袋遭贼了！是啥意思啊？还有贼敢来偷咱们的口粮，抓到了吗？崇明咽着口水点点头。抓到直接杀了就行了。还是请王爷跟崔大人一起过来瞧瞧吧。袁彻和崔若直随着崇明过去，一眼就看到了一个肥嘟嘟的、有些圆润的背影，头上还顶着一个小蘑菇。这就是你说的贼？他吃了将近一半的烧饼。袁彻走近，那圆润的身影忽然倒下，抱住他的腿。我好饿。圆圆原地蹦跶了好久，才把这座山压下去。他本来就饿，又耗费了那么多体力，快要饿晕的时候，看见了一袋烧饼，简直就跟饿狼看见了肉一样，两眼放光。但他又不能不顾其他人，狼吞虎咽吃完几个后，一直强忍着，忍到眼前发晕，肚子还在不断的抗议，随便抱上一个人的大腿求救。好饿，好饿，我要吃饭。袁彻就像被定住了一样，看着圆圆的发顶。崔若直鲜少见他失态的模样，觉得很是新鲜，凑过来一看也僵住了。我去，这小孩怎么长得跟你那么像？视线在袁彻和圆圆之间转来转去，这眼睛，这鼻子，还有这眼角的泪痣，这完全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哦，王爷，你不会在外头？袁彻冷冷地看了崔若直一眼，崔若直立即闭嘴。圆圆就像袁彻的腿部挂件一样，粘在上面没有离开的架势。话痨崔若直管不住自己的嘴巴。这孩子都饿晕了，要不先进城找个酒楼吃饭？袁彻沉默，但崔若直认识了那么多年，光看他的微表情就知道他同意了。赶紧的，拔营进城。圆圆太饿了，只能通过睡觉来恢复。他正做着抱着大鸡腿啃的美梦。啊，好香的鸡腿呀！哎，鸡腿，鸡腿，你不要跑，不要跑！让你跑。喂，好痛，好痛！崔若直的惊呼声把他吵醒，睁开眼就看到面前的叔叔端着一盘烧鸡。你这小孩牙口可真好啊，差点把我肉咬下来。呸！我就说这个鸡腿怎么还长毛毛呢？你干嘛故意诱惑我？长毛？我手上哪来的毛？你这小孩懂不懂礼貌？不懂。肉肉，我终于吃到你啦！崔若直看他肉嘟嘟的腮帮子一股一股的，没忍住伸手戳了戳，得到一个生气的眼神。你不要打扰我吃东西。王爷，这丫头气性还挺大的，跟您一样。直到崔若直出声，圆圆才发现自己身边还坐着一个高大的身影。清源县，这个人跟我也有清源县。刚刚这个烧鸡叔叔喊他王爷，除了靖王伯伯的话，其他王爷都还是小孩子，那就只剩一个摄政王了。果然，摄政王就是我的爹爹。爹爹！小姑娘手太短，只能抱住袁彻一半的腰。王爷，你有女儿，怎么不告诉兄弟们呢？好想看！要是我的耳朵再长点就好了。袁彻向来是极为内敛的人，这世上鲜少有人或事儿能引起他的情绪波动。他黝黑的眼睛沉静，静静地看着圆圆。崔若直明白，他这是呆住了。没想到摄政王也有因为愕然而发愣的时候。摄政王久久没有言语，圆圆会错了意。爹爹是不相信我吗？直接站去凳子上，显得气势更足一些。你看啊，我们的眼睛都是大大的，我们的鼻子都是翘翘的。对了，还有我们脸上的痣都是一样的。圆圆抬着小脸儿，神情自以为很严肃，很有说服力。
但他长得实在太可爱，这认真的小模样反而让人忍不住很想逗弄和调侃。崔若直手痒痒，很想在那脸颊肉上掐一把。还是算了吧，她要真是王爷的女儿，那我的手指可就保不住了。真的，她跟王爷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袁彻轻轻捧住她的脸，他用手指轻柔地摸索着那颗赤色的泪痣。你今年是不是3岁？你今年是不是3岁？我养父母是在3年前的春天捡到我的，爹娘说那个时候我只有这么一点点大，然后今年春天我就整整3岁啦。春天？我记得摄政王妃就是在4年前的夏季自焚去世的，这时间完全对得上啊。不过从未听过摄政王妃身怀有孕呢。王爷，16位中最机灵的八蛇盛来一碗水和2根银针。对，滴血验亲，若是2滴血液能够融合，那就真相大白了。不必。还在疑惑不解中，就被袁彻紧紧抱住。我能确定，所以不必。都说这父女连心，王爷刚见到小郡主就随便他抱，还没把他赶走。要知道王爷以前可是全大招小孩的噩梦，谁家小孩不听话了，小孩父母就会拿王爷来吓唬他们。王爷素来不怎么喜欢小孩，上回有个小孩见到他的冷脸，直接被吓哭了。他后面说话完全没经过大脑，感觉到袁彻散发出的杀意后，忙不迭改口。刚见面就心疼的连扎小郡主手指都舍不得，王爷真乃慈父也。还有那个什么，他还想再扯点什么，就被烛照滴溜出了客栈。剧烈的心跳声敲击着圆圆的耳膜。他稍微挣扎一下，袁彻有些慌乱地松开了他，数次开口，却激动到不知道该说什么。那个爹爹，你可以就是先问问我叫什么名字。袁彻注视着他，眼底有被他可爱到的轻微笑意。请问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林圆圆，养父母说遇见我是一场美丽的缘分，所以要惜缘惜爱。惜缘惜爱，真好啊。爹爹，你以前肯定很少夸人吧？就是你夸人的时候感觉有点怪怪的，就像圆圆刚说话的时候一样，有点结结巴巴的。袁彻有种冲动，很想把圆圆抱进怀里的冲动，可是他没抱过小孩子，生怕一用劲儿就把他的骨头给捏碎了。然后你还可以再问问我是怎么从平州走到京城寻亲的。对不起，我没有去找你，对不起。他没想过自己还能有孩子，但他想，若是知道自己有一个女儿，定会把全世界最好的东西捧到她面前，不让她受到任何的风吹雨打，保护好她，而不是让她出生就被抛弃，孤独地来京城寻亲。可他不在京城的这段时日，女儿又吃了多少苦呢？袁彻极少感到懊悔，但这次是他最无力的一次。为什么要对不起呢？爹爹又不知道有我这个孩子，肯定不会想到要找我呀。袁彻感觉有什么东西想要从胸口溢出来，满胀到激动难耐。我能再抱抱你吗？圆圆一屁股坐进袁彻怀里。袁彻已经很久没有体会过满足且兴奋的情绪了，他眼眶微微发热，轻轻抚摸圆圆滑如丝缎的头发。上天给了他一个巨大的惊喜，他做梦都没有想过忽然会拥有一个懂事且可爱的女儿，他可能是普天之下最幸运的人。圆圆同时也是个很省心的小朋友，不等袁彻问，就叽里呱啦把京城遭遇的所有事儿都说给了他听。袁彻听得特别认真，时不时给出回应。爹爹，我跟你说，就是永定侯那个大乌龟，真的超级坏的，他还一直想把我赶走呢。我回去就杀了他。不要！
袁彻想，日后要教他女儿，没有必要太过善良，那样也太便宜他了。他还没有吃够苦呢。袁彻虚心学习。好，我会好好折磨他。还有，圆圆小嘴巴嘚啵嘚啵个不停。娘亲让我跟承熙先生读书，可是我一点都不喜欢读书。我看见那些字，我就心慌、气短、头晕，还有难受。还打喷嚏，还就是4个字都抽搐。所以爹爹，我可不可以不读书呀？袁彻第一次跟女儿见面，自然是满口答应。好，不读。还有，鸡腿吃完了，我可以再吃一点肉肉吗？圆圆的大眼睛里泛着祈求的水光，耷拉着脸的样子可爱到不行。袁彻当时就昏了头。来人！他出钱把整座客栈的荤菜全部垄断给圆圆吃。我这是眼花了吗？这些全是你女儿一个人吃的，苍林16位加起来都吃不了这么多吧？话音刚落，就得到了袁彻一个凌厉的眼神。崔若直赶紧捂上了自己的嘴巴。我吃饱啦。冷淡的视线扫过下属，麒麟的八蛇一下子明白过来。小主子没剩1粒米，好厉害！崔若直紧跟随其后。小主子能吃是福，福气定然会紧紧跟随小主子。16位其余几人还在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所以。夸呀！王爷这眼神明摆着就是要人夸他女儿嘛。几个久经沙场的暗卫们绞尽脑汁地搜刮着他们学过的好词。小主子这是心宽体胖啊？那个字念盘心盘体胖。小主子真是大人有大量。不对，你夸女孩，你都小主子如花似玉，亭亭玉立，气吞万里如虎。虎啸龙吟，吟诗作对，对答如流，流光溢彩，才高8斗，斗志昂扬，洋洋洒洒。求求你们不要夸了，好肉麻呀，好肉麻呀。他是有那么一点小自恋，但是夸得太过，他也会不好意思。拍马屁失败的暗卫们又收获了袁彻锐利的眼神。不是你叫我们夸的，怎么又生气了？圆圆今日浪费了太多体力，吃饱后困得直揉眼睛，趴在袁彻怀里睡着了。袁彻有些手足无措，不知该如何把圆圆抱起。主子，要不属下帮您？毕方是他们中唯一有孩子的，带孩子很有一手。袁彻淡淡看了他一眼，毕方就猛地缩回手，得到了崔若直的嘲笑。你家主子才刚跟女儿团聚，宝贝的跟什么一样，会给你抱吗？而且你一个大男人，哪能把小姑娘交给你？袁彻双手比划片刻，才将圆圆抱起往房间走。崔若直憋笑到快要内伤。夜探敌营时，在悬崖峭壁都如履平地的男人，而今不过抱着个小姑娘，却踉踉跄跄，像是刚学走路那般。袁彻看着圆圆的睡颜发呆了将近半个时辰，才起身走出门外。所以4年前已经自焚的摄政王妃是如何生出孩子来的？不是已经找到她的尸体了吗？那唯一的可能就是王妃假死生下了孩子。那生完孩子又去哪儿了呢？你不会一早就知道王妃没死吧？袁彻没说话，这是默认了。怪不得摄政王妃身陨的消息传来时，袁彻脸上一点难过的情绪都没有，只是仓促地举办了他的葬礼。王爷，你太不够意思了，居然瞒我！亏我还陪你借酒消愁呢。袁彻古怪地看了他一眼，那眼神在说：我没有瞒你，我只是懒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知道摄政王妃的下落？浮梁大公主摄政王妃凌月的名号，可是震慑了大昭许多年。若不是当时浮梁女帝强硬收了她的兵权，设计她来大昭和亲，大昭还真不一定能打赢浮梁。袁彻并没有隐瞒的意思。你每天都能听见她的名字？什么每天？我又没见过摄政王妃，怎么可能？不对，你不会是说那个浮梁女帝吧？毕竟3年前继承大统的浮梁女帝手段狠辣，
有着明智的决策和卓越的领袖能力。原本满目疮痍的浮梁国，在他手里不出1年就起死回生了。我还以为前任女帝生了个多优秀的女儿呢，现在你告诉我，那个坐在龙椅上的就是已经死了的凌月。袁彻不置可否，他一直知道凌月想回国复仇，可他不知当时凌月居然有了身孕，生下孩子后不知是何原因将他抛弃，隐姓埋名回到浮梁首任生母，继承大统。崔若直震惊了好一会儿才平复下来。那你要把生母还活着的这件事儿告诉小郡主吗？过段时间。他不喜欢别人骗他，将心比心，自然也不会骗圆圆。凌月纳了无数男妃，育有子嗣，但圆圆若是想见生母一面，他绝对会实现她的愿望。很显然，崔若直也想到了现任浮梁女帝后宫3000佳丽的事儿。哎，摄政王呀，摄政王，如果这样的话，那你头上的帽子绿的简直是不能再绿了。袁彻向来不理会他的玩笑话，从凌月自焚那日起，他们就不再是夫妻了。身为帝王，为皇家延绵子嗣是责任，而他不是所谓的95至尊，有圆圆一个孩子就够。摄政王一脉的独苗苗圆圆此时睡得香喷喷，又感觉有些冷，想抓被子盖，手在床上摸来摸去摸不着，一个倒栽差点翻下床。幸而袁彻眼疾手快接住了他，圆圆这下清醒了。爹爹，你怎么在我房间呢？袁彻没说他是因为突然有了这么个宝贝女儿，所以兴奋的睡不着，直到该起床了。圆圆转头一看窗外已日上3竿，他忽然想起什么。哎呀，我忘记我把子涵姐姐丢到半路上了，也不知道她现在有没有被狼叼走呢。你个小没良心的，你还记得我啊？嘴上是在埋怨，可眼眶已经通红。你说你去那些人的老巢，怎么能不告诉我呢？我都快吓死了。你没受伤吧？受伤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不错嘛，天方夜谭都会用了。对了，这几日我跟麒麟去了镜湖，已经找到了纯碱，接下来可以动手做炸鸡了。这回要让圆圆见识见识垃圾食品的美味。好香啊！什么时候才能做好呢？快好了吧，快好了吧？怎么还没好啊？子涵姐姐，我第一次吃那么好吃的东西，我好幸福呀！你那么喜欢我做的炸鸡，我也好幸福啊！袁彻看他女儿吃的这般满足又开心，微微颔首。赵二姑娘，主子想买您的配方，请您割爱。赵子涵活了20几年，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黄金，金光还差点闪瞎了他的眼。虽然很想要，但是这不是我的配方啦，网上到处都能搜到。网上在何地？小主子喜欢的东西必定要不惜一切代价得到，主子都说了，钱不是问题。那什么，配方我可以免费送给你们的，不过手艺也很重要。八蛇回头请示袁彻，看到袁彻的眼神和会意，属下会拿着配方请来全国的大厨，把做出最好吃炸鸡的大厨留下来，专门给小主子做菜。好。在临东县休整了2日，知县和玄衣门勾结，被砍了脑袋。16尉在玄衣门的库房找到一本档案。果然是赵重阳那个汉子茶买凶杀我的，我这就回去把他揍成猪头。姐姐，我想到了更好的办法哟。我跟你说，我那天在他耳边悄声低语几句。圆圆，你真是太聪明了，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看到赵重阳绝望崩溃的模样了。回京城那日晴空万里，坐在马车里的圆圆看袁彻骑着高头大马，很炫酷威风的模样。爹，我也想骑马。袁彻单手把他捞了起来，让他坐到自己的马背上。你就这般崇拜摄政王？他自战场上见过摄政王的英姿后，便暗自决定要和摄政王一样所向披靡。
那待会儿宫宴上，你跟为娘一起，这样就能近距离见到摄政王了。她好歹也是侯爵夫人，能同林立文一起入皇宫抚庆宫宴。不必为难。她知道母亲不喜欢跟父亲在一块儿，这有什么好为难的？就是吃一顿饭而已，我不在乎。永定侯夫人，世子。宁氏的笑容在看到董佩玉后消失殆尽。你夫君可不在这里。夫人，您不必这么防着我，我不过是想和世子说说话。我今日可是穿了最漂亮的衣服，本来是穿给摄政王的，可如今我毁了容，摄政王估计瞧不上我了，只能让林淑仪捡便宜了。你一个有夫之妇，跟我未成家的儿子，有什么好说的？董佩玉懒得跟宁氏周旋，双眼含泪望向林淑仪。世子，佩玉一直未曾和齐公子圆房，佩玉是干净的，您还肯要我吗？只要您点头，我就跟您走，不要名分，只要能侍候您就行了。滚！你有什么好得意的？不就是仗着我现在需要你，态度才那么恶劣的吗？你在干嘛？你管我干嘛？光天化日之下，别拉拉扯扯的。嘿，打起来了，快看呐！这董佩玉和齐子明算是遇到硬茬了，简直就是天生一对啊！哎，摄政王来了！哎，摄政王来了！西洋礼宫下，摄政王率领浩浩荡荡的军队回城。哇！圆圆，圆圆不是和赵二姑娘去镜湖了吗？怎么会在摄政王怀里？你说咱圆圆该不会是犯了什么事儿了吧？也不知道我把所有的钱交出去，能换回圆圆吗？应该不是。只见摄政王怀里的圆圆打了个喷嚏。What？ 摄政王毫不介意的用衣袖给他擦擦，还把披风拢紧一些，生怕他着凉。他们很像啊！宁氏愣了一下，这两人还真的很相似。说妇女都有人信呢。不对，圆圆该不会是摄政王的亲生女儿吧？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一切都说得通了。靖王和靖王妃对圆圆比亲生女儿还要好，陛下同圆圆十分亲密。若圆圆真是摄政王的女儿，那就很正常。天哪，她居然一捡就捡到了摄政王的女儿，这是何等的运气！这乡下来的野丫头，怎么会和摄政王在一块儿？嘿嘿，皇叔，你终于回来了！呵呵，我做梦都在想你。想你别打我屁股。皇叔为何抱着小神仙？你们认识啊？袁彻眼底的骄傲掩饰不住。我女儿。真的，摄政王是圆圆的亲爹。圆圆终于找到亲生父亲，太好了！林淑仪被掐到肉眼没什么反应，有些失神。母亲捡到的妹妹居然是摄政王的女儿，这父女俩长得如此相似，她竟一直没发现。林立文难以置信地睁大眼睛，腿一软瘫坐在地。林侯爷，您困了就回府呢，你可不能随地大小睡呀！完了！他之前对圆圆做了很多态度恶劣的事呀。冷静，这没什么的。小孩又不记仇，兴许早就把之前的事儿忘记了。而且我妻子是圆圆的义母，那我自然就是圆圆的义父了。摄政王于情于理都应该给我点谢礼。要是摄政王问我要什么，我就说要5进7进7出的大宅子。林立文心里美滋滋的，搓着手就迎了上去。才走2步，就被匆匆赶来的靖王撞得踉跄一下，摔个狗吃屎。林立文敢怒不敢言，愤愤不平地瞪着靖王。靖王迫不及待地问：“这是确定了？”他天天盼着老幺回来和圆圆认亲呢。这还用确定吗？看长相不就一清二楚了，连滴血验亲都省了。看着这2张极为相似的脸，靖王激动的眼睛都红了，从弟弟手里把圆圆抢了过来。咱们袁家终于有闺女了。走，伯父这就带你去祭祖。嘿，父王，你这说的好像是袁家终于有后了。先等等，皇叔这才凯旋呢。嘿呀，我这一开心，把老幺给忘了。你在边关过得怎么样？还行，但是……还行就好。乖侄女儿，伯父听说你去镜湖找好吃的啦。
找到了吗？好不好吃呀？超级超级好吃。接下来他给靖王细细描述了炸鸡的美味，靖王听得比上朝还认真，满脸都是慈爱的笑意。乖乖，玄一门那群人有没有欺负你呀？才没有呢，向来就只有我欺负坏人的份儿，没有坏人欺负我的份儿。哈哈，果然是我袁家的孩子。老幺，你是咱袁家的功臣啊！毕竟生下了大昭皇室开国以来第一个女娃娃。喂，你们能不能看看我呀？有没有人告诉我，皇叔何时有的女儿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吗？怎么办？我之前跟圆圆说了好多皇叔的坏话，说皇叔只喜欢打我的屁股，还说皇叔长得凶巴巴的。小神仙应该不会把这件事告诉皇叔的吧？要是告诉的话，我就完蛋了。怎么办？我突然觉得屁股都开始疼了。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我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没错，我侄女儿就是天上最美的仙女儿。咦，父王还是回家再跟圆圆玩吧，文武百官都在看着你呢。靖王随意望去，只见文武百官都愕然地盯着靖王。天哪，这朝堂上不苟言笑的靖王殿下，居然也有这般不值钱的时候。宝宝以后该喊我伯母了。他母亲本就收了宁氏为义女，这下圆圆更亲了。看皇叔的脸色，好像并没有教训我的意思。嘿嘿，我有妹妹了。以前杨太后一直要我把林安当成妹妹，我才不喜欢呢。小神仙当妹妹比林安好多了。我母亲病逝，与家人决裂，无法和女儿团聚，但圆圆却有那么多的亲人捧着呵护着。想当初我的瑶瑶也是永定侯府的掌上明珠啊，可却被冷血无情的老夫人送去了庄子。自从宁氏收圆圆为义女后，闹得侯府鸡犬不宁，家不像家，人不像人。他从来不信鬼神之说，可现在不得不承认，圆圆的确是个灾星，害得他穷困潦倒，家破人亡。唉，姜氏心中酸涩不已，转身离去。夫人，奴婢求求你，把奴婢带回去吧。这声音如此熟悉。祁红，你不是为了给江二爷还债，自愿被卖进青楼了吗？你现在这是怎么了？这么多伤。那个富商没多久就厌弃奴婢了，承诺过要把奴婢赎回府，让奴婢当姨太太的，可他骗了奴婢。青楼的妈妈逼着奴婢接客，有客人染了病，害得奴婢青楼客人的病除了花柳病还能是什么病？花柳病。姜氏猛地后退好几步，离祁红几尺远。祁红被姜氏这举动弄得一僵。如今妈妈已经把奴婢赶出来了，奴婢实在是无处可去，只能来投靠夫人呢。夫人，我从小就服侍您，我们感情那么好，您一定不会对我见死不救的，对吧？姜氏恨不得将口鼻一起掩住，想到方才自己不小心触碰到祁红，就一阵恶寒，头皮发麻。抱歉，我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也是寄宿在他人家中，我没法带你回去，谁家也不会接纳一个染了脏病的人。那就请夫人把奴婢之前给您的银两还来吧，奴婢把卖身钱跟富商给的银票一起交给您的。当时想着一笔笔攒下，替江二爷还债的，后来奴婢听说太师早就把那笔钱还了，那就说明这笔钱还在您手里是吧？我可能要过段时日才能给你。祁红给他的银两他早就用完了，如今家里困难，衣食住行都要钱，祁红送来那些都远远不够，叫他如何还？过段时日，我都要死了呀，我甚至都没有钱治病，那可是我的钱啊，夫人，你没有用那笔钱给江二爷还债，为何不告诉我？我是怕你伤心。姜氏隔着很远跟祁红说话，我也是为你好，更何况花柳病怎能治好，反倒浪费银钱，倒不如将那笔钱花在有意义的事情上。夫人，
你可曾记得答应过我什么？你说要让二爷纳我为妾，你现在说话不算话吗？对，我是答应过，让我弟弟纳你进门，但那是基于你给我弟弟还赌债的前提。如今你什么忙也没帮上，还染了这种脏病，我是不可能让你进太师府的门的。不过，好歹咱们主仆一场，我也很同情你。他将几枚铜板扔到他面前，我就只剩这个了，你拿着买点想吃的东西吧，保重。他转身就要离开，生怕染上脏病。我也曾是清白人家的姑娘，可我现在是我自作多情啊！我还以为你江氏对我有多么情深意重，是我看错了人。祁红全身涌上一股力气，冲上前狠狠咬住江氏的胳膊。你干什么？牙齿陷进江氏的肉里，又咬破自己的嘴唇，让他染上花柳病的脏血接触江氏的伤口。怎么办？怎么办？他不断抹着伤口上的血液，阻止血液渗入肉里。怎么办？我也会染上这个病的。怎么办？我不要得这个病啊！怎么办？救命啊！叫你自视清高，叫你作弊上官，你嫌我肮脏，那我偏要你跟我一样染上这病，看你还拿什么得意？我本不想把事情做那么绝的，是你把我逼到死路，我只是想要回我自己的钱，给我治病，怎么就那么难？祁红最后抬头望了望碧空如洗的天空。结束了，一切结束了。惊慌失措的江氏根本没发现祁红已然自枪，他疯狂地跑去医馆，想找大夫救命。到了门口却迟疑了。要是大夫知道，我很有可能染上花柳病，肯定会把这件事传出去的。我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情，绝对不能。他强行镇定下来，给我来一些金疮药吧。拿了药，便迅速回到青羽巷，把自己关起来。就算接触了花柳病人的血液，也不一定能得病。对，没错，我没病，我只需要跟以前一样生活就行了。听说有人觉得我话少，想听我叫宝贝。我的宝贝呢？爹爹。对了，作者明天有事，要回老家参加侄子的周岁宴，无法更新。评论区嘴下留情。远在城门的林立文根本不知道这件事，还在盘算着该如何去摄政王面前卖个脸。他清了清嗓子，刚上前，袁以文只感到一股剑气，侧身一挡，就把赵从阳手上的剑打飞出去。不错不错，你的武功又精进了嘛，真不愧是你爹的好儿子。袁以恒的亲爹气呢，脑袋上缓缓冒出个问号。这姑娘是在夸我？不对呀。哦，这姑娘是在说她是以恒的爹，那我是什么？表爹吗？你若再随意使奸，皇叔身后的苍林16卫能把你撕成碎片。在这种场合出现，会被错认成刺客的。嗨呀，我就试试你嘛，生什么气呀？赵从阳吊儿郎当的去搭袁以恒的肩膀，袁以恒侧过身，他搭了个空。真这么生气呀？喂，你是怕我受伤，所以生气了吗？哎呀，我又不是那种柔柔弱弱的小姑娘，我有武艺傍身，不再怕的。袁以恒怕我出事，还生气了。哼哼。袁以恒跟这个人没什么好说的，走到了袁彻旁边。那么大了还躲术士身后，还真是不害臊啊。他自以为飒爽地向袁彻拱手行礼。摄政王，臣女赵从阳，是令侄子的兄弟。他原以为自己这般洒脱不矫情的性子会得到摄政王的青睐和赞赏，
没成想，摄政王连眼神都没分给他，掏出一块牛肉干递给嗷嗷待哺的圆圆。赵重阳被忽视，有些不甘心。摄政王，臣女不喜欢待在家里刺绣，想跟您一样去战场杀敌，不知能否带臣女一起呀？帝郎，陪他练。得令。赵子涵自马车中缓缓走出。好，我也想看看长姐和帝郎谁更厉害。啊？为什么赵子涵会活着回来？玄衣门不是已经把他一剑毙命了吗？他们应该不会骗我啊！赵子涵手无缚鸡之力，怎么可能从玄衣门的手下活着回来呢？他到底是人还是鬼？长姐，你怎么啦？那么久没见到妹妹，是想妹妹了不成？嘿，我的好长姐，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刺不刺激呀？我怎么看你脸上的恐惧还不够强烈呢？嘿！赵子涵趁他恍惚间，直接抓起了他的手。长姐，你别碰我！重阳，你这是干什么？孙女在陛下面前大呼小叫，她唯恐唐突，立马呵斥：“祖父，赵子涵他……”本想说赵子涵可能不是真正的赵子涵，是冒充的，但话到嘴边又停住。他总不能告诉祖父是他授意玄衣门杀了赵子涵吧？不行，祖父本就心疼赵子涵，在外受了10几年苦，若是知道我对赵子涵心生歹意，肯定不会饶过我的。赵国公不知道赵重阳又想作什么妖，但如今这般重要的场合，他不愿让全城百姓看赵国公府的鸡飞狗跳。站我身后来。赵国公，赵大姑娘和暗卫的比试还没开始呢，本王也想看看大招会不会出一个巾帼英雄。圆圆也想看巾帼英雄。孙女顽劣，上不得战场，微臣不用看也知道，她定然胜不过这位小兄弟。微臣回去定会好好管教孙女，叫她不敢再夸下海口。早知道就不该拜托军营的将士在和赵重阳比试时放水，不然他也不会如此自视甚高。祖父，您这是什么意思啊？这还没开始比呢，你就说我打不过，我是不是您亲孙女儿？祖父瞧不起我，我今天非要在众目睽睽之下赢了和苍林16位的比试，到时我一战成名，和袁一恒做一对模范夫妻。这不知天高地厚的这。忽然瞥见一旁微微颔首的赵子涵，心中安慰：幸好我小孙女省心，不然我真是快愁死了。赵重阳自以为飒爽地抽出剑，指着地狼：开始吧，不要把我当女的手下留情，不然你就是在侮辱我。哎，开始了，吃点什么呢？哦，对，从兜里掏出一颗花生，边吃边看，结果圆圆的花生才剥了1颗，赵重阳的佩剑就被地狼打落，掉在地上，速度快到赵国公都来不及阻止。我撇咋不口完了，咋来还第5座大厅当嘞？还以为有多精彩呢，真没劲儿。这就完了，这就完了。这打完了。圆圆又把花生收了回去。咦，好难看的热闹，一点都不值得我浪费零食。赵重阳则是满脸的迷茫，他甚至都不知道发生什么，剑就被打掉了，简直是奇耻大辱。喂，你太过分了！你比试也用不着侮辱人吧？直接打掉我的武器算什么啊？你是不是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啊？我好歹也是姑娘家，居然让我在那么多人面前出糗。长姐，地狼可是暗卫，若不是他收了力，你现在已经身首异处了。赵重阳本就一肚子火，听到他的声音后火气更大了。所以呢，我不是说了不用对我手下留情，这到底是鄙视还是羞辱？我的确技不如人，可也总得让我说的心服口服吧。他说完又偷偷去瞟袁一恒的脸色。我方才这番话说的这么精彩，袁一恒肯定会对我刮目相看。但袁一恒正在跟袁彻寒暄，方才的比试他连瞧都没瞧。不是吧？那么高的悬崖突然变成平地，皇叔，你们这行可真是刺激。赵重阳又开始生气，袁一恒到底还把不把我当兄弟了？哪有对兄弟这么不上心的？我决定接下来3天都不跟他说话了。地狼，不必手下留情。是。
嘿，小兄弟，请高抬贵手。赵国公到底还是怕孙女丢了性命，连忙上前几步，眼底全是祈求之色。王爷，老臣的大儿子就这么一个女儿，还请王爷恕罪啊！老臣这孙女实在任性，老臣定回去好好管教。祖父，闭嘴！好了好了，皇叔刚回，正准备了宴席，给皇叔接风洗尘，先回宫吧。娘亲，爹爹，娘亲对我可好了。他有许多想问圆圆的问题，但现在场合不对。娘亲给我买酒楼，还给我买了好多好多的漂亮衣服，还有首饰，还有好多好多好吃的，栗子酥、鸡腿，两个哥哥也对我特别好，大哥还很崇拜爹爹你呢。站在远处没有靠近的林书义耳朵动了动。是吧，大哥，你搁那站着干啥呢？就是你的房间里不是还挂着我爹爹的字画吗？过来呀！当年顺手送给这位少年的字画，他竟一直留存着。思及此，袁彻将自己的佩剑送给了林书义。不，这太贵重了，我不能收。收下吧，王爷是想让你振作起来，日后有机会一起驰骋疆场。谢摄政王。林书义郑重接过，感激不尽。其实他的腿早就好了，现在还不是说出口的机会。哇，爹，我也有礼物吗？大哥得了那么好的宝贝，圆圆也想要。袁彻神情微顿，他刚班师回朝，没准备什么像样的礼品。圆圆看到了他怀里的小老虎。咦，好可爱的小老虎呀，我可以玩一下吗？当然可以。喂，那可是调兵遣将的虎符啊！这父女俩心真大。宁氏看圆圆这么喜欢他的亲生父亲，顿时放下心来，脸上带着柔和的笑。圆圆终于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家，也终于有父亲的疼爱了。多谢。摄政王，这是在跟我说话吗？多谢你照顾圆圆。这次宁氏听清楚了，王爷客气了，是臣妇要多谢圆圆才是。若不是上天恩赐让他遇到圆圆，他早就成了一个死人。圆圆拯救了舒颜和舒毅，还有舒颖，是永定侯府的大恩人。比起圆圆对他的恩情，他做这些不算什么。王爷，微臣是圆圆的义父。袁彻眼底没什么情绪地望着他，示意他继续。宁氏心里嫌弃的不行，往旁边迅速移开几步，恨不得跟林立文撇清关系。歌可以反复听，言不能反复爱。操了心，操了肺，爱的尽头是崩溃。歌可以反复听，爱不能再重来。有些缘，有些爱，今生注定说拜拜。歌可以反复听，言不能反复爱。操了心，操了肺，爱的尽头是崩溃。歌可以反复听，爱不能再重来。有些缘，有些爱，今生注定说拜拜。微臣是很喜欢圆圆的，将她视如己出，但是微臣对子女的喜爱一般不在明面上。王爷同为人父，肯定能懂微臣，毕竟父爱向来都是无声的。圆圆可能看不到微臣对她的爱护之心，但微臣一直时刻关注她，这份在意不比贱内少啊。感情不是你对圆圆不好，是你故意不让圆圆看到你的好呗。看不出来，永定侯还是个默默无闻、不喜张扬的性子啊。崔大人谬赞了。永定侯竟能如此不要脸，我真的是开眼了。原来大乌龟你那么关心我呀，骂我是从乡下来的野丫头，还骂我是恶使鬼投胎。这也是你关心我的表现吗？
袁彻眼神瞬间变得凌厉，林立文顿时感受到了他散发出的冷意，冷汗直冒。我只是刀子嘴豆腐心，但到底没饿着你，对吗？你娘亲可以帮我证明的。还有，你还想把我赶走呢？你毕竟不是侯府的人，住在侯府肯定会招人闲话的。其实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宅子，让你以后住在那里。那把宅子的地契给我呗，我现在就可以住进去。以后，他哪来的宅子都是随口胡说的。还有，你看我跟小皇帝玩得好，你就想利用我，还说可以收养我，还说让我当你的女儿是殊荣，然后我不同意，我想要找自己的爹爹，你就骂我，给脸，不要，这就是你的爱护吗？哼！他远远看到袁彻的手已经按在了剑柄上，随时都能出剑削下他的头颅。王爷，微臣家中着火了，先告退。王爷准许你走了吗？林立文见识过帝郎的能力，吓得两股战战。你是圆圆的义父，本王自然要奖赏你。林立文顿时惊喜地瞪大了眼睛。薛爵，奖励你做一个闲散的寻常百姓。其实按照他的性格，会一剑抹了这人的脖子，可女儿说了，要留着慢慢折磨。薛爵，奖励你做一个闲散的寻常百姓。不行啊，王爷！他好不容易等到爹和大哥死了，捡漏成了永定侯，若是被薛爵还贬为庶民，岂不是连曾经的庶子也不如了？微臣父亲以及林氏先祖为大赵立下汗马功劳。他的先祖可是开国功臣，摄政王削他的爵位，会让其他功臣后代心寒的。本王给你第二个选择，与宁氏和离。林立文立时就要答应，又听袁彻道：还要与林书义和林书言断亲，父子之间再无瓜葛。摄政王怎能如此恶毒？林立文恨得眼睛都红了。他就这2个儿子，断亲以后，谁给他养老送终？敢问有没有第3个选择？死。林立文打了个哆嗦，狂咽口水，转头去看宁氏，依旧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好歹夫妻一场，竟能如此无情，连那个不孝子林书义也没有给他求情的打算。他狠狠心下了决断：微臣可以和宁氏和离，与林书义断亲，但书言是万万不能的。林书义已经是个残废，而林书言前途无量，很有可能会3元及第，官拜首辅。他断不能放弃这个儿子。本王给你篡改选择的权利了吗？王爷，您总要给微臣留个后吧。哎，侯爷，您不是还有2位美妾在怀吗？何处没有子嗣啊？崔若直说的倒是轻松，尤静茹刚落了胎，伤了根，怀孕机会渺茫。而江氏连续2回生的都是女儿，压根生不出儿子。更关键的是，他觉得自己越来越力不从心了。袁彻没耐心同他攀扯那么多。准备毒酒，让永定侯安心上路。帝郎拿来早就准备好的毒酒。我选第2个。我现在就写下断亲书，与林书义和林书言断绝父子关系。话音刚落，就有工婢呈上纸笔。他磨磨蹭蹭地写完后，宁氏迫不及待地接过，仔仔细细看着上头的文字。我的孩子们终于能和戕害他们的父亲恩断义绝了。欣喜若狂的神色落在林立文眼里格外刺眼。就算和离了又能怎么样？我就等着你后悔求和。陛下，王爷，既然微臣已与宁氏和离，宁氏应该即刻搬出永定侯府。朕已经把永定侯府赐给宁氏了，他照顾了朕妹妹如此久，这是谢礼。这小皇帝脑子里在想些什么？要是想谢，就送别的宅子啊，用我的侯府谢干嘛？袁业无视林立文的崩溃，看向宁氏。宁氏，你可有兴趣经营皇室的产业？回禀陛下，民妇非常希望能够为皇室经济做出贡献。
宁氏会做生意这件事，袁业也是有耳闻的。那就让你做皇商，替朝廷管理产业。不止宁氏，宫宴在场所有人都大为吃惊。不得了呀！皇商和商人虽只有一字之差，实际却大有不同呢。那可不，人皇商在朝廷里那也是有特权的。哎，我听说有的皇商还会被赐予品级呢。宁氏这下被任命为皇商，那这身份自是不可同日而语啊！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凭什么？林立文很是不服气。赚再多钱又怎样？没人要的女人。他愤愤不平地回了青雨巷。我和宁锦云和离了。知道了。表姐终于脱离火坑了，真好。走神的江氏也如梦初醒般直直看向林立文。这回你总该实现承诺，娶我当正妻了吧？永定侯主母的位子到头来还是我的，而站在道德高度指责我的宁氏，什么也没得到。他没出声，等着林立文主动提出娶她。哎呀，我的老姐姐都什么时候了还端着？侯爷别难过，今后有如儿和姐姐照顾侯爷。林立文愤怒的情绪缓和了些许，附而看向江氏，板着脸的样子叫人心烦，时时刻刻等着他去哄。如儿，今晚我还是去你房里。除去进门那日，林立文就一直去的尤静茹房里，从来没有去找过江氏。姨娘，你该对侯爷主动点，示下弱啊！这小丫鬟是江氏用祁红给她的钱买的，您不能再不争不抢了，您应该主动出击，从老爷的喜好入手，哄他高兴才是呢。尤静茹，她为了争宠是不择手段的，她的那些法子，就算告诉我，我也不会去做的。林立文迟早有一天会清醒，我可以等。哎，这个姨娘我是完全带不动啊。哎，姨娘，你脖子后面长了几个小红斑呢，要不要看看大夫？不用，出去，给我出去！好的。掀起衣袖，原本光滑白皙的手臂上出现了密密麻麻的红斑，他连忙在上面铺了层粉遮盖。肯定是过敏，对，绝对是过敏，才不会是什么脏病，过几日就会消的。我记得祁红身上就全是红斑，这应该是巧合吧？我要把这件事告诉林立文吗？他说过，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会抛弃我的。不行，他就算再爱我，也不可能忍受一个有可能患上花柳病的女人。要是被林立文嫌弃，我就真的没有地方可以去了。小丫鬟被江氏赶出门的时候，心里直犯嘀咕：那个红斑看起来那么严重，姨娘为什么不肯找大夫呢？我想起来了，我之前在青楼照顾花魁娘子的时候，那些染上脏病被撵出门的人身上也长着这样的红斑。虽然这病只能通过亲密接触传染，但他也怕呀。不行，我绝对不能再伺候这个江氏了。之前就是怕染病才离开青楼的，没成想刚出栏我又进虎穴，此时不走更待何时？这就走。我的卖身契在这儿。连夜离开了宅子。次日江氏苏醒时，小翠居然逃跑了。他已经没有多余的银两再买一个丫鬟回来了。早知道母亲当初派人送银两给我时，应该拿着才对呀。劳烦姐姐顺手把侯爷的衣裳也洗了。你把我当丫鬟了？乔姐姐说的，咱们是妾，都是侯爷的丫鬟，您还把自己当主子呢？我和你不一样，林立文从我未出阁时就爱慕我，记了我将近半生，不用多久就会抬我为正室。尤静茹光看他表情就知道他要说什么。当初的天上月，如今已成了地上的霜。侯爷当初与你苟合，不就是因为那点不甘心加上刺激感吗？如今你都到手了，他还会把你捧着哄着不成啊？
你别这样看我，你看你跟着侯爷得到了什么？孩子没了，身份没了，这下连尊严都没了。到头来，他连去你房里都不肯，宁愿来找我。你不觉得自己很可笑吗？还不是你引诱的他，总有一天他会清醒的。唉，随后拿起水瓢舀水泼到自己身上，嘴一瘪，哭着跑去了正厅。如儿，你这是怎么了？你倒是说呀，谁欺负你了？我帮你出气。江姨娘正在用后院用冷水洗衣裳呢。是她将你泼湿了。不是姐姐的错，奴婢本想帮姐姐一起洗衣裳，姐姐可能是不想累到奴婢了，情急之下才不小心泼了奴婢一身水的。这番解释不但没有平息林丽文的怒火，反倒令她更为愤怒，大步流星冲去后院，一脚踢翻了江氏的洗衣盆。如儿只是想帮忙，你为什么泼她？这大冷天的，要是如儿得了风寒，我唯你是问。江氏愣愣地看着林丽文，他方才不知道尤静茹怎么了，突然往自己身上泼水，原来是为了找林丽文告状，而林丽文竟连问也不问，直接定了他的罪。随你怎么想，你觉得那是我泼的，那便是我泼的吧。江氏转身就走，差点没给林丽文气出个好歹。侯爷，您别怪姐姐了，姐姐曾是姜太师的掌上明珠，婚后又被丈夫和婆母保护得极好，自尊心强些，很正常啊。是啊，兄长在时，疼他疼得跟眼珠子似的，连一点粗活累活都舍不得他干。如今他跟了我，落差自然就大了。只怕他现在后悔了，后悔不该同他离开永定侯府了吧。若是丽萍还在，该多好！她那么善良，一定会护着我们母女，不让婆母欺负我们。就算我和林丽文的事情暴露，丽萍肯定也会真心祝福我们的，也会把瑶瑶当成她的亲生女儿一样，不像宁氏，知道瑶瑶身世以后就冷漠以待，真是自私自利。自私自利的宁氏最近忙得不可开交。疏影，这些日子你帮我打理生意辛苦了，这500两是给你的分红。叔母，这太多了。拿着吧，女孩子要留点银子傍身才好。赵二姑娘，这500两是你的。我也有。上回怀州新到的料子，你让人裁了衣裳，送去给王公贵妇们穿。没几天的时间，那批料子就被抢收一空。哦，对了，还有你说的那个什么饥饿营销，也给咱们赚了不少钱，所以说你功不可没。好的。天哪，这不是梦哎，我也成小富婆了。绞尽脑汁搜刮着古装剧里学来的词儿。谢宁夫人知遇之恩，从今以后，我赵子涵为您马首是瞻。您说东，我绝不往西；您说北，我绝不朝南。千里马遇到了伯乐，疏影和子涵忙得不亦乐乎。子涵姐姐，你找人设计的那个玉佩，我给我爹爹看过了，他说好。太好了，用不了多久，这个摄政王同款玉佩绝对会成为京城的爆款。所以赵子涵立即会意，那4个炸鸡腿，5块炸鸡排，还有薯条和糯米糍哦。哇，谢谢子涵姐姐。赚了钱的疏影子涵带着圆圆在朱雀大街上买。哎，你们仨慢点儿。承熙父子真是太辛苦了，我来帮你减轻一点压力吧。谢谢圆圆，这也没多重，其实我也不……累字还没说出口。好了，这下轻松多了吧？疏影把一个精致的小盒子递给李承熙，辛苦了，这个汝窑的笔洗送给你。汝窑，这太贵重了，我刚要拒绝，抬头却迎上疏影真挚的眼神。
立刻会议郑重接下。疏影，喂，那个摄政王同款玉佩还有吗？没了，下一批货要半个月以后了。哎，我这儿有，只要100两。天哪，原价10两的玉佩，居然被他们抬到了100两！我了个乖乖啊！这摄政王的明星效应简直是太厉害了啊！爹爹同款的玉佩都能被黑市炒到100两，那爹爹带过的玉佩、用过的毛笔，还有锅碗瓢盆、洗脚盆，那岂不是能卖1000两？能买多少个糖葫芦呢？所以咱们还逛不逛啊？逛！赵子涵买了一些胭脂水粉、绫罗绸缎，满载而归的回家，却惹来了妒忌的眼睛。赵子涵，你日日出去抛头露面，和那些个商人混迹在一块儿，那也没有你比试比不赢，还要到处找借口丢人呐。我光明正大与人比试，输了有什么好丢人的？至少百姓看到我光明磊落、大大方方，不像你，天天招摇过市，见钱眼开。嘿，你说对了，我就是见钱眼开，咋啦？赵子涵趁他不注意，一把夺走他腰间的钱袋，这个也是我的啦。你是强盗吗？上回抢了我胭脂水粉，这回又来抢我的钱，简直蛮横无理。嘿，我还就蛮横就无理啦！我不光抢你的钱跟化妆品，我还要打你呢！啊，好爽好爽好爽！想揍这个汉子差很久了，对吧？哇，这上头镶着的是和田玉吧？一看就很值钱。这个是我父母在我满月时。嘿，你救命啊！救命！爹娘，救命啊！这丫头又不知道惹了什么麻烦。哎，快出去看看吧。哎，赵子涵疯了！他抢走我的钱，还想抢我的长命锁。都说了，他回府就是为了钱，你们还不信？他总有一天会把赵国公府搬空的。大房老爷和夫人对视一眼，继续饮茶。你们怎么还不信呢？跟我去看看就知道了。大房夫妻俩被赵重阳吵得头痛欲裂。好，别喊了，我们跟你去看看。子涵，你……哎呀，不小心被发现了。我劝你们最好闭嘴，你们也不想赵家二姑娘是精神分裂的事情传出去吧？精神分裂？这精神分裂到底是个什么病啊？我也没听过啊，这感觉挺严重的啊。就在这时，赵子涵恶狠狠的眼神瞬间转为单纯无辜。伯父伯母，你们怎么会在这儿？我这是发生了何事？子涵没事，别怕啊，咱们配合大夫积极治疗，定会好起来的啊。伯父伯母不会让你有事的，这孩子实在是太惨了。子涵姐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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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找你做炸鸡。哎呀，这是怎么啦？什么精神分裂呀？哎呀，子涵姐姐真是太可怜了，在外头受了那么多的苦，回来还得被重阳姐姐欺负，得上精神分裂这种闻所未闻的怪病呢。你胡说什么？你们不应该认清赵子涵的真面目吗？你看看，连人家小郡主都看得出来，你欺负你妹妹了。赵重阳云里雾里，满头问号。一看赵子涵，他歪着头，满脸呆滞，赶紧放榜出去，找大招最好的大夫，定要替子涵治好这老十字怪病呢。消息才放出几日，圆圆就把能治精神分裂的神医带来了。这神医怎么和重阳长得一模一样啊？世上怎可能有这般相似的两个人呢？若不是神医穿着赵重阳最讨厌的衣裙，加上端庄的姿态，
与赵从阳大相径庭，他们还以为这是赵子涵联合赵从阳一起演的闹剧呢。这便是神医，这长相暂且不提，可这神医竟如此年轻。圆圆扯谎张口就来，就是我吃多了栗子素，一直放屁屁，然后神医一下就给我治好了。夫妻俩显然不太相信圆圆的话，圆圆连忙补充道：如果我说谎的话，我圆圆圆3个字以后就倒过来读。那要不试试？你为何要拿来如此多的画册？姑娘，是您想看，特意吩咐奴婢去书局买的呀。赵子涵试探着翻开图册，不，这画册竟如此伤风败俗，简直不堪入目。姑娘这病到底何时才会好啊？昨日突然说要模仿关公耍大刀，今早又学着国公府看门的大黄狗那般四肢爬行，这可怎么办呢？这个病要治也不难。神医赵以松神色怪异，但语气异常坚定。尽管交给我了。他斩钉截铁的态度感染了大方老爷。或许这位神医真能医好子涵呐。你们先下去。诊治过程中，本神医不喜欢有人打扰。大房老爷不明觉厉。走，都走。疏影这人皮面具做的也太逼真了吧。他这段时间和林疏影相处，发现他动手能力强，且特别聪明，一学就会，就拜托他做出赵从阳的人皮面具。这么短的工时竟能以假乱真，太厉害了。终于能透口气了。这一块假脸贴上去可真够难受的。听闻圆圆要他帮忙顶替其他姑娘时，他其实是拒绝的。在知道要顶替的赵从阳是个为了自己姻缘不惜买凶杀自己堂妹的坏人后，便欣然点头了。喂，你刚刚演的好假呀，我差点都憋不住笑了。圆圆表示赞同。那个什么春天宫殿的那个图，子涵姐姐明明就很喜欢看，也不知道这个宫图到底有什么好看的。小孩子别问那么多啦。不说就不说，我回去问我爹爹，让我爹爹给我买。我说二位，咱们诊的差不多了吧？对，赶紧走。赵二姑娘已经正常了。二房夫妻激动到双眼含泪，连忙去瞧子涵。只有赵国公瞧着赵以松的脸没动。敢问神医是何方人士啊？在下平州生人。家中父母可健在啊？神医救了老夫孙女儿，老夫想答谢神医与家人。在下父母已逝，多谢赵国公好意，但在下爹娘膝下无任何子嗣宗亲，不必再破费了。那神医，这位神医就不是他爹娘的孩子了吗？赵以松一副不愿旧事重提的落寞样子。那个赵姐姐不是他父母亲生的哟，她跟圆圆一样，也是被养父母捡到的。可有找到亲生父母呢？不曾。在下手臂有个红色的圆形胎记，希望能凭此找到家人。大房夫妻面面相觑。赵从阳身上并没有任何胎记，难道长相相似只是巧合吗？赵国公府众人心中存疑，但再未问下去。说来，我总觉得夫人很是亲近，冒昧想将这簪子送给夫人，希望夫人喜欢。哎呀，真是漂亮的簪子啊！这上头雕的栀子花是我最喜爱的。除了她丈夫，连女儿都未曾在意过她的喜好，更别说送礼物给她了。赵国公却越发觉得此事蹊跷，在大房的同意下，连夜派人去找了当年接生赵从阳的嬷嬷。刘嬷嬷，你可还记得从阳出生时有没有胎记呀？胎记嘛，是有的。圆圆早就吩咐麒麟日夜兼程找到他，和他对了口供。就在这儿，只是替大姑娘洗簪的时候，那胎记就不见了。奴婢当时还以为是污秽呢。什么？
真的有胎记，所以那个有胎记的神医才是咱们府上的姑娘。可，那如今这个重阳又是谁呢？我当时没有生下双胎啊！就在这时，圆圆带着烛照来了赵国公府，将玄衣门的账本交给了赵国公。这上面有赵国公想知道的东西。把赵重阳那个畜生给我喊过来！你居然敢和玄衣门联手害你妹妹！父亲，您这话是什么意思？赵重阳害了我们家子涵。我来说吧，我和林姑娘去镜湖途中遭遇了刺客。对，遇到刺客了。若非林姑娘相救，幸亏我相救。我现在已经是个死人了。不然都是死人了。你这孩子，你是要急死你娘啊！你是娘的命啊！出那么大的事儿，怎么就不告诉爹娘呢？大哥，你必须要给我一个交代，你到底是怎么教的女儿？二叔，你怪我父亲干嘛？你不如问问你那个荡妇女儿，还说是林姑娘救了你，怕是你献身给玄衣门那6个杀手，才捡回一条小命吧？赵重阳胡说八道的能力实在是太厉害了吧！直接写话本不就行了，还拿什么剑呢？畜生！我当初还不如把你掐死。家门不幸呐，家门不幸呐！我怎么教出个这样的女儿来？那你们还不配当我的爹娘呢！喂，烛照叔叔，他脸皮好厚，对吧？外面那个小狗狗撒尿了，你要不要去照照镜子呢？你的确不是我的女儿，我的亲生女儿手上有胎记。你以为我很稀罕当你女儿吗？大房夫人硬生生被赵重阳气晕了过去，赵子涵一个箭步飞过去，掐大房夫人的人中，把她掐醒。那个，我来给赵二姑娘复诊。我来的好像不是时候，我走了。站住！你为什么长得和我那么像？因为她才是我的亲生女儿。这些年我一直弄错了人。不可能！你们肯定是联合起来在骗我。因为你跟真正的赵重阳长得太像了，出生时候的襁褓也一模一样，所以就不小心就被人报错了。我爹爹已经派人查清楚了。赵重阳惹怒了赵国公府所有人，他们如今在意的只有结果而非过程，即使这个过程漏洞百出。孩子，这些年委屈你了。我不信。爹娘有2个儿子，却只有她一个女儿，从小就如珠如宝的疼着。只一个接生嬷嬷的证词，如何能相信？你们不觉得这件事疑点太多了吗？接生嬷嬷肯定是被人收买来陷害我的。他去看家人的脸色以征求赞同，却被他们的冷漠惊得从头凉到脚，如坠冰窟。你们是不是宁愿认一个外人，也不肯认我了？是我刚刚说的话太过分了，我可以道歉，只要你们别再帮着赵子涵指责我。大姑娘这话真有意思，当初把子涵接回来时，你不还说过血脉不重要，非要把那个外人留下当你的堂妹吗？二婶，你是不是一直记恨我呢？我只是看不得你们那么冷血，刚找到亲生女儿，就要把养育了10几年的孩子赶走，那么多年的感情说不要就不要，令人寒心。那你派人杀子涵姐姐就不冷血，不叫人寒心啦？父亲，大哥，还在等什么？既然赵重阳不是我们赵国公府的人，就快点把他赶走。二叔，你不就是想给赵子涵出气，才撺掇祖父和爹把我赶走吗？我女儿差点没命了，我不给她出气，还有谁可为她做主？要是不把这个贾重阳赶走，咱们就分家。我无法忍受子涵时刻处于危险之中。要是那个赵子涵在的话，
见父母如此护着他，肯定会开心的吧？二叔，有话好好说啊！母亲在世时就时常念着家宅安宁，若是分家，不是要扰得母亲在天之灵不得安息呢？大嫂的意思是，我们子涵就白白受了这委屈。哎，你信？罚赵从阳10棍，将他赶出府。祖父，他幼时顽皮不肯读书，祖父连他的手心也舍不得打。赵从阳又去瞧父母的脸色，父亲一脸凝重，母亲则是伤心又无奈，都没有为他求情的意思。这下他不敢嚣张了吧？承熙先生说过，这叫众叛亲离。哼！你们都欺负我！你们就是嫌弃我不像赵子涵那种小姑娘一样斯文。看不得我有那么多好兄弟，我异性缘好，我爱着谁了？你们这些女人有必要联合起来欺负我吗？10棍打完，赵从阳几乎昏厥。圆圆好奇地走过去，用手指戳了戳他的屁股。咦，朱赵叔叔他好像一个年猪呀，就嗷嗷嗷叫的，话还特别多。哎，朱赵叔叔你好无聊呀，我还是去找子涵姐姐玩吧。小主子，谁知道有没有什么关于聊天的书可以推荐一下吗？在线等挺急的。把他扔出赵国公府，不允许任何人接济他。让我看看你真正的长相吧，孩子。是个很标致的孩子，比我家从阳好看。唉，他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啊，是不是我生的，我能不知道吗？可这孩子实在太让我伤心了，的确是从阳的错，他应该受到惩罚。你的父母既已不在人世，就在赵国公府住下来吧。赵以松摇摇头拒绝了，他并不喜欢寄人篱下，更何况圆圆给了他5根金条作为谢礼，等帮助赵国公府解决完问题，他就自己置办个大宅子，岂不美哉？以松姐姐，这个给你。小郡主，这太多了。娘亲说了，女孩子要有银子傍身才行呢。谢谢小郡主。哇，我以为永定侯府都已经够宽敞够气派了，但是摄政王府简直是有果汁而无什么鸡来着，烧鸡。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从永定侯府搬到摄政王府的圆圆，简直过上了神仙般的日子。神仙的日子我知道，不如这个好。元彻凯旋后，圆圆准他歇息几日，不必上朝。他在书房处理军务时，王爷，小主子垂钓时不慎掉进池塘了。元彻差点年纪轻轻就罹患心疾。为什么要跳水里？因为钓鱼太慢了呀，我就直接去水里面吃了。子涵姐姐说了，这个叫自助餐。吃生的。子涵姐姐说这个叫生鱼片。这张二姑娘可真是有趣。小主子回来又是想吃什么黑色的森林，又是吃什么生鱼片。王爷很久没体会过心梗的滋味了吧？把所有的鱼都捞出来做熟后，再给郡主吃。圆圆第一次体会到撑到难受的感觉。好撑啊！我现在连一颗花生米都吃不下了呢。赵从阳被赶出侯府后，自己爬去了医馆。这是您的药，一共2两银子。什么？这么点药交2两？2两还多啊？你到底……这不是前些日子跟苍陵16位比试的娘娘腔吗？什
啥娘娘腔啊？那是个假小子。反正就是他，一招都没过，还说要上阵杀敌呢。这又是找谁比去了？被揍成了这样，他是不是精神有问题啊？总喜欢找人揍自己。怎么，你这是刚输完比赛，又想赖钱了？谁赖钱了？赵重阳找遍全身，也就那枚长命锁还值些钱。拿这个抵枕巾总可以了吧？他把长命锁当作枕巾抵给了大夫，自己在病床上躺了好几日才能下床走路，拖着病体回到赵国公府，却见白日里敞开的大门紧闭着。喂，开门呐！我回来了！不开就不开，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好饿呀！知夏姐姐，你不照顾娘亲了吗？奴婢是要去庄子里看看瑶瑶小姐。哦，对，林舒瑶还在庄子里呢，也不知道她把命格换回来后过得到底怎么样了。夫人如今打理铺子，忙得不可开交，便要奴婢去看一看，添置些东西。若是瑶瑶小姐过得好，夫人也就能安心了。知夏姐姐，圆圆也想去看瑶瑶姐姐。等请示过元彻和宁氏后，烛照护卫圆圆和知夏一起去了永定侯府名下的庄子里。开门呐！柴大力，是我。开门的是骁骑营的将士柴大力，经常和赵重阳一起喝酒吃肉，以兄弟相称。你是重阳？嘿，你咋混成这怂样了？之前听阿强说你不是赵国公府真正的姑娘，真的假的？别问了，爹快要饿死了，给爹做饭。柴大力给赵重阳下了碗清汤面，赵重阳跟一辈子没吃过东西似的，狼吞虎咽。你明日当值，若是见到袁以恒，一定要告诉他我现在有多惨，把我说的越惨越好。他想让袁以恒把自己接回靖王府照顾。这几日兄弟就叨扰了。你们在做什么？你个姑娘家同有妇之夫勾肩搭背的，算什么样子？早就听说丈夫有个关系很好的女性朋友，却没想到这位朋友如此没有分寸。原来是嫂子啊！我和柴大力是好兄弟，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而且我们俩要真有什么，早在一起了，也轮不到你。你身为妻子，别整日对丈夫疑神疑鬼的，怪不得柴大力最近都很少跟我们聚了，原来是妻管严呐。嗨，你要真那么放心不下，大可跟我们一起呀。不过你应该听不懂我们说的话题。柴柳氏气得头疼。你要是不把他赶走，我们就和离。这看吧，当初你娶媳妇儿的时候我就说他肯定不是什么好相处的，叫你好好考虑考虑。你看我说中了吗？柴大力不发一言，抓着赵重阳的胳膊把他拽出了院子。你赶我干什么？我只想跟我媳妇儿好好过日子，你以后别来找我了，放过我成吗？说完砰的一声关了门。死柴大力，有了媳妇儿忘了兄弟。我异性缘那么好，有那么多兄弟，我才不稀罕住在柴大力家里呢。到了吗？车马骤停的声音惊醒了呼呼大睡的圆圆。知夏立马就觉得桂嬷嬷的反应不对劲儿。瑶瑶小姐呢？知夏姑娘舟车劳顿，不如先歇片刻，用完饭再说吧。瑶瑶小姐肯定是出事了，带我去见二姑娘。二姑娘病了，今早刚服了药，如今还睡着呢。知夏姑娘且等等，莫扰了二姑娘歇歇。知夏绕过桂嬷嬷，径直去了主院。知夏姑娘是存心不让二姑娘安心养病了。这个嬷嬷能分知夏姐姐1个、2个、3个知夏姐姐。烛照叔叔。哎呦！知夏和圆圆趁机去了后院。你们俩还在等什么？赶紧把我拔出来呀！哎呦！1、2、7、3。哎呦，这些杀千刀的，快去把大奶奶喊来！
知夏姐姐，你看哦，这个屋子里面挂的明明就是大人的衣服，然后窗帘里面还放着好几种胭脂水粉呢。还有，你看这个床边边放的这双鞋这么大，肯定不是瑶瑶姐姐的鞋。所以说，真相只有一个，这里是刚刚那个老嬷嬷住的地方。正房向来都只有主子能住，这庄子里唯一的主子就是瑶瑶小姐。那个老嬷嬷居然鸠占鹊巢，怪不得变着法儿的不让咱们进来呢。桂嬷嬷惊叹，还是来晚了一步。二姑娘宽厚，不爱住大屋子，便让给老身住了。你鬼话连篇，二姑娘究竟在哪儿？桂嬷嬷又想搪塞几句，可看到他们身后带刀的烛照以后，吓得咽了咽口水。那儿。好冷啊！这么冷的天，这个屋子里居然连个炭火都没有。我刚刚在正房里看见那里的银丝炭烧得可旺了呢。瑶瑶小姐，烛照叔叔，你可不可以把正房里的那个炭盆端过来呢？得令。林书瑶感受到温暖，渐渐地不再发颤。知夏是看着林书瑶长大的，怎能不心疼？贱婢，你就是这么照顾主子的？若不是夫人差我们来看望瑶瑶小姐，瑶瑶小姐恐怕都要被你折腾死了。桂嬷嬷的脸被打得火辣辣的疼，满脸不服。知夏姑娘，你虽是侯府身边的大丫鬟，可我也是这青莲山庄的管事嬷嬷，你凭什么打我？我尊她一声二姑娘，可谁不知道她是那江氏跟侯爷苟且生出来的孽种，给她吃给她穿都不错了，还要我真把她当主子伺候？你，哎呀！到了这青莲山庄呢，一切都得听我的，我上头有人赶上小郡主，找死！杀人了！圆圆抬头看了看碧蓝如洗的天空。桂嬷嬷说上面有人，我怎么什么都看不见呀？林书瑶虽有些烦人，但心眼儿不坏。圆圆其实并不很讨厌她，而且就算林书瑶的出身再不堪，这也不是桂嬷嬷苛待她的理由。她方才看了下林书瑶的命格，只剩10年寿命了。你们4个把二姑娘来庄子后的事情一五一十说给我听，若有半句虚言，要你们好看。奴婢说，厨房做的膳食都给桂嬷嬷吃了，二姑娘日日只能喝米汤充饥。桂嬷嬷还不准二姑娘住正房，也不准我们给二姑娘盖厚被子。夫人给二姑娘送来的首饰衣裳都被桂嬷嬷拿去当铺当掉了，嬷嬷要拿钱去赌。二姑娘病了有小半个月，嬷嬷每日都强迫二姑娘穿着单衣在院子里站规矩，上回二姑娘差点冻死在外头。你们就不将此事告知侯府吗？桂嬷嬷说二姑娘惹恼了老夫人和夫人，就算是死在庄子里，他们也不会在意的。她这么说，你们就信了？不敢。老夫人虽迁怒于二姑娘，但从未想过要害她，锦衣玉食地养到她及笄，再寻个好人家将她嫁出去，也算是全了以往的祖孙情谊。老夫人还特意写信恳托住在这附近的大奶奶帮忙看顾着二姑娘呢，怎么会不在意她的死活呢？知夏姐姐，这个大奶奶是谁的奶奶呀？她同咱们侯府老夫人是妯娌，只有过年过节时两家才会走动呢。这林家那只有咱们永定侯一脉有出息，这大奶奶的亡夫连个秀才都没考上呢，2个儿子更是在家里混吃等死，靠着侯府的接济才能把日子过下去呢。说曹操，曹操就到。桂香呐，你们知道他是谁吗？他可是我弟媳的外甥的堂弟的二姨家的4姑娘呢。原来这个凶巴巴的奶奶就是那个桂嬷嬷上面的人呐。弟弟、媳妇儿的外甥、堂弟、二姨、4大姑，谁干的？一声咆哮打断了圆圆的思路。是我。
早就听说侄媳妇在乡下捡了个野丫头，举止粗鄙，满口污言秽语，跟那个野种林书瑶不相上下。没成想你今儿居然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你活腻歪了啊！太岁，所有的太岁我都认识，你是哪个小虾米呀？桂嬷嬷是大奶奶的远房亲戚，这野丫头害死了桂嬷嬷，大奶奶肯定不会轻易放过她的。之前芍药就是经常私底下给二姑娘做好吃的，还为了二姑娘顶撞过桂嬷嬷呢。结果桂嬷嬷告诉了大奶奶，大奶奶直接命人打断了芍药的腿，发卖去了窑子。这下他们几个有好果子吃了，肯定不会放过他们的。把她扔进翡翠河里。翡翠河是水流最为湍急的一条河，淹死不少人，水性极佳的人也不敢轻易下水。这野丫头害死了桂嬷嬷，就得以命抵命。大奶奶，她不就是个养女吗？她宁氏还不至于因这个乡下丫头跟我这个伯母置气，一条贱命赔给桂香，真是委屈她了。家丁们跟着大奶奶也是作威作福惯了。我还不能在自己的地盘处置一个小丫头了，还不分青红皂白，你草菅人命，去报官！好，报官！等这死丫头坐了牢，她就老实了。发生了何事？大人，这丫头差事奴才，害死了我家嬷嬷，大人要为我们做主呢。大人快把我抓走吧，我跟你们去。这小丫头胆儿还真大，倒是省了心。走，带去衙门。看吧，得罪了我的人都没有什么好下场。怎么办？本来是带着圆圆小姐出来玩的，这玩着却玩到了大牢里，我该怎么跟摄政王和夫人交代呢？圆圆似是心有所感，回头冲他调皮地眨了眨眼睛，示意之下姐姐不用担心。之下当即就冷静了下来。夫人说过，圆圆小姐天赋异禀，有非同常人的胆识和能力，定然是不会出事的。啊，这个就是剥皮刀呀。这个锯子是干什么的呀？那个长长的板凳怎么用呀？这小丫头的爱好也太独特了吧，喜欢刑具。虽然不知道这小主子为什么心血来潮想到牢狱里来观光游览，但毕竟千金之躯怎能待在这种地方呢？掏出一锭银子给狱卒，换个好点的牢房吧。看着白花花的银子，狱卒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您看这儿怎么样？这儿采光绝佳，单人单间，有床榻，还有这个桌椅板凳，洗漱用品一应俱全，您都不用单独买，还有12时辰热水，绝对是咱们这儿的牢王。小主子，坐下来歇会儿吧。圆圆正是活泼好动的年纪，哪里能坐得住？哇，我太瘦了，轻轻一钻就钻过来了，看来还是得好好吃东西才行呢。圆圆在衙门大牢就跟菜市场一样闲逛起来。你犯了什么罪呀？我的未婚妻被村里的恶霸玷污了清白，我去报官却没人做主，那恶霸反而变本加厉地欺负我们，我们为自保就打伤了那个恶霸，县尉就判我斩立决，明日执行。我听承熙夫子说过，根据大昭律法第21条，你这个叫紧急避险，是正当防卫。出来吧！其他的犯人见此，纷纷跟圆圆诉起冤情来。我就是在郭举人家门口吐了口痰，就被判了20年呢。还有我，李员外家的二公子麒麟弱小，我仗义主守也被关了进来。小的被张秀才家的狗咬了，张秀才居然不管。还有我。你确实是被冤枉的，你撒谎了，你是去张秀才家偷东西，才被他们家的狗狗咬的。圆圆一眼就能看出来有没有人撒谎，一气之下把所有蒙受不白之冤的犯人全都放了出来。好香啊！小主子，您要是喝了酒，我不好跟王爷交代。这下
我可是帮助了林家大奶奶。哼，永定侯府要好好答谢我才对呢。圆圆便瞧见狱卒着急忙慌地跑了进来。哎，大人，那个小姑娘把好多犯人都放跑了。蠢材，快去抓回来啊！犯人逃跑这事儿，若是让上边知道，我的乌纱帽就不保了。快，随我前往牢狱。什么声音？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只见县尉气得七窍生烟，脱下鞋子要教训圆圆。好臭，比我在村子里面见过的茅房都要臭呢。你是踩到屎了吗？县尉难堪的脸都红了，连忙穿回鞋子。你为何要放跑犯人？我当官那么多年，还是头一回见到胆子这么大的啊！我还想问呢，你为什么把那么多无辜的百姓捉进大牢呢？本官断案，轮得到你来质疑？你这小丫头片子，知道段义宗案子有多复杂吗？刘成当然是能减则减，有的人他又不能得罪，只好得罪那些普通老百姓。谁叫他们没权没势呢？连点眼力劲儿都没有，也不拿点好东西孝敬我。小姑娘，你犯的可是杀头重罪。他才不会管圆圆是出于何种原因放跑的犯人，只要在上头责罚时，把圆圆当作替罪羊供出来就行了。哦，那你杀呀？县尉气得鼻子都歪了。我今天不弄死你，我就不姓方。哎，大人，县城让我把这个给您，说是10万火急，拿过来我看看。快放人！放什么人呢？这大牢里边的犯人都跑了，这还有什么可放的？这县城怎么就不能一句话说完呢？不管了，先弄死这个胆大包天的丫头再说。大人，刚开口又被打断，方县尉都快烦死了。你能不能一次性说完？那个刘刺史来了，府兵包围了整个县衙，要咱们放人，到底要放谁？说是一个眼尾有红痣的小姑娘。她到底是什么身份，能同时惊动县城和刺史？肯定是你得罪了刘刺史，气得刘刺史恨不得亲自来抓人。我若是把你交出去，刘刺史肯定会嘉奖我的。你跟我出来。出来就出来。马上就要死到临头了，看你这小丫头片子还敢不敢这么狂？刘刺史一路心跟。林姑娘，委屈你了，请跟下官回府呀，下官定会好好招待。方县尉一下子就傻眼了。刘大人，您这是？刘刺史挽了方县尉一眼。这位是摄政王刚认回来的女儿，虽还没上皇家玉蝶，不过这都是迟早的事。方县尉眼前一黑，我怎么没听说过摄政王有女儿啊？怎么不早告诉我呀？这怎么办呢？这我是谁这个不要紧，被冤枉的百姓才是最要紧的。你还是先把你经手的冤假错案全部都弄清楚吧。好，我现在就还他们一个清白。胡师爷，你赶紧把我当官这10几年的卷宗全部都找出来。回来还有，通知全县衙所有官差今天晚上加班。全县衙的官差都坐在地上翻看卷宗，把含冤入狱的犯人名单全部整理出来，再一一进行补偿。3天3夜都没合眼，才把整理好的卷宗递给圆圆看。看那些犯人都得到了相应的惩罚和补偿，圆圆才满意的点点头。方县尉这才松了一口气。接下来你该判我的罪了。不，您没罪。那个桂嬷嬷手里好几条人命呢，况且她苛待主子在先，袭击皇室子弟在后，她是罪有应得啊。那我还私自放跑犯人了呢？这哪有上门硬要我定罪的呀？我这是私自放跑犯人，
可是很重很重的罪呢。承熙先生说了，皇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更何况我都还不是皇子呢。所以我是应该交罚金呢，还是……交罚金就行了，祖宗。圆圆乖乖巧巧地交了罚金。至于你的罪，就由刘刺史来定吧。我这官袍以后怕是穿不了了吧？落寞之际，师爷又着急忙慌地找了过来。大人，您家老太爷和老夫人打起来了。方县令一个头两个大，这糟心事儿已经够多了，我爹娘都80多了，还不让我省心。老夫人一气之下告诉老太爷说，大人您不是老太爷亲生的，是老夫人和同村的情郎生下的孩子。方县尉只觉脑子一阵眩晕，唯一的想法就是这下真的不姓方了。烛照叔叔，你说我上了皇家玉蝶的话，是不是就要正式改姓袁了呀？应该是的。哦，袁圆圆这个名字好听是好听，就是听起来怎么感觉圆乎乎的。其实我觉得姓林也挺好的。也不知道在林家村的爹爹和娘亲怎么样了，好想去看看他们呀。知夏见到圆圆安然无恙回来，脸色才好了些许。知夏姐姐，你怎么不开心啊？瑶瑶小姐不肯吃饭呢，我请大夫来瞧了，她的求生意识非常薄弱，现在怎么都不肯进食。圆圆闻言踏进林书瑶的房间，林书瑶死气沉沉地仰躺在床上，看不出半点生机。吃药哦。真棒，再吃一口啊。我自己来。他动作极为缓慢地喝完了一碗粥。你真的是妖怪吗？圆圆给他和舒言换命的那一幕，他始终无法忘记。又叫我妖怪，我到底哪里像妖怪了？怎么林书瑶和团团哥哥都问我是不是妖怪？对呀，我就是妖怪啊！待一会儿我就要把你的骨头都嚼碎，吞到肚肚里面去。林书瑶这回并没有跟圆圆斗嘴，她在青莲山庄受了太多折磨，特别是在知道自己的身世以后，就失去了与人玩乐逗趣的勇气。你把我嚼碎也是可以的，我本来就是不应该存在的孩子，你都知道啦。桂嬷嬷已经把京城发生的事都告诉我了，我本来不理解为何母亲突然就不喜欢我了，连向来和善的祖母也突然要把我送到庄子里来。现在才知道，我的存在本来就是错的，母亲不喜欢我是应该的，我是母亲痛苦的来源，更何况我还抢走了二哥的命格。我好恨父亲，可是我也受了他的命格，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你想不想回去呀？我已经没资格见母亲了，对不起。对不起什么呀？我之前对你说过特别过分的话，我还跟二哥跟林公子说他有娘生没娘养，我想跟你们道歉，对不起。你那个时候说的话就是很过分，气得我肚子都饿了呢。闻言，林书瑶更加羞愧，她从枕头底下拿出一个匣子。我听你还有永定侯夫人、世子、二公子抄写了佛经，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用，但是我希望你们平安。圆圆凑过去看了眼他抄写的佛经，字体很稚嫩，甚至好几处都抄错了。为了长记性，在旁边抄了好几遍写错的字，看得出是用心的。那个，你的寿命只剩10年了。我知道了，谢谢你。我的寿命本就是偷来的。那如果能回到你亲生父母身边，你也不愿意吗？不愿意，我才不要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他不喜欢爹爹和大伯母，一点都不喜欢。我宁愿一辈子受桂嬷嬷的虐待，也好过和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这个你说的是对的，
跟大乌龟和僵尸在一起过日子，确实是一种折磨。两位姑娘，老夫人和大姑娘来了。我去接大姐姐。祖母和长姐怎么会突然过来呢？肯定是来接圆圆的，反正不可能来看我。我的身世那么不堪，祖母和长姐，她也不想惹得他们厌烦。林书瑶果断躺下，将自己藏进被窝里。瑶瑶快睡吧，娘亲呼睡着就不疼了。昏昏沉沉的睡了不知多久，睡眠过程很不安稳，好像还能感受到外界的动静。有人轻轻打开门，温暖的手扶上了他的额头。怎么能不吃饭呢？林书瑶呆呆地看着林疏影，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林疏影和他血脉相连。一种很温热的情绪从他心底涌了上来，烫得他眼眶逐渐湿润。对不起，对不起什么？我以前总是心安理得地享受大家的宠爱，哪怕从长姐和二哥身上感受到失落和羡慕，也从未在意。我真是太过分，太无耻了。这些日子来，他想不出该如何补救，心想着如果自己死了，就不用再那么痛苦了。所以他默默纵容桂嬷嬷的行为。4个月间，不断有侯府的人来询问他，他都没有如实告知自己的近况。从今以后，你不再是林丽文和江楚真的女儿，你只是我的妹妹，这就是你存在的意义。这一切，如果要怪，就只能怪叔父和母亲。如果真那么相爱，为何不给瑶瑶一个光明正大的出身？他们犯了错，却不曾悔改，反而要让孩子承受。长姐，他无论如何也没想过，长姐不但不恨他，反而赋予了他存在的意义，告诉他自己不是个错误。我在侯府附近置办了一栋小宅子，里边的仆从都是我亲自挑选的，还有一些小丫鬟和你年龄相仿，能当你的玩伴。我有空便去陪你，好吗？我那么坏，却能拥有那么好的姐姐。等啜泣好不容易止息，祖母去哪儿了呢？帮你出气去了。事实是祖母还是不想见到林书瑶，一见到林书瑶就会想到母亲背叛父亲，她不想把气撒到孩子身上，就直接去找了大奶奶。知下传信说桂嬷嬷虐待林书瑶的时候，他们怎么能这样？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我看咱们还是过去一趟吧。我不是说过要你们关照林书瑶吗？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弟妹，这不是你说的吗？拜托我好好关照那个野种，我的确好好关照了呀，不让他好过，但是要吊着他的命。他没发现老夫人的脸色越来越沉。我家小孙子才哥，弟妹可还记得？他近日要娶媳妇儿啦，这婚事呢，定要风光大办。弟妹你看看，能不能接济接济啊？才哥定会感激你的恩情，将你当成亲祖母孝顺的。圆圆，你为什么要把鸡蛋堆起来呢？你看这个像不像一座塔呀？像倒是像，但是像就对了，这个叫做蛋塔。那你为什么要给包子上面裹泥巴呢？这个叫脏脏包，我还没有做好呢。你再和一点泥哦。好的。那这个锅里的铁链子是干什么的呢？怎么上面还有糖呢？这个是焦糖拿铁。这些都是子涵姐姐告诉我的美食哟。这个真的能吃吗？在美食方面，你不可以怀疑子涵姐姐，而且我可是深得子涵姐姐真传的人。遇到我，你的口福还在后头呢。谢谢。我的2个孙子，一个是少年英才，一个12岁就考中亚元，我还不需要
你那个连秀才都考不上的蠢孙儿当我的孙子。举人又如何？我就不信他林淑妍入得了春闱榜首。但这回毕竟是他有求于老夫人，心中再不快也只能陪笑脸。淑妍有出息，咱们林家也跟着沾光。咱才根儿就是托了淑妍的福，才15岁便娶到媳妇儿，不像淑义和淑妍是有大本事的，晚点成家也没事儿。我呀没什么福气，只能过一些儿孙绕膝的日子，不像弟妹你日日清闲，我真是羡慕的紧呐。老夫人怎会听不出他的话外之音？哼，儿孙绕膝还要打秋风借别人的钱吗？哼，林淑妍有出息没错，但林淑义不但瘸腿还毁容了，这辈子都毁了。我的子子孙孙至少五官端正，胜过他林淑义100倍。这年龄到了，还是得成家立业的。弟妹可给淑义相中了好人家的姑娘，淑义今年都17了。我家发根17的时候，孩子都能满地跑了。我娘家倒是有一位侄孙女儿，年龄正合适，只不过她脸上有一块丑陋的胎记，一直没人敢娶。我想着配你们淑义，倒是绰绰有余哈。弟妹，不如让他俩先见见。你的侄孙女，那样貌可想而知。我家淑义实在不敢恭维。大奶奶就差那么一点就要跟老夫人翻脸了。她真是拐着弯骂我丑啊！不，她都没拐弯。对，她刚嫁入林家时就是这么讨厌。不能想，越想越气。咱们是一家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二叔在时不也曾说一家人要互相帮衬吗？帮衬？那你去地底下找你的好二叔帮衬。赵泽清，你简直欺人太甚，居然咒我死！你住着我置办的宅子，拿着我施舍的银两，还敢对我大呼小叫，是想出去讨饭了吗？这句话就跟冷水一样，一下子就把大奶奶泼醒了。弟妹，我刚刚也是气急上头了，这话赶话，你别生气啊！我一直记着你的恩惠呢。那个野种我也帮你处置了。没成想老夫人的脸色变得更为难看。我让你折磨林书瑶了，你不是这个意思吗？你随意曲解我的意思，还想让我报答你？我又不是故意要曲解的，我也只是想拍一下你的马屁呀，谁知道你不是这个意思。那这件事就这么算了吧，反正桂嬷嬷已死，咱们也扯平了。怎么死的？一个乡下野丫头指使她的护卫，害死了桂嬷嬷。用不着弟妹你出手，我已经把她送进大牢了，估计改日就会被斩首了。一向从容不迫的老夫人眼睛越睁越大。你知道她是谁吗？不就是一个小丫头，难道还是什么皇子公主不成？她是当今摄政王的亲生女儿，陛下的亲堂妹啊！他只知道宁氏捡了个小姑娘，但还没见过她。后来才听宁氏提起她的真实身份，让人不免心惊。结果大奶奶把她送进了大牢。你自己找死，别带上整个林家。弟妹，你可一定要帮我，我不想死啊！现在找方县尉放人，应该还来得及。圆圆没事儿，正在青莲山庄和瑶瑶玩呢。那就好，那就好。哎呦呦，吓死我了！我做的蛋挞怎么是绿色的呢？闻起来还有点臭臭的，应该是鸡蛋的问题。那你要不还是先尝尝这个脏脏包吧？怎么样？是不是特别好吃？你要不还是自己尝尝吧，让我看看。呸！怎么这么难吃啊？我知道了，肯定是包子的问题。我怎么会错呢？是吧？还有这个焦糖拿铁肯定没问题，
瑶瑶姐姐，你要不……圆圆，我突然觉得我挺饱的，真的挺饱的。嘿，这是疏影吧？哎呦呦，长得真是越来越标致了。哎，你今年18了吧？可有意中人呐？大奶奶给你介绍一个顶好的儿郎。多谢大奶奶好意，我的婚事就不劳您费心了。我晓得，你是觉着你被齐家退了婚，怕人家嫌弃。无妨无妨，有我做主呢，不是？疏影是我侯府千金，英雄之后，多少人削尖了脑袋想娶，轮得到你来介绍？哎呀，都是一家人，我又不会害疏影。我娘家侄孙五官端正，又吃苦耐劳，有上进心，为人老实，会疼人。疏影嫁过去，那就是享福的。哼，我还不知道你五官端正，那就是平平无奇；吃苦耐劳，有上进心，那就是现在没什么本事，还为人老实。你就直接说嘴笨缺心眼儿吧，这福气给你享吧，你全享了。哎，怎么能这样说呢？你侄孙给我们疏影提鞋都不配。既然你们看不上，那就当我没说好了。好不容易来一趟，不如你们住几晚再走。不必，咱们走吧。还是先住下来吧。这么大的雨，要是在路上出了事，可怎么办呢？老夫人有些犹豫，可天气如此恶劣，除了留下来别无选择。哎，这就对了嘛！我这就吩咐厨房备菜。当晚祖孙俩睡在一间房，中间用屏风隔开。夜深人静时，一支烟管向房内吹了股浓浓的白烟。已经把人弄晕了，你待会儿就进去，把生米煮成熟饭，他林疏影就非你不嫁啦。嘿，多谢姑奶奶帮我。姑奶奶对你好吧？等你娶到林疏影，记得多帮衬帮衬姑奶奶一家啊！嘿嘿，那是自然。这个贾太岁还有那个癞蛤蟆在说什么悄悄话呢？有什么话是尊贵的我不能听的？嘿，多谢姑奶奶赠我一桩好姻缘。快去吧，不耽误你与家人春风一度啦。他们要害疏影姐姐。哎呀呀，终于解决了一桩心事呢。那间屋子不适合疏影姐姐住，还是送给大奶奶你自己住吧。房顶上的圆圆晃晃头上的小蘑菇，指尖发出流动的光芒。再醒来时，他感觉有人用手揽住了他的腰。这是我男人死了好多年，我没成想还有枯木逢春的一天。那句话说的真是好呀，岁月从不败美人。他压抑不住激动的情绪，与那人十指交叉，心脏扑通扑通，缓缓转过了身。你不是前院撒扫的小厮吗？我昨夜不是让你去迷晕疏影，你蠢货，你怎么会在这儿？蠢货，你怎么会在这儿？我什么也不知道啊！我就是睡了一觉，我什么都没做啊！大奶奶又羞又怒，这奴才胆子居然那么大，还不快滚！好。一开门，又被昏倒在门前的孙福海绊了个狗啃泥。你们俩这是在干什么？林家长子林立春遵照母亲的吩咐，一大早在香棚外蹲点。这咱还多出一个小厮了。不过这计划如此完美无缺，肯定是已经成功了。你怎么会在疏影的房间门口？你对疏影做了什么？面上勃然大怒，内心却心花怒放。太好了，太好了！我们林家马上就有一座大靠山了，终于不用低声下气找永定侯府借钱了。没有，我什么都没做。我昨夜一进门就被敲昏了，在门外躺了一夜，睡得腰酸背痛，一睡醒就看见了你们。难不成被这小子捷足先登了？
是不是你欺负了疏影？林立春这一嗓子把林家所有人都喊了过来。怎么回事啊？疏影小姐怎么了？知道怎么这么多人呢？我没做过的事儿不能冤枉到我头上啊！编，接着编。这孙福海的演技未免也太好了，要不是我们合谋让他玷污林疏影，我还真信了你。大胆！那疏影的清白都毁了，你必须负责。唐伯，你在说什么呢？时间瞬间静止了。林立春听到声音，不敢置信地回过头。你方才说什么清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不是在房间里吗？怎么会在外头？这房子漏风，我和祖母就去了另外一间厢房，一醒来就听到唐伯在喊我。发生了什么事啊？林立春此时也是一头雾水，猛地推开孙福海，闯进屋子。一进门，林立春一口老血喷了出来。大奶奶，您为何在这里睡觉呢？我什么都没做，我发誓，我只是躺床上，我就单纯的睡了一觉，我真的什么都没做。怎么办呀？主子们肯定会怪到我头上来。我现在解释就跟演示一样，越解释越乱。林家众人望向小厮和大奶奶的眼神从好奇变成了斥责与愤怒。你们这样是不对的。哎，就是这简直闻所未闻嘛！这要传出去，咱们林家会被钉在耻辱柱上，被唾沫星子淹死呢。我娘可是你主子！打了一拳还不解恨，劈头盖脸的拳头揍向小厮。道理是这么个道理，但是我真的什么都没干呢。大奶奶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但见小厮快被林立春打死了，生怕闹出人命。别打了，你打死他，你也得坐牢的呀！你竟然还帮他说话，所以你们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你们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娘啊，你是真饿了，你就算要做，你弄得隐蔽点不行吗？这下所有人都看见了。你糊涂啊！今日被糟蹋的不该是疏影吗？他充斥着怒火的双眼瞪着林疏影。是不是你搞的鬼？我听不懂大奶奶的意思。都这个时候了，你还装傻充愣啊！大奶奶冲上去要拿花林疏影的脸。不准伤我大姐姐！哼，你们这是自讨苦吃。怎么又是这小丫头啊？大奶奶一见到圆圆，吓得叫也不敢叫出声了，低头极力降低自己的存在感，生怕圆圆再找她的麻烦。林立春痛心地看着这一幕。娘，不，大奶奶，按照家法，你该进猪笼。我是你的亲娘啊，你要进我猪笼啊！我10月怀胎生下你，含辛茹苦把你养大，帮你娶妻生子，替你们操劳一生，你居然想让我死！我是你的亲儿子，你做出这等不知廉耻的事情，有没有想过我该怎么办？你是想毁掉林家的名声吗？他不是没想过母亲被人陷害的可能，但那么多人都亲眼目睹了这一幕，为了脸面着想，他必须大义灭亲。我真的没有。他望向那些昔日里疼爱有加的子子孙孙，他们都站在门外，向他投来嫌弃且厌恶的眼神。居然没有一个人肯站出来为我说话！你们身上穿的、吃的、用的，都是我对永定侯老夫人伏低做小才求来的啊！若不是我，林家能发展成这样吗？都是一群白眼狼、忘恩负义的东西！我当众被冤枉侮辱，也没人替我辩解。我为你们到处奔波操劳，没睡过一夜好觉，到头来我得到了什么？我活该啊！母亲，你先忍忍，先假装进猪笼，等族中叔伯们相信您已死，我再偷偷送您离开，安然度日。希望您能明白我的苦衷。把大奶奶压下去。不用你们，我要掌控自己的存亡。我为你们操心一辈子，如今也该替我自己想想了。说完，他不等旁人回神儿，猛地冲上去撞树而亡。
娘啊！娘啊！娘啊！我没想真的害死你啊，娘，不是真的进猪笼，你就不能再等等儿子吗？你为什么这么冲动啊？大奶奶都没气了，还是让他入土为安吧。林家今日丢了很大的脸，只想尽早解决，以免落人口舌。孙福海见事态愈发严重，趁无人注意到自己，偷偷溜了出去，却被突然出现的主人一脚踹了回来。都是因为你，我娘要不是为了你能娶上媳妇儿，怎会自己着了道呢？我娘死了，你也休想好过。大奶奶一向安分守己，肯定是你迷晕了小厮与大奶奶，让他们躺在一起。我是疯了吗？我迷晕他们干嘛？都是他出的馊主意，要我迷晕林疏影，谁知道他反而自己晕了。兴许是他爱刺激，故意睡在林疏影床上，跟这小厮那个什么，故意让我撞破呢。林家众人闻言皆是勃然大怒，他们自然想要林疏影嫁过来，可若是成功了，他们必然喜闻乐见。如今没成功，那性质可就不一样了。大奶奶的次子怒道：满口胡言乱语，母亲才不会做出这种脏事，肯定是你骗人。我哪里骗人了？就是那个跟大奶奶苟且的小厮，他用烟管迷晕的林疏影，我可以作证。这个孙福海是脑子被驴踢了吗？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来人，把这个满嘴胡言的傻子给我拎出去。原来你们打的竟是这个主意。老夫人语气阴沉，竟想毁我孙女的清白，你们可想得真是好啊！老夫人今日清醒时，发现自己到了另外一间厢房，心下疑惑，却忽然听见林立春撕心裂肺的痛哭。他竟能狠毒到这种地步，不惜毁坏一个姑娘家的清白，如此卑劣歹毒，死了真是便宜你了。从今以后，我永定侯府与你林家再无瓜葛，你们若是再敢上门，别怪我翻脸无情。别，这都是一家人，以后若是出了事儿，彼此之间也有个照应，何必做得如此决绝呢？照应？一群累赘，我永定侯府不需要你们的照应。日后你们若再敢到侯府打秋风，我必让你们有来无回。老身说得出，做得到。呼呼噜毛吓不着，呼噜呼噜毛吓不着。林疏影情绪平复不少，感激地看向圆圆。昨夜是你救的我吧？昨晚他意识模糊时，忽然被人捂住嘴，直到闻到一股鸡腿和栗子混合的香味后，一切又平静了下来。圆圆，你又救了我一次。那这么说，大奶奶也是你？对啊，她先迷晕大姐姐，我才把她换到那里的。至于后面的事情，那大概是天道吧。承袭夫子说了，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谁叫他要害疏影姐姐呢？承袭夫子说的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圆圆，你真是我的小福星，你2次救我于水火，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昭儿姑娘给了我一个名为蛋挞的配方，我这些日子一直在琢磨，回去就做给你吃，怎么样？大姐姐，你真是我的神！昨天我跟瑶瑶姐姐做这个蛋挞的时候，也不知道是鸡蛋的问题还是怎么了，一点都没做好吃。你的神？这又是昭儿姑娘教你的吧？子涵姐姐说，这个代表了像滔滔江水一样连绵不绝的崇拜之情，是吗？疏影，咱们回家。祖母，这位就是圆圆。以往老夫人虽和圆圆住在同一屋檐下，但一直未曾见面。嘿呀，真是个粉妆玉砌的娃娃呀！
祖母能抱抱你吗？谁料性子活泼外向的圆圆竟像是定住了一样，直勾勾地看着老夫人的脸。我脸上有什么吗？没有。圆圆现在满脑子都是问号。怎么回事？祖母怎么会和娘亲有亲缘线呢？怎么回事？祖母怎么会和娘亲有亲缘线呢？虽然娘亲是祖母的媳妇儿，但是婆媳之间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呀。娘亲跟祖母有亲缘线的话，那就说明她跟战死的老侯爷也有亲缘线。可是大乌龟也是老侯爷的孩子呀，那娘亲跟大乌龟岂不是同父异母的姐弟啦？不对，娘亲跟大乌龟没有亲缘线，不然我早就看出来了。也就是说，老夫人和宋小娘之间有一个人背叛了老侯爷。我记得花婶婶跟我说过，宋小娘在进永定侯府之前有一个青梅竹马的未婚夫，所以说真相只有一个，大乌龟很有可能就是宋小娘和未婚夫生的孩子，肯定就是这样。我可真是个大聪明。哎呀，不对，现在还不能说，不是宁家的孩子，或许娘亲根本就不知道他不是宁家亲生的。那个宁老爷在世的时候，我光顾着生气了，根本就没注意他和娘亲的亲是了。或许是为了验证圆圆的猜想，就有不速之客找上了宁氏。舅舅舅母来了，快把他们请进来。舅舅待我极好，母亲不让我做生意，是舅舅极力支持才让母亲同意的。我当年成婚，父母不肯出席婚宴，也是舅舅将我送上花轿。奴婢知道，还有回门的时候，也是舅老爷张罗的。他早就把舅舅当做了自己的亲生父亲，但没想到这次舅舅还是拖家带口来的。哇，我们以后真的要住在这里了吗？不，只是借住。呸！杀千刀的水灾把咱家房子都冲没了，都怪你没用，只顾着逃难，家产都不带出来，害得全家挨饿受冻的。说什么借住呢？你外甥女的家就是咱们的家，以后咱们就住永定侯府，不走啦。爹爹，我回来溜，你有没有想我呀？爹爹想圆圆。肚子饿了吧？圆圆想你想的胃口都不好了呢。那总得吃饭吧？想吃什么？那就简简单单来点烤全羊、烧鹅、卤鸭、炸鸡、一品肉，还有樱桃肉，还有牡丹卷、栗子酥、枣泥卷，还有糖葫芦、糖山药就好了。多了圆圆吃不下。哈哈，真够简单的。那就先吃这些。来人，这次出去好玩吗？我这次可是干了几件大事呢，爹爹你快表扬我。真好吃。圆圆喜欢就好，爹爹开心。你说当年是不是多亏我有远见，让你亲自送锦云上花轿啊？现在呀，到他回报咱们的时候了。就是咱们农户出身，也有住进侯府的一天，这不是命好是什么呀？就是，要不是你外甥女儿当了永定侯夫人，我早都跟你和离了。懦夫！哼！你舅舅老家双桥县，发生了水灾，所幸你在京城，就来投靠你了。正好你的表侄儿和侄女儿都到了入学年纪，我跟你舅舅啊，想着让他们去国子监读书，我和你表兄表嫂操劳了一生，就等着享你的福了。不用去国子监，普通的私塾也是可以的。锦云正好办了所，云路书院是吧？边儿去！书院和国子监哪儿能一样啊？宁家舅母在心里骂了丈夫几十遍，
你看啊，国子监的夫子都是教导过大官的，兴许咱们家也能出个大官呢。若是舅母想送孩子去云路书院读书是没问题的，我可以让他们免费读书，但国子监不行。虽说沾女儿的光得来个皇上，但国子监真的不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宁家舅母没想到这般小小的请求，宁锦云竟也不答应。不就是有2个臭钱吗？若我要是有钱，他还敢这样瞧不起我们？早知道我就不该让我丈夫搭理你。哎，算了算了，不去国子监就不去吧。我孙子孙女可是金子，在哪儿都能发光。都是一家人，我也不为难你。那我们今后就在这儿住下了。你们侯府人少，我们一家6口住进来也热闹。光看今日这出就晓得，这个舅母不是好相遇的。将来若要住在一块儿，那7、0、8岁的琐事想想就头疼。我可以借钱给舅舅舅母租赁宅子。你们侯府有那么多屋子，干嘛要出这个冤枉钱呢？淑意和淑妍喜静，不喜欢那么多人住在一块儿。永定侯府可是7进7出的宅子啊，住我们一家6口那是绰绰有余。就算是扯破喉咙说话，也不见得能吵到你儿子，有必要用那么假的理由？当了几年官太太，就不知道自己姓甚名谁了。若不是你舅舅帮衬，你哪有今天呢？你要是这么想，那我也没办法。宁景云，你怎能如此忘恩负义？你忘了，你有今日的成就，是谁磨破了嘴皮子祈求你母亲，又是谁亲手送你上的花轿？我从未有一刻忘记过，是舅舅，不是你。夫妻乃是一体，我提出的要求就代表你舅舅提出的要求。宁锦云看向舅舅，询问他的意思。宁家舅舅一直低着头，不敢正视妻子和外甥女儿。宁家舅母知道自家男人性子软弱，定不会忤逆他，神色更加理所当然。你舅舅将你视如己出，你若不收留我们，便是背信弃义，恩将仇报。若传开，你的生意还怎么继续下去？这永定侯府我是注定了。够了！你怎么能这般厚颜无耻？这是别人家，不是你家。你竟在大庭广众之下驳我的颜面，你外甥女是别人吗？你能不能站起来，别像坨烂泥一样扶不上墙？我能指望你干什么？什么事情都能搞砸，有现成的宅子不住，还冠冕堂皇地说什么借住？我真是后悔嫁给你了，一点用都没有。宁氏听舅母竟然这般指责舅舅，脸色沉了下来。舅舅，我替你置办一间宅子，全了我对你的感激与孝敬。至于让谁住进去，你自己决定。哼，你心肠真好啊，自己住那么富丽堂皇的屋子，还用施舍的语气说给你舅舅置办宅子。过去10几年我们过得那么寒酸，怎么不见你帮呢？锦云给了。宁家舅舅头一回迅速反驳了妻子的话。锦云他每月都会派人送银票过来。我怎么不知道？那些银票不是你外出做工赚来的吗？不是，我找不到活干，又不愿意听你的唠叨，便日日在外听戏饮茶，拿着锦云送来的银票骗你说这是我领的月钱，就是这样没了。他一口气说完，又像是做了什么决定。锦云，你不必为难，不理会我们也无事，因为你根本就不是我姐姐亲生的孩子，你是她买回来的。你根本就不是我姐姐亲生的孩子。哎呀，你别！什么意思？我不是宁家的孩子。姐姐当年难产，生下个死婴，怕姐夫怪罪，就偷偷让婢女去人牙子那儿买了个婴孩回来。这件事儿只有我跟姐姐还有姐姐的婢女知道。姐姐走后，我做梦都在考虑要不要把这件事告诉你。不是跟你说了让你别说吗？要是他知道宁家跟他并无血缘关系，不帮衬我们一家了，该怎么办呢？锦云已经受够了亲情的苦，好不容易解脱，还得照顾咱们这帮累赘，你放过他吧。原来如此，怪不得母亲从未抱过我，不肯让我同寻常女子那般
读书习字。他想起了年幼的时候。母亲，你看看我涂上这个口脂好不好看呀？很丑，像个村姑。怪不得母亲永远都在质疑我。母亲，你看这条裙子怎么样？难看死了，像个老太婆一样。可是朋友们都说好看。那是骗你的，等着看你笑话呢。到我及笄的时候，媒婆来我家。哎呦，这个小丫头怎么穿得这么显老呀？她长得本来就显老。母亲以打击我为乐趣，尤在我开始做生意后更甚，骂我没出息，眼高手低，蠢笨，让我趁早放弃。我失败、焦虑、崩溃时，她说我能力太差，只适合在家相夫教子。过去我一直不懂，母亲为何不喜欢我，原来只因为她不是我的母亲。谢谢你，舅舅，真的谢谢。谢谢舅舅，让他知道他过去并不是一个坏孩子，只是母亲单纯的不喜欢他罢了。这是我在你襁褓里发现的，幸好人牙子没留意，不然肯定会给他当了。这些年我一直妥善保管着，这是你找到你亲生父母的关键呐！你看这做得多精致啊，说明你亲生父母家不会差的，而且他们是真心爱你的。哎呀，这可是金子，当了的话，咱家就不愁吃喝了。他捧在手里细细欣赏，越看越喜欢。死老头儿，上回你孙子都要饿死了，害得全家都只能去乞讨。有金子不早拿出来，你是不是存心的？这是锦云的东西，你快还回来。你做梦！这镯子在咱们家待了30几年，就是咱们的。再说了，他那么有钱，会稀罕一个镯子呀？你还讲不讲理了？快还给锦云！把镯子拿回来。宁家舅母没想到宁氏会喊下人对付他。哎，行，我不要了，行了吧？舅舅，我给你置办间宅子吧。不管舅母待他如何，舅舅是实实在在善待过他。哎，实在是麻烦你了。日后若是你舅母来找，不必相见，直接赶走便是。哎，你个老头子，看我不……宁家舅舅再也坐不住，捂住妻子的嘴，急急忙忙拉着家人离开了。帮我给舅老爷看套宅子，再告诉舅夫人，若是他再敢来纠缠，就把宅子收回去。是，夫人。做完这些，他对曾经的娘家人已经仁至义尽。这镯子做工精致，京城怕是没有几个师傅能做到。若是沿着这条线索去问，或许能找到我的家人。许是思虑过重，突然眼前一黑。娘亲，我回来喽！娘亲，你怎么啦？圆圆，什么怎么了？就是你刚才这样，然后又那样，是在跳舞吗？昨晚看账本太久，身子有些疲倦罢了。哦，那娘亲你蹲下。见宁氏愣愣地看着自己，圆圆撅着屁股蹲下示范给宁氏看。你看啊，就是像圆圆这样子蹲下。好，圆圆伸手在宁氏额间抚了抚，满身的疲惫瞬间消失了。好啦，宁氏只觉现在身子异常轻盈。这是什么呀？我的牙！娘亲，我的牙还在不在了？在，当然在了，但是也不能乱咬东西了，不然将来换牙的时候容易长不好呢。换牙，也就是说我现在的牙齿将来全都要掉光光了吗？那也太可怕了吧！那样的话，我还怎么吃鸡腿和栗子酥呢？那倒不至于。真的吗？娘亲，这个金镯子能不能给我玩玩呀？当然可以。娘亲真好，圆圆捧着金镯子跑到后花园，闭上眼睛，轻轻抚上金镯子，回顾方才在正厅发生的事情。原来娘亲已经知道他不是宁家的孩子啦。圆圆从花园的狗洞子里钻进去，嘿呦嘿呦嘿呦，
走近路，绕过几条街，啊，终于到了，就是这里了。听见宁家舅母忽远忽近的抱怨：千里迢迢跑来京城，就捞到这么小一间房子，等在他那里捞到足够的钱，再把真相告诉他，不行吗？住的地方是不愁了，可咱们吃穿怎么办？你怎么那么没用啊？祖父真讨厌，什么事情都做不好。我想要厉害的祖父。听见了没？孙子们都嫌你没用呢，要不是我，你早就饿死了。咦，我的天道老头啊，娘亲的舅舅都被欺负成这样了，还能忍住不反抗呢？什么味儿这么臭呀？低头一看，是愤夫拉着满车的贡桶路过。圆圆一晃头上的小蘑菇，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哎呦妈呀，谁到我头上拉屎了？这是好事儿啊！这叫天降横财呀！咦，他怕不是个傻的吧？还天降横财呢？实在是太臭了！哎呦！圆圆忍着呕吐的欲望，跑回永定侯府。撞上了从寺庙回来的老夫人。圆圆灵机一动，脚一拐，哎呀，我摔倒了！哎呀，哎呀呀！哎呀，我的金镯子呢？到底到哪里去了呀？圆圆，你说的是不是？老夫人捡起金镯子，和善的目光瞬间凝滞。你是从哪儿找到的？那一年，永定侯夫妇迎来了他们的宝贝女儿。太好了，我终于有女儿了，辛苦夫人了。夫人，你看啊，这是我画的镯子，你看看这样式怎么样？不错，精巧细致。嘿嘿，你喜欢就好，我这就叫九福楼的匠人给咱闺女做个金镯子。夫君有心了，那就再劳夫君，给女儿起个名字吧。这个我早就想好了，以丽平无霸月宫，偏翻高阳五湖风。咱们的女儿就叫林月阳，怎么样？丽平，岳阳，真是个好名字。哎呀，孩子尿了，春和。不必，我来。你不是要去军营点卯吗？你带着岳阳做什么呢？我好不容易得了个女儿，还这么可爱，我不得跟他们炫耀炫耀呀。孩子还小呢，小心着了风寒。再者，你请来给阳儿画像的画师已经在堂前候着了。那行，阳儿乖，等爹爹回来再跟你玩啊。丽萍啊，你是大哥哥，爹不在的时候要保护好妹妹啊。放心吧，我最喜欢陪妹妹玩了。岳阳2个月时，奶奶带着他外出游玩。哎呦，你来了，走，咱看叶子戏去。哎，不行，我孙女儿还在马车里呢。哎呀，有丫鬟看着，你怕什么啊？走。哎。等看完叶子戏再出来时，岳阳早已不见踪影。小姐呢？啊，哪儿去了？奴婢才刚安死，奴婢就解了个手的功夫，小姐就不见了。啊！是。快去找，就算把京城翻个底朝天，也要把阳儿给我找回来。我的阳儿，女儿丢了，永定侯夫人哭到昏厥。1年后，奶奶郁郁而终，死前还叮嘱儿子一定要把岳阳找回来。他们就这么找了30几年，30几年从未放弃过。后来老侯爷战死沙场，老夫人远赴边疆收敛遗体，还从他的遗物中找到了岳阳的画像。可惜老侯爷始终也没等到女儿回家。我绝对不会认错。圆圆，好圆圆，你告诉祖母，这镯子是从何处来的啊？这是娘亲给我玩的。你娘亲给的？
老夫人慢些跑，仔细着您的身子。正在打算盘的宁氏听见房间砰的一声被推开。母亲，您这是？你的肩膀上有红色胎记，是一枚铜钱的形状。是啊，我小时候还觉得这胎记代表我天生就是做生意的料呢。孩子，我是你娘啊！是，儿媳知道，您是我娘，婆母也算半个娘了。不是，我是你的亲娘啊！你肩膀上的铜钱胎记，那金镯子，是我亲手给你戴上的。你是林木和我沼泽清的女儿，是永定侯府嫡出的姑娘。母亲，您在故意逗我笑吗？我怎么可能是公爹和婆母的女儿呢？开什么玩笑呢？若是如此，我和林丽文岂不是成了同父异母的兄妹？这也太荒唐了吧！我没有骗你，我找了你整整37年呐。这37年来，我日日念经诵佛，我就只盼着能找到你。老夫人不断擦着泪，你的眼睛和你兄长一样，都随了你父亲。我怎么那么蠢呢？从前总觉得跟你亲近，却从未想到这块来呀。宁氏突然想起什么，怎么办？听说兄妹生出来的孩子都是痴呆儿，我淑媛不会是傻子吧？圆圆，今天是2025年的第一天，祝你元旦快乐！元旦是什么？是圆圆的蛋吗？可是所有的蛋都是圆圆的呀。你这个小脑瓜里果然只有吃的。元旦就是过新年呀，要祝所有大朋友小朋友身体健康，福气满满哟。那我就直接赐福好啦。嘿，圆圆祝大家圆圆的蛋快乐，2025年大家都福气满满，万事顺遂。母亲，你怎么了？淑妍，你还认识我吗？我没记错的话，你应该是我的母亲。幸好你不傻。林淑妍此刻满头雾水。娘，我可是亚元啊！对，你是亚元，怎么会是傻的呢？对，这我就放心了。淑仪，你说天上有几个太阳，几个月亮？天上有1个太阳，1个月亮，但你要问多少个星星，那儿子就不知道了。对，这个娘也不知道。不对啊，淑仪脑子也没问题啊。但是这不管怎么说，我跟林丽文是兄妹，这也太荒唐了。想起他和林丽文成婚16年的那些浓情蜜意，宁氏胃里一阵翻滚。母亲，你等着，我去请大夫。不知道该怎么跟儿子说，我没有生病，用不着请大夫。而此时的老夫人也在被火焰煎烤着。我不该那么快就把这件事情告诉岳阳的，他肯定受不住的呀，真是作孽呀！早知如此，我就是拼死也不会让林丽文娶岳阳进门啊！老天哪，你为何要这般惩罚我们一家呀？或许林丽文并不是老侯爷的亲生孩子。哇，春和嬷嬷好聪明啊，一下就猜到了。对呀，我方才乱了理智，脑子糊涂了，竟没想到这一点。宋小娘当年是怀着孕进侯府的，保不齐这中间出了什么蹊跷。快把宋小娘带回来，我亲自审问。啦啦啦，后面怎么喝来着？下次让子涵姐姐再教一下我。糖葫芦，我好像忘记了什么重要的事情。对，盆子。爹爹，洗脚。爹爹，
我来给你洗脚啦。什么？我的圆圆长大了，本以为要孤寡一生，想不到还能得此乖巧孝顺的女儿，上天待我不薄。好啦，洗完啦。小姑娘，你说你用这个脚盆跟我换糖葫芦，我没听错吧？摄政王亲自用过的脚盆。真的假的？如假包换。那我放一串给你哦。爹爹，洗脚。我大概是天底下最幸福的父亲了。好啦，洗完啦，再换这个盆盆洗哟。还有这个盆盆，这个盆盆，还有那边，那边，还有那边。啊？难道说？不会吧？袁彻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你们来看看本王身上有没有什么异味？回王爷，奴才没有闻到异味。仔细闻。摄政王，奴才真的什么都闻不出来呀，也不知道摄政王到底是要让咱家闻什么味儿啊！别闻了，别闻了，跟你的脚没关系，跟我去朱雀大街。瞧一瞧，看一看啦！摄政王亲自用过的脚盆，如假包换，限量100个，卖完就没有了哟。给我一个，给我一个，我也要，我也要，给我一个！不要抢，不要抢，排队哟！哇，爹爹，袁彻一只手把圆圆拎起，捉回了摄政王府。说吧，卖爹爹的洗脚盆做什么？换糖葫芦。哈哈，来人，打听一下哪家糖葫芦做的最好，请到王府来。哇，爹爹真是太好了，我真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小朋友。就在老夫人派人去寻宋小娘的期间，有乞丐一路乞讨到了青玉巷的宅子门口睡了一夜。人间踏出门的林立文被他半个狗吃屎。嘿嘿，大爷行行好啊，给我几块铜板吃饭呗。滚，晦气！乞丐上了年纪，林立文这一脚差点把他踹吐血。他也有脾气，当即就啐道：你狗眼看人低，不给就不给，你踹我干什么？你要踹死我咒你全家绝后。绝后二字触到了林立文的逆鳞。你才绝后呢，我有儿子，还有2个，一个才10岁就中了举人，是你这臭要饭的求也求不来的子孙福。就你这衰样，你儿子还能考中举人？你生来一张嘴就知道放屁！你个要饭的，你连种都没有吧？娶不到媳妇儿的乞丐，就算你有儿子，那肯定也是断袖，断了你家的香火。乞丐得意地笑了笑。嘿嘿嘿，我这个臭乞丐还真有儿子，而且他的身份说出来，能吓死你这个乡巴佬！切，身份再高，能高得过我永定侯吗？有种你就说啊！我儿子就是当朝大名鼎鼎的永定侯林立文。盛怒的林立文闻言笑出了声，满嘴胡言乱语。这乞丐怕是个傻子，居然糊涂到说他是我爹。我爹早死了，坟头草都2尺高了。他虽不喜欢从小便无视他的父亲，但还不至于想要认个乞丐当爹。我就知道你不信。永定侯的小娘，宋翠珠，你认得吧？她就是我，老相好。嘿嘿，你认识宋翠珠？这个乞丐怎么可能同我生母相识？我生母虽然是妾，那也是高门贵妾，哪儿来的途径识得这等阿杂乞丐？你信口雌黄，信不信我抓你去报官？乞丐也不恼。宋翠珠嫁给老侯爷当妾前可穷了，他爹等他一及笄，就把他卖给了糟老头子当田房，
我那个时候可没现在这么落魄，我还参加过院士，那长得那也是相貌堂堂，家里还有2亩2田呢，不少妙龄女子都喜欢我，嘿嘿嘿，但是那些姑娘啊都没有宋翠珠放得开，她不想嫁给糟老头子，就直接带着1壶酒来寻我，把我灌醉。那什么了我也得负责不是，就去他家提亲。可才过了1个月，那永定侯就领兵路过，那娘们儿一下又看中了永定侯，跟对付我一样就对付了永定侯。那我也气呀，那我又有什么办法？人家那是侯爷，我哪敢跟侯爷抢女人？那天我去药馆替我爹抓药，前脚看见他刚走，那大夫告诉我，那娘们儿那些日子一直都在用安胎药呢。我细算日子，那就是老子的种儿。后来我想进京看看孩子，那宋翠珠却雇凶来杀我，得亏我命大，扮成乞丐东躲西藏30多年，不然早死了。对了，你要是认识那永定侯，就给他带个信儿，就说他亲爹来了啊。话还没说完，乞丐就感觉一块坚硬的东西猛地撞到自己的额头，紧接着就是一阵剧烈的疼痛。我让你胡说，你还想当我爹？你做梦去吧你！林立文疯狂地拿石头往乞丐额头上猛砸，直到乞丐被砸得血肉模糊，瘫软在地上，没了生机。他的双手才不自觉开始发抖。我杀人了！不，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接受不了自己居然是乞丐的儿子，是他先胡说八道的，不能怪我。他原本是不该相信乞丐一面之词的，可发生的一切都又和他说的对得上。他不是足月生产，而是提前1个多月早产的。娘啊，为什么要和那个乞丐有牵扯？我是林立文呐，是永定侯的儿子，是大昭的侯爷，我怎么可能是乞丐的儿子？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怎么办？现在应该怎么办？我杀人了，不行，我不能去自首，杀人可是重罪，我千辛万苦才坐上永定侯的位子，不能就这么毁了。他手足无措地清理现场，但双手发抖。侯爷，这是怎么了？也不知道大乌龟的亲生爹爹找到他没有。圆圆找到了自己的爹爹，娘亲找到了自己的娘亲，大乌龟也找到了自己亲生的爹爹，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侯爷，这是怎么了？看来是瞒不住了。既如此，尤静茹我也留不得了，毕竟死人才不会说话。林立文还没发觉自己到底产生了多么可怕的想法，正在思考对策时，侯爷莫怕，没事的，妾身会帮您。他与林立文对视，眼里写满了真挚，温柔的话语让人忍不住想依靠。茹儿，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他这个乞丐，他找我要钱，我没有，就让他去别处看看，他就骂我，羞辱我，还打我，我是失手，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哦，没事哦，妾身知道啊，不要怕，这不是侯爷的错，是这乞丐自己找死。可是我还是杀人了，我有罪，对不对？不，你没有，侯爷没有犯罪，侯爷您不管做什么都是对的。对，茹儿说的对，是这个乞丐他自己找死，我只是为自己利益着想，
下手狠了一点而已。暂且不论乞丐说的是否为真，但凡传出些风言风语，嫡母怀疑他不是老侯爷的孩子，找来宋小娘对质，那他所拥有的一切都会付之东流。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不能怪我。如儿，你说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呢？拉到后山埋了就行，没人会在意一个乞丐的行踪的。你会跟我一起的，对不对？当然，侯爷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会一直陪着侯爷的。林丽文这才抑制住对尤静茹的杀心。等你帮我掩埋了尸体，咱们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肯定不会揭穿我的。江氏却发现林丽文似乎愈发中意尤静茹了，这是为什么？林丽文连用饭时都要逆着尤静茹，江氏遮住蔓延到脖子的红斑，甚至还为她作画，为她描眉。我跟你说，这家的栗子酥特别好吃，我经常过来买呢，还要提前排队哦，不然根本买不到。真的吗？什么栗子酥那么好吃啊？等会儿你就知道了。世间这么大，却没有我江楚真的容身之处。哎，我先来的哟，不准插队。就是，我们先来的。瑶儿，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你回来了，为何不找我？瑶瑶。他的突然出现吓得林书瑶呆住，愣愣地睁着眼睛，没有回话。我是你娘，我是你的亲娘啊！原本以为他会从林书瑶脸上看到惊喜的神色，我早就知道了。你知道了，知道了就好，知道了就更好了。那你能叫我一声娘亲吗？以往他听着林书瑶甜甜地叫宁氏母亲，心里异常的羡慕和难受，做梦也想林书瑶这样叫他。林书瑶却盯着他，固执的不肯开口。我是你的亲娘啊，我九死一生才生下你，你连一声娘也不肯喊吗？我不喜欢你，也不会喊你娘。江氏难过的不得了。你在知道真相以后，不该开心才对吗？你为什么不喜欢我呢？你知不知道这段时间我有多想你？是吗？可我在庄子里的时候，从未见你来看我，也没见你给我什么东西和口信儿，只有祖母和母亲差人看我，还给我送东西。那时你又在哪儿？还跟大乌龟在一起呗。那个恩恩爱爱，和和美美，还有比翼双飞。哎呀，这些成语说出来好羞脸呐！不说了，还说什么是我的亲娘，结果我不还是没有你们的情爱重要？若不是你今儿看见我了，估计都想不到去庄子把我接回来吧。我想过去接你，是宁景云把我跟你爹爹赶了出去。我们没钱没势，心有余而力不足啊，瑶瑶。到底是心有余还是心无余，你自己心里清楚。还有，不要在我面前诋毁母亲，你这样非常过分。我没有诋毁啊，瑶瑶，我说的是事实啊。事实就是，若不是宁氏在大理寺捉他和林丽文，他也不会被老夫人赶走，母亲也不会病倒，后面的一切都不会发生。宁氏就是个伥鬼，丈夫不爱，儿子不亲，就要抢走旁人的女儿，害得我女儿误会自己的亲娘。我是小，但我不傻。你暗示祁红在我面前讲母亲的坏话，还跟我说母亲更喜欢圆圆。我之前想不通着了你的道，现在我可全都知道了。你就是个坏蛋，我才不要认坏蛋当母亲呢。这番话像是穿肠毒药，听得江氏五脏六腑都在疼。所以是宁景云把你接回京城的是吗？她定是觉得我抢走了她的丈夫，心怀怨恨，所以要让我的女儿来折磨我。果真是上古出身，心思深沉，令人发指。圆圆一眼就看出江氏的心思。咦，这个清风霁月的眼神忽闪忽闪的，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肯定又在脑子里面偷偷编故事，说我娘亲的坏话了。哼！喂，你可不准污蔑我娘亲哦！我娘亲现在可是皇上。可忙了，哪里跟你一样，天天就想这些过家家的游戏。哼！即使现在江氏已然落魄，也没把圆圆放在眼里。他的自尊不允许他同一个小姑娘计较。没有。林书瑶觉得自己脾气真的变好了很多，能这样心平气和地和江氏讲话。是大姐姐去接的我，圆圆和祖母帮我教训了坏人。疏影不是很恨我吗？为何还会帮我接回瑶瑶？难不成疏影已经接受了我和林丽文在一起？瑶瑶，疏影姐姐，看姐妹相处得如此和谐，江氏心里稍有安慰。娘跟你们一起走吧，你们不必替我担心。你叔父他待我很好，只是我想你们了，以后娘就陪着你们，再也不离开你们了，好吗？说的比唱着都好听。怕是大乌龟不喜欢你了，你没有地方去了，所以就想着赖在大姐姐家，叫大姐姐养你呗。劳林姑娘为我们母女三人的事情伤神，我身为母亲，凡事都为孩子着想，之前种种错误我都当作一笔勾销，今后我只想做好一个母亲。你还积极原谅上积极了。江氏又想开口，林疏影打断他：不必了，您还是赶紧回到叔父那边去吧，我跟瑶瑶不需要你。你还在恨我，可你不是已经接受瑶瑶了吗？还是说宁是他蛊惑了你？他是不是用钱收买你？他想让我众叛亲离，真能乱人心智，让人不惜伤害自己的亲生母亲吗？我已经不恨你了，只是不需要你。江氏愣了好久，似乎是在消化不需要这3个字。对不起，成为我的孩子对你来说是种痛苦吧？我能不能弥补你些什么？我并不认为自己过得苦，我已经比这世上大部分人都要幸福。至于母亲，只是我的遗憾，但这点遗憾不算什么。除此之外，唯一的缺憾就是父亲从来没有去他的梦里看过他。您也不用弥补我什么，只要您以后别再来找我们，有事也别找，我们没有你也能过得开心。这不是气话，是他的真心话。好，江氏强行扯出一个笑容。你们过得好就行，母亲不会再来打扰你们的大好人生了。他转过身，泪如泉涌。圆圆、瑶瑶，我们走吧。风吹的江氏头发都散了，他头一回在心里质问自己为何会选择林丽文，抛弃自己的女儿。他后悔了，真的后悔了。此时的林丽文并没有心思想这些，他准备启程去老宅找宋小娘。侯爷回来了。小娘呢？小娘何在？我有要紧事要问她。您说宋小娘呀？她已经被接走了。啊？被谁接走了？就侯府老夫人呢，说她找宋小娘有事儿。完了！他不死心地追问：你说清楚点儿，老夫人只是单纯的把宋小娘接回去照顾，还是有其他事情要问她？来接她的人表情怎样？表情我没注意。一定是我想多了，肯定不是因为我的身世才找的宋小娘。老夫人一直待在侯府，深居简出，怎么可能会突然怀疑我的身世？就算老夫人审问，宋小娘为了自保，一定不会说出来的，肯定不会有事的。对了，是老夫人身边的春和嬷嬷亲自来接的宋小娘。林丽文心头又一紧。不好！
他越想越不安，连夜骑马回了京城。春和，我再问问你啊，真的是宁氏叫我回去的，不是老夫人哈？春和嬷嬷没好气地应了一句：“是的，没错。”那我就放心了，嘿嘿，定是宁氏当了皇上，想要孝敬我这个婆母啦。刚开始听得老夫人找他，他吓得魂不附体，怎么都不肯走。后来春和嬷嬷告诉他，是宁氏以老夫人的名义接他回去养老，他这才欣然上了马车。哼，算宁是识相，没忘了我这个饱经风霜的婆母，还知道把我接回来孝顺。来人，快来人给我看茶呢！侯府的人都死绝了吗？我可跟你们说，我儿媳现在是皇上，这茶要不是最贵的，我可不喝。这该说不说啊，宁氏还挺懂事儿的，虽然跟我儿和离，倒也没忘了我这个婆母的好。哎，就是对我儿也太无情了些，我待会儿定要好好说教说教他。宋小娘板着脸等人来沏茶，等了许久，连个影子都没有。嘿，人都死哪儿去了？他抬眼喊人时，猛地看见了站在门口脸色黑沉的老夫人。您坐，不应该是宁氏来给我赔罪的吗？这煞星怎么来了？跪下！是跪！宋小娘硬着头皮指着春和嬷嬷：“夫人，就是春和，他骗奴婢，说是宁氏请奴婢回来的。是我授意的，不然你怎么会乖乖跟着春和回来？”好你个老东西！宋小娘在心里把老夫人骂了好几遍，明面上却缩着脖子跟着鹌鹑一样。夫人，奴婢不知道文根儿跟那个江楚真有首尾呀，这件事和奴婢无关呐。您要找就找他俩的麻烦，奴婢是无辜的。宋小娘大着胆子，那个文根儿其实也是无辜的。您说，要不是江楚真那个狐妹子，那文根儿能犯错吗？再多嘴就把你舌头割了！宋小娘立马闭紧嘴巴。林立文是谁的儿子？此话一出，宋小娘如遭雷击，脑子变得空白，从头到脚都发凉。瞧您说的，文哥当然是先侯爷和您的儿子呢。不到黄河不死心呢。姨娘要见识见识自己食指突突的模样吗？还不等宋小娘反应过来，春和嬷嬷用老虎钳夹住她的食指指甲，连皮带肉把指甲拔了出来。林立文是你跟谁生的？就是县侯爷的儿子，是县侯爷的。老夫人不耐烦地抿了抿唇，春和嬷嬷当机立断，再一次发力。正堂传出一阵又一阵的惨叫，到后面渐渐虚弱，最后完全听不见。宋小娘已经痛得失去了意识。老夫人摆摆手，小厮提着一桶水浇在宋小娘脸上。宋小娘迷迷糊糊地苏醒，痛到麻木。还嘴硬，就把你的皮扒下来，干脆的死和受尽折磨而死，你选一个。食指连心，痛意像烈焰那般烧灼着她的全身。我说，文哥是我在进侯府之前和同村的未婚夫共度一夜后怀上的，我骗你们说是早产，其实不是。老夫人悬了几日的心瞬间落下。果然，岳阳和林立文不是同父异母，并未有被人伦。我的2个孙儿也是健康的。担忧焦虑过后，取而代之的就是愤怒。你简直是胆大包天，怀着别人的孩子也敢爬先侯爷的床，你骗了侯府整整37年，你个混账！还让那个野种坐上了永定侯的位子，这对侯府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
娘亲，这个栗子酥是我跟瑶瑶姐姐一起买的，你要不要吃一点呢？谢谢，娘亲不想吃。那娘亲，你吃不吃这个鸡腿呀？你们吃吧，我吃不下。老天爷还真是荒唐，我因伤女出身，被冷嘲热讽了30多年。同林立文成婚后，一直自视甚低，觉得自己配不上他，小心翼翼地讨好所有人。而现在，我居然是先永定侯的女儿，而林立文是姨娘跟别人生的孩子，真是可笑。一时间不知是喜是悲。岳阳，岳阳，老夫人走到宁氏面前，想摸摸她的脸，又怕宁氏抵触。你可以放心了，你什么都没做错。宁氏神色复杂地同老夫人对视，她从未期盼过母爱，在嫁给林立文后，只恭恭敬敬地对待婆母，不曾奢望与她亲密相处。这是你爹爹生前一直带在身上的，他觉得是他在战场上杀了太多人，老天爷这是惩罚他，才把你从他身边带走。喂，老天爷就在这站着呢，哪有当面说人家坏话的？哼！再说了，战场杀敌那是军人的职责，根本不会惩罚的。所以这上面这个小小的婴孩就是我。那时我在仙侯爷的怀里抱着，仙侯爷看起来笑得真开心呢。傻孩子，还说什么仙侯爷，那是你爹呀。记得我跟林立文成婚那日，有宾客在婚宴上嘲讽我的出身，是爹斥责了那些人，还安慰我说人的品德比出身更加重要，让我不必妄自菲薄。是呀，如今看来老天爷还是善待我们的。当年你爹生死关头，是你救了他，又作为儿媳跟我们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你爹泉下有知，定然高兴呢。春和，快把我房里的箱子拿来。是。这是我这些年给你准备的生辰礼，还有吉吉礼，还有新婚贺礼和给外孙的满月礼，我都准备了。我不知道你长大会喜欢什么，就每样都备了些。现在看来，这个金算盘算是买对了。老夫人把给女儿准备的1岁到36岁的生辰礼一件一件地介绍了个遍，每一样都饱含着她对女儿的思念和爱。我日日都在想象你收到礼品时的反应，现在终于可以物归原主了。我从未收到过生辰礼，他过去的生辰只有简单的一碗长寿面，几乎连长寿面都没了。他今天才知道，原来长大了也是可以收到生辰礼的。原来在父母眼里，不管多大，也还是他们最珍贵的小孩。我的岳阳受委屈了。不委屈，我同亲生父母生活了这么久，我已经足够幸运。好，母女团聚，皆大欢喜，你们2个还不赶紧抱抱呀？宁氏破涕为笑，在老夫人忐忑的目光中紧紧抱住了她。娘，你们这是做什么？一道愕然的嗓音打破了母女相认的融洽。宁氏怎么跟我嫡母走得这么近？他常常告诫宁氏，嫡母不喜他的出身，不准他在嫡母面前太过出头，以免惹嫡母不快。宁锦云，你难道忘了，你已经不是林家的儿媳了吗？为何如此不知分寸，跟前夫的母亲来往密切？你以为讨好我的母亲，我就会跟你复合吗？哼，摄政王给我难堪时，你不肯为我求情，
我才不会那么轻易原谅你。我如今没心思同你破镜重圆，除非你跪下来求我，再把永定侯府的地契还给我，我才会考虑和你重新在一起。我是有样东西还没给你，定是我们之前的定情信物吧？他估计夜夜都拿来睹物思人吧。后面的想法被突然到来的巴掌打断。你打我！你打我！宁氏这一巴掌用了十足的力气，手掌发麻。谁让你进来的？哼，到什么时候了还欲擒故纵？本侯乃是永定侯，这是永定侯府，回府需要你同意吗？你是眼瞎了吗？这栋宅子已经改姓宁了，是陛下亲自下的旨意，摄政王亲手写的牌匾。来人，把这声名显赫的永定侯给我赶出去，下次若再敢来，就以擅闯之罪乱棍打死。你！林立文像条丧家犬一样被家丁扔了出去。宁锦云，你竟敢折辱我，皇上又如何？我还是大昭一等的永定侯，我有千万种方法治你。他到底还是侯爷，等他没了这层身份，我就把他加注在我和孩子身上的恶全部都还回去。这个就交给为娘了。第二日，参见陛下，林立文并非我林家血脉，臣父老眼昏花，被蒙蔽多年，让此血统不纯之人承袭永定侯爵位，犹如侯府门楣，望陛下赐罪。什么？林立文不是先永定侯的血脉？老夫人示意太监将宋小娘拖到原业面前。原业见宋小娘两只手掌全是血污，这贱妇在入侯府为妾前已有婚约，林立文便是她和其未婚夫的血脉，望陛下明鉴。天了，这瓜也太大了！老夫人，你会说就多说一点。宫里好无聊呀，我都好久没吃过这么大的瓜了。宋小娘此时并未昏厥，只是在皇帝面前，她大气儿都不敢出，吓得浑身发抖。那就宣林立文，要是小神仙在就好了，这么大的瓜，他肯定也很想来看。谁在叫我？侯爷何事如此欢喜？我原以为陛下不会再见我了，可如今让元宝公公亲自来宣我觐见，微服很快就要重获圣恩了。尤静茹微微发愣，又转而为笑。那就恭喜侯爷了。等我见到陛下，定要将宁锦云做的那些事如数告知，让陛下治他一个不敬侯爵之罪，看他还怎么得意。江氏听闻林立文要进宫，也放下了心。看来以后的日子不会那么窘迫了。眼下最重要的事情是要给林立文生个儿子，等我生了儿子，他定会让我当侯夫人的。林立文意气风发地进了宫，一进勤政殿就看见了趴在地上的宋小娘，他顿感不妙，猛地下跪。陛下不要听信旁人的一面之词啊！昨夜被宁锦云气昏了头，我竟忘了找老夫人问他为何要带走宋小娘。如此看来，他定是猜到了宋小娘的身世。朕还什么都没说呢，林清真是厉害，上来就要做朕的主。微臣不敢。耶，瞧你这窝囊相，跟骁勇善战的林牧和林丽萍一点都不像。林清，你生母说你不是先永定侯的子嗣哦。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胡编乱造。微臣生母出身农户，怎么有胆子在有身孕的情况下嫁给先侯爷为妾呢？她定是受了旁人的威胁。你才刚来，怎么就知道你生母方才跟我说了何事？你似乎一点都不意外呀。林立文全身紧绷，手心全是汗。我真是不该多嘴呀。
是微臣生母曾跟微臣说过这段旧情，微臣猜到有心之人会以此做文章呢。实话告诉你吧，你生母一来就开始装死，至今都没有跟朕说一个字。林青，别太着急，你大可慢慢找借口，朕有的是时间。在这儿耽误的越久，皇叔就越晚抽查我的功课，我就能少挨一顿训了。林丽文紧张的呼吸急促，她怎么也没想到，年纪小小的陛下居然会诈她。宋师，你来说。宋小娘吓得魂不附体，直起身子猛地磕头。奸夫知错，奸夫知错，奸夫不该用肚子里的孩子冒充侯府子嗣，奸夫从未跟先侯爷行过夫妻之礼，不可能怀上他的孩子呀。先侯爷喝醉酒压根儿没碰我，我只好把手臂扎破，诓骗他对我负责。老夫人也没想到宋小娘竟胆大至此。虽说男人3妻4妾是常事，可丈夫把宋小娘带回府以后，她完全接受不了，同丈夫冷战好多年，就连丈夫最后一次出征，她也躲在佛堂没有相送。殊不知那竟是他们的最后一面。林丽文几近疯魔，他说谎，人证物证皆无，简直就是空穴来风。我绝不允许自己拥有的一切就这么失去。我是林家子，是永定侯，我比林丽萍更优秀。陛下，臣父早在几日前就派人前往宋氏的老家，找来当年为宋氏诊出身孕的大夫，以及宋氏的亲生父亲，他们皆能证实，宋氏在遇到先侯爷之前便已有了身孕。天哪天哪，越来越刺激了。传。太监将2位年迈的老人带了过来，大夫已年至骨膝，跪在地上不断擦着汗。是的，草民还记得，替宋氏诊出喜脉后，还替他开过安胎药呢。我本来想让他跟我学杀猪呢，没想到他竟然跟我们村那个蛮有钱的小白脸儿睡了一觉。后来那个什么侯经过，他又看上了人家，吐得满地都是，还要勾引那个侯爷。后来还真成功了，再后来就跟那个侯爷回了京城。胡说八道，肯定是你收了别人的钱。宋屠夫还是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外孙，惊奇道：你跟我女儿相好的那个小白脸儿，长得还真像。陛下，微臣真是林家血脉，这些人与微臣一点关系都没有，定是收了赵氏的钱财来污蔑微臣呐。咦，你瞅你这德行，哪有林氏将门虎子半点风骨啊？那你既不服，那就把他们口中你的生父找来滴血验亲不就行了？我的生父，那个乞丐已被我打死了。要是陛下找人，这件事定会被翻出来的。若是他们找到乞丐的尸体，那我就只有死路一条了呀！禁军何在？林丽文视死如归般大声喝道：微臣认了，微臣认了，微臣的确不是永定侯的子嗣，微臣不是林家人。性命比爵位更加重要，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怀着最后一丝希望，先侯爷和丽萍将军皆已牺牲，永定侯一脉香火断绝，无人可袭爵。微臣幸得先侯爷教导多年，虽不是林家血脉，但也有责任继承香火呢。就让微臣以绵薄之力报答永定侯一脉吧。哼，你喝了我的绝死汤，还妄想为永定侯一脉延香火，蠢货！袁业也有些犯难。也是啊，林氏先祖是开国功臣，若是让这脉绝嗣，那我该如何面对列祖列宗呢？
陛下不必忧心，臣父已经找到了能继承爵位的人选。何事人选？难道老夫人把先侯爷流落在外的血脉找了回来？这可如何是好？陛下，宁氏长子林大公子求见。林书义，宣。看到来人居然是林书义，他松了一口气。呵呵，一个残废过来有什么用？他身体上健全，坐在爵位上也受了不少冷嘲热讽，更别说林书义这个瘸腿的残障。我倒是好久没见这个儿子了，也不知这便宜儿子长什么样儿，又瘸腿又毁容，我就不信小皇帝会让他当永定侯。他的视线轻飘飘转移到林书义的双腿。他的腿好了？什么时候好的？林书义参见陛下。今早出门时，老夫人告诉他不必再装下去，是时候回到人前，并让他过2个时辰入宫面圣。袁业产生了和林立文同样的疑惑。你这是？臣的腿是圆圆治好的。是我。你让让，吃瓜都不叫我，幸亏我自己醒来了。不好意思啊，我睡觉的时候不小心把你的枕头弄湿了。无妨。吃瓜都不叫我，幸亏我自己醒来了。臣的腿是圆圆治好的。是我。一派胡言！殿内突然一声暴喝，吓得袁家俩兄妹眼睛都看直了。林书义的腿连太医都束手无策，圆圆一个3岁的小姑娘怎么可能治好？言辞激烈到口水狂喷。你治好腿为何隐瞒不报？你这是欺君之罪！你竟把我这个亲生父亲都蒙在鼓里！你逆子！朕还没说话呢，林清就给披上欺君了。朕这把龙椅要不要让给你坐呢？臣到底你是皇帝还是朕是皇帝？林立文连忙趴地请罪。就是我治好的，怎么啦？我就比太医厉害了那么一丢丢，你怎么那么生气呀？自己的孩子治好了，你就那么难受吗？你放！这圆圆如今是摄政王的女儿，皇帝的亲堂妹。微臣自然高兴。只是林书义同永定侯府并无血缘关系，更何况他已毁容，身体亦有残缺，这岂能袭爵啊？你凭什么以为我能治好大哥哥的腿，就治不好大哥哥的脸呢？大哥哥，你赶紧把面具摘了，闪下大乌龟的眼睛。林书义有些无奈地看着圆圆摘下了面具，她的容貌更像宁锦云，面部线条柔和，五官精致而不张扬。就算他没有残缺，他也已经不是侯府的子孙，没资格袭爵。林书义是老身的亲外孙。老夫人这话说出来，连装死的宋小娘也下意识撑起了腰身，神情诧异。老夫人，你是糊涂了不成？林书义的生母宁氏是上古出身的庶民，林书义怎么就成了你的外孙呢？你为了夺走我的爵位，真是无所不用其极。陛下，老身曾在30多年前丢失过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就是老身的前儿媳，如今的皇上宁锦云。这真是反转再反转呢，画本都没这么刺激啊！怪不得听皇叔说林书义有先祖之风，原来是外孙向外祖父呀！这怎么可能呢？震惊之下，林立文连礼仪也不顾了。你是骗我的吧？
宁锦云怎么可能会是30多年前丢失的林月阳呢？你找了那么久都找不到，怎么可能这个时候忽然就找到了呢？你们是不是联合起来诓我的？陛下，老身已亲自证实，此番若有虚言，必遭天打雷劈。朕知道永定侯老夫人向来言而有信，可是这件事情也太巧合了吧？宁夫人就是先侯爷念了几十年的小女儿，找到女儿就是先侯爷的遗愿。林家父子为国捐躯，那朕自然要为功臣达成心愿，让宁夫人认祖归宗，褫夺林立文永定侯爵位，准宁氏及其2子入永定侯族谱。至于爵位嘛，大昭律法有规定，若无嫡亲子嗣可继承爵位，可从直系血亲中择人。林书义虽然年轻，但是可以让他立功有建树啊，看谁还敢说3道4。我可真是个大聪明。他随意指了指林立文，剥去他的侯爵符志，赶出宫。不，陛下！在林立文绝望的吼叫中，御前侍卫无情地把他拖了出去。宋氏赐死，老夫人先去偏殿等候，朕有事要同林书义说。老夫人略微迟疑，被圆圆拉着去了偏殿。等他们走后，圆圆面色肃穆地告诉林书义，罗修部袭击了边城的百姓，边城守城将领不敌，你可愿出征讨伐罗修军队？罗修部是边关草原发迹的小部落，擅长骑射。元业的高祖父御驾亲征，拿下了罗修部，并入大昭国土，100年来一直相安无事。只是这一代的罗修王爷狼子野心，不甘心屈服在大昭统治之下，一直暗自训练军队，准备伺机而攻。皇叔才刚回来，可不能太过劳累，让林书义去正好合适，让文武百官见识见识林书义领军打仗的本事有多大。等此战大捷，再让他承袭永定侯爵位。臣定不辱命。林立文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御前侍卫扔了出来，狼狈不堪，又听见围观百姓的嘲讽。听说这永定侯呢，不是先侯爷亲生的，是他姨娘嫁作人妇前跟秦乱勾搭，助他暗结生出来的。真没想到他娶的那商女才是侯府千金，之前还看不上人家跟长嫂偷情，现在如今风水轮流转，是他配不上人家喽。这就是自作自受，造孽自有天收呐。我都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先侯爷怎么可能是他的老汉？哎呀，尊贵的侯爷沦为庶民落差那么大，还不如死了算了。教他合理，肠子都会清了吧？林立文被百姓们指责得无地自容，他的存在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笑话。老天为什么要如此待我？不对，我并非一无所有，我还有妻子和儿子。我与宁锦云16年夫妻情深，宁锦云看我这么惨，定不会见死不救的。对，还有我的2个儿子，舒逸、舒燕如今这么优秀，都要归功于我林立文呐。他要去找宁锦云，跟他道歉，求他原谅。他跌跌撞撞地朝着永定侯府方向走去，差不多走到门口时，颈后突然传来一阵剧痛，2眼一翻晕了过去。再醒来时，是在一个昏暗的房间，他被牢牢捆在柱子上，无法挣脱。房间窗户紧闭，只靠一盏烛火照明。你是谁？锦云，你是来接我回家的吗？我想清楚了，我最爱的女人还是你。我跟尤氏和姜氏，就是玩玩而已。和你和离这段时间，我很痛苦，也很想你，都是我的错。咱们和好可以吗？林立文试图用力挣扎，绳子绑得太紧，动弹不得，累得他满头大汗。云娘，你先把我放开，我好好跟你道歉。他从未在宁锦云眼里看到过这种淡漠的眼神。云娘，你还在生气，可我已经受到惩罚，
两手空空，下场足够惨了。你放我回去，我休了姜氏，从此以后只专注于你，行吗？吴嬷嬷给舒言下寒食散，是你指使的吧？就连董培瑜放的那把导致舒逸残废的火，也是你在背后推动的吧？林路，你不是失踪了吗？自我被宁景云赶出侯府后，他就趁乱跑路了，现在怎么又出现在了京城？林管家挺机灵的，短短几个月跑遍了整个大昭。若不是圆圆做主把苍林16位借给我，我还找不到他呢。我也不知道林管家为什么要逃，或许他做了什么亏心事吧。你直接杀了就行。着什么急啊？我还没问你们什么关系呢。宁氏抽出一把匕首，害舒逸受伤的那次火灾，跟你们有没有关系？见他迟疑，宁氏将匕首捅在了他的肩胛骨，说不说？我说，是侯爷要奴才收买董姑娘身边的丫鬟，教唆她把自己困在火场里，大声喊公子来救。董姑娘逃走以后，大公子本是有机会逃出来的，但是侯爷指使奴才就往里边倒了一大桶火油，要把公子困死在里边。大公子受伤，侯爷假意答应您去找太医，实则在城外道观陪姜氏赏花作画。侯爷暗自下令不准侯府的仆从去找大夫，等侯爷以为大公子生生被伤口折磨死了，才回的府。宁氏死死盯着林丽文，再次抽出匕首刺入林管家的胸口。林丽文猛地倒抽一口气，整个人开始颤抖。芸娘这个样子实在是太可怕了。好你个林丽文！芸娘，你冷静点儿。林管家是在污蔑我，舒逸是我的亲生儿子，虎毒尚且不食子，我怎可能害他？有什么办法能让这个疯婆子镇静下来？她应该不会伤害我吧？我可是她的丈夫啊！这淬了剧毒砒霜的金簪，是你亲手给我戴上的。他是怎么知道金簪里面掺了毒的？虽然已经没毒了，但你应该不会忘记吧？要不是遇到了圆圆，我现在已经是个死人了。圆圆，原来是圆圆救了宁景云，怪不得那回宁景云跟个没事人一样回府。对，就是从那日起我开始倒霉的，直到今日失去所有。没有，我没有淬毒，这簪子是我辛苦做好送给你的，定是别人想离间你我啊！他脑海里不断搜索着替死鬼，肯定是尤静茹。尤静茹爱慕纠缠我，她又是你的表妹，可以近你的身，替换掉一只金簪不在话下。我怎么可能害你呢，芸娘？你这扯谎的能力真叫人叹为观止。你既看到苍林16位，就该猜到我早已把你们所有的罪状呈给了陛下。陛下本要判你死罪，是我帮你求的情，恳请陛下由我自行处置，好留你一条性命。宁氏实在不甘心，儿子因他承受了那么多的痛苦，林丽文凭什么那么轻松的就去死？芸娘，你放过我吧，求你了。别怕，我现在还不想让你死呢。你若是太快死掉，那也太便宜你了。对不起，我错了，我蠢，我不是人呐，我给你磕头都行，你放过我啊！我与你夫妻16年，你忍心这么折磨我吗？那你就忍心折磨你的儿子吗？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瓶子，熟悉吗？这是你授意吴嬷嬷往舒言饭菜里下的寒食散。林丽文，你真行啊！舒言和你有什么深仇大恨？你要让一个10岁的孩子染上寒食散的瘾，让他余生只能靠寒食散活着。那我能有什么办法？舒言是我最优秀的孩子，我不忍心直接杀他，只是离不开寒食散，又不会丢掉性命，大可一辈子供给他寒食散啊！那就让你亲自尝尝这寒食散上瘾是什么滋味。粉末倒灌进林丽文的喉咙，堵得她近乎窒息。还不够他解恨。
宁锦云拿出那只金簪，往上面倒了砒霜，就直接扎进了林丽文的手臂。够了，够了吗？能放我走了吗？还没完呢！宁锦云这句话点燃了林丽文的怒火。你不得好死，毒妇！我是你男人，你凭什么折磨我？老子就算做鬼也不会放过你，贱人！我忍你那么久，只是暗中给你下毒，我已经够仁慈了。宁锦云没有理会他的污言秽语，提了一桶火油浇在林丽文身边，冷漠地吹燃火折子，扔进火油。你要干什么？我错了，我错了！救命，救命啊！火势如海水般凶猛，滚滚烈焰瞬间吞没了林丽文，温度大到快要将它融化。火势蔓延的差不多了，吩咐人救火吧。是，夫人。把林丽文送去医馆，让最好的大夫替她诊治。知下明白。还剩一口气，留给你了。我错怪他了，我错怪他了。他出征前，我都不曾送他。女儿走失，妻子误解，他是带着遗憾离开的呀。这要怪，只能怪老天爷不长眼。您当时并不知情啊。这么晚了还有人说我坏话，让我看看是谁又去娶我了。老侯爷泉下有知，必不会怪您的。他要真是泉下有知，该多好啊！咦，先侯爷戎马一生，报国安民，他才不会去泉下。让我看看哦。哪儿去了呢？终于在一棵老树下找到了那个孤零零的影子。原来你在这儿啊！你怎么没去当城隍呢？我跟你说，当城隍有好多好多的贡品可以吃哦，有烧鸡、猪蹄，还有烤鸭，还有我尘缘未了，执念深重，不得脱身呐。圆圆晃晃头上的小蘑菇，老夫人和春和很快沉沉睡去。他又将那团影子放入了老夫人的梦里。青儿，木哥，真的是你吗？木哥，我错怪你了，是宋翠珠设计诓骗了你。林丽文不是侯府子嗣，我错怪你了。对了，还有，咱们的女儿岳阳找到了，她就是当年救了你的景云。她以儿媳的名义同咱们一起生活了10几年呢。上天垂怜，上天垂怜呐！还有，圣上已经褫夺了林丽文永定侯的爵位，待咱们的亲孙儿舒义凯旋，他就是新的永定侯。你在天有灵，定要保佑他平安归来呀！舒义本就是将星命，青儿大可放心。这枚红玉是我西征得来的，他在如我在，愿他保佑我的青儿万事顺遂，平安喜乐。好啦，我要走了。木哥。好啦，我要走了。木哥。你记得要对圆圆好呢。我明白，他可是咱侯府的贵人呐。木哥。圆圆看着睡梦中的老夫人，嘴角含笑，眼角带泪，满意的笑了。好啦，这下你们没有遗憾了吧？先侯爷也可以安心做你的城隍去溜。好希望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的误会啊。不过有也没关系，反正有我呢。
第二天早晨，老夫人醒来，细细回味昨日的梦。春和，我昨日里梦见，哎，这是什么？原来那不是梦啊！牧哥，圆圆。林丽文的伤势太过严重，她被烧焦的身体无法动弹，只能转动眼珠，向站在床边冷冷望着她的尤静茹求救。侯爷，夫君这是在跟妾身说话吗？那原本是嘴唇的地方微不可察地动了动，只能靠舌头辅助发声。尤静茹缓缓蹲下身，扶耳过去，让我死。妾身明白。大夫，您一定要帮我救救夫君呐！您甭管用什么法子都成，只要让他活着。我一定会保住他的性命，夫人放心。不是，我想死呢！林丽文想要高声抗议，可她的嘴唇只稍微动了动，就疼得不能自已。求求你们，给我个痛快吧！绝望已经不足以形容他此时的心境。对于如今的他而言，死是一件特别奢侈的事情。这是报应吗？书医烧伤后，等待治疗的那2个时辰，是不是也同我一样这么难熬？我后悔了，我知错了，老天呐，给我一个了断吧！大夫，我夫君还中了少量的砒霜，你能不能把这毒给逼出来？大夫为难地看了眼林丽文，恐怕不好办呐。昔日神医华佗为关将军刮骨疗毒，大夫大可效仿华佗，为我夫君刮骨疗毒。什么？我都这样了，还要刮骨疗毒？啊，刮！多少银子我都可以出，只要保住他一条命，求您了，大夫。您夫妻2人真是伉俪情深呐！就冲你们这份夫妻情谊，我也会倾尽毕生所学医好他的，此乃我身为医者的分内之事。真是太感谢您了，大夫。我丈夫要是有什么，我也会活不下去的。夫人放心，林郎，我不会让你死的。咱们好不容易才修成正果，在一起才几个月呢，你可不能那么快死。我还要你陪我到头发花白的时候呢。感受着林丽文气若游丝的呼吸，尤静茹像得到了宝贝那般心满意足。唉，真是可惜呀！要是我的孩子有你这般命运就好了。等我要死的时候呀，我就让你解脱，然后咱们一起去找那个可怜的孩儿，一家3口一直在一起。毒妇，毒妇！林丽文在心里把尤静茹千刀万剐。我就说为什么要那么积极的帮我掩埋父亲的尸身，原是在这里等我呢，生怕我坐牢，对吧？我哪儿有对不起你的地方？你为何这样对我？下地狱啊！啊！地狱？哼，我会下地狱的，而且放心，我一定会带上你。老天呐，给我一个了断吧！想得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娘亲，娘亲！月光如水，倾洒在庭院之中。宁氏闭眼，面前的酒壶已空了大半。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太多太多，可谓翻天覆地，似告别，也似重生。圆圆的圆圆像个小炮弹一样冲了进来，一头扎进宁氏怀里。圆圆，娘亲，我跟你说，爹爹给我找了最好的糖葫芦师傅，他做的糖葫芦可好吃了。娘亲，你尝尝，圆圆一口都没舍得吃呢。就是过来的路上，
实在忍不住，就舔了1、3小、4小口。好，谢谢圆圆。宁氏微笑着咬下一粒，眼里泛着泪花。娘亲，甜不甜呐？是吧是吧，娘亲以后的日子都要甜甜的。哎，谢谢圆圆。这里是私宅，你们把陌生病人抬进来作甚？他嫌弃地掩住鼻子，一股子恶心的皮肉烧焦的味道，真是晦气。姐姐，这可不是陌生病人，这是咱们的夫君呢。不要乱开玩笑。我可没有乱说。唉，夫君被圣上褫夺了爵位，成了一无所有的庶民，一时间想不开，自焚了。幸好我去得及时，将他救下。但是夫君一辈子只能靠咱们姐俩伺候了。那大夫说，我们要日日替夫君用药水清洗皮肤，保持皮肤干净。隔一段时间就要换细布，还要用冰块缓解他的痛苦。姐姐，姜氏只感觉彻体冰寒，他愣愣望着担架上的人，那焦炭似的脸庞哪里还有昔日的样子？或者说，那已经不能再称之为人了。我才说了一点儿呢。诸位辛苦了，这是赏钱，你们可以走了。姐姐，你不想照顾夫君呢？你不是宁愿与父母亲人断绝关系，也要跟夫君在一起吗？不会这个时候想抛弃夫君吧？姐姐，你可是品行高洁的太师嫡女，忠贞不二，肯定不会把重伤的丈夫就这样抛弃的吧？杀了他！你说什么？我没听见。我说杀了他！杀了他！你说什么？我没听见。我说杀了他！他都已经变成这种样子了，跟死了有什么分别？他这个样子折磨的不只是他，还有我。了断了他不行吗？为什么圣上要褫夺永定侯爵位？若是爵位还在，大可祈求陛下赏赐专人照料。可如今陛下岂肯理会？夫君不是先侯爷的血脉，是宋小娘跟秦郎婚前私通怀上的，那自然没有资格继承爵位喽。怎么样，姐姐，精不精彩，刺不刺激？怨不得他会跟长嫂偷欢，原是他的生父生母做了榜样呢。尤静茹的话就像一道道惊雷，将他一次次劈开。你是说我辜负了本是侯府世子的丈夫，忍受骂名和冷眼，甚至同女儿断绝来往，就是为了这个不是侯府血脉的孽种吗？那我做的这些究竟有什么意义？除了满脸的皱纹跟花柳病，他什么都没得到。他茫然地抹了把眼泪，笑得绝望又凄凉。咦，你这是疯了吗？又哭又笑的。哎，你上哪儿去啊？哦，我没记错的话，那个方向应该是林丽萍将军的衣冠冢吧。我过得不好，你走后我过得一点都不好。林丽文他骗我，他说他只爱我一个人，我信了。我怎么就那么天真，相信他的话呀？我跟着他什么福都没想到，反而要跟丫鬟一样当牛做马伺候他们。丽萍，你说你会让我幸福的，可你在天之灵为什么不保佑我？我现在还要给他换药，要守着那个烧伤病人过一辈子。你看我过得这般惨，你应当也很难过吧？一道刺骨劈向大地，
僵尸抖了3抖，缩在墓碑后面，幻想着丽萍，你也在为我伤心是吗？你最心疼我了，就算所有人都不理解我，你也会坚定地站在我这边的，对不对？若有来生，我绝对不会同你再分开。次日醒来时，脑袋昏昏沉沉，看不清东西。昨夜的那场大雨在今天早晨才停下，街上全是赶集的百姓。他身上怎么长了那么多脓疮呢？哎呦，全都是脓疮呀！这是怎么了？咦，是脏死人了！这是生了什么病啊？还能是什么？就是那个脏病啊！脏恶心了！百姓们瞬间退后3步。嘿，这不是林立文的小妾姜氏吗？嘿，这曾经可是尊贵无比的太师嫡女，这玩的可真花。就算是丈夫成了庶民，她也不该自甘堕落啊！这也太……姜氏真是风韵犹存呐，可惜被人玩烂了。丽萍将军怎么就娶了这种水性杨花的女人呢？额头滚烫的姜氏听不清他们口中的指点，没有一个人愿意服他。额头滚烫的姜氏听不清他们口中的指点，没有一个人愿意服他。尤姨娘，我听说江姨娘染病昏倒在外面了，全身都是脓疮。全身都是脓疮，该不会是听说是花柳病？花柳病吧？啊！唉，真是太晦气了。你说这姜氏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怎么能染上脏病呢？难不成他夜夜背着我们去青楼接活呢？啊！原来江姨娘是这种人啊！不行，我得赶紧去洗个澡才行。那还把江姨娘接回来吗？接呀，说到底那也是侯老爷的妾室。三院里不是还有间牛棚吗？收拾出来，让江姨娘住在里头自生自灭吧。哎，是。哎呀，林郎，你听见了吗？你爱了一辈子的人，他脏了。你的人淡如菊，你的清风霁月，你的名门闺秀，他现在是个人人避之不及的东西。林立文被剧痛折磨得神志不清，在听说姜氏染了花柳病之后，只有一个念头：岂有此理！杀了他！杀了他！伤风败俗，水性杨花，嫁给我了还在外边乱搞，杀了他！杀了他！我的面子还往哪放？什么面子？哼，老爷您多虑了，您这脸上的皮肉尽失，哪来的面子呀？不必担心。林立文猜得不错，不过短短半日，京城大部分人就知道了姜氏得花柳病的事，包括林疏影。这种事以后不必告诉我，我不想再听到关于他的任何事情。他过得怎样都与我没有关系。什么是脏病啊？你听错了，只是得了风寒，多吃些素菜，不要总是吃肉。圆圆说肉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我觉得她说的对。只吃肉对身体可不好呢。我做点素排骨，咱们一块儿去云麓书院给他带去吧。好。子曰：逝者如斯夫。这个子就是孔子的意思。他为什么要叫孔子啊？那他是不是有一个兄弟叫洞子啊？这倒是不曾听说。上次你还说了一个爱做梦的孟子。罪过，我可没说过孟子喜欢做梦啊。他们怎么都叫子？那他们两个是兄弟吗？啊？夫子，你说孟子还有孔子谁最厉害呀？这个其实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呀？那你说子涵姐姐和疏影姐姐谁好呀？那当然是疏。你小孩子别瞎打听。圆圆，哇，好香啊！疏影姐姐、瑶瑶姐姐，你们终于来救我了。承袭父子，
沙漏都已经漏完了，我可以下学吃饭了吧？可以是可以，但是明天算术课要讲鸡兔同笼，你记得提前准备一下。啊！手里的素排骨瞬间不香了。我最怕算术课了，所以姐姐救我。林疏影莞尔一笑：“你呀，是该学点算术了。上次在朱雀大街上，摄政王的洗脚盆，你才换了一串糖葫芦。”就是，我觉得起码能换3串。疏影姐姐不帮我，瑶瑶姐姐也不帮我，哼！圆圆怎么了？摄政王很少见圆圆这副沮丧的模样，有点担心。爹爹，那天你不是说圆圆可以不上学的吗？但是我听说你在程曦夫子的课堂上挺活跃呀，上得不开心吗？可明天要上算术了，圆圆最不喜欢学算术了。为什么呢？算术太难了。有多难？说给爹爹听听。你看啊，有这么大一个水缸，一边往进倒水，一边又漏水，问什么时候能把水缸装满？那他倒水之前就不能把水缸先补好吗？早干嘛的呀？也不知道都是谁想出来这么奇怪的题。呵呵，那爹爹明天帮你，陪你一起去，再把你堂兄带过来给你垫底，可好？那好吧。对了，程曦夫子还说明天讲课的时候你要准备小鸡还有兔子。哦。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着炸药包？我去炸血糖，夫子不知道，一拉线我就跑，呼隆一声血糖炸飞了。第2日，云路书院。什么情况啊？摄政王都来了，皇帝都来听我讲课了，我这一觉睡起来成帝师了，怎么办？好紧张，怎样才能装出经常给皇帝讲课的样子啊？等等，门口这鸡跟兔子是……程曦夫子，不是你让我准备的吗？圆圆，明天要上鸡兔同笼，你回去准备一下。我说的准备是让你提前预习一下。那行，带了就带了吧。那个今天咱们就学鸡兔同笼。说鸡跟兔子头共35，足共94，那么鸡兔各几只？那这道题呢，我们要先注意几个问题。这个第一嘛，李承熙滔滔不绝地讲，小皇帝在岸上奋笔疾书，转而看圆圆时，座位却空空荡荡。圆圆呢？你们都听好了哦，你们先把脑袋抬起来，让我数一下，1、2、3、4、5，怎么不对呀？那这样你们再把脚抬起来。小天道这是找咱们做什么呀？不知道呀，可能是想看金鸡独立吧。我看其他鸡都抬的右脚，可我右脚上有鸡屎，怎么办呢？我撑不住了。那个，你这腿怎么放下来了？我实在坚持不住了。我也，哎呦！鸡跟兔子趴了一地，留下圆圆在风中凌乱。这时，赵子涵和林疏影走了过来。圆圆，你这是要请大家吃炸鸡吗？他好像还想吃烤兔子。你们2个馋虫，猜得一点都不对。我在算数。算数？鸡兔同笼啊，这个简单啊。简单？一点都不简单。对，圆圆真棒。很快，圆圆和圆叶把算好的题呈给李承熙。不错，陛下与圆圆姑娘果然是聪慧过人。好了，漂亮话就不用说了，我们可以下学了吗？
可以，当然可以。那我们就下学。好哎！哎，小神仙，你上次说的那个酱猪蹄到底在哪儿啊？可以带我去吗？好啊，就是在……陛下，您今日的奏折批完了吗？好吧。元夜被摄政王抓回宫里批折子。小皇帝好可怜呀！哎，要不给他买一个酱猪蹄吧？蹦蹦跳跳的跑向了柳记猪蹄儿。而在朱雀大街的另一头，没银子就别住店，赶紧滚！你这人咋这样呢？我说了会补上的。什么档次？没银子还想住店？来人，把这个不男不女的东西给我扔出去！切，不让住就不让住，有什么大不了的？赵从阳自被柴大力赶出来后，拿着他给的钱住了客栈，几日就花没了，被客栈老板赶了出来。那不是袁以恒的堂妹吗？终于买到了，真香啊！喂，圆，我怎么听到了赵从阳的声音呢？圆呀，又听见了，我一定是饿坏了，都出现幻觉了。赶紧让我吃2口肉肉压压惊。什么幻觉呀？就是我，你是袁以恒的堂妹，他肯定会出来见你。啊，你手里这个是肉吗？好香啊！圆圆赶紧把酱猪蹄藏在身后。你找我哥哥做什么？找他借猪啊！没看见我现在落魄了吗？那东街那边正在招搬石头的工人，还有那个酒店正在招伙计，这些都可以赚钱呢。我哪能干这种事儿？我是姑娘家，干活都是男人，哪有姑娘家弄这个的？啊，你是姑娘家呀？你一直都说你特别讨厌姑娘家，我都还以为你是一个小伙子呢。我不跟你扯嘴皮子功夫，快带我去找袁以恒。那你不愿意工作，所以是想在我哥哥那里一直住下去吗？不行吗？我是他兄弟，照顾兄弟这不应该的吗？住在同一屋檐下，日久生情，不也是应该的吗？将来我当了靖王世子妃，就让赵国公府的人后悔去吧。看来这个哥哥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了。那好吧，我带你去啊，你可不要后悔哦。圆圆如他所愿，带他去了骁骑营休整的军营。世子哥哥，就是这个赵哥哥，非要我带他来找你。赵从阳并不喜欢圆圆喊他哥哥，但在袁以恒面前还是忍住了。这几天累死我了，你一定得收留我，不收留我，你不是我好兄弟啊！我跟你说过，别让我再看见你。谁给你的胆子，敢强迫我妹妹？不是啊，我哪儿逼她了？你妹妹就是我妹妹啊，我怎么可能欺负她？还不是因为你不肯见我？你到底有没有把我当过兄弟？没有，你很喜欢自作多情。他不想当着圆圆的面发火，但退让只会让他变本加厉。事不过三，你既喜欢做男儿，我也用不着对你手下留情。怎么了？干什么？来人，把他给我绑到箭靶上去。喂，袁以恒，你没事吧？我是你兄弟，开个玩笑都不行啊！哎！将士将赵从阳牢牢绑在箭靶上。世子，绑好了。好，圆圆，还记得这位赵公子自称过我几声爹吗？圆圆掰着指头认真的数：1声爹爹，2声爹爹，3声4声，5声啊，6声。不记得了，反正就是好多好多声呢。那就自称1声射1箭，不记的话，就把箭筒里的箭全部射完，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主意好。哎，别，哪有你们这样折磨一个姑娘的？实在太过分了，这有必要吗？我虽然性子洒脱了些，但我说到底还是女子，你们这样对我，就不怕被人耻笑吗？世子哥哥，子涵姐姐告诉我说，这种一会儿是男孩子，一会儿是女孩子的，就叫人妖。你千万要离人妖远一点哦。赵从阳听见赵子涵的名字就炸了。又是赵子涵，
他这人阴险狡诈，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哄骗我家人把我赶走。袁一恒，你不会真对他有意思吧？圆，我劝你离赵子涵远点，他这人对女子恶意很大，总想跟人争个高低。你们最好信我的啊！还差19支，再造谣，下一箭射中的就是你的喉管。赵重阳满头大汗，绑在箭靶上的双手发起了抖，大气儿也不敢出。袁一恒，你居然来真的！我以后不会在你面前口不择言了。我只想着我们是好兄弟，没必要讲究那些个表面功夫，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了。你要是不喜欢的话，我以后不说了，好吧？我错了，放我下来吧，我已经好几日没吃顿饱饭了。袁一恒很清楚，他的承诺就跟放屁一样。圆圆，要不要试试射箭？圆圆，要不要试试射箭？啊，我吗？你父亲可是百战百胜的摄政王，你就不想试试射箭的滋味？啊，说的是啊，那我就用这个吗？赵重阳顿时汗毛竖起。我错了，别杀我！你怕什么呀？我又不射你的脑袋，我只是射你后面的那个靶子。虽然今天是我第一次射箭，但是我可以用我的饭量保证，肯定，应该就还挺准的吧。赵重阳精神紧绷，死死盯着圆圆的箭头。别顽皮了，我来教你。他调整好圆圆的姿势，左手持弓，右手搭箭。现在凝视你的目标。圆圆立即挤出一个犀利的眼神，凝视赵重阳耳侧。袁以恒带着圆圆的手一拉，箭矢划破疾风射出去，贴着赵重阳的耳朵，命中箭靶。赵重阳两眼一翻，脑袋垂了下去。我好棒呀！我第一次射箭就这么成功。不错，皇叔后继有人了。咱们小圆圆天生神力，将来就是我们大招的巾帼英雄。我觉得我还是更想当一个女伙夫。世子，赵姑娘晕了怎么办？用水把她浇醒。她应该是还没有吃够教训吧，才2支箭就晕了。不用，圆圆有办法能让她不要再打扰世子哥哥。哦，是吗？圆圆摩拳擦掌。你们先全部都让开，给圆圆大夫腾个地方，我可是要大展拳脚了哟！呼呼哈嘿！赵重阳迷迷糊糊地睁开眼。该死的袁一恒！才出声他就突然闭上了嘴，无比震惊地瞪圆眼睛。我应该是听错了吧？谁在屋里？为什么我的声音变得如此粗犷沙哑，像个男人一样？他继续尝试发声，声音还是如方才那般低沉粗糙。这是怎么回事？喉结？女子哪来的喉结？我怎么可能有喉结呢？对，一定是梦。透过水中的倒影，迫切地观察自己如今的长相。倒影中的他没有精致突出的五官，本来就粗的眉毛更粗更黑了，鼻子上冒出了许多毛孔，皮肤变得粗糙黝黑，下巴还长出了稀稀拉拉的胡子，喉结随着他吞咽的动作上下来回滚动，他赫然变成了一个男人。开什么玩笑？我肯定还在梦里，快醒过来啊！直到脸打肿了，他顶着剧痛去照湖水，出现的还是那个貌不惊人的男人。赵重阳想也不想，一头扎进了水里，快要窒息时抬起头，依旧是男人的长相。天哪，我一觉醒来居然变成了一个男人，这怎么可能呢？小小鱼儿飞呀飞在蓝天里，小鸟儿游在大海里，公鸡会生蛋，母鸡我啼，事情全颠倒，哈哈，你说多可笑。你不是一直都不喜欢女子，还希望自己像男孩子一样吗？那我实现你的心愿，把你变成男孩子了，你不要太感动哟。我是女人，快把我变回去！啊，你不是最看不起女子了吗？
变回去干嘛呀？现在你还可以上战场报效国家呢，你是不是很激动很开心呢？赵重阳恨得双眼通红，向圆圆扑去，圆圆轻松躲了过去。然后你不能再骚扰我世子哥哥了哟，不然的话你可就是花婶婶说的那种断袖了哟。哦，对了，我听哥哥们说军营在为讨伐罗修部而征兵呢，你的年龄刚刚好，要是你愿意的话，我可以直接帮你走后门，让你去上战场哟。可我是个女孩子呀。你现在是男孩子。我不想上战场啊。你最想上战场了。可是我害怕呀。你最有抱负了。赵重阳的确想征战沙场，那是因为很多士兵都是男的，他若是入伍，必是众星捧月，轻轻松松就能获得许多人的目光，让他拥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存在感。这样大招所有的女人都会因此羡慕嫉妒他。我只是享受作为唯一女子被追捧的感觉，我不是想真的变成男人。他不觉得自己有错。我又不像林淑颖长那么漂亮，走哪儿都是焦点，我就剑走偏锋，去男人堆里找存在感，这错了吗？我只是想体会一下被重视的滋味啊！把我变回来，把我变回来。不要。小小鱼儿飞啊飞在蓝天里，小鸟儿游啊游在大海里，公鸡会生蛋，母鸡窝窝啼，事情全颠倒，哈哈，你说多可笑。袁以恒，你要帮我做主啊！一个高大威猛的男人柔柔哭泣着撒娇，这个场面对袁以恒来说无疑是炸裂的。咦，来人，把这个擅闯军营的外人赶出去！我不是外人，我是赵重阳啊，赵国公府的大姑娘赵重阳。没人在乎他到底是谁，赵重阳就这样无情地被赶出了军营。赵重阳无处可去，跟着孤魂野鬼般随意流浪。母亲，我知道错了，你带我回去吧。我不认识你啊！我是重阳，我是你的女儿重阳啊！哪来的疯子？你是男人！我是女子，是我突然就变成了男的，我真的是赵重阳。他泪眼婆娑地向大房夫人求助。我以后听你的话，你带我回去好不好？我知道错了。这位公子，我的确是有一个女儿，但我也真的不认识你，你还是快些离开吧，不要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呀。我真的是赵重阳，你要怎么才能相信我啊？我赵重阳抓狂了，他没想到有一天连证明自己的身份也做不到了。我有今天，跟你也脱不了关系，我不会放过你的。说着就扑向赵以松。来人，来人！把这个陌生男子赶紧带走啊！以松，你怎么样呢？赵以松虽然不是他的亲生女儿，但他性子直率，说话随和，他很喜欢这个姑娘。母女情深的一幕映入赵重阳的眼帘，他羡慕、嫉妒又难过。赵以松如今所拥有的原本是他的，他有把他捧在手心疼爱的家人，他并非没有存在感。可他从不觉得这有什么好特别的，也从来没有珍惜过，直到失去才知道有多可贵。他还真的去入伍了呀！圆圆看着参军名单上赵重阳的名字，说起来我还真有点羡慕他呢。我一直都想当女伙夫呢，但是最近就感觉，好像遇到了那个瓶颈期，就是做出来的蛋挞跟脏脏包一点都不好吃，但是赵重阳什么都没做，就 biu 的一下就当上伙夫了。哎，他可真是幸运呐！圆圆由衷的羡慕。他饿得连力气都没有了，走2步就倒，漫无目的的不知走了多久，乱入了一支不知名的队伍。喂，你要不想报名，就让给后头的人。
我这是到哪儿了？征兵入伍啊，还能事了？入伍能给饭吃吗？他现在只想填饱肚子。等你合格了，想吃多少吃多少。那我报名。赵从阳看着高大威猛，实则体弱多病。都尉派他去当了伙步兵，负责给警察做饭。春闱到了，圆圆一大早就来侯府为李承熙和林淑妍加油打气。哇，好香啊！他们怎么知道我今天要过来呀？还准备了那么多好吃的。其实我也没有很饿啦。圆圆小姐来啦！二公子春闱在即，我们正在准备拜文昌帝的贡品呢。啊，不是给我的呀。圆圆小姐，您用过早饭了吗？我吃了呀，我吃的可好了呢。我现在一点也不饿，就是你们摆的这些，其实我在家里经常吃，我一点都不馋。大早上的，谁能吃下那么油腻的东西呢？我就不想吃，那个烧鹅，那个是烧鹅吧？知孝莞尔一笑，吩咐厨房为圆圆再做一份。承熙夫子好，舒颜哥哥好，你们两个放心烤哦，圆圆帮你们找关系。不用，多谢圆圆了。摄政王一生清廉，承熙兄不必担心。他说的找关系是文昌帝啊。那好吧，那就多谢圆圆亲自帮我们拜文昌帝啦。唉，怎么都不相信我呢？哼！文昌爷爷，文昌爷爷，小天道来了。哇，你这里的好吃的可真多呢。春闱在即，历来如此。就是那边那个烧鹅，那个是我们家的，我自己都没吃呢。文昌帝早就脱离了凡俗之念。小天道请自便。那都是大家给你的，那多不好意思啊。那我光吃我们家的烧鹅，那个烤鱼，这个猪蹄烤得多香啊。我就不吃了吧。你吃吧。那我就吃一点点啊。我都已经很饱了。这个烧鸡呢？不知道过了多久，圆圆才打着饱嗝回到了凡间。第二天大昭城内，凡有学子春闱的家家户户，这个烧鹅怎么什么味儿都闻不到了？嘿，老头子快过来，给文昌帝的贡品居然闻不到味道了。听说神仙用了贡品，贡品就会失去味道，这是文昌帝显灵了呀。文昌帝保佑我儿高中呢。圆圆一直睡到日上三竿才起。吃饱喝足，就是好像忘记了什么重要的事情。算了吧，不想了。文昌帝和蔼的一笑，小天道此番上界所谓何事，其实他早已了然。为天下学子10年寒窗，为凡间朝政天朗气清，他自知如何决断。放榜了！同名，会员李承熙是会员。我家二少爷，那是我家二少爷林淑妍。哎呀，恭喜呐！春闱放榜当日，李承熙名字居榜首，是为会员。林淑妍也在榜中，成为大昭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贡士，当之无愧的天才。团团哥哥真厉害，再过一段时间就可以去参加殿试啦。圆圆，你可不可以帮团团哥哥一个忙？好啊，团团哥哥你说吧。你就跟陛下说，不能参加本次殿试。啊，为什么呀？团团哥哥不想当状元吗？都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可自从我认识了圆圆，认识了李承熙，我渐渐觉得
其实更深奥的知识还在书本之外。这些年我幽闭在家，错过了太多。百姓需要的不应该是纸上谈兵的人，我应该多去学学书本之外的知识，读读无字之书，才能更好地报效朝廷。那你要学习多久呢？3年。3年之后，团团哥哥一定不会让圆圆失望的。那好吧。圆圆进宫找到圆叶后，却看他愁眉苦脸。你怎么啦？许多百姓今早聚集在礼部门前抗议，大喊李承熙舞弊。这简直就是子虚乌有。百姓们的说法是，李承熙是从偏远州县出来的考生，怎么可能打败国子监和京城众书院中才学渊博的夫子教出来的优秀学生夺得会员呢？所以觉得他肯定是舞弊，一个个的喊着要为寒窗苦读的考生鸣不平呢，还说礼部尚书作为春闱监考官，肯定已跟李承熙串通一气。礼部尚书又不是傻的，今年参加科举的有那个什么侯的孙子，还有那个什么公的那个亲戚，人家不包庇那些权贵，干嘛要帮一个没有家世背景的人舞弊呢？科举算是大招相对公平的，可以帮助寒门学子跨越阶级的途径了。自从安国公的儿子王导贿赂主考官夺得亚元后，科举开始前半月和结束后半月那段时间戒备更森严了，督察院会对各位监考官严加看管。具体到往常的书信往来、账本以及考官的人际关系，根本不可能发生私相授受后助考生舞弊事件。承熙先生那么穷，连顿鸡腿都没请过我吃，哪里来的钱贿赂礼部尚书呢？外面传言说李承熙住在宁府，肯定是宁夫人出的银子，还说就因为李承熙入学云路书院，所以宁夫人要靠他的名气发展生源。我怀疑是有人故意在传播这些风言风语。秋闱时无人质疑李承熙是解元，春闱结束后怎么可能多出那么多人抗议呢？就是，肯定是有人针对承熙父子。不过没关系，我已经派人去查了，应该很快就到了。好。陛下，查到了，说是在春闱结束那日，有位名叫齐子明的学子同围观百姓说了些闲话，这才引起百姓们对于承熙考生的怀疑。又是这个油腻怪！我还以为他娶了媳妇儿以后能消停一点呢，结果还在外面到处造谣。没错，此时齐子明已经在林疏影经营的铺子外徘徊好几日了。林疏影雇的打手就等在门口，他也不敢靠近。打手要是做事来打他，他就跑，反正他跑步速度倒是挺快。林疏影不耐烦的表情映入齐子明眼帘，他得意地勾了勾嘴角。为我生气就是还在意我，果然他还是喜欢我的。也是，李承熙已经被打成科举舞弊之徒，就算疏影之前被他的外表所蒙蔽，这回也看出来我比李承熙要好的不止一星半点了。疏影今年都快18了，也未曾定亲，就说明他一直在等我。他整理了一下衣襟和形容，这个我是你们掌柜的旧识，他肯定会愿意让我进去的。我们家掌柜的说了，最不想看见的就是你，滚！有辱斯文，有辱斯文呐！林疏影，你一定要做得这么过分吗？瞧你那窝囊样子，又是热脸贴了人家的冷臀部了吧？你有辱斯文，有辱斯文！斯文？就你这样子，还好意思提斯文？我都替你呀臊得慌。他要去礼部看李承熙的事情处理得如何，真希望他到的时候，李承熙已经被剥夺了殿试的资格。什么？你说李承熙要重新考过？走来听百姓的议论，齐子明不免诧异。对啊，就在礼部正堂重新考呢，有考官和咱们这些老百姓亲自监督。这不好吧？
齐子明欲言又止。若是礼部尚书真与李承熙同流合污，那么定然会在中途使些小动作的。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啊。旁边的百姓古怪地看他一眼。这回的主考官不是礼部尚书，是摄政王。啊，竟不是陛下亲临？那摄政王也有可能帮助李承熙舞弊吧？岂料百姓们这次没有同意他的话。你在说什么屁话呢？摄政王怎么可能徇私舞弊呢？就是陛下继位时尚不知事，是摄政王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咱们老百姓能安居乐业，都要归功于摄政王殿下。殿下刚正不阿，为了国家安定在外征战，你若是再敢揣测陛下，老身就撕烂你的嘴。在老百姓眼里，摄政王就是忽悠大招的英雄，绝不允许有任何人侮辱他们的英雄。在下也只是推测而已，各位没必要太过生气。推测也不许。在下知错，不就是随口一说，何必那么较真儿？他们怎么就知道摄政王不会收贿赂？在这世上，谁会不喜欢银子？而且摄政王的女儿是李承熙的学生，用脑子想一想就知道摄政王是很有可能包庇李承熙的。他李承熙后台多着呢，不像我没背景没家底。哎，齐公子，你也一起吧。坐在摄政王旁边的圆圆对他露出了极为阴险的笑容。你跟李承熙一起考呗。见所有人把目光投到自己身上，齐子明的礼衣都有点汗湿。这个，在下平和要同他一起考，除非你林姑娘有本事，在我赢过李承熙后，让陛下把状元的头衔赏赐给我。若是你赢，准你直接参加殿试。齐子明对自己的本事再清楚不过，让他参加殿试，他也合格不了，可架不住百姓们的热切。快同意啊，齐公子！摄政王殿下向来说一不二，你不是一向以秋为食，因照顾母亲没法继续考吗？殿下是在替你弥补一项。对呀，正好让摄政王和陛下看到你才华横溢的文笔了。你们，要不是你眼神那么真诚，我还以为你在故意坑我。似乎是看不惯他犹豫不决、动摇不定的样子，百姓们直接把他推了出去。对了，还有啊，那要是李承熙在这次复考中还是得了第1名，那你作为质疑他的人，那要怎么赔罪呢？我怎么知道李承熙是不是真的舞弊？要是他没有舞弊，那我岂不是失了名声，还得赔罪？齐子明还在举棋不定，倒是追捧他的百姓们迫不及待帮他做出了承诺。若是李承熙在众目睽睽之下做的文章还是得了所有考官的青睐，那齐公子就给他下跪磕头道歉，然后认李承熙当老师，怎么样啊？好，这样没问题。这我看行，这行。齐公子，你觉得大家的意见怎么样呢？齐子明骑虎难下，纠结片刻后咬牙道：行，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说不定李承熙这回文章写得很烂，对，我不一定会输。开始吧。本次复考共3个时辰，炉里插了柱厚厚的香。齐子明就跟凳子上长出针似的坐不住，偷偷摸摸去看旁边的李承熙。李承熙压根儿没感觉到他的目光，专心写作。哎，这齐公子莫不是得了痔疮？这屁股怎么动来动去的？凳子上是有刺儿吗？他是不是不会呀？怎么可能呢？人齐公子是能写出寸草记的人，区一篇文章对他来说不在话下。可是他现在跟我憋了好几日，在茅厕用力到差点虚脱，还是拉不出屎的那种样子，差不多呀。哎呀，你能文明点吗？我这叫话糙理不糙。但这也太糙了。对，没错。就在香快要燃尽的时候，李承熙舒展一口气，把墨还未干透的考卷呈了上去。可否再等等？你交还是不交？是要自动放弃吗？不敢。然后齐子明又装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以免百姓质疑他的才华。
哎呀，看齐公子那个样子，像是胸有成竹啊！太好了，齐公子终于不用再等3年了，等4月殿试过后，他就是状元了。那看来他刚才讹不出屎来的那个样子是装的，那比我强，我就经常便秘。麻烦闭嘴，谢谢。好。阅卷时采用了春闱的规定，连内阅卷2人1房，原业钦点了共10名考官阅卷，就为了让质疑的百姓心服口服，消除质疑。约莫1个半时辰后，回摄政王，10位考官的评选结果已出，请您过目。圆圆好奇地凑过去瞧，哇，这个结果还真是出人意料呢。齐子明惊喜的双眼睁大，难不成我随意写的文章胜过了李承熙？唉，优胜者是齐子明。我就知道齐公子厉害，人家可是少年天才，怎么可能会输给偏远州县来的普通学子呢？那肯定的，4月殿试齐公子绝对会中状元。要是不中，我倒立吃鼻屎。就说了李承熙是舞弊，你们还不信，非要出动齐公子来打击他，能力悬殊实在是太大了。那所以要如何处置李承熙呢？科举舞弊的话，起码得满门抄斩吧。中状元那日，我定要骑高头大马经过林疏影的铺子，让他后悔错过了怎样优秀的男人。他本可以当状元夫人，如今除非他跪下来求我回心转意，不然他连当我侍妾的资格都没有。我到时候先把董佩玉那个毒妇给踹了。李承熙镇定自若地站在他旁边，舞弊的谣言传来时，他并没有紧张。清者自清，他没必要紧张着急，更没必要自证。齐子明不知何时来到了李承熙身后。林疏影就是个见利忘义的人，他现在中意你，等你失去科举资格后，他会毫不留情地把你踹开。我没记错的话，齐公子已有妻室，怎的如此关心旁的女子心系何人呢？反正我比你强，你等着瞧吧。说完愤愤地准备离开。我还没说完呢，你着急走干嘛呢？不是已经宣布完了吗？我话才说了一半，你们就开始欢呼雀跃了，所以我就等你们高兴完再接着说呀。林姑娘还有何要说？我说优胜者是齐子明，那是不可能的。10位考官都选择了李承熙的文章。10位考官都选了李承熙？开玩笑吧，就没一个选齐公子的。刚不是说这位姑娘是李承熙的学生吗？该不会是在胡编乱造，包庇李承熙吧？就是，怎么可能没人选齐公子呢？有内幕，肯定有内幕。有内幕！原车大掌落在岸上，百姓们瞬间噤声。李承熙胜出。他微微侧目，元禄公公立马会议，快把评比结果展开，给百姓们看看。哇，这个考官说李承熙的文章结构严谨，文辞雄奇，气势磅礴，情感饱满。这还说他是绝世佳作呢。众考官亲笔所写，那定然是做不了假的。还真没人选齐公子呢。齐子明面红耳赤，硬着头皮问：可否给在下欣赏一下承熙公子的文章呢？元彻看向李承熙，李承熙颔首，元禄公公就把李承熙的答卷交到齐子明手里。果真是极好，可凭什么他写得那么好？我为什么就没有他的天赋呢？上天未免太不公平。我付出的努力明明不比李承熙少啊！你为了面子天天请客吃饭，你的努力就像蚂蚁的腿腿那么多，还努力。怎么样？你看出什么来了吗？齐子明强颜欢笑，这个承熙公子所作确实极佳，只是很巧，
其中有一句与我半年前发表在《朝阳录》里的文章很是相似，真是巧合啊！没成想承熙公子也看过我随手发表的文章。哦，那齐公子的意思是李承熙看过他的文章，记下了用在自己的文章里，那不就是抄袭吗？我就说李承熙怎么可能凭自己的才能写出那么好的文章，恐怕不只借鉴了齐公子一个人的想法吧，只是集众成果于他一体了吧。原来不是舞弊，是抄袭。不过应当只是巧合，或许承熙公子的想法与在下相似，也说不准呐。耶，好你个油腻怪，都事到临头了还这么油腻，你这么油唧唧的，是想做炸鸡吗？刚要上前，就看见李承熙从官兵处拿来随身带的布包，拿出2本书籍。不错，我也很疑惑，为何这半年前发行的《朝阳录》中的这篇文章，跟我在6岁时所写投给青州风土的文章，齐公子可否给在下解释一番呢？我过去2年发表过不少文章，都是从10几年前发行的书籍里抄来的，怎么那么巧就抄到了李承熙的？他怎么可能6岁就写出那般流畅的文章？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反正我打死不认就行。那我来看看哦，看不懂，还是爹爹看吧。袁彻静静地看了起来，齐子明焦灼地咽着口水。中心思想、行文结构、词藻典故、类比举例的确高度相同。若你不信，可交由大理寺进行裁决。在老百姓们眼里，摄政王的话比大理寺更权威。摄政王说是，那就是。齐公子居然抄袭？温文尔雅、才华横溢的齐公子抄袭，抄的还是人家6岁时候写的作文。污蔑人污蔑到了正主头上，这么尴尬，要是我，我都不想活在这个世上了。怎么回事啊？你们不是说齐子明是京城天才呢？天才怎么会抄袭呢？我不知道啊，他们都说齐子明是天才，我就跟着他们一起喊了。就是，现在想想，他就写了一本《寸草记》，在科举中一点建树都没有过呀，他连举人都不是呢。你们凭什么认为齐子明能3元及第呀？呸！骗子！亏我还帮你说话。李承熙这个长舌妇，为何要在大庭广众之下提起这事？我们文人最要紧的就是脸面，他怎么就不为我想想？哟，看齐子明这个小眼神就知道，他肯定在心里头骂承熙先生不给他面子呢。那你当那么多人的面污蔑承熙公子抄袭的时候，有没有想过面子呢？我那是借鉴，又不是抄袭。我们读书人的事能叫抄袭吗？齐子明身体绷得笔直，脚趾紧抓鞋底。那是在下误会了，家母还需照顾，先失陪了。齐大才子，你的承诺还未兑现，你该给承熙公子磕头赔罪，认他当老师。当老师就罢了，我有圆圆姑娘1位学生足矣。齐公子这位学生，我实在无福消受。就是，我才不要跟你当同学呢。承熙公子都放过在下了，诸位就让我走吧。不行，承熙公子只说不认你当学生，但磕头赔罪还是必须的。对，就是。齐子明回头看到李承熙微微一笑，那算是默认了。他瞬间气不打一处来。好你个李承熙，平日装得慷慨大方，如今竟逼我当众向您下跪，这不是把我的面子踩在脚下摩擦吗？方才我还不相信他抄袭呢，如今他连亲口说出的承诺都不遵守，原来他真的是这种人呐！又不是我做的承诺，都是你们帮我做的，还能怪我不遵守吗？可我要是不跪，他们定然是不会放过我的呀。对，此时决然下跪，兴许还能落个好名声。齐子明咬咬牙，掀起衣摆，猛地跪在李承熙面前。承熙公子，是在下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在下不该质疑你舞弊，是在下之错，求您原谅。今日之辱，我定要铭记于心，来日再报。
歉意收下了，原谅，还是算了吧。输赢也好，我也好，都不会原谅你。家人们谁懂啊？好不容易春闱结束了，被他害得我又得考一次，写一篇文章要耗很多很多心血的好吗？今天结束，我回去一定要睡他个3天3夜。哼！对，不该原谅，这个杀千刀的把我们都给骗了，我们也是受害者。对呀，要不是他，我们怎么会质疑承熙公子呢？险些冤枉了才华如此出众的学生。承熙公子才是当今无愧的大招天才。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在下只是一介读书人，算不得什么天才呢。齐子明牙齿咬得咯吱作响。我可以走了吗？等等，你胡乱招摇，惹来这么多的人，害得大家卖点心的都没时间和面了，伙夫们都没时间炒菜了，还有卖猪肉的都没时间杀猪了，全都跑过来帮你出头，帮你说话，结果呢，还全都被你骗了。你以为你跪一下就算完了吗？那你还想怎么样啊？我今日被糟践的还不够吗？爹爹，你说呀！来人，掌嘴！来人，掌嘴！幸好只是掌嘴而已。可不光是今天哦，爹爹说，按照大招律法，从今天开始以后还有10天，你都要每天喂食来礼部领掌嘴20下。什么10天20下？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都不能停哦。你这是故意让我死呢？就是能否减少至5日啊？给你讨价还价的机会了吗？我不就是随口说了2句，况且李承熙也并没有真的被冤枉，有必要罚得那么严重吗？圆圆一眼就看出来齐子明在犯什么嘀咕。你不是自诩读书人，或从口出都不知道，造成那么大的影响，只是下跪一下就能解决的吗？我觉得这个小姑娘说的对啊，就该重重处罚她，看她以后还敢不敢。就是这就得重罚这。还有你们在没有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就以讹传讹。看热闹的百姓们瞬间噤声，李承熙自豪地挺胸抬头。证据确凿，以讹传讹，不愧是我的学生，已经能用这么复杂的成语了。等女子科举正式实施后，圆圆一定会成为大招史上第1位女状元。齐子明自从领了那10日掌嘴后，在家里养了2个月才稍微好转。本届科举殿试就在明日举行，他为了养伤许久没去国子监。一进贤明堂，你已经不是国子监的学生了，快滚，别逼我亲自赶。我牺牲了自己终生幸福，娶了董佩玉，才让国子监典籍董大人把我送进来，我死也要死在这儿。你真够不要脸的，诬陷李承熙舞弊不说，你发表的文章都是抄袭的，看你日日侃侃而谈，还以为你多有文采呢，你就是个惯骗，把我们骗得团团转，你是不是很得意啊？我没有骗你们，是你们自己凑上来的，也是你们说我是天才的，我们还不是被你虚假的外表给迷惑了？是你们愚蠢而不自知。你们在干什么？老师，学生无事。学生近日在家中养伤，积攒了许多学业上的问题，正准备一一向老师提问。孙夫子是国子监最和善的人，他曾夸奖过我的诗作，就算别人看不起我，孙夫子也一定会帮我的。你收拾东西，赶快离开吧。老师，难道连你也不理解我吗？你也觉得我错了？别叫我老师，我没有你这种抄袭别人心血的学生。之前见你虽无天赋，却不愿你自我厌弃，为了鼓励你，才昧着良心夸了几句。让你离开，是书院所有夫子的一致决定，你好自为之。可笑，真是可笑！费尽千辛万苦进的书院，就因为李承熙说我抄袭，就都要赶我走，这样的书院不待也罢。
齐子明前脚刚走，国子监祭酒庄大人后一脚就亲自登门找到林淑妍，诚恳地希望他能入学国子监。林公子富有才学，可否想去国子监读书呀？多谢大人美意，淑妍无福，还是更愿意在自家书院。庄大人都想哭了。唉，国子监学生虽多，但抵不过一个林淑妍呐。哎呀，那林公子既不愿，那本官下次再来啊。刘备三顾茅庐才请诸葛亮出山，那我就5顾永定侯府，5顾不行就10顾，再不济就100顾，定要用我的真心诚意打动林淑妍不可。殿试连着举行了3日。累死了，累死了！幸好有你的猪蹄儿，真好吃。这还有没了？你才是猪蹄，还有，我才吃了4个，你都吃了2个了。再说了，考题都是我爹爹帮忙出的，你累什么呀？那在龙椅上坐一整日也是很累的，好不好？我不管，小神仙，你再带我去吃福满楼的烤鸭怎么样？不去。为什么不去啊？我请客啊。那也不去，我还有正事要做呢。不过这李承熙可真厉害，他的文章简直堪称一绝，是吧？殿试结束3日后放榜，李承熙列1甲第1，成为此届科举状元，当之无愧的3元及第。我中了！状元是李承熙，状元真是李承熙。承熙公子中状元了。我看看，没错，同名李承熙，没错。他在那儿。哎呀，这不就是状元郎吗？这位书生精彩艳艳，我家小女正好尚未婚配。让开，我先来的。李承熙是我看中的女婿，你女儿哪有我女儿好？我女儿堪称绝色。状元郎，你娶我女儿吧。在下已心有所属，诸位饶过在下吧。走开，我算过八字啊，状元郎跟我闺女那才是绝配。救命啊！圆救我！多谢，那帮人也太过分了，光天化日绑下捉婿，这姻缘大事岂能以武力相比？幸好有你们救我。不用谢，我才不是来救你的。那是老身行动不便，幸好有圆圆替老身绑下捉婿。老身的孙女林淑颖，慧质兰心，聪明伶俐，不知公子愿意，在下愿意。没有胆识。还没问出口，李承熙便赶紧答应，生怕老夫人有1秒的反悔。这种问题还带抢答的吗？老夫人在上，宁夫人在上。晚生李承熙，自与淑颖小姐初逢，其温婉端方之态，便深入吾心。自此朝朝暮暮，思念难平。如今承熙功名初就，斗胆求娶小姐，愿以状元之礼为聘，以一生呵护，许淑颖小姐一世安稳。好，大招状元之礼，共计白银560两，另有金银细软，李承熙皆悉数做了聘礼。而李承熙刚刚下聘去朝中面圣后，却被封为平州通判，3日后启程。喂，你有没有搞错呀？承熙夫子跟淑英姐姐好不容易才走到一起，你又把他们分开了。啥？李承熙跟林淑颖这么大的瓜，小神仙你怎么不告诉我呢？吃，你不是吃东西，就是要吃瓜，一点都不像我。那个齐子明他不得气死呀？我记得父皇在的时候，齐家跟林家就有姻亲，后来听说又退亲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小神仙你快告诉我呀！不知道，不想说。哎呀，你就告诉我吧，瓜吃一半很难受的。
那你不要让承熙父子去平州，我就告诉你。另外，我还可以请你吃猪蹄哦。哎呀，本朝规定，所有新科进士都要去各州县历练的。李承熙出自平州，对平州的风土人情最是了解。历练一小段时间再回京，我自有重用。再说了，平州离京城又不远，算是顶好的去处了。原来是这样啊，那好吧。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了吧？不行，我还想吃一个松鼠鱼，1盘糖醋丸子，然后3根鸡腿，吃完才能说。好，这个简单。李承熙当晚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失眠到清晨。虽然在京时间并不长，但他爱上了这个地方，爱上了这里的人和物。他遇到了此生挚爱疏影，遇到了热情的宁夫人，结交了朋友林淑妍，还收了一个可爱的学生。启程回平州那日，宁氏、疏影和舒言都来送别。圆圆怎么没来？那我先走了，你们保重。疏影，等我回来。林疏影把一个平安符系在他身上，一路小心，多保重。李承熙刚准备启程，就有一架马车缓缓驶入队伍。我也想去平州玩，爹爹答应了。竹昭叔叔还有八蛇叔叔跟我一起。李承熙错愕片刻，好，圆圆姑娘果然勤奋好学，那咱们就继续为师徒。等你离开平州那日，定将你写出一首漂亮的文章来。咱们之间可能有什么误会啊？就是我只是觉得京城的好多好吃的我都吃腻了，然后听说平州的好吃的也有很多，我就是想换换口味。好吧。来了，快，放炮，奏乐！这就是李承熙呀，李承熙简直是咱们平州的骄傲呀！连中3元，能不牛吗？不止连中3元，状元郎在咱们平州的县士、府士还有院士都中了头名，这真正的连中6元呢！李承熙都有些不好意思了。哎呀，咱们这状元郎不光有才华，模样也俊朗得很呐。听说李家的亲戚早就同他断绝了关系，真是有眼无珠啊。就是这般会读书的孩子，要是我，就算砸锅卖铁也得送他去书院呢。我听说呢，状元郎只有祖母跟他相依为命呢，过得那叫一个又穷又惨。后来老太太染了风寒，没多久就撒手人寰了。那时状元郎才6岁，靠写文章赚来的钱给祖母办了葬礼，守孝的只有他一个人。乡民的议论传进李承熙耳朵。昔日祖母自己受饿，却把讨来的馒头全都给我，自己却因为乞讨被恶霸殴打，奄奄一息倒在门前。李承熙强行忍下眼中的酸涩，骑着马回到那个断壁残垣的家。原本冷清的家中却来了不少人，一见到他就纷纷凑了上来。小橙子，我是你二婶啊！我是你二伯，我是你大姑呀！你呀，真给咱老李家长脸！哇，李承熙家好多人呐！你可算回来了！你知不知道舅舅盼了你好久，想的都直掉眼泪呢。还有我是你七老姑的3外甥女的发小。我是你八姨夫的堂兄的连桥。七大姑、八姨夫、连桥、堂兄，这也太难算了吧？算了，我还是去算鸡兔同笼吧。这里边都是家里自己熏的腊肉跟腊鱼，你很久没吃过家乡的味道了吧？闻闻看，香吧？小橙子，就是村头那个老刘头啊，坏得很，他家的牛吃了咱家的地，我那不成器的大儿子就你刚子哥就宰了他家的牛，
他却把你哥告到了衙门，你可得替咱们做主啊！哎，你就放心吧，这下咱老李家也是城里有人了。有什么事儿是状元摆不平的，是吧？状元那可是天下第一呢。哎，小橙子，你可回来了，我是你亲娘舅啊！哎，我家豆豆就你那个弟弟，科举考了几回了，连个秀才都没考上。哎，你看能不能走走关系？或者你替他考一考啊？哎，我要求不高啊，能给他中个举就成。科举岂能舞弊？舅舅莫要说笑了。嘿，京城跑了一圈，你跟我走上官话了啊？这么点小忙你都不帮，真是太不够意思了。那是小忙吗？知不知道科举舞弊是多大的罪啊？别说李承熙了，你整个老李家的脑袋都不够砍的。就是，还中个举就成，那么容易你自己上啊？口口声声说人家不够意思，那人家遭难的时候你们帮过一回没？没错，你们一回都没帮过。现在人家苦尽甘来，你们还想着巴结要好处，谁见过这么脸皮厚的亲戚啊？就没见过脸皮这么厚的。哇，你们夫妻俩说的相声真精彩，你们会说就多说一点啊。等等，先不要说，我去买个鸡腿，一边吃一边听。想吃鸡腿来我家呀，我夫君的厨艺全天下都找不出来第二个。好，我都好几天没有吃鸡腿了呢。圆圆说着，委屈的泪水从嘴角滑落。多谢常玉姐，这位想必就是姐夫了吧？他叫谢少游。谢少游见过新科状元。那这位可爱的小姑娘是？常玉姐姐好，少游哥哥好，我是从京城来的鸡腿，京城来的圆圆。哪有脸说话？走吧。谢家满满一桌佳肴上了桌，谢少游满头大汗从厨房出来。最后一个菜，盐焗鸡腿儿。少游今天非要亲自下厨招待，你们先吃，如果觉得不合胃口，咱们还备了一桌啊。谢夫人，您太客气了，准备这么多，我们也吃不完呐。吃得完，我都好几个时辰没吃肉了。今天新科状元是座上宾，按规矩李承熙先动筷子。大家吃啊。还是状元郎先吃吧，您是上宾呐。对，您是客人，第一筷子应该你吃。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怎么样？是不是特别好吃呀？怎么样？是不是特别好吃呀？好吃。谢公子的厨艺，的确是天下也找不出第二个来了。谢妙游的眉头皱得能夹死一只苍蝇。状元郎，你们路上几日没吃了？看吧，状元郎都夸我做的饭好吃，是吧？我就说很好吃。来，再尝尝这个糖醋鲤鱼。多谢常玉姐，我其实来的路上吃过了，也不是特别饿。常玉姐姐，承熙夫子不吃的话，我可以帮忙代劳。好嘞。我跟你说，我们路上其实都对，我们来的路上刚吃过，也不是特别饿。说完抱起茶水就往嘴里猛灌。那什么，我娘亲另备了一桌，是府里厨子做的，你们要不？好，那我们就过去吃一点吧，人家做都做了，总不能让人家的心意白费吧。快走。说着就拽着李承熙去了隔壁。不是，我这也辛辛苦苦做了一天了。我尝尝，很好吃啊。是吗？我觉得特别好吃。明明夫君做的饭就很好吃，为什么谢家的人都不爱吃呢？从前还觉得谢家人是开玩笑说的，今日来的李承熙和圆圆也不爱吃。圆圆在隔壁桌上疯狂扫荡。好吃。再给我上10碗米饭。这小丫头吃相可真好，一看就是个有福的，不像我们家妙游，吃顿饭的功夫，人家连媳妇儿都娶了。吃顿饭的功夫就娶个媳妇儿，是什么很骄傲的事情吗？你
你饭量不大，话量倒是不少，甭搭理他。哼，吩咐下去，让厨房再添几个菜。饭后，谢母走到院内，看到端着食盒出来的侍女，询问道：“她今日如何了？”回老夫人，还跟往常一样，吃了2口就不肯再吃了。哦，我知道了，我去瞧瞧。谢母有些放心不下，亲自去了家中最隐蔽的那间厢房查看情况。一个用布条包裹双眼、2只裤管空空的成年男子正静静仰躺在榻上，看不出半点生机。林将军，阳光透过窗格投射在地面上，谢母定睛发现床上的人动了动手指。林将军，你今日感觉怎么样？喉咙还疼吗？都好，谢夫人不必记挂。那我让后厨再给您煮一碗清淡的白粥，您再用一些，成吗？被唤作林将军的男人勉强支起个笑容。夫人有心了。哎，好，我这就叫他们去准备啊。谢夫人心头悬着的石头这才落了一大半，又问了一些他的身体状况，知晓无大碍，才放心的关门离开。一转身，谢妙游在身后用审视犀利的眼神盯着他。你要死啊？走路怎么都不出声的？快走走走，别叨扰人家休息。拽着女儿的手臂，把她拉到月洞门口。娘，你又来看他了。这些年，不管是风吹雨打，还是日晒雨淋，您都要看那个人。您这么关心他，哎，他不会就是那个我们没有见过面的爹吧？我打你个口不择言的东西！哎，打在儿身，疼在娘心的啊！不准你侮辱林将军，他可是咱们娘仨的救命恩人，没有人家，你早胎死腹中了。这么严重啊？娘，你快跟我说，快跟我说啊！当年呀，你父亲走得早，我带着你哥哥，肚子里还怀着你，日子本就艰难，靠织布维持生计。有一回，在迈步的路上遭了劫匪，那帮人穷凶极恶，拿刀子乱砍，幸好林将军路过救下了我。原来是这样。唉，当时我失血过多，差点落了胎，林将军喊了军营的大夫来，这才将你保住。后来呀，他又托人在西市给我弄了个摊位，后来也是运气好，小摊位做到了大店面，这才拼出了一份家业来。娘，我不知道你那么不容易，你以后骂我，我再也不回嘴了。不哭不哭，哎呀，你鼻涕往哪儿抹呢？我这可是香云段，很难洗的。那林将军又是怎么变成现在这样的？按理说，一个为民的好将军不会落到这般下场啊！我是小天道，逍遥又霸道，杀鸡要眨眼，吃肉要放盐，一口7、8只，吃完还是饿，再来吃点啥？谁来支个招？让我看看啊！还好子涵姐姐给了我这个做炸鸡的秘诀。几年前呐，布庄的伙计回家，经过乱葬岗时，发现了林将军。当时他双腿被人锯断，双眼被挖空，全身都是伤，连大夫都说回天乏术了。那您又是怎么把他救过来的呢？上天给我报恩的机会，我又岂能不珍惜？我当时到处打听，终于在平州找到了一位神医，又置办了不少名贵药材，这才抢回来林将军一条命啊！哦，那林将军的家人呢？唉，我只知道他姓林，却不知他的身世，无法找到他的家人。等他苏醒过来再问，他却说不记得了。无妨，许是老天许我继续偿还恩情，将来我死了，你跟你哥哥就替我照顾他，咱们谢家人一定要照顾林将军到寿终正寝。娘，你放心，以后林将军的3餐由我亲自来喂。你算了吧，
你粗手粗脚的，我怕你伤着人家。我也没那么笨吧？反正你跟你哥都不聪明，你哥那是运气好，遇到个不嫌他的常宇。你呀，嘿嘿，哥。原本心事重重的他，心事更重重了。少友，母亲。那什么，我突然想起我功课还没做，我先走了哈。先把鸡肉洗净，我这个就洗得挺干净的，再切成块儿。多大的块呢？这样应该可以了吧？接下来用生抽，生抽是什么？生抽哦。圆圆找来一根棍子，在肉上使劲抽打。嘿呦嘿呦嘿呦，这下应该抽得差不多了吧？嘿呦嘿呦嘿呦，这下应该抽得差不多了吧？圆圆，这只鸡是翻天条了吗？它都被剁成块了，还得被鞭尸。这个你不懂，我在做炸鸡呢，马上就好了。我跟你说，这个就简直就好吃到你都不敢想象。炸鸡？有这么炸的吗？我以为我哥已经够离谱了，没想到除了凤雏，这儿还有卧龙呢。谢谢妙友姐姐夸奖，我还要继续努力。让我看看下一步是淀粉若干，鸡蛋液若干，若干，那是多少啊？算了，反正多放一点，肯定不会错的。然后再裹上面包糠，这面包糠又是个什么呢？妙友姐姐，你知道吗？没听过。不过我家猪圈里有玉米面糠，这糠跟糠应该都差不多吧？我觉得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什么糠不是糠呢？是吧？那我带你去猪圈找。娘，你说李承熙长那么帅，又是状元，我连举人都考不上，你说小雨会不会嫌弃我啊？儿子呀，你别灰心呐，娘就觉得你比他李承熙好上千倍万倍。谢少游心头一喜。那我都有哪些好处啊？那可多了去了。你看呐，你虽然资质愚笨，考不上举人，但是你心地善良啊。好吧，那除了这个还有没呀？虽然你长得不好看，还有点黑，但是你勤劳朴实啊。虽然你做的饭难以下咽，但是你很有勇气呀。娘，我还是不是您亲生的啊？你当然是娘亲生的呀。在娘的眼里呢，纵使旁人千好万好，也不及你分好。就像在你眼里，那些莺莺燕燕也比不上常宇一样。娘觉得常宇肯定也是这么想的。你喜欢做饭，常宇喜欢吃你做的饭。常宇他能说会道，你又善于接茬儿，这就很般配啊。娘希望你们俩能永远这样和和睦睦，白头到老。下面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这次我要让他们对我刮目相看，看谁还说我做的饭是黑暗料理。怎么又做成黑色的了？又成了黑暗料理了。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当上女伙夫呀？这是哪里？里面好像有人。何人？圆圆走近细细观察，一眼就发现了男人腿部的被褥是瘪的。小姑娘，你是迷路了吗？圆圆刚想点头，又想到他是看不到的。我迷路了，就走到这里了。我现在不知道怎么走了，你知道吗？我也不知道。那你是怎么搞成这个样子的呀？我不记得了。不记得了？
我一眼就看得出来，你明明就记得很清楚。那你不肯说，我就只好自己看了哦。圆圆清澈的眼睛有异彩流转，下一瞬，她的神情变得呆滞凝重。她居然跟淑颖姐姐有亲缘线哦！她跟娘亲还有娘亲的娘亲也有亲缘线。圆圆眼神木然。那她不就是5年前那个战死沙场的林丽萍吗？也就是我的舅舅。他不理解这个小姑娘为何忽然乱认亲戚。林淑颖是我姐姐，宁景云是我义母。我还有2个哥哥，林书义跟林书言，还有跟我们住在一起的外祖母赵泽清。林丽萍一直安静地听着，颤抖的嘴唇出卖了她此刻异常激动的情绪，心跳声陡然加快变大，右手用力攥着拳，差点抓破粗糙的掌心。你不是丢过一个妹妹吗？那个妹妹就是我义母宁景云，她现在已经跟外祖母相认了，她现在的名字叫林月阳。怎么可能？我是在做梦吧？还是说如今发生的一切只是幻境？我的弟媳竟然是我的亲妹妹？不可能！林丽萍瞬间平复如狂风肆虐的情绪，语气在顷刻间转为平静。我不认识你说的人。舅舅不相信我说的话。只凭一个小姑娘口头上的话，无法让她相信。她认出我了，还认识我的家人。是傅良派来的奸细，要伤害我的亲人吗？傅良军已经突破大昭的城防了吗？不会。摄政王骁勇善战，他在，大昭就一定在。对，我要做的就是提防所有陌生人。好像还把我当成敌国的奸细了。不过也是啊，那突然出现一个陌生人，告诉你认识你家里的人，你也不会信的。更何况舅舅还是将军，戒备心本来就很强。那我怎么才能让你相信呢？对，我还能让淑颖姐姐来接你的哟。看见林丽萍下意识地攥紧拳头，圆圆赶紧解释：当然不是把淑颖姐姐绑过来的那种接你。你看我那么单纯，那么可爱，你看不见啊。就反正我肯定不会伤害淑颖姐姐的。怎么感觉越解释越乱了呢？圆圆翻遍屋子，终于找到了纸笔。她在纸上洋洋洒洒写了一页，写完后拿起信纸欣赏许久，满意的点点头，举起小拇指放到唇边吹了声口哨，清亮的音铃声传来，高大威猛的鹰隼落到圆圆面前。光彩，把这个回京城交给爹爹哟，我刚刚可不是在给福良传信哦。怎么感觉有点此地无银300两的感觉呢？算了，反正信不信随你，腿都没了又不能跑。淑颖姐姐跟娘亲要是知道舅舅没死还活着，肯定会非常高兴的。哎呀，我怎么那么厉害呀？只是跟城西先生来平州玩玩，我就找到了舅舅，我的运气真是不是一般的好。舅舅，你要好好的，你身体的残缺，我可以帮你治的。林丽萍只觉得圆圆是在愚弄她。她被挖掉的眼球和被砍断的双腿如何治愈？这辈子都只能是个残废了。她甚至希望圆圆真如她所想，是浮梁奸细，能让疏影来此只是她的谎言。她并不希望家人看见她如今的样子。父是什么？可能是我，应该是爹字太难了。我在。平圈是什么意思？有没有可能是平洞？应该是平州，州比较难。找到。舅舅是什么？叫叔什么姐姐来？应该是林疏影。舅舅林疏影，莫非是林丽萍？哈哈，我女儿字写得不错，特别是这个来字，女儿写给我的第1封信。
来人，把这幅书法装裱起来，挂在我的书房，再传林疏影。圆圆忍不住跟他分享八卦。大乌龟林立文，他不是你的亲弟弟哦，是宋小娘跟其他人的孩子。他已经被赶出林家，也不是永定侯了。而且他现在全身都烧伤了，比死了还痛苦呢。林丽萍依旧提防着圆圆，一声不吭。她从前确实觉得林立文心里好像存着很多事，不似父亲那般坦荡。这宋小娘欺骗林家上下，实在可恶。可林立文的妻子宁氏、宁景云，真的是我的妹妹。我的确在宁氏身上感受过一股亲近之感。他常年征战在外，同家人聚少离多，无暇细想这种异样的感觉。若宁氏真是他妹妹便好了，知晓妹妹已平安健康地长大，他便放心了。圆圆絮絮叨叨跟林丽萍说了许多事儿，但就是没有说江楚真的。林丽萍思索良久，终于还是开口：那楚真过得如何了呢？有点怕舅舅气急攻心，抓耳挠腮地想了半天。这个就是我跟娘亲在一起的时间多一些，不过我看评论区的小伙伴们，人人都说她是那个什么花，白莲花，还说她清风霁月，然后人淡如菊什么的。评论区是什么地方？人人都说他已经这样有名气了吗？是挺出名的，都人人喊打了，能不出名吗？白莲高洁，菊花淡雅，那定是称赞他品行高洁。林丽萍嘴角露出笑容。民女林疏影参见摄政王殿下，不知摄政王殿下唤民女来有何要事？圆圆从平州传信说，有你父亲的消息，希望你亲自去一趟。什么？父亲？我看看。这些字太难了。他彻底呆住了，还以为自己在做一个虚幻的梦。毕竟父亲已经死去了5年。我在平州找到舅舅，叫疏影姐姐来。圆圆。虽然他不清楚圆圆明明没见过父亲，却为何认出了他。不管怎么样，我先去平州看看，哪怕只有一丝希望，他也要紧紧握住。因为不能确定，所以他没将此事告诉祖母和姑母，只说亲自去平州做交易。这一定是真的，圆圆一定没认错，一定是这样，千万要是真的呀。其实他也想过，当年没有找到父亲的遗骸，会不会是父亲还没死？但他不敢深思，每想到都会心痛难耐。说是父亲真的还活着，我保证把天下最厉害的厨子都请来给圆圆做好吃的。哇！等林疏影的几日，圆圆每天都来找林丽萍说话。谢母发现了端倪。圆圆姑娘，你是不是认识林将军，认识他的家人？对啊，他是我舅舅。真的？没想到竟那么巧，你竟是林将军的外甥女。也就是说，林将军的血亲都还在世，对吗？他一直遗憾于自己能力有限，无法替恩人找到亲人，没想到恩人的亲眷竟如此巧合来了谢家。是的，我舅舅还有亲女儿、亲娘和亲妹妹呢。圆圆一一说给谢夫人。真好。谢夫人的眼眶逐渐湿润。那林将军的家人何时来接他？林将军离家多年，想必十分想念家人。旺财都已经离开3天了，疏影姐姐应该快到平州了吧？下了朝的李承熙早早出城等候，二人相见后顾不得续相思之苦，马不停蹄赶往谢府。疏影姐姐，圆圆，你说见到了我的父亲？他连续几日赶路，眼下的青黑很深，神情却异常兴奋。是不是真的？跟我来。
姐姐，你是不是腿疼呀？没有，我只是有点紧张。快点，快来看你爹爹！圆圆没有留给他过多的思考时间，一把林疏影拉了进来。林疏影猝不及防就看到了厢房里躺着的男人，滚烫的泪水瞬间涌出来。父亲，小心！父亲！林疏影带着哽咽的轻唤灌进林丽萍耳朵，林丽萍的身体瞬间一僵。爹！他全都看到了，父亲的双眼和双腿都没了。我就知道，父亲若不是到万不得已，都不会瞒着家里人他还活着的事实。你究竟受了多少苦啊？对不起，对不起，爹，对不起，是女儿来晚了，对不起，对不起。爹，你是不是很疼啊？林丽萍仿佛被人抽走了灵魂一般凝滞了，她静静听着女儿的哭声，像女儿还小的时候安慰她那般。不疼，爹没事，没事。终于相认了，这下我是浮梁奸细的嫌疑也应该消除了吧？我圆圆此生从此分明了呀！林疏影哭了许久，两只眼睛都肿成了核桃。对了，这位是李承熙，是女儿的未婚夫婿，是前些日子祖母做主定下的。林将军在上，请受李承熙一拜。快起来！对了，之前你母亲不是同齐家？那个齐子明是个大坏蛋，用疏影姐姐的钱花天酒地，然后还辜负了疏影姐姐，早都娶了别人了呢。然后他还抄袭承熙父子的文章，他现在都已经臭名昭著了呢。原来是这样，想不到齐子明竟然是这样的人。对呀，哪里比得上承熙夫子英俊潇洒，才华横溢，品德高尚，然后他还3元及第，中了状元，现在是平州通判。更要紧的是，对疏影姐姐好得不得了。过奖了。真是个好孩子啊，疏影，父亲替你高兴。此次只有女儿来找您，祖母和姑母尚不知晓。对了，姑母，您的弟媳，女儿的叔母，其实就是祖父祖母丢失的小女儿。姑母已然和祖母相认了。林丽萍直到此时才发觉圆圆所言都是真的，也愧疚于自己误会了那个小女孩。她很久没有这么发自内心的高兴过了。林疏影粗略地跟林丽萍说了一些5年来家中发生的事情。疏义已经能独当一面了，领军打仗了。舒言连续中了举人和贡士，真的很聪明。林丽萍一直静静听着，露出欣慰的笑容。你母亲呢？圆圆姑娘说了一些，但我听得不是很明白。话声戛然而止，陷入诡异的沉默。林疏影强行转移了话题。父亲，姑母她如今已是皇商了。还有圆圆，就是傍晚传信的那个小姑娘，她是姑母收养的义女，实则是摄政王殿下的独女，无数次救林家于危难之中，包括舒义的腿也是她治好的。这倒是有些意外。他上剑泉时在战场上与摄政王配合多次，十分佩服摄政王殿下，竟没想到他会有女儿。他想到看似淡漠无情的王爷哄女孩的模样，嘴角露出了笑容。小小一位孩童，竟能治好舒义的双腿，或许他之前所言我的断腿能治好不是谎话。浅思了片刻，林丽萍很快否定了这个猜测。小姑娘或许是医术了得，才能治愈舒义，但我的双腿已经没了，再厉害的神医也无济于事吧。多亏圆圆将您的讯息非损传书告知我，我成了他不少的恩情呢。
林丽萍等他说完，无奈的叹气。疏影，将你母亲如今境遇告诉我，不要撒谎，我想听实话。圆圆说的云里雾里，疏影又一直顾左右而言他，定是将楚真出了事。疏影姐姐，你说不出口的话，我来说好了。你也不能一辈子瞒着舅舅，他早晚都要知道的。语气怎得如此凝重？难道楚真真的出了大事？你一个小丫头，还是我来讲吧。父亲，母亲在您最后一次出征之时，就已经和叔父有了私情二字，他有些难以启齿。总之，母亲已自愿离开永定侯府，成了林丽文的妾室。寂静短暂的蔓延后，他听到林丽萍问：那她如今过得幸福吗？林疏影诧异地看向林丽萍，林丽萍脸上没有他所想的崩溃与怨恨。林丽文对她好吗？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父亲只想知道林丽文对母亲好不好。那怎么可能对她好呢？大乌龟喜欢的只是舅舅的妻子的这个身份，他就是想跟舅舅争，那争赢以后自然就不在乎啦。而且江氏跟林丽文的女儿都比我还大呢。听到圆圆提及林书瑶，林疏影长长的结语微颤：对不起父亲，我置办了一套宅子养着那个孩子，准备将他抚养长大，求您原谅。林书瑶也至多能活到周岁15及笄。你是自由的，不必寻求我的原谅，听从你自己的内心便好。他不可能会像对待疏影那般对那个孩子，但终究也不是孩子的错。分开住是最合适不过的办法。林疏影索性将事情一股脑全说给林丽萍听。母亲她现在并不好，她传染了花柳病，但我不想帮她治病，她便一直待在林丽文那里。太师和太师夫人呢？林疏影眼中酸涩泛滥。外祖母离世，外祖父已和母亲断绝关系。他缓缓将母亲不肯见外祖母最后一面的事情如数告知林丽萍，所以外祖父对母亲有恨。林丽萍神经绞痛，健全的那只手不自觉地攥紧拳头。5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但他没想到5年楚真的变化会这样大。其实他想到过楚真会改嫁，在知道他选择的是林丽文后，也并不想责怪，他也尊重女儿的选择。抱歉，疏影，这几年你一定很无助。若他有希望继续活下去，定要把全部关心倾注在女儿身上。疏影肯定很需要父亲的关爱，还有母亲和妹妹。带我回家吧。林疏影抵达谢家的第2日，有队人马也低调地出现在了平州城内。这只猪明明就是我的，瞎说，明明就是我家的。这只猪明明就是我从谢家玩的时候谢夫人送给我的。胡说，我家老母猪刚生了一窝小猪仔，这分明就是我家的。我的，我家的，我的，我家的。哼，那你说是你家的猪，那你叫他答应吗？你是不是傻呀？猪怎么可能说人话？猪怎么可能会答应啊？怎么不会呢？小猪很聪明的。嘿嘿，我看你是傻了吧？那有本事你叫他，你让他答应啊！嘿嘿，哼，叫就叫，闪电闪电，告诉他你是谁的猪？还闪电，我还追风呢！闪电，追风是狗，闪电才是猪。小男孩只觉得遇到了傻子，得意洋洋地等着看圆圆出丑。没想到那小猪发出了郑重的声音：“我是圆圆小姑娘的，才不是你的！你个蠢猪，大骗子！哼哼，我是在做梦吗？我居然看到了一头猪说人话！
咦，我看到了一头猪说人话。嘿，你没见过的事情还多着呢。看来你不光蠢，还胆子小。边儿去吧，你个熊孩子！爹，这里有头猪，它凶我。对，抢不赢就抢不赢，还叫帮手，真没出息。哎，那个小姑娘怎么那么像圆圆？哎，她是不是被人欺负了？喂，这个叔叔长得好可怕呀！袁彻正欲上前，被崔若直按住了手。别急，兄弟们都在这儿呢，出不了事儿的。焦屠夫以为儿子说的是圆圆，就是你这个肥猪凶我儿子的。不是他，是他抢了他，然后他骂我。儿子别急，慢慢说，有爹给你做主呢，甭怕啊！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说。闪电问你呢，说啊！闪电仗着小天道在跟前，越发肆无忌惮了起来。对呀，是我骂的，那又怎么样？真是猪爹猪娃，父子俩一样笨。真是猪爹猪娃，父子俩一样笨。你个死肥猪，你居然敢嘲笑老子！看老子不宰了你做猪头肉啊！虽没听到所谓小猪说人话，但从圆圆不经意流转的狡黠的目光，约莫判断出来，这波吃亏的不是圆圆。我可告诉你，我捏死你比捏死一只蚂蚁还简单。哼！爹爹，我好想你。爹爹也想圆圆。小男孩没想到圆圆也有帮手，而且他的帮手看起来比自己的要威武霸气得多。你女儿欺负人，她蛮横无理，抢走我的猪，还让猪骂我。是啊，你怎么教育的孩子？男人原本嚣张的语气在袁彻面前弱下了许多。高傲自大，目中无人，有娘生没娘养的东西。渐渐此时距离他的眼球不过分毫，再往前进1寸就会刺穿他的脑子。方才发生何事？他的女儿绝对不会没来由抢旁人的东西。就是他抢我的猪。那明明是我家的猪，我们家翠花刚下了一窝猪崽。这明明就是谢夫人送给我的小猪，而且谢夫人说了，他们家所有的小猪都是黑脑袋白肚肚，然后头上还有一个小尖尖。不信你去谢家看，所有的猪都是这样的。反正我爹说了，平洲的猪都是我家的，我们家上边有人。袁彻举剑的手特别稳，半晌未动。男人吓得都快尿裤子了，生怕自己小命不保。快给这位小姑娘道歉，别说了。大侠，小孩子不懂事，听见了没？让你道歉呐，不然你老子的命都没了。小男孩不服气地撅着嘴，做了会儿思想斗争，才不情不愿地道歉。好吧，对不起啊。不接受。这样的才接受呢。爹爹，你怎么来平州啦？接丽萍将军回京城。再去拜访你的养父母。我也想着去看他们呢，就是这几天好吃的太多了，就吃着就忘了。我是小天道，逍遥又霸道，接舅舅回家，娘亲把我夸。天哪，林将军竟是侯爵府的人，开国功臣的后代，可他居然也那么平易近人。多谢谢夫人，多谢您救了我的父亲，这是谢礼。这我不能收，我救林将军是为了报恩，若还收了谢礼，我岂能安心呐？那好吧。随后又在圆圆耳边低语，拜托他把匣子放到谢家的账房里。交给我好了。哎呀，不好！圆圆，你怎么了？我得赶紧去吃一些好吃的，再不吃都来不及了。一行人为了等圆圆尝遍所有的美食，特意在客栈里多待了1天。丽萍将军，我们都以为你在北凉坡之战中牺牲了，
为何几年后又会出现在平州的乱葬岗？袁彻和崔若直都到了谢府，同林丽萍叙完旧。崔若直问出了自己思虑多时的疑惑。此时屋内只有他们三人。我当时并未断气，父亲帮我挡下了致命一击。傅良军检查得极其细致，发现我还存有气息，将我带回了傅良国。被俘虏的那半年对林丽萍来说简直是噩梦，事已如今回想，说的较为艰难。我再说一遍，我要你们大招的城防图，你画还是不画？你做梦！不愧是大招的伏波将军，骨头果然硬。来人，将他腿上的肉每日削下来一片给我。至于是每日的哪个时辰削，看我心情。那段时日，他每日想的都是处刑人会什么时候到，精神都变得恍惚。回殿下，他还是不肯招。无妨，我有的是法子。他们在林丽萍腿上的肉只剩下稀稀拉拉一点儿挂在白骨上后，就在数九寒天把它扔在雪地里冻了整整1日，等骨头结冰了，再用铁锤把他的骨头敲碎。嘿嘿，殿下，这林将军的骨头也不怎么硬呀，轻轻一敲，就碎了。嘿嘿。浮梁人还会事无巨细地告诉他，既然林将军说不出我想听的，那么我就说点你想听的吧。你知道你的家人是如何为你举行葬礼的吗？那哭的是一个撕心裂肺呢。没人知道你活着，自然没人会来救你。你已经被大招抛弃了。若是你现在服个软儿，把我想知道的告诉我，我们浮梁兴许还能赏你口饭吃。滚！你居然敢瞪我！来人，给我把引蛇散放进他的眼睛里。他们在他的眼球里撒吸引蛇的药粉，放蛇钻过去啃食。就这样，他们乐此不疲地折磨了林丽萍半年。明天他要是还不招，就把他的脑袋塞进油锅里给我炸。哎，得嘞。可到了第2日，殿下，那个林丽萍，她已经没气儿了。死了？没用的东西，扔到后山去。这样的人只配喂狗。可小兵并没有按照命令把他丢到后山。丽萍将军，咱到大招的地界了，您安全了。你是？您不认识我，小的还未收编进军队时差点饿死，是您给了小的一块饼，小的才活了下来。这些日子，小的一直在想办法把您救出来。总算有一回，我休沐回家，找人买了假死药，怕您怀疑，便没跟您商量，偷偷下进了您的饭里。多谢。将军不必谢我，您是好人，本就不该命绝于此。林丽萍的经历触动了在场的2人，光听讲述都能感到那种痛苦和绝望。这半年，他是以何种坚强的意志挺过来的？英明神武的浮梁女帝，不是说绝对不会虐待任何一个俘虏吗？这算怎么一回事？完全不把大招放在眼里是吗？女帝并不知晓，我被俘虏那时，正值浮梁献帝驾崩，公主继位，百废待兴之时，而当时负责套我话的浮梁将军，则都听命于新帝的侄女浮梁皇太女灵缇。灵缇性子残暴，无恶不作，落到他手里的大招人，活得会比死还痛苦。我会杀了他。低沉的承诺落进林丽萍耳里。多谢摄政王殿下。弱智叔叔，你要去哪里呀？圆圆，你怎么在这儿？是不是要偷跑出去吃好吃的呀？不是弱智，赵子涵都教了你些什么呢？我叫崔若直，若直。好的，弱智叔叔。我爹娘为什么要给我起这个名字呀？
叫崔芷若也比崔若芷强吧？而圆圆在意的显然不是她的名字。那你要去偷吃东西的话，你得带上我。我不是偷东西吃啊，我是去找乐子。崔若芷说完，突然起了玩心。嘿，要不你跟我一起去？我不喜欢玩乐子，我就想吃肉肉。这个简单，你想吃的哪儿都有，但是你得保证不能让你爹知道，要不然叔小命可不保了。没问题。金方碗。随后失望的瘪嘴。不是说带我去吃肉吗？为什么要来卖碗的地方呢？什么金方碗？那叫琼芳苑。扑面而来浓郁的花香味儿，熏得圆圆打了好几个喷嚏，脑袋都晕乎乎的。哟，这位客官，您这是给这孩子准备你们这儿最好的饭菜，选个安静点的包间让他吃。不好意思，我们这儿不是吧？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孩子？哎呦，乖奶奶，吃不吃牛乳糕呀？来，姨娘抱啊！老鸨兴高采烈地接过圆圆，爱不释手般边哄边晃，抱着她去了包间。大人别只真好吃！这个卖碗的地方，做饭怎么这么好吃啊？来，宝宝尝尝这个桂花糯米藕，这个荔枝冻也好吃得很。好，嘿嘿。乖奶奶，饭会不会少了呀？会不会吃不饱的呀？哦呦，怎么了？姨姨说错话了是不是呀？你是第一个会问我会不会吃饱的人。你人真好。我要用我毕生的饭量来报答你。为了报答宝儿，圆圆把群芳苑所有的存粮都吃光了。爹，我跟你说哦，崔叔叔带我去了金方碗，就是里面有好多好多漂亮的小姐姐呢，她们都好喜欢我呢。你看这里还有这里，嘿。孩子开心是好事，但该罚的还是要罚。去外面倒立3个时辰。属下得令。天气回暖，今儿是个大晴天。崔若芷在客栈外倒立，眼前突然出现一只倒立的圆圆，她用斥责的目光盯着崔若芷。你不是好人，我已经知道那个什么金碗就根本就不是吃饭的地方，也不是卖碗的地方。若芷叔叔，你一点都不正经。他方才旁敲侧击地去问烛照，烛照没什么心眼儿，把群芳苑做的行当告诉了圆圆。我又不是去干那个的，我是有事儿。有瓜吃。什么事呀？崔若芷不吱声了。到底什么事嘛？若芷叔叔，你告诉我嘛。圆圆脸都凑到崔若芷面前了，差点贴上去。崔若芷扯扯嘴角，无视圆圆，专心倒立。圆圆坚持不懈地磨了他2个时辰。崔若芷的嘴巴跟沾了浆糊一样，始终不肯说，都把圆圆磨饿了，进门找圆车要吃的。小主子真是太难缠了。他去群芳苑是为了找沦为官妓的好友，好友被家族拖累入了贱籍，他想救他出火坑，被拒绝了，难免落寞。我是来救舅舅的。救？你是说？我可以治好舅舅的腿，还有眼睛。林丽萍原本正静静地听着姐妹俩说话，听到圆圆的话后，错愕地微微张嘴，呼吸渐渐加快。圆圆，你真的能治好父亲吗？我从来都不骗人的，只有小狗狗才骗人呢。可半月前家中采购的栗子酥，一夜之间全都没了。你骗我说只吃了2颗，结果呢，从你房里搜出了2盒。之前是骗过人，但是这次我肯定没有骗人。再说了，为了好吃的骗人，只是善意的谎言而已。不对呀，我是来救人的，为什么还要解释呢？那你不相信，
那算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只是太惊讶了。毕竟父亲的腿，求求圆圆原谅。若能治好父亲，要我做什么都可以。那你说真的哦？林淑颖眼神非常真诚。那我会狠狠地压榨你哦，还要剥夺你的自由的那种哦。林丽萍闻言紧张地屏住呼吸。若是为了我女儿得出卖尊严，我宁愿一辈子都当一个废人。你提出任何要求，我都接受。很好。我要淑颖姐姐去摄政王府，每天3顿都给我做糖醋排骨，一直到我吃腻为止。啊？你想吃的话，随时都可以找我啊。好哎，你们让一让哦。嘿，林丽萍大腿下方原本空荡荡的地方越来越滚烫，还能清晰感觉到血管往下盘旋涌动。她急促的呼吸，心如擂鼓，试探地抬起本是光秃秃的2条腿，膝盖还有小腿和脚掌，这些部位都跟着她动起来了。这不是梦，这是真的，我的双腿回来了。喜之下，她忽略了眼眶发生的改变，只感觉眼周一凉。等等，果真摸到了2个圆溜溜的物体，正好好的镶嵌在眼眶里。他的双手开始止不住发抖，他已经做好了与黑暗相伴一生的准备，没想到还有重见光明的一天。我能看见了，我真的能看见了。谢谢，真的谢谢。圆圆，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你。谢谢你治好我的父亲，也谢谢你告诉我齐子明的真实面目。你对我们父女有大恩，就算你要了我这条命，我也不会有任何怨言。我要你的命做什么呢？你又不能吃。养成恩人救世，感激涕零，定当厚报。圆圆身为天道，受了不少信徒的跪拜，对这些早已麻木。快起来吧，快起来吧！淑颖姐姐，你不要忘了你答应我的哟。你想吃多少吃多少，我保证随叫随到。这还差不多。我怎么感觉我又饿了呢？去看爹爹那里有没有好吃的。天雷滚滚，你怕不怕？劈得他浑身掉渣渣。来到凡间我笑哈哈，帮人改命我顶呱呱。圆圆张嘴半晌都没有吃到东西。适当控制食量。不要！刚认识的时候你就说小孩子吃多一点就很正常，现在熟了要我控制食量，你肯定就是嫌我胖唧唧的。爹爹怎么会嫌弃圆圆？我才吃了1包核桃呢，爹爹你就忍心看我饿死吗？哈哈，此种死法对你而言很难。爹爹是个大坏蛋，明明就还有2包核桃呢。袁彻不为所动，静静看着他打滚。暴饮暴食对身体不好。不管，就要吃就要吃。那再吃一点点，剩下的休息一会儿再吃。果然爹爹对我的撒娇大法也无可奈何。淑颖，路上小心，有什么事就传信告诉我。你自己也多加小心。等我回来。城西先生，你要努力升官，然后回京城哦。你还要教我练字呢。好，我一定努力。话说，小主子的字儿的确不太行。上回收到小主的飞隼传书，我跟毕方辨认了半天都没认出来，交给王爷，王爷才认出来。你们不要以为我听不见，我的耳朵可灵着呢。在下知错，在下知错。圆圆天赋异禀，救治丽萍将军这件事，知情人虽然不多，但还是吩咐下去，让所有人闭紧嘴巴。得令。林丽萍盯着自己健全的双腿，怎么都移不开眼。圆圆究竟是哪位高人，竟能凭空恢复我的双眼和双腿？这真的是普通人能够做到的吗？林淑颖一时满头雾水。圆圆她却非常人，
他甚至能看见一个人的将来，与他所说准确无误。圆圆再次睁开眼，直直看见漆黑的夜幕，明亮的星辰，周围格外寂静，只有哒哒的马蹄声。爹爹，朱照叔叔他们呢？他们先回京城，我们去桃源县。桃源县，林家村就在桃源县。终于能去看爹爹和娘亲了。娘亲看到我比离开家之前还胖了，肯定很高兴。她最喜欢看我胖胖的了。令人欣喜若狂。哈哈，爹爹没有嫌你胖。真的吗？我不信。真的。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林家村禁言了，不能通行，你们绕道吧。为什么不能进村呀？发生什么事了呀？小姑娘家家的，别问那么多，反正就是不能进。圆圆生怕养父养母遇到危险。你到底说还是不说？袁彻静静等着女儿发挥。林家村有瘟疫盛行，不让你们进去是为了你们好。我应该早一点算到的，都怪我只知道吃喝玩乐，没注意到爹爹娘亲的命盘。我应该早点回来化解这场劫难的。袁彻正想纵马越过官兵，就看见了巨马旁摆放的木材和火油。你们打算火烧林家村？官兵本不想解答无关人员的问题，但袁彻漆黑的眼睛一沉，在他没意识到的时候，就自然恭恭敬敬地答了他的话。疫病传播速度太快，前天才发现第一个病人，今儿就有大半村民都出现了症状。县令下令将染病的村民聚在一块儿，烧了事儿。县令呢？县令早在疫病爆发时就带着大夫进入林家村，昨日已不幸染病，传信命属下不必顾及他，一并烧了便好。爹爹，快些带我进村，我有办法。袁彻看了官兵们一眼，只一眼就害得他们猛地定在原地，不敢再阻拦。策马扬鞭冲破巨马，两旁全是皮肤溃烂的村民，有的躺在地上安然等死，有的跪地祈求上苍饶命，有的母亲紧紧抱着孩子。林爷爷和林奶奶，他们的儿子刚娶媳妇还不满1年呢，没有孙子，所以对我特别好，总是偷偷再给我鸡蛋跟大米。爹爹，圆圆，快走快走，你也会染上的，快走啊！先别急，圆圆并非常人，无碍。在知晓圆圆治愈了林丽萍以后，袁彻就多多少少猜到了一些，提出疑惑后也得到了圆圆肯定的回答，不然他绝对不会带着圆圆进入林家村。林父似乎想到了什么，不再拼命将圆圆往外推。娘亲怎么样了？娘亲是不是要生弟弟了？林父正在高度紧张的状态，听到圆圆的问话后，猛地冲进了屋内，圆圆父女俩紧随其后。娘亲，你要生啦！方才你娘亲羊水破了，已经疼了大概有半炷香的时辰，没有大夫，也找不到产婆，这该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他们从未见过这么严重的症状，县令带着桃源县许多大夫查验，不过半日就都染上了这病，不过1夜之后很快便吐血而亡。在疫病爆发的第2日，桃源县就已经放弃了林家村。怎么办呀？怎么办呀？我的天道老头呀，你怎么不给我教怎么接生呀？我可以帮忙。一道清冷的声音传来。云集。袁彻看见聂云集，沉了沉目光。夜观星象，才知林家村有灾，特来相助。摄政王殿下。袁彻微微颔首。摄政王？林父呆愣愣地跪下。您竟是摄政王？那你们？他就是圆圆的亲生父亲。太好了，太好了！我们2口子不中用，时常让你吃不饱饭。哎呀，
这下你认回了亲生父亲，以后顿顿大鱼大肉。太好了，太好了，圆圆终于……娘亲，让我来吧。聂云吉念动口诀，指尖轻轻一点，林木周身泛起一道温暖的光芒，婴儿的啼哭声传来，圆圆的脸色缓和了几分，众人皆长吁一口气。就在此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传来。开门，开门！你们是？就是这家夫妻，我昨晚亲眼见过他们接触了隔壁老爷子的尸体，居然一直都没感染，太奇怪了。林叔叔，你是不是有治疗疫病的药啊？没有。林父记挂着妻子和刚出生的幼子，语气极其敷衍。有的话我早拿出来了，有的话我早拿出来了。少废话，赶紧给我拿药。都说了没有。大家都是一个村的，有药一起分嘛，至于这样遮遮掩掩的吗？林父懒得跟这些地痞浪费口舌，转身就要回屋里。去年你做木材生意赚了那么多钱，我说有钱一起赚嘛，你也不告诉我是哪位高人指点。兄弟们气量大，不怪你。可咱们都要死了，你明明有治病的药，为什么不肯拿出来？还是说这次疫病就是你们夫妻传播出来的？你是不是傻的呀？如果真的是我爹爹跟娘亲传染的，那他们早都跑了呀，有必要待在村里等你们发现吗？啊，又是你这个小孤儿，你什么时候又回来了？作为林家村的村霸，林大壮自然也嘲讽过圆圆，可每次都没从他手里讨到过好处，被一个小丫头片子耍得团团转，之后再也不敢凑上去惹圆圆麻烦。本以为圆圆走了，他就能肆无忌惮来林家找事儿，谁成想又回来了。你为什么不戴布巾蒙住口鼻？你不怕被传染啊？哼，我有什么好害怕的？看，我说什么了啊？你们家肯定有治病的良药，林叔叔，就算我替兄弟们求你了，救救大家吧。哎，我是真没有你说的药啊。那你要看我不顺眼，你把药给他呀。他娘身上刚长出一个红斑，现在吃药应该还有救。求您了，林叔，您救救我娘吧。我是真的没有啊，我家里还有事，你们走吧。看见了没？林叔他不是对我林大壮一个人有意见，他是对咱们都有意见。都这么求你了，还不交出药材，见死不救，对吧？我果然没猜错，你就是这种人。你既然见死不救，就休想生儿子。说着就要冲向林木生产的屋子，跑出林家几尺远才停下来喘气。他家里明明就是有古怪，都是同一个村子的，有必要那么无情吗？我有办法能治好村民的疫病。轻轻柔柔的女声在林大壮等人身后响起。她虽然带着纱巾遮住了下半张脸，但上半张脸美得不可方物。姑娘，你真有办法治疗疫病吗？我叫云罗。他虽垂涎美色，但更在乎云罗能不能治好他们，所以确定般的又问了一遍。诸位借一步说话，你们方才找的林家夫妻就是治疗疫病的关键，他们有高人相助，不惧疫病侵袭，就算是与病人同榻而眠，亦会安然无恙。你长得这么漂亮，肯定不会骗人。我就知道他就是自私自利，不肯拿药出来救村里的人，眼睁睁看村里人都死了，村里的东西就都是他的了，他怎么那么坏呢？云姑娘，那你是不是有办法把药弄出来呢？他们并没有药方。可你刚刚不是说……是因为林家夫妻吃了先人亲手浇灌的蔬菜，效果堪比千年人参，不止不惧疫病，还能延年益寿，强身健体，是真真正正的寿比南山。林大壮屏息，没想到其中竟有奥妙。那还等什么？快些去林叔叔家拔菜呀！这下村民们都有救了。你现在去，只能看到一片光秃秃的菜畦。那么多菜呢，咋就没了？或许是他们不愿意把延年益寿的秘诀与他人分享吧。
林大壮急得团团转。那现在怎么办呢？你不觉得天道不公吗？都是林家村人，凭什么高人就选择了那对夫妻，却没有选择你们这些普通人，害你们承受贫寒与苦楚？你说的仙人？对，就是林家夫妻收养的那个女孩。啊，怪不得自从林家夫妻收养圆圆以后就有如天助。哎，我早就觉得不对劲儿了，他们的命可真好啊。是啊，云罗目光带着深刻的恨意和怨毒，他们的命怎么那么好，而南宫爵的命怎么就那么苦？他那么年轻，从没做过什么坏事，就被那群自诩正义的恶人害死了。天道不公，他只会庇佑自己看重的人，南宫爵也是他的子民，他却见死不救。既然如此，我就要杀光他在乎的所有人。林大壮焦虑无措地来回踱步，思来想去，敲着掌心道：要不咱们去求圆圆吧，虽然我之前得罪过他，但也是小打小闹而已，大家一起生活了那么久，我娘还给过他发糕呢，他肯定不会看着我们等死的。林家小院这边，天空飞来无数的鸟雀，落在林家屋檐，小鸟们在天空盘旋。哇，看来我这个弟弟前途无量呢。你把他想得太高尚了，他若是那么慈悲为怀，早在进入林家村时就应该想办法救人，而不是先去看自己的养父母。他好恨，他找了许久才找到林家村，强行演算圆圆的命格，却什么都算不到。师父曾说，师祖聂云集同天道化身关系匪浅，所以圆圆很有可能就是那个小天道。所以他在林家村的井水里下了毒。我倒要看看功德无量的天道会如何选择。林家村的村民皆是因你而死，除非你帮我复活南宫爵，不然我绝对不会把解药交出来。林家夫妻吃了能抵挡疫病的蔬菜，只要你们吃了他们的肉，就会治愈。啊，你要我们吃人肉啊？对啊，怎么了？他们对村民见死不救，贡献出来些肉，那也是应当的。那位法术高深的圆圆肯定不会救你们这些外人的，除了吃他们的肉，你们别无选择啊。可是，难道你们就不生气不愤怒吗？云罗循循善诱，明明都是人，都是一个村子的人，圆圆却选择他们，不肯将福气带给你们。林家夫妻做过什么善事，凭什么有这样的际遇？也没有吧，林叔和林婶儿确实做过很多善事。之前我家屋顶瓦片掉了，就是林叔帮咱们修好的。林婶儿还留我在他家里吃过饭呢，而且是他们收养了圆圆。当年圆圆还是婴儿的时候，在村口那哇哇大哭，本来是我娘先发现的，但是我娘怕养不起孩子，就告诉了林婶儿，他们一辈子都没有孩子。可能圆圆就是上天补偿给他们的吧。我是嫉妒他们走运，但没办法，那毕竟个人有个人的命嘛。而且林叔林婶儿那是圆圆的爹娘呀，那圆圆的吃喝拉撒都是他们在照顾，先关心自己爹娘，这很正常啊。夫人，你受苦了。我没事，谢谢你们。快让我看看，让我看看，我看看啊！哇，好渴，怎么是这个样子呀？不对呀，我长得这么可爱，弟弟怎么就那么丑呢？弟弟和娘亲也不难看呢。弟弟还说娘亲年轻的时候有好多男子上门提亲呢。尊上，婴孩刚出世时皆如此模样。啊，我刚出生的时候不会也那么丑。娘亲，圆圆没说弟弟丑。娘亲你怎么啦？丽姐，
晕了。哦，见娘亲转危为安，圆圆才有心思问聂云吉：“云吉啊，你是专程过来治疗疫病的吗？其实我一个人就可以解决呀。”我是来为云道山除害的。吃人肉这事真不行，畜生才喜欢吃人肉呢。我宁愿死，也不想吃掉和我朝夕相处的村里人。愚蠢！你们都要死了！圆圆和她养父母却无视感染疫病的村民，其乐融融，一家团圆。可你们却还要帮这家自私的人说话，他们有想过你们的死活吗？怨不得圆圆选择林家夫妻，因为他们够自私，能够替自己争取利益，而你们却只知道记挂所谓的同村之谊，会死也是活该。你长得那么美，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啊？你神经病啊！这疫病又不是林叔林婶传播的，干嘛老是引导我们去怪他呢？刚开始我的确怨恨林叔不把解药交出来，可他说的也是真的，那他真的没解药呀，我干嘛去找他的麻烦？那要找也应该找圆圆啊。我也气林叔不肯带我赚钱，但这些都不至于吃他们的肉吧？我才没你那么变态呢。天爷爷哟，叫我去吃人肉，这女的是恶鬼吧？哪有正常人会提出这种建议的？那万一就是他们传播的呢？那你这么想，那也得有证据吧？所以，你确定不照我说的做吗？搞不来，吃人肉太离谱了，我还是劝你去看看聒噪！本想在林大壮他们吃了林家夫妻的肉后，欣赏圆圆痛苦的神情，让他体会我失去南宫诀时是多么绝望和痛苦。可是这些恶心的凡人一点都不识相，给脸不要脸。哦，原来你也发现了，我早都看见了，他刚刚就在附近，就鬼鬼祟祟的，我都懒得搭理。云道山孽徒多次叨扰尊上，是云集之过。没关系，我经常在肚肚里面划船。对，你在象肚里能撑船。哎，我就是这个意思。聂云集浅浅一笑，婴儿的哭声打破了寂静。弟弟怎么又哭了？应该是饿了。饿了？啊，你等着啊，这些可是我瞒着爹爹偷偷攒下来的，你拿给弟弟吃吧。尊上，刚出生的婴孩没有牙齿，无法吃这些食物。那他要吃什么呀？婴孩得喝奶。奶？哦。圆圆思考片刻，拿来一碗热水，加了2把面粉，试图搅和成白色液体。这个跟奶就差不多，弟弟现在也就这个条件，你就将就着喝吧。哎，怎么变成面团啦？聂云集又叹一口气。正在这时，离开片刻的袁彻端着碗乳白色的液体走了进来。啊，爹爹，我给弟弟的。我也是孩子呀。算了，大孩子要让小孩子，我不能跟弟弟抢吃的。爹爹，娘亲说过，这个要煮开才能喝。圆圆屁颠屁颠跑去厨房烧水，只留聂云集和袁彻站在门前。没想到王爷竟会是尊上的父亲。袁彻有些在意聂云集唤的这句尊上，似乎他很崇敬圆圆。聂云集被忽视也不恼，继续道：王爷是否还在介怀我同昭德帝说过你有同太祖并肩的帝王之相这件事？昭德帝便是袁彻的父亲。昭德帝薨逝后，将皇位传给袁彻的同胞兄长昭明帝。昭明帝体弱多病，在位不过2年便病天，贴身太监颁布遗诏，皇位由袁业继承，袁彻辅政。聂云集问出这句话后，袁彻终于有了反应，他森冷的目光扫过聂云集。国师，你最好闭嘴。聂云集并不惧袁彻的威胁，正准备开口。我的头发，嘿，我最珍贵的头发。袁彻径直去救女儿了，气性还是那么大，跟小时候一样。多谢王爷，还有这位。
他看着聂云吉满头的银丝，面容却年轻英俊的像20多岁的年轻人，实在辨不出年纪。爹爹，他比你大好几百岁呢，你喊他祖爷爷就行了。林福立时露出惶恐难以置信的表情。我姓聂。聂公子，不知聂公子家住何方？改日我必定登门道谢。他住在皇宫里面的观天楼，不用道谢也没事的，他太难找了。林父以为自己听错了。观天楼？对呀，云集是大昭的国师呀。我是不是在做梦呢？一个摄政王，一个国师，居然屈尊来我这个小院子给我媳妇儿接生。日后若是抱着孩子出去说孩子的命是摄政王跟国师给的，估计说出去都没人信呐。我们家何德何能呀？据传国师可是有飞升资格的修仙者，老天爷呀，我面前居然站着活生生的半仙呐！多谢国师赐我举手之劳。你们要不留下来吃个饭吧？啊，治疗一病要紧。对。哎呀，你看我这一糊涂，忘了这顶要紧的事儿了。我能帮上忙吗？不必，留在家中照顾妻儿便好。聂云集说完便走向了村子其他人家。云集已经辟谷了，是不用吃东西的。辟谷？什么辟谷？圆圆猜不到养父又在脑补什么。爹爹，我要去帮云集的忙，你能不能留下来帮我保护娘亲和弟弟呀？好。圆圆这孩子调皮得很，要辛苦王爷多多管教了。哎呀，我这说的什么呢？摄政王才是圆圆的亲生父亲。哎呀，我这也太过自以为是了。虽调皮，但有度。林进士和夫人将他教养得很好，我感激不尽。林夫的眼眶逐渐发热。真是太好了。圆圆离开家时，他和妻子彻夜难眠，生怕圆圆的亲生爹娘对他不好，怕圆圆吃苦。现在看来，圆圆的父亲不仅权势滔天，也是真真正正爱着圆圆的。好香啊！这是什么呀？尊上，这是解药，你不能吃。我知道我不能吃。我又不是个饕餮呢，什么都想吃。我就是闻到好闻的东西，就难免引起食欲嘛。圆圆好奇地凑过去。哪里来的解药啊？有人用云道山的毒，我自然有解药。圆圆离得近，看见了聂云集手臂抱起的青筋。你生气啦？原来你也会生气啊！那尊贵无比的云落仙子可就惨喽！咦，活过来了耶！救我孙女儿！国师，这位老人家没气儿了。聂云集的手顿了顿，眼光更加暗淡。在聂云集替林母接生时，观天楼的小道童们就已经在救人，只是跟不上疫病夺走生命的速度。用不着那么麻烦。指尖泛出一丝灵气，打破葫芦。怎么下雨了？娘亲，这个雨真好闻。是呀，他们好奇地用手接住，雨滴落到皮肤溃烂的地方，竟奇迹般的愈合了。是神迹呢？是神迹啊！神来救我们了，我们终于有救了。是啊，神来救咱们了，真的是神呐！林家村终于有救了，真有你的！躲在暗处的云罗死死抓着手心儿，用力到抠出血来，眼里的恨意十分骇人。还真的有那么大的本事！我费尽心机，冒着被云道山出名的风险偷到毒药，下到井水里，你居然那么轻松就救了这些人。是啊，天道就是了不起，就是厉害，厉害到可以把我跟南宫觉的尊严踩在脚下。
我的南宫爵，甚至连传世的资格都被你剥夺了，凭什么林家村的村民有活下去的资格，南宫爵就没有吗？明明都是人呐！天道不公，那我偏要以蝼蚁之躯对抗天道。云罗死死咬着牙朝林家小院走去。若是南宫爵没死，我们也会有这么可爱的孩子。他居然没察觉有人同鬼魅一般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他身后。可惜。云罗屏气凝神，僵硬地抻着脖子，强装镇定问：可惜什么？当初没一并将你杀了。你还有胆子提？你怎么敢的呀？我当时都差点跪下来，求你放南宫爵一条生路。我甚至还大度提议你可以将南宫爵收编入军队，让他替大昭冲锋陷阵。可你只顾发泄怒火，完全不以大局为重，跟圆圆一样自私自利。若是你听从我的建议，那么南宫爵现在就是深受大昭百姓敬重的大将军了。你杀的不仅仅是南宫爵，还有我的爱情呢。你有种就直接杀了我，我正好同南宫爵去地府再续前缘。但是你最好做好对云道山众弟子复仇的准备。云罗在云道山是众星捧月的存在，而且你别忘了，我的师祖正是大昭国师。他虽未有资格拜见过师祖，但云道山出来的人都极其护短，师祖肯定也是站在他这边的。虽然师祖拿出解药救林家村人，也不代表师祖在知晓是他下毒后会怪罪。我可是云道山最有天赋的弟子，师祖定会舍不得我。云罗笃定袁彻不敢杀他，就算他是大昭摄政王，也要对修仙之首云道山弟子退避三舍。云罗骤然瞪裂眼睛，视线下移看到了自己被鲜血染红的衣裙，然后才感受到脖子上的剧痛。袁彻像扔垃圾一般将他甩飞出院子。你居然敢杀我！也好，我能和南宫爵团聚了。云罗再次睁开眼睛。什么？我没死？醒了。云罗看向声音来源，聂云吉坐在燃烧的火堆旁。师祖，是您救了我。可以这么说。我就知道，弟子云罗拜谢师祖救命之恩。弟子云罗启禀师祖，大昭摄政王袁彻多次欺辱弟子，还害得弟子心上人永堕地狱，求师祖为弟子报仇，洗刷耻辱。师祖同天道走得近，我不能提及天道。等师祖杀了袁彻，我再在师祖的教导下羽化登仙，那时再灭小天道也不迟。既然圆圆那等自私自利的人能当天道，那么我云罗如此重情，比圆圆更有资格成为天道。到那时，我就能让南宫爵复活，飞升上界，永生永世，再也不分离。聂云吉眼中没有愤怒，也没有喜悦。你想我如何替你复仇？云罗没想到师祖如此厚待他，竟会主动询问。师祖贵为国师，或许能告知圣上，摄政王的存在会影响大昭的江山社稷，并且其包藏祸心，意图篡位，迟早会危及到圣上的皇位啊！如此，圣上定会对摄政王动手，殊知两败俱伤，咱们再坐收渔翁之利。我就不信师祖在国师的位子上待了几百年，会对那个位子不感兴趣。师祖不肯飞升，定是也想尝尝龙椅的滋味吧。你想的倒是好。云罗狂喜，就听他缓缓出声：为何要在林家村下毒？仿佛一桶凉水兜头浇下。这只是一个试验，弟子只是想看看凡人在生死关头是否有无私奉献的精神。没想到他们感染疫病之后，都只想着自己或者家人是否能活命，对朝夕相处的同村之人毫无关切可言呐。弟子本想在合适的时机下将解药拿出来，可这些刁民自私残暴，
冷血刻薄，他们活在世上反而荼毒生灵，不如送他们入土，也算是为民除害了。聂云吉颔首，云罗正欲在同他商讨向原车复仇之时，聂云吉却缓缓抬手，云罗紧接着不受控制腾空而起。师祖，您这是作何？聂云吉来来回回说了无数次，是做。我实在惊奇，你的脑子是个什么构造？要不要挖开看看？不过才几个时辰，死亡的恐惧再次笼罩在云罗头顶，但这次比方才还要恐怖。原车尚且能给他个痛快，聂云吉显然是准备折磨他生不如死。原来这就是他复活自己的原因。师祖，你如此待弟子，师父可知晓？不知，因为他早就免去云罗师傅的掌门之位，罚他100年冰牢刑罚。当初为云罗求情的那些孽徒，也都已被抽去灵力，沦为废人，驱逐出云道山。云罗如今是真真正正的孤立无援，但他不打算告诉云罗，怀揣着希望却一次次失落，生理和心理上一起受到折磨，岂不更加绝望？果然，云罗死水微澜的眼中爆发出一阵希冀。师父定会为我讨回公道。你不如先思考当如何自保。没关系的，没关系的，只要我撑下来，等到师父来救我便好。师父肯定会来救我的。他醒啦！你逗我干嘛？是我把你救活的哟，还不快谢谢我！云罗一直以为是聂云吉救的他，现在想想，聂云吉还未飞升，没有复活一条生命这么大的能力。你为何要救我？难不成他是知错了？在复活我之后，复活南宫诀，让我们有情人终成眷属。要是如此，我也不是不能原谅你。那你想多了，复活你当然是为了拆散你跟南宫诀呀。你想想啊，男方必须一直待在18层地狱受苦，而女方呢，想死都死不了，心中都在思念彼此，见一面都见不上，这是多么凄惨的爱情故事呀！你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南宫诀的话，那我就偏偏不让你如愿呗。你伤害我爹娘还有村民的时候，就应该想到这个可能的吧？怎么又越活越蠢了呢？云罗恨得双眼赤红，瞪着圆圆。难道就因为你是天道，就可以为所欲为吗？对啊，真的可以为所欲为哦，很爽的。可惜你体验不到。再厉害有什么用？那些村民还不是受了你的连累，得病去世了。你也太看不起我了吧！我都能复活你了，难道我就不能复活别人吗？7日之内死去的人都能复生，所以你下毒这个事情就一点意义都没有。你疯了！复生那么多人，岂不是违背了3界法则，引得地府大乱？你说的也是啊，可是3界法则也是我制定的呀。更主要的是，村民不是自然死亡，他们命中本就不该死，所以有复生的资格。不过云罗显然不明白这个道理。那为什么南宫诀不能复生？求你让南宫诀回来好不好？只要南宫诀能回来，我当牛做马也在所不惜啊！给我当牛做马？你想得美呢！你知道有多少神仙排队想当我的坐骑吗？你连排队的资格都没有呢。他拖着一把骨残的身子，颤颤巍巍朝圆圆跪下，求求尊上，我可以向因我而死的村民赔罪，南宫诀所杀冤魂的恨意也由我来承受，我会尽我所能弥补他们的家人。你弥补？你身上有什么值得他们稀罕的？我有灵石，还有符纸，还有术法秘籍。咦，对于普通村民来说，你的那些术法秘籍还不如换2个红薯呢。那他们就算是要我的命，我也认了。你别装了，你真是
想要我做南宫爵，你才反省的。你把我当笨蛋，可惜我很聪明。要是南宫爵没死，你才不会觉得自己有错呢。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什么，你肯定想，哇哦，南宫爵这个讨厌鬼，为了见我一面，杀那么多的人，真的好过分哦。不过他这个样子好帅，我好喜欢呢，怎么办？再看看他能为我做到什么程度吧。咦，居然全杀了！原来在他眼里，我真的那么重要啊！有点感动，怎么办呢？那就出去见见他好了。不过我可不会那么快妥协，我就想他一直追着我啊。圆圆收起自己的脑补，反正这两个电工电婆就把无辜的村民当成他们伟大爱情的牺牲品了。你要如何才能信我？圆圆今天说的话已经够多了，无暇再跟他掰扯。小天道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将林家村村民的魂魄全部送回来了。黑白无常恭恭敬敬地向圆圆行礼。做得很好。小天道若是没事儿，那我们就先退下了。两位大人，求求你们，让我见南宫爵一面。小天道是绝对不会允许南宫爵复生了，他现在只想见见南宫爵，跟他说声对不起，辜负了他的心意。他其实最爱的只有他一个人。南宫啊，你说那个重点看管的魂魄南宫爵呀？对，就是他。他成亲了。他成亲了，我还去喝了他的喜酒呢。什么？你说什么？嘿，你长得同南宫爵的新婚妻子还有些相似呢。这眼睛和鼻子啊，越看越像。咦，你在地府的心上人居然那么快就找到你的替身啦！我不信，我不要听，我不要听！南宫爵那么爱我，他怎么可能会和其他女人成亲呢？嘿，我骗你干啥？白无常在宽袖里掏啊掏。那这就是他们的请柬。对，这是南宫爵的亲笔字迹。南宫爵，于云部缔结良缘，诚邀白无常阁下光临。不，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哇，名字居然也那么像。你叫云罗，他叫云补，你们两个连起来刚好能凑一根萝卜。这些日子我给南宫爵烧了许多纸钱。那你更惨了，心上人拿着你的钱养媳妇儿，你反而还名不正言不顺，比我刚刚讲的那个爱情故事还要凄惨呢。那我做这些为了什么？我算什么？你算个笑话。他把我当成什么了？他把你当傻子。这个女的怎么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咱们还是走吧。走吧走吧，我可不想被疯子缠上。云罗终于冷静下来，用手抹掉眼泪，跪倒在了聂云吉面前。师祖，弟子顿悟，弟子不该因一个男人伤害那么多人。弟子愿回云道山修行，终生不出山门一步。下毒之事就如此算了。小天道不是已经将那些村民复生了吗？他的确对不起无辜的村民，不过他们既然都复活了，那就不关他的事儿了吧。你这说的好像是我给你惹的祸擦屁股一样，这是两码事啊。村民复活了，又不代表你的罪就那么抵消了。他人想得太美了吧，害了那么多人还想回去修行，谁给他的底气呀？那你们待如何？我方才受的惩罚已经够多了，一身骨头差点断了不说，我心上人还另娶他人，还有谁会比我惨呢？聂云吉点了他的穴道，让他张开嘴，将一颗丹药塞进他嘴里咽下去。这是什么地方？怎么如此肮脏？这个水池好臭，这是哪儿？师祖！不要！不要！师祖，我知错了，你把我驱逐出云道山也是可以的，我宁愿做个普通人，也不想受这种折磨啊！刚才给你吃的丹药能无限次数修复你的伤口，
让你瞬间恢复到最好的状态，直到你自然老死。云罗头顶有如惊雷劈下，险些失声尖叫。我此前修行小成，起码还能再活150年，也就是说，我要在不见天日的水牢里待上150年，与水蛇相伴到老。我不要这种惩罚方式，与其如此受折磨，我还不如死了。师祖！他张嘴欲求饶，聂云吉却转身化作云雾消失了。师祖，求您饶恕啊，师祖！可惜不只是聂云吉，任何人都无法再听到他的声音。爹爹，还有多久才能吃饭呀？饿死我了！林夫人醒了啊，醒啦！圆圆瞬间就忘记了问袁彻今晚吃什么，急急忙忙去屋里找娘亲。娘亲，你怎么回来都不提前告知一声？家里什么都没准备。自从圆圆离开家，他心里就不踏实。虽知道他天赋异禀，但午夜梦回，不是梦到圆圆被人拐卖了去，就是梦到圆圆饿肚子。真好，你长高了，也长结实了。娘亲，弟弟叫什么名字呀？还没想呢，要不你给他起个名字吧？要是他用了你想的名字，将来肯定也同你一样好看。就叫灵葫芦，因为弟弟的脸红扑扑的，就跟糖葫芦一样，所以我想吃糖葫芦了。葫芦，灵葫芦，很可爱，只是葫芦可以作为小名，至于大名还要大名啊？那林大葫芦还要大名啊？林大葫芦，不行啊，林板栗、林地瓜、林花生，要不叫林鸡腿吧？我觉得还是鸡腿更好吃一些。林景硕，东都赋有云：铺红枣，信景硕，杨氏庙，郑雅月。景硕，哎呀，这名字真好听，多谢王爷赐名。我还是觉得灵葫芦比较好听。对，灵葫芦也好听。次日，聂云吉带着几位小道童回了林家小院儿。怎么样啦？已遵照尊上吩咐，抹去了村民以及所有知情人员关于疫病的记忆。好，不然的话，他们一想起来肯定会害怕的。尊上何时回京城？我还有很重要的事情没做呢。云吉，你们先走吧。娘亲，等你养好身体，就跟我回京城吧。爹爹在摄政王府附近买了一套很大很大的宅子，有这么大，你们就住在里面好不好？这样我就可以经常去看爹娘和弟弟了。乖乖，等弟弟能走路了，咱们就去京城陪你，好不好呀？去京城舟车劳顿，景硕又那么小，圆圆是个很善解人意的孩子。那我在京城等你们哦，你们一定要来找我哦。哎，圆圆又陪了养父母几日，才和袁彻回京。也不知道舅舅他们到哪里了。马车没有骑马快，但估计他们应该也快到京城了吧。应该快了。林疏影一行人离京城只差半日路程，他与父亲商讨了许久，该如何告诉祖母和姑母父亲活着回来了。祖母和姑母若是见到爹爹，必定欢喜。你祖母年事已高，还是先给他传口信吧。好。林疏影颔首拜托烛照将此消息送往宁府。此话当真？快，我要去德胜门接丽萍。母亲，兄长晌午才到，如今才4时，您现在就去，若是被凉风吹坏了怎么好？可我实在是等不及了呀，5年，我和他生离死别5年了呀。原以为只能死后去地府才能见到他，
感谢上天有好生之德，竟让丽萍活下来了。备马车和水食物，咱们去城门等。母亲、祖母，我也去。林丽萍活着回来的消息不出半个时辰，便传遍了整个京城。当年丽萍将军的死讯传来，我还痛哭了一场。媳妇问我是不是奔死死了。不管怎么说，丽萍将军活着就好。哎呀，那你们说，那姜氏若是知道丽萍将军没死，会不会后悔呀？可不是嘛，好想看看他悔不当初的样子呀！真是的，居然背叛丽萍将军。说的是啊，我也想看看他是否会悔不当初。哼，江楚真，你还没死呢吧？尤静茹站得离他老远，生怕被传染。有个好消息，我觉得你肯定很想听，便连忙赶来告诉你了。对我来说，如今还有什么能算好消息？你不过是来嘲讽我的罢了。你别高兴得太早，我还有2个女儿呢。疏影早晚有一天会原谅我的。我怎么能死呢？我怕我到了地府会见到林丽萍，我怕她心疼。林丽萍没死啊！你说什么？你可以欺辱嘲讽我，但你不可以拿林丽萍开玩笑。我亲耳听见她被敌军乱箭穿心呢，怎么可能没死呢？尤静茹愉悦至极地欣赏着姜氏震惊的表情。如今京城百姓都已经去德胜门前等待林丽萍归来了。她定会来接我回家的。不，我要去找她，我要跟她一起回家。尤静茹被呕吐折磨得连嘲讽姜氏的力气都没有了。等她缓过来后，姜氏已经跑了出去。算了算了，随他吧。实在是太恶心了，不赖在我这儿也好。林月阳和林淑妍陪同老夫人在德胜门前翘首以盼许久。等日头最烈之时，一辆由16位护着的马车进入了众人的视线。老夫人一颗心快要从胸口跳出来。月阳，你说那是丽萍吗？她是不是瘦了呀？你说你舅舅是不是变矮了些？我记得他原先没有那么矮小的。母亲，那是长姐。对对对，是疏影啊，是有点像疏影啊。什么叫有点？你们2个都太紧张了。丽萍，老夫人嘴唇止不住的颤抖。真的是我儿丽萍，她回来了。林月阳早已泪流满面，不住点头。老夫人迈步着急忙慌地走向林丽萍，林月阳扶着她一起。夫君，你兄长平安回京城了。对了，他现在已经不是您的兄长了。林丽文的身体异常的疲惫乏力，总是恍恍惚惚，但尤静茹的话却格外清晰地入了他的耳。很惊讶啊，方才江楚真跟你的反应差不多，不过她现在已经跑出去找她前夫去了。夫君呐，你说他们俩能不能再续前缘呢？我觉得很有可能，毕竟放眼全京城，那林丽萍都是数1数2的好男人，而你只是一个苟延残喘的残废。他句句都往林丽文最痛的地方戳。哎呀，你说林丽萍会不会笑死你？你抢走了她的女人，可惜这个女人呐，肠子都悔青了，抛弃你，选择投奔前夫。你真是个一事无成的废物。眼看着林丽文手指摆动的幅度越来越大，却在尤静茹说完这句话后戛然停止。尤静茹缓缓走到床前，伸手探了探她的鼻息，没气了。林丽文居然被气死了。尤静茹却感受不到一点喜悦。
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我的儿啊！林丽萍也压抑不住颤抖的双手，紧紧回抱母亲。母亲，不孝子林丽萍回来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我的孩子呀！大哥，也不知道淑英有没有把我是林丽萍妹妹的事说出来。若是林丽萍还以为我是她的弟媳，那我该怎么说呢？要不要现在就说出来？兄长会不会不高兴啊？岳阳，父亲已经知晓了。林疏影的眼泪早在见到父亲的那日便流干了，适宜现在满是笑脸。姑母，您不用挂心，该如何告诉父亲了？兄长，我太愚蠢了，妹妹一直在身边都不知晓，之后要好好补偿。舅舅，舒颜都长那么大了，听你大姐姐说你过了春闱，如今是贡士，咱们祖上连秀才都没出过几个，这下竟出了个贡士，实在是祖先有灵啊！什么祖先有灵呢？应该说是有了舒颜，祖坟都冒青烟了才对呀。兄长，舒逸去边城讨伐罗修部去了，他定然很遗憾，没能来接你。舒逸很厉害，等他凯旋，我就把父亲留下的兵书和我毕生所学全部交给他。那我就替舒逸谢谢兄长了。你们还真是其乐融融啊！躲在城后的江氏贪婪地盯着林丽萍看。5年了，林丽萍竟连一点变老的迹象都没有，还是如当年一般俊朗。倒是我变得如此苍老，丽萍会不会嫌弃我呢？只见林丽萍在林月阳说话的时候，满眼都是温和专注地看着他。丽萍和宁氏，他们不是兄妹吗？这样的眼神未免太过露骨。就算是兄妹，举止也该有度，眼神如此放肆，难免引人遐想。若是辱了丽萍的名声，我定不会放过你的宁氏。明明丽萍从前只会这样看着我。那咱们先回吧。好，咱们回家。丽萍将军回来了就好。过2天再重新找个贤惠漂亮的续弦，别再搭理那个跟小叔子偷情，还染上花柳病的那个人了。他呀，配不上你。这一刻终究是来了。没事，咱回家吧。对，咱们先回家吧。兄长日后若是想续弦，丽萍才没有续弦的意思。你们为什么要撺掇他？哪里来的要饭的？林月阳和老夫人也未认出来眼前这个阿杂的人。林疏影眼神极其复杂，惋惜、无奈与落寞交织在一块儿。江氏到了这个地步，根本不在乎其他人的反应。你能活着，真的是太好了。众人这才惊觉，这是以往鼎鼎有名的太师嫡女江楚真。你又来做什么？丽萍，我们回家好不好？回家？你该回的是林丽文家。咱们走，不必再同他浪费时间了。林丽萍不发一言，随着母亲准备上马车。丽萍！林丽萍脚步停顿片刻，并未回头。马车飞速驶离，抵达侯府门前，林月阳和老夫人才终于松了一口气。林丽萍和林疏影始终没开口，也不知心里在想什么。来人，把门关严实了。江氏爆发了前所未有的速度来追赶林丽萍。丽萍，还愣着干什么？关门！等会儿，我去见见他。说完就径直走了出去。林月阳看向林疏影，要不要劝劝？他是见识过兄长对江氏的感情的，他怕兄长耳根子软被江氏赖上。林疏影低落地摇摇头，我相信父亲是有分寸的，转身回了自个儿院里。你找我有何事？
你是不是听到了关于我不好的话？还不等林丽萍回答，他急迫道：其实那些都是有原因的，我并没有他们说的那么不堪。我背叛你，是我不对，可是那是林丽文下药诱惑我在先，刚开始我并不想这样的，后来才逐渐迷失了自己。林丽萍抿嘴，她并不知道林丽文曾给江楚真下过药。林丽文真是无耻，她握紧了拳头。而且我得花柳病不是因为我伤风败俗，是因为我被祁红咬了，他在青楼感染了这病，为了报复我故意传给我的，我真的没有那么不堪呐。丽萍，算我求你了，原谅我好不好？背叛你不是我的本意。事已至此，不说了。你真的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了吗？我不信，你心里定然是有我的，只是你恼怒于我和林丽文私通，所以才赌气，对不对？事到如今，都是我们各自选择的结果。你没死，为何不回来？这些年你在外头逍遥快活，留我独自一人受着良心的谴责呢。林丽萍，你好狠的心呐！林丽萍疲于继续同江氏掰扯，再互相指责下去也没完没了。我不管，我现在还算是你的妻子，你必须接我一同回家。你算什么妻？你如今是林丽文的妾。林丽萍没有给我休书，她既然没死，那我们的婚姻关系依旧存在啊。亏你曾经还是太师嫡女，大招律法都没弄懂。你以为纳妾文书是想开具就开具的？林丽文当初纳你为妾时，拿到了我母亲亲手写的和离书，已经被礼部记录在册，你早就不是我兄长的妻子了。江氏没想到还有这一茬，错愕又害怕。那我岂不是没有能让林丽萍留下来的条件了？兄长快回来，小心江楚真将脏病传给你。不要！你真的不爱我了吗？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这是你出征时在信中写给我的啊！你要背弃你当初的承诺吗？我已经没几日可活了，你真要如此无情地抛弃我吗？就当我是言而无信了吧。那你能不能看在夫妻一场的情分上，给我些银子让我去治病啊？兄长已经拒绝过江氏一次，按照他的性子，这次极有可能不再会拒绝。可凭什么把银子给江氏这种人呢？抱歉，我刚回府，囊中羞涩，恐怕不能帮你。你怎么会没钱？你妹妹可是皇上啊，她富可敌国呀，你问她要啊？我妹妹的银子与我无关。林丽萍说完就快步进了家门。林月阳朝江氏笑了笑，跟着兄长离开了。大门在江氏眼前紧紧闭上，砰的巨响震得江氏发抖。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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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终于到家了。爹爹，我想吃卤煮咸鸭，还有酱鸡、腊肉，还有卤什锦、卤子鹅、卤虾，再来2个烧苹果、烧百合，然后3个黄焖鸡，就差不多了。今天比昨天少报了2个菜，怎么，胃口不好吗？还有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呵呵。好好吃。小主子，属下有个瓜，不知……有瓜吃，快说快说。那个江氏找到永定侯府了。什么？这么快呀？那我赶紧去侯府。寒风凛冽，江楚真窝在侯府对门的角落，心里还存有那么一丝期盼。林丽萍后悔了，应该会跑出来把我接走吧？她应该会后悔吧？
可随着天色越来越晚，他终于清醒。林丽萍真的不要我了？也是，男人都是这样，林丽文是这样，林丽萍也是这样，都把我当成玩物，高兴时哄哄，一旦不高兴，就把我当成一颗弃子随意丢掉。我就不该对任何男人抱有期望。若有来世，我宁愿常伴青灯古佛，也不会嫁给任何一个男人。咦，还想有来世？你做什么梦呢？圆圆脆生生的声音从他头顶传来，还不等江楚正问他怎么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你愿不愿意把你剩下的寿命分给你女儿呀？咦，我的天道老头啊，僵尸的命居然那么硬，运气也不是一般的好嘞。今后还能遇到云游方士治好他的花柳病，治好后他又凑到舅舅面前，搅得全家都不得安宁，然后一直苟延残喘，活到70岁呢。咦，还能活那么久啊，那还了得。那不如把寿命分给应得的人好了。林书瑶身上有林丽文10年的寿命，那也能活到15岁而已。15岁才刚及笄。反正僵尸生下林书瑶都没有负责过，那把剩下的寿命给他，也是一种补偿吧。你要是愿意的话，地府或许能给你减轻一些刑罚哟，比如尽量让你在100年内投胎，转成一个猫或者狗什么的。这对僵尸而言已经很轻了。你怎晓得我还有几年可活？没啊，我怎么会知道呢？反正是你自己说你要死了，不是吗？那你临死之前发善心，救一下自己的女儿。这样的话，那逢年过节的林书瑶说不定还会记着你的恩情，去你的坟前祭拜一下呢。他要是知道自己还剩30年的寿命，那不得更来劲儿啊！果然，你不是普通人。江氏抬眼看着圆圆肉嘟嘟的脸，除非你帮我治好我的花柳病。咦，你救你自己的女儿，你都还要提条件呢？那你好好留着你那点寿命吧。我走喽，我真的走喽。你回来。我只是想走得体面一些罢了。我答应你。好，嘿。哦，原来僵尸的寿命长这个样子啊！这可不怪我哦，反正是你自己答应要换的。圆圆离开后，僵尸身上溃烂的红斑逐渐愈合。我的红斑居然消退了！突然胸口传来剧痛。僵尸闭上眼睛，手搭了下去。子涵姐姐，你收拾收拾，我送你回家哦。是现在吗？我终于能回家了。这地方屁味都没有，还得学那个赵子涵的样子，在亲人面前端方有礼，笑得我嘴角都酸了。屁味？子涵姐姐想闻屁味吗？让我看啊，我肚兜里还有几个豆子，你等我一下啊。不是啦，总之拜托圆圆把我送回家，我好想我爸爸妈妈。夫人，尤姨娘说想见您。让她进来吧。坐。不必了，我同你说说话就走。表姐，你还恨我吗？你并不值得我恨。也是，说来可笑，我嫉妒了你一辈子，抢了你的父母，夺了你的夫君，到头来你压根儿不屑与我斗。就像林丽文嫉妒了丽萍将军一辈子，却也只落了个笑话。我们都是机关算尽，却又满盘皆输。你到底想说什么？我这一生一半为了嫉妒而活，一半为了报仇而活。
如今我也该为自己而活了。所以你，表姐，我要离开京城了。去哪儿？走哪儿算哪儿吧。去西陵城看看古村，去流银渡赏赏荷花，尝尝幽州的云片糕，听听九黎的怀乡曲。当然了，如果遇到负心汉辜负良家女子的戏码，兴许我也会凑上去同他们斗斗趣儿。那你保重，不送了。表姐珍重，我走了。想我尤静茹也是天选之女，老天爷给我重活一世的机会，就是让我打尽天下渣男。当然，如果能收养2个贴心的孩子，那就更好了。就这里吧。圆圆找到一处宽敞的空地，圆圆挑挑眉毛看向他后方。赵子涵随着他的视线看去，空中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金色法阵，法阵中央一道刺眼夺目的金光冲破天际，闪得赵子涵眼睛都睁不开。子涵姐姐，我这段时间改良了一下，这个法阵的用途多了一点点呢。你以后只要穿过这道金光门，就可以在大昭跟你们朝代之间来去自如啦。不过只能3天通一次，就是说你回去之后要等3天才能再回到这里。回到这里以后再待3天，然后才能再回去，而且只限你跟那个子涵姐姐通过哟。因为只有赵子涵是天选定的议事之魂。赵子涵呆滞了。天哪，我是在做梦吗？以后我能随意穿梭古今了吗？这21科学家都做不到的事，圆圆居然轻轻松松就做到了。圆圆该不会是凌驾于神仙的存在吧？那我之前跟这么至高无上的存在称姐到位，天哪！惊讶之余，赵子涵不免担忧，那这时空门这么亮，不会被无辜百姓发现吧？除了你跟我，还有另外一个子涵姐姐之外，其他人都看不见。郡主跟赵二姑娘嘀嘀咕咕干嘛呢？赵子涵一时笑，一时盯着空地发呆，一时露出震惊的表情。不知道啊，该不会是疯了吧？只见赵子涵跟圆圆说完话，脸上的笑容扭曲且狰狞，抱着圆圆在他脸上疯狂亲了10几下。竟敢亵玩郡主！哎，冷静冷静，这赵二姑娘自落水苏醒后就行事古怪诡谲，或许是她又在发病吧。你对一个脑子有问题的病人要有包容心。两人说着话，再一看，赵子涵已经消失在了原地，圆圆慢悠悠朝这边走来。小郡主，赵二姑娘呢？她回家了呀，我肚肚有点饿，咱们也回家吧。圆圆刚回府，小太监就禀报：郡主，一位姓董的姑娘说有事儿要找您。姓董？哦，那应该是婉瑜姐姐。见过小高人。姐姐，你找我什么事呀？姐姐，你找我什么事呀？之前受高人所托，替董姑娘回报陆家，现在董家再不敢造次，特来归还身体给董姑娘。哦，这样啊。等等，我问问婉瑜姐姐的意思啊。嘿，高人，我以前活着只是为等陆怀安和董佩玉的报应，现在这世间已无可留恋，求高人送我转世，如果可以的话，我想找阿牛哥的来世。阿牛哥是？阿牛哥是我在董家时的马夫，我和阿牛哥两情相悦，父亲和董佩玉逼我嫁给陆怀安，害死了阿牛哥。这个简单，我看看啊。你的阿牛哥他现在已经转世了，现在刚好3岁，你不如就投胎到他们邻居家吧，这样青梅竹马，
就衣食无忧，子孙满堂，好不好呀？多谢高人，多谢高人再造之恩，多谢司马将军，谢谢你，让我知道了我应该更勇敢。下辈子一定要幸福。圆圆一挥手，送董婉瑜去地府投胎后，看向司马清。司马姐姐，你还是要等司马军的将士都轮回后再去投胎吗？是的，小高人，这是我毕生所愿。好，我尊重你。那陆家能不能还是顺便照看一下呢？没问题的，小高人。人世短短几十年，我打算一边寻找司马军的将士魂魄，一边创办一些女子武馆，只收那些被家暴无力反抗的女子。哇，太好了，这个听起来就很有意义。我要向司马姐姐学习。林丽萍居然没死，呵呵，真是太好了。如今肯定会让林疏影跟我重归于好的。到那时，他或许可以帮我重回国子监。等了好久，终于看到了自己要等之人。嘿，林伯父！林丽萍闻声看来，齐子明又是一阵兴奋。见林丽萍眼神稍稍迷茫，伯父，我是子明呐，跟疏影定亲的子明。林丽萍眼中迷茫褪去，似是想起了他。伯父，您平安回家，侄儿很是高兴。一直想着何时能再见您一面，若是我父亲在世，得知您无恙，想必也会很欣喜的。林丽萍没吭声，只可惜侄儿和疏影之间存在一些误会，侄儿没能娶到疏影，而是另娶他人，侄儿很是无奈。或许也是上天对侄儿的惩罚，娶来的媳妇儿竟是个祸害，害得侄儿家中一贫如洗啊。你待如何？林丽萍的声音听不出喜怒。按理说，侄儿不该再来打扰伯父，但是侄儿一直忘不掉疏影，相信伯父也忘不掉昔日我们两家的情谊。嘿嘿，这个侄儿豁出脸呢，想请求伯父，看在去世多年父亲的份上，借给侄儿一些银两，渡过难关呐。待侄儿参加科举，入朝为官，自会牢记伯父的恩情，予以报偿。林丽萍意味不明地笑了一声。你忘不掉疏影？呵呵，是的，其实侄儿最爱的女人还是疏影，只是有缘无分，无奈错过。若是将来侄儿仕途顺利，疏影还对侄儿有意，侄儿定会风光迎娶疏影进门。还未等齐子明继续承诺，他就被一股很大的力道击飞。我没去找你，你自己来找死。饶命啊！饶命啊！我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齐子明感觉五脏六腑都错了位置。林将军，冷静，再打要出人命了。是啊，齐公子真的要死了。您好不容易回家，还未好好陪伴家人呢。哼，岂有此理！这么精彩的时候，我居然都不在。我超想看油腻怪被打的。没什么好遗憾的，我爹说了，以后见他一次打他一次。不行，我不管，反正我不高兴，我现在就要看。圆圆转身就走。你去哪儿？我去把油腻怪跟舅舅找过来，让舅舅重新揍一顿油腻怪，专门给我看一次。睡不着，睡不着，睡不着。没看到油腻怪被揍得鼻青脸肿的样子，好遗憾呐。圆圆跳下床榻，凭着记忆跑去了齐家。齐家里屋烛火通明，齐子明缩在担架里，浑身是伤。不远处床上的齐母还咿咿呀呀叫着要吃饭。好饿呀，饿得快死了！这个贱人3天给我喝1碗粥，吊着我的命呢，就是为了折磨我。董佩玉走过去，端起一碗冒着热气的粥。董佩玉翻手把热粥倒在了齐母身上。我让你吃。
董佩玉，原来我不在家的时候，你竟是这么折磨我娘的。叫唤什么呢，丑八怪！你嫌弃我毁容，可现在你的脸比我毁得更彻底，你也是丑八怪一个。我是男子，要容貌有何重要？才华才是一个男人最宝贵的财富。官差抬着他去医馆治伤，只因那大夫女儿是寸草记的读者，十分喜爱他这个画本作者，就主动免除了他的诊金和药钱。女子说到底不过是以色示人，你毁容只有被践踏和唾弃的份儿。是吗？那我们走着瞧啊。他扭动身姿出了门，齐子明甚至还闻到了一股浓郁的花香。给我回来！他肯定是在我这儿得不到满足，出去找其他人去了，居然敢背叛我！如果是输赢，绝对不会背叛我的。床上的齐母饿得直叫唤，看得齐子明心酸不已。娘，等着儿子起来给您喂饭。可齐子明全身骨头跟断了一样疼，连坐起来的力量都被抽空，只能无助地看着他娘饿得嚎啕大哭。齐母爆发出一股力量，翻过身，从榻上掉了下来，摔在地上。娘！齐母痉挛着趴在地上，死命朝着门口扭动。娘，别爬了！你到底想干嘛？你动不了，儿子也动不了，您老老实实待在家里成吗？齐子明不耐烦地说完，齐母却还是没动静。他娘瘫痪这段时间一直发出意义不明的叫声，以此来找存在感，生怕儿子把他忘了。可现在怎么那么安静？娘，还是没反应。娘，你听见了吗？齐母始终保持着向外爬的动作。娘！齐子明急了，要起来查看他娘的情况，可惜动一下都钻心的疼，痛得躺了回去。他心里很慌，满头大汗。这时一个圆润的身影闯进视线。他好像有点死了。你说什么？死了就是咽气了，然后就是要躺板板，睡乖乖，吃饭饭，然后埋山山啦。这下听懂了没？怎么会死呢？得知自己错过了愚孝的傻儿媳，觉得吃了大亏，就气死了呗。圆圆转身要走。等等，求求你，找人来帮忙把我娘放进棺材里埋了，我现在动不了，求求你了。齐家虽有左邻右舍，但齐母一直自诩儿子是天才，不屑与其他人来往，得罪了十里八村所有人。若是圆圆这下离去，没人会发现他们母子。求你帮我娘入土为安，就算我娘有对不住你姐姐的地方，她都已经死了。你看她躺在冰冷的地上，你良心能安吗？圆圆停顿片刻，身形微顿。小孩子天性良善，我就知道他肯定会帮忙的。那你既然这么说的话，那我没良心，我走啦。他蹦蹦跳跳地跑了。我得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姐姐。齐子明绝望了，他看向死不瞑目的母亲，悔恨又痛苦。娘啊！我要是不娶董佩玉就好了，她就是个扫把星、煞星，我要报仇。董佩玉还真的是出去找别人了，但找的不是其他人，而是之前向他示过好的万家公子。这一去就是好几日，回来时却发现齐母的尸身已然发臭。你娘什么时候死的？我走之前不是还好好的吗？虽然没吃东西，也不至于那么快就死了呀。
再说了，你又不是个死的，咱们就看着你娘死在家里都不管呢。齐子明语气听不出喜怒。你走那日，娘就咽气了。那节哀吧，对你娘来说也算是解脱了。你也不用成日因要照顾瘫痪的老母亲而受折磨了。她死了，对咱们都好。你之前把伺候你残废娘的事全交给我，也不见得你有多在乎这个娘呢。贱人，该死！你在外面放的，我躺在担架上，眼睁睁看母亲尸身发臭，看这些苍蝇和老鼠分食母亲的身躯。你凭什么骂我？不是你把你娘丢给我，自己成天在外鬼混吗？现在来装大孝子，你还要不要脸呢？这残废又不是我害死的，你冲我发什么火？正骂得起劲的时候，齐子明突然举起手中的斧头，砍中董佩玉的脖子。鲜血喷到齐子明脸上，他连眼睛都没眨。这一刀他没下死手，董佩玉脑袋没掉，还存着一口生气，清晰感觉到齐子明剁了他的手脚，把他扔进了旺盛的灶火。滚烫的热气和剧烈的痛楚带他回到了5、6年前春日宴那个夜晚。林书义冲入火海来救他。有没有人像书义一样拯救我呢？上天能不能再眷顾我一回？把董佩玉燃烧成灰的火光照亮了齐子明的脸，也照亮了他眼中的快意。娘，你慢点走，儿子让你儿媳妇下去陪你了，你让你儿媳妇好好照顾你，儿子再过几10年再去找你。火不知道烧了多久，天际微白才熄灭。齐子明拿着火钳子拨了拨，拨出3块焦黑的骨头，用袋子装着，喂给了路边的野狗。听说死无全尸的人是不能投胎转世的，他董佩玉最好是永世不得超生，再也不能重新做人，不然的话就太便宜他了。千寿会是什么？好吃吗？拎着大包小包从时空门穿回来的赵子涵弹了一下圆圆的额头。宝儿，你不要一直都想着吃，这是赚钱的好法子，有钱才有更多吃的，不是吗？哦，是啊。子涵姐姐，你拿的这几个杯子里面装的是什么呀？圆圆打量了许久，口水就流下来了。我就知道你会馋这个，喝吧，就是专门给你带的。啊，这个是什么呀？这个叫奶茶，我专门去买的抹茶奶油森林椰椰奶冻。这么长的名字，肯定很好喝。圆圆小心翼翼地喝了一口，奶香浓郁，香气四溢。甜甜的，香香的。这个滑滑的是什么呢？那个就是奶冻。芷涵姐姐，这个好好喝呀！我感觉我的天道我自己呀，简直比天庭瑶台的琼浆玉液都还好喝呢。看着圆圆这没见过世面的样子，赵子涵笑着甩了甩顺滑的头发。我拿着金元宝回现代赚了不少钱，一口气买下了咱们首都，就是京城的院子。我回去时，我爷爷躺在医院就剩一口气了。听说我一下子还了家里所有的房贷和车贷，直接一个鲤鱼打挺，瞬间复活。昨天还开着3蹦子回老家给我拉横幅，说老赵家祖坟冒青烟啦。还有之前因为各种原因跟我分手的男朋友，打着飞的来求我复合，我把他们全踹了。他花钱环游世界时，终于记起来给圆圆带好吃的，又马不停地跑了回来。可惜奶茶不能放太久，我只买了2杯。从回忆中抽身一看，我天，这才几分钟呢，你就全喝光了。我变胖了10几斤，这几天只能吃草。唉，好想回到以前狂吃狂喝的日子啊。那个子涵姐姐呢？说到这个，赵子涵就特别激动。我跟你说，她真的好牛好厉害，用我的身份去公司上班，不到1天就上手了，只用了2个月就成了我们部门的主管，员工还非常信任她，尊敬她呢。对了，我们老板已经在考虑派她去分公司当总裁，对她的期望值特别高。我那些难缠的七大姑八大姨
本来在催婚的，被他训得服服帖帖。只要有人想给他介绍对象，不用他出面，亲戚们就帮他拒绝了。那你的父母就没认出他吗？嗨，我们换婚的第一天就把他认出来了，说我没有他那么端方矜持。赵子涵还挺高兴，他们相处得很融洽。我爸妈还说我们是双胞胎姐妹，他对我爸妈也很好，他暂时不打算回来，那我就代替他帮他照顾爹娘。他说很感谢我们，说自己在那个时代找到了存在的价值，才知道自己也能做好多的事情，可以跟男子一样拥有自己的事业。啊，那好吧。玩了好半天，终于记起正事。哎，说到签售会，你去问问你二哥要不要去，能赚很多钱的哟。团团哥哥不会去的，他很怕见到人，人一多他就心慌紧张。唉，不过那个签售会还是可以办的，因为我想看看那个油腻怪被拆穿的嘴脸是什么样的。哼哼。圆圆是前几天知道林淑妍就是畅销画本《寸草记》的作者的。怎么世子哥哥每个月15左右都要去娘亲家里呢？还鬼鬼祟祟的跟团团哥哥说话，还不让我听。这里面肯定有什么猫腻，肯定是藏了什么好吃的不给我吃。哼，我要趁其不备，出其不意。就这样。嘿呦嘿呦嘿呦嘿！好吃的在哪里？吓得团团哥哥手一抖，几张宣纸就飘到了圆圆脚边。寸草记，这不是还没发行的画本内容吗？所以说寸草记是团团哥哥写的。那你怎么不告诉大家呢？因为我不想被太多人关注，这样我会很不自在。但是油腻怪一直都说是他写的，他偷走了属于团团哥哥的名声，还得了不少的利益呢。那百姓们相信他吗？书局的伙计告诉我，是因为油腻怪身上的原稿不小心掉了出来，被买书的读者看见了，然后他们误会了，油腻怪就也没否认。去年，我写好的稿子不见了，当时不想把这件事闹大，所以没说，凭着记忆重新写了一份。我记得那日齐公子确实来府中找过长姐。肯定就是那个时候，油腻怪就把你写的东西偷走啦。这个人这么卑鄙的吗？原以为他最多是抄袭，居然是盗窃。子涵姐姐，你说我要是让世子哥哥手底下那个书局举办这个什么签售会，那你说那个油腻怪会怎样呢？劳驾问问有没有地段好一些的宅子。他回家清点了董佩玉的嫁妆，还剩不少。他拿着沉甸甸的钱袋去看地段好的宅子，带着他看房的房伢子疑惑道：齐公子，你今日不是有要事要做吗？怎么有时间看宅子呢？什么要事？你不知道？不是书局办的吗？那个叫什么？我想想，说是什么签售会，只要买画本就能排队让作者题字签名。我媳妇儿老早就去排队了。这个林淑妍不是一向害怕去人多的地方吗？怎么会突然转性，去人前接待读者，还给题字？齐公子，签售会4时便开始，你还不去，是取消了吗？去，我现在便去。急匆匆赶到书局门口，百姓们大排长龙，齐子明躲在角落四处张望。怎么没见林淑妍呢？定是躲在家中不敢现身，果然还是个胆小鬼啊。齐子明整理衣袍，端正身子走出去。齐公子来了。抱歉各位，家中突发急事，来晚了。
请诸位见谅。没事儿，只要能得到亲笔题字，我们再等2天都可以。哎，对，就是，头一回听说这种形式的雅集，真的好有意思呀！只要买一本画本就能跟崇拜的作者见面交流，这是哪个天才想出来的主意啊？这也太值当了！哎，七公子，你是怎么想出这画本中的情节的？你文采和学识简直是卓越又出众，我们全家都很喜欢你写的画本子，废寝忘食的看呢。这个不过是头脑一热，随手一写罢了，能得如此多百姓的喜爱，是在下的荣幸呐。爹，快看我美不美？我跟你说，在化妆方面，我可是深得子涵姐姐真传。好看，圆圆开心就好。我就知道爹爹肯定也喜欢，那圆圆给爹爹也画一个吧。好溜，怎么样？漂不漂亮？帅不帅气呀？嘿嘿，现在咱们终于有妇女装啦！爹，你怎么不出来呀？快走呀！爹爹突然想起来，还有要事要处理，特别紧急。那我自己去吧。子涵姐姐，我来溜，快看我今天美不美？我的天，你是魔鬼吗？我给你带的儿童化妆品是给你玩的，没想到你是这么玩的呀。不好看吗？可是爹爹就说就很好看，然后我给爹爹也画了一样的呢。What？ 你不会还说是我教你的吧？对呀。我的老天爷呀！希望摄政王能饶我狗命。哎，对了宝，上次太兴奋，忘了把礼物送给你了。什么？还有礼物？当！快教教我怎么用呢？来，你看，先点这个，然后再这样。看圆圆晶晶有味的样子，叫你小土豆。他认错了，上标才符合我的身份。还我的碗！仙玉男浑身一僵。还我的碗！我就知道没人能抵抗住追剧的魅力。好，圆圆，你最喜欢剧里边的谁呀？王之打碎了你一个碗。我最喜欢这个陆昭昭。让我上为什么呀？很没面子，他跟我很像，他的脸眼睛都你2大大岁的奶娃圆的，要什么脸面？都有一个小蘑菇，都喜欢吃好吃的。没错，你们2个呀，还一样肉嘟嘟的呢。小姐，签售会快开始了，是否现在出发？好的。哦呦，这随手一写就能写出这么精彩的画本，七公子不愧是京城天才。少年天才不是10岁中会员的林淑妍吗？业余写画本也能算得上是天才。齐子明眼底冰寒，皮笑肉不笑。这个两者本质不同，便算是博览群书的学者，也不一定能写出精彩纷呈的画本。那齐公子的意思是，你比在科举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们还要厉害喽？不敢。说是这么说，但眼底的从容和自信十分明显。他高傲的姿态仿佛凌驾于所有读书人头上。哦，这么厉害，怎么不让皇帝给你封个官当当呢？由你出使浮梁，你这会装的本领如此高超，定能唬得敌国一愣一愣的。世子，今日是书局的签售会，虽然您是世子，也不能不巧。本世子就是这书局的东家，寸草记的签售会跟你何干呐？世子，这个叫齐子明的，究竟是不是那什么寸草记的作者？齐子明头压得很低，旁人都看不到他脸上心虚且惊惧的表情。林淑妍没来，来了个更难搞的。怎么不是啊？寸草记的作者是启明啊，那不就是齐子明吗？启明就是齐子明吗？你们没听过览书言以启明，阅文章以从志吗？齐子明已然绝望地闭上了眼。览书言以启明啊？难道说？没错，就是你们心里想的那个，不用怀疑。林淑妍是林淑妍吗？就是那个小小年纪就接连考中举人和贡士的林淑妍？
不会吧，他还是个孩子呀，从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就已经够令人惊讶了，居然还写出了如此精彩的画本，太不可思议了。所以齐子明是窃取了林淑妍的成果。这么大了还偷人家孩子的名声，呸，真不害臊，要不要脸呐？真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你怎么能冒领人家的创作成果呢？一句句冷嘲热讽、义愤填膺之语砸在齐子明身上，他恨得简直把牙给咬碎。当然是你们说我是起名的，我可没直接承认，是你们把这个身份硬塞在我身上的。什么叫我们塞到你身上的？你自己也没否认啊！你这是正常人能说出来的话吗？我更想知道你是怎么拿到原作者的手稿的。对呀，为何手稿会在你那里？那当然是他偷走的啦。团团哥哥，你说是不是呢？应当是我不小心遗落，才被他捡了去。林淑妍，你不是最怕来人群密集的地方吗？你此刻出现就是为了看我的笑话吧？小小年纪倒把落井下石学了个透彻。哎，马车里坐的就是真正的画本作者启明吧？能出来让咱们见见吗？你可真厉害，居然能把02公子带出来。不是我，是团团哥哥自己要来的，就是他说那个签售会来的都是喜欢他作品的人，不出面会愧对读者们。02公子，很抱歉，咱们认错人了，一直把那个姓齐的当成你，请容许我们把对你和对画本的喜爱再说一遍。你说得很好，我们特别喜欢看你写的画本，会一直支持你的。多谢大家的喜爱。那么接下来由鄙人替各位题字，各位久等。好，真是太好了。来，谁把这个冒牌货轰走啊？待在这儿扰人兴致。嫌弃的话语如同一把刀子扎进他心里。要是今天没来这老狮子签售会就好了，我冒充林淑妍的真相就有可能不会被揭穿，我还是能继续享受这些人的崇拜啊。这装久了，把荣耀真当成自己的啦，快把他赶下去。有脾气暴躁的书迷冲下台，跟拎小鸡似的拎起齐子明扔了下去。犹如斯就你也配谈斯文？我呸！对齐子明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他顶着厌恶的目光，撑着地面想要站起，一股重力却踩中了他的腰，力道之大，挤压的齐子明呕出一口酸水。这个地面怎么软软的呀？好好踩哦！咔嚓的清脆声响起，齐子明只感觉自己的脊柱被踩断了。小皮球架脚踢282931。我是个人。哎呀，我都没有看到地上还有一个人嘞。可能因为你不是人吧，要不我怎么能看不见呢？那都怪你，一点人样都没有，害得我踩错了。嘿呦嘿呦嘿呦！齐子明从远远抬起的脚下滚出来，胸口剧烈起伏，显然是被气狠了。郡主，在下不是供人践踏的地砖，还请不要再拿在下玩弄了，真是气煞我也。这个小孩我还惹不得，算了，走为上计。说完，他屁滚尿流地逃走了。不，我还没有被打败，我已经不是当初那个穷书生了。我有钱，有很多银子，可以支撑我去没人认识我的地方重新开始，东山再起。他紧赶慢赶赶回家收拾盘缠，才走到门口，震惊到瞳孔猛缩，发了疯似的往后跑，才跑2步就被大理寺官差拿下。齐子明，根据朝阳群众举报，你涉嫌杀人，方才大理寺已在你家中找到证据，现在去拿你归案。我没有杀董佩玉，我是京城天才齐子明啊，我是当下最畅销画本的创作者，
我是寸草系的作者啊，要不我帮你题字签名啊？我还是全大招最年轻的贡士，你说我厉害不厉害？囚车行走在路上，他突然看见一个身穿白衣的女子，欣喜若狂地喊：疏影，你来找我了，疏影，我好想你，我之前不该那样对你，你原谅我好不好？我喜欢你，你嫁给我啊，我用8抬大轿娶你啊。大昭的皇帝是怎么管理的国都？怎么会有这种疯子？清代注意言辞。主子，清代知错。一位身着大昭装束的俊美男子皱眉：若是被骁骑营的人发现，便麻烦了。属下遵命。走。王爷，主子，您是否寻到小公主的行踪了？见着了，她长得同陛下很像，笑起来时更像。只是我的这个外甥女儿同大昭人走得太近。今日他就隐在人群中，看他心心念念的外甥女儿同那2位兄长玩耍，如此天真烂漫。可惜那笑容不该对大昭人露出。公主自幼在大昭长大，同堂兄关系要好，也是人之常情。哼，她是陛下的亲生女儿，也是陛下唯一的女儿，只有她有资格继承福良的皇位。福良女帝灵月是凌风的姐姐，灵月继位后纳的南妃生了2个皇子，就是没有一位公主。福良朝臣因此颇有微词，眼睁睁看着姐姐的皇位因子嗣问题而不稳，凌风便瞒着她来大昭，找回她失散近4年的亲女儿。她的家在福良，而不是在大昭。太阳初升，洒落林间的日光裹挟着朦胧的白纱。莫再耽误时间。小公主身处摄政王府，主子打算将她带出来吗？元彻这个人太过麻烦，若是被他发现，不仅带不走圆圆，我们都有可能无法全身而退，只能趁圆圆离开摄政王府时再想办法，尽量掩人耳目。要不我们假意拐走圆圆，推到人牙子身上，然后误导元彻，这样就可以为咱们争取到回福良的时间啦。当下最重要的是，我们不知道小公主在何时会出门。大昭摄政王肯定将小公主看得很严，出行会有人保护在侧，咱们如何下手啊？凌风微抿薄唇，面色凝重。听闻公主3岁前是在一户农家生活，若是她此刻没同元彻认亲，那我们就轻松多了。说的是啊，要不是没办法，谁愿意跟元彻对上呀？清代说的很有道理，元氏皇族几代才出那么一个女孩，走到哪儿都是众星捧月的存在，此次任务困难重重。主子，咋咋呼呼做什么？莫耽误主子想事。不是，清代姐，我看到了公主，只身一人的公主。清代心头一惊，侧目看到凌风已经向着冰清所指的方向快步走去，云卫立即跟在他身后。小猫去钓鱼，小猫去钓鱼，大鱼小鱼钓了许多鱼。小猫去钓鱼，小猫去钓鱼，胖鱼瘦鱼全都给我吃。元彻是怎么当的父亲，竟允许一个小娃娃独自来这偏僻凶险的荒山野岭？果然圆圆还是回福良最安全。圆圆望见手里抓着鱼的圆圆，激动的暖流涌遍凌风全身。他刚踏出一步，余光忽见一根极细的银针从他耳侧飞掠，射向圆圆。凌风出手并起2指夹住。主子，属下只是想用迷针迷晕公主，这样才容易。凌风随手一挥，银针刺入冰晶的肩膀。你若再敢自作主张，就自裁谢罪。圆圆幼小，迷药入体难保不会伤及肺腑。冰清捂着肩膀，头晕目眩。是，属下知错，多谢主子饶命。叔叔，你是在跟这个姐姐吵架吗？银铃般的童声传来，凌风猛然垂眼，见到了睁着亮晶晶的眼睛，懵懂地望着他们的圆圆。这个姐姐为什么要跪啊？
还穿那么白的裙子，这样的话，吃完鸡腿在衣服上擦手手的时候就会脏得很明显的。这个姐姐做错了事，叔叔在教训她。果真是黄姐的亲生女儿，母女俩说话一样的口无遮拦。林峰努力在圆圆面前营造温和友善的形象。小姑娘，你是专门出来捕鱼的吗？是啊，我听说这里的鱼特别的肥美。林峰心中酸涩又气愤。大昭堂堂郡主，竟只能自己出来找食材，袁彻究竟有没有在用心爱护女儿？还是说，因着圆圆是黄姐的女儿，袁彻便恨黄姐，所以对圆圆敷衍以待，甚至于克扣她的口粮？这种鱼有毒，不要吃。叔叔这里有很多吃的。好啊，我正好饿了呢。我半个时辰前吃的早饭，现在都饿了，就是时候该吃第二顿饭了。干粮大多都是管饱的，没什么滋味，但圆圆却吃得津津有味，嘴里鼓鼓囊囊的。一口接着一口啃，林峰强行忍住抚摸圆圆发顶的冲动。连馒头都吃得那么欢快，这是在摄政王府受了多少委屈？再忍忍，舅舅马上带你回家。你家人对你怎么样？挺好的，就是我爹爹觉得我吃的太多，有时候就只让我吃一点点。林峰紧紧攥起手，骨节咯吱作响。太过分了，3、4岁的小姑娘能吃多少？袁彻让圆圆挨饿的理由还真是好笑。威名远扬、战无不胜的摄政王，竟公布起一个孩子的吃食，当真荒谬至极。圆圆也是他的子嗣啊，却对女儿刻薄到令人发指。来，再吃点。林峰把饼子掰碎递到圆圆唇边，看她吃得着急，又拧开了水囊，还时不时地顺她的背。别急，慢点吃，没人跟你抢。叔叔，你人真好。那要不要跟叔叔去一个更好的地方？不会挨饿，想吃多少就吃多少，还有很多跟叔叔一样好的人宠着你，呵护你长大。说吧，你想把我卖到哪儿去啊？卖？别以为我不知道，人牙子在拐卖小朋友的时候都是这么哄的。他有些小得意，抬起小脸。你休想骗我，我可聪明了呢。呵呵，你想多了，不是要把你卖到穷山恶水之处，而是带你去一个极为富庶的地方。在那个地方，你会拥有比你在大昭更多的权势。浮梁以女为尊，圆圆是当今女帝唯一的亲生女儿。浮梁最尊贵的公主会受到举国上下所有百姓的敬爱。那浮梁有什么好吃的吗？那可多了去了，桂花糖藕、莲花鸭子、酸枣糕、石鱼炒蛋、腌笋炒肉，还有灯盏果、酱板鸭、牡丹鸡、冻米肉丸。只要你去，想吃什么有什么，想吃多少吃多少。叔叔会集浮梁所有神厨，专门为你一人下厨。圆圆捂住小脸，满是向往。过了少时，猛然晃晃脑袋。不行，我得先问过爹爹才行。为何？他不是对你不好吗？爹爹除了让我吃少一点之外，对我挺好的呀。他会亲手给我喂饭饭，把我抱在腿上哄我睡觉觉。只要我跟他撒娇，他就会给我讲故事。不忙的时候还会带我出去玩。他是好爹爹，圆圆要是出远门不告诉他，那圆圆就是坏圆圆。林峰面色越发难看。饭都不让女儿吃饱的爹能是什么好爹？他清楚小孩的想法往往比大人还要固执，放弃在这件事上与他争辩，换种方法道：你只有爹爹，没有娘亲吗？若是有机会能让你回到亲生母亲身边，你愿意吗？娘亲？我有娘亲啊，还有2个嘞，
一个娘亲捡到我，把我养到山水，还有一个娘亲特别的有钱，对我也特别好，我想要什么她都会给我。我有2个那么好的娘亲，干嘛要想一个抛弃我还没有照顾过我的亲生母亲呢？林峰呼吸稍稍急促，有可能你的母亲并不是真心抛弃你的，她有不得已的理由，无奈为之呢。他很清楚这件事，皇母太过懦弱，为了虚假的和平牺牲皇姐，断绝她继位的可能。他并不清楚皇姐对袁彻有没有感情，但他清楚比起所谓的爱情，皇姐更在乎权势。皇姐是天之娇女，德才兼备，知人善任，比皇母更得民心，所有百姓都以为她会是下一任女帝。母皇因此戒备害怕她，美其名曰为了和平，强迫她来大昭和亲。听闻长姐将继位，更是愤愤不平，最终选择自焚假死，回到浮梁夺回本该属于她的女皇之位。可她在途中却发现自己有了3个月的身孕。皇姐的前路危机重重，稍有不慎就会因窃国弑母而被处以极刑。她害怕护不住这个孩子，是以躲在农家7月生下了圆圆。这7月里，她观察到林家村的一对夫妻待人和善，且多年无子，万般不舍之下，把圆圆放在林家村口，直到林家夫妇闻声寻来，将圆圆带回，才放心回国。回去后，皇姐数次遭遇生死攸关的危机，终于手刃欺辱她的仇人，成功继位。她曾瞧见过皇姐孤零零坐在寝宫，手中抚摸着一簇胎发，落寞的眼中露出柔情的思念。若是我将圆圆带回去，皇姐必然开心。反正我要先问过爹爹，要是我突然就不见了，爹爹肯定会担心的。主子，林峰抬手制止清代余下的话。可以，你回去问过你父亲，再跟叔叔一起去找你的母亲。不用回去问的。什么？我爹爹也来了，他就在附近等我采蘑菇呢。你去问问他，让不让我跟你走啊？不让。林峰，你何时潜入大昭的？我来找我外甥女，有何不可？凌月想见，便用光明正大的方式。你会同意吗？袁彻没说话，想也知道他不会答应。你们拦住他，我带圆圆走。武器都没了，袁彻不一定能打得过他精心培养的云卫。5个云卫一声令下冲出去，骑马逃走的林峰完全猜测不到，电光火石之间，他的5个云卫皆数倒下。他现在最紧急的事便是把圆圆带回去。林峰策马疾行，烛照和八蛇如影随形追击，马蹄声响彻天地，速度风驰电掣。烛照眼看着林峰与他们的距离越拉越开，站在树梢架上弓箭，对准那拼命逃窜的身影。小心，莫伤及郡主。不会，那浮梁人把郡主保护得很牢实。冰凉刺骨的剑猛地刺入他的肩膀，他闷哼一声，险些从马背上翻坠下去。我带你回浮梁，我一定会平安带你回浮梁。要是寻常稚童，早就哇哇大哭了。可圆圆坐在颠簸震荡的快马上，表情跟坐在平地的凳子上一样淡定，甚至还有些享受。小鸟在前面带路，风啊吹向我们，我们像小鸟一样来到树林里，比来到马背上。八蛇绷紧弓弦，正要射出，远远就看见林峰身前举出一只白嫩的小手，比了一个简单的手势。郡主命我们停手。郡主不会真的要跟这个风莲王回浮梁吧？小孩子想见娘亲的心情我能理解，可郡主要是离开摄政王府，那咱们想想就很无聊啊。小郡主有主见，咱们听命就好。林峰不断往后观察，见终于甩开追兵，再也坚持不住，掉了下去，唇色因失血而苍白。圆圆小短腿晃了晃，从马背跃下，稳稳落地。好棒，满分！等等，我把剑拔了就带你走，不要怕，我不会伤害你。
圆圆走到林峰身侧，握住羽箭。嘿呦，这是给你让我吃得饱饱的谢礼。好啦，你一个人乖乖回家去哦。他像安抚一只小猫一般拍拍林峰的脑袋。我会去浮梁的，但是现在你保护好自己就行了。在林峰不甘心的注视下，圆圆蹦蹦跳跳的哼着难听的曲调大离开了。风刮呀刮，哒哒哒哒，马儿跑呀跑，呼呼呼呼，大风吹得快，呼呼呼呼，真呀真舒服。林峰痛恨自己的无能。黄姐真要失望透顶了。片刻伤神后，他处理了一下背部的伤口，跌跌撞撞走向回国的路。岂料在两国交界处就被一大群黑衣将士围住。舅父，就这么迫不及待吗？舅父，你怎么能背着姨母去找人呢？去找表妹是想干嘛？你是觉得我这个外甥女不配做这皇太女之位吗？浮梁当今皇太女灵缇是当今女帝姐姐的女儿。灵缇的母亲本该继承大统，可在4年前突然暴毙，皇位自然而然落到了从大昭回来的妹妹灵月手上。灵月继位后，将长姐的女儿灵缇册封为皇太女，百姓皆夸她有情有义。但灵缇性情暴虐，行事乖张，看来舅父也没能从大昭摄政王手下安然逃脱呢。幸好舅父没把表妹带回来，不然一个3、4岁的稚童，我一只手就能捏死。林峰冷笑：自不量力。我是否自不量力不知道，舅父您才是真正的已经到了绝路了。我的手段舅父是听说过的，想不想尝尝那位丽嫔将军尝试过的折磨呢？与其被这个蛇蝎心肠的人折磨，我还不如自己了断。林峰勾起唇角，没有丝毫犹豫地从山崖翻身跳了下去。算他能耐。殿下，风林王身死，咱们如何同陛下交代？灵缇眼神如同毒蛇，无声而阴沉。姑自有妙计。浮梁宫内传来一阵悠扬的琴声，女帝亲使正闭着眼睛享受，忽然就被一道琴弦崩断的声音吓得睁开眼。陛下无碍否？无妨。林峰还没回来吗？已经派人去找了，还没有消息传来。也不知他能不能把女儿带回我身边。皇位稳固后，他派人秘密去大昭暗访圆圆的下落，才知晓元车已经先他一步将圆圆接了回去。元彻究竟是如何得知女儿存在的？圆圆理应在林家村平平安安长大，回到我身边后，我定会将圆圆视为掌中的明珠，叫她受尽宠爱。元彻冷情冷性，不知会如何对待她。陛下，皇太女殿下前来觐见。宣，姨母，舅父他。灵月面容冰寒，哭什么？你舅父怎么了？灵缇只是哽咽难停，哭哭啼啼的叫人心烦，不说的话就一辈子别说了。舅父被大昭人杀害了。舅父本能将表妹带回来的，但大昭摄政王和其属下穷追不舍，不慎掉下悬崖，尸骨无存呢。他抽噎不止，伏地痛哭出声。林月面色极其凝重，而林峰主动跳下悬崖，已做好粉身碎骨的心理准备。就在他坠落崖底时，无形的重力稳稳拖住了他。这是怎么回事？对，刚才元彻的手下射穿我肩膀时，圆圆把剑抽出，说要给我谢礼。当时他还纳闷，他痛得死去活来算什么谢礼？原来真正的谢礼是他遭遇死难时降临的生机。也幸好他并不是养尊处优的娇气王爷，曾在宫外生活10年才被母皇找回。他在崖底找到一间废弃木屋，又找来止血的草药，动手制造弓箭打猎，独自在崖底养伤，躲避灵缇眼线，
这是后话。爹爹，我差点就被浮梁人捉走了。我看你玩得挺开心的。啊，爹爹知道了。爹爹，你就跟圆圆一样聪明，不愧是我的爹爹。哈哈。爹爹，我们去浮梁玩吧。我听人家说浮梁有很多很多的好吃的呢，我都还没吃过呢。你要是不同意的话，好。啊，你答应了。圆圆想去，我们就去。那爹爹，你想不想我留在浮梁当公主呀？看你。圆圆是个很有主见的孩子，无论他做出什么决定，他都尊重。那爹爹，你舍得我待在浮梁吗？我待在浮梁的话，就很难回大招啦。爹爹，你舍得以后见不到我这么可爱、这么乖巧、这么聪明、这么伶俐的女儿吗？袁彻眼底露出几分笑意。我直觉你不会留在浮梁，若是猜错，我会来浮梁看你。的确不舍得，但圆圆开心最重要。爹爹真好，待袁彻安排好国事，1个月后，父女2人已到达浮梁境内。听说啊，太女府搜到10多口箱子的兵器，还有龙袍，太女这是要造反呐！可不是吗？是风莲王亲自带人搜出来的。女帝登基后，咱们日子越过越糊糊，我可不想太女来造反。放心，太女已被关押，她造反失败了。此时，袁彻带着圆圆潜入浮梁天牢。你是谁？袁彻。原来你就是大昭摄政王，赵姑所谓何事？还记得大昭的伏波将军吗？李丽。记得就好。袁彻挥剑斩断了他的双腿。还有眼睛。说完，袁彻挑了他的双眼，最后一剑刺入了他的胸口。经过一处地牢后，圆圆折返回来，抓住木围栏，仔细辨认里头躺着的人。我怎么感觉这个胖叔叔好眼熟的样子？你是赵重阳？里头半死不活的身影动了动。你是谁？你认识我？你是……他刻意压低声音。你是大朝的人吗？你的眼睛都是那个该千刀万剐的皇太女弄的。赵重阳此时对痛感已经麻木。他们砍了我的手和脚，日日在我嘴里拉屎撒尿，拿我当夜壶。你是怎么被抓来的？我原本在军营当伙夫，外出时中了浮梁军队的埋伏，他们要我说出知道的所有军中机密，我说我不知道，他们就往死里折磨我。那仿佛是他极度恐惧的不愿回想的噩梦。我以为我会被他们折磨死，能遇见你真是太好了。圆圆沉默着。你快点杀了我吧，我真的受不了了，看在我们都是大昭人的份上，杀了我吧。圆圆什么都没说，转身走了。赵重阳却以为他还在，拼命要他杀了自己，直到喉咙冒烟才意识到自始至终只有他在说话。是梦吗？赵重阳，我们是受人之托来接你的。去哪儿？地府。太好了，太好了，快让我死！感到灵魂从身躯中脱离，赵重阳体会到无与伦比的快乐与愉悦。我终于死了，终于能死了。如果有下辈子，我一定做个真真正正的男人，做个顶天立地、保家卫国的男人。小天道，没事儿的话，我们哥俩就带人走了。黑白无常叔叔就是这个灵体，他欺负了好多好多人，你们可要好好关照他哟。生前行恶，身后行刑，本就是自然。这是我们地府刚推出的套餐，请小天道过目。有这个刀山套餐、火海套餐。什么？你究竟是什么人？不要啊！油锅烹炸套餐，
还有这个最顶级的至尊典藏，就这个，就要这个最好的。不入轮回81种酷刑套餐。小天道，您真有眼光，前面有的他都有，而且还可以循环往复，无限续杯哦。不要！我知道错了，我知道错了。次日，圆圆刚起床就听说有人要见她，不以为意地挖了挖耳朵。他想见我，我就要去啊！我是那么随便的人吗？哼！林峰又不敢强制绑着圆圆去，试探道：“听说准备了烤鸡。那个，唉，真拿你们没办法。你都那么求我了，我要是还不去，就显得有一些无情了。走吧。”凌月神色严肃，直至看到那抹小小的身影，才激动到结语颤抖，伸手想抱，却压抑般收了回来。委屈你了，福良内忧外患，娘亲不能尽快与你相认，想着等朝堂稳定后去林家村接你。他眼都不眨，盯着圆圆与自己相似的双眼，迫切又难过地问：“你有没有怪娘亲？”“为什么要怪你呀？”“朕刚生下你，就把尚在襁褓的你放在了林家村，不曾让你体会到母爱，想必你是很难过委屈吧？”“我没有你说的这种感觉。至于你说的母爱的话，我有2个娘亲，他们都对我特别特别好，我一直都是有娘亲的孩子，甚至比其他的小朋友还要多一份爱呢。”凌月眉间难掩郁结。“可我是你的亲生母亲。”“是啊，小公主，陛下这4年来十分想念您，因无法与您相认而忧思苦恼。若您愿意留下来，陛下会比您前2位娘亲对您更好。”“是吗？”“比真金还真呢。”“那我想问问女皇，若是你有其他的女儿，你还会心心念念把我接回福良来吗？”“当然。”圆圆对她的意义是不同的，她重视这个女儿比其他孩子更深。“那我与你的皇位相比呢？”凌月这回迟疑了。“你是一位很英明的君主，能让福良子民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但是你先是皇帝，再是母亲，就算把我接回去，也是好吃好喝的养着，给我权利，但是这些我已经拥有了。爹爹能陪我到处玩，还亲自教导我。你身为皇帝，你也不能做到。你以后还会有很多很多的女儿，但是我是爹爹唯一的孩子。我不喜欢留在福良，我的亲人们都在大昭。谢谢你把我生下来，让我能遇到挚爱的亲人们。你可以把母爱分给我那些弟弟们，我相信你肯定会是一个好娘亲的。”他用视线临摹圆圆的脸庞，想把他女儿的脸深深记在心里。林家村的夫妻和你父亲把你教得很好，福良的国门永远为你敞开。直到余光中出现了一抹黑色身影，身为将领，敢潜入敌国，你还是如此胆大妄为。只要朕一声令下，300精锐就能把你重重包围，大昭自会不战而败。大昭不缺我一个将领。林氏长子林书义在讨伐新罗国战役中大获全胜，元夜以下旨赐他承袭永定侯爵位，还是一副棺材脸。带圆圆回去吧，今日你只是一个放心不下孩子的父亲，而我也只是一个尊重女儿的母亲。爹爹，我还是更喜欢吃大昭的美食。我想吃五福斋的栗子酥，还有八宝楼的烤鸭。那我们回家。等等，你有没有什么想对我说的？袁彻回眸，定定看了林月少时。你发簪歪了。你发簪歪了。林月下意识扶住发间钗环，等反应过来时，已不见父母俩的身影。陛下，无碍。
凌月坐回车内，在多数工人无微不至的侍奉下，这是他唯一能安静独处之时。终于不用再维持帝王威仪，允许泪水无声落下。14年前，他在浮梁第一次见到那个沉默寡言但脾相极好的少年，他兴致勃勃同那个少年说话，少年却将注意放在他歪掉的发簪上。你发簪歪了？是吗？袁彻一行人刚进入大昭境内，只听几道凌厉的破空声，十几支羽箭咻咻而来。若不是袁彻听力极佳，他们已经被扎成了骰子。主子，是浮梁军队来追击吗？不，是裴家军。裴家军由大昭定西侯裴成统帅，南征北战，所向披靡，多次将大昭外敌打退至边关之外。这裴成同您的关系虽说不上多深厚，但也起码井水不犯河水，他们这是魔怔了。袁彻来不及想象其中缘由，在紧急搜寻掩体之际，随着裴成一声令下，如暴雨般密集的箭阵呼啸而来。羽箭如同注入了灵魂，没有伤到将士致命部位，只是穿透他们的腿或者肩膀，让他们失去了行动能力。连定西侯裴成也被设下了坐骑。原以为小郡主跟国师关系好，在国师手底下学了些来玩耍的小书法，这国师都没这么厉害吧？可是圆圆见着，得意地扬起眉毛，却见袁彻已走到裴成身旁，没说一个字，却让伤到左肩的裴成愧疚地连连叹气。王爷，微臣有愧于您，但微臣不得不如此为之啊。迎着袁彻凛然的目光，王爷若不信，可以看看这个。袁彻接过，逐字读着，越读他平淡的眼神逐渐破碎。裴成看袁彻失望的模样，难免唏嘘。得知此事的便只有微臣一人，微臣日后便当作从来没看到过这封圣旨。唉，王爷，微臣斗胆给您一次忠告，古往今来，公告盖主之人有好下场的极少，还请摄政王您好自为之吧。还请摄政王您好自为之吧。撤啊！袁彻身边有神助，即使再多将士，也不过蚍蜉撼树。他放弃了。唉，死后再去向先帝赔罪吧。爹爹，就这么放过他们了吗？袁彻用内力将那封黄色锦帛击碎，碎布随着穿过山海远行的风抵达京城。不过几月时间没回大昭，街道比以往更加繁华。这么多人排队，肯定是好吃的，我也要排。哇，原味奶茶！爹爹，那个上面有我的名字耶。不知道是不是巧合？当然不是。圆圆被他从头到脚的各种金饰晃到了眼睛，连忙扭头挡住。宝宝，你以后要习惯，毕竟你姐姐我现在赚了大钱，那金子可是标配。你娘亲林夫人用你的名义出资，和我的配方一起创立了这家奶茶店，一开业就爆火，回头客那是络绎不绝，连锁店都快开到浮梁了。哇，所以这么厉害的店铺是我的。没错，除了你娘之外，你是全大昭最有钱的女富豪。嘿嘿嘿，好。对了，你大哥已经回来了，我听说他过2日又要去打仗，还不快回家看看？书意，娘给你用蜀锦做了件外衫，又轻又薄，穿在盔甲里头也不会觉着闷啊。还有这几双足带，料子坚韧，走再多路也不会磨破，快换上给娘看看。娘，我这2日已试了几十来件，这每日穿完扔掉都绰绰有余啊。是做多了些，不过你去一次战场，1年都不见得能回一次家，娘还嫌做少了呢。他生意越做越多，幸好有疏影当他的帮手，寻了几个头脑灵泛、知世故、做过小生意的人来帮忙管理铺面，他这才得闲给儿女们亲手做几件衣裳。娘，舒言呢？起先倒是配合，不过试了2件后就烦了，收拾东西说要出门游历。我也是没想到那畅销画本竟是他写的，
自从他在京城公开露面后，一向定亲的各府媒婆快把咱家的门槛踏破了。但林叔爷没兴趣见，将我打发走了。叔爷年纪还小，我倒是不急，倒是你也该一亲了。最近啊，娘相看了几户清白人家的姑娘，他们对你也有意思。天道小奶包已进入尾声，准备大结局了。作者开了新专辑《财神小奶包》，陪伴大家原班配音，欢迎大家点击笔记星头像加追新专辑。最近啊，娘相看了几户清白人家的姑娘，他们对你也有意思。娘，这个衣服是圆圆的吗？啊，对啊。唉，许久不见圆圆了，不知她在浮梁过得怎么样。你说这孩子主意怎么那么大，去了那么远的地方？可惜我生意做得再大，手也伸不到浮梁啊。不然还能帮圆圆，让她在浮梁有个好地方歇歇脚也成啊。圆圆的母亲是浮梁女皇。我知道，我就是担心嘛。林月阳不想过分揣度圆圆生母，但他难免想得多，怕圆圆在浮梁过得不好，又怕过得太好，不想回大招了，那他不就见不到圆圆了吗？娘亲，唉，你看我想圆圆都想得幻听了，总感觉他在叫我似的。娘亲，我又幻听了。娘，那是圆圆。什么？圆圆在哪儿？娘亲，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没瘦，还胖了一点儿。浮梁吃的怎么样？在那儿过得好吗？好啊，我吃的跟在宫里一样好，每顿饭都有肉肉。林月阳悬着多时的心终于落到了实处。娘就怕你在浮梁受苦。我受苦那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林书义走到他们身边，伸手揉了揉圆圆的后脑勺。大哥，大哥，我知道你想我，你就直接说吧，不用害羞，在我面前你可以敞开心扉。王爷呢？我这次讨伐修罗部有很多的心得和感想，我想把这些说给摄政王听，若是能得到他的指教就好了。爹爹进宫去啦，你现在反正见不到，哼。好吧，那这个送给你，这是罗修部首领座下狼王的牙，这是我第一次得到的战利品，送给你。哇，谢谢大哥。圆圆，爹爹娘亲，你们是什么时候来京城的？林母忍着眼泪，瘪嘴抱住许久不见的女儿，林父脸上也洋溢着欣喜与思念。我正想说这个呢。景硕虽然还不会走路，但义姐实在挂念你，一家三口来京城寻你，但你和摄政王殿下都去了浮梁，我便做主把他们接来林家了。袁彻站在昭明帝牌位前，神色晦暗难明。皇叔，袁烨漏夜前来，没成想袁彻也在，露出喜色。您来看父皇呀？袁彻没答，只是回眸深深看着袁烨。袁烨眨巴眨巴双眸，不懂袁彻深重的目光。阿叶，你长大了。袁彻从不会与他说这样的话，袁烨只觉得心慌。侄儿还未长大，侄儿还离不开皇叔的教导。陛下长大了。袁彻今日耐性很足。微臣不在这段时日，陛下将朝务处理得井然有序。微臣回城途中，听到百姓对陛下赞不绝口。这是袁彻头一回不吝言辞地夸赞他，袁烨心里更慌了。皇叔，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昭明帝留下的遗旨再次浮现在袁彻脑海。摄政王久居高位，大权在握，恐生不臣之心。若叶儿长大，摄政王再无用处可言，卿当用计杀之，以免皇权旁落。当年皇兄将袁烨交到他手里时，满脸横泪，拳拳爱子之心尽数说出，只求他能护好膝下稚子。他从未想过皇兄会在与他诉过兄弟之情后，留下一道杀他的圣旨。他也从未觊觎过那冰冷生寒的龙椅。当好一个帝王实在太累，这不是他想要的。但为了袁烨，只能在无数个日夜中忍受着。那可笑的兄弟之情，把他捆在摄政王之位上太久。
这么大的宅院，加上我们母子和兄长一家才6口，平日就觉得冷清萧条。自从小葫芦来了以后，家里非常热闹，天天都欢声笑语的，我便求他们住下来了。姨姐，那个娘亲们，你们什么时候成的姐妹呀？我与姨姐一见如故，索性一结金兰，以姐妹相称。突然多了2位优秀的外甥，我激动到整夜没合眼呢。大外甥是少将军永定侯，小外甥是少年天才，著名画本的写手，出趟门都面带红光。弟弟呢？也不知道几个月过去了，有没有好看一点点呢？母亲很喜欢小葫芦，日日抱在怀里不撒手，她抱累了就交给兄长，兄长整日无所事事，提前养小孩练练手，为日后当外祖父做准备。等李承熙归京，疏影就要成亲了。皇叔，你不要言儿了吗？他对父皇的印象太少，这些年是皇叔陪伴他长大，教会他做人与做帝王的道理。元车想像他小时候那样拍拍他的脑袋，最终还是放下手。臣只是累了。他如今只想做一个闲散王爷，做一个好父亲，带着女儿游山玩水。先帝圣旨是被他毁了，但只要他在摄政王这个位子上待得越久，就会有越多的人不满。厌倦了官场的勾心斗角，他只想在余下的时光里好好陪着圆圆，看他及笄，看他成婚生子。好，皇叔去歇息，朕会守好大昭的江山，守好摄政王府，只等皇叔回来。元彻欣慰一笑，起身离去。皇叔，您要经常来看我，我还有好多都不懂呢。会的。在大昭皇族历代先祖牌位的目送下，摄政王元彻从太庙走出，却碰到了守在门外的那抹朱白身影。就知道这座皇宫留不住你。元彻没接他的话，只是平静道：再见了，师父。聂云吉摇头笑了声，帮我同尊上问好。元彻挥挥手，背影轻松自在。爹爹，你要去哪里呀？圆圆也要一起。那就一起。我圆圆圆的故事今天大结局啦！感谢大家1、2、3、4、8个月以来的陪伴，感谢大家对我的喜爱。后期作者会不定期更新我跟爹爹的番外哟，也请大家继续支持我的好朋友小财神圆滚滚的新故事，点击笔记星头像加追新专辑。圆圆出发了。来啦，爹爹，我们第一站先去哪儿？圆圆想去哪儿都可以。天道分身入轮回，成了个奶娃娃。奶娃娃同父亲体会人间百态，踏遍千山万水，行侠仗义，遍走天下。也许在某一个不经意的瞬间，你就会邂逅他们。好吃。